2033年，华夏南海市，在一个普通的居民楼里，一名男子看着外面车水马龙的街道，思绪飘飞。唉，许久之后，在窗前叹了口气，他将思绪收回。只见他将手放在身下轮椅的轱辘上，调转方向，离开阳台的位置，将轮椅移动到客厅之中，阳光可以照得到，且他看不到外面来来往往的行人的地方。随后他停下来，调转方向，让这初升的阳光肆意洒在自己的脸上，这或许可以让他感到一些生的气息。在一个他方便够得到的地方，拿起了那本《假如给我3天光明》，读了起来。这名男子名叫陆天辰，除了有一点小帅之外，却是一个普通的不能再普通的人，家境不富裕，甚至可以算得上清贫。就在大二那年，父亲被诊断患了肺癌，虽然是早期，但是这个病一旦确诊，就和被判死刑没有任何区别。他们家根本没有任何积蓄，所以只能采用乐观治疗法。所以他大学期间努力学习，兼职赚钱，想通过自己的努力让家里轻松一些。麻绳篇从细处断，厄运专凄苦命人。然而就在领取大学毕业证那天，他本就普通的生活又加了一层基调，那就是悲惨。取完毕业证，与舍友们互道珍重，赶往火车站准备回家的时候，他在路上看到一个小男孩在捡掉落在路中心处的足球。好巧不巧，这时一辆大货车正在向前疾驰而来，他甚至看到了司机还在打着哈欠。虽然他的思绪还在原地，不过他的身体却鬼使神差地行动了起来，飞身向前，将男孩抱在了怀里，准备往回跑。不过由于身体的惯性，让他无法立刻转身，他只来得及将男孩扔在道边，大货车便撞了上来。没错，陆天辰被撞飞了。之后男孩的妈妈第一时间打了120，还好送来的及时，并没有生命危险。不过医生表示，他余生应该都会在轮椅上度过了。当时他的行为完全就是下意识的，所以也没有什么可后悔的。不过刚毕业准备开启新生活的他，被命运之神狠狠地钉在了轮椅之上。而他大学时的女朋友陶小冉也很幸离他而去。时间已经过去了2个月，这2个月仿佛比他之前度过的23年还要漫长。他甚至有过一些极端的想法，但是最终都是想起他父母慈爱的脸庞才放下念头。片刻后，将书放回原先的位置，他听到了钥匙插入门锁的声音，随后吱哑的声音响起，他们家老旧的房门被缓缓打开。原来是父母买完菜回来了，母亲手里拎着菜，而父亲的手里则是提着一个大大的方形盒子。进屋后，母亲直接走进厨房忙活起来，他的父亲则是带着那个方形盒子走到了他的面前，将方形盒子放在茶几上面。他的父亲陆海又在茶几上拿起一根烟丝都快掉光的香烟，放在鼻子下面嗅了嗅。自从确诊肺癌之后，陆海便没再吸过烟，这一根烟他都已经嗅了快1年了，就为了解烟瘾。陆天辰疑惑开口问道：爸，这个盒子里是什么？陆海听到陆天辰终于问出了这个问题，他将香烟放下，嘴角一翘，神秘一笑，也不说话，随后扶着方形盒子的对角，将盒子调转了180度。盒子上印着的字被陆天辰看了个真切，方盒子的正面只印着2个烫金大字：天泉。天泉是最近突然莫名其妙出现的一个游戏公司，由这个神秘公司独家开发的同名游戏天泉在3天前发布了公测宣传。据宣传上说，天泉公司采用全球最先进的脑神经虚拟技术，可以在游戏中100%的模拟现实，视觉、听觉、触觉以及痛觉都可以达到100%。宣传短片上，玩家戴着虚拟头盔变身异世界勇者，那逼真的画面看得人热血沸腾，心驰神往，让全球的游戏爱好者都趋之若鹜。不用想，在这个3D 游戏才刚刚兴起的时代，100%模拟现实这个噱头无疑掀起了惊涛骇浪。各大媒体争相报道，更是在短短的3天时间就将天泉这款游戏推上了热搜的最顶端。陆天辰没记错的话，今天中午12点就是天泉正式开服公测的日子。奇怪的是，掌握着如此先进技术的天泉游戏公司的核心层竟然没有一个人露面发声。据说天泉这款游戏没有任何充值端口，想要畅玩这款游戏唯一的要求就是需要购买一个虚拟头盔。陆天辰也在电视上看到过这个游戏的宣传介绍，他可是知道这一个头盔可不便宜。爸，你这虚拟头盔可不便宜啊，官网售价1万块啊。陆天辰说道。他们的家境本就不富裕，出了事后更是雪上加霜，捉襟见肘。肇事司机更是宁可判刑，也坚决不赔1分钱。见父亲竟然用如此巨款买了天泉游戏公司的虚拟头盔，他也是丈二的和尚摸不着头脑。而且他父亲是和母亲一起回来的，很明显母亲也是同意此事的。怪不得他们早饭之后下楼买菜，临近中午才回来，想必应该是去排队买虚拟头盔了。陆海看着他说道：这是给你买的，你妈也同意了。我们看宣传动画上说是可以100%模拟现实，
反正你在家待着也没事，玩游戏就当消遣了。他自认为已经将情绪隐藏得相当好了，虽然表面坚强，不过内心的脆弱全都被父母看在眼里。在最具创造力的年龄，被命运狠狠地扇了一巴掌，可以说他已经跌入谷底，他的心已经死了。不过陆天辰第一次看到天权发布的宣传动画的时候，却是一阵异动。100%模拟度，是否也代表他在天权中可以再一次体验站在大地上的感觉呢？虽然父亲没有说出具体的原因，不过陆天辰又何尝猜不到他的用意。想说什么，不过张嘴没发出什么声响，便抬头冲着父亲点了点头。陆海重重地拍了拍他的肩膀，笑道：“我先帮你拿到卧室了，听说今天12点就全球公测了，要抢占先机啊。”第2章1亿点幸运值。不一会儿，一菜一汤就被母亲周平端了上来。母亲的手艺是极好的，一家3口坐下来一起吃了午饭。饭后，陆海看向陆天辰的房间，冲着他努了努嘴，看着父亲的样子，好像比自己还着急。抬头看了眼时钟，差1刻钟就12点了。据说正式开服前10分钟可以提前创建角色账号。陆海见他不慌不忙的样子，直接扶着轮椅将他推进了卧室之中，随后转身将房门关上。陆天辰苦笑着摇了摇头，调转身体，将放置在床上的方盒子拿到腿上拆开。这是一个闪着黑色金属光泽的头盔，头盔整体呈现完美的弧线。他将头盔侧过来看，发现左侧印着2个烫金的大字天权，下面则是生产编号 NO99999999，每个头盔都有一个唯一的编号，这个编号代表着这是全球生产的第99999999个虚拟头盔。看到这个编号，陆天辰一愣，好家伙，差点是第一个生产的头盔。从这一方面倒是也可以反映出天权的火爆程度，而且不少网友预估天权第一批用户很可能达到了2亿人。距离12点还剩8分钟，陆天辰又将头盔观察了一下，就这么一个头盔就可以让我在游戏中再一次体验站起来的感觉吗？摇了摇头，不再多想，他将头盔戴在了头上，只感觉头盔轻微的震颤了一下，然后他将眼睛闭上。神奇的是，明明他已经将眼睛闭上，不过面前还是有着美轮美奂的场景。这是一座雄伟的大殿，大殿前面还有一个豪华的喷泉。突然，一道柔和的女声在他的脑海中响起：扫描神经元网络，扫描中，扫描完毕。银行账户信息绑定，绑定中，绑定完毕。天权大陆世界加载，加载中，加载完毕。识别到用户设备编号为天权大陆唯一指定珍藏，奖励1亿点幸运点发放中。叮！检测到幸运点超过可持有上限，将发放最高系数。奖励发放成功，幸运点加99999999。角色创建中，请选择游戏 ID。陆天辰听着游戏的提示音，震惊的下巴都快掉在了地上。没开玩笑吧？1亿点幸运值，虽然超上限了，无法完全发放，不过就减少了1点，也无所谓。太牛了吧！而且陆天辰也玩过别的游戏，有一些游戏中会有幸运点的设定。幸运点这种玄而又玄的属性也得到了广大玩家的诟病。有人堆了几十幸运点，该不爆装备还是不爆装备；有人没有幸运点，该爆的装备也是一件不少。然而可以肯定的是，还没有哪一款游戏玩家可以堆到100点幸运点，然后去测试装备爆率和强化几率等。现在直接给自己来了1亿点幸运点，这着实让陆天辰脑袋有点嗡嗡的，摇了摇头，也不知道这么多的幸运点具体有什么作用。虽然游戏提示声叫自己选择游戏 ID， 不过他并没有看到有任何能输入文字的地方。他尝试心底默念：陈天。游戏 ID 确认完毕，请选择出生新手村，指定或者随机。随机。出生新手村选择成功，请选择游戏形象。原来只要心底默念想象就可以了，还真是高级。随即他便在内心想象出了一个帅气的中年大叔的形象。片刻后，游戏形象确认完毕，请抽取您的天赋。天权的天赋等级从低到高分别为 C、B、A、S、SS、SSS 6个等级。据说 SSS 级往上还有神级天赋，不过那概率都是几亿分之一，他自然是不会多想的。每个人的天赋都有唯一性，这也是这款游戏比较吸引人的地方。只见他的面前出现了一个1米高的七彩晶石，他伸出双手触摸了眼前的七彩晶石，瞬间七彩光芒大盛。叮！检测到冒险者幸运值已达上限，概率调整为100%抽取神级天赋，抽取中。过了一会儿，光芒才慢慢变淡。恭喜您获得神级天赋鲜血之拥，初级，所造成的伤害将100%转化为血之精华，恢复自身血量。使用血之精华恢复的生命值不受禁疗、重伤等效果影响。我靠！
陆天辰不淡定了，神级天赋，几分之一的概率还真让自己抽到了，这幸运值也太强了吧！将几分之一的概率直接影响到100%抽到神级天赋。但是这个初级是什么意思？难道是还能提升？不过具体怎么提升并没有任何介绍，看来还需要自己摸索。请选择职业。天权这款游戏的初始职业有战士、盾卫、魔法师、刺客、弓箭手和牧师。众所周知，所有游戏中战士职业都是亲儿子，所以陆天辰在心底选择了战士。职业选择成功，角色创建成功。陆天辰刚平复好激动的心情，随后屏幕上方就开始了倒计时，10、9、8、2、1、0。随着倒计时显示为0，突然他的面前就变幻闪烁着各种场景，有一剑开天的战士，有举着圆盾仿佛人形坦克的盾卫，有隐匿袭杀的刺客，有远程射杀的弓箭手，有挥手冰火魔法的魔法师，有手持圣文吟唱祈祷的牧师。他们在奋力击杀着大地上数之不尽的魔物。然而魔物源源不断出现的源头，一道黑色遮天的身影正在诡异地笑着。这场战斗十分惨烈，最后6位英雄合力也只是将那道黑色的魔影封印起来。不过他们6个则是化作了一道道光，散落在大陆的各处。看到这里，突然脑海中闪现出了一道白光，正在进入天权大陆。随着白光慢慢变淡，陆天辰缓缓睁开眼睛，环视四周，发现周围有很多人也是刚刚恢复意识，在观察着周围。他们应该都是天权游戏的玩家。许多玩家清醒过来之后，第一时间就站起来忙似的去接任务了。不过陆天辰却低头看向自己的手，手掌翻过来又翻过去，攥了攥拳头又松开。太真实了吧，竟然真的是100%的虚拟度，自己做着各种动作都跟现实世界没什么区别。意识操控角色就像自己的身体一样，他不由得激动了起来。然后意识缓缓地控制身体，腿部发力，屈腿变为伸腿。站稳后，他不由得攥紧了拳头。这个游戏竟然真的让他站了起来，而且那感觉和现实中一般无二，太神奇了。他在原地跑跑跳跳，欢呼雀跃，路过他身边的玩家不由得鄙视了他一下。不过他毫不在意，因为他再一次体验到了双脚踏在地面的感觉。不说别的，单就这一个体验就足以让他迷恋上天权这款游戏了。第3章单刷。体验过后，他又转头重新观察了一下四周。他所处的地方像是一个村落，三三两两的人穿着粗布麻衣走在路上，再往远看有几个破败的茅草屋，每个茅草屋门口都站着一个人，有的在门口售卖物品，有的在叮咣的打铁，有的则手持长矛在监督训练着一些人战斗技巧。这些应该都是游戏内的 NPC 吧。观察了一下，他可以感受到下边偏右的位置有几个选项，分别是属性面板、物品栏、技能、任务、社交、拍卖行、地图。他有一种靠意念就可以打开这些分类的感觉。随即心意一动，打开了属性面板。冒险者陈天，等级1，经验值080，幸运值9999 9999，生命值120，魔法值120，物理攻击14，魔法攻击14，力量2，智力2，体质2，精神2，敏捷2，物理防御0，魔法防御0，暴击率0，攻击速度51，移动速度17。注意冒号1点力量智力等于2点物理魔法攻击，1点体质精神等于10点生命值魔法值，1点敏捷等于1点移动速度正 0.5% 攻击速度。注2，基础生命值魔法值等于角色等级 x100， 基础力量智力体质精神敏捷等于角色等级 x2， 基础物理攻击魔法攻击等于角色等级 x10。天赋鲜血之拥初级，所造成的伤害将 100% 转化为血之精华，恢复自身血量。技能真实之眼，可查看等级不超过自身等级10级的怪物属性。愈合被动，脱离战斗60秒后每秒可恢复 1% 的生命值和魔法值。重击冲锋，迅速冲向目标，对目标造成物理攻击 x 120%的物理伤害，消耗30魔法值，冷却时间15秒。自己的面板属性平平无奇，和他之前玩过的游戏也大差不差。选择职业之后，系统还送了一个初始技能，伤害一般般，好在有个迅速接近目标的作用。不过最吸引他眼球的还是幸运值那一栏醒目的8个9，太震撼了。幸运值是一个玄而又玄的属性，他之前喝饮料都没有中过再来一瓶，现在直接获得了1点幸运值，除了100%抽取到神级天赋，还会发生什么事情呢？他很期待。又看了下自己的神级天赋，陆天辰满意的
关闭了属性面板，随后又打开了地图。地图打开之后，他发现天泉大陆由3块陆地组成，从下往上面积依次缩小，都是独立漂浮在空中，并没有什么连通之处，后面2层都被迷雾所笼罩。他目前所在的位置是天泉大陆第1层的特洛平原，而自己则是所处74866新手村。目前第1层除了所在新手村，其他的地图也都是被迷雾所笼罩。见没有更多的信息，他便关闭了地图。陆天辰又打开了任务，主线任务：兔子灾害。村长似乎被什么事情搞得焦头烂额，他或许需要你的帮助。他抬头观察着，终于在一大群玩家中看到了一个老头。他赶紧走过去，挤了老半天，终于到了村长的面前。冒险者，你好啊！村长见陆天辰说道：“听说你遇到了一些麻烦，我有什么能做的？”不同于以往的游戏，此时并没有固定的几个对话框供自己选择，陆天辰只能试着使用询问的语气，看可不可以让剧情继续。听了陆天辰的话，村长的眉头皱了起来，面露难色，叹了口气，然后缓缓说道：“冒险者，你来得太及时了，村子周围突然冒出了大量的兔子，已经严重影响了村民的生活，可以请你前往清理吗？”“可以。”陆天辰道。村长神色一喜道：“勇敢的冒险者，感谢你的帮助，将10张兔皮带回来交给我，我可以给你一些奖励，这个东西你拿去，希望对你有帮助。”说罢，村长便不说话了。陆天辰打开背包，背包显示1120，发现里面多出了一个物品：破旧的新手木剑，品级普通，星级0，物理攻击+1，力量+1，佩戴要求战士。天泉中装备品级从低到高分别为普通、白色、高级、蓝色、稀有、紫色、超稀有、粉色、传说、橙色、史诗、黄色、神话、彩色。同一星级的装备品级越高属性越强，传说以上的装备甚至有独特的装备技能。星级则影响装备的基础属性，比如2星的普通白装一定比1星的普通白装基础属性更加强大，但是2星的普通装备不一定比1星的稀有装备强大。每5级为一个分水岭，掉落高1星级的装备，例如1到5级的怪物掉落1星装备，6到10级的怪物掉落2星装备，以此类推96-100级的怪物掉落20星装备。与其他游戏有所不同的是，天泉中装备并没有等级佩戴要求，如果1级的你在拍卖行买到20星的稀有紫装，只要符合佩戴要求，那照样可以穿戴。看着村长送给自己的装备，属性差得可怜，甚至连最低的1星都没达到。不过聊胜于无，将装备穿戴好。陆天辰的力量提高到了3点，物理攻击从14点提高到了17点，其中1点为装备提升，另外增加的2点物理攻击是因为增加了1点力量的原因。随后他打开任务栏，主线任务：兔子灾害，进度0时，奖励经验值+40，铜币+10，声望+20。关闭任务窗口，他径直向村口走去。走到村口，陆天辰皱了皱眉，这乌泱乌泱的人也太多了，偶尔出现的兔子也被玩家一拥而上。他又向远处走了走，终于在离村口300米处的一棵大树下找到了一只兔子。他对着兔子使用了技能真视之眼，兔子的属性显示了出来：小兔子，等级1级，生命值300，物理攻击10，物理防御5，攻击速度50%，移动速度15。看着兔子的属性，陆天辰在心底暗暗计算，他与兔子的攻击速度与移动速度相差微乎其微，所以不存在用技巧风筝打怪的可能。虽然兔子的物理攻击只有10点，但自己1点物理防御都没有，所以这10点攻击实打实的攻击在自己身上，12次攻击自己就要被带走。这要是别的玩家，纵使有初始技能也想都不要想，根本单刷不了，直接组队了。不过拥有神级天赋鲜血之拥的他来说，完全不成问题。欺身上前，陆天辰先手攻击，一剑劈在了兔子的身上。-12的红色伤害提示飘出。此时小兔子本就血红的眼睛瞬间变得更加通红，成功的被陆天辰吸引到了仇恨，直接双腿一蹬撞在了他的腹部。天拳为了让玩家逐渐适应100%虚拟度，初期只是将伤害模拟的疼痛度调为10%。虽然疼痛模拟只有10%，但是这一击也让他吃痛。-10的伤害在自己的头顶飘出。虽然陆天辰有心走位，不过他只比兔子高了2点移动速度，可操作性范围有限。随后他又是一剑劈下，兔子头顶12的伤害飘出，紧接着又是一发重击冲锋冲向兔子，15的伤害提示飘出，不足亦不计。而自己的头顶飘出了+10绿色回复提示，嘿，血量直接回满了。小兔子对自己造成的伤害还没有自己回得多，毫无压力啊。大概过了1分钟左右，随着陆天辰最后一剑劈下，陆天辰满血
击杀了这只小兔子。只见这只兔子化成一道白光消散了。第4章，装备这么值钱。随即一道提示音响起，经验值+2。叮！检测到冒险者幸运值已达上限，任务物品掉落率100%，可掉落最高品级装备概率100%。随着白光的消散，地面上出现了2件物品和3枚铜币，一件看起来是任务所需的兔皮，另外一件是装备。不过陆天辰听到这个提示生嘴巴张的老大，1亿点幸运值甚至还可以影响到爆率。任务品掉落率100%就算了，装备爆率还是100%，而且还是可掉落的最高品级。陆天辰捡起装备查看，金铁剑，品级稀有，星级1，物理攻击+10，力量+5，佩戴要求战士。看来普通怪能掉落的最高品级装备就是稀有此装了。不错，是一把武器。将装备穿戴好，陆天辰打开了属性面板。此时力量已经达到了7点，物理攻击力也上升到了34点，攻击力翻了1倍，简直是鸟枪换炮。随后他又继续寻找起了兔子，又前进了300米之后，他见到一个玩家在单挑兔子。只见他拼命地挥舞着武器，不过奈何属性差太多，随着兔子的蓄力一蹬，那名玩家就变成了一道白光消失了。他摇了摇头，现阶段玩家除非有极其特殊的天赋或者有强力的装备，要不然根本没法单刷兔子。天赋一般的玩家组队才是最优解。虽然队伍会平分经验值，但是胜在稳定。陆天辰走了过去，继续单刷兔子。虽然还是没有防御，不过仗着天赋，他纯纯的就在那站撸。伴随着最后一次的挥劈，兔子变成一道白光消失了。经验值+2。叮！检测到冒险者幸运值已达上限，任务物品掉落率100%，可掉落最高品级装备概率100%。地上又是一个兔皮，一件装备，还有3枚铜币，1亿点幸运值，装备爆率直接顶满，而且都是怪物可以掉落的最高品级装备，这就很香。他捡起装备查看属性，华丽的皮靴，品级稀有，星级1，敏捷+5，移动速度+5，佩戴要求刺客、弓箭手。5点敏捷可以增加 2.5% 的攻速和5点的移动速度，再加上本身自带的移动速度，一件装备加了10点移动速度。陆天辰眼馋不已，虽然自己站撸完全无压力，不过能靠走位躲掉攻击，能少挨几次攻击啊？10%疼痛模拟很痛的好不好？奈何有佩戴的职业要求，无法装备，没办法，卖了吧。他打开了拍卖行，搜索华丽的皮靴，发现搜不到。他又将范围扩大，搜索所有装备，搜索显示结果仍然是0。难道是还没有人开始卖装备？每个新手村有1万人，都是吃干饭的吗？这就难办了，这件装备他挂多少钱合适呢？无奈最后只好开启竞拍模式，虽然竞拍模式平台会抽取 15% 的手续费。竞拍方式有2种，一种是游戏币竞拍，一种是现金竞拍。估计现在玩家们手上的金币都不多，所以他选择了现金竞拍。时间设置成10分钟。殊不知现在有很多个玩家看到拍卖行突然出现的稀有装备，眼珠子都快冒出来了。他们击杀了几只兔子，发现别说装备了，任务品兔子皮都不见一个，可见天群的爆率有多低。所以各自都是暗暗发誓一定要拿下这件装备。陆天辰挂好竞拍后，他又继续寻找兔子。期间他碰到一名玩家单刷兔子，竟然打出了5次暴击，看得他好一阵的羡慕。估计他的天赋应该与暴击有关。不过看到他击杀兔子后，地上空荡荡的只有3枚铜币后，他不由咧了咧嘴，暗道：这爆率这么低吗？随后他又刷了2只兔子，爆了2张兔皮，2件稀有装备，6枚铜币。先查看了2件装备的属性：青铜胸甲，品级稀有，星级1，生命值+100，力量+3，物理防御+5，佩戴要求战士、盾卫。白金戒指，品级稀有，星级1，力量+5，暴击+5，佩戴要求全职业。哎，好无奈，我怕是没机会见到蓝装长啥样了。虽然抱怨着，不过他还是迅速将2件装备穿戴好。此时物理攻击已经达到了50点，甚至还有了5点的物理防御和5点的暴击率，属性又上涨了一大截。时间不知不觉过去了10几分钟，拍卖截止时间已经过了。他打开拍卖行查看情况，在我的竞拍中找到了成交信息。他顿时瞪大了眼睛。华丽的皮靴，成交价格3300元，扣除 15% 手续费，剩余2805元，收入直接转入了银行卡。我靠，天权中的装备这么值钱吗？太爽了吧，这才只是1件1星的装备啊，后面要是掉落了更高星级更高品级的装备，
那以自己这个爆率还不赚疯了呀？此时他才真正的意识到了这1亿点幸运值到底香到了什么程度。这迎娶白富美走上人生巅峰，那不是分分钟的事儿了吗？等自己有钱了之后，到时候自己父亲也可以安心的接受治疗了。他突然干劲十足，继续寻找兔子，继续击杀着，没有任何疲累的感觉。半个小时的时间，他已经击杀了6只兔子了。期间又爆了6件紫装，其中有2件自己可以佩戴，直接装备上，其余4件以每件3300元的价格直接挂拍卖行。但是这次他没有选择拍卖模式，而是直接挂了寄手，这样手续费只收取 5%， 省了不少钱。没超过3秒钟，装备全部出售成功，扣除 5% 手续费，直接到账12540元，真爽！这才1个多小时的时间，自己直接收入15345元。父亲买头盔的钱都出来了。他已经击杀了10只兔子，查看了一下背包，铜币达到了30枚，任务品兔皮也有了10张。主线任务：清理兔子，进度10%，奖励经验值加40，铜币加10，声望加20。此时任务物品已经收集够了，是时候回去提交任务了。第5章刀刀暴击。等陆天辰回到新手村的时候，村长还是被里3层外3层的围着，又是费了好大的力气，他终于凑到了村长的面前。村长一见到陆天辰，便对他说道：“冒险者，你好啊！”他从背包中直接取出了10张兔皮，交给了村长。看到陆天辰手上的兔皮后，村长满是惊喜：“勇敢的冒险者，感谢你对村子做出的贡献，这些奖励请你收下。”任务完成，获得奖励：经验值加40，铜币加10，声望加20。提交完任务后，村长还是忧心忡忡的样子。陆天辰又继续询问是否有什么需要帮忙的，不过村长摇了摇头说道：“非常感谢你，勇敢的冒险者，不过还是等你达到5级之后再说吧。”我靠，1级主线之后就是5级主线了，中间空档比较大啊，去看看有没有支线任务吧。随后陆天辰在村子绕了半天，和很多 NPC 都对话了，都没有触发任务。这没有任务升级就慢了不少啊，看来还是需要杀怪迅速提升等级啊。看了下属性面板，这才进入游戏半个多小时的时间，属性和最开始已经有了本质的区别，而且他大部分时间都是用于赶路和找野怪了。他击杀1只兔子只需要不到1分钟，以他目前的属性，杀兔子也就是几件的事儿，看来得找点高等级野怪了。将属性界面关闭，陆天辰向另一个方向的村口走去，想看看换一个方向会不会有其他的怪。刚走出村口的时候，一个人拦住了他：“哈喽，帅哥，一起组队吗？”陆天辰抬头看了一眼，阻拦他的是一个女生，看起来18、19岁的样子。ID 叫做奈何桥过客，好肥猪牛。不过这游戏能自己选择形象，没准对面是个抠脚大汉呢。他扭捏着身子，带着嗲嗲的语气对陆天辰说道。在他的身后还站着2个队友，一个染了一头黄毛 ，ID 叫藏爱冷风；一个染了一头红毛 ，ID 叫做藏爱冷傲。好家伙，一队伍非主流杀马特。在女孩和陆天辰说话的空档，红毛黄毛眼神不经意间斜瞥了陆天辰一眼，那种蔑视的神情一览无余。不过他自然是不会理会的，狗在路上瞪了你一眼，你还要瞪回去吗？不需要。陆天辰冷冷的道，一边说着，他一边向右绕过了说话的女生，准备走开。废话，他现在单刷都没有一点压力，为什么要组队给其他人分经验？稀有装备就已经有装备特效了，虽然不是很酷炫，不过也有淡淡的紫色光环特效。素来喜欢低调的陆天辰，早就在获得第1件装备的时候就将装备效果隐藏了。现在陆天辰的外观与他们一样，都是仅有一身遮羞的粗布麻衣，这要是被他们看到自己的装备效果，估计要跪下叫爸爸。那个女生见自己被这么无情的拒绝，脸色顿时冷了下来，随即在后面冷冷的说道：“真是自不量力，好心好意的邀请你一起刷怪，竟然就这个态度。”陆天辰身子顿了一下，想了想，并未理会这个女生的冷言讥讽。不过这一举动在黄毛和红毛的眼里就成了懦弱的表现。黄毛和红毛快走2步，直接拦在了他的前面。陆天辰神色一凝，反手在身后取出金铁剑，警戒着：“冒险者在野外允许 PK， 新手村是有等级保护机制的，死亡并不会掉级，大不了输了随机掉1件装备而已。而且以他目前炸裂的属性，陆天辰根本不会出他们。”他们见陆天辰手上的武器竟然不是村长送的破旧的新手木剑，料想应该是这个人走了狗屎运爆的装备，二人眼睛一热。不过连装备效果也没有，估计顶天是个高级装备。这件装备要是爆了出来，他们杀怪的效率也会变高一些。黄毛和红毛对视了一眼，慢慢的分散开来，分别向陆天辰一左一右走去，很明显想要分2个方向同时向着他进攻。陆天辰明白他们的用意，所以并没有坐以待毙，先发制人，直接朝向黄毛冲了过去。
他刚要转身逃跑，陆天辰一剑劈在了他的后背之上。负100，暴击的红色伤害提示飘出。我靠，什么鬼伤害？黄毛大惊，不过他也回身攻击，只见陆天辰头顶飘出了7的伤害提示。他17点的物理攻击力竟是被抵消了10点，也就是说，眼前的人竟然有着10点的物理防御。玩家初始不是只送了一件零星的武器吗？你哪搞来的防具？而且这家伙貌似2剑就能砍死我。正在赶过来帮忙的红毛脚步慢慢变缓，最后直接愣在了原地。伤害高就算了，防御也这么高，这还打个屁啊！随后陆天辰追着黄毛又是一剑劈下。负100，暴击加气，而且自己一击造成的那点微弱伤害也被他回满了。黄毛没有任何加防御加生命值的装备，他的生命值一共就120点，此时被陆天辰2剑砍成一道白光消失了。而此时红毛掉头就跑，陆天辰直接发动技能重击冲锋，迅速接近红毛，冲着他的后背就刺了过去。负120，暴击，没想到5点的暴击率，3次攻击竟然都触发暴击了，难道和幸运点有关？陆天辰也暗自嘀咕。将红毛秒掉之后，陆天辰又快速接近了最开始那个女性玩家，一剑下去再次触发暴击，他的生命值瞬间仅剩下20点。他就一剑村长送的武器，要是爆掉了他只能用手锤兔子了。此时竟然都已经无心逃跑，随即跪了下去哀求着：大哥，爸爸，我错了，饶我一次。负100，暴击。还不等他说完，陆天辰一个挥砍，这名女性玩家就变成了一道白光消失了。陆天辰手握金铁剑，不可思议地嘀咕道：看来我还真是刀刀暴击啊。第6章兔兔男爵。陆天辰击杀红毛、黄毛和那个女性玩家，仅仅只用了10秒钟不到。看着地上掉落的3件零星的武器，他都懒得捡。不过也许也有人被杀掉爆出了自己的装备，虽然市场有限，不过也并不是没有。将3件破旧的新手木剑捡起，再加上他自己替换下来的1把，他现在有4把。懒得去拍卖行查看价格，他直接全部挂在了拍卖行的拍卖模式。10分钟后，4件装备一共卖出了760元，扣除15%手续费，到手646元。蚊子再小也是肉，600多块钱够吃几顿火锅了。击杀了3人之后，陆天辰的名字隐隐的有些发红。他查看了一下，罪恶值已经达到了3点。如果罪恶值积累到100点，名字完全变红之后，被击杀可是100%掉落一身的装备的。不过目前周围的人是没有人敢动他的。废话，单次攻击3位数，谁敢造次？见没人阻拦，他就去野区找野怪去了。陆天辰找着找着，越走越远，直到他回头已经看不清新手村的轮廓，终于有所发现。只见5只兔子正在草地上吃草，虽然还只是1级的兔子，不过也不错了，先敲死再说。在陆天辰的眼中，这哪里是兔子啊，这明明就是一件件装备啊！现在10点物理攻击的兔子都没办法对他破防了。虽然兔子无法对他破防，不过他还是能走位则走位，要不然攻击在身上还是很痛的。以他25点的移动速度，只要稍微注意一些，兔子还是无法攻击到他的。随着最后一剑的劈下，兔子变成了一道白光。陆天辰上前捡起地上掉落的东西，查看了一下装备属性：青铜护肩，品级稀有，星级1，生命值加100，物理防御加5，攻击速度加3，佩戴要求战士盾位，刚好是自己职业的。替换好装备后，陆天辰心想，啥时候能来个范围技能啊？这一个一个杀，太费劲了吧。这话要是被其他玩家听到了，估计都想用唾沫淹死他了。尼玛，我们组队勉强搞死一只兔子，你还在抱怨？无奈一个个的将另外4只兔子全部击杀。只是可惜爆的4件装备都无法佩戴，不过也无所谓，这不又是一大笔钱准备进账了吗？就在他觉得这附近没有其他怪的时候，他转身准备走开，突然从旁边的草丛窜出来一道白色的身影，急速的冲着他抓来。陆天辰一惊，身影暴退。不过这道白影太快了，以他25点的移动速度根本避之不及，一爪在他的左腿上狠狠地抓了一下。陆天辰吃痛，不过还是第一时间劈砍在了这道白影身上。他的头顶飘起了一道33的伤害。陆天辰一惊，自己的防御目前已经15点，普通的兔子根本没办法对自己破防。这个白影怪的攻击力还真高啊！不过紧接着自己的头顶又飘起了生命回复，陆天辰一击就将生命值回满了。这道白影停在了他的面前，冲着他凶狠地呲着牙。陆天辰这才看清，这是一只稍大一些的兔子。不过与其他的兔子不同的是，这只兔子竟然像人一样站立着，而且头顶戴着一个黑色的高礼帽。这难道是兔子中的贵族？陆天辰赶紧对着这只不同寻常的兔子使用了真视之眼。兔兔男爵，精英怪。
等级3级，生命值1500，物理攻击力60，物理防御力20，攻击速度50%，移动速度23。技能横扫，对面前的所有敌人造成物理攻击 X80%的物理伤害，冷却时间60秒。注：兔兔男爵的5个小弟被你干掉了，他愤怒至极。虽然刚开始他也好奇为什么会有5只兔子整整齐齐的在一个区域范围内，击杀了之后又跑出来一个兔兔男爵，这算是彩蛋吗？不过眼前这只兔子竟然是精英怪，看来一开始对自己造成的伤害只是个技能效果，他普攻自己貌似会更痛。不过一击也无非对自己造成45点的伤害，而自己幸运点带来的刀刀暴击外加神级天赋带来的巨额回血，陆天辰有信心蹂躏他。分析完毕之后，陆天辰放松了下来，开搞。虽然速度仅仅比兔兔男爵高了2点，不过他也在努力的走位躲避。大约2分钟之后，精英怪兔兔男爵化作了一道白光消失了，随即经验提示响了起来，经验值加15。倒并不是兔兔男爵作为精英怪的属性太拉胯了，而是陆天辰太强了。芜湖，一只3级的精英兔兔男爵竟然提供了15点的经验值，那自己的经验值岂不是达到了1级的上限？随即他便听到提示音：恭喜您冒险者，您的等级提升，获得5点自由属性点，请根据喜好自由加点。当前等级 Level 2。嘿，终于升级了。先没有着急加点，陆天辰看向兔兔男爵死亡掉落的物品，照例有一张兔皮、一件装备和一些铜币。铜币这次有8枚，不过这一次竟然多出了一样东西，是一个卷轴样式的物品。他将卷轴跟着其他东西一起拾起，首先查看了这个卷轴的介绍：横扫，品级普通，类型技能卷轴，职业要求战士，效果对面前的所有敌人造成物理攻击 X80% 的物理伤害，消耗30魔法，冷却时间15秒。陆天辰顿时一阵惊呼，竟然是技能卷轴，把这个兔兔男爵的技能给爆出来了。虽然只是普通品质，不过现阶段他只有一个初始技能，能有个技能卷轴就不错了，更何况还是范围攻击技能。天权获取技能的方式只有3种，一是精英怪以上掉落，不过不用想，爆率相当喜人；二是在职业导师那里每10级可学习一个技能，这些技能为固定技能，所有同职业均可掌握；三就是完成隐藏任务，不过天权游戏的宣传动画却没有给予一丁点的提示，谁也不清楚隐藏任务到底怎么才能接取。技能并没有持有上限，所以自己能用得到的技能不学习是傻子。将卷轴上缠绕的丝线拆开，一道白色的光闪过，随即卷轴便消失不见。第7章神秘小女孩的请求。随着卷轴的消失，技能栏中也出现了横扫这个技能。学完技能，陆天辰又查看了一下刚才拾取的装备，不过查看装备的时候，陆天辰一愣，装备的品级竟然是超稀有。我去，这一只精英怪竟然给他报了一本技能书和一件粉色的装备，人品大爆发呀！纵然是陆天辰已经差3件装备就一身稀有了，不过他还是被震撼了一下。这样的兔兔男爵，请给我来一打！兔兔男爵的高礼帽，品级超稀有，星级1，生命值加200，力量加10，敏捷加5，佩戴要求全职业。不错，而且刚好是头盔部位，自己还没有，还是全职业的，属性比紫装又好了一个档次。虽然装备的品级是超稀有，不过也只是1星的，他也没指望着属性能强到哪里去，回头有更好的装备还可以卖掉。佩戴要求为全职业的装备，一定比指定条件才能佩戴的装备更有市场，毕竟受众范围更大了，要不是属性没有加智力和精神，魔法师和牧师都可以拿来穿了。随后他打开了个人属性面板，上面显示有5点的未分配属性点，也不知道以后能不能洗点。天权每升1级都会增加生命值和魔法值，5项属性也会随着等级增高而增高，物理防御、魔法防御、暴击率等属性都只能依靠装备来堆。作为一名战士，攻击力自然是第一位的，其次就是血量防御和移动速度。不过因为自己有神级天赋鲜血之拥，自己打出更高的伤害，也就代表着更多的血量恢复，所以他将所有属性点都加到了力量之上。加完点后，他打开了属性面板查看了一下。陆天辰看着自己炸裂的属性，相当满意的点了点头。尤其是物理攻击，已经由最开始的17点直接到达了94点。现在以自己的属性，就算不使用技能，一个普攻下去都能打掉兔子一大半的生命值。关闭属性面板，陆天辰正欲走开，继续寻找野怪。眼睛一瞥，竟然在侧后方的大树边上看到了一个小女孩。这个小女孩在大树后面瑟瑟发抖，看这个样子不像是玩家，难道是游戏内的 NPC？
是野外 NPC 吗？陆天辰疑惑间向着小女孩走过去。走近之后，小女孩就直直地盯着他，也不说话。陆天辰说出了一个触发任务万能的疑问句：小姑娘，有什么可以帮你的吗？果然，神秘的小女孩眼睛里突然闪出羡慕的光芒，然后激动地说道：勇敢的冒险者，我刚才看到了你的战斗，你很强，我可以请你帮个忙吗？陆天辰一听，嘿，这任务不就来了吗？随即道：没问题，这是我的荣幸。那个小女孩高兴地在原地跳了跳，然后对陆天辰道：奥利亚师傅为了考验我，让我给他带回50个兔子皮。勇敢的冒险者，你可以帮我收集50个兔子皮吗？我会给你报酬的。陆天辰嘴角一抽，50个兔子皮，虽然以他目前的实力，杀兔子就跟砍瓜切菜一样，不过怎奈兔子的刷新速度都没有玩家杀得快啊。不过既然任务已经触发了，也就没有拒绝的道理啊，所以他应道：没有问题。随后他的任务栏中突然出现了一个任务：支线任务，神秘小女孩的请求1，进度6/50，奖励经验值加60，铜币加30，声望加10。这个收集兔皮的任务，经验和铜币的奖励明显增多了，毕竟收集的量在那儿摆着。不过声望奖励竟然变少了，想来应该是支线任务的声望奖励本来就没主线高吧。刚开始陆天辰想着只是击杀50只兔子而已，是个很简单的任务。不过仔细一想，估计除了他以外，其他人的任务品的爆率也低得可怜。因为幸运值的关系，这个任务对于他来说比较简单，只需要击杀50只兔子。虽然不清楚任务品的具体爆率，不过对于其他玩家来说，估计几百只兔子都不一定爆出50张兔皮啊。任务名称上有个1的表示，貌似还是个连环任务。陆天辰舔了舔嘴唇，搓了搓手，期待了起来。不过很显然，陆天辰不会现在去做这个任务，因为现在大部分玩家都在杀兔子，现在去抢兔子杀纯属是浪费时间。等大部分玩家达到了更高等级，兔子没人杀的时候，到时候还不是分分钟的事情。反正任务又没有时间限制。领取完任务之后，陆天辰继续向前走去，寻找野怪。不得不说，天权这个游戏的地图实在是太大了。他足足走了30分钟，才终于看到一片田地。而这片田地旁边正有着一个农夫样子的 NPC 在蹲在地上，为什么事情发愁的样子。陆天辰一看，这不就有任务了吗？随即便走向这名 NPC 的面前，然后说道：尊敬的先生，有什么我可以帮忙的吗？第8章巨型青菜虫。见到终于有人来找自己搭话，这名男子高兴的道：勇敢的冒险者，我是农场主西里，你来的太及时了，我的地里突然出现了好多变异的毛毛虫，都快有半米高了，我完全束手无策了啊。再这样，今年的收成就全完了，可以请你帮忙吗？没问题，陆天辰爽快答道。西里道：太感谢了冒险者，如果你能帮我杀死30只青菜虫，我会给你报酬的。紧接着任务栏便出现了一个任务：支线任务，帮助农夫西里清理农田，进度0/30，奖励经验值加60，铜币加20，声望加10。完成了任务的引导，陆天辰也不墨迹，走进西里的农田里。西里农田的面积可不小，抬眼望去都被1米高的各种农作物遮挡了起来，一时半会儿也无法看到破坏庄稼的虫子在哪里。陆天辰沿着农田的垄沟一直前进，不一会儿，终于发现了一只绿油油的大型的青菜虫。这也太大了，都快有一只土狗那么大了。陆天辰立即使用真视之眼查看眼前这只青菜虫的属性：巨型青菜虫，等级3级，生命值1000，魔法攻击力40，物理防御力15，攻击速度50%，移动速度28。虽然都是3级怪，不过这巨型青菜虫和兔兔男爵的属性可差了一个档次。他1级的时候就能击杀3级精英怪兔兔男爵，更何况自己已经达到了2级，属性有了质的飞跃。不过恶心的一点是，貌似这只怪是魔法攻击，现在自己的魔法防御是0啊。不过那也无所谓，只要不被秒，他都能靠着神级天赋吸回来。陆天辰直接举着金铁剑朝巨型青菜虫劈去。虽然自己的攻击被青菜虫15点的防御削弱了，不过还是对他造成了巨额的暴击伤害。见自己被攻击了，巨型青菜虫直接扭动着屁股，一道丝线朝向陆天辰射来。巨型青菜虫屁股射出的丝线速度极快，陆天辰避无可避，丝线直接困住了他的双脚。随即一道40的蓝色魔法伤害提示在他的头顶飘出。虽然掉了40点生命值，但是他反手一击就回复满了。不过他并没有停止，普攻之后直接就接了一个技能取消普攻的后摇，技能重击冲锋发动，瞬间变劈为刺，打在了巨型青菜虫的身上。一瞬间青菜虫的血量就掉了一大截。虽然战撸也完全不惧，不过后来他还是尝试躲避攻击，
片刻之后，青菜虫最后的一丝生命值被他一记普攻带走，经验值加8，同样等级竟然比兔兔男爵少了一半的经验。不过想来应该是当时击杀兔兔男爵的时候自己是月2级杀怪，现在是属于月1级杀怪，也很不错了。捡起地上掉落的蚕丝、5枚铜币和一件装备，一个怪才8点经验，看着自己的经验上限，恐怕得击杀30只青菜虫才能升级。陆天辰拍了拍额头，天拳这游戏升级还真够费劲的，不过刚好可以顺便完成西里的任务。以他目前的伤害，一只青菜虫不到1分钟就可以解决。虽然没有玩家抢怪，不过他寻找一只青菜虫也需要2分钟的时间。大概过了2个小时之后，随着陆天辰的一剑横扫，又一只青菜虫被击杀。这已经是除了第1之外，他击杀的第29只青菜虫了。击杀完30只青菜虫，任务完成，捡起掉落物，陆天辰直接往外走去。当他走到西里面前时，然后激动地握住陆天辰的手说道：勇敢的冒险者，真的太感谢你了，这是给你的报酬，请你收下。任务完成，获得奖励，经验值加60，铜币加20，声望加10。提交完任务，经验点也足够升级了。恭喜您冒险者，您的等级提升，获得5点自由属性点，请根据喜好自由加点。当前等级 Level 3，刷了30只巨型青菜虫，项链和手镯的位置也报了出来，又将升级获得的5点属性点全部添加到力量上面。陆天辰打开了属性面板查看，冒险者陈天，等级3，经验值5800，幸运值99999999，生命值810，魔法值460，物理攻击128，魔法攻击42，力量44，智力6，体质11，精神16，敏捷14，物理防御15，魔法防御16，暴击率8，攻击速度60，移动速度37。天赋鲜血之拥，初级，所造成的伤害将100%转化为血之精华，恢复自身血量。技能真视之眼愈合，重击冲锋横扫。装备金铁剑，兔兔男爵的高礼帽，青铜护肩，青铜胸甲，青铜护腿，青铜靴，白金项链，白金手镯，白金戒指。现在自己已经一身的稀有装备了，尤其是头盔还是1星的超稀有。虽然目前才3级，不过属性已经比同等级怪都变态了。不过1到5级的怪只能报1星的装备，想要属性再度提升，除了提升等级以外，就得找5级以上的怪刷了。不过现在自己的背包已经收集了32件1星稀有装备了，这可是白花花的银子啊！随即他便打开了拍卖行。第9章转账。背包中32件装备有6件是武器部位，26件是防具和首饰部位。他当然不可能傻到将武器也一样的价格上架。众所周知，不管哪个游戏，武器的价格一定是最高的，所以他先将一件武器放到了拍卖模式。10分钟后，这件武器以7800元的价格成交，扣除手续费到手6630元。然后他又将另外5件武器以7800元的价格挂到了拍卖行的寄售模式，将26件防具和首饰以3300元的价格挂到了拍卖行的寄售模式。不出10秒，装备全部出售完毕，扣除手续费，直接到手121900元。算上之前出售装备的收入，他净收入137891元。这才是1下午的时间。此刻陆天辰激动不已。本来他进入天拳只是想要试一试自己能不能在游戏中体验站起来的感觉，现在不光自己再一次体验到了双脚站在地上的感觉，而且1下午的时间赚了这么多钱。震惊过后，陆天辰握紧拳头就是一阵激动。因为家里太过清贫，所以父亲自从确诊癌症之后根本不敢入院治疗。现在意外获得的1亿幸运点竟然有如此奇效，报的装备最差都是紫装。虽然他在现实中还是一个无法直立而起的废人，不过他现在却双眼冒光。自己虽然废了，不过父亲的治疗应该还来得及。随着陆天辰出售大量的1星紫装，74866，新手村直接沸腾了。兄弟，你刚才注意了吗？拍卖行上突然出现了大量装备出售，实在是太牛了。你说他从哪儿搞到这么多装备？不会是哪个工会找到了一个有爆率增幅的兔子窝了吧？我靠，有这样的兔子窝吗？为什么不被我发现啊？现在天拳刚开服，装备实在是太贵了，这时候报1件装备都起飞了，报一个武器头盔钱都快回来了。我也看到了，虽然 ID 被隐藏了，不过这绝壁是同一个人。我们4个人组队刷了1下午才见到3件1星装备，而且还都是普通级别的，都不够队伍那份的呢。我靠，出售这么多装备不得好几万啊，这赚钱也太快了吧。
好羡慕，还装备呢，我连村长给我的任务都没完成呢。10个兔皮我还以为很简单，这爆率不亚于装备爆率好吧？我也是单刷了80只兔子，只有3张兔皮。兄弟你也有2下子，还能单刷？嘿嘿，运气好，在拍卖行抢到了大佬出售的一把武器。我严重怀疑这个人的天赋和爆率有关。你快别扯犊子了，我的天赋就和爆率有关 ，C 级天赋，爆率正5%。我怎么没见那么多装备？5%顶个屁呀！C 级爆率天赋也太水了吧！同一新手村的玩家议论纷纷，他自然是听不到的。将装备出售完毕，他又清点了一下背包：兔皮 X6， 蚕丝 X30，2银币和33铜币，100枚铜币等于1银币，100枚银币等于1金币。幸好不管有多少个任务品，同一类型的只占1个格子，要不然他的背包都快满了。关闭背包，陆天辰准备前往其他区域找高等级野怪。突然，耳边响起了敲门声。陆晨看了下时间，都已经快下午6点了，一不小心就玩了这么久。陆天辰双手向上一扶，将头盔取下，眼前的景象瞬间消失不见，取而代之的是他布置简单的卧室。随后他看着自己的双腿，不由得苦笑了一声，终究还是游戏啊。不过他已经很满意了。门外又响起了2声敲门声，他应了一声，然后控制着轮椅走出了房间。见陆天辰出来，陆海连忙问道：怎么样？他问的当然不是游戏好不好玩，他关心的是自己儿子是否能在游戏中再一次站起来。陆天辰点了点头，说道：确实是100%虚拟，体验非常不错，1万块钱没白花。陆海吹着口哨走进厨房端菜去了。也许是在游戏中又可以体验站起来的原因，也许是在游戏中赚到钱有了给父亲治病的底气，也许就是饿了。陆天辰这顿饭吃得非常香，感觉很久都没有这么好的胃口了。饭后，陆海和周平在厨房收拾着，隐约听见了他们2个在商量着接下来的生活费要如何分配。陆天辰回到卧室，拿起手机查看了一下银行卡余额，他的银行卡原先只有1000多块，现在的余额为13万9千元。看着余额欣赏了会儿，他就将所有的钱都转入了周平的账号中。以后他赚钱的速度只会越来越快，家里的生活也会越来越好。叮！周平的电话响了一声，他从厨房走出，将自己湿漉漉的手在围裙上擦了擦，然后输入密码解开了他的手机。在原地愣了好一阵，他才大喊了一声。陆海吓了一跳，从厨房中走出来，一直问怎么了。周平却不说话，让陆海看手机。他接过电话一看，也愣了一下，然后转身走进了陆天辰的卧室，就这么一直盯着他。陆天辰被盯得一阵发毛，他缩了缩脖子道：爸，我要说我这钱都是从游戏中赚来的，你信吗？陆海听了他的话更疑惑了，啥游戏能让一个人一下午赚10几万？这放在以前他是不可能相信的。不过陆晨这一下午也没出屋，就一直在房间里玩游戏，要说其他方式获取的也不现实。陆天辰见父亲似乎信了几分，然后道：爸，天权刚开服，游戏装备卖得特别贵，我运气比较好，报了几件装备。不过他并没有说自己因为头盔原因获得1亿幸运点的事情。然后他接着道：爸，我给我妈转的钱你们先花着，我一会儿要赶紧去升级了，估计后面的装备会越来越贵，估计还能赚一波。陆海点头笑笑道：那也不能一直玩，要注意休息。他倒不是见儿子赚到钱了高兴，他只是在儿子的眼中看到了一些不一样的东西，那是光。随后陆海关上门，退出了卧室。见父亲离开，陆天辰没有立马戴上头盔登录游戏，他打开了电脑，查看了一下天权的官网论坛。他浏览了一下，终于找到了一个标题叫做天权爆率总结的文章，看了起来。第10章天权爆率总结。这篇文章是由网游快讯发布的，开篇就声明了此数据是收集10万玩家的爆率情况总结而出的文章，上面大致介绍了天权中任务品和装备的爆率。由于目前还未见有人掉落技能卷轴，所以技能卷轴的爆率那一栏还空着。陆天辰直接略过了统计部分，往下翻看到了概率总结。天权普通装备爆率大约为 10%， 高级装备爆率大约为 1%， 而稀有装备爆率大约为1/1000，而稀有以上的品级则没有统计，估计是还没有人能爆出稀有以上的装备。而任务品的掉落概率大约为 10% 左右。这篇文章的统计数据来自10万名玩家，在大量数据佐证下，可信度还是相当高的。不过紫装1/1000的概率也太离谱了，而自己100%掉落紫装的概率那就更离谱了，也就是普通怪最高只能掉落紫装，要不然自己早一身超稀有了。看完这篇文章之后，陆天辰又浏览起论坛，发现一篇有趣的文章：74866新手村疑似有神级爆率天赋玩家。
74866新手村不就是自己的新手村吗？打开一看，果然里面描述说74866新手村出现神秘大佬，出售大量稀有装备。在稀有装备爆率如此之低的情况下，还大量的出售稀有装备，只能猜测他的天赋和爆率有关，而且大概率是神级爆率天赋。陆天辰暗道，分析的不错，但是还是错了，自己是有神级天赋，不过不是神级爆率天赋。随后又浏览了10几分钟之后，发现没有什么有用的信息，所以他关闭了论坛。虽然装备爆率很低，不过在这么大基数的玩家之上，就算再低的爆率，时间线一拉长，装备早晚都要掉价的，所以他还是要趁着游戏开荒期抓紧赚钱。将虚拟头盔戴好，闭上眼睛，他又再一次回到了游戏之中。貌似在哪里下线，就会在哪里登入。陆天辰还是出现在了野外之中，环顾四周看了一下之后，陆天辰最终决定朝向村子相反的方向继续前进。因为新手村附近基本都是低等级的怪，他的装备已经算是1星装备中顶尖的了，再杀1到5级的怪已经没有意义了，除非是精英怪。但是天泉之中精英怪非常稀少，就像兔兔男爵，他也是因为触发了一个彩蛋才遇到的。大约走了1000多米后，陆天辰终于在前方看到了一片草地，草地上有着一群野猪，他直接对着野猪使用了真视之眼。暴躁野猪，等级6级，生命值2500，物理攻击力70，物理防御力40，攻击速度50%，移动速度34。作为一只6级的野怪来说，这样的属性算是中规中矩，不过陆天辰却完全不惧。废话，现在他的物理攻击高达128点，就算野猪有40点的物理防御，也可以造成216点的伤害。这还不算，有着神级天赋的加持，造成的216点伤害，也就意味着每次攻击自己可以回复216点的生命值，这就很变态了。游戏开始到现在，陆天辰甚至没有回新手村买过一瓶血药，只要怪物的攻击力不是特别变态，可以瞬秒他那种，他都能靠着神级天赋恢复过来。如果说1亿点幸运值带给他的是更高的爆率，那么神级天赋带给他的就是更加持久的作战能力。嗨呀，不再多想，陆天辰手持金铁剑直接劈在暴躁野猪的屁股上。负216暴击的红色伤害提示飘出，野猪吃痛，嗷的一声吼叫，然后转身攻击向陆天辰。不过他现在已经摸清了野怪的攻击规律，那就是在攻击之前会有一个短暂的前摇动作。虽然每个怪物的前摇不太一样，不过大差不差，只要移动速度高于野怪，并且操作熟练，还是可以躲避一些攻击的。在野猪低头准备攻击之前，陆天辰已经向右移动了。待的野猪冲撞来的时候，一个大大的 miss 出现了，提前预判近视，躲避成功。躲避一次就少痛一下不是？待的陆天辰站稳身形，则又是一剑横扫攻击向野猪，高额暴击伤害再次飘出。正在他准备衔接技能对他造成多段伤害的时候，余光中有一道黑影冲来，陆天辰躲避不及，直接就被撞出去4、5米远。什么情况？滚落在地的陆天辰脑海里全部都是问号，这野猪还会分身术不成？不过抬头一看，5只野猪正直愣愣地冲着自己冲来。妈耶，怎么还带群殴的？估计这些野猪不是中立的怪物，料想陆天辰攻击其中一只野猪的时候，出现在了他们的仇恨范围之内。陆天辰撒腿就跑，同时内心暗暗计算着，一只野猪对自己造成的伤害是55点，而3只就是165点，而自己一击就可以恢复216点生命值。跑个嘚儿啊，我根本不带怕的。得出结论，陆天辰就停下了后撤的身形。此时3只野猪也快速的冲撞向他，陆天辰侧身尝试躲避，不过最后还是被2只野猪攻击到了。不过他掉的生命值反手攻击一下就恢复满了。他的天赋使然，对单的话只要野怪秒不掉他就能一直回血，但是对群还是有一些危险的。虽然自己已经一身1星紫装了，现在3只野怪还好，如果再来20只30只野怪，估计还是只有跑的份儿。随着最后陆天辰技能横扫发动，2只残血野猪都被陆天辰收割，击杀3只6级野猪，每只野猪23点经验，经验值上涨了69点，掉落了30枚铜币，3个野猪獠牙和3件稀有紫装。陆天辰搓了搓手，心里暗道，还是看一下2星紫装属性如何吧。第11章野猪战士。打开背包查看了一下拾取的3件装备，分别是青铜护肩、青铜胸甲和青铜护腿。虽然名字还是一样，不过这次却是实打实的2星装备，每件单件属性都提高了1倍，而且自己完全可以佩戴。将装备穿戴好，物理攻击达到了136点，物理防御达到了24点，而生命值已经破千，达到了1040点。现在的属性
自己单刷3只狂暴野猪也没问题了。陆天辰随即小心翼翼地引怪刷怪，每次都保持同时对付3只野猪。好在这里野怪比较聚集，他不用花费大量的时间精力寻找野怪。就这样持续刷怪，大约过去了4个小时。算上最开始击杀的3只野猪，此时他已经击杀了100只野猪了。最开始越3级杀怪，每只野猪可以提供23点经验，不过等级达到4级之后，每只野猪只提供了19点经验值。不过即使如此，他现在也成功的达到了5级。当然，升级获得的属性点全部加在了力量之上。头盔部位1星的兔兔男爵的高礼帽竟然略高于2星的青铜头盔，所以并未替换。其他部位早已经全部替换成了2星的装备。查看了一下背包，兔皮 X6、蚕丝 X30、野猪獠牙 X100，替换下来的1星紫装 X8，其中1件武器；2星装备92件，其中12件武器。这一裤兜子的装备都是白花花的银子啊！陆天辰一阵激动，随后打开属性面板查看了一下，此时他的属性已经有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冒险者陈天，等级5，经验值451600，幸运值99999999，生命值1280，魔法值760，物理攻击220，魔法攻击70，力量75，智力10，体质18，精神26，敏捷20，物理防御24，魔法防御32，暴击率16，攻击速度65%，移动速度47。天赋鲜血之拥初级，技能真实之眼愈合重击冲锋横扫。装备金铁剑兔兔男爵的高礼帽、青铜护肩、青铜胸甲、青铜护腿、青铜靴、白金项链、白金手镯、白金戒指。虽然它是全力加点，不过由于装备太强了，它的其他属性也都完全跟得上。220的物理攻击，之前的黄毛、红毛他一个技能横扫下去，2个人都能秒了。已经达到5级了，先回新手村看看村长有啥任务吧。他正准备往回走，突然一阵地动山摇。陆天辰一愣，什么情况？地震了？突然，一个2米高的身影出现在他的面前。这是一个猪头人身，肌肉像拳头一样一股一股的，手持一柄巨型战斧。只见他捶胸顿足的在原地咆哮着。陆天辰一惊，赶紧使用真实之眼查看怪物属性。野猪战士，精英怪，等级8级，生命值3500，物理攻击力100，物理防御力60，攻击速度55%，移动速度40。技能践踏，用力踩踏地面，对5米范围内的敌人造成物理攻击 X80% 的物理伤害，并将其眩晕1秒，冷却时间60秒。你成功激怒了他。搞毛线？谁激怒他了？难道是自己杀猪杀多来着？不过那都无所谓，虽然精英怪野猪战士属性相当炸裂，不过自己属性更加炸裂。陆天辰舔了舔舌头，8级的精英怪可以报2星的超吸有了吧？不等他出手，野猪战士直接脚踏地面，发动了技能践踏。不过陆天辰知道他的技能带控制效果，又怎会距离过近？本就距离3-4米的距离，见技能发动又急速撤退。不过这也堪堪逃出了践踏的攻击范围。技能躲避成功，陆天辰直接使用技能重击冲锋，迅速欺身而进，一剑刺中野猪战士。220点的物理攻击，加上技能的伤害加成，再加上暴击，直接造成了468点伤害。随后野猪举起斧头，轻微蓄力之后朝向陆天辰劈来。虽然蓄力前摇的动作很细微，不过刚才他对战多只野猪已经有了相当丰富的经验了，技能躲避起来也更加得心应手。只见他轻微侧身一滚，野猪战士的斧头擦着他的后背掠过，虽然险而又险，但是成功躲避。随后后续有几次操作失误，不过也并不打紧。随着陆天辰最后一剑刺出，精英怪野猪战士庞大的身体应声倒地，随后便为一道白光消失了。经验值加55。叮！检测到冒险者幸运值已达上限，任务物品掉落率100%，可掉落最高品级装备概率100%。游戏提示响了起来，随后地面上掉落了4样东西，铜币大约有50枚，一个野猪战士的獠牙，一个装备和一个卷轴。陆天辰一阵激动，随后先查看了一下装备。野猪战士的铠甲，品级超稀有，星级2，生命值加500，力量加20，物理防御加20。佩戴要求战士盾位。太好了，自己可以佩戴，而且属性也相当不错。将装备穿戴好，陆天辰的属性又进一步的提升了一大截，生命值达到了1580，物理防御达到了36点，
而物理攻击则达到了250点。随后又怀着激动的心情查看了一下卷轴，践踏，品级普通，类型技能卷轴，职业要求战士盾位，效果用力踩踏地面，对5米范围内的敌人造成物理攻击 X80% 的物理伤害，并将其眩晕1秒，消耗40魔法值，冷却时间20秒。第12章在御杀马特，虽然伤害加成和横扫一样，但是附带了范围控制，虽然只是普通技能，但是也相当强力了。先使用技能重击冲锋，迅速接近目标，再使用践踏，造成范围攻击加控制，能一口气打出极高的伤害，而且自己还可以抽身退去或者继续攻击，主动权可以一直掌握在自己的手中。既然可以学习，那就没有任何犹豫，随即将卷轴上缠绕的丝线拆开，学习成功。替换下来的装备使得他又多了一件2星的装备。想了想，陆天辰并没有着急出售，反正晚出售这一会儿也不会让装备降价太多。先回新手村看一下吧。陆天辰走出去太远了，大概走了半个多小时才看到新手村的轮廓。回去一定要去商店看看，有没有卖传送卷轴的。他心底暗自嘀咕道。回来的路上，他发现兔子都已经很少有人刷了。想到自己还有个任务需要收集50张兔皮呢，自己现在还有6张兔皮。陆天辰则开始刷起了兔子。兔子仅有300点生命值，10点防御，自己超高的物理攻击，再加上1亿幸运点带来的刀刀暴击，他现在一下一只小可爱。一个兔子劈一剑，一个兔子刺一下，不一会儿的功夫，40只兔子就杀够了。路人玩家看到陆天辰刷怪一个个都震，惊掉了下巴。我靠，这什么伤害？这是大佬吧？我看他一身粗布衣服和我一样，这人的差距咋就这么大呢？呸！你难道不知道装备效果是可以隐藏的吗？人这叫低调，你懂不懂？你们看到了吗？他一下一只小白兔啊，更是刀刀暴击，这攻击的多强啊！咱们74866新手村再次出现神级暴击天赋，我的天啊！他爆了这么多装备，什么鬼啊？这是什么爆率？大家看论坛了吗？他难道就是咱们新手村的那个100%爆率天赋的大佬？他们的话陆天辰也听到耳中，不过却并未理会。料他们也不敢上来捡装备，这帮小菜鸟属性还不如兔子，自己一个横扫全都得死。现在背包都快满了，所以他一边捡装备一边上架拍卖行。这一会儿击杀兔子一共爆了44件紫装，其中6件武器，加上之前替换下来的8件1星紫装，他足足上架了52件装备，其中45件普通防具每件3300元，7件武器每件7800元，扣除手续费，到手192945元。不过可能是由于等级原因，他现在杀兔子已经没有经验了。他先走到了遇到小女孩的大树那里，发现她果然在树后等他。陆天辰直接在背包中取出50张兔皮交给了他。看到这么一堆兔皮，那个小女孩高兴的原地蹦了一会儿，然后说道：非常感谢你冒险者，这样我就可以回去交差了，这是给你的报酬。任务完成，获得奖励经验值加60，铜币加30，声望加10。提交完任务，此时经验值又上涨了60点。不过看着自己1600的经验值上限，距离升级还有好久，自己已经一身2星装备了，看来还是得找一些更高等级的怪了。陆天辰心底暗想，要是有副本就好了。随后便一点点朝村里走去。等他回到新手村的时候，玩家并不是很多，估计大部分玩家都在野外练级吧。毕竟村长一级发布了一个主线任务之后就没有下文了，再次可接受任务就要求5级之后了。不过人少的好处就是去村长那里不用挤了，村长前面只有一个玩家在交任务。等了10几秒之后，终于等到他了。见到陆天辰之后，村长震惊的上下打量了他一下，然后道：冒险者，没想到你的实力提升的这么快。村子的狩猎队伍在外狩猎的时候被一群野狼围住了，可以请你出手帮忙吗？好的，没有任何疑问，陆天辰直接接取了任务。太好了，冒险者，从新手村向北出发2000米处，狩猎队长卡勒宾正在那里等待救援。说完后，村长便不说话了。接完任务后，陆天辰打算处理一下收获的大量装备。此时有6个人走进新手村，并且直直的冲着村长走来，一边走一边传来了一道女人的娇笑声。这次多亏了张少带我们刷怪，要不然凭我们的本事，估计村长的任务都没办法完成。随后又是2道硬核的声音：是啊是啊，多亏了张少，还赐予了我们一些装备，要不然我们的实力怕是新手村都出不去了。陆天辰听这几道声音很是耳熟，转头一看，果然这不是之前被自己灭杀的葬爱家族3人吗？不过只要他们不招惹他，他也懒得理会这3人。走在人群最中间的一个看着就像富家少爷一样的玩家 ID 叫做狂狼狼王。
他将装备效果全部展示了出来。看这样子，大概一身有4至5件紫装。而在他两侧的2名玩家，一个叫狂狼如风，一个叫狂狼如影。看着身上装备效果，应该也有1至2件紫装。这样的装备刷起兔子确实是相当简单的了。不过这游戏都已经开服好几个小时了，此时穿着这么多1星紫装在新手村周边带妹，怕不是个傻子。等藏爱3人在村长那里交完任务之后，黄毛、藏爱、冷风突然发现了陆天辰，顿时吓得一声鬼叫。此时那个被叫做张少的青年不满地斜瞥了一眼黄毛，什么事儿慌慌张张的，吓我一激灵。此时之前被自己灭杀过的女生和黄毛也发现了他。你怎么在这里？那个叫做奈何桥过客的女生哆哆嗦嗦地说道。显然上一次他被灭杀的景象还历历在目，他们3人根本没有人可以在他手里坚持2个回合，红毛甚至被秒杀。陆天辰无语了，这是新手村，为什么我就不能在这儿？随即用一种看傻子的目光看向他，他似乎也是反应了过来，貌似自己说了句屁话。不过转念一想，张少不是在呢吗？我怕个嘚儿啊！第13章城镇决斗。此时被称作张少的青年挑了挑眉，然后用疑惑的眼神看向那个女生道：怎么，你们认识？那个女生明显顿了顿，随后仿佛下定了决心一样，挽着张少的胳膊更加用力了，然后嗲声嗲气的娇嗔道：张少，这个就是我之前和你提过的那个人，我们在升级的最关键时刻，他把我们3个击杀了，武器全爆出去了。张少，你快帮我教训一下他。随即张少上下打量了一下陆天辰，之前他确实提过一个人，在他们1级的时候将他们3个都杀掉了，甚至红毛仅一击就被秒了。不过现在他这身装备貌似也可以做到，看眼前这人也没有什么特别之处，想来应该是把装备效果隐藏了，而且自己这边这么多人，也便不再有所顾忌。转头对着身边的女生道：帮你教训他吗？小意思啊，不过一会儿交完任务跟我去小树林玩玩。讨厌！那女生将脸别过去，装出一副害羞的样子，用手轻轻捶了一下张少的肩膀。还真别说，这个张少看样子对这样的暧昧举动相当满足，嘿嘿笑了2声之后，转头冷冷地对陆天辰道：喂，小子，滚过来给他道歉，然后我可以饶了你，要不然你以后就别想出新手村了。说完之后便自顾自的双手插兜，在原地装逼。陆天辰神色一冷，不过现在他们所处新手村是没办法出手的。随后他笑了笑，然后对着张少道：我给他们道歉，你饶了我。听陆天辰这么一说，张少嚣张的气焰更甚，说道：还算没聋，没错，本少今天心情不错，快滚过来道歉吧。随后陆天辰慢慢的向前走了2步，不过张少却怒了：我他妈让你滚过来，你没听到吗？陆天辰却没有理睬，慢慢的走到了张少的面前。虽然新手村内没法 PK， 但是陆天辰甩起膀子，一个大嘴巴子就扇了过去。张少一直双手插兜装逼呢，哪里会想到陆天辰会在新手村动手，一个嘴巴子直接将他扇倒在地。虽然一滴血没掉，不过侮辱性极强。刚想破口大骂，只见陆天辰用凶狠的眼神盯着他：哔哔哔的你好像一只苍蝇，怎么想教训我？走，去村外 PK。 张少着实被他的眼神吓了一跳，不过被当众甩耳光的屈辱他可忍不了，随后赶紧起身，然后说道：别去野外了，就在这儿发起城镇决斗。像新手村这种安全区虽然不允许 PK， 不过却可以发起城镇决斗，只要双方同意就会划定100米的 PK 范围，而且城镇决斗可以设置赌注。哦，陆天辰轻蔑一笑，然后接着道：来点彩头吧。因为张少本身家庭条件就不错，游戏刚开始的时候他在拍卖行好运的抢到了好几件1星紫装，再加上自己掉落的几件普通装备，现在已经快1身装备了，属性可以说是相当炸裂，他自己是有一定的信心的。所以略一思索之后，他道：我们就赌1件1星紫装。陆天辰无语了：我插你那件装备，这么点彩头完全提不起兴致啊，彩头太小了，莫意思。堂堂张少就这么点魄力吗？陆天辰出言嘲讽道。听他这么一说，张少也有点打退堂鼓。虽然说他现在装备也相当不错，不过听他们说在游戏初期他就可以秒掉一个1级的玩家，感觉很不好惹。不过那个女生却在旁边怂恿道：张少，他秒掉红毛是因为走狗屎运暴击了，以你的实力碾压他还是轻轻松松的。是啊，张少，现在你的实力完全可以轻易的秒杀他了。红毛黄毛也在旁边附和道。不得不说，很多人都是被捧杀的。就这么几句话，张少的自信心又爆棚了，指着陆天辰的鼻子道：那我跟你赌1身的装备，输了的人输掉1身的装备。他那1身装备陆天辰也是看不上的，不过也聊胜于无了。
所以点点头便同意了。随即他主动发起了城镇决斗。玩家陈天向你发起城镇决斗，是否同意？赌注输了掉落所有装备。看见陆天辰真的发起了城镇决斗，他的心咯噔一下。看他这么有恃无恐的，感觉自己掉坑里了。不过此时已经是骑虎难下，随即点击了同意。同意的一瞬间，以他们两个为中心，就出现了一个100米直径的圆圈。圆圈内只有他们二人，看起来应该是个独立空间。张少一阵紧张，观察完周围的情况之后，他抬头看，陆天辰竟然已经冲到了自己的面前。他心底暗道不好，刚要移动，不过他的头顶已经开始飘出伤害提示了。-614，暴击！一道巨额伤害在头顶炸出，他亡魂皆冒。我丢，开挂了吧？不过已经晚了，一切都发生在电光火石之间。他的表情充满着错愕，他不明白为什么眼前的人一击能有如此之高的伤害。他甚至都没有出手的机会，就变成了点点白光消散。场地上散落了一地的装备，陆天辰上前捡起，随后场地也慢慢消散。因为张少只是 PK 失败，并不是被击杀，所以他出现在了原地。反应过来后，满是惊恐地看着陆天辰。虽然自己只有3级，不过自己几乎氪金买了一身装备，生命值已经达到了600点，连还手的机会都没有就被秒了。而且他现在一身装备都爆了出去。反应过来的他转身怒气冲冲地瞪着那个女生，然后举起右手一巴掌扇了下去。他妈的臭婊子，你坑劳资！陆天辰就这么笑看着他们狗咬狗，随后在一旁慢悠悠的道：我说张少，我这儿有一些装备，你有没有兴趣？第14章分解强化。张少此时正在气头上，又听陆天辰这么说，直接气火攻心，差点吐血。摇晃了2下之后，被一左一右2个小弟扶住，把我一身装备爆掉，然后想卖给我，要不要这么狗？张少内心咆哮，不过转念一想，现在自己一件装备都没有了，总不能去手锤野怪啊。虽然很是愤怒，不过还是忍住了怒火，咬牙切齿地问道：多少钱？既然他有购买的意向，陆天辰也懒得一件一件的丢拍卖行，卖给谁都是卖，打包出售省事儿一点。况且一身2星紫装的他，也压根不怕他再次挑衅。陆天辰右手托着下巴摸了摸，然后道：就按市场价吧，你给2万吧。张少听到陆天辰给的报价咧了咧嘴，他一共掉落了7件装备，其中有4件紫装、2件蓝装和1件白装。虽然4件紫装里面有1件武器，不过也到不了2万块啊，蓝装和白装又不是很值钱。不过陆天辰巧妙就在于是打包出售的，如果在拍卖行上买，就算有钱也不一定能买到。他可以买到4件紫装，完全就是手速快加运气好。有了装备，他张少才能在天泉中呼风唤雨。所以纠结了一会儿之后，还是咬了咬牙与陆天辰交易了。陆天辰收到钱之后心情大好，这比刷野怪赚钱还快啊。然后转头对杀马特3人组笑着道：这次多谢你们3个了，给我送来一只大肥羊。说完，陆天辰转身就走了，只留下在风中错愕的3人。随后便传来张少更加愤怒的叫骂声。陆天辰没有着急去做村长的任务，他一边走一边想，这么高的幸运值让我的装备爆率达到了一个可怕的程度，以至于现在才开服不久就已经一身2星装备了。将多余的装备出售是可以让我大量变现，不过我貌似忽略了一个问题。虽然零星也有一些运气爆棚的人爆出紫装，不过现在玩家在拍卖行买的紫装应该9成9都是我出售的。如果像张少这种人穿了一身我卖出的装备来找麻烦，我倒可以应付，甚至秒杀。可如果以后有势力大量的购买到我出售的装备，最后与我为敌的话，那岂不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了吗？陆天辰越想越不对劲，可是自己背包里这么多装备不卖又可惜了，这可怎么办？他就这么漫无目的的走着，一抬头发现自己竟然来到了铁匠铺这里。之前1级的时候，陆天辰就已经在村子走访一圈了，貌似村子里的 NPC 都没有任务发布。现在他的等级已经达到了5级，不知道这个铁匠大叔有没有任务发放。看到铁匠师傅霍勒大叔正在制作武器，陆天辰慢慢走上前搭话：霍勒先生，有什么可以帮你的吗？不出陆天辰的所料，听了他的话，铁匠霍勒大叔停下了手上的动作，转头对陆天辰道：勇敢的冒险者，我这里刚好有件事情找你帮忙，我这里有一把武器需要分解，你可以去旁边的分解台帮我分解掉吗？同意之后，随后背包里多出了一个1星的白装，不过并没有任何属性。陆天辰扭头一看，果然在铁匠铺最北边的角落放置着一个分解台，随后应道：好的。他走到分解台处，将武器丢入里面，大约过了1秒钟不到，武器分解成功，背包里多出了一个白色物品，普通金尘。然后紧接着他便走到铁匠霍勒的面前，将金尘递给他。霍勒道：感谢你冒险者，金尘在天泉中可是相当重要的材料，
使用精神可以强化装备，分解装备可获得同等级的精神，也可以使用10个同等级精神合成一个更高等级精神。当然，星级越高的装备分解获得的精神也相对多一些。说完这些之后，铁匠就继续打铁了。没有任何奖励，看来这貌似只是一个引导任务。不过陆天辰的脑海中突然灵光乍现，就算不出售装备，也是可以处理多余的装备啊。随后陆天辰再次走到分解台那里，将除了武器外的81件2星子装一件一件扔到分解台里面。大约过去了1分多钟后，所有装备都已经分解成功，他获得了162个紫色精神。陆天辰发现，精神不但可以强化装备，而且还是可交易的。这样自己多余的武器分解成精神，再将多余的精神出售，简直是一举多得。武器要比同星级的其他装备贵得多，所以还是直接出售的好。1星的武器就已经卖到了7800元，所以他将2星的武器以每件14000元的价格上架了拍卖行。虽然价格高了些，但属性相当强烈。大约3秒钟之后，所有交易均已完成。陆天辰直接收获了159600元，这赚钱的速度简直了。所有的装备出售完毕，陆天辰走到了铁匠霍勒旁边的强化台，将2星子装金铁剑放在了上面。随后弹出提示，强化武器需要2个稀有精神。二话不说提交了所需材料后，提示响了起来。叮！检测到冒险者幸运值已达上限，强化成功率调整为100%，是否强化？陆天辰听到这条提示，差点笑出声来。幸运值还可以影响强化成功率。众所周知，装备强化在任何一个游戏中都是最费钱的。高强武器属性固然强大，不过所耗费的材料和金钱也是相当巨大的。虽然不清楚天权中强化概率是什么数值，不过料想100%的强化成功率，自己也是独一份了。压抑住内心的喜悦，陆天辰选择同意强化。一阵紫色光芒闪动，随后响起游戏提示：叮！恭喜您强化成功。此时金铁剑已经变成了加1金铁剑，强化之后武器的物理攻击没变，但是多出了额外物理攻击+1。加1的武器只增加了1点额外物理攻击吗？有点低了呀。随后再次将武器放入强化台，然后放入2个稀有精神。提示音再次响了起来。叮！检测到冒险者幸运值已达上限，强化成功率调整为100%，是否强化？第15章强化满级，全服公告。陆天辰二话不说，直接选择同意。随后又是一阵紫色光芒闪动，再次强化成功。随即再次将武器放入，添加精神。不出意外，强化成功率还是100%，而且他发现每次强化所需材料都是2个稀有精神。按理说，武器强化的等级越高，失败的概率也越高，甚至一定等级之后，强化失败武器都可能碎掉。不过陆天辰却完全体验不到这种感觉，因为每次提示音都是100%强化成功率。如此反复操作10几次之后，陆天辰将已经强化到+19的金铁剑再次放入强化台上，添加2个稀有精神。叮！检测到冒险者幸运值已达上限，强化成功率调整为100%，是否强化？陆天辰此时听到这个提示音都已经麻木了，无敌是多么寂寞。选择同意之后，一阵紫色光芒大盛。不过他发现这一次的紫色光芒貌似比之前强化所发出的光芒都要强烈。片刻之后，叮！恭喜您强化成功。陆天辰刚想感慨，不过在强化成功之后，又响起了另一道提示音：全服公告，恭喜玩家陈天达成成就幸运之子，系统奖励声望+200，金币+10，自由属性点+10。作为全服第一个达成此成就的玩家，额外奖励声望+200，金币+10，自由属性点+10。此时不光陆天辰听到了这道游戏提示音，全华夏服所有玩家的耳边都响起了这道提示音。在00001号新手村的某一个特殊区域，一位长相妖异的男子的面前，3只野狼正在围攻一个石头人。如果这一幕被其他玩家发现，那么一定会特别诧异，野狼不去攻击这名玩家，竟然与石头人怪物厮杀。不过仔细一看，这3只野狼眼中竟然闪烁着绿色的光芒，而这名玩家的眼中同样闪烁着妖异的绿色光芒。听到这道提示音，他笑了笑，低语道：看来幸运的不止我一个，陈天嘛，我记住了。同时在另外一个新手村，一个手持弓箭的玩家灵巧地闪避了一只野猪的攻击，一次性射出3支箭矢，精准地射中追击他的3只野猪身上。奇怪的是，每一发箭矢都成功触发了暴击。捋了捋额前的秀发，露出了一张宛若精灵的脸庞。此时听到了全服公告，也不免露出了一阵惊讶之色，然后嘴里默念了2遍：陈天，陈天。这样的情形发生在华夏服的各个新手村中。此时陆天辰听到了这个全服公告，也处于震惊之中。幸运之子，难道是自己连续强化20次装备成功？要是这样的话，
那这个成就也太好达成了吧？找20件装备，每件都强化1级，不就达成了？不过摇了摇头，自己也否定了自己的猜测。随后他将强化台上面的金铁剑拿起观察，之前还是加19金铁剑，现在竟然变成了 Max 金铁神剑，武器强化加20就是上限了。陆天辰也在此刻明白了幸运之子这个成就要怎么达成了，估计要玩家强化成功一个加20的装备才行。对于陆天辰来说，这个成就真的是简简单单。不过对于其他玩家来说就不是这样了，估计在游戏后期，谁能完成这个成就也都是大佬中的大佬，神豪中的神豪了。先查看一下强化满级的装备属性吧。Max 金铁神剑，品级稀有，星级2，物理攻击加20，力量加10，暴击率加3，额外物理攻击加60。被动惩戒普通攻击和技能可以对目标额外造成50加物理攻击 X 10%点无视防御的真实伤害。佩戴要求战士，这还是2星金铁剑吗？这属性太强力了吧！满级强化直接提供了60点的额外物理攻击，不要以为60点物理攻击很少，这才仅仅是2星的紫装，而且额外攻击已经是基础属性的3倍了。如果以后获得高星级超稀有或者更高品级装备的话，基础属性就很强，那么强化所增加的额外攻击力估计也是强到离谱。最主要的就是强化满级之后竟然多出了一个被动技能，刚刚加19的时候明明还没有出现，估计这也是强化满级的一个福利吧，这也相当于多了一个技能了。而且伤害附加貌似很不错，将金铁神剑装备好，又将刚才奖励的20属性点全部加到力量上面，此时力量已经达到了110点之多，再加上武器强化满级提供的60点额外物理攻击力，此时陆天辰属性面板上的物理攻击已经达到了350点，简直恐怖如斯。此时如果他再对上张少，一个重击冲锋外加1击普攻就轻轻松松秒掉他。装备的被动惩戒，每次攻击就可以造成85点无视防御的真实伤害。刚才完成成就不光给了20点自由属性点，还给了20枚金币，太爽了。声望直接加了400点，虽然目前还不清楚声望的具体用途，不过他很清楚，估计积累到一定程度会有很重要的作用。由于他强化从0到20一路都是100%成功率，所以导致他所消耗的材料相当少，武器当然没损失过，无非仅仅消耗了40个稀有金尘。这种事情要是被其他玩家知道了，估计都要羡慕的邦邦的。强化完成之后，他的稀有金尘还有122个，估计还可以强化3个满级的稀有紫装，不过他并没有继续强化。装备的更迭太快了，至少在陆天辰这里是这样。他目前的属性就算不强化装备也可以蹂躏高级怪了，更何况强化之后，所以只要将武器强化到满级，可以多提供一些攻击力就够用了。有着神级天赋鲜血之拥的他来说，攻击即是一切。虽然这次达成了一个隐藏的成就，让自己获得了相当丰富的奖励，光稀有属性点就相当于升4级才能获得的奖励，但是有一个问题让他犯难了，因为他出名了。第16章探索野狼岭。陆天辰素来喜欢低调，稀有装备的装备效果他也第一时间就选择了不展示。拍卖行可以匿名拍卖和寄售装备，他也果断选择了匿名。至于游戏名字，如果要是能隐藏，他早就给隐藏了。不过现在全服务器都知道他达成了成就幸运之子，这再想隐藏实力都隐藏不了了呀。陆天辰心底暗自嘀咕，还好全服公告只是提示我达成了一个成就，并没有详细说明要达到什么条件才可以达成这个成就，要不然估计全服务器都要炸裂了。摇了摇头不再多想，就算他喜欢低调，不过是以至此多想已是无用。随即离开铁匠铺，走到了杂货铺这里。虽然他有着神级天赋在，再加上强大的属性，他估摸着单刷越级都不会有什么压力，不过如果围攻的野兽太多，还是会有一定危险的。见陆天辰走到面前，杂货店老板搓着手，笑眯眯地对他说道：“尊敬的冒险者，您要购买些什么？”随即将他引入店中。陆天辰挑选了一会儿，发现杂货铺内出售的药品大多是一次性增加100点的低级生命药水。虽然说100点对于普通玩家来说已经可以恢复很多了，不过如今陆天辰有着1580点的生命值，一瓶药水的恢复还没有1/10，太少了。陆天辰现在有着350点的物理攻击力，依靠天赋自己就可以恢复大量的生命值，更何况自己还有2个范围技能，那吸起血来更是强无敌。见他挑选半天也没有想要购买的，杂货铺老板在旁边低声说道：“尊敬的冒险者，请问有需要购买的吗？”陆天辰则转身对老板说：“老板，这些药水的恢复能力都太弱了，我想要更强力一些的。”杂货铺老板听后眼睛滴溜溜地转了一下，然后说道：“实不相瞒，我们店里确实有比较强力的药水没有摆放出来，不过那价格……”杂货铺老板话没说完，给了陆天辰一个你懂得的眼神。他顿时心领神会道：“
价格这方面没有任何问题，将药水拿出来吧。听到他的答复，店老板应了一声，直接转身走入店铺内部。大约过了2分钟后，他捧着一个小盒子走了出来，小心翼翼的样子，仿佛里面装着什么宝贝一样。引陆天辰在店铺内的圆桌处坐下，他也坐在了陆天辰的对面，然后将这个小盒子打开，调转方向推到了他的面前，然后说道：“冒险者，这已经是我们店的镇店之宝了。”陆天辰顿时来了兴趣，小盒子里大约有着10瓶药水，查看了一下之后，果然要比外面的低级生命药水要强多了。每瓶药水可恢复500点生命值，不过也只是中级的生命药水而已，这就值得你当镇店之宝，小心翼翼的收藏。陆天辰无语了，不过新手村嘛，又能买到什么逆天的东西呢？一次性恢复500点生命值，对于目前的自己来说也是不错的药品了。在天泉中的杂货铺买东西当然没有办法砍价，所以陆天辰直接购买了10瓶中级生命药水，一共花费50银币，这价格已经相当贵了。要知道，要不是达成就送的20枚金币，他只有8银45铜，仅仅只购买1瓶的。随后他又花费了10银币购买了2个回程卷轴，这个回程卷轴需要3秒的引导时间，且只能瞬间传送到村子中间的雕像处。虽然价格也很贵，不过至少不需要自己再双腿赶路回来了。做完这一切之后，陆天辰又在新手村各处寻找 NPC 对话，最后也没接到什么任务。既然没其他任务了，就先去完成村长交代的主线任务吧，他心想，然后就朝向村子的北边出口走去。从村子出来之后，他按照村长的指示一直向北走。过了一段时间，终于见到了大约10只狼在围攻一个4、5人的狩猎队伍，想必就是这里了。陆天辰先对着狼使用了真视之眼查看属性，发现这些只是5级的野狼，所以也就不再犹豫，一个重击冲锋发动，冲上去就砍。此时队长卡勒宾见到一个冒险者突然加入战局为他们解围，料想应该是村长安排救援他们的冒险者，所以他们也更加卖力的与野狼拼斗。由于陆天辰属性相当炸裂，片刻后10只野狼全部都被陆天辰砍翻，10只野狼大概提供了50点的经验值。他在地上捡起野狼掉落的10件装备，10个锋利的狼牙和50枚铜币。危机已经解除，队长卡勒宾走过来对陆天辰道：“勇敢的冒险者，非常感谢你能帮助我们狩猎小队，这是给你的报酬，请务必收下。”任务完成，获得奖励：经验值加200，铜币加50，声望加50。接村长的任务时，他并没有查看任务奖励，不过此时看到这个任务竟然有200点经验值的奖励，不禁暗道：要是多来点这么简单，经验这么高的任务，升级就不至于这么费劲了。看狩猎队长卡勒宾那欲言又止的样子，陆天辰知道这个任务还没有结束，所以主动道：“卡勒宾队长，还有什么需要我帮忙的吗？”卡勒宾见陆天辰主动提出需要帮忙，脸上闪过一丝惊喜，随即又是满脸愁云，犹豫了一会儿道：“勇敢的冒险者，你的实力很强劲，不过这一次的怪物还是建议等你实力提高一些再说吧。”陆天辰不乐意了，紧接着道：“没事的，我还没有发挥出全部实力，有什么需要帮忙的尽管说吧。”见陆天辰如此说，卡勒宾也就不再有所隐瞒：“我们这次狩猎队伍在经过野狼岭的时候发现了异常，我们小心的在周围探索了一下，发现野狼岭那里有很强大的能量波动，但是我们被这10只野狼发现并被追赶至此。”他顿了顿，又继续说道：“野狼岭就在西北方向500米处，我希望你可以前往查看一番，击杀30只野狼。有任务不做王八蛋。”没问题。陆天辰一口答应了下来。第17章双头野狼王。随后他打开任务栏，主线任务：探索野狼岭，进度030，奖励：经验值加200，铜币加50，声望加50。看样子前往野狼岭击杀30只野狼就完事儿了，太简单了，这200经验值不冲着自己招手呢吗？随后他按照队长卡勒宾的指引来到了野狼岭这里。来到这儿发现这里的野狼还比较密集，估计任务会很快完成。陆天辰抽出金铁神剑就冲入了狼群之中。他在3级的时候就可以越级同时刷3只6级野猪，现在已经5级的他，一身2星紫装，再加上强化满级的金铁神剑，神挡杀神，狼挡杀狼。没几分钟，这附近的野狼都被他杀光了。这一会儿他刚好击杀了90只野狼，大约每只野狼可以提供5点经验，经验值再度上涨了450点。要不是任务，自己是不屑于刷同等级怪的。经验值仅5点，而5级升6级需要1600点经验，要是一直刷同等级怪，得刷到啥时候去？不过貌似大多数玩家目前能刷同等级怪就已经很不错了，装备差一些，天赋差一些的还要组队平分经验。照这样子，我的等级应该还是领先的。陆天辰暗自琢磨着，加上之前击杀的10只野狼，陆天辰现在背包中已经有100件异形紫装了，
其中20件为武器部位。他打算以后将低一星的装备全部丢拍卖行，而为了不给自己造成麻烦，和自己目前装备星级相同的装备，他都分解成金尘，到时候是否选择出售就看情况了。陆天辰将80件紫装以每件3300元的价格，20件武器以每件7800元的价格挂到了拍卖行的寄售模式。大约过了几十秒，所有装备全部出售完成，到账39万9千元。虽然他已经出售过很多次装备了，但是每一次收到这么多钱的时候，他还是激动不已，每一次都会心里暗爽一下下。此时他的经验已经达到了860、1600，现在就算回去找卡勒兵队长交任务也没法升级，索性他就继续向野狼岭深处走去。最外围的普通野狼都已经是5级野怪了，估计里面的野怪等级会高一些吧。大约前进了500米左右，他终于看到了一只野怪，看起来同样是一个狼类的野怪，不过不同的是，这只野狼竟然有2个头，而且数量明显不多，眼前的空地很大。不过他数了一下，仅有35只这样的野狼。陆天辰使用真视之眼查看了一下属性，双头野狼，等级7级，生命值3000，物理攻击力80，物理防御力50，攻击速度55%，移动速度37。陆天辰咂了咂嘴，7级双头野狼属性相当不错了，不过在自己这儿貌似有点不够看啊。陆天辰抽出 Max 金铁神剑，冲着一只距离最近的双头野狼冲了过去。350点的物理攻击，一个普攻下去，双头野狼的头顶飘出了650暴击的红色伤害提示，紧接着又有一道白色的85真实伤害提示飘出，金铁神剑的被动惩戒触发。双头野狼80点的物理攻击力抓挠在他的身上，在36点物理防御的抵消之下，仅仅造成了44点伤害。估计自己同时刷多只都没有压力了，所以他便在双头野狼中穿梭了起来。最后聚集了10几头双头野狼同时刷了起来。虽然血量极低的时候他可以使用技能恢复，但是技能毕竟有冷却时间，偶尔几次操作失误，他就喝下买来的生命药水恢复生命值。片刻后，一共消耗了6瓶药水，他就将35只双头野狼全部击杀，每只野狼提供了20点的经验值，经验再次上涨700点。在地上捡起35件2星紫装和35件任务品变异野狼的牙齿，铜币大概280枚的样子。整理好战利品之后，陆天辰本想回去卡勒宾那里交任务，但是此时自己已经距离升级仅差40点经验了，还是在周围看一下还有什么野怪吧，刷一刷升到6级再说。决定之后，陆天辰又往野狼岭的深处走去。大约又前进了几分钟之后，突然发现前面有一座白色的小矮山，走近了他才看得清，原来这是全部由动物的骸骨堆积而成的小山。随后他便听到了一声响亮的乌嗷狼嚎，骨堆后面慢慢走出一道身影。这个身影走出骨堆之后，匍匐着的身形变为直立而起。走出阴影，陆天辰终于看清了全貌。这是一个长着2只狼头的狼人，身高足有2米多。陆天辰一阵惊诧，随后赶紧使用真视之眼查看了一下野怪的属性。双头野狼王，野外 BOSS， 等级10级，生命值1万，物理攻击力300，物理防御力100，暴击率10，攻击速度60%，移动速度50。技能致命利爪，挥舞利爪，对目标造成物理攻击 X120% 的物理伤害，且此次攻击必定暴击，冷却时间3分钟。迅速突袭，爆发极快的速度，对单体目标造成3段物理伤害，每段伤害为物理攻击 X80%，冷却时间3分钟。紧急护驾，生命值低于10%，狼啸一声，召唤10只双头野狼护驾。双头野狼存在期间自身无法行动，且每分钟恢复1%最大生命值，冷却时间30分钟。陆天辰看着双头野狼王的属性，暗自啧舌，这属性有点强到离谱了啊！本来陆天辰还以为自己的属性已经相当炸裂了，不过此时看到双头野狼王的属性，才知道什么叫属性炸裂。血量直接5位数，而且攻击防御都相当高，更是有着10点暴击率。最重要的是他竟然有3个技能。第18章出战 BOSS。 看着双头野狼王的属性，陆天辰暗自计算着，300点的物理攻击如果不使用技能，在自己36点物理防御的基础上，一次可以对自己造成264点物理伤害，而自己超高暴击率，一次对其可造成600点伤害，加上金铁神剑的被动惩戒，陆天辰是铁定不亏的。虽然双头野狼王的属性比较唬人，不过对于陆天辰来说还是有一战之力的。看了下时间，已经半夜12点多了，那就先搞死这只野狼王再去休息。决定之后，陆天辰二话不说，直接冲着在骨堆旁边的双头野狼王冲了过去。与此同时，野狼王也双脚蹬地，
加速向陆天辰冲撞过来。虽然他的攻击速度高于野狼王5点，不过他并没有打算先手攻击野狼王，他准备尝试躲避之后再做行动，这样就算躲避失败，自己损失的血量也可以在自己后手攻击恢复一些。在与野狼王不到2米的距离时候，野狼王高高跃起，他的身体微微一低，想要在下面躲避掉他的攻击。不过野狼王50的移动速度比他快了3点，导致时机计算失误。他们虽然有了高度差，不过野狼王一爪子向下抓来抓到了陆天辰的肩膀。负564暴击的伤害在陆天辰的头顶飘出，竟然第一击就暴击了。陆天辰吃痛，不过在野狼落地之前，自己的攻击也对野狼王造成了600点伤害，随即自己也恢复了600点生命值。1对1，我还没怕过谁。野狼王一击之后落地转身，再次朝陆天辰猛扑过来，速度极快，一爪挥下，陆天辰头顶飘出了高额的伤害。负684暴击，看着伤害，野狼王发动了技能致命利爪，陆天辰的生命值瞬间下降了一大截。不过他也不是吃醋的，先是一剑砍在野狼王的身上，随后发动技能重击冲锋，右边砍为刺，刺在了野狼王的屁股上。2次攻击共计造成1120点物理伤害和170点真伤。不出意外的，血量又瞬间回满。神级天赋鲜血之拥提供了强力续航，而1亿点幸运值影响的刀暴击提高输出的同时，更是让回复量翻倍。等以后生命值高了，我简直是又能输出又能抗啊，简直是人形 BOSS。 在陆天辰思索的时候，双头野狼王再次行动了，这一次速度竟然比上一次攻击还要迅捷。野狼王在他的周身迅速突袭着，甚至都带出了破风声。随后刷刷刷3道身影仿佛同时从3个方向突袭而来。负204 204 444暴击，3段红色的伤害在陆天辰的头顶飘出，应该是发动了技能迅速突袭，而且最后一段伤害还触发了暴击。我靠，你才10点暴击率，这么暴击真的好吗？不过他还算冷静，只要不被秒，他就是打不死的小强。先挥剑砍在野狼王的身上，再发动技能剑塔对野狼王造成伤害，也同时将野狼王眩晕住，再接技能横扫。这一套伤害没打完，之前掉的血就全部上来了。虽然野狼王开始的输出很猛，但是技能冷却了就进入了疲软期。陆天辰在输出的同时，可以让自己的血线一直保持一个安全的状态。随后的几分钟就是一次一次的换血，陆天辰每次都尝试躲避野狼王的攻击，但是奈何野狼王的速度比他还高，虽然普攻成功躲避了几次，不过技能却都实打实的打在了自己的身上。片刻后，就在陆天辰再一次挥剑砍在双头野狼王身上的时候，他竟然不再躲闪，站在原地狼嚎了一声。哦，嗷！原来他的生命值已经低于10%，发动了技能紧急护驾。嚎叫结束后，只见谷堆后面刷刷刷的窜出来10只双头野狼，同时冲着陆天辰扑来。他记得野狼王这个技能虽然无法移动，但是却可以每分钟恢复1%的最大生命值，而自己解决掉这10只双头野狼估计也就是1-2分钟的事儿。2%的生命值就算让他恢复也无妨，先解决掉这10只双头野狼吧。随后陆天辰向前一踏步，挥剑冲着最前方的一只双头野狼凶狠的劈下。第19章击杀收获。一番激战过后，陆天辰成功击杀了10只双头野狼。不过可惜的是，这10只双头野狼没有提供经验，也没有提供任何掉落物。此时满血状态的陆天辰对战残血的双头狼王，胜利的天平在陆天辰第一次出手的时候就已经倾斜了。他清理双头野狼大约用了1分多钟，只见双头野狼王的血量也恢复了大约2%的样子。不过2%的血量对于其他玩家来说相当多，在陆天辰这里小意思。此时野狼王也可以行动了，与陆天辰又激战在了一起。片刻后，陆天辰使用技能剑踏眩晕住野狼王，随后一剑直接将残血的双头野狼王带走，双头野狼王也变成了一道白光消散了。随后便响起了游戏提示音，经验值加500，恭喜您冒险者，您的等级提升，获得5点自由属性点，请根据喜好自由加点。当前等级 Level 6。叮，检测到冒险者幸运值已达上限，任务物品掉落率100%，可掉落最高品级装备概率100%。陆天辰之前还未达到6级，所以是越5级杀怪，而且还是 BOSS， 所以一次性获得了这么多经验也不足为奇了。不过紧接着又是一道提示音响起，恭喜完成10级 BOSS 首杀，是否隐藏游戏 ID 播放全服公告。按照天权这游戏的升级速度来算，现在大部分玩家应该都没有达到5级。如果全服公告响起，全华夏服就都知道他杀了10级的 BOSS。就算天权是自由选择形象，估计他都要被扒出来了。又是全服公告，
不过好在这一次可以隐藏游戏 ID。陆天辰内心暗道，本着能低调就低调的原则，他果断选择了隐藏 ID， 等真的全服无敌了再说，先苟着。随后，全华夏服务的玩家都听到了游戏提示：全服公告，恭喜玩家某某完成10级 BOSS 首杀，系统奖励声望加200，金币加10，自由属性点加10，初级装备自选宝箱 X1。仅仅过去1小时不到，已经响起了2道全服公告了。华夏服的玩家此刻都炸了，我去，什么情况？全服公告这么好触发吗？这才1个小时耶，好触发个屁！且不说上一个幸运之子成就如何达成，这个是10级 BOSS 首杀才行。我已经很努力的升级了，才4级，想杀10级 BOSS 那就是在想屁吃。你跟我说好触发？咦，这一次玩家姓名竟然没有显示，这是为什么？之前触发全服公告的玩家叫陈天，这次看来是另外一个玩家，果然牛皮玩家格外多啊，人比人的死啊！我还是抓紧刷青菜虫吧，没有魔法防御好烦。就是不知道这个玩家是哪个新手村的，如果是一个新手村的，我希望可以把替换下来的武器卖给我，我出高价。装备自选宝箱页，好想要。陆天辰并没有查看众多玩家在世界频道中的吐槽，他内心一阵激动。这一次的奖励不光有声望、金币和自由属性点，更是给了一个装备自选宝箱，虽然只是初级的，不过他并没有先查看这个宝箱，他先将双头野狼王的掉落物捡了起来。BOSS 就是不一样，竟然掉落了50枚硬币，一件装备，一个卷轴类的物品，一个任务品野狼王的心脏，还有一个黑乎乎的石头。虽然不清楚这黑色的石头是什么，料想应该是任务品，所以收到背包中便没再理会。他先查看了一下 BOSS 报的装备，精英怪就已经爆超稀有了，野外 BOSS 又能爆什么呢？他很期待。狼王头盔，品级传说，星级3，生命值加1000，力量加20，敏捷加20，物理防御加20。佩戴要求全职业，被动迎头痛击，脱离战斗60秒后，下一次攻击必定暴击。注：双头狼王偶然获得的宝贝。我操！陆天辰忍不住爆了一句粗口。品级陆天辰隐隐的猜到了，精英怪最高都爆超稀有了， BOSS 但凡爆个超稀有都是对自己的不尊重。不过这个星级是什么鬼？6到10级的怪不是只爆2星的装备吗？难道因为是 BOSS 掉落的装备星级提升了1级？想来想去也只能猜到这个原因了。不过不管如何，现在这件装备却实实打实的落到自己手上了，属性简直强到炸裂了。一个头盔竟然加了20点敏捷，怪不得野狼王的移动速度那么高。不过这个被动好像对自己没啥用，再看看这个卷轴吧，如果是个技能卷轴就爽了。陆天辰暗自嘀咕，然后查看卷轴的信息。双头野狼王召唤卷轴，品级高级，类型召唤卷轴，可使用次数3/3，效果使用后可召唤双头野狼王协助战斗，持续时间5分钟，冷却时间5分钟。看完卷轴的信息，陆天辰有些失落，虽然是个高级物品，但是竟然不是技能卷轴。不过也很不错，1万血的双头狼王，紧急的时候也可以召唤出来当前排使用。将召唤卷轴收进背包，陆天辰搓了搓手，在背包中取出系统送的初级装备自选宝箱，这才是重头戏啊！初级装备自选宝箱，品级5，说明可自选装备位置，具体获得的装备随机，大概率获得一件2-4星稀有装备，中等概率获得2-4星超稀有装备，有极低概率获得2-4星传说装备。陆天辰心里咯噔一下，对于其他玩家来说，这个说明其实跟没说一样，这就是一个随机事件，无非也就是告诉了你最差的结果和最好的结果。不过在陆天辰这儿不一样，他可是有着将近1亿点幸运点的，管你多低的概率，直接给你顶到100%出货。想当初抽取天赋的时候，几亿分之一的记录直接扭转为100%抽取神级天赋，将金铁神剑强化到满级。他本以为可以相对较长一段时间不用替换武器了呢，现在有这妖牛批的宝箱，这不选武器是傻批。所以陆天辰将装备自选宝箱选定为战士的使用的武器，然后直接打开，随即一道亮闪闪的金色光芒闪过，陆天辰内心激动不已。他知道在1亿点幸运点的加持之下，自己抽到了最好的奖励。第20章劝说。光芒消散，陆天辰看到了装备的属性。英雄阿贝尔的长剑，品级传说，星级4星，物理攻击加110，力量加25，暴击率加8，攻击速度正10%。佩戴要求战士，被动极鹰手攻击速度正20%。注：守护天权大陆6英雄之一的阿贝尔历练时曾佩戴过的武器。我操！
陆天辰又没素质的爆了句粗口。这属性光物理攻击都比 Max 金铁神剑属性强了，而且装备和装备技能一共加了 30% 的攻速，这要是强化到满级，那属性得相当强力。花了几分钟平复了一下自己激动的心情，陆天辰将狼王头盔和英雄阿贝尔的长剑佩戴好。通过这次对战双头野狼王，他也意识到了敏捷的重要性。不过既然狼王头盔增加了20点敏捷，所以他只分配了5点属性点加到敏捷上，剩余10点自由属性点还是加在了力量之上。陆天辰再次查看自己的属性，自己都吓了一跳。冒险者陈天，等级6，经验值460200，幸运值99999999，生命值2500，魔法值880，物理攻击464，魔法攻击84，力量147，智力12，体质20，精神28，敏捷42，物理防御56，魔法防御32，暴击率21，攻击速度106%，移动速度69%。天赋鲜血之拥初级，所造成的伤害将100%转化为血之精华，恢复自身血量。技能真视之眼愈合，重击冲锋，横扫践踏。装备英雄阿贝尔的长剑、狼王头盔、青铜护肩、野猪战士的铠甲、青铜护腿、青铜靴、白金项链、白金手镯、白金戒指。攻击力已经达到了464，攻击速度都已经超过100%了。陆天辰估计现在自己的属性在刷双头野狼王，那简直就轻松加愉快啊！欣赏了一会儿自己的属性面板之后，陆天辰点击关闭。金铁神剑是万万不能卖掉的，要不然指定会轰动华夏服了。等回新手村再想想怎么处理吧。至于一星超稀有兔兔男爵的高礼帽就卖了吧，虽然属性还比较不错，但是陆天辰已经看不上了。稀有紫装出售的人都没多少，更何况超稀有了。拍卖行根本找不到任何成交记录，所以陆天辰果断挂到了拍卖行的拍卖模式。因为自己马上就下游戏休息了，所以也不着急，设置的竞拍时间调整为了最高的2小时。虽然星级是1星装备，不过属性比2星紫装还要强，估计价格会高一些吧。随后陆天辰关闭拍卖行，往卡乐宾那里走去。陆天辰走到卡乐宾的旁边道：卡乐宾队长，我回来了。卡乐宾见陆天辰从野狼岭回来，高兴地对陆天辰说道：勇敢的冒险者，没想到你的效率如此之快，这是给你的报酬，请你收下。任务完成，获得奖励经验值加200，铜币加50，声望加50。提交完任务之后，卡乐宾队长又道：尊敬的冒险者，野狼岭的危险我们已经初步了解，我这里有受伤的队员需要照顾，无法返回新手村，你可以将这封信带回给村长吗？没问题。陆天辰接过卡乐宾递过来一个信封，放到背包中随意答道。看了眼时间，已经快凌晨1点了。虽然他也很想尽快将等级提升上去，不过也不能这么干啊。估计其他玩家升级速度有限，所以陆天辰将头盔摘了下来，下线了。由于自己下午吃完饭之后就登录游戏了，那时候时间尚早，所以并没有将卧室内的灯打开。现在空荡荡的卧室中有着成片的黑暗，外面的月光虽说很明亮，但是也仅仅只能照得到床边1/4左右的地方。这和天泉中的景象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从赤煞星守村的陈天瞬间回到坐在轮椅上的天辰，要说没有一丝落差是不可能的。唉，陆天辰叹了一口气。听到房间内的动静，父亲陆海敲了敲门。虽然已经快1点了，不过陆海还是熬夜等到了现在，因为光靠陆天辰自己是没办法从轮椅移动到床上休息的。不过看陆天辰玩天拳玩得这么投入，也并没有去叫他，就这么默默的在客厅陪伴。陆天辰转头，果然客厅的灯光从门缝处溜进来一些，他一阵感动，随后应了一声。陆海听到他的回答，打开房门进来，将灯打开之后，上前将他扶到了床上休息，随后什么都没说，转身关闭客厅的灯，然后将房门关上。陆天辰在心底暗自想，父亲的身体本就不好，以后白天抓紧升级，晚上还是早些休息吧。翌日，陆天辰睡了个自然醒，时间已经8点半了。他虽然自己可以坐起来，但是从床上到轮椅上就仿佛一个巨大的鸿沟一样。好在父亲在门外注意着屋内的动静，进来将他扶到轮椅之上，控制着轮椅走出卧室来到客厅，发现早饭都已经准备好了。看样子父母也并没有先吃，母亲见陆天辰出来，放下手中的手机，起身走到桌子旁边，来吃早饭吧，儿子，还热乎着呢。母亲周平拿起一根油条递到了他的手上，随后给他盛了一碗豆浆。陆天辰吃了一口油条，然后将其放在豆浆中浸泡，犹豫了一下，开口对母亲道：妈，今天带我爸去总医院做个检查吧。
他说完这话之后，见父亲和母亲的动作明显顿了顿，然后继续说道：“做一个全身的检查，然后问一下医生下一步需要如何治疗。昨天陆天成给母亲赚了10几万，虽然金额已经相当巨大，不过按照老两口的性格，10几万他们动都不会动，估计都会给他攒着。”陆天成心明镜似的，不过昨天他下午奋战又赚了一大笔钱，今天他有信心劝说动他们老两口。随后拿起手机，打开手机银行，将昨天卖装备赚的钱赚了个整数到了母亲的账户上。叮！看陆天成捅咕了一会儿手机，然后自己的手机就响了。周平拿起了手机，解锁，紧接着就愣在了当场。陆海见状一阵诧异，将手机拿过来，然后看了下，也愣住了。只见手机屏幕打开了一条转账短信，账户收入加7500000.00元。第21章奇怪的紫色晶石。陆天成昨天卖装备加上在张少那儿坑来的钱总计771745元，这次给母亲赚了个整数。母亲此时还处于震惊当中，到时候看到手机短信的父亲反应了过来，问道：“这些都是你在游戏中赚的？”虽然并不怀疑儿子，但是语气当中还满是不可思议。陆天成笑着点点头，然后道：“是的，天权这款游戏吸引了大量的玩家，而且装备相当值钱，我运气比较好，小赚了一笔。”听了陆天成的话，陆海的身体直接由前倾变为靠在了椅背上。昨天下午转账13万多，都已经觉得很不可思议了，晚饭到睡前又赚了70多万，这就是你小子说的小赚一笔？陆海忍不住在内心吐槽了一下，难道这小子昨天玩天权到凌晨1点，是因为在游戏里赚钱？而且今天一早就让我们去总医院检查。陆海联想到了事情的始末，内心不由得五味杂陈。自己本都已经认命了，能看着儿子大学毕业娶妻生子，就算让他立马死，他都认。可是上天就爱跟苦命人开玩笑。陆天成出了事故之后，整个家庭都已经被压得喘不过气来，此时竟然是残疾的儿子担当起了家庭的重担。想到这里，他的心针刺一样的痛了一下，抬头刚想说些什么，不过见到儿子那再次充满希望的眼睛，他张了张嘴，发现什么也没说出来，似乎是看透了父亲心中所想。陆天成再次笑着说道：“我知道你们想说什么，我的腿已经废了，而且耽误了这么久的治疗时间，想要再次恢复已是不可能。爸，你自从确诊肺癌都没有再去过医院，之前家里没钱，我们都束手无策，不过现在有钱了，一定要先去医院检查一下是否恶化。”随后他顿了顿又道：“你们放心，虽然天权中游戏装备会随着玩家的等级上升而逐渐贬值，不过我有自己的办法可以持续性的赚钱，昨天赚的钱只是一小部分，以后每天赚的钱会越来越多，所以不要担心钱不够用，也不要想着给我留着，我现在唯一的希望就是爸你的身体赶紧好起来。”陆天成说完，陆海心情复杂，与母亲周平对视了一会儿之后，谎称吃完了，走到了阳台那里。不过那轻微抖动的肩膀明显出卖了他。陆天成将轮椅驱使到母亲的旁边，此时他已经趴在桌子上泣不成声。他轻抚母亲的后背说道：“妈，哭什么？你儿子一天赚了将近100万，你不为我高兴吗？”母亲周平不敢抬头，只得趴在桌子上呜咽的回答道：“高兴，高兴。”唉，陆天成在内心中叹了口气，随即再次劝说了父母一会儿，他们最终终于同意去医院检查了。陆天成才松了一口气，自己一天给母亲转账80多万，虽然可以缓解家里的情况，但是这么多钱带给父母最大的感受不会是惊喜，而是深深的愧疚感。而让父亲拿着残疾儿子赚的钱去看病，陆天成也清楚他们的心情会如何。不过陆天成除了能在游戏中赚钱以外，什么都做不了，所以摇了摇头，不再多想。父母收拾好东西之后，将陆天成推入卧室当中，然后退出房间，准备去医院检查了。虽然父母关门已经很小心了，不过老旧的房门还是发出了吱呀的一声。陆天成拿起了虚拟头盔，再次戴在了头上，然后将眼睛闭上。随着虚拟头盔的戴上，眼前的景象一变，陆天成瞬间出现在了卡乐宾的临时营地附近。环顾一下四周，发现此时卡乐宾这里已经出现了很多玩家，正在与野狼厮杀。这么多玩家都达到5级了吗？这群人可真干啊！陆天成昨晚下线的时候是6级，没想到一晚上的时间，这么多玩家达到5级来做野狼的任务了。看来得抓紧时间升级了呀！他先打开拍卖行，昨天拍卖的兔兔男爵的高礼帽应该已经出售完毕了，价格并没有太离谱，扣除手续费一共卖出了13000元。关闭拍卖行，随即陆天成在背包中拿出在杂货铺购买的回程卷轴，将上面的丝线拆下。3秒钟过后，他就已经被传送回了新手村的雕像处。之前在新手村转悠的时候，他已经见过好几次这个雕像了。这个雕像雕刻的是一个健壮雄伟的男人。陆天成在第一次进入游戏的时候，见到一剑开天与魔影对峙的战士，
好像就是这个男人。据说他正是在新手村一步一步历练，最后成为天拳大陆顶尖的存在。往下看去，雕像下面雕刻着这个男人的名字阿贝尔。原来他就是英雄阿贝尔。陆天辰嘴中念叨着，然后将自己昨天刚获得的英雄阿贝尔的长剑取出拿在了手上，对比了一下，果然他的武器与雕像上阿贝尔的武器很像。陆天辰正在观察着，不过雕像的眼中竟然是隐隐发出了一道微弱的光芒。随后这道光芒照在了陆天辰的武器之上，然后他便见到雕像的额头处竟然有一个紫色的晶石慢慢的向他飘来。虽然并不清楚这是什么情况，不过并未察觉到有任何危险。陆天辰伸出手来，将飘过来的紫色晶石接住，但是落到手上的紫色晶石竟然瞬间消失不见。咦，什么情况？他顿时一惊，在身上找了半天都没发现，最后竟然在背包中发现了这个紫色晶石。我并没有将这紫色晶石收入背包啊，他怎么跑进来的？陆天辰一阵疑惑，随即查看了一下这个紫色晶石是什么东西。阿贝尔的灵魂石，品级5，说明里面封印着守护天拳大陆6英雄之一的战神阿贝尔的残魂。这说明跟没说明一样，不过阿贝尔的灵魂石为什么会出现在我的背包内？陆天辰将手中的长剑举起，观察了一会儿，想起刚才雕像眼中的光芒似乎照在了自己的武器之上，难道是因为这把武器？陆天辰心中琢磨道。不过紫色晶石除了进入自己的背包以外，没有什么异常，也没有任何提示，琢磨不透，他也就不再多想，随即转头朝向村长那里走去。陆天辰没有注意的是，背包里的紫色晶石竟然开始缓慢地吞噬着陆天辰之前获得的黑色石头。第22章疯狂练级。陆天辰在新手村内穿行而过，几分钟就走到了村长那里。此时村长面前已经聚集了很多人，估计都是领取5级任务的。大约过了3分钟，他才终于挤到了村长的面前。村长接过了陆天辰递来的信件，缓缓打开，然后读了起来。随后他的眉头拧了起来，读完后将信收好，对陆天辰道：勇敢的冒险者，非常感谢你帮助了卡勒宾队长，不过我怀疑野狼岭深处已经有野兽发生了变异，可以请求你再次前往探查吗？既然还要前往野狼岭，虽说那里的怪等级不低，不过自己都已经杀腻了。不过现在主线任务的经验奖励相当不错，所以还是接受了。见陆天辰答应下来，村长的脸上明显浮现了一抹喜色，然后道：非常感谢你，勇敢的冒险者，请前往野狼岭收集30颗变异野狼的牙齿。村长说完便不再说话了，不过陆天辰却一愣，本以为任务会像卡勒宾一样击杀野狼，不过竟然是收集材料的任务。他的背包还放着35颗变异野狼的牙齿呢。随后他从背包中取出30颗变异野狼的牙齿递给了村长，正好省得再次排队了。村长见状也是一愣，然后道：勇敢的冒险者，没想到你的效率如此之快，这是给你的报酬，请收下。任务完成，获得奖励：经验值加300，铜币加50，声望加50。嘿，站着不动就把经验挣了，爽！将任务提交完，村长又是一副欲言又止的样子，很明显还有后续任务，这种才对嘛。之前村长1级任务做完，直接就断崖式到5级才有任务，那才叫不正常。陆天辰心底暗道，不过估计是游戏设定想让玩家们熟悉新手村才这么设定的。随即他主动对村长说道：还有什么可以帮忙的？村长犹豫了一会儿道：村内的几位长老对变异野狼的牙齿进行了研究，发现上面残存着些许魔气，我们怀疑野狼岭深处有着更加危险的东西，可以请你前往探索吗？就这么一会儿，你研究了个鬼。不过陆天辰还是一口应下，没问题。随后村长便道：勇敢的冒险者，前往野狼岭最深处，将双头野狼王的心脏带回来，我会给你丰厚的报酬的。嘿，丰厚的报酬？村长之前可从来没说过自己的报酬有多丰厚啊，看来这次的奖励非同一般啊。陆天辰一阵期待，之前击杀野狼王掉落的野狼王的心脏终于派上用场了，幸亏自己直接在野狼岭的外围直接杀到 BOSS， 现在任务品齐全，就不用跑来跑去的了。在背包中取出双头野狼王的心脏，直接递给村长。村长见到野狼王的心脏的时候吓了一跳，然后双手托起这颗心脏，然后激动的道：勇敢的冒险者，感谢你为村子做出的贡献，鉴于你是村子里第一个完成此任务的冒险者，在原有报酬的基础之上，特赋予你新手村英雄的称号。任务完成，获得奖励：经验值加1000，银币加20，声望加200，新手村英雄 X1。这个奖励确实已经相当丰厚了，不光经验给了1000点，连金钱奖励也变成了银币。不过第一个完成任务竟然还有称号奖励，还是先看看是什么属性吧。随即陆天辰打开了背包，查看了一下称号的属性。新手村英雄，品级普通，力量加10，智力加10，体质加10，
精神加10，敏捷加10，暴击率加1，攻击速度正3%，移动速度加3。注：献给新手村第1位斩杀狼王的特殊荣誉。这个称号的属性虽说不是很强，但是由于是特殊部位，而且加的属性比较全面，所以还算不错的了。貌似每个新手村只有1个人可以获得这个称号，不错。随后陆天辰将称号佩戴上，然后打开属性面板查看，属性又提升了一些。看了眼经验，还差40点经验就可以升级了。随后关闭了属性面板。见村长这次不说话了，应该是没任务了。陆天辰又尝试着问道：“还有什么可以帮助你的吗？”随后村长答道：“等你达到10级之后再来吧。”还是去升级吧。没有任务了，陆天辰不知道要刷什么。现在除了双头野狼王之外，陆天辰还没有看到其他10级的怪呢。话说那个小女孩怎么没有再出现了呢？不应该是个连环任务吗？还是先出去转一转吧。他先去铁匠霍勒那里花费20银币买了一个便携分解炉，这样他就可以在野外随时分解装备了。虽然有次数限制，不过这样就不用担心背包塞满的情况了。随即他换了个方向，出了村子，朝着南边一直走。期间也看到了一些个野怪，不过等级偏低，估计都没经验了，所以他也就没有浪费时间。天权这个游戏，新手村都这么大。大约走了40多分钟，陆天辰才发现一个从来没见过的怪。使用真视之眼查看了一下怪物属性：牛头护卫，等级10级，生命值4500，物理攻击力150，物理防御力70，攻击速度50%，移动速度45。终于遇到10级的怪了，而且看这样子数量不算少，就在这里升级吧。陆天辰一阵惊呼，10级 BOSS 他都杀了，还在乎这10级的普通怪？陆天辰手持长剑就冲进了牛群之中，一顿输出。最开始的时候，一只牛头护卫可提供70点经验值，不过陆天辰击杀一只牛头护卫就达到了7级。虽然随着陆天辰不断的升级，导致击杀牛头护卫获得的经验在慢慢的降低，但是这也不失为一处好的练级场所，因为这里怪物等级较高且比较密集。随着陆天辰一个践踏加横扫连招，面前的5只牛头护卫瞬间变为点点白光消失了。这已经是陆天辰击杀的第171只牛头护卫了。此时游戏提示也响了起来：恭喜您冒险者，您的等级提升，获得5点自由属性点，请根据喜好自由加点。当前等级 Level 10。第23章等级排行榜。连续刷怪这么久，太不容易了。陆天辰擦了擦头顶细密的汗珠，他都刷累了，不过终于升到10级了。首先将新获得的5点自由属性点按照3点力量、2点敏捷的分配方式加点，自从他达到7级之后就一直这么分配的。然后整理了一下战利品，最后击杀的5只牛头护卫包的装备没有一个是武器部位，所以陆天辰拿出便携分解炉全部分解。他这3个小时一共获得了20件2星子装武器，另外151件非武器全部分解，获得了302个稀有金尘。每只牛头怪掉落21枚铜币，总共获得了35银91铜。掉落的任务品牛头护卫的断脚一共171个。将20件武器以14000元的价格全部扔到拍卖行，不一会儿全部出售成功，扣除手续费到手266000元。陆天辰查看了一下背包，现在他有30金39银16铜，声望990点。终极生命药水 X4， 便携分解炉49200，蚕丝 X30， 野猪獠牙 X100， 锋利的狼牙 X100， 变异野狼的牙齿 X5， 牛头护卫的断脚 X171， 稀有金尘 X424， 阿贝尔的灵魂石 X1。陆天辰正清点着背包，不过他总觉得哪里不对劲。他自己琢磨了一会儿之后，突然想起来，踏马的野狼王抱的黑色石头呢？陆天辰百思不得其解。不过他看向阿贝尔的灵魂石，突然发现这灵魂石好像大了一圈啊，是我的错觉吗？黑色石头难道是被他吸收了？陆天辰挠了挠头，想不通。算了，反正黑色石头也不知道是什么东西，估计也不重要。想不通就不想了。陆天辰关闭了背包，先回新手村吧。10级了，不知道村长有啥任务发布。不过此时突然又听到了一道游戏提示音：新手村内有玩家达到10级，等级排行榜开启。等级排行榜终于开启了，虽然知道自己会领先一些，不过具体领先多少却是完全不清楚。陆天辰也是一阵好奇，随即打开了新出现的等级排行榜，只见自己的名字赫然在第1排的位置。第1名陈天10级 0%， 第2名低调如我8级 80%， 第3名夜宵8级 45%， 第10名狂狼狼王7级 0%。 排在第2的这个叫低调如我的弓箭手竟然已经马上9级了，他怎么做到的？我感觉我已经很干了，而且一直在越级杀怪，等级都没甩开太多。陆天辰一阵诧异，
还好自己上线之后一顿狂干，要不然等级就被超了。这个第10名好像是张少啊，这个蠢货前期那么好的装备就知道带妹，要不然也不会只排在第10名了。陆天辰看着等级排行榜，暗自点评道，随后将榜单关闭，直接取出背包内的回程卷轴使用了。3秒过后，陆天辰已经回到了新手村之内。回程卷轴真是方便，省了自己好多时间。陆天辰回到新手村之后，直接朝着村长的方向走去。一路上听到了不少玩家的议论声。你们听说了吗？之前触发幸运之子的玩家，貌似是咱们74866新手村的大佬。我听狂狼公会的人说的。兄弟，这事儿还用听别人说？你自己打开等级排行榜看看，第1名不就是陈天大佬吗？还真是啊，我昨天都通宵了，现在也看看6级而已。天权这游戏升级太慢了，而且5级之前村长只有1个主线任务，搞毛线啊！估计这游戏想让你在新手村附近转转吧。西里的农田那里就有击杀青菜虫的任务，貌似其他的地方也有，需要自己去探索。我记得咱们新手村有个卖稀有装备的大佬啊，现在怎么除了卖武器，其他的都不卖了？我还想着蹲拍卖行买点装备提升一波呢。兄弟，你 out 了。5级之后在铁匠铺霍勒那里完成引导任务，武器可以分解了，而分解获得的材料是强化必备材料。很多大佬都开始玩强化了。我们公会老大的2星金铁匕首已经强化到+6了。我操！大佬，公会还收人吗？有什么福利吗？虽然路过遇到的玩家都在讨论自己，不过他也无心理会。现在最主要的是先去村长那里看看有什么任务可领，然后再去铁匠铺那里再看一看。不一会儿，他就到了村长所在的位置。村长照例被里3层外3层的围住，挤了好半天，终于挤到他的面前，对他道：村长，我已经10级了。村长见到他之后一阵惊喜，勇敢的冒险者，你的等级竟然提升得如此之快。他顿了顿，叹了口气，然后又道：你的等级已经达到10级了，按理说你可以前往幽影森林营地了。不过从新手村所在的特洛平原前往幽影森林的路上，出现了一群从幽影森林跑出来的怪物，实力强大，并且里面更是有着实力强大的 BOSS。村子内的战士都是束手无策，但是如果不解决掉他们，恐怕所有的冒险者都会被永远困在新手村。说罢之后，又是唉声叹气的。陆天辰见状道：村长，怪物的位置告诉我即可，我去解决。听到陆天辰的回答，村长叹了口气，然后道：那些从幽影密林跑出来的怪是一群牛类怪物，出了村子朝南一直走就可以看到了。收集10个牛头护卫的断脚交给我，我会给你一定的报酬，你可要量力而行啊。听完村长的话，陆天辰露出了古怪的神情，因为自己背包中安静地摆放着171个牛头护卫的断脚。嘿，我还真是有先见之明啊！再次省去了来回跑任务的时间，陆天辰一阵欣喜。不过既然只要10个任务品，自己还剩100多个，消耗不完啊。随后他从背包中取出了10个断脚，递给了村长。村长见到陆天辰递过来的任务品一惊，然后道：冒险者，你这也太快了。第24章 SSS 即天赋。他感觉村长仿佛在骂他，在内心暗道：你才快，你全家都快。村长接过他递过来的任务品，任务显示完成了。陆天辰获得了500点经验、5枚银币、150点声望。不过虽然陆天辰之前在牛头护卫所在的区域练级，但是他并没有见到村长所说的 BOSS 啊，要是看到了的话，那他一定会顺手解决的。就在此时，村长说话了：勇敢的冒险者，我再一次清楚地了解了你的实力，我恳请你再次前往牛头领主的领地，并将其击杀，我会给予你丰厚的奖励。没问题。虽然不清楚牛头领主的位置，但是他还是一口应下。而且这次村长又说了丰厚的奖励，陆天辰很是期待，随即打开了任务栏查看。主线任务启程，前往幽影密林，前往牛头领主的领地，并将其击杀。进度01，奖励经验值加1000，银币加20，声望加200。奖励确实算得上丰厚。将任务栏关闭，他朝铁匠铺那里走去，发现此时铁匠霍勒的旁边竟然也聚集了不少的玩家。看来有钱人还不少啊，在装备淘汰的如此之快的前期，竟然舍得强化武器。不过陆天辰不知道的是，他们大部分人都在强化白装，毕竟对于他们来说，只有白装的获取难度是最低的。之前购买的分解炉耐久已经没多少了，所以他在霍勒那里又花费了20银币再次购买了一个。加20的金铁神剑要怎么处理呢？陆天辰到现在都不知道该怎么办。思考无果，他找霍勒攀谈：尊敬的霍勒先生，已强化的装备如果不想卖掉，要如何处理呢？霍勒捶打武器的动作停了下来，擦了下额头的汗，对陆天辰道：冒险者，如果不想出售的话，你可以选择分解啊。陆天辰无语了，
沃特玛加20的金铁神剑，你让我拿去分解，没有这么暴殄天物的吧？不过还是耐着性子问，如果是强化等级比较高的装备，分解获得的金尘会不一样吗？听了陆天辰的话，霍勒爽朗的大笑2声，然后道：冒险者，如果你的装备强化等级很高了，你还舍得分解吗？不过分解确实是根据你的强化等级来给予金尘的。霍勒很显然并不相信陆天辰舍得分解高强化武器，不过陆天辰却眼前一亮，他大概明白霍勒的意思了，随即走到分解台那里，直接将金铁神剑丢了进去。不一会儿，自己的背包中就多出了42个稀有金尘。对于其他人来说，强化满级的金铁神剑只换回42个金尘，那简直是亏到姥姥家了。不过对于陆天辰来说，这完全就是在卡 bug 呀，他没有任何损失。现在他的背包中有466个稀有金尘，如果强化紫装的话，估计一身装备都可以强化到满级。但是陆天辰想强化武器啊，不过这400多个稀有金尘貌似只能兑换4个传说金尘，而自己的武器是传说4星的，强化一次消耗的传说金尘就需要4个，虽然有提升，但是不大啊。如果以后可以多获得一些高级武器就好了，最好有一堆的 BOSS 给自己打。分解强化满级的装备可以返还金尘，但是武器也一并分解了，再加上他目前的属性刷怪没有什么压力，所以还是放弃了强化其他装备。杂货铺的老板已经把他珍藏的终极生命药水全部卖给自己了，估计没有什么可买的了，所以陆天辰准备去做主线任务。可是刚走了2步，陆天辰就被叫住了，请留步。陆天辰一愣，不知道是谁叫自己，不过听这语气貌似并没有什么恶意。他循着声音回过头，发现一个穿着一身初始的粗布麻衣、长相清秀的少年小跑了过来，后面还跟着2个彪形大汉和一个老者。这名老者一边跑还一边喊：少爷，等等我，等等我。这名清秀的少年最先跑到陆天辰面前，然后上下的打量起陆天辰。因为天权中游戏 ID 是没办法隐藏的，所以陆天辰也第一时间看到了这名少年的 ID， 低调如我。原来他就是等级排行榜的第2名。随即陆天辰也饶有兴趣开始打量低调如我。自己都已经一直在越级杀怪了，他不明白为什么眼前这个少年的等级提升的如此之快。之前跟在少年后面的2个彪形大汉首先到达，那个老者最后赶到，抬头看了下这个老者的 ID， 叫做老邱。这个老邱他有点印象，貌似在等级排行榜上是第4名，升级速度也相当快。老邱赶到之后，先是喘了2口粗气，然后道：少爷，你倒是等等我啊！哎呦，累死我了。不过那名叫做低调如我的少年却是并未理会，对着陆天辰开口道：原来你就是陈天，竟然比我升级都快，太强了！你的装备一定是最顶尖的，但是却将所有装备效果都隐藏了，竟然比我还低调。陆天辰看着他说话，竟然从他的眼中看出了崇拜。还未等陆天辰说话，那个叫老邱的上前一步道：陈天先生，我们无意冒犯，实在是有要事详谈，这里人多，可以借一步说话吗？陆天辰现在一身极品装备，他不惧任何人，而且现在所在的地方是新手村，再加上眼前4人如此客气，所以他便点了点头同意，随后伸出手示意老者带路。低调如我在原地蹦了蹦，就跟个孩子一样。叫做老邱的玩家会议随即在前面带路，大约走了3分钟，老邱将他带到新手村的一个餐馆里面。这个餐馆陆天辰路过了几次，虽然听说游戏内的食物和饮品也可以带来像现实中一样的感觉，但是他并没有进来这里享受过。众人坐下之后，老邱跟店老板点了一些食物之后，看了眼陆天辰，正准备说话，低调如我侧头对着陆天辰道：陈天大哥，咱们组队吧，我有 SSS 级天赋哦。第25章交易。陆天辰从昨天到现在一直是自己独自练级的，除了杀马特3人组和张少他们，他甚至没有和其他玩家沟通过。此刻听了少年的话，陆天辰一惊，心底暗道：竟然是 SSS 级天赋，难怪他可以升级这么快。没想到74866新手村还隐藏着 SSS 级天赋的玩家。不过陆天辰却并不想和其他人组队，所以便拒绝道：谢邀，我没有和其他人组队的习惯，如果只是这件事的话，那我便不奉陪了。说完之后，他起身准备走。此时老邱站了起来，满脸堆笑的道：陈天先生，陈天先生，还请坐。陆天辰虽然有了一些不耐，但是伸手不打笑脸人，他也很想知道这些人找自己所为何事。待得陆天辰再次坐下，老邱也察觉到了他的一丝不耐烦，不过却并未生气，缓缓的道：其实我们找到你还有其他的事情，如果我们猜测的不错，在拍卖行上大量出售稀有紫装的就是陈天先生吧。听了老邱的话，陆天辰并没有多么诧异，因为新手村拢共就1万人，之前或许还可以低调的隐藏，不过现在等级排行榜一出，自己的等级都达到10级了，不得不让人浮想联翩。
是勤奋加干就可以快速的提升等级吗？没有好的装备，刷怪都费劲，更何谈升级？而大量出售稀有装备的人，自己会没有极品装备佩戴吗？所以只要有心的人，应该都会推断出这个结果。所以他也没有什么隐瞒，点了点头道：“确实是我挂上去的。”虽然之前有所猜测，但是听到了陆天辰的话，老邱还是倒吸了一口冷气。此时那个少年说话了：“陈天大哥，我的天赋是 SSS 级暴击天赋，暴击率正 50%， 难道你的是暴率正 50% 吗？”陆天辰想起之前看到天拳官网论坛上也有人发文章说74866新手村有神级暴率天赋的玩家，估计好多人都把他的天赋往暴率方向联想了。不过对陆天辰来说这些都无所谓，因为他的天赋跟暴率没有一丁点关系。随即点了点头，然后道：“你这么理解倒是也可以。”老邱此刻激动地按了下桌子，身体前倾激动地说道：“果然如此，陈天先生，你的天赋真的很让人羡慕。”感觉自己有些失态，随后身体缓缓向后靠去，然后说道：“我们猜到了你为何不再继续出售2星子装了，或许是担心敌对的人穿着自己出售的装备对自己造成困扰吧。”说完之后顿了顿，抬头与陆天辰对视了一眼，见对方正笑着看着自己没说话，便继续说道：“陈天先生，你的担心不无道理，换作是我也会这么想。既然你无意与我们组队，所以我们想和你谈个合作。”陆天辰笑看着老邱，内心却暗道：眼前这个老头绝对不是选择形象选成老头，他绝必是个真老头，果然姜还是老的辣。不过老邱的话让他提起了一丝兴趣，他说道：“哦，请讲。”老邱将双手的10个手指交叉在一起，然后看向他道：“实不相瞒，我们公司打算在天拳中打拼出一份产业，而你出售的装备便是我们所急需的，有了你提供装备的支撑，我们会如虎添翼。”陆天辰听明白了，不就是想从他这里买装备吗？这也是他比较纠结的地方，如果将装备大量出售，就有可能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可是武器的爆率并不高，他上线之后杀了171只牛头护卫才爆了20件武器，出售之后也就获得了26万6千元。见陆天辰沉默不语，知道他并没有完全信任自己，而且他的顾虑也并没有得到解决。老邱接着道：“像那种我们永远不与你为敌的漂亮话，老邱我就不说了，咱们只谈些实际的。我们稳定的队伍一共10人，你可以先只卖给我们一些装备，后面如果你觉得放心了，再多卖给我们一些也可以。”见陆天辰还是犹豫不决，他继续说道：“装备我们可以出双倍的价格购买。”说完后，老邱盯着他等待答复。此时陆天辰经过内心中激烈的斗争，终于拜倒在金钱的淫威之下，笑了笑道：“那好吧。”他不知道的是，如果他再思考一会儿，老邱都准备报价3倍了。听了陆天辰的话，老邱暗松了一口气，虽然他们集团不差钱，不过也不是这么花的。随即向陆天辰发送了好友申请，陆天辰点击同意。加了好友之后，可以看到对方职业和等级，发现这个老邱的职业竟然是个牧师。我去，老奶爸！随即在脑海中想到了画面，老邱，乃我。打了个寒战，陆天辰发现低调如我也发来好友申请，索性一并同意了。他的职业是弓箭手，搭配 SSS 级的天赋，这个少年应该就是他们队伍的主力输出了。加完好友，老邱看着陆天辰，眼神中带着希冀。陆天辰道：“得过一阵了，装备全被我分解了，到时候打到新的装备，我再联系你。”虽然陆天辰现在并没有装备出售给他们，不过老邱也并没有表现得多么失望。背靠陆天辰这棵大树，也不急于一时。至于与他为敌，怕是傻子才会这么干。随后服务员 NPC 将菜端上来，他尝了一口，发现果然在游戏中吃东西都是最真实的感受。拿起一杯啤酒喝了起来，那清爽的感觉也与现实一般无二。不过就是价格比较贵，一杯啤酒都要1银币。虽然陆天辰现在金币足有30枚，不过也不会轻易把钱花在享受之上。吃完聊完之后，陆天辰告辞了。村长交代的主线任务还没做呢，陆天辰在村子的南门走出，然后朝着南边一直走去。不过路过一棵大树的时候，他看到了一道熟悉的身影，正躲在大树后面哭泣。咦，好眼熟！陆天辰好奇，然后倒退了几步，走近观察了一下。哎，这不是之前给自己发布收集兔皮任务的小女孩吗？第26章，奥利亚。之前他还纳闷呢，看小女孩发布的任务的名字明明是个连环任务，但是怎么交完任务就不见踪影了？这次终于遇到了，不过他为什么在哭？陆天辰走上前搭话：“你好，有什么可以帮你的吗？”听到他的话，小女孩抬头，发现竟然是之前帮助过自己的人，抹了2下眼泪，然后呜咽着道：“冒险者，本以为我将兔皮带给奥利亚师傅，他会很高兴，但是看到50只兔皮，他却相当生气，责骂了我一顿之后。”小女孩说着说着又哭了起来，无奈陆天辰只得等她哭完。稍微平复了一下心情之后，
小女孩继续道：“奥利亚师傅说我不是自己收集的，这次他让我收集锋利的狼牙 X100，野猪獠牙 X100，我根本打不过呀！冒险者，你可以帮帮我吗？”嗨，我正筹报的这么多任务品没地方处理呢，真是瞌睡了来枕头啊！听了他的话，陆天辰已经笑得合不拢嘴了，内心暗道，随即便应了下来。接完神秘小女孩的请求2这个任务后，陆天辰在背包中直接取出100个锋利的狼牙和100个野猪獠牙，递给了小女孩。小女孩明显一愣，然后道：“勇敢的冒险者，非常感谢你，这是给你的报酬。任务完成，获得奖励：经验值加500，银币加1，声望加100。虽然自己现在升级所需经验比较多，不过500点经验值也相当可观了。”小女孩高兴地拿着任务品，正准备走，转身突然愣在了原地。陆天辰也愣了一下，这啥时候出来的人？我咋没注意？只见一个金发碧眼的女人正拦在了小女孩的身前，然后凶狠地盯着自己。是的，没错，她正凶狠地盯着陆天辰。她被盯得一脸懵逼，这是什么情况？陆天辰试探地问道：“那个，有事儿？”只见眼前的人更加生气了，3步并作2步走到陆天辰的面前，对着他道：“我给艾米丽安排的历练任务，就是你帮她作弊的吗？”陆天辰恍然大悟，这个金发碧眼的女人应该就是小女孩口中说的奥利亚师傅了。第一次收集50张兔皮虽然比较难达成，倒是也还可以接受。不过第二次给小女孩艾米丽的任务，锋利的狼牙和野猪獠牙各要100个，确实有点过分。料想应该是奥利亚特意为难这个叫艾米丽，从而为了引出自己这个作弊者的手段吧。陆天辰一阵尴尬，自己帮小女孩作弊被抓包了。这是任务，这是剧情，这是任务，这是剧情。陆天辰在内心中对自己道，随后抬头尴尬地对奥利亚道：“幸会幸会。”奥利亚看陆天辰的样子，着实被气坏了，道：“帮着我的徒弟作弊，你很强势吧？那你给我带回来100个牛头护卫的断脚啊！”陆天辰一脸懵逼，合着你们师徒2人都是收破烂的？我正愁背包里的那么多任务品不知道怎么处理呢，要不要我把蚕丝啥的都打包出售给你们？随即陆天辰赶紧道：“好的，没问题。”然后任务栏里就多出了一个任务：奥利亚的刁难。陆天辰嘿嘿一笑，然后从背包中取出100个牛头护卫的断脚，递给了奥利亚。见他这么快就将任务完成了，奥利亚一愣，惊诧了好一会儿，才回过神来，将陆天辰递过来的任务品收下。对于大部分玩家来说，不管是兔皮狼牙、野猪獠牙，还是牛头护卫的断脚等材料的收集任务，都是相当困难的。按照天权任务品10%的爆率来计算，想获得100个任务品，至少要击杀1000只怪物，而且牛头护卫是10级怪，耗费的时间精力都是相当大的，也完全对得起隐藏任务的触发条件了。不过在陆天辰这儿却是轻松加愉快。小样，让你刁难我，没想到我这都能完成吧？我背包还好几10个呢。看着奥利亚傻愣的表情，陆天辰内心暗自得意。不过等了半天，完成任务的提示音都没有响起。陆天辰眉头微皱，沉声问道：“我完成了任务，奖励呢？”奥利亚正在思考，却被陆天辰打断，将任务品收好，给陆天辰发放了任务奖励。任务完成，任务奖励：经验值加1000，银币加2，声望加100。然后正色对陆天辰道：“勇敢的冒险者，我本想故意刁难一下你，没想到竟然真的能完成如此艰巨的任务。那件事你或许真的可以做得到。”陆天辰听得云里雾里，哪件事？前一秒还在刁难我，听这意思又有任务了。随即含糊的道：“啊，没错，那件事我一定可以做得到。不过鬼知道他在说什么。”奥利亚听了陆天辰的回答，激动的道：“真的？根据我的调查，现在特洛平原上大量的野兽发生变异，并且性情狂暴，都是因为魔气的入侵。经过我这么久的调查，可以确定有一处地方魔气极为浓郁。勇敢的冒险者，请你前往目的地探索，并遏制魔气继续扩散。”没问题。陆天辰本着有任务不做王八蛋的宗旨，果断地接取了任务，随即打开了任务栏，查看接取的任务。隐藏任务：探索魔气的源头，与奥利亚一起前往魔渊地宫探索。任务奖励：未知。隐藏任务，竟然是隐藏任务。天权官方貌似隐约地表示过，隐藏任务会有丰厚的奖励。不枉自己给艾米丽和奥利亚那么多任务品，换到一个隐藏任务，血赚啊！奖励现在竟然无法查看，不过未知才更让期待感拉满。平复下激动的心情，陆天辰心底暗自琢磨，本来想去做村长的任务，继续前往下一片区域，现在来了个隐藏任务。不过大概纠结了一会儿之后，他就决定先去做隐藏任务，因为他如果将村长的任务完成，玩家们就都可以前往下一个区域了。随即转头对奥利亚道：“走吧，任务地点在哪里？因为要前往的地方可能相对危险，
奥利亚嘱咐艾米丽返回住处，随后带领陆天辰朝任务地点走去。第27章暗夜公会。此时在特洛平原距离新手村很远的地方，这里的地形很奇怪，一边是平原，另外一边却是森林，而两者之间却被一个100米宽的超大裂缝所隔开。而森林密布的那边正是玩家将要前往的下一站幽隐密林。不过这也是为什么每个新手村前往幽隐密林的道路只有一条，就是因为这100米距离的大裂缝实在难以跨越。特洛平原的边缘处本是相当偏僻的地方，现在放眼望去，这里竟然约莫有着500多名玩家正在此处练级杀怪。随着一道白光消散，一名叫做夜莺的女性玩家上前捡起怪物掉落的铜币和装备，回头道：“会长，掉装备了。”只见在这名玩家的后面，有一个长相阴狠的中年男子将手中的匕首收回背包。这赫然是等级排行榜排名第3的刺客叶宵。听了他的话，叶宵慢悠悠的点头道：“随即夜莺将这件装备交给了叶宵。看了装备之后，他嗤之以鼻，又是蓝装，虽然是2星的，但是并没有1星紫装属性好。随即便将装备又扔给了回去。夜莺知道这是因为他看不上这件装备的属性，正好也是自己可以佩戴的部位，所以就佩戴上了。之前卖稀有装备的玩家找到了吗？叶宵问道。还没有找到，那名玩家是匿名上架装备的，不过现在等级排行榜开启了，我怀疑很有可能是排名第1叫做陈天的玩家。夜莺分析道。点了点头，叶宵道：“抓紧时间找到这个叫陈天的人，他将是我们制霸天权很重要的一颗棋子。”他随后环视了一下周围正在打怪练级的众人，继续道：“下面的人爆出稀有装备，要第一时间上交，让核心层优先使用，先让一些人的装备提升上去，我们才能去攻略 BOSS。” 这一片区域是他的暗夜公会的一名玩家发现的，虽然位置远离新手村，属于比较偏远的地方，可这里的野怪却是相当丰富，而且密集。随即夜宵就带着全公会500多人赶往这里升级。虽然他们公会人数众多，不过野怪的刷新速度竟然可以和他们杀怪的速度保持一致，所以他便吩咐几个小弟在出入口把门，不让其他玩家进入。正是因为如此，虽然他的天赋只是个 S 级的天赋，不过他的等级却提升得飞快，一跃成为了排行榜第3的存在。再次在背包中取出自己的金铁匕首，这个匕首竟然与其他的武器有所不同，上面竟然隐隐地散发着淡淡的幽蓝色光芒。不过他们公会的人都清楚，这是一把加6的金铁匕首。看着自己的匕首，他喃喃道：“陈天。”随后他再次冲向面前的怪物，虽然这个怪物等级已经达到了8级，但是他却利用精巧的走位而做到不被攻击到一下。而野怪的身上时不时地飘出40的红色伤害提示。此时的陆天辰正被奥利亚带着在特洛平原上走着。我说奥利亚还有多久能到啊？咱这都走1个多小时了。陆天辰在后面跟着，忍不住地问道。从接取任务开始，他们光赶路就用了1小时10分钟，眼瞅着时间已经接近中午了。奥利亚回头说道：“快了快了，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就在前面。”神他妈的快到了，上次你就是这么说的。陆天辰忍不住嘀咕道。眼看已经快到吃午饭的时间了，不过父母去总医院做全身检查，估计也不会这么早回来。虽然母亲在临走前已经给他做好了饭菜，但是陆天辰此时却并没有很饿，所以也就继续跟在奥利亚的身后，只能自己安慰自己。隐藏任务吗？哪有那么简单的？大约又前进了10几分钟后，奥利亚身体一顿，回头对他道：“到了，就是前面。”嗨，终于到了，真不容易。陆天辰在内心中吐槽着，然后抬头看去，貌似已经走到了特洛平原的最边缘处，隔着几百米，竟然都看到幽隐密林的树木了。这他妈到底带我走了多远？不过前面怎么还有10几个人站岗呢？既然可以看到 ID， 说明都是玩家，都是以叶开头的 ID， 是一个公会的人。陆天辰一阵好奇，为什么这里会有玩家？随后他便走上前去，那10几名玩家也第一时间发现了他，然后他们齐齐地围了上来。其中一名玩家上前说道：“暗夜公会练级区域，闲杂人等不得入内。”陆天辰顿时乐了，内心暗想：还闲杂人等不得入内？你真当你是带刀护卫了？不过这个暗夜公会他没听过，还真是霸道啊！随即陆天辰上前一步，谁成想这10几名玩家见陆天辰继续上前，竟然二话不说直接出手。不过陆天辰拥有着3080点生命值，56点物理防御，虽然移动速度也达到了98点，不过他也并不想让自己平白无故多出是10几罪恶值，所以任由他们的攻击打在自己的身上。随即10几道最高不超过15的伤害提示在陆天辰的头顶飘出，而且这10几个人中甚至有一半都无法对陆天辰破防。眼前的几人大惊，刚想转身退去，
不过陆天辰哪里会放过他们，技能横扫发动。虽然他们穿戴的装备不同，但是看他们头顶的伤害提示，最低一个人都受到了880点的暴击伤害。在这么高伤害之下，10几个人毫无疑问全部被瞬间秒杀。捡起地上散落的10几件装备，陆天辰忍不住的吐槽道：“这也太穷了吧，连个蓝装都没有。”只见远处有一名玩家看到了这边的情形，吓得亡魂皆冒，慌慌张张的往回跑去。陆天辰虽然看到了他，不过距离过远，也就没去追击。眼前的问题解决了，奥利亚带着陆天辰继续向任务地点走去，而那个逃跑的人慌张的来到了暗夜工会会长叶宵这里。第28章，杀疯了。那人喘了2口粗气，然后道：“会长，有人发现咱们练级的地点了，负责拦截的10几个兄弟都被击杀了。”叶宵手中的匕首不停在面前野怪的身上连续刺了2下，野怪化作一道白光消失了，然后问道：“对面几个人？”2个人。听了小弟的回答，叶宵沉吟了起来。他清楚自己派往拦截的人实力都不强，不过可以2个人击杀10几个人，估计实力也相当不错了。随即转头道：“叶鹰，你带100个5级以上的兄弟去阻拦，我们的练级地点不能让其他人进来。”好的，会长叶鹰得令，直接就去调集人手了。随即在那名玩家的带领之下，向着陆天辰他们的方向赶去。此时陆天辰并没有着急赶路，而是将获得的装备全部丢到了拍卖行。由于自己很少出售普通装备，所以他并不清楚市场行情，但也懒得去拍卖行看，所以全部选择拍卖模式。拍卖时间选择最少的5分钟，然后一边赶路一边等着拍卖结束。5分钟后，拍卖成功，扣除15%拍卖手续费，直接收获了1120元。太少了吧？之前卖4件零星的新手武器还卖了600多元呢，现在10几件装备才这么点钱。上架的时候我注意到，这些虽然只是白装，但是都是2星的白装，合着1件2星白装才100多。不过陆天辰也已经释然了，看了眼时间，现在已经12点多了。天权这款游戏已经开服24个多小时了，而白装有着10%的爆率，再加上天权玩家都有一身的肝，白装烂大街也就不难理解了。不过蚊子再小也是肉，反正这些装备都是送上门来的。随后便关闭了拍卖行。不过他察觉到了左手边有动静，陆天辰向左转头看去，忽然一道剑矢破空而来，他高达98点的移动速度，轻轻松松的就躲开了这道攻击。不过眼神一冷，盯着剑矢射来的方向。陆天辰发现那边竟然陆陆续续的聚集了100来号人，而这些人游戏 ID 清一色的都是以叶为开头的。陆天辰暗道，这些人为首的应该是这个 ID 叫做夜莺的女人，看来和之前自己击杀的10几个人都属于暗夜工会的了。不过以为人数多就可以解决问题吗？夜莺见对方只有1人，另一个看样子应该是个 NPC， 他一句话不说，直接挥手示意，手底下几十名玩家直接蜂拥而上，冲着陆天辰扑去。而站在原地的玩家包括夜莺，则是15个弓箭手拉弓射箭，向着陆天辰攻击而去。而最后方则是8名牧师，准备随时给他们补状态。陆天辰眼神一凝，这些人倒是懂得阵容的搭配。之前10几个人，陆天辰为了不让自己上涨罪恶值，倒是可以拖大。现在100多名玩家分工合理，一起对自己发起攻击，他却是不敢大意。因为自己的物理防御为56点，而只要玩家达到了5级，基础的物理攻击就有50点，而每升1级可以获得2点力量，这样就可以对自己破防了。如果是全力量加点的玩家，伤害会更高。而且这还是在没有计算装备和天赋的基础之上。就算一人对自己造成10几点伤害，这么多玩家的一次攻击就可以让自己的生命值蒸发1半了。只见夜莺这些弓箭手已经攻击出手，陆天辰不准备在原地硬抗伤害。在高达98点移动速度的加持之下，陆天辰瞬间离开了原地，躲避了箭矢的攻击。陆天辰的身上闪现出了多个 miss， 他的速度就像使用了技能重击冲锋一样，移动到距离最近的一名玩家的身前。此时大约有40几名玩家向他围扑过来，技能横扫瞬间发动。这些玩家大部分等级都在6到7级左右，加上防具提供的生命值加成，总血量也无非就在700到900点之间。陆天辰这个技能下去，每个人的头顶都飘出了800多点的暴击伤害，他仿佛施展了一个血条消失术。攻击范围内的40几名玩家，瞬间有30几名玩家快速回城了，只剩下10几个人，血量也所剩不多。在远处的夜莺一惊，冷汗直冒，他太拖大了，竟然没有注意到眼前这个人的游戏 ID， 这不就是他们在寻找的等级排行榜第1的陈天吗？不过此时这么乱的战斗，他已经无力阻止。陆天辰此时已经杀疯了，技能横扫释放完之后，又有一群玩家一拥而上，自己则是再次发动技能践踏。
对周围玩家造成大量伤害的同时，将齐炫晕住。随后就是陆天辰的屠杀时间，奶妈那点恢复粮都可以忽略不计了。虽然零星有几道攻击对陆天辰造成了伤害，不过单次伤害最多不超过几十点，完全在陆天辰的承受范围之内。大约过去了2-3分钟，陆天辰将这支队伍的近战玩家全部送回泉水了。随后陆天辰看向夜莺的方向，除了第一次攻击射来箭矢之外，之后的战斗他们竟然没有继续出手了，这是为啥？陆天辰内心疑惑。殊不知夜莺是因为看到了陈天这个 ID， 虽然无力阻止下面的战斗，但是他却制止了周围的弓箭手们。不过无所谓，出手了就是出手了，我这儿可不卖后悔药。陆天辰眼神一凝，随即使用重击冲锋，急速冲向夜莺。见他还想继续攻击，夜莺张开嘴正准备说什么，不待他出声，陆天辰3-2个技能就将他们都送回泉水了。一粒粒的白色光点在新手村的泉水处慢慢的汇聚，最后变为一道身影。这道身影赫然便是刚刚被陆天辰击杀的夜莺。复活的第一时间，他打开社交栏，跟他们的会长汇报了情况。会长，我们都被击杀了。此时叶宵打开夜莺发来的消息，眉头却是一皱，然后道：不是仅有2个人吗？2个人可以把你们全部击杀。夜莺明显感受到了会长话里的怒气，而且他明知对面是会长想要拉拢的陈天，却因为自己的疏忽大意下了错误的命令，交好不成反倒交恶了。他犹豫了片刻之后道：会长，对面是那个叫陈天的玩家，我提出拉拢，谁成想那家伙直接就对会内的兄弟们出手了。第29章黑色石台。听了夜莺的话，叶宵眉头一皱，这陈天竟然这么霸道。不对啊，性格如此霸道的一个人，定然也是十分张扬的人，为什么会匿名在拍卖行卖装备呢？叶宵眉毛拧在一起，他有些看不透。因为天权中的游戏 ID 是无法隐藏的，所以他判断夜莺看到了陈天的 ID 是不会主动与其为敌的，那是不智之举。难道之前一直在隐忍，现在觉得自己无敌了，所以就暴露了本性，变得嚣张跋扈？他思来想去，看来只能是因为这个原因了。一个人就将100人的队伍击杀，在这个新手村确实已经可以称得上无敌了。哼，本来还以为是一把好手，还想让其作为自己的左右手来拉拢，原来只是个嚣张跋扈之辈。装备再强，一个人的能力也是有限的。叶宵内心暗道。当得知夜莺阻止弓箭手在远处攻击的事情后，他对陆天辰就更加嗤之以鼻了。你联系复活的会内兄弟，速度来这里集合，我去会一会这个陈天。叶宵对着夜莺吩咐道，然后转身对着旁边的小弟道：召集所有人跟我走。此时陆天辰这边还在一件一件的捡地上掉落的装备，只见地上零零散散的掉落了大约100件装备，大多数人掉落的装备都是白装和蓝装，倒是那个叫夜莺的玩家掉落了一件2星紫装金铁长弓，不过也仅此而已了。照例100来件装备全部丢到拍卖行，拍卖模式5分钟，一气呵成。虽然大部分为白装和蓝装，但是由于基数比较大，5分钟后全部拍卖成功，扣除手续费，一共获得66300元。而那一件2星金铁长弓则留在了背包内，陆天辰准备留着卖给老邱。老邱可是承诺双倍价钱购买啊，那这一件装备的价值就赶得上刚才出售蓝装白装的一半了。关闭背包，陆天辰内心暗自庆幸，刚开始做了决定，将装备都分解成金尘还有点惋惜，那可都是白花花的银子啊。不过幸亏自己打出来的2星防装一件没卖，要是被他们买去，我估计很难轻易的击杀100个懂得配合的玩家。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的事情他可不会干。以后打出来的装备先出售一部分给老邱他们工会吧，如果确实值得信任，也可以大量的出售给他们。不过打铁还需自身硬，将自己的装备迅速提升才是最主要的。在心中思虑过后，陆天辰朝着奥利亚点头示意，奥利亚随即转身继续向着原定的方向走去，而陆天辰则紧随其后。大约又前进了7-8分钟，视野内出现了大量的怪物，密密麻麻的，大约有100来只。陆天辰现在一心只想做完这个隐藏任务，然后赶紧前往下一个地图。所以面前虽然有很多适应等级的野怪，但是他并没有刷怪的欲望。不过奥利亚却对着他说，冒险者，我能感受到魔气就在那些怪物所处的中心之处散发而出，然后给了陆天辰一个眼神，那眼神的意思分明就是上吧。奥利给。陆天辰无奈，随即使用真实之眼查看怪物属性。变异犀牛，等级10级，生命值6000，物理攻击力100，物理防御力100，攻击速度50%，移动速度45%。虽然攻击力并没有牛头护卫高，但是这血量和防御却比牛头护卫高了不少。不过这种属性对于陆天辰来说却是小儿科。
随即他便拔出长剑，冲向了变异犀牛中。因为变异犀牛的攻击力比较低，再加上他的移速都已经接近100了，所以同时引了20多只犀牛刷了起来。不过仗着超高的移速和神级天赋，最后也是有惊无险。大约过了10几分钟，眼前的100多只变异犀牛全部都被击杀，也正好把自己的罪恶值全部清除了。经验值也再次上涨了2000点，此时经验已经达到了40243500，不过却并没有达到11级。料想应该是到下一个地图才可以提升等级吧。陆天辰一件一件拾起，最后了28银60铜，130件2星稀有紫装，其中30件武器部位。奇怪的是，这一次竟然没有掉落任务品，可能是没有任务需要击杀变异犀牛掉落的东西吧。唉，装备太多了，背包都已经放不下了，先卖给老邱一波吧。随后便打开社交，上面只有2个好友，一个是老邱，一个是低调如我。老邱，你要装备不要？陆天辰给他发送了一条消息。大约过了5秒钟，他就回复了，要，有多少要多少，还是说好的价格，双倍。不过陆天辰却道，我不可能卖给你太多，这次卖给你31件武器和50件其他部位，当然都是2星紫装。至于后续的合作如何，再看吧。他给陆天辰回消息道，没问题。2星稀有武器市场价每件14000元，而其他部位市场价每件1万元，双倍价格的话，一共是1868000元。随后陆天辰一件件的将装备放入交易界面，老邱也输入金额，最后同时选择同意交易。交易完成，老邱高兴坏了，他刚才光顾着计算价格和交易了，甚至都忘了奶队友。陆天辰之前见过的彪形大汉此时正在极力的引怪，不过老邱此时正在满脸堆笑的给陆天辰回消息，哪里能注意到这些。待得老邱抬起头，那名壮汉已经变成白光消散了。陆天辰心情大好，竟然直接收获了180多万，他甚至都有将剩下的装备全部都卖给老邱的打算。不过理智还是告诉他不能这么做。平复下激动的心情，陆天辰拿出分解炉，将没卖给老邱的50件装备全部分解。其中一台分解机原本耐久度只剩下49点，所以陆天辰拿出第2次购买的分解炉分解了最后一件装备，成功获得100个稀有金尘。陆天辰清理完野怪后，前方出现了一大块空地，而空地上则出现了一个圆形的漆黑色石台。奥利亚走过去，围绕着石台转了2圈，然后附耳听了一会儿，随即抬头对陆天辰道，冒险者，我能感受到魔气就是从这里源源不断散发出来。第30章，臣妾做不到啊。此时陆天辰也上前查看，发现这个漆黑的石台透着古朴与神秘，石台的颜色比纯黑色还要黑，看一眼就仿佛盯着深渊一样。陆天辰围绕着石台转了2圈，并没有发现什么，抽出长剑问道，那接下来要如何？击碎这个石台吗？听了他的话，奥利亚一惊，赶忙张开手拦在陆天辰和石台的中间，慌张的道，这石台是专门用来封印魔物的，你要是击碎的话，里面的魔物跑出来可怎么办？听了他的话，陆天辰将长剑收起，双手一摊说道，那下一步要干嘛？奥利亚却不理会陆天辰，只见他双手扶着神秘石台的2侧，闭眼细心感受着什么。大约过了几秒钟之后，石台竟然缓缓地旋转了起来，渐渐地旋转得越来越快，最后突然爆发出一股狂猛的吸力。2人都是一惊，周围都是平原，并没有什么可以抓住的东西。奥利亚第一时间就被吸了进去，陆天辰赶紧拔出长剑插在地面之上，想以此对抗着狂猛的吸力。不过奈何吸力越来越大，最后土壤松动，长剑脱离了地面，他也被瞬间吸进了这黑色的石台之中。醒醒，冒险者，你醒醒！仿佛听见了有人在叫自己，陆天辰缓缓地睁开了眼睛。叫醒自己的自然是最先被黑色石台吸进来的奥利亚。陆天辰随后环视四周，发现自己所处的位置就像一个地宫一样，虽然环境黑暗，但是周围却零星的有一些火把可以提供照明。他所处的地宫房间只有一条长长通道，虽然通道的左右零星的悬挂着火把，不过却是一眼望不到尽头，具体通往哪里不得而知。陆天辰明明知道这只是副本而已，不过却给人一种森寒的感觉。起身将掉落的武器收入背包，这他妈100%的虚拟度也不太好啊！下个隐藏副本怎么感觉浑身冒凉气啊？随即闭上眼睛，心底默念，自己安慰自己，这只是个副本，这只是个副本。10秒钟之后，催眠成功。陆天辰睁开眼睛，双眼冒出一抹金光，沿着唯一的一条通道向前走去，而奥利亚则跟在自己的后面。大约向前走了几分钟，陆天辰发现前面的光线密集起来，随后加快地走了2步，而映入眼帘的却是一个圆形的场地，场地的最中间赫然是一个古朴的王座，而王座的上面一道黑影赫然正坐在王座之上。用作来描述其实并不贴切，这道黑影并没有实体，
更像是飘在王座之上。不过这道身影竟然还被2个大大的银色锁链交叉捆缚着。陆天辰很是惊奇，明明是个影子形态，却可以被锁链捆缚住。后面的奥利亚上前一步，震惊的道：“他是魔王麾下的七幽影之一。”七幽影？陆天辰一阵疑惑，看眼前这道黑影，很像他刚进入游戏的时候看到的黑色魔影，不过却是小了不知道多少。陆天辰第一时间使用真实之眼查看属性：幽影布拉德里克，隐藏 BOSS， 等级未知，生命值未知，物理攻击力未知，魔法攻击力未知，物理防御力未知，魔法防御力未知，暴击率未知，攻击速度未知，移动速度未知。陆天辰一愣，这什么情况？怎么除了名字之外，其他属性都是未知？不过陆天辰略一思索就反应了过来，真实之眼这个技能效果是可以查看等级不高于自身10级的怪物的属性，也就是说眼前这个怪物至少比自己等级高10级。想通缘由，陆天辰一惊，而且这怪都有名字了，很明显并不是只比自己高10级那么简单。随即他转头对奥利亚道：“这就是你说的我可以做得到的事？这臣妾做不到啊。”陆天辰无了个大语，且不说打得过打不过，这属性都看不到，心底没底啊。虽说死了可以复活，可是也没有谁会明知不敌主动送死的。此时奥利亚正盯着王座上的 BOSS 沉思，大约又过了几秒钟后，奥利亚转头对陆天辰道：“据我观察，虽然七幽影每一个都实力强绝，但是眼前的幽影明显处于封禁状态，看样子应该是被某人使用特殊手段封禁在此。如果是全盛时期，现在早已对我们出手了。”听了奥利亚的话，陆天辰再次看向王座上的黑色幽影，那银白色的锁链与他漆黑的身体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而锁链上还隐约闪烁着微弱的银白色亮光，好像在汲取漆黑幽影的力量。陆天辰还是觉得心里没底，他自认为自己的属性已经相当强力了，甚至当时5级的时候就可以越级击杀10级的野外 BOSS。 不过未知的才是最恐惧的，眼前的 BOSS 属性未知，技能未知。但是他突然想到一件事情，细心观察起了周围的空间，眼前是一个圆形的场地，而其他方向并没有通道之类的，也就是说他所走过的通道便是唯一的通道。而来之前和路上他都有仔细观察，貌似并没有出口之类的地方。也就是说，要么我击杀这个 BOSS 逃出去，要么被击杀快速回城。能有多少胜算他不清楚，他现在只希望千万不要把武器爆出去。幸好在新手村中有等级保护机制，前10级死亡时不会掉级的，要不然他死亡了都要被低调如我反超了。陆天辰没有其他办法了，虽然还不清楚和眼前 BOSS 的差距，但是也只能硬着头皮上了。不过正当他准备上前的时候，奥利亚拦住了他。陆天辰回头看去，只见奥利亚在口袋里翻找着什么，随后在他的口袋中竟然掏出了一个卷轴样式的物品，准备递给陆天辰。自从进入游戏之后，陆天辰只见过2种卷轴，一种是技能卷轴，在击杀兔兔男爵和野猪战士的时候各报了一个普通技能卷轴；另外一种是召唤卷轴，是他在击杀双头野狼王掉落的高级召唤卷轴。在联想到天权官网之前透露过，隐藏任务也可以获得技能卷轴。陆天辰舔了舔嘴巴，接过奥利亚递过来的卷轴，内心不由得期待了起来。第31章镜像分身。陆天辰接过奥利亚递过来的卷轴，第一时间查看了起来。镜像分身，品级传说，类型技能卷轴，职业要求全职业，效果消耗 10% 最大生命值，召唤镜像分身，持续时间5分钟。镜像分身继承 80% 本体当前属性，包括目前所穿戴装备属性，但不包括装备技能效果，冷却时间9分钟。果然是技能卷轴，而且品级竟然是传说的。陆天辰嘴巴都咧到了耳根处了。而且最主要的就是，这竟然是一个分身技能。如果召唤出来协助战斗的话， 80% 的当前属性也相当强悍。而且这也代表着面对危险，陆天辰完全可以召唤一个镜像分身前往查探，代价仅仅是损失 10% 的生命值而已。陆天辰有着 100% 吸血的神级天赋，这点血量他根本不在乎，管他3721，既然是白送的，先学了再说。得到这个传说技能，被这 BOSS 击杀都赚了。陆天辰第一时间将卷轴上的丝线拆开，片刻后技能栏就多出了一个技能。意念一动，发动技能镜像分身，陆天辰的头顶直接飘出一道308的白色真实伤害，消耗 10% 生命值。陆天辰的面前出现了一面镜子，这面镜子和他的身高等高，镜子内映射出陆天辰的面容。随后眼前的镜子竟然轰然碎裂，不过镜子中的自己却并没有随着镜子的碎裂而消失。他好奇地上前打量着镜像分身，看着
竟然和自己没有任何区别，完全无法通过外观、神态和行为等进行分辨。要说有不一样的，那就是陆天辰举起右手，镜像分身也举起了右手。当然，这只右手是和陆天辰一侧的手，在分身的角度，他举起的就是左手。不过无所谓，只要这道分身完全由自己操控，就没问题了。召唤完镜像分身，陆天辰转头看向王座上的幽影，接下来就是想办法击杀他，或者被他击杀吧。胜算未知，陆天辰自然不可能冒冒失失的上前攻击，索性现在召唤出了镜像分身。镜像分身继承了自己 80% 的当前属性，攻击力足有451点，这属性放在新手村也是相当炸裂的存在了。陆天辰和奥利亚躲在了一个角落，意念控制着镜像分身慢慢的走向王座上的幽影。幽影应该是一直在沉睡着，以至于陆天辰和奥利亚的交谈他都没有听到。镜像分身走到幽影旁边，并没有惊动他，随后抽出长剑，镜像分身竟然连武器都可以幻化出来，左手高高举起，避开了锁链，直接砍在了幽影的身上。随即幽影布拉德里克的头顶飘出了902暴击的红色伤害提示。陆天辰一阵惊诧，继承 80% 的属性之后，分身总共就拥有451点的物理攻击，就算触发暴击无非就是902点伤害，为何会造成全额伤害？而且镜像分身虽然无法继承技能，但是貌似天赋是可以继承的，因为随着镜像分身的一剑劈下，自己刚才损失的 10% 生命值竟然是瞬间恢复满了。至于为什么分身的攻击会回复自己的生命值，他只能理解为分身目前未损失生命值，神级天赋产生的血之精华直接回馈到了自己这个本体的身上。随着镜像分身的一剑劈下，王座上的幽影受到了伤害，竟然剧烈的抖动起来，带动着银色的锁链一起抖动起来，然后睁开一双幽蓝色的眼瞳，他赫然清醒了过来。幽影布拉德里克的那双幽蓝色的眼瞳竟然占据了身体的一半，他没有盯着镜像分身，而是冲着陆天辰藏身的方向看去，仿佛他可以分得清正在攻击自己的只是一道分身。随即双瞳下方咧起了一张森寒的大嘴，结，他竟然张开大嘴笑了起来，那笑声尖锐刺耳，就仿佛是音波攻击，以至于躲在一旁的陆天辰和奥利亚都忍不住捂住了耳朵。这尖锐刺耳的笑声竟然持续了10几秒钟才停止，虽然血量并未下降，但是陆天辰的脑袋竟然有了阵阵的晕眩感觉。镜像分身倒是并没有受到影响，自己的攻击速度足有 122%， 继承 80% 之后也足有将近100点的攻击速度，这足以保证分身可以1秒左右攻击一次。这10几秒的时间，分身至少攻击了10几下，当然也是刀刀暴击，造成了近1万点的伤害。虽然造成了如此高额的伤害，陆天辰也无法判断幽影具体剩余多少生命值。不过好消息还是有的，那就是分身每次攻击都可以造成全额伤害。分身连技能都无法继承，要说他可以无视防御的话，他自己都不信。所以只有一种可能，不知什么原因，幽影布拉德里克的物理防御力竟然是0。陆天辰思索着，随后将目光定格在捆缚幽影的银色锁链上。幽影布拉德里克尖笑完，又张开嘴怒吼，发出的声音嘶哑且尖锐。啊！蝼蚁！实力如此孱弱的蝼蚁竟然胆敢挑衅我布拉德里克！啊！这是幽影的耻辱！啊！耻辱！布拉德里克一边奋力的嘶吼，一边在剧烈的抖动着。不过他抖动的越厉害，银色锁链上的光芒却越盛，仿佛抽取他精力的速度也愈快。陆天辰此时安心不少，虽然眼前的幽影无法看透等级，但是现在看来可以得到2点判断：一是他并没有办法移动，准确的说是无法挣脱锁链的捆缚；二是由于某些特殊原因，他的防御力已经降到了0点。这些情况对目前的陆天辰来说无疑是相当有利的，或许自己与分身一起上前输出会更早的解决 BOSS。 不过这一念头出现在脑海，被他第一时间甩了出去。理智告诉他需要再观察一下。幽影布拉德里克挣脱无果，而分身此时还在那里一刻不停地输出着。他显得更加愤怒了，继续大吼道：啊！阿贝尔！可恶的阿贝尔！10万年了，竟然将我封禁至此10万年！好，蝼蚁！可恶，为何不敢现身？陆天辰一惊，他竟然知道攻击他的并不是本体。我说他怎么到现在都没有攻击分身，可能并不是无法攻击，他或许想等自己现身，然后给自己致命的一击。第32章，闯祸了。想通缘由的他惊出一身冷汗，这个幽影竟然有如此心机，一直不攻击分身，制造出无法出手的假象，就为等待自己出去一击必杀。还好刚才我并没有出去和分身一起输出，果然还是苟着比较好。陆天辰暗自庆幸，既然你这么希望我出去，我偏不出去。分身除了无法使用自身的技能，单轮输出并不比本体差多少。
搞不好这个 BOSS 有着能秒杀我的能力，但目前无法攻击到自己。或许是攻击距离不够，而且他宁可放任分身持续的攻击都不发动杀招。也许技能有使用限制，所以他必须做到一击必杀。不得不说，虽然无法看到技能，陆天辰的分析已经8、9不离十了。魔王麾下7幽影之一，巅峰时期手段何其之多，奈何被英雄阿贝尔暴力封禁，此时的实力已经不及全盛时期的1/1000。不过不管他如何嘶吼，陆天辰自岿然不动。大约又过了一会儿，分身持续时间到了，在幽影布拉德里克的王座下轰然碎裂，然后变成一片片金粉消散。既然持续时间结束了，陆天辰只得等技能等 CD。 这 BOSS 到底有多少血啊？陆天辰大概计算了一下，刚才的5分钟镜像分身至少造成了20几万的伤害，这也更坚定了陆天辰要继续苟着输出的决心。大约又过了4分钟，镜像分身的冷却时间好了，陆天辰再次使用，再次控制着分身向前。见到分身再次出现，幽影布拉德里克嘶吼的声音竟然戛然而止。陆天辰侧头看去，虽然银色锁链光芒大盛，不过黑色幽影的身上竟然还是有丝丝黑色的魔气渗透进地宫的地面之下。此时分身距离幽影仅3步之远，不过陆天辰注意分身所处的地面开始有丝丝黑色的魔气在蠕动着。因为不清楚幽影布拉德里克具体有什么技能和底牌，所以陆天辰第一时间控制分身向右闪避开去。分身刚刚离开原地，只见地面上那团黑色的魔气豁然变成了一道坚硬的利剑。虽然分身已经侧开身离开原地，不过那一道由黑色魔气凝结而成的利剑竟然也向右一侧刺了出去。-11975。只见一道蓝色的魔法伤害提示在镜像分身的头顶飘出，随后分身便消散了。陆天辰伸手在额头上擦了一下，5位数，这什么鬼伤害？陆天辰一阵无语，转头看了一眼 NPC 奥利亚，见到他此时也带着震惊的表情，估计他也并不清楚布拉德里克的实力。之前陆天辰就不敢上前，现在看到幽影一次造成5位数的伤害，他更加不敢上前了。这剑谁不秒啊？这要不是银色锁链的捆缚着，他现在早就在新手村的泉水边上了。陆天辰下意识地往后又退了2步，然后探头看向幽影布拉德里克。此时的幽影貌似也并不好受，体型肉眼可见的缩小了1/5左右，而且也不再继续嘶吼嚷叫了。看来这一击给他也造成了相当大的负荷。陆天辰一喜，宁可承受这么大的消耗，也要击杀分身，足以证明这样的打法已经可以威胁到他了。那就耗死他吧。等了9分钟，冷却时间结束，陆天辰召唤出镜像分身。当分身出现在场地中间的时候，布拉德里克再次使出和刚才一样的攻击，将镜像分身被击碎。虽然陆天辰此时已经掉了20%的生命值，且召唤一次要等5分钟，不过幽影的状态明显更差，似乎那样高伤害的攻击对他造成了相当大的负荷。陆天辰控制分身再次接近，这次分身就算被击杀，也要在 BOSS 身上砍2下，给自己恢复一下血量。不过此时幽影布拉德里克竟然充满恐惧地吼叫了起来：停！喽，冒险者！我是魔王麾下幽影之妻，停下来，我承诺给你力量，无与伦比的力量。在一旁的奥利亚一惊，赶紧转头对陆天辰道：冒险者不要相信他。不过陆天辰却是嗤笑一声，自己都被封禁了，还给我力量。随即控制着分身快速接近，并一剑劈砍在幽影的身上。见陆天辰继续攻击，幽影又是一声怪叫，再次使出一样的攻击，分身再次被击杀。不过此时他的身影已经只剩下原来的1/3了，虽然体型在不停的缩小，不过银色锁链却捆缚得越来越紧。照着这样的速度，自己迟早可以击杀眼前这个等级未知的隐藏 BOSS。 如果幽影选择击杀分身，那他就会承受相当大的负荷，而如果幽影不击杀分身，则分身可以一直输出，直到持续时间结束。这就是陆天辰的战术。陆天辰一阵激动，又过了9分钟，再次召唤出分身，迅速接近布拉德里克。分身欺身而进之后，一剑砍在幽影之上。但是这一次分身没有第一时间消散，幽影竟然没有选择出手攻击分身。嘿，那就抓紧输出吧。他控制着分身一剑一剑的攻击在幽影之上，而幽影就这么一动不动的坐在王座上，没有回应，也不再继续嘶吼，仿佛已经放弃挣扎了一样。不过陆天辰却感到了一丝不对劲。此时分身一击结束，又是将长剑举过头顶，准备挥劈而下。不过此时王座上的幽影却有了异动，只见他身上缠绕的魔气一阵蠕动，虽然还被锁链捆缚着，但是幽影的身体却鼓胀了起来，轻微的改变了一下自身的形状。而锁链虽然还紧紧的捆缚着，但还是轻微的向外膨胀了一丝。就是这么一点点的变化，锁链赫然出现在分身挥劈长剑的路径之下。陆天辰大惊，他终于知道哪里不对劲了。他赶紧控制分身将长剑劈下的动作停下。不过这件事发生在电光火石之间，再加上惯性使然，
虽然已经极力阻止，不过长剑最终还是触碰到了锁链之上。叮！宽阔空旷的圆形场地中突兀地响起了一道金属碰撞的声响。陆天辰眼神一凝，双眼死死地盯着锁链与长剑接触的位置。现在只能希望锁链的坚硬程度要强一些了。不过锁链被长剑劈砍的位置处却还是出现了一道裂痕，随后一道裂痕变为2道、3道，不到1秒钟的时间，捆缚着布拉德里克的锁链竟然砰的一声炸裂了。陆天辰瞳孔骤缩，他妈的，闯祸了！第33章，这游戏有 bug。结。随着银色锁链的碎裂，幽影布拉德里克开始诡异的大笑。他身上的银色锁链无力的落下，顺着王座掉落在地面之上。幽影布拉德里克解除封印了。只见他一边从王座上慢慢飘下，一边大笑着，仿佛在为自己重获新生而感到兴奋。陆天辰的心凉了半截，没有了银色锁链的捆缚，估计自己再难与布拉德里克抗衡。而且这地宫貌似根本没有任何出口。只希望武器别爆出去，头盔最好也别爆出去，其他的装备还算比较好打。布拉德里克大约自我陶醉了3-2分钟，突然诡异的笑声戛然而止，随即猛然回头看向陆天辰所在的方向，然后化作一道黑影向着他冲了过来。那速度快到在原地留下了一道幻影，几乎是一瞬间就出现在了陆天辰的面前。他张开那森寒的大嘴道：“小家伙，按理来说我应该对你说一声感谢的。”随即他顿了顿，在陆天辰和奥利亚的身前飘了2圈。奥利亚刚准备上前，便被他伸出一只手，手指一点，禁锢到了半空之中。是的，没错，在那团幽影中慢慢的伸出了一只黑色的手臂，纯黑色的魔气就像藤条一样紧紧的勒住了他的脖子，那种不急不缓的动作仿佛一切都在他的掌控之中。刚才输出的爽了，现在报应来了，这个隐藏任务怕是完不成了。陆天辰一阵苦笑，布拉德里克却接着道：“但是蝼蚁终究是蝼蚁，而且你刚才害得我损失了2/3的魔气，不过无所谓了，既然挣脱束缚，只要吞噬大量的生灵，还是可以快速恢复的。”他仿佛是在自言自语的说话，不过随着最后一句话落下，再次在幽影中伸出一只黑色的手臂，这黑色的手臂上的手指纤细的仿佛女人的手指，此时大拇指和中指叠加在一起，稍一用力，他打了一个响指，像刚才击杀分身的一样的攻击赫然出现。一柄由纯黑魔气凝聚成的利刃直接贯穿了陆天辰的腹部。-11968，一道高额的蓝色魔法伤害在陆天辰的头顶飘出。布拉德里克刚才承担那么大副作用释放的技能，此刻仅仅只需要打一个响指即可触发，随后他便化作点点白光消失不见了。片刻，一点点白光再次汇聚，陆天辰的身影凝聚成形。复活后的陆天辰第一时间打开属性面板查看，他最关心的是自己的武器是否掉落了。还好，只掉落了一件青铜护腿，而且技能镜像分身也还在，这波还是血赚啊！随后他便关闭了属性面板。陆天辰伸出手擦了一下额头，抬眼环视四周，不过他却一惊，一道黑影正漂浮在自己的面前。我靠，我怎么没在新手村复活？此时布拉德里克见到眼前的人化成白光消散，不过又在原地凝聚成一个一模一样的身体，也是一阵诧异。不过诧异过后，又是一道响指打出，再次在陆天辰脚下凝聚一道黑色的利刃，刺穿了陆天辰的胸膛。陆天辰再次化作白光消散，不过过了一会儿又凝聚了。这次他没有关心自己掉落了什么装备，而是第一时间向前看去。当看到眼前的布拉德里克之后，他不由得骂街：他妈的，这游戏是有 bug 吗？虽然他的等级并没有什么变化，但是这一次次的被击杀，10%的疼痛模拟很要命。这次布拉德里克并没有第一时间打出响指将陆天辰击杀，而是饶有兴趣地打量起他来，仿佛突然发现了一件让他感到有趣的事情。有趣！他围绕着陆天辰不停地旋转着，观察着。而此时陆天辰满脑子都在想，怎么办？必须得做点什么了。难道必须击杀他才能走出这个地宫？虽然布拉德里克正在饶有兴趣地观察自己，不过出手击杀自己也只是时间问题。陆天辰脑子在疯狂地运转，试图抓住一些什么有用的信息。突然他想到布拉德里克之前好像说过什么话，不过他却有点想不起来了。这句话好像很关键，当时我还诧异了一下。对，阿贝尔，他说自己是被阿贝尔封印在这里的。随后他想起了背包中的阿贝尔的灵魂石，这紫色的晶石就是在新手村阿贝尔的雕像的额头处飘出的，或许有什么作用。陆天辰第一时间打开了背包，现在没有其他可以做的，只能死马当活马医了。在背包中取出阿贝尔的灵魂石，紫色的晶石在手心中漂浮旋转着。
而在紫色晶石取出的一瞬间，幽影布拉德里克疯狂倒退，只一瞬间，他就倒退到了圆形场地的另外一侧。陆天辰甚至在他的那双幽绿色的眼瞳中看出了恐惧。对，没错，就是恐惧。嘿，有用！陆天辰看到布拉德里克怕成这个鬼样子，内心中一喜，随即向前踏了一步。布拉德里克吓得也向后退去，不过他此时已经紧贴着圆形场地的最边缘处了，哪里还能往后退？见此情形，陆天辰又往前踏了一步。此时，布拉德里克惊恐尖叫，那声音刺耳的，仿佛用利器在玻璃上划过。啊！别过来！不要过来！阿贝尔的灵魂石一拿出来，他竟然恐惧成这个样。陆天辰一阵得意，再次向前踏了一步，道：“你他娘的！刚才秒我秒得很爽吧？现在你过来啊！”说着说着，再次向前踏了几步。只见布拉德里克惊恐的大叫，陆天辰的脚下突然暗黑色的魔气蠕动起来，瞬间两柄黑色魔气凝结的剑成型，瞬间交叉着刺穿了陆天辰的胸膛。陆天辰再次化作点点白光消散，阿贝尔的灵魂石也叮叮当当的掉在了原地。片刻之后，陆天辰的身影再度凝聚，被接连刺穿胸口的疼痛让他有些受不了。陆天辰现在脑袋里面除了问号还是问号，这紫色晶石没有用，那你表现的那么害怕干嘛？第34章折磨。不过转念一想，陆天辰就发现了不对劲，看他这个样子，紫色晶石并不是没有用，或许是我使用的方法不对，可是具体要怎么使用呢？陆天辰将地上阿贝尔的灵魂石捡起，挠了挠头，并不清楚。自从紫色晶石主动进入背包，并没有什么特殊的表现，只是他好像偷偷吞掉了自己击杀双头野狼王掉落的黑色石头，然后大了一圈。不过现在可没地方找黑色石头给他吞啊！再往前走，估计又要激怒布拉德里克，肯定会秒了自己。此时因为布拉德里克退远，奥利亚也失去控制，落在了地面之上。刚刚他被勒紧脖子，差点窒息，此刻正在剧烈的咳嗽着。还好在紫色晶石的威慑下，布拉德里克迟迟不肯向前。陆天辰一边手捧紫色晶石，一边后退到他身边问道：“现在可怎么办？这鬼地方死了都出不去。”他不明白，难道隐藏任务都这么难？这来多少人估计都是送死，这真的有完成的可能吗？奥利亚这会儿咳嗽的没有那么剧烈了，刚才的窒息感也消失。他转头看向陆天辰，第一眼就看到了他正捧着的紫色晶石，随后噌的一下站了起来，指着他手中的紫色晶石问道：“哪儿来的？啊？这是村里的雕像额头飘出来的。”陆天辰被问得懵了，随后如实说道。听了他的话，奥利亚沉吟了起来，随后在自己的背包中翻找了起来。不多时，他竟然在背包中取出了一个黑色的石头。这黑色的石头赫然和他击杀双头野狼王掉落的石头一样，只不过却大了一圈。只见奥利亚将黑色的石头也放在了陆天辰捧着的手掌心。就在这时，之前没有一丝反应的紫色晶石竟然在陆天辰诧异的目光中缓缓的融化，然后包裹住了黑色的石头。布拉德里克确实被吓坏了。10万年前，阿贝尔将他暴力封禁，10万年的时间，这银色锁链就像一个会吸血的藤条一样，将他的实力压榨的不足全盛时期的1/1000。如果不是他放弃挣扎，选择沉睡，恐怕早就被这银色锁链榨干了。现如今，他好不容易摆脱了银色锁链的捆缚，竟然又在这小小的紫色晶石上察觉到了阿贝尔的气息。不过最开始的恐惧也只是来源于心底，见到眼前的人手持带有阿贝尔气息的紫色石头依然可以被自己击杀，他也有些纳闷，难道是我感应错了？再次仔细查探，貌似这紫色石头仅仅只存在少量的灵魂。他心中大定，恐怕现在他的状态比自己还要不如。随即他慢慢上前试探，发现并没有什么事情发生，胆子也大了起来。仅一瞬间，又瞬间出现在了陆天辰和奥利亚的面前。此时紫色晶石吞噬黑色石头只进行了一半，看到了突然出现的布拉德里克，他们两个都是大惊失色。原来仅仅只剩一道残魂。结，呵呵，你也有今天。我猜猜看，你是否是被吴王所击败？阿贝尔真狼狈啊，比我还要狼狈。结。近身之后，他并没有理会他们俩，而是看着紫色晶石自言自语道，言语中的感觉仿佛与阿贝尔的较量自己才是最终的胜利者一样。随即双眼泛起一阵幽光，在他周身溢散的魔气蠕动了起来，最后变成了一只只乌鸦，密密麻麻的环绕在布拉德里克的四周，看样子足有上百只。随他在身体中弹出一只手，向着陆天辰和奥利亚的方向一挥，上百只由魔气形成的乌鸦冲着他们两个俯冲过来。陆天辰将阿贝尔的灵魂石收入背包，然后极力躲闪，不过还是被一只乌鸦攻击到了右臂。-1968，陆天辰的头顶飘出了高额的魔法伤害提示。我靠，
随随便便召唤出的一只乌鸦都有这么高的伤害。不过现在不是吐槽的时候，还好他挥剑砍在乌鸦上可以触发神级天赋的吸血，奈何乌鸦的攻击非常高，他的血量也开始慢慢降低。哎，开始折磨我了吗？布拉德里克在不远处怪笑着，看着他和奥利亚在乌鸦的攻击中挣扎。陆天辰转头看去，只见奥利亚也抽不开身，也在奋力的挣扎着。30秒，这已经是陆天辰所能坚持的极限了。此时所有技能全部进入 CD， 自己的血量也只剩一丝丝，而眼前的乌鸦大概还有70-80只的样子，只要不被击溃，他们仿佛感觉不到疲惫。又一只乌鸦啄到了他的小腿处，陆天辰再次化为一道白光消散了。片刻后，白光凝聚，不出意外的，他再次在原地复活。这尼玛，没完了！难道现在要摘掉头盔退出游戏？陆天辰思考之后发现没有其他办法，他动了强制退出的念头。毕竟这一次次的攻击积累之下，让他已经感觉异常的疼痛。随后他看向背包中的阿贝尔的灵魂石，貌似再等一会儿就可以融合完了。再坚持一会儿，如果融合完还没有任何作用，那就只能强制退出了。不过天权这个游戏在哪里退出就会在哪里上线，也就是说就算这次强制退出了，下次登入还是会在这里上线。也就是说布拉德里克只要不消失，他就无法登录游戏了。内心一边想着他，一边躲避着乌鸦的攻击，同时也在暗暗地盯着背包中阿贝尔灵魂石的变化。陆天辰坚持了片刻，再次死亡，魔气乌鸦还剩60-70只。他每死亡都会掉落一件装备，复活后就又重新开始闪避乌鸦的攻击，根本无暇捡起掉落的装备。再次复活，陆天辰发现自己的武器英雄阿贝尔的长剑掉落了，就那么静静地躺在那里。这时陆天辰就算使用天赋吸血都无法恢复太多生命值了，此时他只能极力地闪避着。阿贝尔的灵魂晶石此时终于将黑色石头完全吸收，陆天辰的嘴角勉强挤出一点弧度。一切都靠你了，他喃喃道，随后在背包中取出了因为吸收了黑色石头而变大一圈的阿贝尔的灵魂石。第35章幽影虚空界。与上一次不同的是，这一次取出灵魂石的时候似乎产生了一些效果，周遭攻击陆天辰和奥利亚的乌鸦在空中瞬间不动了。随后灵魂石爆发出一道强光辐射向四周，砰！距离最近的一只乌鸦瞬间爆开，随后又是连续的砰砰声响，乌鸦竟然一个个的接连爆开。随着最后一只乌鸦砰的一声炸开，全场变得鸦雀无声。原本张狂大笑的布拉德里克也闭上了他那张森寒的大嘴，空气中仿佛只有晶石照出紫色光芒，还发出了轻微的嗡嗡声。片刻安静之后，紫色晶石就仿佛投影仪一样慢慢映射出了一道身影。从陆天辰的角度只能看到背影，但是这道身影的轮廓仿佛和新手村的雕像一模一样。而反观布拉德里克则满脸惊惧，再也没有了刚才那种志得意满的神态。他转身就准备逃跑，不过场地虽然宽大，但是却没有出口，他又能逃到哪里去？紫色晶石投影出的阿贝尔仿佛说话了，仅说了一个字。原本掉落在王座下的银色锁链竟瞬间动了起来，断裂的锁链在阿贝尔的操控下仿佛一条银色的蛇，一瞬间便追赶上并捆缚住了在圆形场地四处乱窜的布拉德里克。切！阿贝尔再次言语，陆天辰发现自己之前死亡掉落的长剑竟然动了起来，就这么的被阿贝尔操控悬停在空中，剑尖直指布拉德里克。去！陆天辰只见自己的武器经过短暂的震颤，嗖的一下瞬间向前窜出。此时被困缚住的布拉德里克还在奋力的挣脱着，吼叫着。嗖！长剑瞬间穿透了他的身体，当啷！刺穿身体后，长剑掉落在了地上。刚刚还在挣扎哀嚎的布拉德里克，此时却是再无声息，身体也仿佛泄了气的皮球一样，黑色的魔气开始一点点的消散。陆天辰一阵目瞪口呆，整个过程总共也就几秒钟。阿贝尔全程只说了3个字，甚至都连一根手指都没有动。这就是能跟魔王抗衡的大佬吗？陆天辰抬头看向紫色晶石投射出的阿贝尔的身影，阿贝尔此时仿佛也感受到了他的注视，缓缓转身盯着陆天辰看了一会儿，随后转移目光看向奥利亚，而奥利亚竟然眼含热泪。陆天辰在一旁看懵了，这什么情况？你不是 NPC 吗？这是剧情吗？阿贝尔盯着奥利亚的眼神仿佛在盯着一位故人。紫色晶石投射出的光开始慢慢的变淡，随后闪烁了2下，阿贝尔的那道身影再次钻入了紫色晶石之中。陆天辰翻手将紫色晶石收进背包里面。随着布拉德里克的死亡，在王座的后方出现了一个漩涡，这应该就是出口了吧。陆天辰先在地上捡起了自己掉落的装备，最后走到了长剑那里，将长剑收起。陆天辰觉得这条锁链很厉害，不过用尽了所有的力气，竟然无法移动分毫。
而直接收入背包也无法收入，没办法，只能留在原地。身为隐藏 BOSS， 死亡啥都不掉落，是不是有点说不过去了？陆天辰吐槽道。不过 BOSS 确切来说并不是自己击杀的，所以也没法触发自己的幸运值，他甚至连经验都没上涨一点。不过他得到了一个传说技能，已经很不错了。就在陆天辰准备往回走的时候，右脚踩到了一个坚硬的东西。疑惑间移开了右脚，在不起眼的一个地方竟然有一个暗黑色的圆环，这是什么？爆的装备吗？陆天辰查看了一下属性：幽影虚空剑，品级史诗，星级15星，力量加300，暴击率加30，攻击速度正 20%。 被动，那虚空背包上限加10000。主动，幽冥指消耗 60% 最大魔法值，对单体目标造成 15% 最大生命值的真实伤害，冷却时间10分钟。我超！陆天辰连爆粗口。这一趟他本以为能得到一个传说技能镜像分身就已经赚大了，史诗，而且还是15星。陆天辰内心咆哮，300点力量就相当于600点物理攻击，比他现在总的攻击都高。30点暴击率和 20% 的攻击速度自不必多说，再加上一个主动一个被动。被动简单粗暴，以后背包更能装了。至于主动，打小怪看不出啥，这用来打 BOSS 抢怪牛逼大发了好吗？嘿嘿。虽然不是自己击杀的，不过现在地宫空间内除了他只有奥利亚一个人，他还是 NPC， 所以他赶紧将幽冥虚空戒收起来。15星的史诗啊，他这一时半会儿都不用换戒指部位了。奥利亚此时也踉踉跄跄的走了过来，他现在伤痕累累的，经历了刚才的战斗，纵然他是 NPC 也并不好过。他停下来对陆天辰道：既然幽影已经被消灭了，我们抓紧出去吧，这到次元门可坚持不了多久。听了奥利亚的话，陆天辰赶紧一脚踏进了次元门，他可不想再次体验在这里复活的感觉了。片刻，陆天辰和奥利亚再次出现在了石台边缘，周围的一切仿佛都没有改变，而陆天辰却感觉过去了好久。出来之后的奥利亚对陆天辰道：勇敢的冒险者，非常感谢你，因为有了你的帮助，才顺利的除掉了布拉德里克。本来技能卷轴是本次奖励，没想到这次魔气的源头竟然是魔王麾下的7幽影之一，所以我才决定提前将卷轴交给你。任务完成，获得奖励：经验值加1000，金币加20，声望加200。随后又响起一道提示音：恭喜完成隐藏任务，探索魔气的源头，是否隐藏游戏 ID 播放全服公告。隐藏，陆天辰都不用思考，直接选择隐藏。现在3个全服公告都是自己触发的，这要是不隐藏，自己户口本都要被调查出来了。随即一道全服公告在华夏服的所有玩家耳边炸开：全服公告，恭喜玩家某某完成隐藏任务，系统奖励声望加200，金币加10，自由属性点加10，根据隐藏任务难度追加奖励，传说金尘加50。第36章地宫异变。陆天辰听到这道全服公告一愣，50个传说金尘，这奖励也太好了吧。由于玩家5级之后开启了装备分解和强化功能，武器分解获得的金尘是强化武器必备的材料，而10个低等级的金尘可以合成一个高等级金尘，所以这就导致就算装备有小幅度的变化，但是也会大差不差。就算是1星的白装也不例外，就算玩家瞧不上它的属性，分解100个1星白装照样可以获得100个普通金尘，从而兑换一个稀有金尘。现在1星紫装的价格大约是3300元，也就是一个稀有金尘的价格大约在3300元左右，而100个稀有金尘才能合成一个传说金尘，50个传说金尘的价值可想而知。内心疯狂计算着，得到了结果，陆天辰笑得合不拢嘴。说实话，他都动了将金尘出售的打算了，1000多万，父亲的治疗费用完全够了。不过权衡了一下之后，还是放弃了。我有着1亿幸运点，这就是我最大的依仗，钱一定会越赚越多。现阶段还是先提升实力比较好，回到新手村先将武器强化吧。奥利亚道：勇敢的冒险者，我们就此拜别，接下来我有些事情还需要去处理一下。好的。陆天辰随即应道，随后看到奥利亚踉踉跄跄向着幽影密林和特洛平原中间的大裂缝走去。走到悬崖边上，他吹了一声口哨，紧接着一跃而下。陆天辰心中一紧，赶紧上前2步查探。不过随后一道嘹亮的猛禽的叫声响起，一股狂猛的劲风刮起，随即一道巨大的身影在天空中俯冲而下，直奔大裂缝。随后这道身影扑闪着翅膀，载着奥利亚飞了上来。陆天辰松了一口气的同时，也看清了这道身影的样子。这道身影赫然是一只老鹰，不过体型却庞大了不知多少。坐在鹰背处的奥利亚右手用力和陆天辰挥舞着，左手轻轻拍了拍老鹰的后背，随即他便调转方向，向着幽影密林的方向飞去了。
陆天辰举起右手和奥利亚道别，他总觉得这个 NPC 貌似和其他的 NPC 不一样。老鹰和奥利亚变成小黑点消失不见，陆天辰才放下自己的手，突然想到，我靠，我咋回去啊？赶过来花了1个多小时呢。本来他还想着赶紧做完隐藏任务就去做村长的任务，然后赶往幽影密林呢。得，现在的距离，不管回新手村还是去做村长任务，估计又要赶路1个多小时。这一折腾都已经下午2点多了，此时他也有些饿了，所以他决定先下线吃点东西，再上线做任务。早知道就买个回程卷轴了，看看拍卖行有没有卖的吧。打开拍卖行，果然有人在出售回程卷轴，虽然这东西都是在杂货铺商人那里买的，不过拍卖行的价格愣是被提高了一些。时间就是金钱，我的朋友。所以着急回城的陆天辰也不在乎那几枚银币，最后花费了7枚银币，在拍卖行购买了一个回程卷轴。拆开卷轴上的丝线使用，3秒钟后，陆天辰此时已经出现在了新手村中的雕像附近。不过他不知道的是，他前脚刚传送走，叶宵带着几百人的队伍浩浩汤汤地赶了过来。你之前看到过有人在这里刷怪？叶宵问一旁的小弟。是的，会长，我看到一个人单挑100多只怪，而且都是10级的，太强了。听了小弟的话，叶宵略一思索，在前方空地查看了起来，看地上凌乱的脚印，貌似有野兽的，也有玩家的。抬眼望去，在前方看到了一个石台，这让他不由得有些好奇。在这空旷的地上，有着一个漆黑色的石台，这件事本就很可疑。更何况据小弟所说，这里曾经聚集了100多只10级的野怪。上前围绕着石台观察了起来，未发觉什么异常。不过当他的手触摸在石台之上的时候，竟然爆发了一阵狂猛的吸力。老大，会长！暗夜工会的成员都紧张地大喊着。不过此时他已经被吸进了黑色石台之中。清醒过来的叶宵观察了一下四周，发现并没有出口，犹豫了一下之后，还是决定沿着这唯一的通道向前走去。随后走到最中间的圆形场地，发现并没有什么异常，除了场地上有一个断裂的银色锁链，场中间有一个王座，王座后方有一个越来越小的漩涡之外，他并没有发现什么东西。他谨慎地向前走去，直到他靠近了王座附近，突然一道黑色的影子瞬间冲向了他。他选择的职业是刺客，而且又是全敏加点，所以他的速度并不弱。发生异变，他第一时间向后退去，同时在背包中瞬间取出匕首。不过奈何黑影的速度快到了极致，一瞬间就钻进了他的额头。叶宵脑袋耷拉了下去，但是身体还时不时的在抖动着，仿佛在经历着什么。片刻后，叶宵一边桀桀的怪笑，一边抬起头，只见眼中闪烁着幽绿色的邪异光芒，随后一个闪身钻进了即将闭合的次元门里面。此时回到新手村的陆天辰，只听周围有的玩家还在讨论着刚才全服公告的事情。其他奖励不说，隐藏任务的50个传说金尘就惊掉了一地下巴。你知道那是多少钱吗？1000多万哎，中彩票也就这意思了吧？是啊，太羡慕了，这比第二个人的装备自选宝箱都要掉啊。自选宝箱无非也就开出一个武器，不过传说金尘那是妥妥的真金白银啊。切，你怕是忽略了什么事情吧？那50个传说金尘你以为是轻轻松松获得的吗？那是根据隐藏任务难度追加奖励，奖励这么多传说金尘，那隐藏任务的难度你想过吗？不知道这个人是不是咱们新手村的，如果是的话，我们会长说过他会以高于市场价的价格收购那50个传说金尘。我去，原价就1000多万了，还高于市场价收购2000万，有钱人的世界我们不懂啊。陆天辰听了他们的讨论，摇了摇头，自己还想收购点呢。50个传说金尘貌似只够武器强化到+12的，从上午一直刷到现在，他已经相当疲乏了。下线吃点东西吧，恢复体力了再搞。随即陆天辰双手向上一扶，虚拟头盔被摘了下来。睁开眼后，眼前的景象也由热闹的新手村变成了自己的卧室。将头盔放在床上，陆天辰将手放在轮椅的轱辘上，向着客厅驱驶而去。第37章晚期。陆天辰来到了客厅之中，母亲早上临走时候给他做的饭菜还在餐桌上放着。他拿开照在上面的菜照，发现饭菜都已经凉了。不过好在微波炉的高度是他方便够得到的位置，将饭菜放入微波炉，调好时间温度。不一会儿，饭菜就被热好了。他打开了电视，一边看一边吃。基本调换3个频道，就有2个都在播放有关天权的新闻，有的在谴责天权没有年龄限制，导致现在大量的孩子沉迷其中，且游戏中模拟程度太高，可能会对他们造成不良的引导。有的在报道某一游戏甘地自从游戏公测滴水未进疯狂升级，
而导致晕厥休克。有的则在报道某某玩家在游戏中获得大量可交易道具，出售之后变现大量金钱。还有的是一些集团都在宣布大举进军天权游戏，将投入大量资金发展游戏中的产业。甚至还有的集团在重金寻找具有暴力天赋的玩家，甚至开出了巨额的薪酬，聘请他们加入自己的工会之中。嗨，看来这游戏也可以改变一个人的命运啊！随即低头看了下自己没有任何知觉的双腿，如果攒够一定的钱，不知道自己的腿还能不能好起来。哎，先不想了。随即摇了摇头。吃完饭后，陆天辰关闭了电视，看了眼挂在客厅的时钟，现在已经3点半了，父母还没有回来。他想给父母打电话询问情况，随即拿起了手机。此时竟然发现手机上有好几条短信，都是母亲发来的。唉，自己刚才可能玩得太投入了，都没有注意到。陆天辰打开短信查看，我跟你爸到医院了，正在排队检查，你别担心。你爸已经进去检查了，估计检查完都要中午了，你记得吃饭。小陈啊，你吃饭了吗？饭菜你放在微波炉里面热一下，医生说结果要到下午才能出来。陆天辰正看着短信呢，突然听到了门锁扭动的声响，回头看去，发现母亲刚好回来，但是母亲进门换完鞋都没发现父亲的身影。陆天辰不由得疑惑道：妈，我爸呢？见母亲不说话，陆天辰将轮椅向前移动了一些距离，再次问道：我爸呢？检查的怎么样？医生怎么说？母亲的表情有些不自然，欲言又止的样子，仿佛有什么事压在心底。他在门口放下包，随后将陆天辰推到了沙发的对面，自己坐在了他的对面。看母亲的样子，陆天辰有一种不太好的预感，再联想到父亲最近偶尔干咳、胸闷等症状，他已经隐隐的猜到了。医生说，你爸他错过了最佳的治疗时间，现在已经晚期了。母亲一句话说得断断续续，哽咽着终于说完，随后掩面哭了起来。陆天辰虽然已经隐隐的有了猜测，但是还是有些承受不住。片刻后，他问道：那我爸是入院治疗了吗？过了一会儿，母亲周平终于平复了一下心情，但还是有些哽咽。没有，你爸去理发店了。医生说还好癌细胞没有扩散，但是晚期已经不适合切除了，只能先化疗，然后服用吃特效药。听到母亲说癌细胞并没有扩散，陆天辰悬着的心也就放下了。毕竟如果扩散到骨头或大脑，那就神仙那救了。既然没有扩散，化疗配合靶向药还是有一定效果的。虽然靶向药很贵，但是现在以他的赚钱速度也完全承担得起。没扩散就好，那就全听医生的吧。钱的问题你不用担心，你儿子今天又小赚了一笔。陆天辰说完，随后又打开手机操作了一通，随后母亲的手机叮的一声又响了起来。小陈啊，虽然化疗和药品很贵，但是你给我的钱前期的也够了，你快留着点吧。他一边打开手机解锁，一边对着陆天辰念叨着。手机解锁，然后看向屏幕，账户收入加2000000.00元。这，你从早上到现在赚了200万？震惊之后，母亲问道。陆天辰咧着嘴笑了笑，然后得意的道：是啊，你儿子厉害吧？看着陆天辰开心的样子，他有些恍惚。儿子之前也是个性格开朗的孩子，而这样自信乐观的笑容，他已经2个月没有看到了。随即也开心的道：厉害，我儿子最厉害了。等你爸治疗完，我给他也买一个头盔，让他也上去赚钱去。听了母亲的话，陆天辰一阵汗颜。可怜的老爸，化疗了都要被母亲安排到游戏中赚钱。和母亲正聊着呢，不一会儿，他听到门锁又响了。回头一看，发现是父亲回来了。他站在门口有些局促，因为此时父亲的头已经剃光了。陆天辰看着一阵心酸，不过还是咧开嘴笑着说道：好帅呀，老爸。本来在门口局促不自然的父亲听了这话，表情终于变得自然了一些，换上拖鞋进屋，摸着自己光秃秃的脑袋道：嘿，我变秃了，也变强了。顿时3人都笑作一团。当得知自己又给母亲转账200万之后，父亲眼睛都瞪大了。他之前从来没有想过游戏还可以赚钱，更没想过游戏还可以这么赚钱。挠了挠头，他道：那回头我也整个头盔，我也进去赚钱去。陆天辰一阵无语，自己有幸运点赚钱快，虽然天权确实有商机，不过也不是撒钱的地方啊。不过还是耐心的道：爸，你就安心养身体吧。你以为游戏中满地的钱让人捡啊？那需要运气的。说完这话，陆天辰抬头看向父母疑惑的眼神，那眼神又从疑惑转为心疼，又转为愧疚。他知道自己的话让父母误会了，他们一定觉得自己为了在有游戏中赚钱付出了很多。随后赶紧摆了摆手，又道：虽然游戏中赚钱需要一定的运气，不过我呀，运气特别好。对于我来说，赚钱一点都不难。
但是爸，你要想玩游戏赚钱，难。这话陆天辰倒是并没有撒谎，毕竟1亿幸运点在手，说他是天权中运气最好的玩家也并不为过。陆海随即在他的后脑勺抽了一下，笑着道：“臭小子。”随后走到阳台，背过身去，叹了口气道：“医生说后天可以安排化疗，我打算化疗之后就回家，要不然你妈还要两头跑的照顾我们。”陆天辰犹豫了一下，驱使着轮椅走到父亲的身边，伸手够到了父亲的肩膀处，拍了拍，就好像多年的老友那样，随后道：“爸，你放心，治疗花不了几个钱，而后期的药物我们也用最好的，钱的事儿根本不用愁，我游戏中的材料卖一卖，还能卖个1000多万呢。”第38章新的商机。陆天辰的话音落下，陆海满脑子问号，随后转头的看着陆天辰，1000多万。看着儿子那认真的表情，陆海知道他并没有撒谎，也没有开玩笑。不过1000多万啊，他做梦都不敢想。其实治疗癌症确实花不了多少钱，手术化疗能花多少钱，凑一凑还是可以凑出来的。贵是后期的药物治疗，靶向药的价格十分昂贵，他舍不得一直拖着家里的后腿，所以才选择乐观疗法。看着儿子得意的笑着，时光仿佛回到了2个月以前，他的心豁然的明朗了，仿佛癌细胞都因为自己的心态而消灭了一些。随后重重拍了拍陆天辰，抿着嘴没有说什么。又在客厅和父母说了会儿话，陆天辰感觉他们的心情明显的好了不少，他也就更安心了。看了眼时间，已经5点左右了。母亲张罗要做晚饭，他则表示自己刚吃过没多久，让他们先吃。陆天辰就被父亲推着回到了卧室之中。这次他让父亲把自己放在床上，因为他觉得坐着玩时间久了会很累。下线好几个小时了，先上线把任务做了吧，将等级甩开，装备才能卖得更贵。随即他将头盔戴在了头上，合上眼睛，随后眼前场景变换，他再次出现在了新手村的雕像处。他并没有着急赶往任务地点，而是走到了铁匠霍勒这里，取出长剑放在了强化台上面。此时周围也在强化装备的一个胖胖的玩家看到了陆天辰的长剑，轻疑了一声：“兄弟，这是什么武器啊？虽然没有任何光环，但是也不像是白装和蓝装啊。”见陆天辰不说话，他抬头看了下 ID， 然后结结巴巴的道：“我靠，陈天。”看了这胖玩家一眼，陆天辰没有理会他。英雄阿贝尔的长剑是传说4星装备，也就是每强化一次需要消耗4个传说精神。由于陆天辰将所有效果都隐藏了，此时陆天辰放入的传说精神看着和普通精神一个样，这个胖子也看不出任何问题来，所以他开始安心的强化起来。不出意外的，随着10几次操作，武器已经被强化到+12了。随后在霍勒那里使用200个稀有精神再次兑换了2个传说精神，又将武器强化到了+13，将长剑强化到+13，物理攻击由原先的110点变为了230点，力量也由原先的25点变为了40点。此时旁边的胖子全程在观看着，他发现虽然武器的样子没有变过，没有任何光环，一直是普普通通的，甚至放的精神也都是普通精神，但是强化成功后的效果是没法隐藏的呀。那成功的闪光一次次的闪亮了他的狗眼，他就在旁边目瞪口呆的看了他强化一次成功一次，强化一次成功一次，最后足足强化了13次，每一次都成功。也就是说，我亲眼见到了一个+13武器的诞生。这武器就算是白装，那也鸟枪换炮了啊！我操，刺激！这个胖子内心一阵咆哮，不过看到陆天辰收起武器准备走了，赶忙上前拦住了他。兄不，陈天大佬，你这武器卖不卖？陆天辰疑惑眼前这个胖子为啥要拦住自己，不过听了他的话却乐了，心想我踏马4星传说装备还是强化+13的，卖给你，不是我看不起你，你买得起吗？不过表面上还是冷冷的道：“不卖。”大神，考虑一下嘛，我出5万，我出10万。天权的强化并不简单，强化5级之后成功率直线下降，除了需要付出大量的材料之外，还需要相当强的运气。从强化6级开始，失败就开始掉级了，10级以后失败武器甚至会碎掉。也有人还玄学用白装电手，但是统统不管用。敢玩强化的，除了欧皇就是克老，虽然有点小钱，但是他远没有达到克老的程度。至于欧皇，跟他更是不沾边。看到陆天辰轻轻松松就强化+13了，再加上他之前达成的幸运之子成就，所以他确信眼前的人是欧皇无疑。见自己出价到10万，眼前的人仍然不动摇，他咬了咬牙，正准备加价的时候，陆天辰却甩了甩手，然后回答道：“多少钱都不卖。”随后转头就走了。切，有什么了不起？那我自己强化。随后他再次将自己的武器放在强化台上，然后他的武器就一直强化失败
强化成功，强化失败，强化失败。陆天辰出了村子，直接向任务地点走去。之前完成隐藏任务，系统奖励了10点自由属性点，他点了6点力量和4点敏捷。一边走一边打开了自己的属性面板查看。冒险者陈天，等级10，经验值50243500，幸运值99999999，生命值3080，魔法值1460，物理攻击1306，魔法攻击160，力量488，智力30，体质38，精神46，敏捷72，物理防御56，魔法防御32，暴击率44，攻击速度144%，移动速度102。天赋鲜血之拥，初级，所造成的伤害将100%转化为血之精华，恢复自身血量。技能真视之眼，愈合，重击冲锋，横扫，践踏，镜像分身。装备加13英雄阿贝尔的长剑、狼王头盔、青铜护肩、野猪战士的铠甲、青铜护腿、青铜靴、白金项链、白金手镯、幽影虚空剑。虽然经验已经超过了升级所需经验，不过因为没有到达下一个区域，所以无法提升等级。陆天辰看着自己炸裂的属性，咧着嘴笑着。1306的物理攻击，再加上自己的神级天赋，估计打起 BOSS 都跟砍瓜切菜一样了。关闭了属性面板，陆天辰琢磨起刚才胖子的话来。说者无心，听者有意。他一边走一边在想，先将英雄阿贝尔的长剑强化到满级，之后可以卖一些高强武器啊。虽然太高的强化等级会引起很多人的注意，不过加13以内的武器还是可以出售的。陆天辰一阵激动，自己仿佛又看到了一些商机。在赶路期间，他看到好多玩家都已经在刷9级的野怪了，估计达到10级也是迟早的事情了，毕竟自己耽误的时间太久了。大约走了40分钟，陆天辰终于赶到了任务地点。任务地点在特洛平原的边缘处，抬头往远看去就是幽影密林。和其他地方不一样的是，这里虽然也有着100米宽的大裂缝，但是特洛平原和幽影密林之间有一条宽约5米的道路相连。不过此时通往幽影密林的道路上赫然有着一只高约3米的牛头怪，像一座塔一样手持巨斧矗立在那里。第39章前往幽影密林。只见这只牛头怪身上的肌肉隆起，独眼独角，手持巨斧站在通道那里，仿佛是一个拦路恶霸。这应该就是牛头领主了吧？陆天辰使用真视之眼查看属性。牛头领主，野外 BOSS， 等级12级，生命值12000，物理攻击力350，物理防御力120，暴击率13，攻击速度75%，移动速度60。技能血盾，消耗10%最大生命值，获得相当于20%最大生命值的护盾，持续时间20秒。如持续时间内护盾未被击破，则恢复10%最大生命值，冷却时间3分钟。巨斧突袭，双腿猛蹬地面，短暂蓄力，向前推进，并且挥舞巨斧，对路径上的敌人造成物理攻击 X120% 伤害，冷却时间3分钟。回旋斩，挥动武器，疯狂旋转，对2米内的敌人每 0.5 秒造成物理攻击 X20% 物理伤害，且每次攻击都可触发暴击，持续时间3秒，冷却时间3分钟。查看完牛头领主的属性，陆天辰微微点头。看这面板，属性比双头野狼王还要好。不过为啥新手村会出现12级的怪，而且还是 BOSS？ 就这 BOSS 的属性，估计现在新手村没有哪个势力可以搞得定。尤其是血盾这个技能，20%最大生命值的护盾就是2400点护盾值，在120点物理防御的削减下，要想在20秒内击破还是很困难的。陆天辰抽出了长剑，往前走去。这属性在他面前还是有点不够看，镜像分身都用，懒得使用。见有人走进自己的仇恨范围，牛头领主鼻子间喷出热气，将立在地上的斧头横拿在手上，随即浑身隆起的肌肉再次膨胀了一些。只见头顶飘出了1200的真实伤害，但是同时周身被一层淡白色的护盾包裹。技能血盾第一时间发动，见状，陆天辰102点的移动速度瞬间欺身而进，一剑砍在了牛头领主的大腿上。负2492暴击的伤害在其头顶飘出，随后包裹住牛头领主的淡白色护盾也消失了。一记普通攻击触发暴击，直接将其护盾打碎。很显然，牛头领主也愣了一下，他没想到自己的护盾这么轻易的就被击碎。愤怒的他在原地怒吼了一下，随后一斧带起劲风横扫而过，目标陆天辰的头颅。不过陆天辰有着102点的移动速度，自然不会傻傻的在原地待着，一个下摆后撤，直接逃出了攻击范围。随后技能重击冲锋发动，瞬间欺身而进，再次刺在了牛头领主的身上。负3014暴击
又一高额伤害在牛头领主的头顶飘出。见自己一击失手，且又被眼前的人类攻击到，他显得愤怒无比。本来右手持斧，现在左手也用力地握在了斧身之上。随后腰部发力，旋转横劈，技能回旋斩发动。陆天辰虽然第一时间逃出了攻击范围，但还是被刮到了一下。虽然触发暴击了，不过在如此低的伤害加成之下，对其仅仅只造成了84点伤害而已。只见牛头领主在原地不停旋转，他就在一旁看着。3秒钟的时间很快结束。旋转结束后，牛头领主看向陆天辰，显得更加愤怒了。只见其庞大的身体前倾一些，双腿猛蹬地面，挥舞着巨斧再次冲陆天辰而来。他当然第一时间闪避，不过貌似牛头领主在前进中也可以调整方向，陆天辰还是被结结实实的撞了一下，血量一下就下降了1截。不过此时 BOSS 的3个技能已经全部使用完毕，接下来就完全是陆天辰发挥的时间了。秀泰莫，他现在的攻击速度足有 144%， 也就意味着他的普攻间隔都不到1秒钟，再加上技能的衔接，在他疯狂输出下，不到1分钟，牛头领主就变成了一道白光消失了。经验值加300，不怪牛头领主太弱，实在是陆天辰的属性太强了。本就属性炸裂，幽影布拉德里克给爆了一个15星的史诗幽影虚空剑，让他的属性直接翻倍。捡起地上的掉落物，貌似他并不掉落任务品，银币70枚，一件装备，一个黑色的石头和一个卷轴。又爆卷轴了，希望这次是一个技能卷轴。陆天辰首先打开卷轴查看。回旋斩，品级高级，类型技能卷轴，职业要求战士，效果挥动武器疯狂旋转，对2米内的敌人每 0.5 秒造成物理攻击 X 20%物理伤害，且每次攻击都可触发暴击，持续时间3秒，消耗60魔法值，冷却时间25秒。爽！竟然把 BOSS 的回旋斩给爆了出来。拆开卷轴上的丝线，技能学习成功。黑色的石头和击杀双头野狼王爆的一样，他并不清楚有什么用途，直接放在了背包之中。BOSS 掉落的装备估计是传说装备吧。陆天辰搓了搓手，一阵激动，拿起装备查看属性。牛头领主的重铠护腿，品级传说，星级4，生命值加500，力量加20，体质加20，物理防御加20。佩戴要求战士盾位，被动皮糙肉厚，生命值加1000，物理防御加20。这一看属性相当炸裂，不说其他属性，这一件装备就提供了1700点生命值和40点物理防御。不过陆天辰注意的并不是这件装备的属性。牛头领主的等级是12级，按理来说不是应该报3星的装备吗？陆天辰一阵疑惑，之前击杀双头野狼王爆的狼王头盔也是一样，估计 BOSS 可以将掉落装备的星级提升1星吧。没人为他解答，估计只能是这个原因了。将装备佩戴好，陆天辰的生命值直接来到了4700点，物理防御也达到了88点之多。现在的他仿佛是人形 BOSS， 而且有着神级天赋的他远比 BOSS 更加恐怖。唉，貌似还要回新手村交任务啊。陆天辰忘记在杂货铺那里购买回城卷轴了，所以默默地打开了拍卖行，花费了7枚银币购买了一个回城卷轴，然后使用。3秒的引导之后，陆天辰再次回到了新手村。随后他直接赶往村长那里。见到陆天辰完成任务归来，村长热情地上前说道：勇敢的冒险者，你简直是咱们村子的英雄，这些报酬请你收下。第40章酒鬼导师阿尔海斯，任务完成，获得奖励经验值加1000，银币加20，声望加200。给陆天辰发放完任务奖励，村长又继续说道：勇敢的冒险者，你现在可以前往幽影密林了。幽影密林地形复杂，很容易迷路。随后村长在怀里掏了掏，最后拿出一张破旧的羊皮纸和一个信封，递给陆天辰，然后指着上面一处标记着红点的地方道：这是我弟弟萨里给我绘制的简略地图，红点的位置就是他所在的幽影密林营地的位置。这封信交给守卫，他们会放行的。你前去找萨里，或许他可以帮得到你。随后一道游戏提示在74866新手村所有玩家的脑海响起。叮！幽影密林区域开启，在村长处可领取引导任务前往。陆天辰低头查看了一下这个古老的羊皮卷轴，中心处赫然有着一个红点。下一步应该就是前往密林营地了，先去找职业导师把10级技能学了吧。打开等级排行榜看了下，现在自己的等级已经达到了10级，180%。现在有很多玩家都达到了9级，像低调如我、老邱等人等级已经达到了10级。不过他看着排行榜有点疑惑，咦，之前排名第3的夜宵怎么在等级排行榜上消失了？不过摇了摇头，也不再多想，这与他没什么关系，随即关闭了排行榜。此时社交界面突然来了一条消息，陆天辰打开查看，
发现是低调如我发来的。陈天大哥，那个 boss 被你击杀了吗？动作真快，我们刚在村长这里领了任务，还没出发，任务就消失了。原来这个任务是唯一的，也对，如果每次每个玩家前往幽影密林都要击杀一次这么强的 boss， 估计所有玩家都会被困在新手村了。随即他回复道，现在可以直接前往幽影密林了。陆天辰消息刚发过去没多久，低调如我就回复了，陈天大哥，要跟我们一起前往幽影密林吗？接触过后发现，低调如我像是一个开朗的大男孩，看着很单纯。不过人心不古，是否值得信任还需要进一步的观察。陆天辰拒绝道，不了，我已经出发了，有装备我会联系老邱。关闭聊天界面，陆天辰走出新手村，径直朝幽影密林的方向走去。再次行走了40几分钟，他才再一次走到了特洛平原和幽影密林的通道处。这条道路像是本就存在的一样，反倒是这100米宽的大裂缝是后天形成的。走过通道，陆天辰踏入了幽影密林的土地上。与特洛平原不同的是，这里到处都生长着奇形怪状的树木，空气钻入鼻子，有一种潮湿的感觉。树林之中时不时地传出禽类和兽类的叫声。因为村长提供的地图，所以地图栏上这一片区域的地图也亮了起来。陆天辰径直地朝向红点的地方走去，期间看到了很多个野怪，等级都是10到15级，不过只是零星的几个，他也懒得出手。幽影密林这个区域比特洛平原还要大。行走了1个小时之后，陆天辰终于到了。只见眼前一大片的地方都没有任何树木生长，而营地最边缘处则是用高大的木栏围住。营地的门口铺设着10几个由大圆木削尖制成的路障，而门口两边则站着4名手持长枪的守卫。好家伙，防守工作做得不错啊！陆天辰慢慢地走上前，只见2名守卫上前将长枪交叉，阻拦陆天辰进入。这防守还真是森严。随即他在背包中取出村长交给他的信，递给了其中1名守卫。看完信之后，守卫眼神交汇，终于将交叉的武器放下，随后给陆天辰让了一条通道。没想到村长还挺有面子的嘛。陆天辰慢悠悠地走入了营地之中，不得不说，这个营地要比新手村大了很多，来来往往的人也很多，不过应该都是 NPC。 他先按照指引走到了最中心的位置，只见一个木质房屋前有一个白须老者正在门口站着，这估计就是村长的弟弟萨里了吧。看这样子，比颤颤巍巍的村长确实精神了不少。随后陆天辰走上前搭话道，萨里先生你好。萨里抬起头打量着陆天辰，随后道，是冒险者陈天先生吧？在与哥哥的来信中，我已得知你对村子做的贡献。顿了顿，抬起右手指向右边的方向继续说道，沿着这条路一直向前走，走到尽头往右看，可以看到一个挂着新德里标牌的酒馆，你的导师阿尔海斯在那里等你很久了。与萨里道别，陆天辰沿着他所指的方向走去。走到没有路的时候，向右看去，果然看到了新德里酒馆。他径直走了进去。此时是白天，酒馆中除了酒保，就只有一个一身盔甲、满脸络腮胡的壮汉。这应该就是战士导师阿尔海斯了吧，还挺有闲情逸致的。见到有人走入酒馆，阿尔海斯斜瞥了一眼，没有理会。陆天辰则是走上前，主动搭话：尊敬的阿尔海斯先生，你好。哥。听了陆天辰的话，阿尔海斯抬头看了他一眼，打了个长长的酒嗝，眼皮翻了翻，醉醺醺的道，是新来的冒险者吗？随后在兜里掏了掏，拿出一个小瓶子丢给了陆天辰，继续说道，给，突破等级用的，喝下去就行。陆天辰双手小心翼翼地接住丢过来的小瓶子，随后打开喝了下去。果然一瞬间他的等级就从10级提升到了11级。打开属性面板，将新获得的5点自由属性点，3点加到了力量上面，2点加到了敏捷上面。见陆天辰等级突破成功，阿尔海斯继续醉醺醺地说道，我这里有个任务，哥，你去帮我完成一下。扇了扇扑面而来的酒气，陆天辰眉头皱了皱，没想到战士职业的导师是个大酒鬼啊。不过这个任务完成应该会给10级的技能吧，还是值得做的。虽然心里吐槽了一下，不过陆天辰还是点头道，没问题。第41章烈火斩。哥，在密林营地的西北方向300米处有一群猴子，他们酿制的猴儿酒听说很不错，帮我带回来。哥，真是个大酒鬼。陆天辰内心不由得嘀咕，不过嘴上却应道，没问题。随即打开任务栏查看，主线任务，美味的猴儿酒，进度0时，奖励经验值加700，银币加2，声望加70，技能卷轴 X1。陆天辰一阵疑惑，之前村长都奖励1000点经验呢，这奖励怎么还变少了呢？难道奖励是根据任务难度来的？将任务栏关闭，不再多想，陆天辰暗自嘀咕，材料只要10个，那岂不是杀10只怪就完事儿了？太简单了。趁玩家都没到达营地，先看看有没有其他任务吧。
随即，陆天辰在营地内转悠了起来。营地面积比较大， NPC 也不少，他一个一个的上前搭话。不过发布任务的 NPC 并不多，大多数打完招呼都没下文了。此时他走到杂货铺这里，老板上前热情搭话：“尊敬的冒险者，看看要买点什么？”之前在新手村打怪豹的任务品，此时已经没用了，所以陆天辰将其全部出售给了杂货铺老板。不管怪物实力如何，任务品出售都是1铜币一个。他将蚕丝、变异野狼的牙齿和牛头护卫的断角全部出售，一共获得了96枚铜币。将铜币收好，再次花费30枚银币购买了6个回程卷轴。陆天辰问道：“先生，我已经没什么要买的了，我有什么可以帮你的吗？”听了他的话，店铺老板明显犹豫了一下。陆天辰眼前一亮，有戏。随后店铺老板富尔对陆天辰道：“我这里确实遇到了一些麻烦，上周我的商队在丛林中被劫掠了，损失惨重，如果可以的话，能帮我把丢失的物资带回来吗？”陆天辰点头同意，接取了任务。随后他又跑到了铁匠那里，接取到了一个收集矿石的任务。其他 NPC 貌似都没任务了，那就先去把这些任务做了吧。随后陆天辰从营地北边的出口准备出去，但是看到一个扎着麻花辫的小女孩踮着脚，透过木栏向外张望着。事出反常必有妖，估计有任务。陆天辰暗自嘀咕，随后走向小女孩：“小朋友你好呀，有什么能帮你的吗？”陆天辰搭话道。小女孩看到陆天辰之后犹豫了一下，然后摆弄了一下衣服的下摆，过了一会儿道：“我确实有一个请求，不过我没有钱委托你。”陆天辰脑海里一堆问号，还有没有奖励的任务？是引导任务吗？还是接了吧，没准触发个隐藏任务呢。内心暗自嘀咕，随后笑着对小女孩道：“没事的，有什么需要帮忙的尽管说。”听了此话，小女孩在原地蹦了蹦，随后道：“冒险者哥哥，我的名字叫切里，我的父亲霍普斯是一名猎人，他已经半个月没有回家了，我很担心他，你可以帮我找找他吗？”“没问题。”陆天辰一口答应下来，随即任务栏中多出一个支线任务：消失的人。不出意外，这个任务啥奖励也没有。将任务栏关闭，陆天辰走出了幽隐密林营地。阿尔海斯交代的任务地点并不远，只有300米。随着任务的指引，大约走了几分钟就到了。果然在前面的树梢上看到了一个醉醺醺的猴子。嚯，这猴子也是个酒鬼。使用真视之眼查看眼前猴子的属性，发现这只是11级的小野怪。随后他使用技能镜像分身上前个攻击。片刻，随着分身一剑斩杀一只猴子，爆出一件装备，一个任务品猴儿酒和25枚铜币。看来分身也可以触发幸运值的超级爆率，那就快点刷吧。随即陆天辰也举起武器冲了上去，不一会儿就击杀了10只猴子，一共获得了300点经验。将装备和任务品全部捡起来，陆天辰就准备在这里刷了。11级的怪，要不是任务需要，陆天辰路过都懒得看一眼。先回去交任务，将技能学了吧。随后陆天辰回到营地的新德里酒馆里面，此时阿尔海斯仍然在喝酒。陆天辰在背包中取出任务品放在了桌子上，仰头喝完一口酒的阿尔海斯看了眼前10瓶猴儿酒，眼睛一亮，随后道：“哥，不错，你的效率很高，这个你拿去吧。”随后他在怀里掏出一个卷轴，冲陆天辰丢了过去。陆天辰双手接住卷轴，游戏提示响起：任务完成，获得奖励：经验值加700，银币加2，声望加70，技能卷轴 X1。接过卷轴，陆天辰第一时间查看属性：烈火斩，品级高级，类型技能卷轴，职业要求战士，效果聚气凝神，凝聚火焰于武器之上，向前劈砍，对范围内的敌人造成物理攻击 X90% 的范围伤害，对目标造成灼烧和重伤效果，持续3秒。灼烧效果目标每秒损失50点生命值，重伤效果目标生命回复降低 20%， 冷却时间25秒。虽然技能伤害加成只比普通技能的倍率多了 10%， 不过技能攻击还有负面效果，也算对得起这个品级了。将卷轴上的丝线拆开，技能学习成功。随后阿尔海斯继续道：“我这里没什么事儿了，你去找萨里吧。”既然他这里没有任务了，陆天辰直接走出了新德里酒馆，走到了萨里身边。勇敢的冒险者，想必你已经突破了等级的桎梏，实力有了进一步的飞跃。我这里有点事情需要你的帮助。我们的采矿队5天前出发黑金山脉，至今未归，且音信全无，你可以帮我前往探查吗？见到陆天辰走过来，萨里说道。陆天辰点头答应，任务接取成功。随后内心暗自嘀咕：黑金山脉，这不是铁匠要采集矿石的地点吗？不错，可以将任务一起做了。拜别萨里，陆天辰走出营地，向着黑金山脉赶去。第42章黑金山脉。黑金山脉在密林营地的东边3000米处。哎，这游戏咋没做齐？
虽然陆天辰的移动速度很快，不过仍然走了半个小时左右，离得老远，虽然有树木的遮挡，但还是看到那连成一片的山脉。又花了几分钟才走到山脉的脚下，走近了才发现山脉通体黑金色，一棵树木都没有。铁匠的任务是收集20块黑金矿石，开搞吧。他取出铁匠交给自己的镐头，开始挖掘起来。不得不说，黑金矿石坚固异常，怪不得是铁匠炼制武器所必备的材料。大约20分钟后，陆天辰擦了擦额头上渗出的汗珠，看了下背包里摆放的20单位黑金矿石。这任务比打怪还累啊！不过终于完事儿了。将镐头收到背包中，陆天辰打开任务栏查看，发现萨里的任务距离此处并不远。沿着黑金山脉向左走了大约400米，看到前面有一个洞口，而洞口的外面赫然躺着一个受伤的人。陆天辰上前查看，发现这个人穿着一身矿工服，但是他整条右臂都呈现紫黑之色，并且有顺着手臂向身体上蔓延的趋势。仔细一看，手臂靠近手掌的位置赫然有着2个紫黑色的小点，看样子仿佛是被虫子咬了一样。你好，这里发生什么了？陆天辰问道。而这个受伤的男子虽然听到了有人对自己说话，不过看起来有些神志不清，只是手指着一个方向，嘴里一直喊着太可怕了，怪物怪物。顺着他手指的方向看去，赫然就是旁边的这个洞口。看着洞口的大小形状和门口摆放的一些矿车，不难猜出这个洞口是人为挖出来的矿洞。看来任务是要探索这个矿洞了。站起身，陆天辰走入矿洞之中。矿洞内的两边燃烧着火把，所以照明不是问题。沿着矿洞走了大约几分钟后，他看见有一个人影躺在地上，刚想上前问话，走近了发现这个人全身紫黑色。陆天辰得得索索的将手放在其鼻子下面。妈耶，死的！这时候100%模拟度的弊端就展现了出来。虽然陆天辰一直在给自己心理暗示，不过此刻还是脊背发凉。我靠，这剧情做的这么真干嘛？要是个胆小的，估计得下个好歹的。陆天辰内心不免的吐槽了一下，他的胆子都算大了，不过在这100%虚拟度之下，还是感觉很诡异。无奈只能向前继续走去，期间又见到了好多个 NPC 的尸体，不出意外的他们都全身紫黑，躺在地上仿佛都是中毒而死。别再给我渲染了，任务要杀什么怪，赶紧出现吧。陆天辰一边走一边内心不停地嘀咕着。再往前走了一段时间，终于看到活着的人了。只见前方的是2个穿着矿工服的男人，他们紧张地抱在一起，被一股白色的光团包裹着，而脚下有5只大腿粗细的蜈蚣赫然在其周围聚集着。不过这白色光团似乎也坚持不了多久了。陆天辰使用真视之眼查看怪物属性，剧毒蜈蚣，等级13级，生命值5000，魔法攻击240，物理防御力60，攻击速度70%，移动速度70，技能被动剧毒，攻击会使目标中毒，每秒造成50点真实伤害，持续时间5秒。这小怪竟然有技能了，不过也只是13级的小垃圾。开搞！陆天辰提剑上去就砍。没多久，眼前的5只蜈蚣全部被击杀，陆天辰获得了185点经验，等级提升到12级。地上掉落的东西捡起来，又打开属性面板，按照3点力量、2点敏捷的加点方式加点。见危机解除，那2个人四下看了看，发现在没危险之后，走到陆天辰的身边。万分感谢，冒险者，是萨里委托你来到这里的吗？陆天辰点头，然后问道。是的，萨里先生让我来寻找你们的踪迹，这里发生了什么？其中另外一名矿工说话了，我们采矿队在这里采集黑金矿石，本来好好的，发现了一块比黑金矿石更加稀有的黑金晶石，不过将其弄下来之后，前面突然坍塌，里面窜出来好多只蜈蚣怪物。他说着说着，用手在胸口处抚了抚，仿佛现在还心有余悸。随后另外一个人接着道，我们有好多个同伴都被攻击了，这些蜈蚣应该有剧毒，只见同伴们一个个的中毒而死，幸好我之前侥幸获得了一个魔法卷轴，才坚持到现在。听了他们2个的话，陆天辰摇了摇头，这2个人怎么不直奔主题呢？啰里吧嗦的。随即打开了任务栏，发现此时任务已经完成了，估计回去找萨里就可以交任务了。快升级了，再往前走走看，如果怪物密集的话就刷一刷。随即陆天辰便不再理会眼前的2人，准备向着矿洞的更深处走去。不过眼前的2个人却突然叫住了他。哎，冒险者，你还要往深处走啊？里面的蜈蚣还有很多。是啊，我想向前探索一下。陆天辰应道。不过眼前的人犹豫了一会儿之后说道，冒险者，既然你要去深处探索，如果可以的话，能将我们遗落的背包带回来吗？我会给你报酬。本来陆天辰都已经不耐烦了，没想到这2个人还有任务。
没问题。答应了他们的请求后，他便向矿洞的深处走去。一路上果然看到了好多尸体，不过此时陆天辰已经习惯了。大约前进了5分钟后，前面有一处塌陷，一个背包在坍塌处的周围，而附近密密麻麻的有几百只剧毒蜈蚣。在这狭小的矿洞之中，陆天辰看的密集恐惧症都犯了。好家伙，这也太多了！陆天辰内心暗自计算了一下，自己的魔法防御力很低，只有32点，每只蜈蚣攻击在身上可造成208点伤害，而剧毒每秒可造成50点的真实伤害。要是几百只蜈蚣同时攻击在身上，来几个大肉盾都不好使，自己妥妥的被秒啊！不过紧接着脑海里灵光一闪，我现在有4个范围攻击技能，且践踏附带控制，如果操作得当，貌似我可以秒了他们。第43章千足母虫。虽然眼前怪物数量众多，不过多亏自己的范围技能足够，要不然就算有着神级天赋，也不够我死的啊！计算好伤害之后，陆天辰在背包中取出双头野狼王的召唤卷轴。双头野狼王虽然只有1万点生命值，不过能起到一瞬间吸引仇恨的作用就够了。拆开卷轴上的丝线，召唤而出的双头野狼王瞬间出现，随后他便冲入了蜈蚣群之中。眼前密密麻麻的蜈蚣群里突然冲入一个入侵者，就好像一个平静的湖面扔进了一块石头，场面一瞬间开始变得躁动。随即所有的蜈蚣张开口气，同时冲向双头野狼王冲去，准备狠狠地撕咬一口。见所有怪物的仇恨都被吸引住了，陆天辰动了。他以极快的速度冲入野怪之中，他的位置看似危险，不过蜈蚣的仇恨都不在他身上。只一瞬间，双头野狼王的血条就消失了，变成一道白光消散。不过这已经为他争取到了足够多的时间。陆天辰进入野怪之中，直接发动技能烈火斩，因为这是伤害倍率最高的范围伤害技能，再加上必定暴击的效果。只见所有怪物头顶都飘出了2416暴击的红色伤害提示。而此时陆天辰没有任何犹豫，直接释放技能践踏。因为以蜈蚣的攻击速度，如果不将其控制住，估计很快就可以对他发动攻击了。只见周围准备攻击他的怪物全都受到伤害的同时也被眩晕住。这一切都在陆天辰的计划之内，随即继续发动技能横扫，再次打出高额伤害的伤害。由于他每次攻击都能触发暴击，所以攻击范围内的蜈蚣全部被击杀，而攻击范围外还剩下一些蜈蚣正冲他扑来，不过已经不足为虑了。陆天辰使用技能回旋斩，虽然每一次攻击仅能造成400多点伤害，不过奈何攻击频率比较高，且又是对群技能，攻击范围目标的同时也在补充他下降的血量。还不等技能释放完毕，周围早就已经残血的蜈蚣们全部被陆天辰收割了。刚刚才升级的他，此时竟然再次升级，达到了13级。看了眼经验值，已经是25095千。陆天辰看着地上掉落的一地装备，擦了一下额头上的冷汗。这一次他真的是艺高人胆大，将新获得的技能点按照原定方式加点，随即他在地上一件一件的捡起掉落物，一共获得94银50铜，3星稀有紫装350件，任务品蜈蚣毒液350份。上前将任务品矿工的背包捡起，陆天辰灵光一闪，这地方是个很好的练级场所呀，而且这装备产量真够大的，要不然在这儿刷会儿。陆天辰当即就决定了，随即走到一旁安全的位置，整理起装备来，也同时等待着怪物刷新。他现在身上的稀有装备只有护肩、靴子、项链和手镯是2星的，他将其全部替换为3星紫装，将便携分解炉取出，分解了193件3星紫装和6件2星紫装，获得了591件稀有金尘。便携分解炉的耐久消耗光了，此时还剩余168件3星紫装。回到营地之后，留一部分出售，其他的分解掉吧。现在以我的属性，就算出售一些装备，也不会对我造成太大的威胁了。陆天辰将背包关闭，看向前面。咦，这野怪怎么不刷新呢？游戏中有些野怪会刷新，有些则不会，还以为找到了个好的刷等级的地方呢。陆天辰一阵扫兴，刚想掉头回去，不过他发现地面有细石洒落，就连地面上的土石都震颤起来。随着抖动的动静越来越大，突然一个巨大身形出现在陆天辰的面前。仔细一看，眼前的怪物赫然也是蜈蚣模样，不过体型大了不知多少倍。那锋利尖锐的口气张开，冲着陆天辰发出刺耳的叫声。从那狰狞的口气中，甚至还有一些粘稠的液体滴落，与地面接触之后发出嗤嗤声。往下看去，液体滴落之处竟然腐蚀出了一个坑来。陆天辰第一时间使用真视之眼查看属性：千足母虫，精英怪，等级16级，生命值11000，魔法攻击力400，物理防御力80，攻击速度75%，移动速度75%。技能被动剧毒，攻击会使目标中毒，
每秒造成100点真实伤害，持续时间5秒。致命毒液张开巨大的口气，向前方喷吐剧毒液体，每秒对范围内目标造成魔法攻击 X50%的伤害，持续时间3秒，冷却时间3分钟。注：由于你击杀了大量蜈蚣幼虫，此刻它与你不死不休。不愧是16级精英怪，生命值都比双头野狼王都高了，魔法攻击力也是目前自己见过最高的怪了。不过陆天辰却笑了，1376点物理攻击，再加上神级天赋，只要攻击力不是高到足以秒掉他的存在，他都不惧。陆天辰瞬间就与眼前巨大蜈蚣交战在一起。虽然蜈蚣的被动剧毒比较恶心，不过片刻后千足母虫就被陆天辰打到只剩下 15% 的生命值。幽影虚空界的主动技能还没试过呢，不知道好不好使。随即举起带着戒指的左手向前一指，技能幽冥指发动，只见千足母虫剩余的血条瞬间被清空。果然不愧是抢怪神技啊！陆天辰目瞪口呆地看着千足母虫的身体变成点点白光消散。随后游戏提示音响起，经验值加110。陆天辰上前将地上的掉落物捡起，掉落了2枚银币、1件装备、1个技能卷轴、1个任务品剧毒之源。嘿，装备的品级应该是4星超稀有，希望卷轴是自己可以使用的吧。陆天辰一阵期待，随后拿起卷轴查看了起来。第44章大买卖，圣光守护，品级普通，类型技能卷轴，职业要求牧师，效果手持圣纹，为友方单个目标增加150加最大魔法值 X10%的护盾，消耗45魔法值，冷却时间20秒。操！竟然不是自己职业的。看完了属性卷轴，陆天辰一阵失望。不过技能卷轴到现在都没有人出售，估计可以卖个好价钱。随后又查看了掉落的武器，噬魂紫金弓。看完之后，他又是一阵无语。虽然是4星超稀有，而且是武器部位，不过竟然是一张弓。操！又不是自己用的，还想着再提升一波呢。2个掉落物竟然都不是自己用的。不过等回到营地强化一下之后卖掉吧，应该会卖一个好价钱。将卷轴和长弓收进背包，陆天辰就原路返回，朝着出口走去。在返回的路上又遇到了那2个 NPC， 他们还在原地等待。陆天辰将背包交给了他们。任务完成，获得了500点经验、1枚银币和100点声望。虽然奖励并不多，不过毕竟只是顺便做的任务，也聊胜于无。走出矿洞之后，陆天辰打开任务栏查看，按照任务的指引，他来到了杂货铺老板指定的一片区域。只见在任务指定区域竟然有一个寨子，虽然不大，但是门口还有2个蒙面的人在守着。这也是野怪吗？竟然是人形的，应该就是他们劫掠了杂货铺老板的物资。使用真视之眼查看了一下13级的蒙面盗贼，随即陆天辰就冲了上去。13级的野怪而已，而且数量并不多。不到3分钟，整个寨子都被他屠了，一共击杀了20个蒙面盗贼，获得5银40铜、400点经验值、20个任务品，杂货铺老板的物资，当然还有20件装备。现在除了小女孩发布的任务之外，其他任务都完成了。收拾完掉落物，陆天辰打开任务栏，盯着那个未完成的任务思索着。不过很奇怪，为什么这个任务没有指引一个大概的地点呢？这该去哪儿找啊？思考无果，他只能关闭任务栏。不管了，先回营地把任务都提交了吧。随即取出回程卷轴使用了。3秒之后，陆天辰回到了密林营地之中。此时在营地之中来来往往的，除了 NPC 以外，也有了一些可以看到 ID 的玩家。随后他先后前往萨里、杂货铺老板和铁匠那里将任务提交。3个任务直接获得1600经验值、4银币和400点声望值。此时等级已经提升到了14级。陆天辰打开属性面板，将新获得的属性点添加好，随后关闭。不出意外的，完成了萨里交代的任务后，他又给陆天辰安排了个任务。但是他没想到杂货铺老板竟然还有后续任务。杂货铺老板表示自己物资之中最重要的物品仍然没有找到，请求他再次前往查探。陆天辰当然是全部接取，要是没有任务的指引，他估计要闲逛好久才能找到练级的地方。毕竟天泉的地图太大了。最后见铁匠铺这里没有人，为了避免引起其他人的注意，消耗520个稀有金尘，兑换了52个超稀有金尘，然后将那张4星超稀有噬魂紫金弓放在强化台中，随后添加金尘强化。大约2分钟后，仅仅只消耗了52个超稀有金尘，便获得了加13噬魂紫金弓，强化到更高等级，对他来说也只是点一下的事儿。不过那就有点太惹人眼球了。这件武器估计价格会很高，拍卖估计会收取相当大的一笔手续费啊。低调如我不是弓箭手吗？问问他和老邱吧。打开社交界面，给老邱发送了消息。老邱，你要装备不要？大约过了3秒钟，老邱就回消息了。要。
虽然现在装备的价格下降了一些，不过还是老样子，2倍市场价收购。如果低调如我是某个财团的公子哥的话，老邱应该扮演着老管家的角色。上次小200万都没有任何犹豫，可见他们财力的雄厚。只不过这次交易的装备有些不同，陆天辰还是问道：“这是一笔大买卖，不知道你们能不能吃得下？”陆天辰这一问，老邱来了兴趣，以为他终于要大批量出售装备了，随即道：“陈天先生，你现在在密林营地中吗？”“是的，我们刚好也在营地之中，要不我们面谈吧。新德里酒馆见。”“好的，我现在过去。”对话完毕，陆天辰向着新德里酒馆走去。当走到酒馆门口的时候，老邱等人已经在门口等着了。“陈天大哥！”低调如我热情地上来打招呼，而老邱则是微微点头。随后他们一起进入酒馆。此时很多名玩家都在阿尔海斯周围领取着任务。他们走到2楼，进入一个独立房间之中，点好酒水之后，服务员退了下去。老邱问道：“陈天先生，这次的交易量有多少？”陆天辰慢慢伸出一根手指：“大张旗鼓的，总不能只出售10件吧？上次他们都不止交易这些。”100件。老邱吃惊道。陆天辰却微微摇了摇头。“1000件。”不过陆天辰还是摇了摇头。老邱此时纳闷了，但是低调如我则是歪了歪头道：“1件。”陆天辰终于是轻轻的点了点头。老邱听了此话更加疑惑，不过出于对陆天辰的信任，并未有任何质疑，而是等待他继续说。陆天辰从背包中直接取出一把长弓，放在了桌子之上。只见这把弓浑身呈现暗紫色，造型也十分优美精致。就算陆天辰将所有特效全部隐藏，不过还是可以看得出这张弓的不一般。低调如我看到这张弓，直接就跳了起来，眼神中全是喜爱。看出这张弓的不凡之处，老邱也反应了过来，随后激动地问道：“陈天先生，这张弓的品级绝对不低，是超稀有吗？几星的？”陆天辰此时也不再卖关子：“是4星超稀有噬魂紫金弓。”听了陆天辰的话，在场众人都倒吸一口凉气。天拳的普通野怪能爆的最高品级就是紫装，而超稀有至少要击杀精英怪才行。4星超稀有至少要击杀16级以上的精英怪才能爆出。怪不得陈天先生会选择把这么好的武器出售，原来实力已经这么强了。老邱反应过来，大方的道，随即在内心计算了一下起来。第45章收购京城。上午他刚在陆天辰的手中收了一批装备，当时2星稀有武器的市场价是14000元，虽然现在价格低了一些，不过目前4星紫装卖到25000也绝对不成问题。而按照京城的兑换比例，超稀有要比紫装贵10倍左右，但那只是理论上。在紫装都相对比较稀有的当下，超稀有完全就是装备天花板，是个大势力趋之若鹜的，有市场有价值，可惜就是没有人出售。所以只要这件装备流入市场，绝对会引起轰动。自己家少爷就是弓箭手，他自然不会放弃眼前的机会。深吸了一口气，老邱道：“陈天先生，这件武器的价格我可以给到30万，我之前说的话仍然算数，我出装备价格60万收购，30万的价格算是比较合理的了，更何况老邱是双倍价格收购。”但是陆天辰却摇了摇头，随后一挥手将这件装备的属性展示了出来。随着装备属性展示出来，众人经过短暂的观察，房间之中所有人都张大了嘴巴，全员进入石化状态。好片刻之后，低调如我激动的道：“陈天大哥，太牛批了！加13武器，而且是超稀有！”他在原地跳了跳，对这件武器的喜爱更加溢于言表。老邱反应过来，则摇了摇头。他人老成精，知道就算再喜欢一件东西，也不能在卖家这儿表现出来。给陆天辰示意了一个歉意的微笑，随后苦笑道：“陈天先生，这件装备的价值确实过于大了。众所周知，天拳的强化成功率非常低，甚至强化到10以上装备还会碎掉，所以这件装备的价值我也不好定义。要不您说一个数吧？可是双倍价格购买的话，老朽可能要食言了。”陆天辰当然明白老邱的意思，几百万估计他还是可以做主的，估计是得到了财团高层的同意。由于大量工作室刷低级野怪，导致京城的价格在持续走低。不过单纯计算材料价值，这件装备都要几百万，但那是陆天辰消耗的材料，其他人再来几倍都不一定能搞出一个加13的来。如果上千万的装备他私自决定双倍购买，估计他也没这么大的权利。所幸陆天辰本来就没打算能双倍出售这件装备，但是他也不会主动出价，便又将皮球踢了回去。价格还是你们来定吧。犹豫了一下，然后又和低调如我商量了片刻，老邱转头道：“陈天先生，2000万您看如何？”这个价格与他的心理价格也相差不大，所以沉吟了一下，他便点了点头。没问题。虽然在游戏的前期，装备的价格会虚高，随着各大工作室的入驻，装备和京城的价格绝对会持续走低。
不过天权无疑是各大财团们的又一战场，一步先，步步先，所以前期的投入是很有必要的。低调如我的天赋搭配上这么强力的武器，他们的实力提升的可不止一个档次。既然价格已经敲定，交易只是几秒的事情。片刻之后，2000万直接到账。陆天辰虽然表面平静，不过内心之中却是激动不已。似乎是想到了什么事情，陆天辰问道：“老邱，你们有刷京城的工作室吗？”“有的，陈天先生，怎么了？”老邱回应道。陆天辰沉吟了一下道：“目前我确实需要一些京城强化装备，去拍卖行买太麻烦了。”随即在背包取出一件3星紫装拿在手上，继续说道：“我现在有一批装备，如果可以的话，我想使用武器和你们交易一些京城。”老邱瞬间明白陆天辰的意思，打出的紫装直接分解为稀有京城太亏了，完全可以卖掉，然后再购入普通京城，再进行合成。毕竟虽然现在价格还没稳定，不过京城的价格已经开始走低了。但凡仔细琢磨的人都能发现这个问题。本来他们就想在陆天辰这里收装备，现在只是换了一个交易方式而已。没问题，陈天先生，不知道你想收购多少京城呢？现在自己的武器还没强化到满级，而一身装备都还没强化过，所以陆天辰所需的京城的量比较大。便道：“我现在手头有188件3星紫装，其中武器30件，我只要稀有京城，你看如何兑换合理？当然，以后我们的交易就不要提双倍收购的事情了。”与他们的几次交易，陆天辰都比较满意，他也动了长期合作的心思，所以陆天辰主动提出取消双倍收购。听了陆天辰的话，老邱道：“非常感谢陈天先生，武器按照1比3，其他装备1比2兑换京城如何？”老邱的价格也算公道，所以陆天辰也没有犹豫就同意了。不过突然想到他击杀千祖母重豹的技能卷轴了。咦，貌似老邱就是牧师啊？陆天辰问道。老邱，你要技能卷轴不要？要的话还是用京城交易。随即将技能卷轴圣光守护的介绍展示了出来。看到技能卷轴，老邱眼睛一亮。一个强力的奶妈在队伍中也是相当重要的，这技能明显可以让队友的生存更有保障。他回头看了眼低调如我，只见他此时点了点头，然后问道：“多少钱？”陆天辰扬了扬下巴，那意思就是你看着给。技能卷轴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人出售呢，价值虽然不好估量，不过也一定价值不菲。随后道：“200稀有京城，你看怎么样？”这个价格比陆天辰的预料高了一些，毕竟只是普通品级的卷轴，在游戏前期卖的贵点，不过也不会那么离谱。既然双方亦都同意，交易在几秒钟就完成了。此时陆天辰的稀有京城达到了1853个，不由得大喜，内心暗自嘀咕，还是这样兑换划算一些，换成传说京城就又可以强化几次了。不过还是任重道远啊。收到装备的老邱也是一阵欣喜，这样他们就可以提升一波了。陈天先生，合作愉快，合作愉快。第46章黄老大。交易完，陆天辰走出酒馆，直接来到了铁匠铺，在铁匠这里使用1600个稀有京城兑换了16个传说京城，然后将武器又强化了4次。此时阿贝尔的灵魂长剑已经加17了，武器的额外物理攻击力再次增加了90点，额外力量增加了5点。此时陆天辰的物理攻击已经达到了1516点。心满意足地关闭了属性面板，打开了任务栏。此时未完成的任务有萨里的主线任务、杂货铺老板的后续任务和小女孩的任务。先去做主线吧，找个野怪聚集区域刷点装备才行，将一身装备强化到满级。陆天辰立下了一个全天权都没人敢想的 flag， 随后再次从营地出发向北走去。萨里的任务让他去营地北边寻找一个叫琼斯的人。4000米，这距离也太远了，啥时候给发放的坐骑啊，腿儿都走断了。抱怨归抱怨，无奈的摊了摊手，主线任务还是要做的，所以只得向前赶去。大概走了2000多米后，陆天辰发现前方赫然有着一群野怪。估计像剧毒蜈蚣那么密集的情况很少遇到啊。使用真视之眼查看了一下怪物属性，竟然是16级的野怪。嘿，16级的野怪可以报4星装备了，先在这儿刷一会儿吧。随即陆天辰便冲入怪物群中。正在他乐此不疲的刷怪的时候，不远处路过了几名玩家。队长，一个人可以刷一群怪吗？其中一名玩家看向陆天辰的方向，随即揉了揉眼睛道：“可以啊，我现在回新手村，多少只兔子我都可以单刷。”那个被唤作队长的玩家一边向前赶路，一边不咸不淡的回应道：“不是队长，我说一个人可以群刷16级怪吗？”那人盯着陆天辰的方向，再次问道：“你他娘的放什么屁？你没看我们之前遇到11级怪物啥属性吗？16级的怪群刷？你在做梦吗，二蛋？”队长似乎被他的胡言乱语气到了，也不向前赶路了。
一边回头一边对着那名叫做二蛋的玩家骂道。不过此时二蛋并没有看他，而是扭头看着一个方向，还时不时地揉一揉眼睛。他一阵恼怒，随即也看向二蛋看着的方向。透过树林，隐约的可见视线前方几百米的一处空地上有人在刷怪。不过仔细看去，好像只能看到一个人，但是同时暴走的怪物却有好几只。他使用真视之眼查看怪物属性。妈耶！16级怪，单刷！震惊之余，他冲着队伍几人做了个手势，随后向前靠近而去。他不是傻子，一个能同时刷好几只16级怪的玩家，岂是他们几个人可以招惹的？他只是想凑近看仔细。他们在距离大约100多米的方向停下观察。此时，陆天辰一个烈火斩直接将眼前的5只野怪灭杀，随后上前将地上掉落的装备捡起。此时正在观察的几人差点惊叫出声，他们赶紧捂住了嘴巴，随后低声交谈：“队长，他掉装备了，每一个怪都爆装备了。”二蛋低声兴奋的道。震惊过后，在低声思考的队长被他打扰，随即给了他一个大脖溜子，然后低声吼道：“你他妈的废话，我又不瞎！你高兴个什么劲儿？又不是你爆的装备。”二蛋揉了揉自己被打红的脖子道：“搞他啊！我们8个人，他就1个人。队长，你还有 A 级天赋。”听了二蛋的话，队长又是一个大脖溜子抽了过去。“你好像虎！8个人怎么了？咱们8个人能刷得了刚才的5只野怪吗？妈的，一只都费劲！”被连抽2下的二蛋也不敢说话了，心想队长今天怎么有点暴躁呢？不过此时只见旁边另外一名玩家凑到队长耳边道：“队长，我刚才看了下等级排行榜，从新手村出来之后，等级排行榜就变了，应该是一个营地汇聚了很多个新手村的玩家，现在排名第一的是一个叫陈天的玩家，14级了。”队长转头看向陆天辰的方向，此时他又引了5只怪刷了起来。他头顶的 ID 就叫做陈天，虽然14级就能群刷野怪很强，不过这不是重点啊。为什么他击杀5只怪就能爆5件装备？那人明显比二蛋聪明了一些，眼珠子转了转道：“会不会是因为这片区域的问题？这片区域的掉落率有没有可能是100%？”听了这人的话，队长一拍大腿，眼睛一亮：“还真没准。他们是来自74861新手村的玩家，在各大网游互相结识，最后在一个克老的号召下，指定在一个新手村进入天泉大陆，组建了工会黄天，而他们的会长就是那个克老。这个人我们8个肯定无法吃得下，先联系会长。”随即他打开了社交，找到一个 ID 叫做黄老大的玩家，发送了私信：“会长，我发现了一个100%爆率的地方，快来！”随即附加了坐标，发送过去。此时一名将装备特效开到最大的一名玩家，浑身闪烁着夸张的紫色光芒，尤其是武器发出了淡淡的光晕，很明显是被强化过的。这人正是黄老大，一剑将眼前的野怪砍翻之后，挥手吩咐手下的小弟上前拾取战利品。发现有人给他发送消息，他打开社交查看，看完消息震惊过了一下之后，只回复了一句“等我”后便关闭聊天窗口。随后对着前方正在刷怪的一波波队伍道：“兄弟们走了，咱换一个地方刷。”大约1个多小时之后，随着陆天辰一剑劈下，面前2只野怪变成了一点点白光消散。虽然这里的野怪不是很密集，但是刷新速度完全可以供得上自己。在不到2小时的时间内，他已经击杀了270只野怪，等级提升到了15级，并且经验值达到了27196400，距离下次升级也不远了。又是270件紫装收入囊中，就连游戏币都收获了1金8银。满意的点了点头，陆天辰关闭了背包，再刷会儿下线睡觉吧，今天可不能让父亲等自己太晚。不过正准备继续刷怪的时候，只见前面浩浩汤汤的走来了一大群人，而为首的是一个将一身装备特效全部开到最大的刀疤脸中年人。第47章爆发冲突。眼睛一扫，面前足有大几千人，而最中间的人不是黄老大又是谁？陆天辰眼神一凝，他并不是不讲理之人，要是有玩家来到这儿想要刷怪练级，陆天辰也愿意与其一起各打各的。不过眼前的这些人明显来者不善。大约对峙了1分钟之后，黄老大向前一个踏步：“这片区域现在是我们黄天工会专属练级的地方，给你10秒钟时间，滚开！”那张狂的表情再搭配他一身夸张的装备特效，让人差点以为他爸是李刚了。顺着黄老大往右手边看去，他竟然看到了一道熟悉的身影，而那个人也在盯着他，并且表情很复杂。此人正是之前被陆天辰在新手村城镇决斗秒掉的张少。张少似是纠结了一下，随后对一个玩家附耳说道：“大哥，这个人很厉害，游戏刚开服的时候就已经领先普通玩家很多，曾经还触发过一个成就呢。而且他现在已经15级了。”那人能站在黄老大的身侧，明显是他的心腹。听了张少的话后，转身就对黄老大转达，但是黄老大听过之后却嗤笑一声：“
打量了一下陆天成后说道：“切，15级，15级多个屁！在咱们这么多兄弟的面前，他敢放屁吗？”陆天成眉头一挑，看来张少并没有挑拨离间，但是这黄老大的嚣张态度让他已经有了一丝怒意。明知对方是找茬的，陆天成也没有坐以待毙的习惯，他冲着黄老大慢慢的走过去。见陆天成并没有退走的打算，反而向他走过来，黄老大眉毛一挑，似乎是来了一点兴趣。出于对自己装备的自信，他将拦在身侧的2名心腹玩家并退，打量着眼前的人。他们本就距离不远，陆天成前进几步之后，竟陡然加快速度，向着黄老大冲来。凭借着100多点移动速度，陆天成前冲的速度已经和释放技能重击冲锋的冲刺速度相当了。虽然周遭的玩家反应过来欲要阻拦，不过陆天成一记烈火斩直接向前无差别的劈砍过去。只见凶猛躁动的火焰陡然出现，一瞬间裹挟住整个刀身。随着陆天成的劈砍，前方的空气都仿佛被这火焰蒸发的沸腾。黄老大没料到陆天成竟然有如此之快的移动速度，被这突如其来的一击结结实实的劈中。其实黄老大即使无力躲闪，他也并没有太多的担忧。他玩游戏最喜欢氪金，不光武器，他现在的所有防具都已经强化加6了。虽然是全力量加点，不过生命值和防御也相当不弱。不过随着一道2710暴击的红色物理伤害提示在所有被攻击到的玩家头顶飘出之后，原本因为陆天成先动手所引起的短暂骚动竟然瞬间平息下来。就算是全体力加点的盾位玩家都扛不住这伤害啊！这他妈的比 BOSS 伤害高了不知多少倍啊！黄老大此时的身体已经开始慢慢的分解为点点白光，不过其脸上的震惊之色却仿佛定格。死！当黄老大及其附近的人全部消失之后，原本的安静被打破，取而代之的是一阵倒吸冷气的声音。一击将近3000点的伤害，他们的站位并不是特别密集，陆天成这一击大约击杀了40几名玩家。击杀黄老大等人后，见没人有异动，陆天成慢悠悠的上前捡掉落的装备。虽然周围仍然有着大几千的玩家，不过愣是没有一个人敢上前。此时在密林营地泉水处复活的黄老大表情仍然是错愕震惊，我他妈被秒了！又过了片刻之后，他终于反应过来，随即震惊错愕的表情渐渐的转变为愤怒。他立马打开社交，给一个还在场的小弟发去消息，吩咐兄弟一起攻击，就算他伤害高，他也顶不住几千人的围攻。谁杀了他，我给他100万！看了眼老大发来的消息，那名玩家苦笑了一下，不过还是大喊道：现阶段不可能有人能打出这么高的伤害，他一定使用了特殊道具，我们几千人的攻击可以瞬间秒了他。虽然陆天成并没有用什么特殊的道具，但是他后面的话确实没错。玩家达到10级，就算一点力量不加，基础攻击就有140点之多，已经足以对陆天成破防。这么多人同时攻击到陆天成，就算有着5000多点生命值的他也是被秒的份。不过陆天成怎么可能站着不动让他们攻击？而且有着神级天赋鲜血之拥的他来说，天权怕是没有比他更持久的人了。不过即使这名玩家带会长发声，不过现场几千人仍然没有一个人敢动一下，他们完全被陆天成这超高伤害给镇住了。他振臂高呼之后，竟然没有一个人上前。他继续说道：会长说谁击杀了他，就给那人100万。俗话说有钱能使磨推鬼，100万的诱惑直接让他们的恐惧和理智全部都被抛在脑后。只见盾卫给自己套了个护盾就往前冲，战士则是直接向前冲去，想等距离够了直接发动技能重击冲锋冲向陆天成。刺客则在盾卫后悄悄前行，准备接近，绕到陆天成的身后发动背刺。法师和弓箭手也都举起武器对陆天成发起攻击，倒是一些奶妈奶爸都兴致缺缺，击杀又没他们的份儿。最先到来的攻击是后排法师和弓箭手的攻击，不过陆天成又岂会在原地坐以待毙，他直接一个后撤就逃离和攻击范围，并且和他们的距离再度被拉开。一边急速后退，陆天成一边从背包中取出一个卷轴，将卷轴取出之后，直接单手将丝线拆开，一个身高足有3米的双头野狼王直接出现在人群之中。这突然的变故让一些追击陆天成的玩家乱了阵脚，距离近的玩家已经与其站在了一起。趁着场面的混乱，陆天成躲到一棵树后面，使用技能镜像分身。随后镜像分身出现在众人的视野之中，分身虽然无法使用技能，不过超高的攻击力可以让他一剑一个小菜鸟。就这样一边躲避攻击，一边击杀着玩家。此时分身在前面吸引着一些前排的玩家，双头野狼王在场中搅乱战场，而此时的陆天成则在树林中灵活的穿梭，朝着后排的方向前行而去。第48章，咱家换个房子吧。虽然没有人指挥，但是经过最开始的混乱之后，他们也开始明确分工。盾卫抗在最前面，由于法师和弓箭手的攻击无法很好的命中移动速度极快的分身，所以他们转移目标，集中火力输出双头野狼王。
野狼王毕竟只是10级的 BOSS， 在1、2千人的集火下，生命值在迅速的消失着。片刻的功夫，残血的野狼王使用了技能紧急护驾，但是也只能拖延一会儿而已。不过争取的这一点时间已是足够，因为陆天辰已经来到了后排的位置。此时所有技能全部冷却完毕，陆天辰趁他们不注意，直接朝向最密集区域冲去。拿来吧你！随后技能烈火斩再次发动，打出了一片的暴击。这一击竟然直接击杀了几十名玩家。此时正在集火双头野狼王的后排玩家也发现了此处的异变，距离远的向这边攻击过来，而距离近的则急忙后撤。不过速度又怎么赶得上陆天辰？我看你们往哪儿跑！他之前扫了一眼，法师和弓箭手的总人数大约是1000人左右，牧师少一些，大约有200人。陆天辰在后面厮杀了片刻后，将后排全部击杀。由于陆天辰奇袭后排，导致本来集中在野狼王身上的攻击减弱了，不过这会儿还是被击杀了。他们本来还想质疑为什么后排不输出了，不过转头一看，只看到了陆天辰咧着嘴冲他们笑。我靠，老家被偷了！但是当他们反应过来之后，已经晚了。不过他们转头再看向另一侧，所有人都是一愣，怎么有2个影分身？不过即使他们的后排全部被秒掉，他们的人数仍然占优，所以一群人又冲了上来。毕竟在他们看来，眼前的人就是100万。不过他们连继承80%属性的分身都杀不死，更何况他这个本体呢？虽然稍微费了一些气力，不过几分钟后，场地只剩下了由于罪恶值过高 ，ID 已经红得发紫的陆天辰一人，还有一地的装备。玩家属性普遍不高，击杀他们实在太简单了。不过这装备真穷啊！会长整得人模狗样的，也不说给工会的弟兄搞点装备。陆天辰一件件的低头捡起地上掉落的装备，紫装只有不到100件，而且星级最高的也只是黄老大的一件加7的3星长剑，其余装备白装居多，少量蓝装。虽然陆天辰有着幽影虚空剑，背包容量相当大，不过如此之多的装备他也没法全部收取，所以他一边捡装备一边上架，最后将蓝装白装全部出售。虽然品级星级不高，但是胜在数量足够多，一共获得了70万。随后看向背包中的紫装，这么低星的装备，估计老邱都嫌等级低，等回密林营地之后分解掉吧。出售和捡装备，他足足花费了半多小时。他打开属性面板，看着自己4000多点的罪恶值，有点无语。哎，这么多罪恶值，这得刷多久才能清楚啊？随后关闭了属性面板，看了下时间，已经10点多了。不知不觉间，竟然又玩了这么久，等级已经领先不少了。今天就到这儿吧。随即陆天辰在原地就退出了游戏，将虚拟头盔取下放在枕头边。透过缝隙，陆天辰发现客厅的灯还亮着。虽然他下午是躺在床上玩游戏，不过父亲仍然在默默地陪伴着。爸！他轻唤了一声。听到他的声音之后，陆海将门撬开一点缝隙，问道：儿子，玩完了？今天赚够了，就不玩那么久了。陆天辰笑着答道，随后想起了一件事，继续说道：早点睡觉吧，老爸，明天给你们一个惊喜。听了陆天辰的话，父亲道了句晚安，就将卧室的房门关上。不一会儿，客厅的灯熄灭，父亲也休息去了，房间再次回归寂静。不过陆天辰却有些睡不着，他甚至可以清楚地听到自己因为激动兴奋而变得粗重的呼吸声。辗转了半个多小时，仍然无法入睡，他在床边摸索了起来，拿起手机解锁，打开软件，一气呵成。寂静黑暗的房间之中，一张清秀的面庞被手机的背景光所照亮。看到手机银行上接近2100万的余额，他整张面庞上满是激动与兴奋。这2天真的是仿佛做梦一样，仅仅开服1天半的时间，我就赚了2000多万。他将手放在脸上，轻轻地掐了一下，可以感受到疼痛，不是吗？最后不知道几点钟，陆天辰终于带着1天的疲累和兴奋睡着了。翌日000，陆天辰被一阵铃声吵醒，这是他昨晚特意定的闹钟。听到房间内的动静，父亲贴着门问道：儿子，醒了？陆天辰回应，随后他便打开门进来。儿子，今天怎么起这么早？父亲慢慢走到床边，对他道。陆天辰被扶起，靠在了床上，他却不准备回答父亲的问题，咧嘴神秘的一笑：秘密？臭小子还秘密？今天吃你最爱的馄饨，你妈已经包好了。一边说着，父亲陆海一边将陆天辰移动到轮椅上面，然后便推着陆天辰出了房间。他所坐的轮椅是某鱼上买的，纯手动不说，还是个2手的。等回头给你换一个电动的轮椅吧。我看网上说好像还有那种爬楼式的轮椅，虽然贵了些，不过以后你就可以经常下楼透气了。陆天辰他们家所在的楼层是6楼顶楼，
而且又是老式的不梯房。上一次下楼透气还是在半个月之前。每次看着父亲把自己背下楼，额头上都会有豆大的汗珠。母亲自己一个人将轮椅拿下来也会费一番功夫。虽然都是气喘吁吁的，不过他们嘴里一直喊着不累不累。就因为这个原因，陆天辰从来都没主动提出要下楼透气。馄饨好了，思绪纷飞间，母亲端着一大碗热气腾腾的馄饨走了出来，一家人围坐在一起吃了起来。虽然简单，但却幸福。吃了一口馄饨，陆天辰抬起头，看了眼父亲，又看了眼母亲，犹豫了一会儿，然后开口道：“爸妈，咱家换个房子吧。第49章全款，签合同吧。”听了他的话，正在喝汤的父亲都被呛到了。母亲也将勺子放回碗中，他们两个都用一种疑惑的目光盯着他。陆天辰被盯得发毛，讪笑道：“你们别这么盯着我，昨天运气好，又赚了点钱。爸，你以后也需要好好休养，买个1楼就不用每天爬楼了，而且我也可以自己出门了呀。”南海市是一个临海城市，这2年发展的也相当不错，从而导致房价飞升，像他们居住的这种老破小的小区都已经1万1平了。听了陆天辰的话，陆海沉吟了一下，在思考着，儿子说的话并不是没有道理。他们的老小区环境差不说，连个电梯都没有，儿子上下楼很不方便，更何况如果以后自己卧床不起，就想着陆海也觉得这确实是目前应该解决的问题。把这套买了，买一个小一点的1楼吧，会方便很多。陆海心里如是想着，与老婆周平对视了一眼道：“买个低楼层确实会方便很多，儿子也不至于每天都待在家里了。”此时母亲周平也点点头同意：“我和你爸一会儿就下楼去中介那里看看有没有合适的。”将一个馄饨放在嘴里，陆天辰一边吃一边道：“妈，咱不去楼下中介那儿，我已经选好位置了，吃完饭我们就去。”饭后，父亲帮陆天辰穿戴出门的衣服，母亲则在厨房洗碗。“你小子总打哑谜，买房不去中介看，你想去哪儿看啊？”一边给儿子穿着衣服，陆海一边说道：“待会儿你就知道了。”臭小子！陆天辰穿戴好后，父母也收拾完，一起下楼而去。虽然他出了事之后体重明显下降了，不过仍然有着130斤的体重。可父亲愣是一口气没歇，直接从6楼背到了1楼。母亲此时也将轮椅搬下了楼，在陆天辰特意嘱咐之下，就连虚拟头盔也戴着了。等他们到楼下的时候，网约车也刚好到了，确认手机尾号，司机直奔目的地而去。期间不管父母如何询问，陆天辰都是神秘的笑笑不回答。大约过了20分钟，车终于到达了目的地。下车后，他们老两口往前一看，只见眼前是一个豪华气派的售楼大厅。售楼大厅的最外面的名字赫然是观海别院。儿子，你怎么带我们来这儿了呀？听说这里卖的都是别墅啊。父亲此时也用疑惑的眼神看着他。当然是买房了，这里环境这么好，我昨天晚上睡不着看了好久呢。随即陆天辰便推着轮椅走了进去。服务人员的素质还算比较高，见陆天辰行动不便，主动上前帮忙。他们走进售楼大厅，人并不多，只见里面三三两两衣着不凡的人在与售楼员交谈着。而反观衣着朴素的父母，还有这一个坐在轮椅的青年，这简直是一个奇葩的组合。门口大约有3个售楼员，他们在这个行业做久了，都是人精一样的存在。虽然并不像网文小说中说的一样狗血的剧情，不过他们仿佛都不太愿意接待，毕竟担心白费口舌忙活一场。最后他们将一个女生推了出来：“何颖，你去吧，你刚来没多久，当练手了。”虽然他还只是个新人，不过眼前的人他也能看得出来并没有什么购买力。无奈他只好整理了一下衣衫，走到陆天辰他们面前：“您好，这边请，我先给您介绍一下我们地产的情况。”不过陆天辰却摆了摆手：“不用介绍了，我之前已经了解过，这次来想看一下你们独栋别墅的实际效果。”陆天辰直截了当地说。不过听了陆天辰的话，何颖却是眉头一皱，不过想起他肯定的语气和自信的笑容，内心也不免嘀咕：难道眼前的几人真的能买得起房？不过出于职业素养，就算他们买不起，他也要服务到底。毕竟如果不满意，给他来个投诉，可是要扣钱的。既然如此，那我就不给您介绍了，这边请。而此时陆海和周平就默默地跟在儿子的身后。观景别院这个小区分为联排别墅和独栋别墅，本就临海，绿化面积也相当大。他们足足走了10几分钟才走到，就是这里了。只见眼前的别墅总共3层，外观自不必说，不管是搭配还是设计都相当不错。何颖一边向内走去，一边介绍着别墅的情况。别墅自带300平方米的院子，极为宽敞。院子中甚至已经被栽种好了一些植物，在进来的座右边甚至还有一个占地大约4平方米的透明鱼缸。平时在这晒晒太阳，看着老爸老妈种点花，养养鱼，多好。
陆天辰一边被推进院里，一边点头。单看这个院子，他就相当满意。青山来带给他的感受，比在手机上看图片可好多了。售楼员何影介绍完别墅外面情况和一些基本参数后，又将他们领进别墅内部。别墅的内部很高档，但却并不浮夸。别墅共有5个卧室，本来1楼的客厅是客人使用的，但是此时给陆天辰居住却是刚刚好。2楼、3楼各有2个卧室和2个卫生间。虽然总楼层只有3楼，不过还是配备了电梯，对陆天辰的行动来说也相当便利了。何影大概在室内又介绍了10几分钟之后，这个独栋别墅终于被参观完了。轮椅后面的2人全程都目瞪口呆地观察着这豪华的别墅。他知道决定权在陆天辰手中，所以附身说道：“陆先生，整体情况都已经介绍完了，您还有什么想要了解的吗？”陆天辰听懂了他话中的意思，不过这个售楼员也算尽职尽责了，随即问道：“亲身体验过后，给我的整体感受不错，报一下价格吧。”听了他的话，何影眉毛一挑，真有戏，在内心中兴奋了一下，随即道：“陆先生，这套别墅我们的官方售价2100万，现在集团资金回笼，如果全款购买的话，2000万就可以。”全程没有说话的周平听到了这个价格，嘴巴张得老大：“儿子，2000多万，咱家哪有这么多钱啊？走，咱们回家。”陆海并没有说话，不过他也疑惑着，儿子今天为啥会带他们来看2000多万的别墅？虽然现在有了一些钱，不过贷款也不够首付的呀。不过陆天辰则是搓了搓下巴，犹豫了一下后道：“没问题，全款，签合同吧。”第50章，天权玩家一身干。陆天辰说完之后，全场一片寂静，落针可闻。陆先生，您确定？售楼员何影最先反应过来，不过语气中仍然有着震惊之色。他们售楼员的底薪不高，但是提成却非常高，可以达到楼房成交价的1%。如果这套别墅卖出去，他光提成就有20万，这对于刚入职的他可谓是相当巨额的收入。陆天辰昨天就在手机上看好了这里的房子，现在亲临此地，觉得更是喜欢，而且这配套都齐全，简直是拎包入住。是的，你没听错，去准备合同吧。再次听到肯定的答复，何影终于确信他没有听错了。陆先生，请移步签约室，合同都是现成的。随后在前带路往回走去。儿子，你之前给我转的钱还没花你，一会儿我转给你，不过这也不够啊。是啊，小陈，2000万的房子，这小姑娘看样子当真了，你别拿她开涮啊。咱们把现在的房子卖掉，在小区楼下买个1楼也行啊。父母一边走一边在旁边说着。爸妈，放心吧，我有分寸。见儿子都这么说了，他们也就不再多说。到了签约室，所有的合同都是现成的，签约只进行了10几分钟。2000万的房子又是全款交付，过户也办理的相当快。陆天辰先生，恭喜您，现在您就可以入住了。签约完毕，负责签约的经理和陆天辰重重地握了握手。何影此时还没平复好内心激动的心情，这一切竟然都是真的。将陆天辰带过来之后，下面的操作都不是他负责了。2000万的房子自己在半小时之内就卖出去了，简直太梦幻了。签约完成，陆天辰和父母就直接返回了刚购买的别墅之中。进了屋，母亲第一时间问道：“你哪来的那么多钱？你别告诉我都是玩游戏赚的。小陈，犯法的事情咱们可不干啊。”妈，我要说真是玩游戏赚的，你信吗？全球有这么多人玩游戏，也没听说谁能2天赚2000多万的。这么说，他们自然不相信。不过以一点幸运点的事情，陆天辰也没打算告诉他们。停顿了一会儿后，他继续说道：“爸妈，我知道你们可能不太相信一个人能2天赚这么多钱，而且还是在游戏里。不过我确实在游戏中有一些和其他玩家不一样的机遇，这让我赚起钱来很简单。”随后他抬起头看着父母仍然很疑惑的目光，看来自己说的话父母还是很难相信。随即他挠了挠头：“嗨，你们儿子你还信不着吗？放心吧。”母亲周平刚要张口说些什么，便被父亲拦住了：“儿子，你做事有分寸，爸妈相信你。”陆天辰一喜，果然还是老爸好说话一点。不过父亲眼睛滴溜溜转了一下，然后道：“一会儿我也买个虚拟头盔，我也上去赚钱去。”陆天辰无语了，这明显是不相信自己，想上游戏看看啊。不过除了这么多钱呢？这要是放在以前，别说父母，他自己都不相信。不过现在事实如此，这还是他没有刻意的赚钱。如果他真的强化一堆装备到满级然后出售，那他赚的还会更多。虽然到时候市场绝对会被他搅乱，但是他一定会赚得盆满钵满。仔细想想，父亲的担心也是人之常情，所以陆天辰也没打算阻止。爸，那你玩游戏时间可不能那么长啊，等回头我给你弄点装备，
你玩半小时顶别人玩半天呢。听了陆天辰的话，父亲陆海回头对着母亲周平道：行，那就这么定了，媳妇，一会儿我去买虚拟头盔，你打车回家往这边拿些生活必需品吧。母亲点头同意，随后他们就走出了房间。父母走后，陆天辰在房间转了转，看着房间内高档的装修与布置，心里一阵恍惚。看了眼挂在墙上的时钟，时间已经是10点半了。20级就可以前往天泉大陆第2层了。据说第2层地图虽然没有第1层大，不过野怪资源却相当丰富，6座主城才是天泉玩家竞技的舞台，还是抓紧时间升级去吧。陆天辰来的时候特意嘱咐将自己的虚拟头盔也带着。他驱使轮椅来到1楼的卧室，这以后就是他的房间了。将床上的虚拟头盔拿起来戴在头上。Link Start， 当然喊这句口号啥用没有，单纯只为帅。游戏瞬间登录成功，陆天辰出现在了昨晚下线的位置，发现此时已经有一些人在刷16级的野怪了。他们配合默契，一个队伍中有引怪的，有输出的，也有奶妈在远处负责治疗的。下线10几个小时，玩家提升的这么快吗？都能刷16级野怪了，我还是赶紧做任务去吧。他打开等级排行榜，果然他的等级已经在等级排行榜的第6名了。第1名叫地狱之王的刺客玩家赫然已经达到了16级，43%。而榜单上陆天辰所熟悉的只有一个低调如我，排在第4名，15级，57%。我靠，这群人都不睡觉的吗？尤其是低调如我，你可是大财团的少爷啊，你要不要这么干？陆天辰无语了，不得不说玩游戏的人头部以下全是肝，天权玩家一身肝。随即他打开了任务，查看萨里的主线任务的指引，调整方向前往。大约过了10几分钟，他终于到达了任务地点，任务需要击杀30只指定的野怪，几分钟就搞定了。由于也有好多玩家在此处做任务，导致野怪并不是很够刷，所以他并没有在这附近练级。随后他又随着任务的指引前往杂货铺老板的任务地点。不过可惜的是，这个盗贼首领只是等级高一些，并不是精英怪。击杀了一个盗贼首领后获得任务品，不过小女孩的任务还是没有任何头绪。搞定，回去交任务了。在背包中取出卷轴，拉开丝线，片刻后他已经出现在了密林营地之中。提交完所有任务之后，直接获得了经验值加1300，银币加3，声望加350。杂货铺老板的任务没有下文了，但是萨里又交代了一个任务。陆天辰正准备打开任务查看呢，发现有人给自己发了一条消息。打开社交查看，是低调如我发来的。陈天大哥，你有没有空？我们发现了一个副本。第51章疯狂强化。副本？话说今天已经开服第3天了，我还以为没有副本呢。不过他们发现的副本为什么给自己发消息？正在他疑惑间，低调如我的消息再次发了过来。陈天大哥，这个副本有点难，而且有人数限制，因为难度比较大，出的装备你优先挑。陆天辰瞬间明白了，原来是想找自己帮忙。既然是副本，估计里面会有 BOSS， 天权中 BOSS 可是爆传说装备的。陆天辰随即回复：紫装对半分，超稀有及以上品级的装备全归我，如果可以的话，给我发个坐标吧。在幽隐密林的某一处，低调如我看着陆天辰发过来的消息一怔，转头问老邱：老邱，你说陈天大哥啥意思？超稀有咱们都没爆过。少爷你忘了，陈天先生的天赋可能和爆率有关，你的武器不就是他卖给咱们的吗？或许他真的可以爆出超稀有啊。况且这个副本我们本来就刷不过去，他提出的要求于我们来说一点都不亏啊。听了老邱的话，低调如我也觉得有道理，随即他便给陆天辰发去了坐标位置。看了下坐标位置，发现距离营地比较远，我准备一下就过去，可能需要几10分钟。随后又与老邱沟通了下，将他获得的4星紫装全部出售给老邱，获得了2252个稀有金尘。主线任务过会儿再做吧，将装备强化完，先去看看他们说的副本吧。随后走到铁匠铺，将之前击杀黄老大他们爆的装备全部分解，包括黄老大掉落的加7武器。如果他想，别说加7，就算是强化满级的装备，他都一大堆。分解完装备，一共获得了300多个稀有金尘。现在他背包中已经有2829个稀有金尘了。此时铁匠铺这里刚好没有玩家，趁着没人，把装备都强化一下吧，省得每次强化都成功都被人注意到。他首先在铁匠那里兑换了12个传说金尘。随着3次朴实无华的强化全部成功，英雄阿贝尔的长剑已经强化满级了。将长剑拿在手中，查看属性 ：Max 英雄阿贝尔的冰霜长剑，品级传说，星级4，物理攻击加110，力量加25，暴击率加8，攻击速度正10%，额外物理攻击加330，额外力量加30，额外暴击率加3。佩戴要求：战士。
被动，极影手攻击速度正 20%， 冰霜之力普通攻击和技能会降低目标 15% 移动速度和攻击速度，并每秒造成150点的冰冻伤害，持续时间3秒。注：守护天权大陆6英雄之一的阿贝尔历练时曾佩戴过的武器。好家伙，强化满级名称都变了。看了强化满级的属性，就算是陆天辰已经有所准备，但是还是被震惊到了。不出意外的，额外物理攻击是基础攻击的3倍，而且这次力量和暴击率都有所提升，和金铁神剑一样，强化到满级，武器多出了一个被动技能。超！太爽了！将武器佩戴好，属性又提高了一大截。现在还有一些稀有精神，再强化一下其他装备吧。不过此时他纠结了，他现在还有2件传说装备，狼王头盔和牛头领主的重铠护腿。如果强化这2件装备的话，这些精神也不够用。而唯一的一件超稀有野猪战士的铠甲，只是2星的，都快淘汰了。算了，还是先强化铠甲吧，其他的精神全部强化其他装备。2星超稀有每次强化只需要2个超稀有精神，他使用400个稀有精神兑换了40个超稀有精神已是足够。随着一次次强化和一次次的成功，不一会儿又有一件强化满级的装备出现。Max 野猪战士的铠甲 Plus， 品级超稀有，星级2，生命值加500，力量加20，物理防御加20，额外生命值加1500，额外物理防御加10。佩戴要求：战士盾位，被动重装铠甲，物理防御力加70。强化满级出现的被动技能简直是简单粗暴，70点物理防御已经赶得上他一身装备提供的防御力都高了。他发现强化满级之后提供的额外生命同样是基础生命值的3倍。看来所有强化满级的装备额外的属性都是装备主属性的3倍，这样的提升不可谓不强。随后他又消耗160个稀有精神，将护肩、靴子、项链和手镯全部强化到满级。还好铁匠铺周围没有其他玩家，要不然非要将它拆了研究不可。强化满级之后，单价属性提升了一大截，不出意外的也都出现了被动技能。护肩的被动是每隔60秒生成一个护盾，护盾值固定500点。靴子的被动是增加10点移动速度。项链和手镯的被动都是提高50点魔法防御，针对魔法攻击的野怪有奇效。陆天辰打开属性面板查看，冒险者陈天，等级15，经验值46546400，幸运值99999999，生命值8600，魔法值2200，物理攻击1686，魔法攻击390，力量548，智力120，体质60，精神70，敏捷97，物理防御180，魔法防御146，暴击率42，攻击速度 158.5%， 移动速度135。天赋鲜血之拥初级，技能真视之眼愈合，重击冲锋，横扫，践踏，回旋斩，烈火斩，镜像分身。称号新手村英雄。装备 Max 英雄阿贝尔的冰霜长剑传说4星，狼王头盔传说3星， Max 狂战护肩稀有4星， Max 野猪战士的铠甲 Plus 超稀有2星，牛头领主的重铠护腿传说4星， Max 狂战靴稀有4星， Max 纯金项链稀有4星， Max 纯金手镯稀有4星，幽影虚空界史诗15星。虽然攻击力并没有增加太多，但是生命值和双防御都已经相当高了。现在同等级的玩家，如果不是全力量或全智力的玩家，对他造成的伤害简直是微乎其微。此时还剩下1000多的稀有精神，剩下的装备想要强化都需要大量的精神，所以他不打算使用了。随后关闭了属性面板，这些精神等附近上线了，给他强化装备吧。接下来就去看看低调如我所说的副本有没有收获吧。随后陆天辰就朝向坐标定位的方向走去。第52章黄金哥布林的宫殿。陆天辰的移动速度已经达到了135点，可即使如此，他赶到目标位置也花了30几分钟。到达指定地点的时候，只见前方有不到10个人等在那里。最中间的位置赫然站着低调如我和老邱，之前见过的2个彪形大汉也在这儿。走近之后，陆天辰点了点头，便是打过招呼了。老邱见陆天辰之后，上前介绍副本。陈天先生这个副本很特殊，有人数要求，只能10人同时进入。他顿了顿，随后低调如我凑上前。陈天大哥，里面全是20级叫做哥布林的怪，我们勉强击杀了10几只，不过数量太多了，我们全挂出来了。虽然等级降低了1级，还好我武器没爆掉。
听了他们的话，陆天辰一喜，竟然是20级的怪，太好了，这次真的是来对了。不过他向周围张望了一下，也不见什么副本。副本在哪里？陆天辰疑惑地问。老邱冲后面摆了摆手，随即2个彪形大汉让开了身体。只见前方出现了2个石碑，2个石碑间隔了大约1米多的距离。石碑通体漆黑如墨，上面还刻画着闪着金色光芒的奇怪符文。上前2步查看，金色的符文形成了几个大字：黄金哥布林的宫殿。想必这就是副本名了。而老邱则在旁边解释道，想要进入这个副本需要组成10人队伍，目前看来，除非进入副本的人全部死亡，要不然其他人都无法进入。陆天辰在心底暗暗计算了一下，虽然自己现在还没遇到20级的 BOSS， 但是如果以他的属性都刷不过去，其他人就更刷不过去了。再次环视了老邱他们一眼，他们一共9个人，看来这些人都是需要进入副本的玩家了吧。不过陆天辰必定掉落稀有装备的事情，他不想透露。之前老邱问过他天赋是否和暴率有关，他当时含糊地承认了。虽然他的天赋和暴率没有半毛钱的关系，但这事儿知道的人还是越少越好。见陆天辰扫视他们队伍的9人，眼尖的老邱立马明白了他的意思，便上前道：陈天先生，这2位我们最开始的时候见过了，铁塔和铁山，他们是我们队伍的盾卫，天赋也很契合职业，相当能扛。随后2位壮汉冲着陆天辰点了点头。老邱又指着旁边的3女2男道：这5个虽然你还没有见过，不过他们也都是我们队伍的核心，也是集团的核心成员。来之前我们也特意嘱咐过，关于陈天先生的事情，他们绝对不会泄露半分。老邱介绍过后，5人冲着陆天辰点了点头，他也一一回应。跟聪明人打交道就是舒服，他一句话没说，陆天辰的疑虑就已经都被打消了。那我们进副本吧。老邱直接发送了组队邀请，这样击杀的怪物经验才可以平分，而且队友之间也不能互相攻击到，安全方面有了很大的保证。陆天辰开服到现在还没组过队呢，他发现在队伍内可以查看其他人的属性面板，但是低调如我应该是开启了深度隐藏，所以队友也无法看到属性。自己也开启了深度隐藏，估计自己的属性和装备其他人也看不到。陆天辰暗松一口气，他的装备要是被他们看到了，估计还是会有一些麻烦的。组好队伍之后，老邱在黑色石碑前面有操作了一下，随后他们的面前都浮现一个选择面板。进入副本，黄金哥布林的宫殿，是否进入？是否？陆天辰直接选择了是。等待了片刻，全员同意。只见眼前的场景瞬间变换，他也感受到一股吸力。在睁开眼睛时，他们赫然身处一处宫殿的一个通道之中。之所以判断是宫殿，是因为四周的墙壁都散发着各种宝石和黄金的光泽，简直可以用富丽堂皇来形容。陈天大哥，沿着这个通道一直往前走，就会遭遇大约50只哥布林。低调如我上前道，看来他们第一次探索副本失败，就是因为被50只哥布林群殴了。他点了点头，随后铁塔和铁山走在最前面，他们沿着通道向前走去。大约前行了200米，通道突然变得宽了不少。陆天辰上前，只见前面有一个大约10几节的楼梯，而楼梯下面是一个圆形的平台，大约几百平米。而平台上50只通体绿油油的怪物在下面活动着。陆天辰使用真视之眼查看属性：哥布林，等级20级，生命值2万，物理攻击400，物理防御力100，暴击率10%，攻击速度85%，移动速度90%。基础属性相当高了，作为普通怪，竟然有着2万点的生命值，怪不得低调如我手握加13的超稀有也只击杀了10几只。老邱和低调如我刚想和陆天辰商讨战术，陆天辰直接一跃而下，直接冲到了哥布林群之中。在圆形平台四处游走的哥布林剑道场中央，竟然来了一个不速之客，张着嘴巴叽里咕噜的吼着听不懂的语言，口中粘稠的唾沫横飞，随后一起冲向最中间的陆天辰冲来。见他这个举动，所有人都是一惊，哪有这么刷怪的？老邱和低调如我也是一愣。不过此时50只哥布林都已经冲陆天辰扑来了，带的所有哥布林全部都进入了攻击范围之后，他将武器 Max 英雄阿贝尔的冰霜长剑拿在手中，聚气凝神。陡然间，武器上冒出火光，陆天辰趁机直接挥劈而出，负2934暴击。只见每只哥布林的头顶都冒出了将近3000点的物理伤害。由于烈火斩的技能特效和武器的寒冰之力特效，此时每只哥布林的头顶又开始每秒飘出50点的灼烧伤害和150点的冰冻伤害，且都是真实伤害。看到这一幕，所有人的嘴巴都张得老大，这样的伤害着实让人目瞪口呆。要知道低调如我手持加13的武器，再加上 SSS 的天赋，
每次攻击也只能造成400多点的伤害啊！低调如我脸上的震惊之色最先消失，随后脸长得通红，满脸兴奋之色。操！陈天大哥不愧是我偶像啊，太牛逼了！第53章，刷个全图吧。不怪他一个财团公子哥接连爆粗口，实在是陆天辰带给他们的震撼太大了。一群哥布林血量一瞬间蒸发1/10还多，变得更加暴躁，挥舞着手中的木质大棒就冲着他砸下。而陆天辰135点的移动速度也不是吃素的，在哥布林群中闪转腾挪，身上不停地漂浮出多个 miss。不过由于哥布林的数量众多，护肩提供的护盾一瞬间破碎，他的生命值还是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在下降着。不过生命值下降到1/3以下的时候，陆天辰又冲入哥布林群中，再次释放技能践踏皆横扫，眩晕住野怪的同时，连续2次范围攻击又打出了成吨的伤害，而且都是暴击伤害。待的哥布林眩晕时间结束，张牙舞爪的再次冲向陆天辰，而此时他再次闪转腾挪，闪避攻击。当血量下降到一定程度后，再次使用范围技能回旋斩，恢复生命值。片刻后，陆天辰就这样技能循环，圆形平台上的50只哥布林全部都被击杀了。低调如我等人在通道处看得目瞪口呆。刚开始他们还想要下去帮忙呢，老邱在远处给他加了2次血，但是他悲催的发现自己家的血还没有陆天辰一次普攻回血多呢，而且他一个范围攻击能将所有生命值都恢复满。众人看着地上一地的装备，更是一阵目瞪口呆。不过虽然掉落了装备，但是却没有金币掉落，经验值也没有上涨，估计是副本通关后一次性结算吧。将哥布林全部处理完，陆天辰转身歪头冲着老邱道：“来捡装备了。”反应过来的众人都跳下台阶，将装备拾取。每一只哥布林都掉落了一件4星紫装。众人将装备都拾取好之后，交给老邱。而老邱与低调如我对视了一眼之后，冲着陆天辰走了过来：“陈天先生，我们没有帮什么忙，这些装备都是你的。”说罢就跟陆天辰发起了交易。见状，陆天辰直接拒绝了，说好的紫装对半分，就这么定了。而且你别给我装备了，直接交易金尘吧。随即老邱再次发起交易，将本该给陆天辰的25件装备换成了220个稀有金尘。那就多谢陈天先生了。交易完之后，老邱道谢，陆天辰则摆了摆手。圆形场地上的哥布林都被消灭了，通道再往前去有2个分岔路口。低调如我在2个通道处都看了下，随后转身道：“陈天大哥，我们上次哥布林都没有击杀完，所以不知道该怎么走，这2个通道你选一个吧。”陆天辰搓了搓下巴，随后指了下左边的一条通道：“就这个吧。”铁塔与铁山率先走进了通道之内，随后他们几人跟上。通道并不是很长，大约前进了300-400米，前面的空间再次变得宽敞。只见又是一个圆形场地，场地上面有2只哥布林，但是这2只哥布林一看就知道和之前的几只不一样。只见这里2只哥布林身高足有2米多，浑身肌肉隆起，手里拿着一个巨大的木棒。陆天辰第一时间使用真实之眼查看属性：巨腕哥布林，精英怪，等级20级，生命值27000，物理攻击650，物理防御150，暴击率15%，攻击速度85%，移动速度90%，技能巨腕之力，每次攻击可额外对目标造成10%的伤害。这精英怪的属性相当不错，而且还是2只。老邱等人也看了怪物属性，满脸愁容。不过陆天辰则是一喜，这哪是2个精英怪啊，这不是抄袭有外加技能卷轴吗？陆天辰再次跳了下去，直接举起长剑，冲着一个巨腕哥布林招呼了过去。铁塔、铁山2位壮汉见陆天辰直接跳了下去，也赶忙下去冲向另外一个精英怪。他们举起手中的圆盾，就冲着巨腕哥布林砸下，吸引了仇恨。而低调如我则在背包中取出长弓，发动了攻击，伤害不错，一记普攻竟然对精英怪造成了350多点的暴击伤害。要知道其他玩家的攻击力也就比这个精英怪的防御高一些，更何况在怪物物理防御削减下还能打出这么高的伤害。老邱等人也赶紧上去，能输出的输出，能加血的加血。陆天辰注意到了这边的动静，虽然他自己单刷这2只精英怪也没啥压力，不过他也没阻止。他们可能觉得刚才的装备拿得不安心，想要帮帮忙。大约过了1分多钟后，陆天辰技能重击冲锋，直接带走了这个精英怪。将地上掉落的装备和卷轴收起之后，他看向另一个战场，只见这个巨腕哥布林还剩下1小半的血，看来这个小队的能力还是很强的。尤其是铁塔与铁山2个人，巨腕哥布林有着650点的物理攻击，并且技能还可以提高10%的输出，可即使这样，他们2个人还能保持健康的血量，相当不错了。此时如果他选择出手，
则轻易可以将怪物杀死。不过2只精英怪他都已经击杀了1只了，再去抢怪也不合适，所以他在旁边看着。大约又过了2分钟，这只精英怪终于被低调如我一发普攻带走了。地上掉落了一件装备，被老邱捡了起来。这一看，竟然是一件超稀有。将装备给低调如我看了一眼，这件装备刚好是盾位装备的铠甲。如果铁塔和铁山带上，他们团队的生存能力会大幅度提升。虽然有些不舍，但是这都是和陆天辰在进入副本都沟通好的事情。随即他将装备递给陆天辰：“陈天大哥，咱们商量好的，超稀有归你。”陆天辰见此微微一笑，却摆了摆手。如果他想要装备的话，他早就出手了。不光可以获得超稀有，还能得到一个卷轴。你们自己留着分配吧，我刚才击杀另一只野豹了一件。顿了顿又道： boss 的装备我就不会让给你们了，谢谢陈天大哥。低调如我感谢道。此时老邱也上前一步：陈天先生，前面只有一个通道了，我们继续向前吗？陆天辰眼睛转了转，随后道：不，我们返回。返回？老邱很是疑惑。陆天辰则摸着下巴点点头：返回，咱们刷个全图吧。第54章黄金哥布林。啥？全图？所有人听了陆天辰的话都疑惑地看向他，而他没有走入通往下一个房间的通道，而是调转方向往回走去。陈天先生是想要把另外一个通道的怪物也刷了。老邱第一个反应过来，走，跟上陈天大哥。低调如我第一个就跟在了陆天辰的身后。走了2分钟，果然另外一个通道也有着2只精英怪。这边的2只精英怪也是哥布林的样子，可却比普通的哥布林还要矮小。不过不同的是，这2只哥布林通体都是蓝色的，而且手中的木棒系的仿佛是树枝，与其说是木棒，还不如说是法杖。陆天辰使用真视之眼查看怪物属性，发现是20级的精英怪法师哥布林。虽然是魔法攻击，但是在陆天辰这儿同样是菜鸟一个。与低调如我对视一眼，他就冲了上去。片刻后，陆天辰这边就已经解决战斗了，将掉落物捡起来，看向另一个战场。虽然法师哥布林的物理防御没有巨万哥布林的高，低调如我的输出更高了些，但是铁塔和铁山应付的似乎比较勉强。陆天辰查看了一下他们2个的属性，果然他们的魔法防御都不高，能坚持到现在全靠血量撑着。上一个精英怪他们应付的游刃有余，陆天辰没有出手，这次就没必要让了。有了他的帮忙，这只精英怪不到1分钟就被解决了。掉落了一件超稀有和一个技能卷轴，老邱捡起来递给他，他也并没有拒绝，直接大方的收入了背包之中。见状，老邱也不敢有任何怨言，毕竟如果没有陆天辰，他们连50只哥布林都刷不过。随着2只法师哥布林被击杀，前面通道的大门被缓缓打开。时间已经快中午了，赶紧击杀完 BOSS 吃饭去。陆天辰没有墨迹，直接一个踏步走了进去。又前进了几百米后，前方再次变得宽阔，出现了一个房间。只见房间之中，一只通体金黄的矮小哥布林出现在眼前。这个哥布林头戴华丽的皇冠，坐在镶满珠宝的椅子上，并且后面堆满了奇珍异宝。他左手拿着一个袋子，右手则手持权杖。这是野怪中的土豪吗？陆天辰一笑，随后使用真视之眼查看属性。黄金哥布林，副本 BOSS 为1，等级20级，生命值5万，魔法攻击800，物理防御250，暴击率15%，攻击速度90%，移动速度100。技能：能量法球挥动权杖，凝聚魔法球，对单体目标造成魔法攻击 X140%的魔法伤害，冷却时间3分钟。财宝及正义，将口袋中的财宝扔出，对范围内所有目标造成3段魔法伤害，每段伤害为魔法攻击 X40%，冷却时间3分钟。时间之力，生命值低于20%，发动时间之力，将所有技能的冷却时间重置，冷却时间10分钟。黄金哥布林的基础属性相当强悍了，魔法攻击高达800点不说，而且物理防御还达到了250点。在场的输出能对其破防的也只有陆天辰和低调如我了。而且这单体和群攻的技能伤害加成倍率也相当高，不过他的注意力却不在他的属性和技能上。唯一？啥意思啊？这 BOSS 只能击杀1次吗？看着黄金哥布林的属性介绍，陆天辰一阵疑惑。陈天先生，这个 BOSS 的伤害有点高，能打吗？老邱看完 BOSS 属性有点发怵，毕竟高达800点的魔法攻击，铁塔和铁山都扛不住，而自己又没法奶起来。不过陆天辰此时却点点头，你们注意站位，输出让我来吧。陆天辰说完，提剑就冲了上去，技能重击冲锋发动，负3796暴击，欺身而进，他直接对黄金哥布林造成了3000多点的伤害。虽然 BOSS 的血量足有5万点，
不过生命值还是肉眼可见的下降了一截。见陆天辰一击 ，BOSS 的生命值直接下降了7%。老邱等人心中也是大定，随后他们9人一拥而上，铁塔、铁山冲在最前面。只见此时，黄金哥布林直接将左手上的袋子在空中一挥，那小袋子仿佛无底洞一样，里面洒落出无数的金银珠宝，珠宝顺势全部都砸在了他们的身上。只见所有人的兜上都飘出了3段伤害蓝色的魔法伤害提示，每段伤害都有300多点，虽然拢共加起来也不过900多点伤害，就算3段伤害全部暴击，也无非就是1000多点伤害。对于有着8600点生命值的陆天辰来说，简直是毛毛雨。不过他们9人血量最高的就是铁塔和铁山了，他们2个都损失了大约1半的生命值，更何况其他人。此时受伤最终的就是低调如我了，打在他身上的伤害竟然有2段伤害都暴击了。老邱一阵大惊，赶紧使用治疗恢复低调如我的生命值。虽然奶量有限，不过10级之后有了2个主动技能，所以瞬间恢复了低调如我700多点的生命值。而低调如我此时也在背包中取出生命药水喝了一个，再次恢复了100点生命值。见他们队伍主力输出的血量虽然没满，但是已经到达了安全血线。此时黄金哥布林一击得手之后，竟然又举起右手拿着的权杖，只见上面蓝色的能量慢慢凝聚，大约只用了0.2秒的时间便凝聚完成。随后他将这凝聚而成的蓝色能量球挥手向前扔出，目标赫然就是铁塔。所有人都是大惊，老邱刚给低调如我加完血的空档，见此情形直接发动从陆天辰那儿买来的技能圣光守护，为铁塔套了一层500点的护盾。铁塔目前剩余血量1000点左右，再加上护盾的加持，而且老邱清楚的知道铁塔还有着伤害减免20%的 A 级天赋在，以 BOSS 的伤害如果不暴击的话是秒不掉他的。老邱的反应已经算很快了，不过蓝色的魔法球只是稍纵即逝就击打在了铁塔的身上。-1776暴击，只见一道高达1700多点的蓝色魔法伤害在铁塔的身上炸开。老邱呆呆地看着铁塔一点点的变成点点白光，喃喃道：哇超，竟然真的暴击了。第55章王座后的宝箱。这一切都发生在电光火石之间。见此情形，所有人都是一怔，队伍中的盾卫都扛不住2波攻击，他们又能坚持多久？除了盾卫，很少有人将自由属性点加到体力上面。玩家达到15级，基础生命值是1800点，再加上装备提供的一些生命值，他们的生命值无非也就是2000出头而已。此时队伍中只有一个奶爸老邱，他也无法一次性将这么多人的生命值恢复到健康状态，他们只能拿出血瓶一点点的恢复着生命值。而此时陆天辰则趁着黄金哥布林技能释放完的空档疯狂输出。对群的话，他还会留2个技能以备回血使用，但是对单陆天辰完全没有这个顾虑。召唤分身之后，重击冲锋、横扫、回旋斩、烈火斩等等技能直接照着黄金哥布林的脸上就招呼过去，技能在穿插普攻，使得 BOSS 的血条在短时间疯狂下降着。虽然低调如我伤害并不高，但是他也一边使用生命药水一边拉弓射箭帮助输出。大约过去了3分钟，他们使用药水硬生生的将生命值恢复满了，但是 BOSS 的技能冷却也好了。只见黄金哥布林再次挥舞左手中的口袋， AOE 技能再次发动。除了陆天辰与铁山以外，所有人的生命值又下降到一个极低的程度。范围技能释放完毕， BOSS 再次凝聚能量球，向着场上唯一的盾卫铁山而来。老邱这次学聪明了，他并没有给血量最低的人加血。看到铁山被瞄准，他直接3个技能丢过去，生命值恢复了不少不说，还套了一个500点的护盾。嘿，这次就算暴击也无法击杀铁山了。老邱暗自嘀咕着。果然能量法球轰击到铁山的身体上，虽然使得他残血了，但是并未将其击杀。此时 BOSS 的生命值很快就到达了20%了。看过技能介绍的陆天辰清楚，此时不能再继续输出了。如果生命值掉到20%以下，技能重置，再来一套技能下来，除了他以外，所有人都得挂掉。低调如我老邱等人见陆天辰不再继续攻击，也都反应了过来。他们都不是蠢人，所以也清楚他的用意，随即冲着他点头以示感谢。待得大部分人生命值都恢复到健康状态之后，陆天辰又开始输出。不出意外的，当黄金哥布林的血量下降到20%的时候，身上竟然飘出了一个虚幻的钟表，而表盘上的指针在疯狂的转动。叮！只片刻的功夫，指针就走了一圈。而 BOSS 本来还没冷却好的技能竟然再次发动。不过早有准备的众人虽然再次残血，但是也没被秒掉。现在还有16%的生命值，马上就能使用幽影虚空界的主动技能秒掉他了。陆天辰一边输出一边在计算着，但就在众人都松了一口气的空档，黄金哥布林竟然扔掉了权杖，在左手的袋子里面摸索起来。不一会儿就让掏出来一个卷轴，众人都是满脑子问号。陆天辰此时也是一怔，
这 BOSS 不就3个技能吗？这怎么突然拿出个卷轴？不过不待他们仔细琢磨，只见黄金哥布林嘴里叽里呱啦的不知在喊着什么，然后将丝线拆开，轰隆隆，顿时间，黄金哥布林手中的卷轴竟然飘出一朵乌黑的雷云，然后缓缓地升到宫殿的上面，笼罩了所有的角落，甚至连他们来时的通道都满是雷云。随即就是一阵轰隆声响。纳尼 ？BOSS 也能使用卷轴？陆天辰大惊，而且看着好像还是个伤害型卷轴。虽然震惊，但是手中的动作却是不停。几个呼吸之间，黄金哥布林的血量就已经被打到只剩下14%。陆天辰不敢耽误片刻，直接举起佩戴幽影虚空剑的左手，发动技能幽冥指。他只能希望击杀黄金哥布林之后，这个卷轴效果会停下来。可惜的是，还是慢了一点。轰！只见宫殿上方的乌云陡然间几百道白闪闪的雷霆直接劈下，所有人避无可避，速度太快了，就算是陆天辰都无法闪避开，被结结实实的劈中。负5000，每个人的头顶都飘出了高额的白色真实伤害。哇靠，这 BOSS 有点变态了吧？这谁顶得住？纵然是陆天辰，接下这一道雷霆之后，也只剩下3000多的生命值。可是其他人就不一样了，他们就算是在满状态的时候，被这雷霆攻击到，也要挂。低调如我、老邱、铁山，他们全部都变成了点点白光消散了。地面上他们的装备叮叮当当的掉落了。雷霆落下之后，头顶的雷云也慢慢消散，最后消失不见。雷霆落下和幽冥指攻击到 BOSS 只差了0.几秒。只见 BOSS 的头顶爆出了巨额的白色真实伤害，随后变成白光消散，地面上也掉落了几样物品。随后耳边响起了一连串的游戏提示音：恭喜通关副本黄金哥布林的宫殿，团队奖励经验值8000，分得经验值8000。恭喜您冒险者，您的等级提升，获得5点自由属性点，请根据喜好自由加点。当前等级 Level 16。恭喜完成20级 BOSS 首杀，是否隐藏游戏 ID 播放全服公告。由于老邱等人被击杀，所以退出了队伍。10人组队的副本最后竟然只剩下他一个，虽然分得了副本的全部经验，不过陆天辰却是一阵苦笑，随即道：否。随后一道提示音在全华夏服玩家的耳边响起：全服公告，恭喜玩家某某完成20级 BOSS 首杀，系统奖励声望加400，金币加20，自由属性点加10，初级装备自选宝箱 X1。低调如我等人的装备掉落了一地，陆天辰上前一一捡起。低调如我竟然将武器爆出来了，真够倒霉的。还好自己还在这里，要不然他这2000万可就打水漂了。将众人掉落的装备放入背包，随后又走到 BOSS 死亡的地方，将掉落物捡起来。BOSS 这次一共掉落了2枚金币，一件装备，一个卷轴，还有一个黑色石头。陆天辰发现，只要击杀 BOSS 都会掉落这个黑色的石头。目前来看，这个石头除了被紫色晶石吞噬的作用以外，其他的作用他完全不清楚。打开背包，发现之前击杀牛头领主掉落的石头，不出意外的也被吞噬掉了。算了，吞就吞吧，没准吞噬到一定程度，能召唤阿贝尔出来攻击呢。毕竟上次阿贝尔的虚影就出现，帮我解决了大问题。黄金哥布林被击杀之后，不出意外的，在王座那里出现了一个次元门。此时次元门已经逐渐变小，经过上一次幽影地宫的事情，陆天辰都快有幽闭恐惧症了。我可不想困在这里，收获一会儿再看，先从副本出去再说吧。随即便走向次元门。不过当他一只脚都抬起来，正准备踏入次元门的时候，陆天辰看向黄金哥布林的王座之后，轻咦了一声：这里怎么有个宝箱？第56章神之血。看到宝箱，陆天辰一下就来了精神，正准备迈进次元门的一条腿也挪了回来，走到王座后面，直接将宝箱收入背包之中。之后他又尝试将黄金哥布林后面的金银珠宝收进来，不过竟然不行。看着越来越小的次元门，陆天辰直接就钻了进去。一瞬间，他便出现在了进入副本石的地方。抬头一看，便看到了那2个石碑慢慢的分解，最后变成灰尘随风飘散了。看来这副本只能刷一次就会消失，既然是唯一的副本，想必有什么好东西吧。陆天辰一阵兴奋，刚准备整理这一次的收获，低调如我的消息就发了过来：啊呀，陈天大哥，我武器掉了，记得帮我捡回来啊。陆天辰此次收获颇丰，所以心情也是极好，于是问道：武器我收起来了，你们在哪里？陈天大哥，我们刚在密林营地泉水处复活。低调如我立马回应：新德里酒馆见。陆天辰说完，便取出一个回程卷轴，拆开使用。片刻后，他便出现在密林营地之中。由于传送的地点离新德里酒馆比较近，所以陆天辰走进去的时候，他们并未到。他随便找了个包厢进去，随后给老邱发去包厢号。先清点一下这次的收获吧。陆天辰一阵激动，他这次收获颇丰，3只精英怪给他报了3件装备和3个卷轴，
虽然不清楚卷轴是什么卷轴，不过至少收获了3件超稀有。而 BOSS 提供了1件装备和1个卷轴，还有一个神秘的宝箱，不清楚是什么。陆天辰先拿出精英怪豹的3件超稀有查看，其中有1件自己可以佩戴，巨万护肩，品级超稀有，星级4，生命值加1000，力量加20，物理防御加40，攻击速度加10，佩戴要求战士，还不错，至少有1件自己能装备的，而且加的属性比较全面，等回头强化满级，看能出个啥技能。其他2件超稀有虽然自己无法佩戴，等会儿分解吧。随后又查看了3个卷轴，他的脸瞬间就垮了下来。好消息是这3个卷轴都是技能卷轴，坏消息是他都不能学习。shit 啊！陆天辰没忍住爆了一句粗口，随后将技能卷轴全部扔进背包中，希望 BOSS 报的东西自己都能使用啊。陆天辰一阵玄学祷告，随即从背包中取出 BOSS 报的卷轴查看。灭世雷云，品级稀有，类型伤害卷轴，可使用次数3/3，效果使用后可召唤灭世雷云，对使用者直径1000米范围内的敌人造成一段5000点真实伤害，雷雨天效果翻倍。看完卷轴的介绍，陆天辰一愣，这不就是 BOSS 临死使用的卷轴吗？怪不得伤害那么高，竟然是个紫色的品级。虽然并不是技能卷轴，不过这个卷轴自己也可以使用，虽然有使用次数限制，但也不亏。再有哪个工会惹我，一个灭世雷云过去，都给老子死！将卷轴收好，看向 BOSS 掉落的装备。不过他又是一阵失望，这件装备是传说不假，5星也没有出乎他的意料，只可惜是个盾，这就很无语了。本以为收获很丰厚，结果就一个超稀有外加一个卷轴自己能用。陆天辰很不甘心，随即将在王座后面获得的宝箱从背包中取出。那个初级自选宝箱一会儿再开，看这个宝箱能出什么。他搓了搓手，压抑不住内心的兴奋，缓缓打开宝箱。随着宝箱的打开，眼前一阵红色光芒闪烁。还不等查看，此时刚好包厢的门开了，陆天辰瞬间将宝箱收入背包之中。来人毫无疑问是老邱等人，不过陆天辰也并没有给他们直播开宝箱的打算。几人进入包厢中，和陆天辰点头示意，然后都找地方坐下。低调如我坐到了陆天辰的对面道：陈天大哥，这 BOSS 咋还会使用卷轴？5000点的伤害，现阶段估计也只有你能抗住了。顿了顿，眼珠子转了转，继续道：陈天大哥，我那武器……陆天辰微微一笑，他没打算贪墨，所以将众人掉落的武器全部取出，放在了前面。众人谢过之后，将自己掉落的装备各自取回。琢磨了一下，陆天辰站起身道：这次 BOSS 临死使用伤害卷轴，谁也没料到，不过我也毕竟得了副本所有的好处。陆天辰说着，在背包中取出一个技能卷轴，放在了桌子上。这是一个技能卷轴，就当做是给你们的补偿了吧。低调如我听完陆天辰的话，当即就道：陈天大哥，这说的哪里话？没有你的话，别说 BOSS 精英怪长啥样我们都见不到，更何况我们报了一件超稀有和20多件紫装的收获呢。老邱也附和道：是啊，陈天先生，虽然我们的等级掉了1级，但是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而且我们都知道你已经在控 BOSS 的血量了。说罢，包厢内所有人也都是连连点头。看他们认真的表情，陆天辰有些无语。送出去的技能卷轴都没人要，不过这也恰巧证明了这一行人确实值得一交，所以他继续说道：别再推脱了，这技能卷轴也不是我能用的，留下也没用。见陆天辰语气如此坚定，老邱道：那陈天先生，我们给你京城吧。别了，需要京城我会给你发消息的，我得下线吃饭去了，拜拜。陆天辰却一摆手，直接走了出去。走出新德里酒馆的陆天辰直接找了个没人的地方，他刚才开宝箱被打断了，很不爽，这就好像你鼓掌的正嗨被人打断了一样。随后他急不可耐地取出宝箱，再次打开，红色光芒闪过，只见里面有一个红色的水滴形状的奇异物品，赫然凭空悬浮着。陆天辰小心翼翼地取出查看，神之血，品级5，说明远古神明血之精华，效果使用后可提升天赋等级。第57章天赋升级。查看完神之血的描述，陆天辰愣了好半晌，这竟然是能提升天赋等级的道具。SSS 级能否提升到神级他不清楚，但是他神级天赋的等级显示的是初级，大概率是可以提升到下一等级的。这次副本就算仅这一件道具也是不虚此行了。初级的神级天赋他觉得已经很厉害了，不光可以将伤害100%转换成生命值，而且还免疫禁疗、重伤等负面效果。陆天辰不由得激动，不知道升到下一等级又会有什么效果呢？随即他便意念操控，只见这滴神之血缓缓漂浮起来，在空中漂浮旋转，
随后飘入他的眉心之中。神之血没入眉心之中，便没有了动静。陆天辰赶紧打开控制面板查看，此刻他发现关于神级天赋的描述变了。鲜血之痈，终极，所造成的伤害将100%转化为血之精华。1. 损失生命值时，血之精华将恢复自身血量，使用血之精华恢复的生命值不受禁疗、重伤等效果影响。2. 未损失生命值时，血之精华将100%转化为护盾存储，护盾值上限为角色最大生命值 X 时，脱离战斗30秒后护盾消失。此时神级天赋已经由初级升级为中级。陆天辰看着天赋描述，一阵目瞪口呆。满血时，伤害可以转化为护盾，10倍最大生命值的护盾的是多少？陆天辰内心暗自计算了一下，现在他的生命值为8600点，10倍的护盾就是86000点。我靠，谁能斩我？之前他的属性就堪比 BOSS， 甚至攻击力比 BOSS 还要高，但是缺点就是生命值低了一些。现在嘛 ，BOSS 都得跪下叫爸爸，除了那个血量未知的布拉德里克，他还没见哪个 BOSS 有8万多的血呢。以我目前的属性，86000的护盾，外加8600点的生命值，将近10万的血量，天权最强的盾位估计也没自己能抗。他突然想起联盟里的一句话：“你觉得你能杀死我？”按耐住激动的心情，陆天辰关闭了属性面板，随后在背包中取出系统送的装备，自选宝箱。项链和手镯的主属性是魔法防御，这次选择靴子部位吧。随即将部位选择为战士可佩戴的靴子，然后打开宝箱。不出意外的，在1亿点幸运值的加持之下，陆天辰开到了最好的奖励——疾驰战靴，品级传说，星级4，生命值加1500，力量加20，敏捷加20，移动速度加20。技能疾驰，脱离战斗10秒后移动速度 X2。看到这个靴子的技能，陆天辰笑了。虽然并不是伤害和防护技能，不过至少以后赶路的速度快了，这就很舒服。看了眼时间，现在都已经12点多了。刚才他也隐隐听到了外面有搬运东西的声音，老爸老妈应该早就回来了，下午再玩吧。随即他便将头盔取了下来，驱动轮椅走出卧室。陆天辰看到父亲此时正在一个还套着塑料薄膜的轮椅前，拿着说明书看着。他不由得一阵感动，上午刚说过要给他买电动轮椅，中午就安排上了。听到动静，父亲放下手中的说明书：“儿子，来，刚好我刚看完说明书，过来我告诉你怎么使用。”随后他将套在电动轮椅上面的塑料薄膜撕了下来，调整了一下零部件位置之后，将陆天辰移动到电动轮椅上面。还别说，这贵的东西就是不一样，舒适度都提升了不止一个档次。父亲则是一边看着轮椅，一边告诉陆天辰如何使用，而他则是一边听一边尝试操作。所幸电动轮椅的操作并不难，只要熟练掌握就可以了。别墅门口和外面有着一个缓坡相连，陆天辰平时自己就能驱使轮椅在房间和院子溜达了。在院子和客厅转了2圈之后，他就已经掌握了电动轮椅的使用。一会儿再研究，吃饭了。而此时母亲也将菜端了上来。别墅之中所有器具都是齐全的，母亲上午回去取了一些衣物和厨房所用的东西就行了。饭间，父亲陆海瞥了一眼放在沙发上面的方形盒子，然后问道：“儿子，你是哪个新手村？”陆天辰顺着父亲的眼光看向沙发上面，没想到父亲还真就跑去买了个头盔。随后他道：“爸，我在74866新手村，不过说好我可没时间带你，我还得升级呢，玩家都太拼命了，我得赶紧升级呢。”听了他的话，父亲讪笑，随后道：“我就随便玩，上去看看。对了儿子，我玩啥职业合适啊？你要是和别的玩家组队玩的话，什么职业都行，盾卫和牧师比较吃香，但是如果要单刷的话，盾卫和牧师都不要选。”陆天辰一边吃着饭，一边回答父亲的问题，似乎又是想到了什么，他又道：“选择形象的时候记得变换一下，被人认出来总归是不好的。”吃完饭后，陆天辰又和一家人在院子中晒着太阳聊着天，生活幸福且美好。随后告诉了父亲自己的游戏 ID， 让他进游戏之后加自己好友，然后就转头进入卧室之中了。等上线之后看父亲选择什么职业，然后再给他搞一身装备吧。随即他便将虚拟头盔戴在了头上，然后闭上眼睛，瞬间他便出现在上次下线的地点。他径直走向铁匠铺的位置，疾驰战靴的被动相当不错，之前升级外加成就奖励的自由属性点，他点了9点的力量和6点的敏捷。他现在有着153点的移动速度，再加上疾驰战靴的被动，脱离战斗之后有着300多点的移动速度。这坐骑没盼到，还得自己赶路，不过也多少能节省点时间。不一会儿的功夫，他便到了铁匠铺那里，使用800个稀有金尘，在铁匠那里兑换了80个超稀有金尘。
随后将巨万护肩放上去强化，不一会儿的功夫就收获了 Max 巨万肩铠，属性相当不错，强化满级共增加了4000点生命值，而且被动竟然是伤害加深10%，这不就是巨万哥布林的技能吗？陆天辰有着高额的物理攻击，所以10%的伤害加深对他来说是相当不错的技能了。将装备替换，此时社交栏闪烁了起来，打开一看，玩家海纳百川请求添加你为好友，是否接受？第58章，小女孩的父亲 ID 是在院子中聊天时候父亲自己起的，所以看到名字的一瞬间，陆天辰就知道这是父亲，所以直接点击了同意。同意之后，他查看了属性面板，不出意外的只有一件零星的武器。不过他看着武器介绍，这不是个盾牌吗？父亲竟然玩了个盾位！陆天辰一阵无语，盾位虽然生存能力不弱，但是输出相对就比较低了，单刷是个问题啊。他第一时间编辑消息发了过去，爸，你怎么玩了个盾位啊？不一会儿，父亲的消息就发送了过来，儿子，我的天赋好像最适合玩这个。看到父亲的回复，陆天辰一怔，不过也释然了，像好多玩家抽到了治疗效果加成的天赋，如果再去玩输出职业，那不是扯淡吗？但是他也很好奇，父亲到底抽中了什么天赋，于是问道，你抽中的是什么天赋？片刻后，父亲的消息回复了，技能名字叫坚如磐石，效果是50%伤害减免。看到这条消息，陆天辰呆了呆，之前老邱好像说过铁塔的天赋是伤害减免20%，好像是 A 级天赋，那父亲这个50%伤害减免，爸，你这个是 SSS 级天赋？得到了肯定的回答，陆天辰恍然，怪不得父亲玩了个盾位，这个天赋配合盾位确实相当强悍，而且盾位也并不是一点输出没有，有他给提供的装备，想必父亲虽然玩了个前排，但是输出和生存一样都不会少。想起之前报的5星传说盾牌，陆天辰直接交易了过去。儿子，这武器比村长送的武器可好太多了，还有光环，还挺好看。父亲从没玩过什么网游，所以并不清楚传说和普通的装备能差多少。爸，你找到装备特效的选项，给关了吧，等我给你整一身厉害的装备再说。说完之后顿了顿，然后又道，这装备至少大几十万，现在玩家在野外把你击杀了，这装备可就掉落了。本来陆天辰的第一句话他都没怎么在意，当得知这件装备这么贵之后，他赶紧将装备效果全部关闭，开启了深度隐藏。殊不知的是，虽然新手村现在人不多，但是也有一些人注意到了这边的情况。父亲有了5星传说盾牌，自己升级还是不成问题的。背包里2件强化满级的装备和2件超稀有父亲都没法佩戴，还是先去打点装备吧。身上传说装备强化也需要金尘，先去搞点吧。陆天辰打开任务栏，现在只有一个在萨里那儿接的主线任务密林猫妖和小女孩的任务消失的人，小女孩的任务看来只能碰运气了，还是先去做主线吧。关闭任务栏，陆天辰直接就朝任务地点去。有了及时战靴的加持，他现在的移动速度比普通玩家快了3倍不止。大约过了10几分钟，便走到了任务地点。任务要求击杀30只猫妖，查看了眼前的怪物属性，发现只是17级的野怪，大约只用了2分钟的时间，便将任务完成了。这还是野怪，并不是很密集，要是野怪密集，估计自己一套技能下来就差不多了。陆天辰此时16级，击杀17级的野怪经验并不是很高，不过30只野怪也提供了750点经验值，而此时经验值刚好满足升级，等级来到了17级。陆天辰还是老样子，点了3点力量和2点敏捷就关闭了属性面板。17级升18级竟然要8000点经验，越来越费劲了。要是有一群20级野怪给自己刷就好了。陆天辰没有着急回去交任务，他在附近转悠了起来。大约转悠了10几分钟，他终于看到了一群密林幽虎，虽然并不是很密集，但是都是20级的野怪。暂时就在这里练级吧。虽然密林幽虎的数量并不多，但是刷新速度基本上可以攻得上他击杀的。就算攻不上了，陆天辰就打开天权的聊天频道，看玩家聊天打发时间。大约过了2个多小时，随着一招烈火斩劈出，面前5只密林幽虎被全部灭杀。系统提示响起，等级再度提升。他已经击杀了300多只密林幽虎，等级已经达到了19级。马德，这次没人比我快了吧？将最新获得的属性点按原定方式加点，随后他关闭属性面板，打开了等级排行榜，发现自己的等级果然排在了第一，虽然才堪堪19级，但是排名第2的地狱之主才17级，87%。低调如我本来死亡一次掉出了排行榜，但是现在又杀到了第7名。这个叫地狱之主的升级还真快，今天升到20级，前往2级主城之后再睡觉吧，别被反超了。关闭了等级排行榜，陆天辰准备返回幽影密林交任务了。虽然升级还需要1万点经验，
但是估计把幽影密林的主线任务全部做完就差不多了。他在背包中取出回程卷轴，正欲使用，发现正前方竟然闪烁了一阵黄色的光芒。咦，那边是什么？之前的注意力全在刷怪身上了，竟然没注意到。陆天辰很好奇，随即收起了手中的回程卷轴，从密林幽虎的侧边绕过去，然后径直向闪烁着黄色光芒的地方走过去。大约前进了400-500米，眼前的树木消失，变成了一片空地。而空地之上，一个满脸络腮胡的男子正躺在地上，而他手中拿着一个黄色的晶石，正借着太阳的光在四处折射。看他浑身是血痂，而且异常虚弱，应该是在求助。没有 ID， 应该是 NPC 还是野外 NPC， 估计会有任务。随即上前问道：“您好，有什么需要帮忙的吗？”只见那人无力地抬起头，看了眼陆天辰道：“勇敢的冒险者，我是密林营地的猎人，我叫霍普斯。你身上带治疗伤势的药水了吗？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霍普斯，这不就是小女孩切利的父亲吗？第59章幽影亚托斯。之前在新手村杂货铺购买的终极生命药水背包里还有4个，天赋升级后估计我也就告别药水了。随即他在背包中将4瓶药水全部取出，递给了霍普斯。非常感谢您，勇敢的冒险者。说完之后，他便将生命药水喝下，但是喝完生命药水之后就没反应了，也不再理会他。就这，陆天辰不甘心，毕竟这任务虽然只是找个人，但是没有任何位置提示，这跟大海捞针也没什么区别。可如今这根针被自己捞到了，却没下文了，不能接受，绝对不能接受。所以陆天辰上前问道：“你的伤势恢复的如何？”没反应。有什么我能帮忙的吗？还是没反应。霍普斯先生，你的女儿是叫做切利吗？听到切利这2个字，霍普斯的无神的眼中明显就亮了起来，并将头转向他，急切地问道：“切利，你认识我女儿切利？”果然，此时游戏响起提示音，显示任务完成，但是毛线奖励都没有。看来还得有小女孩的前置任务才行。陆天辰内心暗道，随后对着他道：“是的，切利委托我在密林中寻找你，你是遇到什么危险了吗？”提到切利，霍普斯的神色明显好了一些。算算时间，我已经有半个月没有回去了。本来前几天狩猎还比较顺利，我抓住了一只比较大的猎物。随后话锋一转，心有余悸地说道：“不过我在途经此地的时候，发现了一件怪事。我看到一个冒险者在一个黑色石头前不停地转圈。我很好奇，将猎物放在原地，凑近观察。不过他发现了我，轻轻打了个响指，我的身体就被一柄黑色的剑贯穿了，然后我就晕了过去。”顿了顿，他转头看向地面上不远处的动物骨架，继续说道：“等我清醒过来的时候，那名冒险者已经消失了。我费尽气力才爬回来，靠着捕获的猎物才坚持到现在。”听了霍普斯的话，陆天辰一怔，内心暗道：响指，黑色的剑，这听起来怎么和幽影布拉德里克那么像？不过他不是已经被阿贝尔的虚影击杀了吗？随后他问道：“你说的那个石头在哪里？”霍普斯缓缓地抬起手臂，手指向一个方向，这个方向一直向前走，大约300米的距离。陆天辰看向前方，随后起身与霍普斯告别，向前那个方向走去。不管是冒险者攻击 NPC， 还是那库斯布拉德里克的攻击手段，陆天辰都很好奇。现在他的实力已经有了质的提升，所以底气也足了一些。他沿着霍普斯所指的方向一直前进，一路上有着血迹，应该是他移动时候留下的。不一会儿，他看到了前方有一大滩血迹，这应该是霍普斯被攻击的地方。抬头看去，果然前方有一片空地，而空地之上则有着一个半米高的漆黑石头。陆天辰小心翼翼地走过去，发现石头竟然被挪动了一点距离，在下面露出了一个供人下去的通道。纠结了一会儿之后，他决定下去一探究竟。刚下洞口的时候，乌漆嘛黑的，他只得摸着通道前进。不过片刻之后，他就发现前面有了亮光，再然后一个宽阔的圆形场地出现。陆天辰环视了一圈，发现没有一只怪物，也没有什么危险。但当看向场中间的时候，他目光一凝，锁链。场地中间赫然有着一条断裂的银色锁链，这与封印布拉德里克的锁链何其相似，这一切都是那么匪夷所思。陆天辰正疑惑间，突然察觉背包有异动，他打开背包查探，只见一道紫色光芒闪现，背包中阿贝尔的灵魂石竟然飘然而出，最后漂浮到了空中。片刻后，阿贝尔虚幻的身影浮现而出，映射在空气之中。他明明吞噬了自己好几块黑色石头，不过看样子比第一次出现还要虚浮。在陆天辰疑惑间，阿贝尔叹了口气，缓缓开口：“来晚了，亚托斯被救走了。”亚托斯是谁？也是被封印在这儿的魔物吗？陆天辰试着问道。阿贝尔竟然缓缓转头注视着自己。亚托斯也是幽影之一，位居第6，被我与飞羽联手封印在这里。
现在看来应该是被救走了。布拉德里克还活着，我感受到了他的气息。他说话断断续续的，且身影虚虚实实，但是他的话陆天辰听懂了。这里貌似也封印着魔王麾下七幽影之一，现在被救走了。布拉德里克竟然没死，虽然他早有猜测，但是得到肯定之后，他还是不免一阵心惊。他可是看着布拉德里克变成黑色魔气消散的。不过他们已经相当虚弱，短时间不会有太大的麻烦，但是需要在他们恢复实力之前解决掉。阿贝尔此时的身影越加虚幻，说话也变得不连续。布拉德里克挣脱锁链，毕竟有自己的一部分原因，所以陆天辰问道：“可是怎么找到他们呢？”收集黑色灵魂石。阿贝尔话音戛然而止，他一句话还没说完，只见他的身影赫然飘散了，随之紫色晶石发散的光芒内敛，然后叮叮当当的掉落在地面之上。陆天辰附身，将紫色晶石拾起，收进背包之中。黑色灵魂石，是否就是击杀 BOSS 掉落的黑色石头呢？看来阿贝尔的灵魂石的能量上次在击杀布拉德里克的时候消耗颇大。反正黑色石头于陆天辰来说并没有什么用途，所以他将 BOSS 掉落的黑色石头给阿贝尔的灵魂石吞噬也没什么。他又在场地内搜索了一下，发现没有什么收获，悻悻的转身向着洞口外面走去。回去交任务吧。随即他从背包中取出回程卷轴，拆开使用。回到密林营地之后，他第一时间来到了萨里那儿，提交完任务，获得了1000点经验、5枚银币和200点声望。随后他走到了铁匠铺那里。之前在密林刷怪的时候，足足收获了334件装备，联系老邱出售了326件装备，一共交易获得了2011个稀有金尘。他留下的8件装备是给他父亲准备的，仅消耗640个稀有金尘，8件装备全部都强化到了满级。此时父亲的消息竟然先发了过来：儿子，我被堵在新手村里了。第60章，这钱确实挺好赚的。看到消息之后，陆天辰立马就反应了过来。虽然现在新手村的人大部分都前往了幽影密林练级，但是也有一些后面进入游戏的人，估计是自己把装备给父亲的时候，被什么人看到装备特效了，被盯上了吧。看着自己背包中准备好的装备，陆天辰一笑，然后不慌不忙地把装备交易给父亲。陆海在新手村刷兔子的时候，莫名其妙遭到了20几名玩家的围攻，依靠着 SSS 级天赋和5星传说元盾，他顶着20几人的输出回到了新手村。不过这一群人并不甘心，而是跟着他一起进入新手村，一直跟着他，而且人数还在增多。他毫不怀疑，如果自己出了新手村，这群人怕是会再次集火攻击他。无奈他只得给陆天辰发去消息。他玩了一会儿，也大概知道了装备的品级星级的区别。不过看着儿子交易过来的装备，他还是一脸懵逼。这装备都是4星紫装不说，怎么还都是强化满级的？他将装备全部穿戴在身上，瞬间闪亮的红色光芒瞬间闪下了周围正在尾随他的人。糟了，忘记关闭装备强化特效了。天权中装备特效和强化特效是2种特效，所以要分别关闭。他反应过来，赶紧将装备的强化特效关闭掉，但是已经晚了。夸张的红色强化特效被周围人看了个真切，有一些人已经开始交头接耳的沟通了起来。我操，我没看错吧？红色的光环，天权还有红色装备吗？我看过装备系统介绍啊，哪有什么红色装备？武器强化不是有特效吗？会不会是强化特效？你可拉倒吧，我们工会会长的武器都已经强化到加7了，特效光环也只是淡蓝色而已。那你说有没有一种可能，他身上的装备强化等级超过7了？周围的人你一言我一语的，而此时陆海关闭了特效之后，他又变成了身穿粗布麻衣的玩家，平平无奇。可是他此时打开属性面板，顿时被震惊了，生命值高达6500点，双防破百。盾位的装备生命值加的比较多，所以强化满级后附加的生命值也相对很多，所以导致了他现在这个属性。但是盾位的攻击较低，可即使如此，此时他的物理攻击也达到了300点，而且每件装备强化满级后都有了被动技能，比如腰带的被动技能就是每次受到攻击恢复111点生命值，再比如戒指的被动技能就是增加50点力量，再加上他的5星传说元盾的被动是攻击时附加自身10%最大生命值的真实伤害，6500点生命值就是650点。他现在是要肉有肉，要防御有防御，不要输出也有输出，就这一身装备仅次于陆天辰了。这属性真的是1级就可以拥有的属性吗？不过现在他们应该没办法阻止自己出新手村了，他已经憋屈的被堵在新手村好一会儿了。关闭属性面板，他冲着新手村外面而去。而周围人看到了他的装备效果，虽然不清楚这是什么光环，但是看着就很牛波一，所以他们开始摇人了。就这一会儿的功夫，
周围已经聚集了100多名玩家。当陆海走出新手村10几米的距离，不出意外的，周围玩家出手了。只见10几名战士玩家发动重击冲锋，瞬间冲到他的身前，将手中长剑刺在了他的身上。他的头上顿时飘出了10几个1的伤害提示，但是每一个1的提示之后都有一个加111的恢复提示。他们基本上都是各大集团工作室安排在新手村刷京城的合同工，可即使如此，也给他们发放了一件蓝装武器和一些防具。但是他们现在打的伤害还没有腰带被动恢复的生命值多。而陆海被围攻堵截，也有了3分火气。他举起圆盾，一个踏步，随即将圆盾重重砸在了面前一名战士玩家身上。随即一道288的物理伤害提示从其头顶飘出，不过这还没完，随即又在其头上飘出了一道负650点的白色真实伤害提示。一名5级玩家的初始生命值在500点，再加上体力的加持，无非也就是600点生命值。一击之下，这人瞬间被秒。期间周围围着的其他职业玩家，不管是刺客、弓箭手还是魔法师，都尝试输出，奈何每个人都只能造成1点伤害，就这还被装备的被动轻松恢复过来。随着一名玩家变成白光快速回城，其他人手中的动作也停了下来。我靠，这什么鬼？为什么只掉1滴血？马德，打掉1点血，恢复111点血。我感觉我受到了侮辱，是装备的问题。他的防具一定是高强的，不光防御高，他一次攻击2段伤害，加一起将近1000点伤害，实际玩家也扛不住2下攻击啊！瞬秒一名玩家，陆海信心大增，直接冲向另外一名玩家身前，一顿一个小朋友。周围本来围攻他的玩家瞬间吓得作鸟兽散，打又打不过，还不跑等什么？陆海虽然攻击高防御高，但是没办法留住他们，最后也只是击杀了10几名玩家。在地上将掉落的装备捡起来，其中10件2星白装和2件2星蓝装，他随手扔进拍卖行。天权已经开服3天了，已经度过了前期价格最虚浮的阶段。除了玩家可获得最高星级的装备外，其他装备的价值直接缩水为原先的1/3。白色京城目前拍卖行售价10软妹币，片刻之后装备全部出售成功，一共出售获得600软妹币，扣除手续费到手510软妹币。当确认银行卡到账之后，陆海嘀咕道：天权这钱确实挺好赚的。第61章准备。反观陆天辰这边，他将装备都交易给父亲之后，一点都不担心。之前给父亲的圆盾他也看过属性，被动技能越肉输出越高，再加上这几件强化满级装备，就算等级仅仅是1级，也不是目前新手村的玩家所能打得动的。将之前强化满级的装备分解后，获得稀有金尘168个。随后打开任务栏，确定好方位，陆天辰直接就去做主线任务了。陆天辰陆陆续续的将萨里交代的几个主线任务全部完成。做任务的路上，如果遇到20级野怪群，他也会顺便刷一刷。期间一共获得了200件紫装，在老邱那儿全部兑换成稀有金尘，一共兑换了400个。大约过了1个小时，随着最后一个任务完成，他的等级再度提升，嘿，终于20级了，这样就可以前往天权大陆第2层了吧？很久以前，天权大陆第2层的6座主城虽有边界，但却相连。但是10万年前的神魔大战导致大陆的第2层直接分裂成6块，也就有了现在的6座主城。第2层的6座主城分别由天权6大英雄所建造，他们也是天权的6位神，代表的是每种职业的巅峰。6座主城分别是战神阿贝尔建造的巨阙城、守护之神巴顿建造的铁甲城、暗夜之神雾影建造的炼狱城、雨神飞羽建造的灵雨城、法神安吉丽娜建造的冰火城，最后还有圣者艾丽卡建造的圣光城。陆天辰一阵憧憬，此时也刚好没有任务了。萨里毕竟是密林营地的百事通，类似村长一样的存在。萨里先生，如何前往天权大陆第2层呢？听陆天辰如此说，萨里眼神变换了下，然后叹了口气道：想要前往第2层，只有2种方法。第一种就是飞上去。飞上去？陆天辰想起当时奥利亚城做的老鹰，他应该就可以在1层2层自由往来。但是现在又没宠物，又没坐骑的，想飞上去那纯属扯淡。见陆天辰疑惑，村长沉吟了一下，继续说道：至于第2种方法，已经好久没有使用过了。陆天辰疑惑道：为什么第2种方法很久没有使用了？需要我做什么吗？密林营地正中央有着一个传送法阵，这是由一位强大的空间魔法师所建造的，但是传送法阵年久失修，并且能量匮乏，现在已经无法传送任何一个人了。听了萨里的话，他瞬间明白了，估计是想去第2层是有前置任务的，不是让他提供能量，就是让他修复法阵。不过萨里实在太磨叽了，陆天辰直接道：需要我修复传送法阵，还是去哪儿打怪？你直说就行，不要这么急嘛，冒险者。
萨里慢悠悠的话语给他噎了个够呛。我尼玛！在大陆第一层的某处，有着一群能量精兽，它们完全由天地间的能量所凝聚而成。也正因如此，它们凶猛异常，极度危险。击杀它们有几率掉落能量石，如果你带回来一些的话，或许可以试试。顿了顿，从口袋中掏出来一瓶药水，递给他。这个叫幸运药水，可以持续时间60分钟，可以提高一定的能量晶石掉落概率。陆天辰一口应下，将萨里给的幸运药水随意地扔进背包里。幸运药水，有我1亿点幸运值有用吗？然后他就出新手村了。他现在已经20级了，天权官网曾经透露过，先到达2级主城的玩家可是有丰厚奖励的。他可不想因为一个任务卡住导致没法获得奖励。虽然现在他所在的密林营地没有玩家比他升级快，可是保不准就有玩家有更适合刷怪和获取经验的天赋呢。看了眼时间，已经下午4点多了，抓紧把任务做完吧，奖励可不能被别人夺去。陆天辰随即便朝向任务地点赶去。任务地点非常远，纵然以他的移动速度都前进了快1个小时了。只见前面零星有几只浑身紫色、体表犹如晶石一样的怪兽趴在地上呼呼大睡。陆天辰查看属性发现，这是20级的怪物能量精兽，虽然速度一般，但是防御和攻击却比20级的哥布林和密林幽虎要强了一个档次。哎，这怪跟怪之间距离的这么远，估计要花费一番功夫了。陆天辰冲着最近的一只能量精兽冲了过去，1898点的物理攻击配合刀刀暴击，让他击杀野怪的速度相当快。能量精兽从一开始就没有对陆天辰造成一丁点的伤害。他神级天赋升级后，那简直堪比外挂。他目前12700点的生命值，10倍护盾就是10多万。任他攻击再高再狂暴，愣是连护盾都打不破。陆天辰的极限只拉了10几只能量精兽，并不是他无法同时刷更多的怪，完全是因为如果拉怪太远就拉脱了呀。萨里的任务需要50块能量晶石，大约过了10几分钟，他便收集齐了。随后取出回程卷轴，拆开使用。片刻后，他再次出现在密林营地，随后直接赶往萨里那里。勇敢的冒险者，没想到你真的做到了。你去营地最中心的传送法阵那里等我，我马上就到。萨里这次没有再墨迹，和他交代了一句就走了。陆天辰当然是直接赶往传送法阵那里。等他赶到传送法阵的时候，发现萨里已经等在那儿了，而且周围还围了好几个胡子白花花的老头。陆天辰走上前，将收集的50块能量石递给了萨里。萨里接过晶石没说话，将晶石摆满能量法阵的最外围的凹槽中。冒险者，你站在法阵最中间。陆天辰点头答应，随后走到了法阵中间的位置。萨里随后与周围的几名白胡子老者对视了一眼，点点头。只见这几个老头眼睛闭上，嘴里一直在念叨着什么口诀。片刻后，陆天辰就在一旁看着他们宽大的衣袍竟然无风自动，整个法阵也急促地闪烁起彩色的光芒。不一会儿的功夫，法阵闪烁的光芒变得稳定。陆天辰的脑海里响起了一道提示音，请选择将要前往的主城。第62章，巨阙城。成了。到目前为止都没听到有全服公告响起，估计还没有人到达2级主城，我很有可能是全服第一个。每个主城第一个抵达都是有奖励的。他本来的想法是只要获得奖励，哪一座主城都可以。现在看来，这6座主城现在随便自己挑了。他正欲随便选择一个的时候，发现背包中有异动。他打开背包查看，发现阿贝尔的灵魂石发出淡淡的光亮，此刻正轻微的颤抖着。对了，巨阙城是阿贝尔建造的主城，他的意思是让我选择巨阙城吗？虽然不太确定，但是陆天辰只能往这方面猜想。等把阿贝尔的灵魂恢复，没准巨阙城哪里有宝物，他都能告诉自己呢。陆天辰内心嘿嘿一笑，随即在心底默念：巨阙城，主城选择成功，正在传送。随后他的身影瞬间在传送法阵处消失。仅仅片刻的功夫，周围狂暴的能量渐渐平息。陆天辰缓缓睁开眼睛，他发现此刻的自己正处于一条人来人往的大街之上，这些人看样子都是 NPC。 这里石头铺就的路面和远处高耸的城墙与新手村和密林营地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而且周围林立的各种风格的各种建筑数不胜数。他有一种从乡下进城的感觉。回头看向远处，那里似乎是主城的最中心处，因为那里矗立一个比其他建筑物都要高大恢宏的宫殿建筑，而宫殿建筑的后面赫然立着一个比这个高大宫殿还要高的一柄巨剑。这或许就是巨阙城名字的起源吧，确实很雄伟啊。他将背包打开，将紫色晶石取出放在手中。阿贝尔，到你的地盘了，那是你的宫殿吗？说完后，陆天辰仔细地盯着阿贝尔的灵魂石，只见紫色晶石发出轻微的震颤，其上也发出一阵不可察的淡淡光芒。不过还是被他注意到了，
陆天辰趁机赶紧问道：“你在哪里埋了宝物？哪里有奇遇啥的？你告诉我一下。”不过紫色晶石却再没有动静了。我去，给我骗过来！你给我装死！摆弄了半天，发现还是没啥动静，无奈只得将其重新塞进背包之中，然后重新观察这个主城。正在他像个乡巴佬观察着周围环境的时候，游戏提示声音响起来了：全服公告，恭喜玩家陈天第一个前往2级主城巨阙城，系统奖励声望加1000，金币加50，自由属性点加50，传说技能宝箱 X1。这道提示音在全华夏服玩家的耳边炸开，不管是高玩还是小白，还是各个工作室刷装备的打工人，听到这消息的时候无不震惊连连。天泉大陆第1层的一处密林之中，一群玩家将一只野怪围殴成残血之后，并不选择击杀，而是将其引到一个长相俊美的青年的身边。只见这名青年取出后背冒着淡淡深紫色光芒的长剑，一个挥砍便将怪物击杀。随后又有一群人带着另外一只残血的野怪赶来，少年自成一队，他就这样轻轻松松击杀着残血的野怪，但经验却是独享。当听到这个公告响起的时候，眉头却一皱。陈天这不是最开始触发幸运之子的成就的玩家吗？竟然比我都快，果然有2把刷子。密林营地的另外一个隐秘的洞穴之中，一名长相粗犷的玩家正对着脑袋卡在石缝之中的 BOSS 一顿输出。说来也巧，这只 BOSS 只有脑袋卡在了那里，以至于他无法攻击到眼前的玩家，但是这名玩家却能攻击得到他。随着最后一剑的落下，那名玩家擦了擦头上的汗，哎呦，累死劳资了。陈天升级还真快啊，要不是卡这个隐藏 BOSS， 我早就20级了。此时一个大树下的巨石之上，只见一名长相甜美可人的小萝莉竟然自成一队，她正一边啃着苹果，一边看着面前自己召唤的3只骷髅在围殴一只密林幽虎。陈天很强啊，虽然很想去见识一下，不过巨阙城的奖励没了，还是去其他主城吧，需要抓紧了呀。而新德里酒馆之中，一个刀疤脸中年人此时正在郁闷的喝酒，而此时听到这道提示音，却一脸愤怒，随即狠狠地将酒杯摔在地上，随即转身对着身边的小弟呵斥道：“他妈的，又是陈天！你们这帮废物，5000多人被一个人击杀，要你们有什么用？”正在他气愤之时，酒馆走进来一个全身裹在黑袍中的人，他慢慢走到刚才大发雷霆之人的桌前，翻过来一个杯子，将酒倒满，随后一饮而尽。黄老大是吧？我有办法杀死他。随后扯下他那遮挡在脸上的长袍，露出一张阴狠凶厉的脸，而他的脸上除了阴狠凶厉之外，还有道道黑色的纹路，仿佛血管一样爬满了整张脸。随后他缓缓地继续说了一句让黄老大浑身发寒的话：彻底灭杀那种。这样的情况发生在各个地方，而普通玩家当然就是除了震惊就是我超了。当低调如我听到这条提示的时候，第一时间就打开了等级排行榜，发现上面陈天的名字已经消失了。随即他便打开社交，给他发去了一条消息：陈天大哥，你太快了。陆天辰打开消息一看，嘴角一抽，你才快。随后没有理会，便关闭了对话框。他不再好奇地观察周围的情况，而是打开背包，惊喜地看着多出来的一个宝箱，随即取出查看。技能宝箱，品级传说，效果开启后可以随机获得一个本职业可学习的传说技能卷轴，卷轴无法交易。传说技能，爽！他现在最高级的技能就是镜像分身了，他自认为已经很实用了，但是也没达到传说级。传说级技能究竟有多强呢？陆天辰激动地慢慢打开了宝箱，随着一阵金色光芒闪现，只见一个精美的金色卷轴静静地横放在宝箱之中。第63章，玩个游戏都要讲究人情世故。陆天辰取出宝箱中的卷轴，查看了起来。不朽之守护，品级传说，类型技能卷轴，职业要求战士。说明当自身受到控制效果影响时，有 35% 几率在自身周围生成不朽之守护，免疫该次伤害以及控制效果，消耗无，冷却时间无。技能只是一个被动技能，但是陆天辰却是眼前一亮， 35% 的概率触发技能效果已经相当不低了，而且并没有任何消耗和冷却时间，如果玩家运气好就可以一直获得不朽之守护。而且被动技能一旦被触发，不光可以免疫此次控制，还可以免疫此次伤害。众所周知，战士的短板就是机动性低和手短，这也就是陆天辰装备比普通玩家领先太多。如果他穿戴一身普通装备，怕是弓箭手和刺客都可以轻易的 poke 自己。现阶段玩家的技能基本都是1级和10级白给的技能，并不强力。但是如果哪位高玩法师学了一身控制技能，就算他全敏捷加点，就算他再肉再有输出，被控制住后也可能被集火秒掉。所以这个技能对于近战来说相当不错，但那只是针对于其他玩家。拥有着1亿点幸运值的他来说，不管 35% 概率还是 1% 概率还是1万分之1概率，到他这儿
通通都是100%概率。也就是说，这个技能放在陆天辰身上，那效果就能完美触发。以我目前的属性，再加上升级后的神级天赋，我几乎不惧任何人，甚至群殴都不带怕的。但是如果玩家把我控住，然后集火，就算神级天赋再强，也无用武之地。这个技能完美的补足了我的短板。陆天辰嘴角露出一抹得意的微笑，随后拆开技能卷轴上金色的丝线。片刻后，技能学习成功。回头找个怪试一下，这个是不是100%触发？陆天辰正准备在巨阙城四处看看有没有任务可以触发，但是耳边突然响起了母亲的声音：“别玩了，快来吃饭。”看眼时间，已经到了吃晚饭的时间，所以他便退出游戏。驱动电动轮椅确实比以前方便很多。来到客厅之后，发现父亲也出来了，但却是被母亲揪出来的。他一边往外走，还一边嘀咕：“碰到个精英怪，就差一丝血就搞定了。你给我头盔摘下来了。”陆天辰一阵好笑，都能刷精英怪了，不错不错。饭菜已经被母亲周平端在了桌子上，今天的伙食相当不错，4菜1汤。嚯，老妈，今天什么日子啊？陆天辰伸手准备将一块红烧排骨拿起，却被母亲拍了一下手：“急什么急，等会儿再吃。”随后盛了3碗米饭，然后坐下。今天啊，是为了庆祝儿子买了大别墅。随后顿了顿，看了眼父亲，继续道：“也预祝明天一切顺利。”今天的时间一眨眼就过去了，明天就是父亲约定好化疗的日子。陆天辰举起面前的水杯，对，预祝明天一切顺利，还有我们住大别墅了。随后3人碰杯。这一顿饭，一家人有说有笑的吃到了7点半。当母亲在厨房洗碗的时候，父亲将一个小柿子扔进嘴里，含含糊糊的说道：“你可以啊，儿子，你是不是全服第一啊？我可是听到公告了，你是第一个到达2级主城的。”陆天辰讪笑道：“全服第一不敢当，我就是升级快了点。对了爸，你多少级了？我都9级了，估计很快就能去密林营地了。你给我的装备太牛了，别人都打不动我。”陆天辰听了之后，不由得撇了撇嘴，内心暗自嘀咕：能不牛吗？你是不知道这几件装备得值多少钱，这要是被各大公会玩家知道你这一身装备，估计他们啥也不干了，天天就琢磨怎么把你这一身装备爆出来了。不过他没有说出来。吃完水果之后，他摆了摆手：“爸，我回房间了，刚到2级主城还啥都没干呢。”随后他便被父亲推回到房间之中，并且挪到床上去，将头盔拿起来戴在头上，登录游戏。再次出现在巨阙城之中，他第一时间打开等级排行榜，发现上面还是只有自己一个人。不过紧接着就在脑海中响起了一道全服公告：全服公告，恭喜玩家半城烟杀第一个前往2级主城冰火城，系统奖励声望加1000，金币加50，自由属性点加50，传说技能宝箱 X1。我靠，果然牛批玩家还是很多的，这速度也就比我慢了1个小时。摇了摇头，不再多想，先去找城主吧，说不定他那里有主线任务呢。随即他便直接赶往城中心处。走到城中心处，按照地图的指引，他来到了中心处的那座像是王宫一样的建筑。不过当他一只脚正准备踏入之时，却被一左一右2名守卫拦住了。闲杂人等，不得入内。陆天辰却是不恼也不怒，跟 NPC 没必要生气，没准有任务呢。那请问如何才能进去见城主呢？陆天辰问完之后，2名士兵斜瞥了他一眼，然后转过头不说话。剧情呢？任务呢？陆天辰一阵疑惑，随后又在旁边尝试和守卫沟通，不过他们却始终不理会自己。这可怎么办？难道得像进入密林营地一样，找谁要一封介绍信？可是萨里也没给自己啊。正疑惑间，陆天辰脑袋灵光一闪，不过这个念头出现在他脑海之中，马上就被他否定了。不会吧，不会吧。但是他还是鬼使神差的想要尝试一下。纠结了一会儿后，他在背包中取出2枚铜币，随后走了上去，递给2名守卫。只见他俩接过铜币之后，冷哼一声。陆天辰在那眼神里读出了一句话：你打发要饭的呢？1枚铜币确实太少了，不过他也只是想做个测试而已。见守卫并没有退回铜币的意思，陆天辰又在背包中取出2枚银币，塞给了他们2个人，1人1个。终于接过银币的守卫态度冰冷的脸色明显好了很多。去找自己的导师，成为勇者才有资格前往内城面见代理城主。既然知道了后续该怎么做，陆天辰也没有继续逗留，只不过他一边走一边嘀咕道：现在玩个游戏也要讲究人情世故了。第64章勇者任务。不过2枚银币的代价并不高，他完全承受得起，至少比自己在这么大的巨阙城中闲逛的好。片刻后，他按照地图的指引来到了斯蒂森酒馆。战士导师怎么都在酒馆之中，这次不会也是个酒鬼吧？陆天辰走入酒馆之中，寻找了片刻后，终于在2楼的一个座位看到了一个独眼中年人。这名独眼中年人应该就是战士在天泉大陆第2层的导师弗里曼。
弗里曼虽然在喝酒，不过并没有一点酒鬼的样子。陆天辰走过去，坐在了弗里曼的对面。你好。弗里曼见到陆天辰之后，直接丢给他一个卷轴。陆天辰双手接过，这就把技能给我了，不像阿尔海斯一样来点考验啥的。他将技能卷轴收好，继续问道：弗里曼先生，如何成为勇者？将杯中的酒一饮而尽，弗里曼上下打量了一下他，那眼神中竟然有着一丝嘲弄。你想成为勇者？去城北处的暗黑丛林中击杀100只狂暴树妖，100只食人花，100只丛林巨蟒，再回来找我。弗里曼说话一点都不拖泥带水，发布完任务便不说话了。陆天辰点头接取任务，随后站起身离开座位，走出酒馆。切，简单，不就是杀怪吗？ So easy。 随后又在巨阙城中找了好几个 NPC 闲聊，不过都没有触发任务。巨阙城实在是太大了，而且 NPC 众多，想接取个任务都难，所以陆天辰决定先跟着任务走。随后从北门出城，然后一直向北走。不一会儿就看到了一片森林，按照任务的指引，他先来到了狂暴树妖的地点。他先使用真视之眼查看怪物属性。狂暴树妖等级未知，生命值未知，物理攻击未知。刚到2级主城，他以为接取的任务也就是杀20级出头的怪呢。不过眼前这狂暴树妖的属性竟然无法看到，也就是说眼前的怪物至少是31级的怪物。陆天辰一阵无语，弗里曼究竟给安排了个啥任务啊？不过想想也是，既然是勇者任务，难一点也无可厚非。他突然想到成就奖励的50自由属性点还没加点呢。他打开属性面板，加了30点力量和20点敏捷，随即关闭属性面板，并在内心中琢磨起来。我现在生命值足有12700点，攻击也有1958点，再加上升级后的神级天赋转化护盾，虽然眼前的树妖等级未知，估计想秒我也不太可能。况且看样子这只是小野怪而已，连精英怪都不是。不过保险起见，陆天辰先使用技能镜像分身，随即转身使用技能重击冲锋，快速接近狂暴树妖。负4499暴击，只见一道绝伤害在狂暴树妖的身体上炸开。陆天辰召唤分身损失的血量被补满了不说，而且自己的周身还积累起了一层白色的护盾。手中的动作不停，他要在狂暴树妖出手之前尽可能的多吸收一些护盾。鬼知道这树妖的攻击是多少。随后释放技能践踏，将树妖眩晕住，2932暴击。造成伤害的时候再次吸收大量护盾值，而分身此时野外抓紧输出，造成的伤害也变成血之精华，随后在他的身上积累起护盾。或许是狂暴树妖的等级高于自己，大约只过了 0.5 秒的时间，眩晕的控制时间就结束了。树妖见自己被攻击，瞬间周身的藤条全部挥舞起来，身上一张黑色的大嘴张开嘶吼，发出刺耳的震颤的声响。随后大约有4-5根藤条直接冲向陆天辰困缚而来，速度极快，就算以他189点的移动速度也无法闪避。但是当这些藤条处碰到自己身上的时候，他的周身竟然亮起了金色的护盾。随后藤条收回，金色护盾也同时破碎。狂暴树妖的这次攻击竟然一滴血都没掉。陆天辰略一联想就知道了原因，树妖这次攻击是一个控制技能，触发了不朽之守护。果然不愧是第2层，野怪竟然都有技能了。不过不好意思，不管用。陆天辰嘿嘿一笑，随后和分身继续攻击。片刻后，狂暴树妖的一根藤条再次抽来，这根藤条的速度很明显没有刚才的速度快，以他的速度，他有信心可以躲避。不过此时护盾值已经积累了几万，他想看看狂暴树妖的攻击有多高。只见一道800多点的伤害在陆天辰的头顶飘出，这伤害已经相当不错了。可是陆天辰却咧了咧嘴，就这，亏得我兴师动众，连分身都召唤出来了。其实真的不怪树精不给力，只怪他属性和天赋太超纲。随后他便继续攻击，片刻后狂暴树妖就变成了点点白光消失了。此时游戏提示音也响起来，经验值加80，经验值给的还不少，估计等级确实不低。虽然看不到树妖的属性和等级，但是通过掉落的装备星级也可以大体判断出其等级。走上前将掉落的物品全部捡起来，铜币有80枚，一块树妖之木应该是任务品，还有一件装备荆棘战甲，品级稀有，星级7星，生命值加1100，力量加23，物理防御加34，佩戴要求盾位，竟然是7星装备，也就是说这只狂暴树妖的等级在31至35之间。随即略一犹豫，想起导师弗里曼发布任务时候的神情，我说当时他的眼神和表情怎么怪怪的，
看来勇者任务并不是普通20级玩家可以做的任务，怎奈陆天辰又怎么能和一般玩家相提并论？他既然跨10级杀怪都是如此轻松，对狂暴树妖的等级和属性有了一个大概的认知，他也就不再束手束脚的了。随即在周围引了几十只树妖群刷起来，也就是一会儿的功夫，100只树妖全部被其击杀。随后他又继续前往食人花和丛林巨蟒的所在地点。不出意外的，属性又是未知，不过在击杀1之后发现也只是掉落7星装备，所以也就再无所顾忌。一共耗时大约2个多小时，弗里曼嘱咐击杀的300只野怪的任务就已完成。由于野怪食人花还算比较密集，经验值也比较高，他更是多击杀了100多只。刷高等级的怪升级就是快啊！期间经验值暴涨，等级提升到了22级，更是只差4000多就可以再次升级。升级奖励的属性点当然是按照老样子加点。陆天辰看着背包中多出的450件7星紫装，满意的点了点头，随后关闭背包。是时候回去交任务了。第65章剧毒之夜。由于陆天辰上次并没有找到杂货铺老板的位置，所以也没有买到回城卷轴。回去交完任务，先找到杂货铺和铁匠铺的位置再说吧。无奈只得步行返回。回程的途中，他的耳边接连响起了4声全服公告，竟然是又有4人抵达2级主城，其中张守成前往铁甲城，幽影之王前往炼狱城，蓝颜前往灵雨城，咖啡加糖前往圣光城，再加上之前前往冰火城的半城烟沙，天泉大陆的6座主城的奖励已经全部被领取完毕。这群人升级还真快啊！要想拉开差距，看来还是要抓紧升级。陆天辰暗道。到的城中后，他直奔酒馆而去。弗里曼先生，100只树妖，100只食人花和100只巨蟒，我都已斩杀。正在喝酒的弗里曼上下打量了一下他，随后赞许的点点头。没想到你还有点实力，但是你的等级太低了，你的等级达到50级之后再来找我吧。随即便不说话了。任务完成，获得奖励：经验值加1500，银币加8，声望值加300。虽然照例有一些基础奖励，但却没有下文了。看来这勇者任务还要达到一定等级才能完成了。虽然他对自己的实力很自信，就算弗里曼将任务发布给自己，他也可以完美完成。不过既然有等级限制，也没任何办法，他也不再纠结。走出酒馆，在巨阙城之中闲逛起来，期间也一直在和各种 NPC 闲聊。片刻之后，终于他看到了一个小商贩在店门口吆喝着，终于找到杂货铺了。陆天辰走过去，他先将背包中无用的材料出售。蜈蚣毒液他有300多个，但是在幽影密林愣是没找到收这个材料的 NPC， 所以他只得出售，连同他在密林营地中剩余的一个回城卷轴也一并换取了3枚银币，56枚铜币。当时击杀千族母虫的时候还爆了一个剧毒之源，当陆天辰把剧毒之源拿在手中的时候，他明显感觉到杂货铺老板惊疑了一下。虽然杂货铺老板的表情被很好的隐藏了，不过还是没有逃过他的法眼。随即准备出售的手停了停，随后顿了顿道：老板，这个材料能换点什么？见他意识到了什么，这杂货铺老板也就不再隐瞒，随即满脸堆笑的道：勇敢的冒险者，这确实是好东西。随即他将陆天辰引入店中，然后在抽屉里一样一样拿出大概10多件物品。冒险者，你看，剧毒之源可以兑换这里的任意一件物品。陆天辰一喜，还有这种好事儿。随即仔细观看着10几样物品，有百分比回血的药剂，也有短暂增加移动速度的药剂，甚至还有短暂增加攻击力的药剂。虽然对其他人来说，这些药剂的效果都相当不错，不过他却有些看不上。不过当目光扫描到桌子上最后一个药瓶的时候，却停顿了一下，仔细查看了一下属性。剧毒之液，品级高级，效果使用后武器将获得剧毒附魔效果，攻击目标会对其每秒造成200点的毒素伤害，且目标中毒期间静疗，持续3分钟。我去，好东西啊！这是一个武器附魔药剂，那200点伤害对陆天辰来说可有可无，但是这个毒素伤害附加的静疗就有点变态了，说不定哪天碰到个 BOSS 咔咔回血呢。有了这个就不怕了。就你了！陆天辰大手一挥，将这瓶剧毒之液拿在手中，随后又将剧毒之源递给了杂货铺老板，又拿在手中查看了会儿后，才将其收入背包之中。本想购买回城卷轴的他，发现杂货铺老板这里竟然还卖传送石，虽然价格贵了一些，但是传送石是可以永久使用不限次数的，估计会在巨阙城待好久。买了。随后大手一挥，花费5金币购买了一个传送石，又在店铺内逛了逛，发现除了出售一些可有可无的药物之外，也没其他东西了，所以他走出杂货铺，继续在巨阙城中逛了起来。这次运气不错，和路过的各种 NPC 对话，终于是接取到一个任务，只是个简单杀10只怪的任务，不过聊胜于无，
总比自己漫无目的在野外行走好吧。所幸铁匠铺离杂货铺并不远，大约走了几分钟就找到了。他现在稀有金尘足有3000多，虽然还不够将任何一件传说装备强化满级，但是现在背包中300多件7星紫装，说什么也要把项链和手镯替换了。走到分解炉那里，将原本强化满级的项链和手镯取下，丢进去直接分解。这要是被其他玩家看到，估计锤死他的心都有了。分解获得168个稀有金尘，随后又在背包中取出7星稀有手镯和项链强化。片刻后，仅消耗280个稀有金尘就将其强化到满级。将新装备佩戴好，但是因为项链和手镯的主属性是魔法防御和智力，所以虽然有提升，但是也有限。背包中还有3000多个稀有金尘，如果强化狼王头盔的话，可以强化到+10了，但是没什么意义，毕竟狼王头盔都快被淘汰了。随后就放弃了继续强化的念头。他打开社交老邱的界面，老邱，你要装备不要？老邱几乎是秒回，陈天先生，是5星装备吗？不是，陆天辰如实回答。片刻后，老邱回道：4星的也收，不过陈天先生，现在的行情，4星装备只能1比1.5兑换金尘了。陆天辰在交易之前也查看了一下拍卖行，或许是现在工作室太多，开服仅3天，装备的价格就直线下降，几乎每时一个价格。只要是第一梯队玩家不需要的装备，统统没有了价值，装备价值就等于金尘的价值。而目前一个白色金尘的价格暂时稳定在了3软妹币，按照金尘的价格计算，一件4星紫装现在只值1200软妹币了。虽然4星紫装还是大部分玩家的主流装备，还会比这个值贵一点，但是这比起最开始的价格简直是天壤之别。陆天辰无奈将之前击杀能量经兽掉落的50件装备兑换了300个稀有金尘，随后又对老邱道：5星装备我没有，7星的你收吗？第66章许氏财团。现在低调如我，他们第一梯队的玩家等级都已经达到20级了，但是能量金兽太难打了，毕竟能量金兽不管攻击和防御都比普通20级的野怪要高一个档次，而且就算萨里给了幸运药水，任务品的掉落率也是少得可怜。本以为陆天辰先到达2级主城，能卖给他们点5星装备呢，让他们轻松点。虽然等来了陆天辰的消息，但是得知竟然没有5星装备卖，他不由得一阵失望。而此时老邱看到陆天辰发过来的信息却是一致，随即就是一阵狂喜。7星装备，如果他们全员替换7星装备，别说能量金兽，就算是来个20级 BOSS， 他们都敢搞一搞。随即赶紧回复道：收。陈天先生，陆天辰并没有给父亲留一些装备强化到满级，一是因为父亲明天要去医院，回来后也要休养，至少几天的时间不会上游戏；2是几天的时间，估计他能打到更高星级的装备了。而且买房花了太多钱，明天父亲还要住院，以备不时之需，所以这次他打算软妹币交易。陆天辰看到老邱的消息，直接就把背包里的448件7星紫装全部放在了交易上面，并留言这次软妹币交易。此时看到对面准备交易的装备数量，老邱又是一致，7星装备竟然有400多件。老邱并不是傻子，他所在的财团当然也不傻。虽然随着时间的流逝，之前卖的装备都会掉价，但是他们有了这些装备，才可以让他们一直走在所有玩家的前面。就算装备被淘汰了，他们也可以将装备给刷金尘的玩家。毕竟1星装备分解的金尘数量和4星分解的金尘数量完全不在一个档次，有了更好的装备才能赚更多的钱。不过陆天辰这装备星级直接连跳3级，他有些不好定价了，于是与低调如我和铁塔铁山等人商量起来。少爷，陈天先生这次交易的装备星级是7星的，这价格我们该怎么定？低调如我听了老邱的话也犯了难，如果按照金尘价格计算的话，7星装备的价格都要2100了，但是由于大部分玩家5星装备都没有，所以5星的装备就算双倍价格都有人买。可是更高星级的装备又该如何定价呢？正皱眉思索间，铁塔瓮声瓮气的声音在他们耳边响起。现在大部分玩家5星装备都没有，如果咱们有了7星装备，短时间不用换装备不说，咱们的实力都可以超过第一梯队了。老邱点了点头，然后补充道：是啊，一些逆天的玩家咱们比不起，他们已经都领取了各个主城的奖励，但是大部分的工会与财团大多都卡在了这里。2级主城才是更大的舞台，前期时间就是金钱，正所谓一步仙步步仙啊。低调如我沉吟了一会儿，仿佛是下了决定。老邱就按照金尘价值的5倍收购吧。得到自己少爷的允许后，老邱计算了一下，随后输入交易金额，然后选择交易。陆天辰见对面终于同意交易，自己这边也点击同意。银行卡到账500万软妹币，内心大致计算了一下，大约是5倍还要多一些的价格，已经相当有诚意。这也是陆天辰愿意和老邱等人交易的原因之一。
关闭交易界面，看了眼时间，此时已经快10点了。看了下社交中，父亲此时也不在线，料想是早早休息了。他将头盔取下，退出了游戏，也闭眼休息了。翌日清晨的阳光透过窗户照到他的脸上，暖洋洋的。不得不说，这大别墅就是好，几乎所有的房间都是朝阳的，而且光线也不会被其他楼房遮挡住。窗外的树枝上还有几只小鸟叽叽喳喳的叫着，他感觉这样的生活环境，整个人都会轻松不少。伸了个懒腰，听到动静的父亲走进屋，将他扶起，并转移到轮椅之上。爸，这电动轮椅挺方便的，只要固定住，我自己都可以移动了。陆海听了此话，骂了一句：说什么屁话，万一摔了可怎么办？我就算身体再不行，这点力气还是有的。明白了父亲话中的意思，他也不再说话了。将他移动到轮椅上之后，父母就收拾东西准备出门了。母亲一边往包里装东西，一边嘱咐道：小陈啊，早饭已经给你做好了，你爸化疗得空腹，我们就不陪你吃了呀。陆天辰将轮椅移动到客厅的时候，父母已经收拾妥当。妈，你别两头跑了，等我爸从医院回来，给他找一个家庭医生。钱的话咱们没必要省，我银行卡还有500多万呢。行了，就你小子有钱。妈知道了。母亲回应了一句，随后便轻轻地将门关上了。将轮椅调转，陆天辰将桌子上的早点吃了。饭后他又移动到院子中。早晨的院子相当舒爽，温度湿度都很适宜。随即他打开手机，一边呼吸着早上的新鲜空气，一边打开手机。毫无疑问的，热搜前10全部都跟天权有关，什么网红翻车、鸡哥绯闻，就算再劲爆的消息，统统都没法出现在热搜当中。热搜前10的文章他都看了一遍，大部分都是报道天权的火爆和各大财团在天权中发展情况。其中以许氏财团实力最盛，他们疑似获得了某一大佬的支持，传闻许氏集团2少爷徐子谦更是已经将装备强化到了+13，并且目前工会主力人员已经全员佩戴7星装备，他们已经成功前往2级主城，并打算继续扩大游戏内产业，并面向准备前往巨阙城的全体玩家招收工会成员。7星装备，难道低调如我就是许氏财团的2少爷徐子谦？陆天辰内心嘀咕道。就算没可以了解过，他也知道许氏财团的大名，这是一个业务涵盖面极广的大财团，主要产业是地产。他现在所住的别墅就是许氏财团旗下地产公司开发的，怪不得这么有钱啊。陆天辰摇了摇头，随即关闭了文章。正当他准备退出的时候，偶然看到了一个文章，让他一惊。第67章深度合作，天权玩家竟意外身亡。光看到这个文章的标题，陆天辰就吓了一跳。真的假的？这是他脑海里第一个想法。随即在好奇心的驱使下打开了文章。文章里面是一个视频，打开后发现是一个记者在采访一个中年女人。大概内容就是在清平市庭松县，一名青年在佩戴天权公司的虚拟头盔游戏时，竟突然呼吸急促，随后浑身抽搐。死者母亲发现异常，第一时间叫来救护车，不过仍然抢救无效死亡。看着视频中那个中年女人哭得鼻涕一把泪一把的，陆天辰一阵心惊。玩个游戏也能死人的吗？要不要这么离谱？随后他看向下面网友的留言，天权这游戏我也在玩，除了10%疼痛模拟比较痛之外，没有什么问题啊。这是蹭热度吧？估计本身他就有点什么病吧。3D 游戏刚出的时候，还有不少玩家晕3D 呢，或许是适应不了这么逼真的虚拟度吧。不会是被什么恐怖的怪物吓死的吧？仅仅3天，天权的出现让多少个游戏公司破产了？这或许是其他游戏公司之间的媒体攻击手段。只见留言的网友众说纷纭，他一时竟然分不清到底谁的说法更靠谱。算了，管他呢，反正我现在玩着是没啥问题，有问题的话可能也是个例吧。摇了摇头，不再多想，他操控轮椅返回卧室之中，给母亲发送了一条短信之后，他便将头盔戴上，进入了天权之中。登录游戏后，他第一时间打开了等级排行榜，果然低调如我和老邱等人都已经出现在了等级排行榜上，而且他们统统都达到了21级。想想也是，50个任务品的要求可并不是击杀50只能量精兽就能完成的，就算有幸运药水也完全看脸。想来他们击杀了太多的能量精兽，所以等级都提升了上来。他给低调如我发去消息，原来你是许氏集团的2公子。片刻后，低调如我的消息便回复了过来，陈天大哥，你看新闻了？本来我想在天权中低调发展的，不过有了陈天大哥你提供的装备，我们想低调都不行啊。就算他们进入游戏都使用了虚拟的形象，不过百密一疏，他们的竞争对手也不是吃素的，任何风吹草动都逃不过他们的眼睛，或许早就在他们集团安插了商业间谍呢。所以他们的身份其实和透明的也没什么区别。陆天辰眼睛滴溜溜转了一下，随后问道，高强化等级的武器你们需求量大吗？之前觉得
将加13的武器卖给他们，他们会伤筋动骨呢。但是现在他知道了，资产近1000亿的许氏集团会因为2000万伤筋动骨，不存在，所以他便动了深度合作的念头。陈天大哥，你还能搞到高强武器？几乎是一瞬间，低调如我的消息便回了过来。我提供装备，你们提供精神，我可以帮你们强化。至于加10之后武器碎掉，也不用你们管。恢复完信息，陆天辰感觉自己就是个天才，他完全就是在空手套白狼。加10之后，武器是有一定几率碎掉，但是在他这儿可不存在这个问题。提供一定精神就可以搞到高强武器，想必许氏集团也乐得合作。而且他现在完全没有了最开始的顾虑，一是低调如我等人目前确实值得信任，二是以陆天辰现在的属性还怕谁？他现在要肉有肉，要输出有输出，要速度有速度，现在更是有了免控，不管是单挑还是群殴，他都不带怕的。或许他们在商量什么，消息过了片刻才回复过来。陈天大哥，一件装备我们给你强化50次所需的材料，能得到强化加几的装备，20次的强化，陆天辰都已经可以将装备强化满级了。不过陆天辰是不可能给他们满级装备的，那实在是太匪夷所思了。内心中大致计算了一下，他便回复道：可以强化到加12吧。看到陆天辰的回复，在旁边看着聊天的老邱等人都是倒吸一口凉气。现在玩家强化装备，运气好强化20几次能到10，运气不好的20几次可能都只在加7徘徊。更何况加10以上，如果装备碎掉，一切都要重新开始。也就是说，他们能保底强化50次，获得一个加12的装备，这价格太划算了好吗？而且武器压根都不用他们提供，又省了一笔开销。少爷，如果按照7星装备来算，一件加12的装备仅需要10万出头。老邱此时激动地说道，他也没想到陆天辰竟然还有这种能耐。作为许氏集团的2少爷，他从小就被培养，所以眼光还是有一些的。最开始他只是崇拜陆天辰的实力，见面之后发现这个人和他一样低调，更加对他的胃口。现在他则是觉得，只要和陆天辰绑定，他们财团在天权中绝对能混得风生水起。陈天大哥，那就这么说定了，你能给我们提供多少高强装备？前期先提供2套吧，你可以指定职业或者装备。看到陆天辰的回复，低调如我略微有些失望，他还想着搞个10套8套的呢。不过2套也勉强够了，给铁塔搞一套高生命的，再给自己搞一套输出的，再加上他们全员7星装备，碰到 BOSS 都敢碰一碰，谁更硬了？随即他便给陆天辰交易了6300个稀有金尘过去。好家伙，你也不怕我骗你啊？不得不说，大财团的公子哥的手笔真的是相当大，但是看到低调如我直接将大量的稀有金尘交易了过来，陆天辰也不由得苦笑。6300个稀有金尘换算成钱的话，可是小200万啊！低调如我发来一个憨笑的表情，随后道：嗨，咱们都合作多少次了，陈天大哥的人品我想当信得过。对了，你给我搞一套盾位的装备，再搞一套弓箭手的装备吧，武器给老邱搞一个加12的法器，再随便来个输出的武器就好了。这个彩虹屁拍得陆天辰好一阵舒畅，千亿财阀的公子都得拍自己的马屁。现在我背包没装备了，我先去打点装备，中午之前我会把强化好的装备交易给你。陆天辰一边说着，一边同意了交易。低调如我也干脆回复道：好了，陈天大哥，2套7星装备总共18件，他仅需要1512个稀有金尘就能搞得定了。空手套白狼，直接赚4700多的金尘，真爽。将聊天窗口关闭，陆天辰伸了个懒腰，赚钱去了。他一边吹着口哨，一边往城外走去。第68章地狱之门。他现在只有一个任务，按照任务的指引去城北的一个荒废的村子，击杀里面10只鬼火。大约用了10几分钟，眼前出现了一个破败的村子。走在村口，他都能感觉到森森寒气，仿佛阳光都没法将村子中积聚的黑气穿透。村门口的牌匾都已经掉了下来，就斜斜地立在村口的木柱子边上。看样子，这个牌匾上面应该写的是这个村子的名字，不过现在上面的字迹都已看不清。陆天辰打了个寒战，整个基调都让人不寒而栗。深吸了一口气，他便踏入村子之中。片刻之后，他看到一个幽绿色的鬼火出现在了他的面前。他使用真实之眼发现，这就是任务要求击杀的怪，且只有26级，便直接冲了上去。片刻后，10只鬼火都已经被击杀，获得了450点经验、4枚银币和10件装备。此时任务显示完成，但是他没着急回去交任务。如果一个任务就跑一趟，那时间全亏在赶路上了，所以他便在村子中转了起来。这村子到底经历了什么，搞成这个样子？看着荒芜破败的村子，他不由得嘀咕道。随着探索的深入，又见到了好多只鬼火，不过任务都已经完成了，他都懒得刷这么低等级的野怪。但是当他走到村中心的时候，
发现一个5、6米高的暗黑色的石门赫然立在村中心的位置。他好奇地走过去，观察了2圈，并没有发现什么异常。随后，他伸出手触摸在门上，突然一道提示声在他的脑海中响起：进入副本，地狱之门，是否进入？是否？陆天辰一阵欣喜，既然是副本，这个任务可没白接。虽然并不清楚副本的具体等级，不过周围只见26级的鬼火，料想副本等级也高不到哪里去。是。随着他选择进入副本，几乎是一瞬间，他便出现在了一个空旷的空间之中。这个空间除了前面的一个闪着光的2米高的裂缝之外，并没有其他东西。随即他便踏入裂缝之中，瞬间他便出现在了另外一个空间之中。随着陆天辰的出现，只见前面有大概10道身影同时回过头来。陆天辰一惊，看他们的穿着应该是这个村子的村民，但是惨白的脸色再配上猩红的大嘴，陆天辰打了一个寒战。虽然好多游戏都有这种设定，但是这虚拟度能不能调低一点啊？陆天辰一阵抱怨，随后查看怪物属性：低级亡灵，等级未知，生命值未知，竟然又是超过自身10级的怪物，看来这个副本等级也不低啊。正在陆天辰分析的时候，眼前的10只低级亡灵已经冲了过来。陆天辰录用移动速度的优势躲避了第一轮攻击，随后召唤分身开始输出。虽然等级未知，但是陆天辰刷起来却并不费劲。不一会儿的功夫，他将眼前的10只低级亡灵全部灭杀。和哥布林副本一样，没有经验和金币，估计都会在副本结束之后结算。捡起地上掉落的装备，发现竟然是8星的装备，看来这至少是个40级的副本。将装备收进背包，前面不出意外的又出现了一个裂缝。陆天辰随即踏入裂缝之中。几分钟后，陆天辰一共刷了100只亡灵，大多数是低级亡灵，虽然其中偶尔掺杂几只中级的，不过掉落的装备并没有什么区别。收好刚刚捡起的装备，陆天辰踏入了裂缝之中。这一次进入的空间内只有1只怪物，但是明显和之前见过的亡灵不一样。这是一只有3个脑袋的怪物，浑身缭绕着火焰。使用真视之眼查看，不出意外的啥属性都看不到，但是他能确定这是一只精英怪地狱3头犬。此时分身持续时间已经到了，技能还在冷却中，所以陆天辰只能自己来了。上前重击冲锋加践踏，再接烈火斩，打出一波小爆发，积攒了一些护盾值。控制时间结束的瞬间，地狱3头犬3个脑袋同时喷出火焰，火焰呈现幽绿色，和外面的鬼火的颜色一样。由于攻击范围较大，陆天辰并没有躲闪成功。2000多点伤害在陆天辰头顶飘出，虽然伤害已经相当不俗，但是连陆天辰的护盾都破不了。就这，陆天辰张嘴嘲讽，随即再次劈头盖脸一顿输出。地狱3头犬的血量明显比亡灵要高不少，但尽管如此，没能坚持1分钟，还是被灭杀了。将近200%的攻击速度，1秒可以打出2次普攻，配合他将近2000点的物理攻击，再加上技能的衔接，陆天辰平均1秒钟的输出就有4000多，就算是再高的血量都禁不住他这么输出啊。捡起地面上掉落的装备和卷轴，查看了一下属性：暗影面罩，星级8星，品级超稀有，生命值加3000，力量加55，物理防御加65，佩戴要求战士，特殊效果隐藏游戏 ID。 看着8星的超稀有装备，陆天辰一阵惊喜。单件装备就加了3000点生命值，这要是强化满级，单件装备增加的生命值就有1万多了。不错不错，狼王头盔终于可以换下来了，等回城后强化满级，属性又能翻几番。超稀有装备是没有技能的，有个特殊效果也算是意外之喜。卷轴虽然是技能卷轴，但却是盾位使用的嘲讽技能。将装备替换好，抬头看向前面明显不一样的超大裂缝，陆天辰嘀咕道：这应该是 BOSS 房间了吧？第69章双 BOSS。 按照以往的经验， BOSS 可以掉落高1星级的装备，如果没猜错的话，估计这个副本至少是40级的副本， BOSS 应该也差不多是这个等级了。9星传说装备，嘿嘿。陆天辰笑着舔了舔嘴唇，随后一步踏入了那通往 BOSS 房间的裂缝之中。刚踏入裂缝中，他便瞬间出现在 BOSS 所在的空间之内。这个空间明显大了许多，幽森的环境被周围点燃的火把照亮。圆形场地空空旷旷的，最中心处有2个王座，只见2道身影赫然闭眼坐在王座之上。其中一个 BOSS 坐着都有约莫3米的高度，一身夸张的腱子肉，强壮好像远古时期的巨人，头上长着2个弯曲的类似恶魔的红角，浑身也都是深红之色，手持一柄3、4米长的大刀，坐在那里极具压迫感。而另外一个 BOSS 则手持一个法杖，头顶皇冠端庄坐在那里，煞白的面庞再配上一身拖到地面的黑色长裙，极具反差感。竟然有2个 BOSS！ 陆天辰赶紧使用真视之眼查看属性：
地狱之主，副本 BOSS， 等级未知，生命值未知，亡灵女皇，副本 BOSS， 等级未知，生命值未知。不出意外的，两只 BOSS 全部都看不到任何属性，也不清楚有什么技能。陆天辰不敢大意，击杀黄老大一众人之后，他的罪恶值还没清空呢，这要是挂了，一身装备全都得爆掉。所以先使用技能镜像分身，随后控制分身直接冲向前面的两只 BOSS。 虽然说并不清楚这两个 BOSS 哪个更猛一点，但是通过外形来判断，这个地狱之主更像是近战 BOSS， 而拿着法杖的亡灵女皇应该是个法系 BOSS。 玩过游戏的都有经验，后排必须死，所以他控制分身一剑劈在了亡灵女皇的身上。负3196暴击，分身的一次攻击直接将他使用技能消耗的生命值补满，并且也生成了将近2000的护盾值。按照这次攻击来看，亡灵女皇大概有着400点的物理防御。陆天辰正在分析之时，受到攻击的亡灵女皇瞬间暴走，地狱之主也瞬间将眼睛睁开。只见亡灵女皇挥舞法杖在空气中快速挥舞，绘制出一个奇怪的符文，随后一道蓝色魔法球直接打在了分身之上。分身继承了自己 80% 的属性，生命值有1万出头，魔法防御也有160点。负4340，只见一道蓝色魔法伤害提示在分身的头顶炸开，这个攻击力不可谓不高。而此时地狱之主的攻击也到了，只见他手持那柄黑色的大刀直直地劈砍在了分身之上，一道3000多的红色物理伤害再次在分身头顶飘出。陆天辰此时就在入口处观望，他当然可以控制分身躲避伤害，但是他并没有这么做。此时见两只 BOSS 的攻击连分身都无法秒掉，他悬着的心也就放下了。控制分身继续攻击的同时，也迅速朝向场中移动，随后释放技能重击冲锋，目标仍然是亡灵女皇。只见4000多点的伤害在其头顶飘出，将近200点的攻击速度配合技能和普攻的衔接，一瞬间就将分身的血量回复满，并且又积累了一定的护盾值。而此时被陆天辰疯狂输出的亡灵女皇则是一声尖笑，那刺耳的声音仿佛刺破她的耳膜，随即她便是一阵眩晕。但几乎是一瞬间，她的身体周围亮起一道金色的光照，随后便破碎掉。而刚才她因为亡灵女皇尖叫所产生的耳膜刺痛和眩晕感竟是全部消失。被动不朽之守护被触发，看来这声尖笑应该类似一个控制技能，不过不好意思，控制对我不管用。反应过来的陆天辰邪魅一笑，操控分身将地狱之主引走，而他则是疯狂输出亡灵女皇。虽然分身没法增加护盾，但是1万点的生命值已经足够抗住地狱之主的攻击，毕竟如果生命值减少，分身和自己的攻击几乎能瞬间将生命值补满。亡灵女皇释放完2个技能之后便没有技能释放了，估计她最后一个技能是类似保命技能，滴血才可以触发那种。陆天辰随即一刻不停的输出，大约1分钟后，亡灵女皇站在原地不动了，身影变得虚幻起来。而陆天辰发现她接下来的攻击就好像砍在了空气中一样，她竟是变得虚幻起来。这是无敌！没想到亡灵女皇的保命技能这么刁。随即周围出现了大约10只漂浮在空中的高级亡灵，一起向着陆天辰冲来。看来是击杀这些亡灵，虚幻无敌状态才会解除。我最喜欢打群怪了。随即陆天辰对着这10只亡灵一顿输出，怪多就是好，几个呼吸的功夫，护盾就达到上限了。随着最后一只高级亡灵被劈砍成虚无，亡灵女皇虚幻的身体开始变得凝实。陆天辰再次攻击在其身上，果不其然，攻击生效了。再次输出10几秒后，随着最后一剑的劈下，亡灵女皇终于是被击杀。地上掉落的物品，陆天辰第一时间收了起来，随即转头看向另外一个 BOSS 地狱之主，就差你了。随即正准备上前输出，只见地狱之主看向亡灵女皇消失的位置，竟然怒吼一声。虽然没什么实质性的效果，但是只见其浑身却仿佛燃烧了一样，身躯也是再度暴涨1/3，肌肉仿佛都要裂开。这是什么情况？媳妇死了，发狂了！怒吼完毕，一刀砍在分身之上，而陆天辰注意到分身竟然飘起了4000点的伤害提示。但这还不算完，他又以极快的速度挥出2刀，并且每一次攻击都对分身造成了4000点伤害。只有1万出头生命值的分身瞬间就被秒了。地狱之主的这一出给陆天辰看得一愣。他控制分身的同时，也可以看到分身的视角。最开始的时候，地狱之主释放过这个技能，在极短的时间内释放3次挥砍。我记得上次放这个技能，每次攻击也只有2000多点伤害啊，这怎么攻击力翻倍了？而且这技能这么快就冷却好了吗？第70章九尾狐。陆天辰虽然满脑子问号，但是现在身上8万多的护盾，他根本不带怂的，没有任何犹豫便冲了上去。期间发现亡灵女皇死亡后，
地狱之主狂暴攻击力直接翻倍，但是也并没有什么鸟用。片刻后，陆天辰一个箭塔外加一个烈火斩，直接将其秒掉了。地上掉落了一个卷轴一件装备，一个黑色石头，全部都被收入背包之中。2个 BOSS 掉落了2个黑色石头，不知道阿贝尔这次可以恢复多少。加上之前亡灵女皇掉落的5枚金币，这2只 BOSS 竟是一共掉落了10枚金币，这已经相当不少了。随后又是一连串的游戏提示响起，恭喜通关副本黑暗神殿，团队奖励经验值4万，分的经验值4万。恭喜您冒险者，您的等级提升，获得5点自由属性点，请根据喜好自由加点。当前等级 Level 23。恭喜您冒险者，您的等级提升，获得5点自由属性点，请根据喜好自由加点。当前等级 Level 24。恭喜完成40级 BOSS 首杀，是否隐藏游戏 ID 播放全服公告。嘿，果然不愧是40级副本，4万经验，连升2级，爽！虽然他目前属性在玩家中已然近乎无敌，但是还是下意识的选择了是，毕竟能低调点就低调点嘛，苟着才能无敌。随后，全华夏服所有玩家的脑海中又响起了游戏的提示音。全服公告：恭喜玩家某某完成40级 BOSS 首杀，由于30级 BOSS 首杀并未被触发，故奖励升级发放。系统奖励声望加1000，金币加50，自由属性点加50，宠物蛋 X1。此时全华夏服都沸腾了，我丢！什么鬼？我才到2级主城，就有玩家能击杀40级的 BOSS 了？当个人吧！竟然直接跳过30级 BOSS， 直接击杀40级 BOSS。我只能说太屌了好吗？也不知道是哪位大佬，这个人极有可能是那个2次触发全服公告的陈天，毕竟他是第一个前往2级主城的玩家，实力领先那是一定的，也没准是冰火城的半城烟煞。之前我有幸看过他刷怪，那伤害简直了，几乎每次攻击都有1000左右的输出。我尼玛，宠物蛋啊！这怕是第一个有宠物的玩家吧？我也想要个宠物，最好是能抗能输出的，我就躺在那里就好的那种。楼上的，请不要讲屁吃！众多玩家议论纷纷，而此时冰火城，一个一身火红色长袍的女子释放一个超大火球，击中面前的庞然大物身上，随后眼前的怪物便应声倒地，随后化作点点白光消散。这只怪物竟然是一只30级的 BOSS。 听到这道全服公告，他顿了顿，随后喃喃道：还是慢了一点啊。此时在黑暗神殿中的陆天辰听到这个提示音，却笑得合不拢嘴。奖励竟然升级了，最重要的是这次奖励竟然有个宠物蛋。陆天辰迫不及待打开背包，随后取出那多出来的宠物蛋。宠物蛋，资质未知，说明孵化后可随机获得一只资质在 CSSS 级的宠物。虽然说明上描述的是资质在 CSSS 级中随机，不过在陆天辰眼里，这完全就是 SSS 级的宠物蛋啊！废话，要是1亿幸运值孵化出 C 级宠物，他立马就掐死他。随即二话不说，直接将宠物蛋捧在手中，随后提示消息响起：是否孵化？是。陆天辰心底默念，随即宠物蛋脱离了他的手中，漂浮在空中不停的旋转，只见其表面开始一点点的皲裂，随着裂缝越来越多，一道金色的光芒在其中照射了出来。陆天辰目不转睛地盯着眼前宠物蛋的变化，他很是期待。大部分玩家很希望来个输出型宠物或者肉多宠物，而陆天辰什么都不缺，最好能给他来个能骑的宠物充当脚力。片刻后，宠物蛋在空中不再旋转，慢慢地停了地面之上，随后光芒陡然大盛。待得光芒消散，陆天辰看清了宠物的样貌，这是一只有着一对狐狸耳朵和9条毛茸茸尾巴的人。陆天辰一怔，他一度以为自己看错了，但是眼前的宠物低着头，虽然看不清样貌，但明明有着人的胳膊腿，还有一头长长的银色头发。就在陆天辰观察的时候，此时面前的人也慢慢抬起头，看到这张脸庞的时候，陆天辰愣住了。只见其杏脸桃腮，眉如春山浅淡，眼若秋波婉转，隆胸纤腰，盛臀修腿，胜似海棠醉日，梨花带雨。此刻正跪在那里，一脸柔情似水的媚意看着自己。马德，这哪是宠物啊？这是妖精啊！陆天辰老脸一红，内心暗道。心念一动，其属性面板弹了出来。九尾狐，资质 SSS 级，等级1级，生命值1000，魔法攻击50，物理防御20，魔法防御20，攻击速度10%，移动速度10。技能魅惑，摆动尾巴魅惑敌人，最多可同时对9名目标施展，被控制目标将无法行动2秒，并降低20%所有防御力，消耗5，冷却时间15秒。未解锁，未解锁。注：每10级解锁对应等级技能，也可使用卷轴学习技能。这属性不错啊，而且1级技能就是个控制，
而且还是2秒。陆天辰略微的惊喜了一下，他输出很高，有着神级天赋在，他变相的也很肉。但是他现在除了践踏这个技能外，并没有其他控制技能了。九尾狐的技能可以很好的补足了他的短板。随即他点了点头，随即心底叹道：唉，只是可惜没法骑啊。第71章，就叫小九吧。是否为宠物重新命名？系统的提示音再次响起，就叫小九吧。命名成功。再次查看九尾狐属性，果然发现名称已经由九尾狐变成了小九。小九，陆天辰轻唤了一声，只见眼前的小九听到陆天辰的呼唤，跪着的身体缓缓站了起来，然后走到他的身前，抱起了陆天辰的右臂，竟是轻靠在了他的肩膀之上。我尼玛！陆天辰这个大处男哪受得了这个？他第一反应就是推开了小九。被推开后，小九愣了一下，随即小嘴一撇，竟然委屈了起来。喂，你是个宠物啊，怎么还委屈上了？陆天辰内心之中疯狂咆哮，但是看着这委屈的样子，竟然有些不忍。随后走过去，揉了揉他的脑袋。行了行了。被陆天辰宠溺的摸摸头，小九眼睛弯成一道月牙，也笑了起来。随即一道声音传入陆天辰的脑海中：主人最好了。陆天辰吓了一跳，不知道附近谁在说话，环视四周，只见四下无人，他一阵疑惑，随后目光定格在了小九身上。小九，刚才难道是你在说话？小九眨巴了一下水汪汪的大眼睛，虽然并没有张嘴说话，但是一道声音还是在陆天辰的脑海中响起。是啊，主人，刚才是小九在说话。宠物还会说话？没听说过哎，不过也不错，至少战斗的时候好沟通。抬头看了眼2个王座中间出现的次元门，此刻正在不断缩小，于是他一步直接跨入了其中，随后转眼间他便再次出现在了副本门口。出来后，陆天辰发现这个黑色的石门并没有像黄金哥布林的入口一样出来就变成飞灰消散，而是仍然矗立在那里。之前黄金哥布林的属性上面显示唯一，看样子副本真的是只能刷一次，不知道这个副本还能否再次进入呢？陆天辰再次触摸黑色石门，随即脑海中弹出一条提示：无法进入副本，地狱之门，进入副本次数次日0点刷新。嘿，果然可以再次探索，虽然需要1天的冷却时间，但是好歹可以1天刷一次，经验高不说，这地方刷装备可太爽了。虽然无法立刻进入，但是等1天之后再次进入，就又是一大堆装备即将到手。对了，这次 BOSS 包的装备还没看呢。说罢，他便打开背包，2件装备和2个卷轴出现在了他的手上。地狱之主得力量手镯，品级传说，星级9，力量加90，精神加90，魔法防御加110，佩戴要求全职业。被动连斩，每攻击10次，下一次攻击将触发连击，伤害为物理攻击 X100%。亡灵女皇的虚无项链，品级传说，星级9，智力加90，精神加90，魔法防御加110，佩戴要求全职业。被动虚无，生命值低于20%时，自身处于虚无状态3秒，虚无状态可以移动，无法被选中，无法被攻击。冷却时间60秒。2件装备的属性相当不错，大部分的项链和手镯增加的属性都是针对法系职业的精神魔法防御和智力之类的。这个手镯竟然增加力量，这也算意外之喜了。回头强化到满级，3倍力量，这又是300多点力量，600多点物理攻击啊！不过最让他惊喜的并不是手镯加力量，我靠，这个项链的被动，这不是又多了一个保命的手段吗？这万一哪次真的碰到不可力敌的大 boss， 这岂不就是超级保命技能？爽！虽然并没有强化到满级，不过由于技能太过逆天，所以他还是替换了2件满级的7星手镯和项链。替换好装备后，陆天辰的物理攻击已经高达2348点，满意的点了点头，随后将属性面板关闭。随后他使用回城时记录了一下坐标，毕竟没有任务，再次来这里可不好找。而回城时最多可存储10个坐标，想要前往的时候直接选择地点就可以。记录完坐标后，选择坐标巨阙城，激活回城时。片刻后，他便出现在了一个广场之上，随即按照任务的指引将任务提交，获得了700点经验值、2枚银币和200声望。虽然奖励不多，但是一个小小支线任务，他也没什么太大的期望。再次回到巨阙城汇总，玩家明显变多了。陆天辰直接走到了铁匠铺那儿，先将替换下来的项链和手镯分解，获得了294个金尘。答应低调如我的是7星装备，可是我现在只有8星的呀。看着自己一背包的装备，陆天辰嘀咕道：算了，8星就8星吧。随即他按照低调如我的要求，挑出一套盾位的装备和一套弓箭手装备。几分钟后，陆天辰就将装备全部强化到+12了，又在背包中取出一个牧师使用的法器和一张弓，
强化到了+13。虽然他们要求的是+12的，但是如果给他们13武器，估计他们高低的提点价，毕竟还是8星的装备呢。一共才使用了1744个稀有金尘，就全部搞定。此刻背包中还有8000多个稀有金尘，这些金尘看着很多，但是兑换成传说金尘也只有80多个。真要强化的话，也就4星的传说护腿可以强化满级，不过4星装备都快被淘汰了，也没什么强化的必要了。兑换了160个超稀有金尘，陆天辰将暗影面罩强化到了满级。Max 暗影面罩，星级8星，品级超稀有，生命值+3000，力量+55，物理防御+65，额外生命值+9000，额外力量+30。佩戴要求：战士。特殊效果：隐藏游戏 ID。被动：致命暴击，暴击伤害增加30%。强化满级之后，单件装备的生命值就提供了12000点，而且出现的被动技能简直是简单粗暴。天拳初始暴击伤害是原有的2倍，现在直接变为2.3倍。这一件装备对于其他人来说提升并不是很大，但是对于陆天辰这种刀刀暴击的选手来说，功效简直不亚于一件装备带来的增益。将装备佩戴好，脱下来的狼王头盔也没什么用了，所以他便连同之前没出售的2件粉装全部一起分解了。所有装备处理好了之后，陆天辰背包中的传说金尘 X3、神器金尘 X8、稀有金尘 X6666，随后又将2个技能卷轴拿在手上。好久没爆出自己能用的技能卷轴了，给点力啊！第72章，雷霆无闪。不知道是不是陆天辰的祈祷是否起到了作用，其中一个技能卷轴是盾位使用的，而另外一个它是可以学习的。雷霆无闪，品级高级，类型技能卷轴，职业要求战士。效果：在武器中凝聚雷霆之力，在极短的时间内瞬闪5次，并对路径上的敌人造成物理攻击 X30% 的物理伤害，并附加麻痹状态1秒，麻痹状态下的敌人无法攻击，无法移动，消耗100魔法值，冷却25秒。看完技能介绍，陆天辰拍了一下大腿，这技能不管进攻还是逃跑都是神技啊！虽然伤害加成并不高，但是又有位移又有控制，简直不要太爽。陆天辰拆开丝线直接学习。至于第2个技能，则是盾位的一个增加护盾的防御技能，虽然是高级的，但奈何无法学习，所以直接扔进背包之中。关闭背包，随后打开社交，找到低调如我，发去了一条消息。低调如我应该是在刷怪，大约过了1分钟才回复。陈天大哥，这么快就将装备准备好了？陆天辰则没有说话，直接将16件强化12的防具和2件强化13的武器放上了交易。此时低调如我刚刷完一只野怪，和老邱等人在原地休息。由于之前已经给过陆天辰金尘了，所以出于对陆天辰的信任，他都没有查看装备属性，直接选择了同意。片刻之后，装备直接转移到了他的背包之中。将刚击杀的野怪的掉落物捡起来，老邱走到近前问道：少爷，陈天先生将高强装备准备好了？是啊，我穿上一身强化12的7星装备，生存有了保障不说，输出估计也会提升一波。低调如我一边说着，一边打开背包，将装备取出查看。不过紧接着他就愣住了，8星装备。又查看了其余的装备，不出意外也全是8星装备，2个武器也是8星的不说，还都是强化13的。老邱看着自家少爷一件装备一件装备的往外掏，而且还一脸震惊的神色，不由疑惑。随后捡起地上的装备查看，随即也是一惊。少爷，陈天先生给我们的是8星装备，武器还是强化13的。低调如我冲着老邱点了点头，随后打开社交给陆天辰发去消息。陈天大哥，我们之前要的是7星强化12的装备啊，这怎么给了8星的？而且武器还上13了。陆天辰回复，如果你们非要7星的装备，我再去给你们刷一些。不是，8星的当然更好，只是这个价格肯定不一样了，我们再补偿给你一些金尘吧。陈天大哥看到低调如我这么说，陆天辰暗自琢磨了一下，随即发起交易，将被包中院灵爆的装备全部放了上去，随后道：要金尘。谢谢陈天大哥。低调如我看到又交易过来的82件8星紫装，不由一喜，他们工会的实力又可以上一层台阶了。7星装备都5倍价格收购了，更何况8星的。计算了一下，低调如我放入了6000个稀有金尘。交易完成，陆天辰的金尘再次增加，达到了12666个。看起来很多，但是兑换成史诗金尘也只能兑换12个，幽影虚空界强化一次都不够。唉，看来还得多搞点金尘啊。陆天辰内心暗自嘀咕了一下，便走出了城门往外走去。这次他是从东门出来的，并且一直往东走。不得不说，2级主城怪物还是比较密集的，他不过走了4-5分钟，便看到好几种野怪。
不过等级并不高，他也懒得出手。10分钟后，他此时已经离距缺城有几千米了。只见前面的空地上赫然有着一群像马一样的野怪在空地上吃草，而与马不同的是，它们浑身雪白，且额头处有一根独角。使用真实之眼查看，这是一群看不到属性的独角兽。陆天辰第一时间召唤分身，随后控制分身拉了一只野怪出来。击杀之后发现掉落的是8星的装备，看来这群独角兽的等级应该在36到40级之间，那就在这刷会儿吧。陆天辰40级双 BOSS 都宰了，此刻可不会在乎这小野怪。于是使用技能披风斩在远处对几只独角兽造成伤害，再使用新获得的技能雷霆无闪对部分独角兽发起攻击。出乎陆天辰意料的是，雷霆无闪这个技能不但可以连续释放，而且还可以在每一闪之后衔接技能或者普通攻击。虽然如果停滞时间过久会导致技能断掉，无法释放接下来的击闪，但是操作熟练之后，他便操控的相当好了。1闪进去接横扫，2闪位移再接烈火斩，3闪后再接践踏，4闪之后接普攻，5闪之后直接在原地释放回旋斩，真是个好技能啊！陆天辰在独角兽群中来回穿梭，不停地击杀着野怪，有着 Max 巨万肩铠的10%伤害加深和 Max 暗影面罩的30暴击伤害加成，他的伤害提升了4成，刷起怪来也是极快。独角兽应该是群居的野怪，在一个密集的地方数量很多，且刷新速度也是不慢。期间如果独角兽刷新速度跟不上，他就在原地休息会儿，等刷新几只后，他再继续虐杀。不知不觉间，陆天辰已经在这儿刷了3个小时，他竟然是从早上直接刷到了中午。期间光游戏币就获得了7金50银，经验更是积累了不少，等级已经由原来的24级上升到了26级。捡起最后几件掉落物之后，陆天辰伸了个懒腰，查看了一下背包，里面赫然已经有了1500个装备了。呼，刷累了，下线歇会儿吧。陆天辰随即在原地下线了。他刚把头盔摘下来，此时门铃却响了起来。第73章陶小冉。陆天辰看了眼时钟，已经12点40了。这个时间段如果是母亲的话，他有钥匙怎么会按门铃呢？陆天辰疑惑间驱使轮椅走到院外的大门口处。哪位？陆天辰问完之后便仔细聆听，不过门外的人听到他的话竟然没有说话。就在陆天辰以为是谁的恶作剧，正准备转身回房间的时候，是我。别墅院外传来了一声回答，让陆天辰一怔。他怎么找到这儿的？陆天辰内心疑惑不已，这道怯懦懦的声音他无比的熟悉，这不正是大学期间的女友陶小冉的声音吗？虽然出事之后他也曾想到过主动提出分手，不要让他大好年华守着一个残疾人过活，可让他没想到的是，陶小冉竟然率先提出分手的话。虽然说分手的时候他哭得梨花带雨，他表现得万般不舍，但是他的心还是被狠狠地刀了一下。他也清楚这是人之常情，可能大部分人都会如此选择。陆天辰虽然心痛，但却不怪他。本以为两人以后不会有任何交集，可如今他竟然找了上来，而且不是找到原来的住址，而是找到了别墅来。想到这里，陆天辰眼神转冷，随即冷声问道：你怎么找到这儿的？门外沉默了一下，随后道：天辰，你不让我进去坐坐吗？在陆天辰最失魂落魄，生活一片黑暗的时候，他提出分手，在他们家买了2000万的别墅后，转天他就能找上门来，这吃相是不是有点太难看了？陆天辰顿时感到一阵反胃。你找错。陆天辰话还没说完，便听到了一阵汽车的声音，随即母亲的声音传了出来。咦，您是小冉？最开始住院的时候，陶小冉去医院看望过他，所以父母与他还是见过面的。陆天辰无奈，随即便听到母亲一边说话，一边把别墅的门打开了。看到陆天辰的表情和站在门口的陶小冉，聪明的母亲一下就明白怎么回事了。不过别人来到你家，总不可能拒之门外吧，所以还是将陶小冉引进屋内。从院子到卧室，一路上陶小冉都在打量着陆天辰，而陆天辰则是一眼都没看他。进入别墅，陆天辰问道：妈，我爸呢？你爸刚注射完药物，给你爸喂了点吃的，他现在睡着了，虽然吃的不多，但是状态还可以，你别担心，医生说如果找专业的家庭医生的话，也要明天上午才能出院，我这不回来给你做饭。母亲周平进入别墅，就把买回来的菜放在厨房的地上，随即回应道。听到母亲的话，陆天辰悬着的心也放了下来。母亲给坐在沙发上的陶小冉倒了一杯水，他礼貌地点头感谢。此时空气中仿佛凝结了，尴尬的气氛简直让人窒息。陆叔叔住院了吗？陶小冉试探地问道，而陆天辰却并未回答他这个问题。我们才搬到这里第2天，你怎么找到这里来的？陆天辰语气说不上冰冷，但是也没有一丝热情，而是非常平淡地问道。
沙发上的陶小冉双手在衣摆上揪了一下，没想到陆天成会这么在乎这个事情，随即悠悠地道：“何颖是我的高中同学，昨天中午的时候他发朋友圈了，我看到了你们成交房屋的照片，所以一番询问下。”陆天成恍然，停顿了片刻，然后问道：“那你来是为了什么？”叙旧。虽然陆天成的语气并没有太大的波动，不过其中的厌恶却表露无遗。听闻此话的陶小冉眼眶瞬间就红了，低着头不说话。平复了一会儿心情之后，他抬起头，冲着陆天成灿然一笑：“不好意思，今天我不该来的。”随后便疾步离开了。表面上在厨房忙活，实则在关注客厅动态的母亲见状，手里的蒜还没有剥完就立马追了出来。唉，小冉，不过直至追到门口，陶小冉都没有回头。回到客厅之中，他坐在沙发上叹了口气，随后道：“哎，人家小姑娘来看你，你咋给气走了？”陆天成则是双手一摊：“咱家住老房子的时候，他怎么不来看看？头一天搬进别墅，第二天就找上门，我还能给他什么好脸色？”听闻此话的母亲气得直接站了起来，走到陆天成的旁边，一拳头就捶了过去。之前在老房子的时候，这姑娘也来过几次，放下买的东西就走，只是你不知道而已。哎，妈也知道她突然找上门来不合时宜，可兴许人家姑娘有什么苦衷呢？你连话都不让人说的吗？陆天成虽然诧异母亲所说的话，但还是撇撇嘴没说话。见儿子一副死猪不怕开水烫的样子，母亲叹了口气，就继续回厨房做饭了。不一会儿，2道菜就做好了，两个人在桌子上吃了起来。儿子，小冉那孩子不错，有时候一个人的决定，那并不一定是他自己的决定啊，要给别人说话的机会啊。不沟通只能会让矛盾越来越深。这一顿饭，陆天成就低头吃饭，一句话没说，而母亲则一句接一句的劝他，好像陶小冉给他灌了迷魂汤一样。几分钟后，陆天成终于吃完饭了，他逃也似的离开了桌子。记得给我爸请最好的家庭医生，药也都用最好的，钱我一会儿再给你转点。随后他便回到房间，将房门关上，拿起手给母亲转了500万过去。收到陆天成转账的母亲周平看到了那高额的转账记录，摇了摇头：“小陈，那我去医院照顾你爸了，争取6点左右回来给你做饭。”母亲收拾好后，嘱咐一句便出门了。听着房门关上的声音，陆天成内心一阵烦躁。他记忆中的陶小冉并不是那种见到钱就走不动道的人，如果他只喜欢钱的话，那当初就不至于跟自己这个穷小子在一起了。难道真遇到什么事儿了？陆天成内心中暗自嘀咕着，随即打开手机，找到大学室友周鹏，发了一条消息过去：“帮我打听一下陶小冉最近是否有什么变故。”发完信息，他就将手机放在床头柜上，随后拿起头盔戴上，闭眼。Link Start。 第74章。熟悉的身影随着眼前白光闪过，陆天成再次出现在上次下线的地方。看着旁边的小九，陆天成查看了一下等级，发现竟然还是1级。怎么回事？之前不是已经击杀了1000多只独角兽吗？疑惑间，陆天成打开宠物的属性面板查看，随后无语的用右手扶了下额头。我竟然没设置经验分配比例。原来在属性面板中有一个选项，就是经验分配比例，最高可设置为获得经验的 50%， 而默认是 0%。 陆天成将分配比例调整为最高的 50% 分配，随即再次冲入刷新好的独角兽群之中。大约2个小时的时间，陆天成再次击杀了1100只独角兽，他与小九各获得了27000多点经验值，而此时经验值刚好提升到27级，而反观小九的等级赫然已经升到了15级。小九资质 SSS 级，等级15级，生命值15000，魔法攻击750，物理防御300，魔法防御300，攻击速度 150%， 移动速度150。技能魅惑摆动尾巴，魅惑敌人，最多可同时对9名目标施展，被控制目标将无法行动2秒，并降低 20% 所有防御力，消耗5，冷却时间15秒。九尾狐火口中凝聚灼烧灵魂的火焰，对单体目标造成魔法攻击 X80 百分号加目标最大生命值 5% 的真实伤害，冷却时间45秒。未解锁。升到10级后的小九自动领悟了新技能，虽然是个单体输出技能，但是这技能的伤害却相当可观，用来打脆皮的话效果并不明显，但是用来打高血量的 BOSS 或者盾位的话，则可以起到出其不意的效果。小九不愧是 SSS 级资质宠物，才15级就已经比大部分玩家属性要好了，而且九尾狐火这个技能搭配幽影虚空界的主动技能，斩杀线都可以达到 20% 了，简直恐怖。关闭小九的属性面板，陆天成看着背包中2600件8星紫装，不知道怎么处理。光金陈价值就要600多万，也不知道低调如我的财团能不能吃得下。随即打开社交界面联系老邱。
老邱，8星装备还收吗？这次的量有点大。陈天先生，全部都是8星的吗？一共有多少件？2600件。此时听了陆天辰的话，老邱一呆。之前收购陆天辰的7星装备都是5倍收购，8星的怎么也要6倍收购啊？可是他略微计算了一下，就算按照京城的价格收购，这么多装备都要600多万，6倍就是3、4千万啊。但是他们6倍价格收购是一定不亏的。废话，8星的稀有装备至少能穿戴到40级，而他们20级就穿戴40级的装备，那提升简直不是一星半点。而且他们装备越好，他们所能获得的资源也就越好。就算装备淘汰了，他们或者卖掉，或者给手下的工作室的玩家穿戴，那都是一点不亏的。见低调如我也点头同意。老邱发过去消息询问陈天先生，这次是金晨交易还是现金交易？金晨。听到陆天辰的回答，老邱计算了一下，随后一怔，如果按照6倍金晨价格计算的话，想要从陆天辰手中购得装备，就要准备10万多个稀有金晨。尴尬了，他们手中的稀有金晨竟然不够。陈天先生，等我一下。老邱说完就开始联系下面的各个工作室负责人，有陆天辰提供的装备，他们手底下的工作室刷怪的等级都不一样，但是想凑70万多的稀有金晨还是比较困难的。不过好在询问完手底下所有的工作室负责人后，终于将金晨凑齐了。随后与陆天辰完成了交易，获得了10几万稀有金晨的陆天辰也是一阵欣喜，随即赶紧跑到铁匠铺那里，将所有金晨全部兑换成史诗金晨，最后一共获得了105个史诗金晨，稀有金晨还剩余446个。将幽影虚空戒取下，放入强化台上，随后放入史诗金晨。伴随着7次强化成功提示，他已经是将幽影虚空戒强化到了加7。收集了这么多金晨，才只是将戒指强化到7，任重而道远啊！随即看了眼幽影虚空戒的属性，加7幽影虚空戒，品级史诗，星级15星，力量加300，暴击率加30，攻击速度正20%，额外力量加260，额外攻击速度正7%。被动，那虚空背包上限加10000，主动，幽冥指消耗60%最大魔法值，对单体目标造成15%最大生命值的真实伤害，冷却时间10分钟。只是强化到7就已经增加了260点的额外力量，换算成攻击可就是520点物理攻击啊！再次查看了一下自己的属性，物理攻击已经达到了2982点，直逼3000大关，生命值也有24540点。他再想提升的话，只能将护腿和战靴强化满级了，但是4星传说他有点看不上了。再加上他现在的目标就是将幽影虚空戒强化到满级，他有一种预感，等戒指强化满级后会获得一个超级强力的技能。接着打装备去吧，到时候老邱他们如果吃不下这么多装备，那也只能扔拍卖行了。陆天辰一边心底暗想，一边将属性面板关闭。查看等级排行榜的时候，他的等级已经领先第2名4级了，而且后面需要的经验值越来越多。还是先找 NPC 接任务吧，希望来个隐藏的任务。可是正当他转身准备离开铁匠铺的时候，他看到城中穿梭着一道身影。咦，这身影看着怎么这么眼熟？第75章幽影其邻居。看着这熟悉的身影，陆天辰快步上前追去。还好那人的速度并不快，陆天辰撵上之后，在后面轻唤了一句：“奥利亚。”走在前面的那人回过头来，虽然他有着与奥利亚一模一样的相貌，可是此时看向陆天辰的眼神却满是疑问。“你是？”陆天辰先是一怔，随后满脑袋问号。什么情况 ？NPC 海湾失忆？陆天辰第一时间也在想是不是认错人了，不过这一毛一样的长相和身材，怎么可能认错了？要说不一样，那就是眼前之人的穿着火爆，他一身加在一起可能都没有一块方巾面积大，貌似真的与奥利亚的风格不太像。不过陆天辰还是试探性的说：“艾米丽，记得不？地宫，记得不？勇敢的冒险者，虽然我不认识你，但是你可能认错人了。你认识的可能是我的姐姐奥利亚，而我是她的妹妹卡洛尔。”难怪。陆天辰恍然大悟，内心暗想，原来是双胞胎。随即再次打量一下卡洛尔。哦，那不好意思，我确实是认错人了。嗨嗨，你们确实太像了。而卡洛尔则是笑了笑没说话，转头便走了。陆天辰看着他离开的身影，内心暗自思忖起来。奥利亚都能发布隐藏任务，他妹妹会不会也给我来个隐藏任务？心里头这个想法一出现，陆天辰就挥之不去了。卡洛尔，随后又3步并作2步撵了上去。被叫住的卡洛尔略有不悦，但是还是回过头询问道：“冒险者，你还有事儿？你这么急匆匆的，是有什么事情吗？有没有什么我能帮助你的？”果然，这么一问，貌似大多数 NPC 都无法拒绝。
只见卡洛尔低头沉吟了一会儿，道：“我确实有事情要去做，但是这件事你最好还是不要掺和的好。”虽然卡洛尔这么说着，但是他那个眼神明显就是嫌弃陆天成的实力太菜，看不起我，这能忍？老子啥任务不敢接？虽然内心咆哮着想着，但是还是回应道：“我的实力你放心，之前还和奥利亚在地宫中暴虐幽影布拉德里克呢。”当陆天成提到布拉德里克的时候，只见卡洛尔神情一阵激动，随即靠近，抓住了陆天成的肩膀，摇晃着问道：“真的？你和我姐姐解决了幽影之妻？”被他摇晃的一阵眩晕，陆天成好半晌才挣脱开，随即道：“倒也不能说是解决，根据现在的消息来看，他貌似凭借什么手段逃跑了。”卡洛尔没想到是这么个结果，但是想到幽影的阴险狡诈、诡计多端，所以也并没再继续询问，而是重新打量了一下陆天成，片刻后点了点头道：“那我要去做的事，你的确有可能帮一些忙，你确定要去吗？”拿捏，这任务不就来了吗？没准还是个隐藏任务呢。陆天成一喜，内心暗道，随即嘴上答应着卡洛尔。当然，任务接取成功，陆天成打开了任务栏，里面果然多出了一个任务：火山洞穴。不出意外的，任务的进度和奖励统统看不见，他更加肯定这是一个隐藏任务了。见陆天成答应下来，卡洛尔则转头继续赶路，在原地将任务栏关闭，随后陆天成也跟了上去。咱们要去的地方叫火山洞穴。还不等陆天成询问，卡洛尔就一边走一边跟身边的陆天成道：“那里是我的先祖封印幽影布拉德里克的坐骑的地方，不过最近有好多出城的猎人都在那里失去的踪迹。”卡洛尔说着说着顿了顿，随后转头看向陆天成：“我怀疑封印可能松动了，这次咱们前往探查，如果发现他，便将其彻底灭杀。”陆天成一边听着一边点头回应，但是内心却琢磨起来：布拉德里克的坐骑，卡洛尔的先祖。我说当初阿贝尔怎么看奥利亚的眼神怪怪的，估计他很有可能认识他们的先祖。毕竟每个游戏都会有其设定的大环境和背景故事，这就相当于一个小彩蛋故事情节一样。摇了摇头，不再多想，他与卡洛尔继续赶路。陆天成的速度已经达到了215点，而有靴子的技能在，他在脱离战斗时候的移动速度足有400多点，而卡洛尔的赶路速度却一点不慢。可即使如此，过了半个多小时，他们才赶到。卡洛尔前进的脚步陡然一滞，随后在前方的一个山体的洞穴处仔细的观察。陆天成也看到了眼前的这个在一座高耸山体下方的洞穴，似乎是没有察觉到什么危险。卡洛尔率先走入其中，陆天成和小九随后也走了进去。刚走进洞穴，一股灼热的气息便扑面而来，那种真实的感觉好像亲身走进一团大火之中，热得陆天成差点倒退2步。不过越向里面走，那种灼热的气息便越严重。大约前行了2-3分钟左右的时间，陆天成看到昏暗的洞穴开始变得宽阔了起来，随之而来的是更加炙热的气息扑面而来。此时小九甚至热的都将舌头吐了出来。他们来到了一处空间之中，只见这个空间的最中心处是一个方形的平台，而平台的四周则围绕着流动的岩浆，岩浆顺着平台边缘的沟槽在缓缓地流淌着，时不时的还会有一些气泡由于高温而炸开，紧接着就是一些岩浆随着炸开的起泡溅射到方形平台的最边缘处。他们所待的地方与平台有且只有一条1米宽的通道。虽然此时环境十分炙热，但是陆天成却忍不住打了个寒战。这不会走着走着掉里吧？陆天成收起心神，向着方形平台看去，只见平台上除了一道巨大的浑身黑色火焰蒸腾的身影外，却是再无他物。这道身影则跪卧在场地中央，却看不清整体的样子。似乎察觉到陆天成他们的到来，眼前这道身影动了动。随着他身体的抖动，其浑身缭绕的黑色火焰似乎燃烧的更加欢快了，将脑袋陡然扭转过来，随后缓缓地直立起来。陆天成这才看清这道身影的全貌，这赫然是一只浑身燃烧着黑色火焰的巨大战马。震惊的同时，陆天成使用真视之眼查看属性：幽影麒麟居，隐藏 BOSS， 等级未知，生命值未知，物理攻击力未知，魔法攻击力未知，物理防御力未知，魔法防御力未知，暴击率未知，攻击速度未知，移动速度未知。第76章斩杀线。果然又是一个看不到属性的 BOSS。 真视之眼这个技能不要也罢。按照陆天成原先的套路，他会释放技能镜像分身前去试探，再制定接下来的计划。但是既然卡洛尔将其引了过来，就看看卡洛尔会如何行动。如果啥也不干就把任务完成，就完美了。只见卡洛尔看到幽影麒麟居站起来，眼神中金芒一闪，随后伸出右手朝向陆天成招手道：
他果然挣脱了束缚，不过看样子好像并没有完全恢复，咱们联手消灭他。随后，他不知从哪儿取出一个圆盾，踏上了通往方形平台的通道。好家伙，这妹子竟然是个盾卫，看她穿得这么火爆，还以为是个奶呢。陆天辰内心一边想着，一边跟着卡洛尔的脚步一步步向前走。这条通道看似危险，其实除了热一点也没什么事儿。想象中爆裂的岩浆气泡蹦在腿上的画面也没发生。片刻后，他们两个和小九都踏上石台上面。我会挡住他，你找机会输出。卡洛尔手持圆盾，率先向前移动。他一边移动，一边注意着幽影麒麟居和自己的位置，使得他们的站位一直保持着3.1线，以保证 BOSS 的技能他可以抗得下。随着卡洛尔和陆天辰的逼近，只见幽影麒麟居仰天一笑，随后浑身黑色火焰缭绕，显然他是被激怒了。后腿蹬地，短暂蓄力之后，直直的就冲着卡洛尔撞了过来。那强猛的撞击，就算是卡洛尔这个大盾，也被撞得在地面上滑退了半米的距离才止住。不过所幸有着卡洛尔的保护，陆天辰一滴血都没掉。NPC 掉多少血看不到，要不然做个参考也可以大体推测出 BOSS 的攻击力了。不过不管怎么样，有个肉盾抗伤害，先把护盾拉满吧。带着幽影麒麟居释放完技能的空档，陆天辰召唤完分身出来冲向 BOSS， 而自己直接一个重击冲锋刺了上去，随即践踏加烈火斩又输出了一套。可能 BOSS 的等级过高，本来可以持续1秒的眩晕时间，只是0点几秒就结束了。控住他！随着陆天辰的话音落下，此时在后面一直热得吐舌头的小九瞬间心领神会。小九背后的9根尾巴一阵摇晃，只见刚刚眩晕结束的幽影麒麟居的头顶便飘出了一个个小爱心气泡。控制成功！随即陆天辰抓紧时间和分身再次输出一波普攻衔接技能，打出了成吨的伤害。以陆天辰如今接近3000的物理攻击，加上 30% 的暴击伤害，再加上 10% 的伤害加深，只见幽影麒麟居的头上飘出的伤害都没低于5000点。虽然小九的控制技能并没有伤害，但是貌似并不会因为 BOSS 等级过高减少控制时间。陆天辰足足安心的输出了2秒钟的时间。以他如今 213.5% 的攻击速度，在穿插普攻的基础上，除了旋风斩这个需要持续在原地转圈的技能和雷霆无闪为了以防万一走位用的技能外，他将所有技能全部丢完。加上分身的输出，他这一会儿的时间对幽影麒麟居足足造成了7万的伤害，同时血之精华转化的护盾也有了7万点。正在举着圆盾的卡洛尔看到陆天辰的输出也是一愣，随即又是一喜，果然不愧是能虐布拉德里克的存在，真强啊！不过他内心所想，如果被陆天辰听到了，估计耳朵都要红到脖子根去了。当时自己是趁着布拉德里克被封印才一顿输出，后面将锁链砍破，还是阿贝尔出来解的局。但是现在他和那时候也已经有了本质性的区别，他有信心再次遇到布拉德里克，就算阿贝尔不出现，他也有了一战之力。一瞬间蒸发了7万生命值，就算血量再高也受不了。此时幽影麒麟居显得更加愤怒了，只见其2个前蹄高高抬起，随即狠狠地朝平台落了下去。轰！只见周围的岩浆流此时都变得不稳定，开始激荡起来，而平台也是一阵剧烈的震颤。卡洛尔、陆天辰的分身和小九同时被震得飞了起来，片刻后又狠狠地落在了地上，而自己的身上则是亮起了一道金色的护盾，随即便破碎。这貌似是个群伤带控制的技能，但是陆天辰的被动不朽之守护触发了，没被控不说，还一滴血没掉。负2万，暴击！只见一道高额的暴击伤害在分身的头顶飘出，分身继承自己8成属性，但是生命值也没到2万，被一个暴击打碎掉了。虽然小九没被暴击，但是他毕竟等级太低，本就只有1万5的血，这一击下去2/3的血量都被蒸发了，所以陆天辰直接将其收入宠物空间。反观卡洛尔，他落地的第一时间就站起身来，估计是使用了一个护盾加嘲讽的技能，自身周围亮起了一道白色的光圈，随后幽影麒麟居则呆呆的用蹄子开始锤击他的盾牌。陆天辰见状抓紧时间输出，看幽影麒麟居的攻击方式，目前只释放了2个技能，所以最后一个技能很有可能是个需要生命值达到一定程度才能触发的技能。大约过了10几分钟的输出之后，卡洛尔突然一声大吼，冒险者注意躲避，他生命值现在低于 20%， 他会操控周围的岩浆攻击。我靠，这种事你不早说！陆天辰一惊，不过转念一想却笑了出来。20%？ 这不到自己的斩杀线了吗？随即将小九从宠物空间中召唤出来。第77章幽影疾风铠。意念一动，仅仅是一瞬间的功夫，小九就出现在了面前。仔细观察之下，只见他之前在幽影麒麟居一击之下所损失的生命值也都已经恢复满了。小九使用九尾狐火。小九被召唤出的一瞬间，陆天辰大喝。本就与陆天辰心灵相通的小九听到这一道命令，小嘴一张，
口中瞬间压缩了一道炙热的火焰。与周围岩浆中燃烧的火焰不一样的是，小九口中凝聚的火焰似是要将灵魂都灼烧。片刻后，口中火焰凝聚成型，随即伴着小九的一道娇喝声，便急速的向前，冲着幽影麒麟居庞大的身形射去。几乎是一瞬间，九尾狐火便击打在幽影麒麟居的头顶上。虽然狐火的大小打在其身上，仿佛一滴水滴入大海一样微不足道。-200600真实伤害，但是随后便是一个巨额的白色真实伤害在其头顶飘出。陆天辰一惊，由于属性无法看到，所以他也不清楚幽影麒麟居的生命值有多少。小九这一击附带的是最大生命值 5% 的真实伤害，也就是说，这幽影麒麟居有着400万的生命值。内心快速计算得到这一结果后，陆天辰则是骇然一惊。正在他思索间，只见幽影麒麟居仿佛也被小九这一击激怒了，那一双原本橙黄色的眼睛此刻变得猩红可怖。原本周围缓慢流淌的岩浆此刻仿佛活了起来，在剧烈的上下起伏着，并且随着岩浆的跳动发出噼里啪啦的声响。在幽影麒麟居的操控之下，只见其后方有2股岩浆流被操控的凝聚成2条岩浆火蛇，直直的冲向小九所在的位置。小九被这2道岩浆火蛇锁定，正欲闪退，但是已经是为时已晚，他的速度并没有这2条岩浆火蛇的速度快。只见小九马上要被岩浆火蛇吞噬的时候，他的身影竟是瞬间消失在原地。岩浆火蛇一击扑空，攻击在平台上面，直接烧出了一个大窟窿。原来是陆天辰在小九攻击完后，便立即将其收回宠物空间之中了。见成功将小九收回，陆天辰不敢怠慢，随即举起佩戴幽影虚空戒的手，随后向前一指。幽影麒麟居此时见一击扑空，恼怒的同时将目标转移向陆天辰。不过在看到陆天辰手中的戒指的时候，那双猩红的眼神明显愣了一下。不过仅仅是片刻的功夫，就变得更加的狂躁。一瞬间，平台四周所有的岩浆仿佛都被其调动起来，竟是瞬间凝聚了7条岩浆火蛇。不过正当幽影麒麟居准备攻击陆天辰的时候，后者发动的装备技能幽冥指已经点在了幽影麒麟居的额头之上。-60万真实伤害。只见一道高达60万的真实伤害在幽影麒麟居的头顶飘出。先是小九的 5% 最大生命值的真实伤害，随后又是陆天辰的一击带走了最后 15% 的生命值。即使幽影麒麟居血量达到400万，即使他是个强力的隐藏 BOSS， 在他们2个的组合之下， 20% 的高额斩杀线也得暴毙。经验值加40000。恭喜您冒险者，您的等级提升，获得5点自由属性点，请根据喜好自由加点。当前等级 Level 28。随着陆天辰脑海中游戏提示响起提示音，只见空气中狂暴的气息仿佛停滞了下来，刚刚被幽影麒麟居凝聚而成的岩浆火蛇失去了控制，也软弱无力的在原地洒落。再看幽影麒麟居高大的身形，此刻慢慢的变成一点点的白光消散，这生命值也太厚了吧。见此，陆天辰感慨的同时也暗松一口气，终于搞死了。随着白光的消散完毕，只见几枚金币、一个装备和一个卷轴样式的物品在空中掉落，随后落在了幽影麒麟居死亡的位置。陆天辰舔了舔嘴唇，走上前去将掉落物捡起。上次隐藏 BOSS 是被阿贝尔击杀的，虽然也掉落了史诗戒指，但是却没有其他东西了。这次看看隐藏 BOSS 能给爆啥。陆天辰搓搓手，舔舔舌头，很是期待。先看看这是件什么装备吧。再多的好东西也要一件一件查看。随即陆天辰在背包中取出掉落的装备。幽影疾风铠，品级史诗，星级10，生命值加15000，物理攻击加150，敏捷加50，物理防御加500。佩戴要求：战士。被动：坚韧之躯所受远程伤害减少 20%。主动：疾风之力消耗 10% 最大魔法值，短时间内移动速度增益至2倍，持续时间10秒，冷却时间3分钟。好家伙，我直呼好家伙！虽然星级仅仅是10星，但是架不住是个史诗啊。没强化就加了15000的生命值，这要是强化满级，单件生命值的提升就是6万，而且这500点物理防御，比我一身装备加一起都要高。陆天辰是一阵激动，他现在还穿着 Max 野猪战士的铠甲 Plus 呢，按理说早该淘汰了，怎奈一直没爆过好的胸甲，所以没着急换。被动 20% 的远攻免伤，虽然倍率不高，不过也相当于一个 A 级天赋，也多少提高了一点生存。而这个主动技能，不管追击还是逃跑，都是神技啊！陆天辰一边内心暗自分析，一边将装备替换好，随后将升级给的自由属性点分配好。此时的属性已经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陆天辰打开属性面板查看：冒险者陈天，等级28，经验值167845000，幸运值99999999，
生命值37660，魔法值5260，物理攻击3118，魔法攻击592，力量1124，智力156，体质86，精神246，敏捷233，物理防御645，魔法防御220，暴击率42，攻击速度241.5%，移动速度271。天赋：鲜血之拥，终极，所造成的伤害将100%转化为血之精华。损失生命值时，血之精华将恢复自身血量，使用血之精华恢复的生命值不受禁疗、重伤等效果影响。未损失生命值时，血之精华将转化为护盾存储，护盾值上限为角色最大生命值 X 时，脱离战斗30秒后护盾消失。技能：真实之眼、愈合、重击冲锋、横扫、践踏、回旋斩、烈火斩、披风斩、雷霆五闪、镜像分身。宠物：小九19级，资质 SSS 级，称号新手村英雄。装备 Max 英雄阿贝尔的冰霜长剑传说4星， Max 暗影面罩超稀有8星， Max 巨万肩铠超稀有4星，幽影疾风铠史诗10星，牛头领主的重铠护腿传说4星，疾驰战靴传说4星，亡灵女皇的虚无项链传说9星，地狱之主的力量手镯传说9星，幽影虚空戒史诗15星。第78章，终于给我来做齐了。陆天成看着自己的属性面板都不由一阵震惊，生命值高达37000多，因为有着神级天赋，他可累积的护盾值就高达37万多。物理攻击早已突破3000大关，最重要的是物理防御，此时已经达到了645点。现在25级的玩家基础攻击也就350点，就算全力量加点，无非也就是600点的物理攻击，再加上一些装备增加的属性，也堪堪能对陆天辰造成一丢丢的伤害。而有着神级天赋的陆天辰，他属性堪比 BOSS， 而真实实力却远胜 BOSS。 陆天辰欣赏了好一会儿自己的属性面板，随后关闭，随后在背包中取出幽影麒麟驹掉落的卷轴，来个能用的技能，来个能用的技能。陆天辰双手合十，心底默念，随后查看卷轴属性。幽影麒麟驹，品级史诗，类型坐骑卷轴，次数无使用次数限制，说明使用后可召唤坐骑幽影麒麟驹，增加 80% 移动速度。注：坐骑无法参与战斗。虽然并不是自己能用的技能卷轴，不过陆天辰在呆愣了片刻后，却是一阵狂喜。好家伙，终于给我来坐骑了！我可是从特洛平原一直念叨到2级主城啊！既然卷轴介绍上写着无使用次数限制，陆天辰直接拆开卷轴上的丝线，随即一瞬间，一团黑色的烟雾出现，随即烟雾瞬间燃烧起黑色的火焰，随后不断燃烧蒸腾，最后在陆天辰的面前召唤出了之前被他击杀的幽影麒麟驹。虽然体型比原本小了一些，不过也有2米多高，对于陆天辰来说却是刚刚好。看着缩小了1号的幽影麒麟驹，陆天辰绕着它转了2圈，观察了片刻之后，直接跃到了马背之上，在平台上简单的转了2圈，那移动速度简直跟一阵风一样。随后他心念一动，幽影麒麟驹则缓缓变成一道黑色的雾气消散，而陆天辰则是被雾气拖着，轻飘飘地落在了地面之上。终于有了代步工具，陆天辰满意的点点头，随即将卷轴放入背包之中。陆天辰看了眼前方，之前击杀幽影麒麟驹之后，平台中心处就多了一个次元门，此刻正在慢慢闭合。虽然不清楚原路返回能否出去，但是总感觉还是从次元门出去好一点。刚才的时候，卡洛尔就一直在这个空间之内寻找着什么，此刻他失落地回到陆天辰的身边。你在找什么？陆天辰好奇地问道。没什么，咱们出去吧。卡洛尔似是无意回答，陆天辰也没有继续多问，随即一步踏入了次元门之中。只一瞬间，他们就出现在了洞口处。还好没原路返回，要不然就被困在里面了。出来之后，陆天辰看向刚才进去的洞口，发现洞口处竟然被风堵住了。兴许是被战斗余波震塌，或者是副本本来就是如此设计。陆天辰摇摇头，不再多想。陆天辰回头看向卡洛尔，而此时后者也在笑看着他。勇敢的冒险者，感谢你的付出，这次击杀幽影麒麟驹有你的一份功劳。说着，卡洛尔在怀中取出一个卷轴样式的物品，递给了陆天辰。来了来了，正戏来了。后者小心翼翼地接过卷轴，随即便提示任务完成，经验值加2000，金币加5，声望加500，技能卷轴 X1。奖励说不上丰厚，但是有陆天辰心心念念的技能卷轴，而且隐藏任务完成获取的技能卷轴必定是自己职业可用的。将卷轴摊在手中查看。冰封万里，品级传说，类型
技能卷轴，职业要求：战士。效果：将恐怖的寒冰能量灌注进武器之中，随后猛插入地面之中，将直径100米范围冰封。处于范围内的敌人将受到物理攻击 X120% 点伤害，且被冰冻2秒。冰冻状态的敌人无法移动，无法攻击。冰冻抗性高，可减少控制时间，消耗300魔法值，冷却时间3分钟。还是卡洛尔懂我呀！现在我不正缺控制技能吗？一下来了个这么个大范围的控制技能，而且这伤害倍率也不低。陆天辰暗爽，虽然效果说明上写了冰冻抗性高，可以减少控制时间，但是鬼知道冰冻抗性是哪儿来的。反正他现在是没见过哪件装备加冰冻抗性。陆天辰激动地拆开丝线，片刻后就学会了这个强力的控制技能。这一次隐藏任务让陆天辰一波肥，史诗有了，技能有了，甚至自己心心念念的坐骑也有了。想着想着，随即他便看向卡洛尔，那眼神好像在看一个大肥羊。卡洛尔被盯着有些发毛，随即道：勇敢的冒险者，此件事了，现在我要回家族之中汇报此事了，有缘再见。卡洛尔说完便冲着他挥了挥手，随即吹响一声口哨。片刻后，一只和奥利亚之前乘坐的坐骑一模一样的老鹰出现，他便跳入了鹰背之上。陆天辰见状也无奈叹口气，虽然奖励丰厚，可是隐藏任务也不是那么好遇到的呀。随即他也摆摆手与卡洛尔告别。那头巨大的鹰仅几个振翅之间便在远处变为一道黑点，随后消失不见。先回城吧。陆天辰随即拿出回城时选定巨阙城的坐标，准备引导使用。嗖！只见一道破空的箭矢突然从侧边射了过来，陆天辰察觉到异变，一瞬间将回城时收入背包之中，随后向后一撤。这道箭矢竟是擦着他的身子插入在了面前的地面之上。陆天辰目光一凝，回过头看向箭矢射来的方向。第79章黑袍人。顺着箭矢射来的方向，陆天辰看去，只见一个小土坡之上，一名弓箭手射出箭矢的手还没有收回。这名弓箭手将装备特效开到最大，仔细看去竟然是一身紫装。不过随后小土坡之上慢慢的有人头冒出，仿佛是从地里面长出来的一样。不一会儿的功夫，便有密密麻麻的一群人冒出。回头一看，陆天辰竟然是在四周也看到了好多人围了上来。虽然保持的距离都比较远，但是陆天辰却是被包围住了。由于暗影面罩的特殊效果，他的 ID 已经被隐藏了。陆天辰并不清楚眼前这群人是要干嘛，但是很明显他们来者不善。哈哈，陈天，没想到在这里能碰到你，你这张脸我化成灰也能认出你。只见人群之中慢慢走出了两个人，一人是个刀疤中年人的样子，看 ID 陆天辰想了起来，这不就是黄老大吗？而另外一个人一身黑袍，虽然看不清脸，但是整个人给陆天辰的感觉就很不好，有一种幽暗阴险的气息，而且更重要的是，这个人竟然没有 ID 显示，难道是 NPC？ 黄老大也接到 NPC 的隐藏任务了？陆天辰内心琢磨着，而嘴上却回应道：原来是黄老大，你真是不记打，又来送装备。他上次击杀他们工会5000人，罪恶值大涨，以至于现在还没有清楚呢。听了陆天辰的话，黄老大嘴角一阵抽搐，上一次他们工会全部5000名玩家被陆天辰一人轻松解决，这已经变成了他的一块心病。虽然他们工会都是各大游戏的散人玩家，没什么组织与纪律，但是人数基础在那儿摆着，一人吐一口唾沫都能搞死一名玩家。如果是与其他工会火拼没打过也说得过去，不过5000对1输了，而且他堂堂黄天工会一会之长被秒杀了。黄老大虽然恼怒异常，但是却不知道该说什么。不过他随即看向旁边一身黑袍的人，想起他曾经说的话，不由得信心大增，冷哼一声，对着陆天辰道：哼，陈天，我们工会和那时的实力可是完全不同了，今天我就要给你杀回新手村。黄老大说罢，便恭敬地对着旁边的黑袍人低声说着什么。咦，这黄老大搞什么鬼？上次被杀的多惨不记得吗？今天这么狂。陆天辰一阵疑惑，不清楚黄老大的底气何在，是因为那个黑袍人？可 NPC 不会参与玩家间的争斗。他越想越不明白，正在他思索间，只见黑袍人在袖口处掏了掏，随后竟是取出2个黑色的卷轴递给了黄老大。陆天辰脑子中一片问号。上次奥利亚在隐藏任务中也提前将任务奖励的技能卷轴交给自己，但那是为了对付布拉德里克呀。尼玛，哪有玩家之间的争斗 NPC 帮忙的？这人怕不是 NPC， 或许是使用了什么隐藏 ID 的手段。此时黄老大接过黑袍人递来的卷轴，随即大喜。他拆开其中一个卷轴，瞬间空气一阵波动，随即一道半透明的淡金色的方形薄膜将他们所有人都包含在了其中。随即对陆天辰咬牙切齿的大喝道：陈天，这回你他妈想回城复活都不行，今天老子要把你杀回新手村。眼前这一群人明显来者不善，陆天辰也不想墨迹，直接使用技能镜像分身。
只见一道与他一模一样的身影出现在了场中间。如今陆天辰的属性相当逆天，即使分身只继承了他80%的属性，那也不是眼前这群玩家可以抗衡的。此时他也不管什么罪恶值了，所谓擒贼先擒王，他召唤完分身之后就操控分身直直的冲向黄老大而来，而本体则是冲着其他玩家冲过去。之所以陆天辰的本体没有攻击过来，是因为他存着试探的打算，毕竟黄老大旁边的黑袍人给他一种不好的感觉。陆天辰此时冲入人群之中，就是一顿输出，3100多点的物理攻击，再加上刀刀暴击和装备的伤害加成效果，现阶段的玩家3、4千的生命值，谁也顶不住他的一次攻击。一瞬间的功夫，陆天辰就吸收了10万点的护盾值。不过让他意外的是，被击杀的玩家消失之后，竟然缓慢的再次在原地凝聚而成。是刚才那个卷轴的功能？联想黄老大刚才所说的话，陆天辰猜测道。而此时黄老大没成想，陆天辰竟然召唤出了一模一样的分身出来，他一瞬间慌了阵脚，手拿着卷轴，竟然不知道该对哪一个目标使用，攻击远处那一个。这时黑袍人仿佛发现了一丝端倪，随即对着黄老大喊道。听闻此话，黄老大拆开卷轴使用了，目标是在远处人群中大杀特杀的陆天辰。卷轴被其拆开之后，只见附近的天空都仿佛黑了下来，只见一朵黑色的雷云瞬间移动到了陆天辰的头顶之上，随即在其之上一道黑色的闪电直劈而下，那速度极快，即使是陆天辰已经注意到了上方的异常，但是也无法躲避开来。负99780，只见一道高额的蓝色魔法伤害在陆天辰的头顶之上炸开。我靠，这什么鬼伤害？布拉德里克都没这么高的伤害吧？受到伤害的陆天辰陡然一惊，要是没有护盾在，他就被秒了。是那个黑袍人拿出了卷轴。震惊之后，陆天辰一瞬间就知晓了原因。他并不清楚这个卷轴是单次攻击还是多段攻击的，所以陆天辰再无保留，跑到玩家最密集的区域，释放倍率最高的范围攻击，冰封万里，秒杀一大片玩家的同时，疯狂积累护盾，随即再使用重击冲锋，冲向另外一个玩家密集的区域，再次一顿输出，几乎几个呼吸之间，护盾值就满了，37660点生命值，10倍的护盾就是37万多。而反观黄老大这边，则是一阵惊诧，他接过卷轴的时候查看过介绍，对单体目标造成10万点黑暗魔法伤害，这伤害谁能受得了？虽然陆天辰的 ID 被隐藏了，但是他可是清楚的知道，他之前击杀自己公会5000名玩家，估计 ID 的红的发紫了。如果击杀他一次，就应该会掉落他一身的装备，到那时候他们仗着人数的优势，那岂不是想怎么虐他就怎么虐他？可是现在呢？世事难料，受了如此之高的一击，他竟然还在场上活蹦乱跳的。正当他愣神之时，黑袍人则是一声大喝，再次使用卷轴，把剩下的2个次数也用了。第80章，听说你要给我杀回新手村。黄老大听闻此话，咬咬牙，直接再次拆开黑色卷轴使用。随后片刻的功夫，陆天辰的头顶再次凝聚起黑色的雷云，咔嚓，又是一道黑色的雷霆，又快又准地劈在陆天辰的头顶之上。负99780，一道蓝色的魔法伤害再次在其头顶炸裂。不过这还没完，只见一道黑色雷霆劈下之后，天空中竟然是再次凝聚一朵黑云，随即又是一道雷霆直冲陆天辰的头顶劈下。连续2次雷电劈下，导致小范围内扬起了尘土，竟是将陆天辰的身影吞没。此时场上一片静悄悄的，被杀破胆的众多玩家在观察，黄老大在观察，此时黑袍下的一双阴狠的眼睛也在观察。嗨，但是随着烟尘的散去，陆天辰的咳嗽声传出，随即伴随着拍打衣服的声音。还好护盾抵消的伤害不会感受到痛觉，要不然这3下雷劈我都得麻一会儿。再次2道闪电劈下，陆天辰的护盾瞬间蒸发了20万点。不过此时他仍站在原地。此时众多玩家，黄老大都傻眼了，而黑袍人则是握紧了黑袍下的拳头，恨得咬牙切齿。呸，就他妈你们有雷啊，老子也有。扬起的沙土进了嘴里，陆天辰吐出之后恨恨的道，随即在背包中取出一个卷轴，这赫然就是他之前获得的灭世雷云。这个灭世雷云的伤害不比那黑色的雷霆，只能造成5000点的真实伤害，但是目前玩家能有多少生命值？5000足矣。而且与那黑色雷霆不同的是，灭世雷云是范围攻击的卷轴，而攻击范围更是超级大。陆天辰被3道黑色的雷霆打出了真火，直接掏出卷轴就拆开使用。轰隆隆，只一瞬间的功夫，以陆天辰为中心1000米的范围的上空都乌云滚滚，且伴随着雷声轰鸣。范围内的玩家顿时四处逃窜，甚至有几名玩家逃跑撞到那半透明的淡金色薄膜，被反弹了回来。不过灭世雷云覆盖的范围何其之大，不管他们如何躲闪逃避，也都在攻击范围之内。轰！聚集的乌云瞬间劈下几百道白闪闪的雷霆，
瞬间攻击在了除陆天辰以外的范围内所有人的身上。陆天辰环视四周，非常壮观的几千人同时变成点点白光，共同飞升。咦，这个黑袍人生命值还挺厚的。只见场地之中，唯二还站立着的也仅有陆天辰和远处的这名黑袍人。似乎是察觉到陆天辰的注视，黑袍人看不真切的脸庞的嘴角动了动，仿佛在说着什么话。随后他便在空中撕扯出一道裂缝，踏入其中。我靠，这是什么技能？撕裂虚空，虚空行走。陆天辰一愣，随即回头四处张望，他在警惕这黑袍人是否会瞬间出现在自己的身后，给自己来一下子。不过四下观察了一下，并没有什么危险。不出意外的，此刻被灭世雷云秒杀的一众人再次出现在原地。黄老大在原地复活后的第一时间就是四下张望，他好像是在寻找着谁。马德，人不人鬼不鬼的，我早就感觉他靠不住。发现黑袍人不见了踪迹之后，黄老大在原地破口大骂了起来。嘿嘿，误会。抬起头看向陆天辰嘲弄的神情，他尴尬的嘿嘿一笑，随即转头就跑。不过他跑了没几步就撞上了那薄膜之上，随即身形被反弹而回。貌似这个半透明淡金色的薄膜是个结界，在里面死亡的玩家会在原地复活。用脚趾头想都知道这是黄老大想要把他杀回一级使用的道具。不过此刻却是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陆天辰可不会给他们任何机会。收起灭世雷云卷轴，举起武器冲着黄老大冲击而去，都不用任何技能，仅仅只是一剑，黄老大就被秒杀了。随后飘散的点点白光再次在原地凝聚成一道人影。听说你要给我杀回新手村。一道悠悠的声音落在了刚复活的黄老大的耳边，随即他抬头就看到了陆天辰嘲弄的表情。不是我。还不等他说完一句话，陆天辰再次一剑劈下。刚开始的时候，黄老大还不停的求饶，直到被陆天辰杀到了一级，等级无法下降，他便开始破口大骂。不过陆天辰却理也不理，击杀黄老大的同时，也顺便击杀着周围的一众玩家。大约过了10分钟，一众玩家至少每人都被陆天辰击杀了7、8次，而黄老大更是被击杀了40多次。随着陆天辰再次将众人一一击杀，砰！只见将他们包裹住的薄膜仿佛气泡一样破裂。黄天公会的众多玩家也没有再次在原地复活了，也就是陆天辰现在 ID 是隐藏的状态，此时他的 ID 其实都已经红得发紫了。终于结束了，杀得我手都酸了。陆天辰一边将武器收入背包，一边嘀咕。随后他环视四周，由于他反复的击杀黄天公会的玩家，所有人的装备貌似都爆了出来。5000多人的一身装备可不少，4万多件啊！这一件一件扔拍卖行得浪费多少时间啊！陆天辰随即打开社交，找到老邱。老邱，我这儿有装备需要处理，上架拍卖也好，分解也好，能给我找点人手吗？随后将自己所在的位置坐标发送了过去。片刻后，老邱就回消息了。好的，陈天先生，我带一些人赶过去。随后，陆天辰在原地等待。无聊间，他突然想起刚才黑袍人消失前，嘴角一张一合的，仿佛在说着什么。他不停地回忆着。突然，他直立起身，回忆起了黑袍男人所说的话：下一次，你必死无疑。第81章，夜宵在线。这黑袍人到底是谁啊？陆天辰思来想去，都不记得得罪过这么一号人。一个卷轴是可封闭一定范围内的玩家无法逃出，甚至连复活都会在原地复活。他回忆起黄老大使用的第一个卷轴，不由一阵后怕。要不是他升级快，要不是他装备好，要不是神级天赋转化的护盾，他如果被击杀一次，一身装备就都掉落了。而空有天赋，没有装备，各项属性全部下降，并且处在那只能原地复活的环境，那只能是人为刀俎，我为鱼肉的境地了。可那种威力的卷轴是现阶段玩家可以拿得出来的吗？陆天辰又想起黑袍人交给黄老大的另外一个黑色卷轴，自己的魔法防御堪堪，只是抵消了220点的伤害，单次10万的魔法伤害，陆天辰真的不敢想。3次攻击就是30万的伤害，要是没有鲜血之拥转化的高额护盾，他早就挂了。看来以后还是小心为上。现阶段正常玩家间的战斗我自然不惧，可是各种神秘莫测的卷轴还是需要好好提防。陆天辰一边说着，一边打开个人属性面板，查看自己已经红得发紫的 ID， 叹了口气。由于反复击杀黄天公会玩家，他现在的罪恶值都已经好几万了，也就是说他要击杀好几万只野怪才能清除。哎，估计以后就要顶着红名了。这么看来，隐藏 ID 效果的头盔可真是个好东西了。看到他红得发紫的 ID， 估计所有玩家都想击杀他，爆掉他一身的装备。陆天辰自然是不怕玩家的攻击，但是苍蝇多了也烦不是。随即他捡起地上的一件装备查看，好家伙，黄老大他们都有6星紫装了。随即又捡起几件装备查看，不出意外的全部都是紫装，而且最低星级都是4星的。
黄老大从哪儿搞到这么多好装备的？他们有爆绿天赋的玩家，不怪陆天成会如此想，实在是天权中装备确实比较难获取，一个玩家想要一身紫装都要付出大量时间和财力，更何况是让一个公会所有的玩家都能一身紫装。低调如我他们怕，也不能让每个玩家都能一身紫装吧。正在他细心沉思间，只见身后传来了细细密密的脚步声。陆天成回头一看，果然是老邱来了。只见他身后还跟着20几名没见过的玩家。老邱！见老邱走了过来，陆天成打了声招呼。老邱连跑带颠的赶了过来，刚想和陆天成打招呼，扭头就看到了眼前的一地的装备。陈天先生，这么多？愣了会儿后，他震惊的问道。而陆天成则是轻轻点点头。老邱，这一地的装备就麻烦你帮我处理一下了，不管是拍卖也好，还是分解也罢，得到的金陈我拿80%就好。谁也不是烂好人会白帮忙，分给他们20%已是相当不错，毕竟眼前这一地的装备足有几万件。好的，陈天先生。交代完这里的事情，陆天成便召唤出幽影麒麟驹，骑着离开了这里，只留下老邱等人在原地凌乱。他身后的一名玩家上前一步：邱老，这是坐骑吗？陆天成骑着幽影麒麟驹离开之后，便四处寻找。等老邱将装备处理好，是可以获得很多的金陈，不过貌似也不够用。他现在身上的装备光史诗就有2件，所以得抓紧时间赚金陈了。期间他发现了好多种野怪，但是大多数都是看不上的，偶尔碰到一些看不到等级的野怪，也只能报一些8、9星的装备，他也看不上。就在陆天成一剑灭杀一只枯树精之后，捡起地上的装备，发现竟然是12星的装备。虽然看不到怪物等级，但是12星的装备可以推算这枯树精怪至少是56级的野怪，经验也不少。就这里了，陆天成当下就决定在此处练级。反观黄老大这边，浩浩汤汤的一群人被陆天成杀得胆战心惊。虽然仅仅只有10%的伤害模拟，但是黄老大被击杀40、50次，人都骂了，以至于黄老大复活之后，在泉水处还呆呆的双眼无神。会长，还是旁边的小弟推了推他的肩膀，才叫醒了他。反应过来的黄老大先是错愕，随后是惊惧，最后满脸爬满了愤怒。随即打开社交，快速找到一名玩家发送消息：就你说的什么使用空间卷轴困住他，让他复活都不能。现在倒好，我们公会所有成员至少都死了7、8次，我他妈更是死了40几次。这就是你说的灭杀他，还永久灭杀？马德，我现在变成1级了，你他妈给我一个解释！黄老大发完2条消息后，在原地焦急的等待。片刻后，消息终于有了回复。哼，还有你抱怨的份？如果不是你废话太多，他第1击就已经死了。黄老大看到这条消息，先是一阵恼怒，随后一想，陆天成先手攻击公会内玩家之后，只见其周身亮起了白色的光照，盾位有一个增加护盾的技能效果，就是在周身生成白色的光照。见黄老大不说话，那边的人又发来一条消息：装备全掉了也无碍，我能弄到高星级装备，等级掉了也无所谓，我知道一个练级的场所。说完，随后发送了一个坐标位置，然后继续说道：今晚8点来这个坐标位置，保准你们可以快速的将等级提升上来。随后便没有了下文。黄老大在原地沉思了片刻后，仿佛下了什么决定一样。马德，再信他一次，反正都已经掉到1级了。此时，在巨阙城外10几里外的一处黑暗丛林之中，一名全身裹在黑袍中的人关闭了与黄老大的聊天窗口，清脆了一口：废物，等你们没有了利用价值，就让幽影大人吞了你们。一边说着，一边掀开了遮住头顶的黑袍，露出了他那爬满了黑色纹路的狰狞可怖的脸庞。而一丝丝阳光透过黑暗森林高大的树木照射进来，使得这个人的身影在黑暗与淡淡的光亮中若隐若现。此时，一个身材较好的女性扭动着傲人的身材上前一步：会长，一切已经准备妥当。这名女性玩家的 ID 并没有被遮挡，这正是陆天成之前击杀过一次的夜莺。而被其尊称为会长的黑袍人，不是那在等级排行榜上消失的夜宵又是谁？第82章全程任务。听闻此话的夜宵缓缓转身，那可怖的脸上露出了一丝笑意，喃喃低语道：陈天，准备好接收礼物吧。低语过后，缓缓走入身旁的一处隐秘的地宫之中。片刻后，便来到了地宫之中最深处的一个空间之中。只见前方有一道10米高的黑色石门正矗立在当中，石门从上到下都充斥着一种阴暗潮湿的感觉。只见其左右2扇门上各有5个凹槽，那凹槽就好像凹陷的眼眶一样。夜宵走近之后，先是抚摸了一下那黑色石门上的凹槽，随后满脸都是享受与怀念的神情。随后周围响起一阵脚步声，只见10名玩家一人捧着一个黑色的石头，横着站成了整齐的一排。如果陆天成在这里，他一定认得，这黑色石头不就是他击杀 BOSS 掉落的被阿贝尔叫做灵魂石的石头吗？
叶宵走向一人跟前，拿起这人手上捧着的黑色灵魂石，砰！掂量了片刻后，直接拍击在了黑色石门上的一个凹槽之中。只见这个凹槽被放入灵魂石，就仿佛一个眼眶上重新安装上了眼珠一样，黑色灵魂石在凹槽中滴溜溜的快速转动。随后是第二个、第三个，砰！随着最后的一个灵魂石被拍击在黑色石门上的时候，叶宵一边后退一边微笑的看着石门。只见灵魂石在黑色石门上旋转片刻后，却统一的停了下来。此时叶宵看到这一幕，竟然激动的开始有些浑身颤抖，随后张开手臂大声道：“10万年了，出来透透气吧，小家伙们！”随着叶宵的话音落下，只见眼前这仿佛几万年都没有打开过的石门，此刻竟然是缓缓的开始移动，一左一右两扇门在缓缓的向外打开，石门上尘封的灰尘也一点点的飘散在空中，随后落在地面之上。还不待石门完全打开，大约只开了2米宽的一道缝的时候，只见一个漂浮在空中，浑身长满触角，额头处有2个狰狞的尖角的漆黑怪物从石门中缓缓的飘出。那个漆黑怪物出来的一瞬间，就发出了一道刺耳的尖鸣声。那尖锐的声音使得之前那10名捧着灵魂石的玩家纷纷捂住了耳朵。这怪物的叫声结束，石门也已经开到了最大程度。轰！仅仅只是沉寂了一瞬间，只见一群浑身漆黑的怪物全部从这道黑色石门中涌了出来。而反观陆天辰这边，他正在卖力地击杀着枯树精。不愧是报12星装备的怪，不太好杀了都。将眼前的这一件装备捡起，这已经是他击杀的第600只枯树精了，等级也早就升到了29级。忽然他的耳边响起了游戏提示音：全服公告，叶宵在黑暗丛林打开了魔界之门，30分钟后将有大量魔界生物攻击巨阙城，请巨阙城的全体冒险者准备迎敌。叮！全程任务开启，请所有冒险者前往守护巨阙城，击杀魔界生物将获得双倍经验值和双倍爆率提升。全程任务完成后将统计玩家贡献度，所有玩家根据贡献度将会获得不同程度的奖励，贡献度前10的玩家将获得丰厚的奖励。全程任务失败，所有玩家所有属性永久降低 10%。叮！全程任务期间，处于巨阙城外1公里范围的玩家将获得攻击增益 buff。这3道游戏提示声音不光在陆天辰脑海中响起，目前所处巨阙城的所有玩家都听到了这道游戏的提示声音。大量的玩家在全程聊天里面讨论了起来。我丢，这惩罚也太严重了吧！10%自身属性，还永久损失，要不要这么坑啊？这个叶宵是谁啊？我他妈真想锤死你啊！锤谁啊你是西北锤王吗？你只看到了惩罚，双倍经验、双倍爆率没看到，任务完成奖励没看着。我说这位兄台，就算奖励丰厚，你也得能完成才行。现在大部分玩家都是堪20多级，攻城的魔界生物多少级你清楚吗？张嘴就说任务完成的奖励，你们怕个嘚儿？天权第一丸加陈天在巨阙城知道不？许氏财团在咱们巨阙城知道不？还有增益 buff 呢，还愁任务完不成？好好准备，多赚点贡献值，等着分好处就行了，大兄弟们！+1。只见众多玩家议论纷纷，有积极的，有消极的，不过大多数人还是非常期待的。脑海中接连响起的提示音让陆天辰一愣，叶宵，这不是之前在等级排行榜消失的人吗？他打开了魔界之门，叶宵陆天辰脑海中不停地琢磨着，其他玩家不清楚魔界生物，可是陆天辰先后接触了幽影布拉德里克和他的坐骑幽影麒麟具，他对于魔界生物的强悍可是非常清楚的。看了下倒计时，就这么一会儿愣神的功夫，已经过去了1分多钟了。游戏提示攻城时间还剩下28分钟46秒。陆天辰直接在背包中取出回城时，先记录了一下这里的坐标，方便下次再来。随后选定巨阙城的坐标，引导使用。只一瞬间的功夫，他便出现在了巨阙城之中。打开社交，找到老邱，发送了消息：老邱，装备处理好了吗？老邱回消息是极快的，几乎是一会儿的功夫便回复了：陈天先生，装备已经全部处理好了，一共获得了22万个稀有精神。陆天辰一喜，直接道：之前答应你们的2成，我等下换成高强装备给你们可以不？能使用精神交易到高强装备，老邱巴不得呢。他们上次在陆天辰这里兑换的2套高强装备，让他们团队的输出和肉盾都得到了质的飞跃，所以几乎没有任何犹豫，老邱就同意了，随即将22万个稀有精神全部交易给了过来。交易完，陆天辰看着背包中多出来这么多精神，不由笑道：幽影虚空界终于可以强化满级了。第83章2个技能。陆天辰迫不及待地赶到铁匠铺那里，兑换195个史诗精神，瞬间让背包内的精神存储空了。不过他却是不在乎，幽影虚空界作为史诗，
而且还是15星的高星装备，强化满级提供的伤害可不是一星半点。而戒指的主属性就是力量，强化满级就是3倍的力量提升，转化成物理攻击就要再翻1倍。可以说，如果没有幽影虚空戒的话，它的输出至少砍1半。陆天辰将幽影虚空戒取下，随后小心地放在强化台上面。此时周围也有好多的玩家在场，不过陆天辰却并不在意。随着一次次的放入史诗精神，陆天辰一次次的强化着，每强化成功一次，幽影虚空戒的属性就上升一个台阶。而陆天辰旁边的人却越聚越多，他并没有像其他玩家一样搞什么所谓的用白装和蓝装垫手，追求缥缈的玄学。虽然装备效果被陆天辰隐藏，但是他们都注意到，陆天辰从头到尾都在强化同一件装备，没有换过，而且次次成功。不少玩家在旁边议论纷纷：我去，这什么强化成功率？连续强化了7、8次了吧？全部成功了？切，什么7、8次啊？他一开始进来的时候我就注意他了，这件装备至少强化了10几次了，而且次次成功。我们是碰到内部的托了吧？我他妈强化了10好几次，连7都上不去啊！奇怪，这人的 ID 怎么看不到啊？而且身上装备的效果也看不到，这件装备都已经强化10多次了，强化特效也不显示，估计啊，这是一位大佬。不是说许氏财团在咱们巨阙城发展吗？那个许二公子不是有加13的武器吗？这会不会就是那个许二公子？我靠，许二公子的天赋难道是100%强化成功率？那岂不是发了？周围的玩家看陆天辰强化装备，一个个议论纷纷，都已经傻眼了。实在是没见过这么暴力强化装备的人，更可气的就是这人运气还相当的好。随着陆天辰再次放入京城，随后选择强化，大伙儿快看，我没记错的话，这是他第13次强化装备，连成12手。不知道咱们巨阙城能不能出一个加13的装备？一个模样普通的中年男人一声惊呼，他似乎是从一开始就留意陆天辰，所以清楚的知道他具体强化了几次，又成功了几次。那人话音落下，周围的人都屏气凝神的看着，只见强化台开始闪烁着各色的亮光，但是仅持续了片刻，刺眼的亮光就退去了。而有些经验丰富的玩家此时都略微的摇了摇头，哎，应该是失败了。据我估计，亮光闪烁越久，强化成功的概率就越大。可惜了一件加12的装备，就这么浪费了，真是个败家子儿。我靠，失败了。虽然不清楚装备的品级，不过就算是强化12的白装都不便宜吧。我看有些大佬专门在频道中收高强的垫子呢。而陆天辰听到他们的议论声，则是一脑袋问号。我这游戏提示音都提示100%强化成功了，你们在秀什么？不过陆天辰依然是不会理会他们的。只片刻的功夫，装备上闪烁着的光芒瞬间消失，而陆天辰的装备幽影虚空戒仍然在强化台上安静的放着。强化10以上，装备失败会碎掉，给玩家返还一些金尘。而强化完了装备且没有碎掉，代表什么就不言而喻了。只见周围变得鸦雀无声，落针可闻。我靠，成了！加13的装备！随着人群中一名玩家的惊呼，围观的众人也都沸腾了。兄弟，你这装备卖不卖？我出50万，50万够鸡巴的，老子出100万！陆天辰一阵无语，这群人在想 Peach，15星的史诗戒指100万，你有多少我收多少。心底想着，陆天辰在强化台上取下幽影虚空戒，本想查看强化满级带来的变化，可周围的人实在是太聒噪了。这要是在野外，一个技能秒了完事儿，可是在城镇中，他也只好躲开了。被围观的感觉还是那么不爽，答应老邱的装备去别处强化吧。于是他便顶着聒噪的人群走到了铁匠那里。铁匠这儿是有便携强化台售卖的，不过毕竟需要钱，陆天辰就没买。可是现在看来，却是陆天辰所需要的。一个便携强化台的售价是50银，可使用100次。陆天辰咬了咬牙，花费6金币购买了12个便携强化台，又花费了1金币买了5个便携分解炉，扔在了背包之中。毕竟每次获取大量装备都找老邱也不太方便，何况自己处理了，还能省一些费用不是？处理好一切，陆天辰直接在背包中取出回城石，将定位选在了黑暗神殿副本门口，然后激活使用。陆天辰在众多玩家的拥挤吵闹声中突然消失，一瞬间就来到了黑暗神殿所在的位置。这回清静多了。扫视了一眼周围，发现一个玩家没有，他暗叹一口气，终于强化满级了，真不容易啊！能给我随机个什么技能呢？随即取出强化满级的幽影虚空戒，拿在手上查看。Max 幽影虚空戒，品级史诗，星级15星，力量加300，暴击率加30，攻击速度正20%，额外力量加900，
额外暴击率加10，额外攻击速度加15。被动，那虚空背包上限加10000。死亡抗拒，当自身受到致命伤害时，可将生命值锁定到1点，抗拒死亡，持续时间3秒，冷却时间10分钟。主动，幽冥指消耗60%最大魔法值，对单体目标造成15%最大生命值的真实伤害，冷却时间10分钟。幽冥之力激活幽隐虚空界内的幽冥之力，开启后每次攻击幽冥之力会侵蚀该目标，可对目标造成其最大生命值1%的真实伤害，受幽冥之力影响，使用者每秒损失自身3%最大生命值，可随时开启或关闭。陆天辰看完最新的属性，先是一愣，随即就是一阵狂喜。我操，真不愧是史诗，强化满级竟然新增了2个技能。第84章魔界生物，强化满级的幽隐虚空界附加的属性自不用说，单件装备增加1200点的力量，这就是2400点物理攻击啊！要知道，以陆天辰这一身装备，算上幽隐虚空界的提升，物理攻击也才4400多点，单件装备就提供了一半的物理攻击，简直恐怖如斯。强化满级后，暴击率共增加40%，攻击速度提高35%。暴击率虽然对于刀暴击的陆天辰来说可以忽略，但是低调如我的 SSS 级天赋也才50%的暴击率。但是这也不代表暴击率这个属性好堆，实在是幽隐虚空界的属性太过强大，满级之后更是让无数玩家趋之若鹜。提升的属性虽强，不过陆天辰也只是一扫而过，这一切都在他的预料之中。我操，死亡抗拒这个技能岂不是无敌了？无敌3秒！黄老大之前使用的单体高伤卷轴让陆天辰惊惧不已，思来想去也没有什么好的方法预防，他是可以吸收大量护盾来抵消伤害。不过如果对方偷袭呢？对方如果在自己吸收护盾之前就使用卷轴把自己秒了，他又能怎么办？答案就是他没有任何办法。虽然亡灵女皇的虚无项链可以做到短时间无敌躲避伤害，但是那也有时间限制，时间一过还是会被瞬间激活。现在的他一点都不担心输出的问题，就算来个增伤的技能也只是锦上添花而已。但是这个被动绝对算得上雪中送炭，虽然只能3秒真男人，不过已是足够。还是那句话，只要不被秒，他都能靠着神级天赋吸回来。幽冥之力这个主动技能对比死亡抗拒就要差了不少，这技能打 BOSS 还行，打小怪估计用处不大。不过聊胜于无，虽然有负面效果，但是对陆天辰来说影响并不大，反而很契合他的天赋。杀怪的时候把技能一开，多少能提升点伤害。查看完属性后，陆天辰将幽隐虚空界佩戴上，此时他的力量高达1769点，物理攻击已经达到了4418点。不错不错，陆天辰满意的连连点头。他看了眼怪物攻城倒计时，还剩18分钟，先把答应老邱他们的装备强化出来吧。随后将属性面板关闭，取出了在背包中购买的便携式强化台。22万稀有金尘的2成就是4万多，之前6000多金尘给他们强化了2套装备，不行不行。他想了想，随即摇了摇头，之前的是8星的装备，这次可是12星的紫装，就50件吧，大概5套的样子。随后在背包中取出装备开始强化，不一会儿50件加12的装备就强化完了。陆天辰直接就给老邱发了过去。收到装备的老邱自然是吓了一跳，8星装备就是天了，他哪见过12星的装备？基础属性本就高，各个装备的主属性又翻了1倍，他顿时有了一种他这个奶爸穿上这些装备都能打输出的错觉。交易完，陆天辰关闭了社交栏，随后看向倒计时，距离魔界生物攻城还有不到5分钟的时间。虽然他仅差3万多经验就能升到30级了，但是来不及了，先回去提前准备一下吧。失败永久扣除10%的全属性，别人不在乎，我可在乎啊。随即他便取出回城石，引导并返回了巨阙城之中。陆天辰抬头环视四周，发现周围密密麻麻有一群玩家，约摸着有几万人。他就最开始的时候见到很多玩家簇拥抢怪，后来装备起来了就一直单刷，不管是幽隐密林还是巨阙城，他都是自己一个人，就算偶尔回城见到的玩家也并不多。好久都没见到这么多玩家了。不过想来也是，现在第一波进入天权的玩家大部分都已经来到了2级主城。虽然玩家到达2级主城完全看自己的选择，但是基本上每个主城的人数也差不太多。第一批2亿左右的玩家分配到每一座主城就有着3000多万的玩家，虽然玩家不可能每时每刻全天在线，但是同时在线的玩家也在1000万以上，这简直是一个恐怖的数字。在这么大的玩家基础之上，像黄老大的5000人公会简直是沧海一粟。正在陆天辰思索之间，所有巨阙城玩家的耳边再次响起了提示音。叮！距离魔界生物攻城还剩下3分钟，请所有巨阙城玩家即刻返回城中准备。
看了眼时间，陆天辰随即便赶往巨阙城北面的城门。赶到之后，只见北面城门浩浩荡荡的聚集了成片的玩家。好家伙，这得几百万人吧？陆天辰感慨道。随即他发现社交栏亮了起来，打开后发现是低调如我发来的消息。陈天大哥，你在哪个门守城？北门。陆天辰回应道。而低调如我则道：好的，陈天大哥，那我们去南门守着。陆天辰关闭了社交栏后，抬头看向远方，只见远处的天空都仿佛暗了下来，地面上的土石也有了细微的震颤。看了眼时间，距离魔界生物工程还剩下不到1分钟。往前一点吧，这里这么多玩家，别杀不到，怪积累不到贡献度。陆天辰直接召唤出幽影器灵驹向前疾驰而去，可是周围的玩家却懵了。我操，刚刚那是什么？好帅啊！宠物坐骑，哇靠，这个造型浑身漆黑，再配上黑色的火焰，这尼玛是什么等级的宠物啊？你记得之前有个全服公告吗？当时那个人获得了一个宠物蛋啊，这难道是孵出来的？陆天辰自然是听不到这些的，他奔袭了1公里地才停下来。这里玩家已经不多，并且再远就会超出巨阙城的 buff 范围了。抵达这里，陆天辰发现地面抖动得越来越厉害。仅片刻的功夫，前面突然出现了一只肥胖且恶心的黑色怪物。之所以说恶心，那是因为它除了短小的四肢外，只有一只树嘴从上到下贯穿了整个身体，并且这只树嘴上长满了参差不齐的獠牙。第85章，不看菜谱，看上兵法了。陆天辰使用真视之眼查看属性：深渊巨口，等级21，生命值5万，物理攻击1000，物理防御300，魔法防御300，暴击率20，攻击速度100%，移动速度105。被动贪食之口，每击杀1名敌人，将永久提升1%最大生命值。尼玛，这是21级的怪，这21级比20级 BOSS 黄金哥布林属性都要强了。而且这属性并不只是某一项强，除了生命值相等外，所有的属性都比黄金哥布林强大。虽然那只是20级的怪，但是那是 BOSS 啊！你一个小怪就赶超了，是不是有点过分啊喂？而且这明显就是前锋小怪，竟然都有技能了。而且往前看去，密密麻麻的深渊巨口仿佛蝗虫过境一般。以目前大部分玩家的属性来说，单挑是不现实的，一只怪物至少多名玩家联手配合才能稳妥的击杀。唉，难办了。陆天辰叹了口气，本来以为巨阙城这么多玩家，守护巨阙城很简单，但是这么看来，能否守得住都是个问题。仅仅几个呼吸的功夫，奔跑在最前方的一只深渊巨口便欺身而进，张开那腥臭的大嘴，冲着陆天辰啃咬而来。随后，一道游戏提示音在所有巨阙城玩家的耳边响起：叮！魔界生物工程开始，请各位冒险者全力以赴。巨阙城1公里范围内增益 buff 已激活，1公里范围内玩家之间无法互相攻击。陆天辰目前275点移动速度，轻轻松松的就躲避了这只深渊巨口的攻击。随后挥手一剑斩下，负16466暴击。只见一道高额的红色物理伤害在其头顶飘出，即使深渊巨口的生命值高达5万点，但是这一剑普攻下去，竟然直接损失了1/3的生命值。这么高的伤害，就算装备增加了30%的暴击伤害和10%的伤害加深，也不可能有这么高的伤害啊！陆天辰疑惑间看向自己属性面板旁边多出来一个图标。哦，原来如此。陆天辰打开查看，却是微微一笑。巨阙城的增益 buff 竟然是对魔界生物造成额外50%伤害加深，这直接让陆天辰的输出能力再次提高一个档次。他目前有着251.5%的攻击速度，攻击的速度已经可以达到1秒攻击2次还要多。随着几剑的劈砍刺，眼前的魔界生物就变成一道白光消散了。随后一道提示声音在其脑海中响起：叮！成功击杀魔界生物深渊巨口，贡献值+1，当前贡献值1。检测到此次击杀掉落5星稀有装备1件，是否兑换成同品级金尘？是否？注：装备或金尘可直接存入背包中。还有这种好事儿？正愁爆太多装备捡不过来呢。是，转换成金尘。陆天辰一喜，随即背包中果然多出了5个稀有金尘。像我有1万多的背包格子，都担心不够放呢。这个选项是可能为了照顾玩家背包不足的问题吧？这次魔界生物工程，估计金尘价格又要下降了呀。随即陆天辰嘴角一歪，看着浩浩荡荡冲过来的深渊巨口，胖墩墩的样子明显可爱多了，这都是妥妥的金尘啊。随后便开启幽影虚空界的幽冥之力，冲入怪物群之中。此时巨阙城南门，低调如我的弓箭早已替换为+12的12星弓箭，毕竟之前是魂子金弓，虽然品级高，但是星级却是太低了。看着眼前奔袭而来的深渊巨口，
先是打了个寒战，随后双眼冒着金光，一阵兴奋，左手持弓将其拉满，随后一箭射出，仅一次普通攻击就对深渊巨口造成了2000点的暴击伤害。所有玩家都看到了深渊巨口的属性，甚至有人都打了退堂鼓。此时看着这高额的伤害，所有观望的玩家都重新振奋了起来。我靠，咱们南门有大佬啊，这还怕个球？干他丫的！谁他妈怕了？我刚才是战术后撤好不好？冲！搞贡献值了。低调如我的这一攻击给了他们很大的信心。此刻聚集在城南门的玩家全部一拥而上，与魔界生物战斗到了一起。城西和城东抵御的玩家也不少，虽然有一些玩家看着怪物属性直接撤回了城内，但是大部分玩家都是在战斗的。而陆天辰所在的北城门处，马德，这只深渊巨口明明是我们队伍最先攻击的，你来补最后一下，赶紧把装备给我吐出来。申景斌啊，你先攻击的就是你的了。照你这么说，这群怪你挨个攻击一遍，还全是你的了。这也就是玩家间无法互相攻击，要不然劳资高低给你杀回新手村。那就等攻城结束约个地方，我还怕你个怂包咋地？哎，咱们北门的怪物咋这么少？我一兄弟在西城门跟我说，这怪杀不完的杀啊！难道是这群怪的攻击重心不在这里？他们不看菜谱，看上兵法了？去你妹的兵法！此时几百万名玩家竟然在抢怪，而此时陆天辰这边，他以极快的移动速度和攻击速度在怪物群之中疯狂输出。不出意外的，护盾早已经累积到了30多万点，就算是不小心被怪物攻击到，也是不痛不痒的掉了一丁点护盾而已。他竟然是凭借一己之力，将整个北门大约一半的怪物全部拦下。仅仅只过去了几分钟的时间，陆天辰击杀的深渊巨口已经有2000多只，只是可惜其等级太低，就算双倍经验，陆天辰也一点经验不增加。不过好在这一会儿，稀有金尘也已经积累1万多了。陆天辰不觉疲惫的在怪物群中穿梭击杀着，按照这个速度，再多刷会儿，强化史诗胸甲的金尘都能凑够啊！陆天辰一边击杀着深渊巨口，一边心底暗道：第86章深渊刀堂。陆天辰就这么一直击杀着深渊巨口，虽然没有经验增加，但是他也杀得欢快。但是他很明显的感觉到，怪物竟然越来越少了。怎么回事？这就完了？陆天辰随手击杀最后一只冲击过来的深渊巨口，发现竟然没有怪了。至于漏掉冲着城门去的几只，他并没有管，毕竟北城门还聚集着几百万玩家呢。不过稍等了几分钟，陆天辰的脑海中再次响起了提示音。叮！第一波魔界生物工程已结束，请各位冒险者及时恢复状态，第二波将在1分钟之后到达。虽然天权是虚拟现实，但是长时间的战斗还是会感到疲乏，这种疲乏是一种精神上的乏。陆天辰在原地一边休息，一边整理着这一会儿的战利品。这个星级的装备他看都懒得看一眼，所以他全部选择转换精神。有装备的增幅和巨阙城的 buff， 即使深渊巨口的血量很高，他杀怪的效率也相当高。打开背包查看，这半个小时的时间，他大约击杀了8000多只深渊巨口，获得了5万个稀有金尘。感受到地面又是一阵颤抖，陆天辰关闭背包，向前看去，果然黑压压的又有一大群怪物铺天盖地的飞来。没错，就是飞。陆天辰定睛一看，这怪物形似螳螂，浑身黑的仿佛深渊一样，只有前面2个像镰刀一样的前肢闪着森森的寒光。陆天辰使用真视之眼查看属性：深渊刀堂，等级31级，生命值10万，物理攻击1500，物理防御500，魔法防御500，暴击率30%，攻击速度130%，移动速度130%，被动暴力切割，每击杀一名敌人将永久提升1%的暴击伤害。我操！看到这只魔界生物，陆天辰眼皮一跳。第一波攻击是21级的深渊巨口，第二波攻击的魔界生物等级直接提升了10级。要不要这么离谱？现在巨阙城等级最高的玩家就是我了，还没到30级呢。陆天辰不由得一阵担忧，这深渊刀堂属性固然强大，不过陆天辰杀起来眉头都不会皱一下。但是其他玩家能不能守得住就不得而知了。如果守不住巨阙城，可是会永久掉属性的。我也分身乏术，好在看样子深渊刀堂的数量并没有深渊巨口多，还是快点搞定这边吧。陆天辰眼神一凝，随后便冲入了深渊刀堂群之中。此时巨阙城聊天频道之中，尼玛，这怪等级再高一点，我就看不到属性了。这怪咱们怎么杀啊？怕个嘚儿，这深渊刀堂的数量明显少了很多，咱们人多，问题不大。你妹的问题不大，深渊巨口都要好多玩家一起解决了，这深渊刀堂属性盾位都扛不住几下，就是问题不大。南城门有许氏财团的大佬，真劲儿猛啊！盾位嘎嘎肉，输出嘎嘎猛，有一个老头子也可能奶了。
北城门之前还零星有几只怪，现在怎么一只怪都没有了？谁能给咱们解释一下？兄台，乌泱乌泱来的深渊刀堂，你看不到吗？难道魔界生物把攻击重心没放在北门？陆天辰此时并没有看世界频道聊天的功夫，他在深渊刀堂群中来回穿梭。虽然深渊刀堂的攻击很高，但是一次也只能打掉陆天辰的一丁点护盾而已，有些30多万护盾的他依然不惧。十几分钟的时间，陆天辰愣是没有让一只深渊刀堂跑到北城门处。随着一个横扫解决眼前的10只残血刀堂，此时见眼前只剩下10几只深渊刀堂了。陆天辰使用技能镜像分身，让分身去和10几只刀堂缠斗，自己则是打开公共聊天频道查看。他查看发现，西门虽然也比较紧张，但是有几个万人的工会联手指挥，貌似问题并不大。反倒是东门的玩家虽然人数较多，但是大部分应该都是散人玩家，都各自为战，有几千人的小团队，有条不紊的合作都已经很不错了。南门有着低调如我，他们有着我提供的装备，应该问题不大。北门这儿就这10几只深渊刀堂，就让分身在这儿磨吧，我去支援一下东城门。关闭聊天频道后，陆天辰直接召唤出幽影麒麟驹，在城外向着东城门绕去。哎，为啥坐骑无法战斗呢？真可惜，要是这移动速度战斗中可以使用就爽了。陆天辰一边嘀咕一边赶路，不出几分钟的时间，就绕着巨阙城从正北门赶到了正东门。到达东门之后，陆天辰一愣，随即摇了摇头。虽然人数众多，但是都已经被深渊刀堂杀得溃不成军。看这样子，再晚个几分钟，东城门都要破了。虽然无语，陆天辰还是冲了上去。他可不想损失10%全属性，对他来说可太亏了。陆天辰上去就是一阵输出，而随着他的加入，深渊刀堂在以肉眼可见的速度被消灭着。而北城门的玩家的压力也骤然减轻，他们只见一个移动速度超快的身影在战场上穿梭，而那人不光移动速度快，就连攻击速度都快出残影了，引得围观的玩家一阵瞠目结舌。我操，这是玩家还是 NPC？ 输出按万计，10万血的深渊刀堂7、8次攻击就能带走，盲猜是个 NPC。 天权有不能隐藏游戏 ID， 你看这人连游戏 ID 都不显示，所以我猜应该是个 NPC。我说咱们东城门混得成么惨吗？巨阙城的 NPC 都来帮忙了。哎，咱们这边没大佬，也没有大公会，那能有啥招啊？因为有着陆天辰分身在，北城门的刀堂已经完全被解决完毕。而陆天辰这边10几分钟后将东城门的深渊刀堂也解决完毕了。系统的提示音也响了起来，1分钟后还有第3次攻击。既然东城门的玩家不强，就先在这边刷一下吧。陆天辰说完便冲着东城门的更远处赶去。刚走到1公里的边缘处，只见前方就出现了10道高大如山的身影。第87章，抢人家怪了。虽然还未到近前，不过看这样子，这身影足有10米高。这身影看似行动缓慢，但是每踏一步就会前进10几米远。进了陆天辰发现他们手持巨斧，肌肉隆起，2个大大的眼睛外凸严重，嘴上4颗獠牙外翻，给人一种狰狞的感觉。陆天辰眼神一凝，连忙使用真视之眼查看。深渊巨魔，精英怪，等级未知，生命值未知。第一波攻击仅仅是21级的怪，属性都已经超纲了。第二波攻击31级的深渊刀堂更是让东城门差点守不住。现在又来了个看不见等级的精英怪。陆天辰内心一阵琢磨，既然等级未知，眼前的深渊巨魔至少得是39级以上的怪，按照入侵的怪物等级推算，很有可能是41级的怪。非战斗的时候，陆天辰自然是将幽影虚空界的主动幽冥之力关闭的，毕竟一直掉血他也受不了。此刻他将幽冥之力打开，随后对着一只最前方的深渊巨魔使出了他仅有的一个远程攻击手段披风斩。只见一道2万多的暴击伤害在其头顶炸开，伴随着这道伤害之后，后面还有一串跳动的1万，这是幽冥之力造成的真实伤害。披风斩有着 130% 的伤害倍率，暗影面罩有着 30% 的额外暴击伤害，护肩有着 10% 的伤害加深，现在又有巨阙城的 50% 伤害提升的 buff， 能打出的伤害不难计算，约莫着这深渊巨魔有着1000点物理防御。仅这一击，陆天辰就大致推算出了深渊巨魔的物理防御。而生命值就更好计算了，1万点的真实伤害仅仅只是深渊巨魔生命值的 1%， 也就是说深渊巨魔的生命值高达100万。就在陆天辰内心暗暗计算的时候，深渊巨魔已经踏入巨阙城1公里范围之内时，游戏提示声音在所有巨阙城玩家脑海中响起，第3波魔界生物工程已经开始。之前深渊刀堂入侵的时候，陆天辰就没有将一只放走，现在仅10只深渊巨魔更不可能走脱。陆天辰一个重击冲锋就迎了上去，随后与深渊巨魔战到一起。平时打小怪的时候，幽冥之力这个附加技能并没有太大的用处，但是打血量高的怪物时候就变得很犀利了。陆天辰只要攻击一次就会对其造成1万点的真实伤害，
再加上本身陆天辰的攻击力就特别的高，虽然深渊巨魔的生命值高达100万，但陆天辰仅仅只用了不到1分钟的时间，便全部将其击杀。就在最后一剑将最后一个巨魔收割的时候，陆天辰一共获得了90个超稀有金尘和90点贡献值。最让陆天辰振奋的是，深渊巨魔竟然也掉落技能卷轴。此时他的背包中已经新增10个技能卷轴了。运气不好的是，这些卷轴没一个能用的，但是这也都能换成软妹币不是？只要他想卖，估计有一大群人都趋之若鹜的想要购买。从深渊刀堂开始，陆天辰就已经开始能获得经验值了，再加上双倍经验的 buff， 陆天辰此时已经达到30级了。刚新获得的自由属性点添加好，陆天辰的脑海中提示音突然响了起来：北城门受到攻击，当前损毁度 1%， 任意城门损毁度达到 100% 时守城失败。陆天辰一惊，他妈的，这才1分钟左右的时间，北城门就守不住了。一边嘀咕，陆天辰一边将幽影麒麟居召唤了出来，随即奔赴北城门。世界频道中一些玩家都开骂了：哇靠，什么情况？北城门这么废的吗？我这儿还没见到第3波的怪物，你们就坚持不住了？没见到？你瞎啊！这10米高的大家伙你看不到啊？而且还有10只，难道这次魔界生物的攻击中心改为了北城门？这精英怪太猛了，一个斧头死一大片啊！关键打他还不掉血，我靠，我们顶不住了。前2波都没什么怪，我们北城门的大部分玩家都去别的城门了，快来支援啊！北城门的兄弟坚持住，我们东城门这次没有受到攻击，我们马上就去支援你们。陆天辰一边赶路，耳边的提示声不断的响起来。等他赶到的时候，北城门都已经损毁 15% 了。陆天辰向城墙看去，此时有8只深渊巨魔在巨阙城前的场地和玩家缠斗着，而另外2只深渊巨魔在不停的用巨斧攻击着巨阙城的城墙。此时巨阙城上有一群 NPC 弓箭手也在对着深渊巨魔射击着。陆天辰眼神一凝，直接就对着正在攻击城墙的深渊巨魔冲了上去。片刻的功夫就将2只巨魔解决。在众多北城门玩家的惊诧的目光中，陆天辰再次冲向那另外8只巨魔。虽然他们的站位已经被玩家们吸引分散了，不过也只是多花费了一会儿的功夫。1000点的物理防御，估计多数玩家都无法对其破防吧。将北城门的几只深渊巨魔全部解决之后，也没见游戏提示音宣布防守成功，估计其他城门还在激烈的战斗着。南城门应该问题不大，所以陆天辰再次朝向西城门而去。等陆天辰赶到西城门的时候，他诧异的发现，虽然他们战斗还是很激烈，但是西城门的深渊巨魔竟然只剩下了8只。仔细观察，只见一道道1万点的白色真实伤害在一只深渊巨魔的头顶飘出。根据伤害提示间隔和攻击落在巨魔身上的频率，陆天辰循着目光看去，果然在一个倒塌的建筑物之上，有一个一身黑袍的玩家手持一把水晶弓，在对着深渊巨魔疯狂输出着。这名玩家的 ID 叫花未落，看名字应该是一名女性玩家。时不时来自深渊巨魔的攻击也被他灵巧的躲避开来，好身手啊！而且他貌似同样可以对怪物造成真实伤害，只是不知道是天赋还是技能还是装备效果。不过他本身的攻击并不高，都无法对深渊巨魔破防，这就导致他虽然可以磨死巨魔，但是效率太慢了。此时陆天辰动了，他一记重击冲锋，直接刺在了那个黑袍弓箭手所攻击的深渊巨魔的身上。只见一道将近2万点的伤害和1万点的真实伤害在其头顶飘出，随后这只深渊巨魔变成点点白光消散了。见状，陆天辰挠挠头，一阵尴尬。这怪既然丝血了，这不抢人怪了吗？陆天辰随后抱歉地转头看向那名弓箭手玩家，只见其一下子就将头上包裹着的黑色头罩扯下，随后露出一张精致秀丽的脸庞。而此时陆天辰注意到那张秀丽的脸上却满是嗔怒。第88章花未落。嘿嘿，陆天辰只能尴尬的一笑，毕竟是他先不地道的。不过此时也不能在意这些，西城门的怪陆天辰仅用了2分钟便全部解决了。陆天辰再次收获大量金尘和技能卷轴。叮！第3波魔界生物工程已结束，请各位冒险者及时恢复状态，第4波将在1分钟之后到达。听到这道提示音，虽然现在很多玩家都在抱怨着，但是陆天辰却是咧嘴一笑。嘿嘿，希望怪再多点，先看看有没有自己能学的技能吧。陆天辰此时正看着背包中多出来的卷轴傻笑。啪！突然陆天辰感到自己的肩膀被狠狠地拍了一下，陆天辰一惊，正准备反身攻击，只见一道精致秀丽的脸庞出现在他的面前。这不正是刚才被他抢怪的玩家花未落吗？只见花未落此时正气愤的双手叉腰，嘴巴嘟成了好像一只蛤蟆，对陆天辰道：大叔，你这个人怎么回事？为什么抢我的怪？我好不容易把他磨残血的。陆天辰一阵尴尬，虽然游戏中并没有规定玩家不许抢怪，但是别人辛辛苦苦打残的怪被自己收割，
他还是有一些不好意思的。毕竟如果其他人抢他的怪，他估计早就将那人杀了。不好意思，我不知道那怪残血了，嘿嘿。哼！见陆天辰认错态度还算诚恳，花未落虽然还很生气，但是却也只是气鼓鼓的跺脚哼了一下。这样吧，我把那怪掉落的东西给你。听陆天辰如此说，花未落却道：算了，既然是你击杀的，你自己就拿着吧，我也不在乎那点金尘。陆天辰一笑，随后在背包中拿出一个弓箭手可用的技能卷轴递了过去。哎呀，我都说了，我不要。花未落还未将话说完，转头忽然看到了陆天辰手中的卷轴，一愣，片刻后道：这是技能卷轴？刚才的深渊巨魔爆的？陆天辰看着他震惊的样子，点点头。他本能的伸手想要接过陆天辰递过来的技能卷轴，但是他却突然止住了。不行，这是你掉落的，要是我击杀的话，估计也不会掉落这个东西呢。止住伸出的双手，他连连摆手道：嘿，给出去的东西都没人要。陆天辰无语了，心底暗自嘀咕，但是同时对花未落也刮目相看了一些，他至少不是那种见钱眼开的人。拿着吧，这玩意我还有很多。陆天辰再次伸出手，将卷轴往前递过去。他的话并没有夸大，击杀了28只深渊巨魔，再加上之前背包中的4个技能卷轴，此时陆天辰的背包中赫然放着31个普通技能卷轴，1个高级技能卷轴。不过花未落并不清楚，听了陆天辰的话，他还以为他在吹牛呢，但是还是试探地问道：现在技能卷轴可是有价无市啊，一个卷轴就要100万左右，你确定要给我？见陆天辰仍然是淡然的点点头，他便狐疑的接过，拿到手发现这竟然是弓箭手的一个范围攻击技能。花未落眼角弯成月牙，他的高兴溢于言表。再次跟陆天辰确认了一下之后，他才将技能卷轴拆开，学习技能。他刚想对陆天辰说一些感谢的话，陆天辰便召唤出幽影麒麟驹，向着1公里的边界处赶去。幽影麒麟驹这狂拽酷炫吊炸天的造型，放在哪里都是酷毙了的存在。本就一身漆黑之色，再搭配其上跳动的黑色火焰，简直帅屁了。而看着陆天辰离去的身影，花未落满眼小星星，这简直就是他的黑马王子。片刻的功夫，陆天辰就已经到达了边界处。只见前方有着一个漂浮在空中，浑身长满触角，额头处有2个狰狞的尖角的漆黑怪物从远处飘荡过来。这道身影没有深渊巨魔那样巨大，但是感觉却比深渊巨魔强大不少。他仿佛人形，但是下体却使用触角爬行，给人的感觉就仿佛一个章鱼还未彻底变成人形。陆天辰使用真视之眼查看，深渊石居 BOSS 等级未知，生命值未知，精英怪的属性都已经不可见了，不出意外的，这个 BOSS 的属性也无法看到。先积累护盾，等深渊石居进入攻击范围内，陆天辰开启幽冥之力后，一道披风斩劈出，-19894暴击，-5万加5000000。随着陆天辰的一击劈下，深渊石居的头顶飘出3个提示。通过前2个数值，大体可以推断出这个 BOSS 大约有着500万生命值和2000点物理防御。我靠，一次回血50万，什么鬼？陆天辰一阵懵逼，他一击对 BOSS 也只是造成了不到7万的伤害，可他竟然一次性恢复50万的生命值，这很有可能是 BOSS 的技能。想通的陆天辰双眼一凝，此时深渊石居已经进入范围之内，陆天辰栖身而进，暴起输出。这次攻击 BOSS 并没有回血，他疯狂输出，但是2秒后加5000000，只见一道高额的生命回复又再次从头顶飘出。陆天辰虽然这2秒造成了40几万的输出，但是也无法赶得上这深渊石居恢复的。虽然烈火斩有着 20% 的重伤效果，但是持续时间也仅仅只有3秒，大概能影响 BOSS 2次回血，但还是入不敷出啊。虽然理论上众多战士玩家轮流释放烈火斩可以持续让 BOSS 处于重伤状态，但是陆天辰随即便摇了摇头，他可只会不懂他们。难道这 BOSS 的技能是每2秒恢复 10% 最大生命值？我靠，这难办了呀！陆天辰推断出这个结果后一阵头大，这样 BOSS 攻城有几个城能守得住啊？他一边躲闪着深渊石居的攻击，一边思索着。突然他脑海中灵光一闪，随后一小瓶紫色的液体被他从背包中取了出来。第89章，这波不亏。只一瞬间，一小瓶紫色的液体就出现在陆天辰的手掌之中。这药液赫然就是之前利用剧毒之源在杂货铺兑换的剧毒之液。嘿，没想到在这儿派上用场了。陆天辰随后便将紫色小瓶子打开，随后涂抹在武器之上。一瞬间，他的武器便覆盖了一层淡紫色，整柄剑都透露出一股妖异的紫色气息。这一小瓶药剂应该只够使用4次的，不过要解决4个城门的 BOSS 也已是足够。陆天辰不敢浪费时间，随后便再次冲向眼前的 BOSS。果然，在陆天辰攻击在其身上的时候，
只见身上的紫色剧毒仿佛蚀骨之躯一样转移到了深渊石居的身上，只见其被攻击的部位快速爬满了紫色。2秒过后，按规律来说 ，BOSS 会恢复大量生命值。不过此时 BOSS 的头顶上飘出了一个加0的提示。嘿，奏效了！陆天辰一喜，心底暗道：这个 BOSS 虽然血量比较高，但是对他最大的威胁还是其高额的生命回复。以陆天辰的输出手段，仅不到1分钟的时间，他就已经将其击杀。检测到此次击杀掉落实心传说装备一件，是否兑换成同品级金尘？是否？注：装备或金尘可直接存入背包中。成功击杀之后，陆天辰的脑海中响起了游戏的提示声音：实心传说装备，直接兑换金尘多少有点亏了。否。陆天辰直接选择了否。随后一件装备和一个卷轴瞬间出现在了他的背包之中。先支援其他城门，都完事了再查看。估计此时各个城门都战事紧张。陆天辰按耐住打开背包查看装备和卷轴的心情，召唤出幽影麒麟驹，直接朝向北城门疾驰而去。北城门由于之前陆天辰的拦截，大部分玩家都以为这边的怪教手得不到什么贡献度，所以大部分玩家都转到其他城门去了。此时前方虽然有着大量的玩家在与 BOSS 厮杀，不过随着前排盾卫玩家被 BOSS 的一个触手扫死一大片，输出的玩家也有了逃跑的心思，整个场面混乱不堪，用溃不成军来描绘眼前的场景再合适不过。陆天辰摇了摇头，得抓紧了，其他城门也坚持不了多久啊。随即他再次取出剧毒之液涂抹于剑身之上，眼神凌厉直冲 BOSS 而去。仅几十秒的时间， BOSS 便化作点点白光消散了。背包中再次出现装备和卷轴，不过不等陆天辰欣喜，提示音响了起来， BOSS 已经开始攻击东城门了。真是一刻也不得闲啊，为了不掉这10%属性，我容易吗？我还好南城门给力点啊，要不然现在可能都破1路了。陆天辰随即不敢耽搁，直接奔赴东城门而去。他出现这一瞬间将 BOSS 带走，最后再次瞬间消失，只留下北城门大量的玩家在原地风中凌乱。他们脑海里都是问号：我是谁？我在哪儿？刚才发生了什么？赶赴东城门的时候，此时深渊石居已经在不停的攻击城门了。此时大部分玩家都已经放弃了，只剩下少量玩家和一些因为怪物攻城而出城防备的 NPC 军队了。西城门有一些大公会和花未落等玩家可以打出一些输出的，南城门有低调如我他们拦截，至于北城门和东城门也太水了。不过也不怪他们，毕竟大部分玩家才20多级，现在面对这么高等级的 BOSS 确实有些牵强。如果是其他的 BOSS， 他们就算牺牲大也能磨死 BOSS， 但是深渊石居不同，2秒恢复50万血，陆天辰要是没有剧毒之液也拿他们没办法。陆天辰给武器上好毒，仅只是片刻功夫就将其击杀。虽然南城门暂时还没响起警告，但是陆天辰也抓紧赶来。等赶到的时候，发现深渊石居并未到达城墙边缘攻击，只见2个雄壮的身影牢牢地阻挡在 BOSS 的身前。由于陆天辰提供的高强装备，他们2个的生命和防御都变得异常的高。后方老邱在疯狂地奶着他们俩，穿戴一身高强装备的老邱奶量直接翻了好几倍。虽然低调如我等人手持高强武器，输出已是相当不低，但是由于 BOSS 的变态生命值和变态的生命回复，他们无非也只是将 BOSS 拦住而已，并无法对其造成实质性的伤害。此时正在远处输出的低调如我最先发现了陆天辰。陈天大哥！低调如我摇摇的摆手，对着这边喊道。陆天辰点头示意，随后便将最后一点剧毒之液涂在剑身之上，随后欺身而进开始输出。仅片刻的功夫， BOSS 便轰然倒下，变成点点白光消散。低调如我、老邱、铁塔、铁山等人先是震惊，随后便是麻木，还不待他们清醒过来，随即耳边响起了游戏提示音：叮！魔界生物攻城结束，全程任务已完成，感谢各位冒险者齐心协力守护了巨阙城，现根据贡献排行发放奖励。他游走于各个城门之间，击杀大量魔界生物，击杀了大部分的精英怪，甚至4个 BOSS 全部都是自己击杀的。想起这些，陆天辰搓手一阵激动。玩家陈天贡献度排名第1，占比 63%， 获得奖励，等级提升3级。自由属性点加50，本职业史诗武器随机宝箱 X1。玩家低调如我贡献度排名第2，占比 4.5%， 获得奖励，等级提升3级。自由属性点加30，本职业传说武器随机宝箱 X1。玩家花未落。一道道提示音在巨阙城所有玩家的脑海中响起，发放着本次全程任务的奖励。此时所有玩家都疯了。我操！陈天，等级排行榜排名第1的陈天，一个人贡献度就占比 63%， 太恐怖了吧？咦，我全程都没见过 ID 叫陈天的玩家，他在哪儿输出的？你忘了之前几十秒击杀 BOSS 那个人了？
那没有 ID 的人不是 NPC 吗？杀 BOSS 跟砍瓜切菜的真的是玩家可以做到的吗？我操！我贡献度这么低吗？只奖励了 10% 的经验值。兄弟，你知足吧，我只奖励了 2%。众多玩家你一言我一语的在公共聊天频道中说着。此时陆天辰正咧着嘴傻笑，史诗武器随机宝箱，嘿嘿。随后又看着背包中多出的一件件装备和一个个技能卷轴，这波不亏，血赚啊！第90章无名。就在陆天辰正傻笑的时候，此时游戏提示音再次响起，检测到巨缺城有玩家等级达到30级，现开启装备排行榜、宠物排行榜，开启每日经验副本与每日装备副本。陆天辰脸色顿时一垮，马德完了，再也隐藏不了了，这么多强化满级的装备暴露了可咋整啊？宠物排行榜倒无所谓，装备排行榜要是开启的话，估计巨缺城的玩家都要眼红，这可和陆天辰能狗救狗的宗旨大相径庭。怀着复杂的心情，陆天辰打开装备排行榜查看，果然自己的装备幽影虚空剑、幽影疾风铠等等都在列，但是出乎意料的是，排行榜上的装备貌似仅仅展示装备的固有属性，也就是说装备的强化等级以及强化后所附加的额外属性并不展示。陆天辰暗松一口气，不过就算这样，排名前10的装备陆天辰占了8件。护肩虽然已经强化到满级，但是其品级只是超稀有，星级也只有4星，所以并未上榜。看着装备排行榜上其他2件装备竟然都是传说5星装备，陆天辰一阵嘀咕，看来运气好的玩家也不少啊。陆天辰往下看去，发现排在第7的是花未落，他的那张水晶弓竟然是5星传说装备。随后他又打开宠物排行榜，虽然0星有几名玩家机缘巧合也得到了宠物，但是最高资质的也只是个 B 级的小狼崽子，而 SSS 级资质的小九赫然排在排行榜的首端。每日装备和经验副本回头再研究，先看下我的收获吧。陆天辰在这次魔界生物工程中简直是一波肥，光稀有金尘就获得3万个，还有252个超稀有金尘，32个技能卷轴陆天辰给了花未落1个，还有 BOSS 爆的4个传说装备陆天辰并没有选择转化成金尘。最重要的更是那个全程任务贡献第1奖励的史诗武器随机宝箱。陆天辰先查看卷轴，发现其中27个卷轴是初级卷轴， BOSS 爆的4个卷轴为高级卷轴。嘿，竟然有3个技能是可以学习的，其中2个是初级技能，一个是范围技能崩山击，80%的倍率还算可以，技能附带短暂击飞特效。另外一个单体技能幻影斩击，瞬间对目标斩击5次，每次攻击有着 30% 的伤害倍率。还有一个可学习技能是高级技能罡风，今天是个持续范围攻击技能，释放后以自身为中心，对直径100米内的玩家造成物理伤害。虽然4段伤害倍率加一起仅有 120%， 但是开启后可减少直径100米范围内敌人 30% 的移动速度，还算可以。其他卷轴得研究一下怎么处理了。陆天辰第一时间就将3个技能学习完毕，看着背包内剩余的27个普通卷轴和4个高级卷轴，暗自嘀咕。随后搓搓手，在背包中拿出了那4件10星传说装备，不过顿时小脸一垮，竟然只有1件护腿可以穿戴，哎，白高兴一场。不过好在护腿终于可以换新了。陆天辰将装备替换后，不出意外的属性再次提高了不少。重头戏来了，陆天辰将全程任务奖励的宝箱拿出来查看，本职业史诗武器随机宝箱，品级史诗，星级无，说明开启后可随即获得本职业可佩戴武器，最低星级1星，最高星级10星。简单粗暴，简单粗暴啊！陆天辰一阵激动，史诗的属性堪称逆天，虽然星级最高只是10星，但是架不住是史诗啊，估计可以给他带巨额的提升。10星10星，陆天辰将手触摸宝箱，心底默念，随即将宝箱打开。随着一阵刺眼的金黄色的光芒闪过，陆天辰的眼睛都快闪瞎了，待的光芒变淡，直至消散。陆天辰将其中的武器拿在手上查看，只见这是一柄通体金黄色利剑，只有剑刃处发出亮闪闪的银色光芒，剑柄处更是有2条龙盘绕其上，使得整柄剑都透露出王者气息。不过可惜的是，这柄剑仿佛是残缺之物，剑身明显有一道折断的痕迹，使得其长短只有正常长剑的一半。陆天辰很是好奇这柄断剑，查看属性，无名，品级史诗，星级1，可成长，物理攻击加100，力量加30，佩戴要求战士，被动，一夜渡江，攻击触发暴击后将增加 30% 移动速度，效果持续3秒，冷却时间无。主动，剑灵守护，使用后将获得剑灵守护，获得1层护盾，免疫下一次所受伤害，受到伤害后护盾消失，
如10秒内未受到伤害，护盾消失，冷却时间60秒。看完属性之后，陆天辰小脸一垮，我靠，说好的10星呢？1亿幸运点干什么吃的？1星史诗的基础攻击力虽然相当可观，物理攻击是1星金铁剑的10倍，但是架不住星级太低呀。现在1星的装备，就算品级是史诗，怕是普通玩家都会嫌弃。咦？陆天辰第一眼只是大体扫了一眼，不过又看了一眼，他发现了这件装备与其他装备有一点不同。可成长？啥意思啊？能升星？陆天辰一阵疑惑，随即就再次神情振奋。本来以为10星是最好的，但是这可成长的无名之剑貌似更牛批啊！1亿幸运点果然不是盖的。但是虽然显示可成长，但是并没有任何介绍。算了，回头再研究吧。陆天辰随手将武器丢入背包之中，现在仅1星的武器还无法替代 Max 英雄阿贝尔的冰霜长剑。第91章尾随。陆天辰将装备收入背包之中，只见远处低调如我和老邱等人赶了过来。进了，低调如我好奇地问道：陈天大哥，你的史诗武器随机宝箱开出的是几星的武器？陆天辰嘴角一抽，这怎么哪壶不开提哪壶？1星的。听到陆天辰的话，低调如我也发现自己问的问题过于莽撞了。估计这会儿陈天大哥心里正在滴血，我还过来捅刀子。哎呀，他内心中如此想着，随后尴尬地笑道：陈天大哥，你别难过，我这个还没开呢，没准啊，也是个1星的呢。随即在背包中取出他此次全程任务获得的奖励——本职业传说武器随机宝箱。不出意外的，这个宝箱也是1-10星武器随机。他环视了一眼众人之后，他也将手触摸宝箱，随着一阵光芒大盛，随后消散。低调如我在宝箱中取出一把通体金黄色的精美长弓。少爷是几星的？既然知道开出的品级必定是传说级，所以星级就变得至关重要了。如果开出4星以下的，那只能说运气不好了，但是只要开出4星以上的，都可以说是赚了。低调如我第一时间也查看这把精美的黄金长弓的属性，竟然一下子呆在了那里。片刻后，看了眼众人，随后将目光定在陆天辰的身上，随后尴尬地笑着。陆天辰一瞬间就明白了什么意思，所以便道：无碍，开到高星级装备是你的运气。低调如我见陆天辰如此说，也松了一口气，他真怕当场说出来会让陆天辰面子过不去。随后他便将武器属性展示了出来。陆天辰什么世面没见过，只是淡淡的瞥了一眼，但是老邱等众人看到属性后都是陡然倒吸一口凉气，老邱更是激动的浑身颤抖。少爷，10星武器，10星传说已是相当变态，在目前巨雀城的装备排行榜都已经能排到第3了。幽影虚空界和幽影疾风铠第1、第2的位置是无法被撼动的。亡灵女皇的虚无项链和地狱之主的力量手镯都是9星的首饰，所以也被压了一头。至于新获得的可成长武器无名，因为星级太低，暂时也是比之不及。低调如我此时也是激动异常，拿着武器反反复复好好观察了一番，这还是他第一次获得传说品级的装备。可片刻后，他竟然将长弓递到陆天辰的面前。在陆天辰疑惑的目光中，他缓缓张嘴：陈天大哥，你能帮我强化一下吗？陆天辰瞬间会意，虽然他们或许并不清楚自己强化100%成功率，但是他们应该认为自己有独特的强化技巧，可以提高武器强化成功率。不过陆天辰却笑道：你小子也不怕我拿了弓就跑了？咱们都合作多少次了，陈天大哥，我还是信得过的。见低调如我回答的这么干脆，陆天辰又道：那强化到加几？10以上武器可是会碎掉的，武器碎了怎么办？低调如我单手托腮，犹豫了片刻，然后问道：陈天大哥，如果强化12的话，你有多大把握成功？陆天辰当然不会告诉他成功率是100%，50%吧。这个回答很巧妙，成功率如果是50%的，要么成功，要么失败。不过低调如我和老邱等人却双眼一亮，看到他们的反应，陆天辰知道他们会意错了。毕竟在一次次的强化过程中，成功率早已经衰减的相当低了，谁能保证加12还能有1半的成功率？低调如我一咬牙，随即道：陈天大哥，你帮我强化吧，碎了也没事儿。陆天辰现在的属性比 BOSS 还 BOSS， 自然不会怕他们一家独大对自己造成威胁，所以便一口答应了下来。提前说好，强化有失败的可能性，而且装备需要电手，要大量的金尘，所以这次的金尘你们要多提供一些。陆天辰所说的话，他们都表示理解。老邱，咱们工作室现在存下多少金尘了？听闻自家少爷如此询问，老邱上前道：少爷，咱们工作室装备遥遥领先，所以积累金尘的速度也快了不少，但由于上次与陈天先生的交易，现在所剩不多。不过好在我们花了软妹币在拍卖行搜罗了不少，再加上咱们这次守城获得的金尘，
目前一共有15万个稀有金尘。实心传说武器强化一次就要1000个稀有金尘，15万个也只够强化150次的，这还不算陆天辰所说的电手的费用。低调如我听完老邱的汇报，询问的目光看着陆天辰：“陈天大哥，这些够吗？”陆天辰此时已经乐开了花，强化12而已，他仅需要12000个金尘就够了。这么算下来，这一波直接赚10多万个稀有金尘，差不多够了吧？陆天辰赶忙将内心的兴奋收敛好，随即不咸不淡的点了点头，回应道。见状，老邱等人也暗松一口气，他们真怕15万个金尘都不够的。随即，老邱就将15万个稀有金尘全部交易给了陆天辰，低调如我也将那黄金长弓交易给了他。先找个没人的地方将装备强化一下吧，这次强化可不能让人看见。收好装备和金尘的陆天辰内心暗自想着。陆天辰召唤出幽影麒麟居，准备与低调如我和老邱等人分开。幽影麒麟居出现的一瞬间，低调如我等人都是眼前一亮。我操！陈天大哥，这是坐骑还是宠物？太酷了！这是坐骑，没啥用，就增加点移动速度，赶路快一点而已。说罢，陆天辰就在低调如我等人羡慕的目光中远去。陆天辰先是进入城内铁匠那里，兑换了120个传说金尘，其余兑换了229个史诗金尘，剩余192个稀有金尘。嘿，这次幽影疾风铠也可以强化到满级了。陆天辰一喜，随即再次召唤出幽影麒麟居，向着野外赶去。不过就在陆天辰出城的时候，他没注意到的是，一道倩影悄悄地跟在了他的身后。第92章无名生星。陆天辰大约前进了1公里，来到城外的一处空旷的地方。就这儿了。陆天辰随即下马，在背包中取出便携强化台和金尘。正当他准备强化幽影疾风铠的时候，他突然脑海中灵光乍现，无名目前仅是1星史诗，是不是可以趁着星级较低的时候将其强化到满级呢？这一想法出现在脑海中，便挥之不去了。随即他将无名取出，拿在手中。此时他左手拿着史诗金尘，右手则手持无名之剑。突兀的游戏提示音响了起来，叮！检测到可吞噬材料，是否吞噬？是否？可吞噬材料，史诗金尘吗？听到提示音，陆天辰一阵疑惑，随即看向自己手中所持之物，应该是了。无名升级所需材料应该就是同星级的史诗金尘了。陆天辰瞬间想明白了事情的缘由后，随即选择了否。因为如果现在将无名的星级提升上来，强化所需材料可能就凭空需要很多。他将无名放置在便携强化台上面，随即放入金尘。嘿，果然如我所料，1星的无名强化一次仅需要1个史诗金尘。陆天辰一喜，随即放入1个史诗金尘，伴随着一道光芒闪烁，武器强化成功。他并没有停下来，一次次的添加着金尘，一次次的强化成功。仅片刻的功夫，无名就已经被强化到了满级。陆天辰将无名拿在手上，看着属性上面300点的额外物理攻击，陆天辰一惊，他只顾着省金尘了，并没有考虑过如果先强化满级再升星，强化提供的额外属性会不会是固定的？要是固定的话就惨了。陆天辰叫苦不迭，但是也为时已晚，无名已经强化完了，无法后悔。那就先吞噬一下金尘试试吧。随即陆天辰将无名和1个史诗金尘拿在手上，不出意外的提示音再次响起，提示是否吞噬。是。随着陆天辰的话音落下，只见左手的史诗金尘瞬间消失不见，随后无名的剑身之上一阵光芒闪动，随后便沉寂下来。陆天辰赶紧查看，成功升级到2星的无名，此时基础物理攻击有200点，原本300点的额外物理攻击也变成了600点。太好了，强化装备所带来的额外属性是可以根据星级而提升的，那就先提升一下星级吧。陆天辰一喜，随即在背包中又取出1个史诗金尘。无名剑身上光芒闪动过后，他发现无名的星级还是2星，难道是后面升星需要的金尘会越来越多？陆天辰一瞬间就做出了如此的判断，随即他再次拿出史诗金尘来给无名吞噬。随着金尘的消耗，陆天辰也摸索出了一些规律。无名每次升星所需要的材料都是上一次升星所消耗的金尘的2倍。陆天辰用光了剩余的所有史诗金尘，也只是将无名升到了8星而已。估计8星升到9星还需要几十个史诗金尘。陆天辰将无名举起来仔细查看。Max 无名神剑，品级史诗，星级8，可成长，物理攻击加1500，力量加100，额外物理攻击加4500，额外力量加100。佩戴要求：战士，被动，一夜渡江，攻击触发暴击后将增加 30% 移动速度，效果持续3秒，冷却时间无。建议装备星级每提升1星，输出伤害提升 1%， 当前星级输出伤害正 8%。主动，剑灵守护，
使用后将获得剑灵守护，获得1层护盾，免疫下一次所受伤害，受到伤害后护盾消失，如10秒内未受到伤害，护盾消失，冷却时间60秒。无我剑气蓄力挥劈出一道剑气，可对路径上的目标造成 5% 最大生命值伤害，并提升 30% 攻击速度，持续30秒，冷却时间60秒。陆天辰满意的点了点头。1500点的物理攻击，强化满级后光武器提供的物理攻击就有6000点，这还不算力量带来的提升。虽然无名并不增加攻速之类的属性，但是这基础属性是真高啊！无名强化满级后新增了一个被动，一个主动，也相当强力。陆天辰将装备佩戴好，随后打开属性面板查看，此时属性又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由于护腿还未强化，不过生命值已经达到了41060点。将武器替换，攻击速度虽然降低了一些，但是物理攻击已经达到了10468，简直恐怖如斯。陆天辰看着自己最新的属性，嘿嘿直笑。别人还在为了紫装而奋斗，传说已是极限，但是陆天辰史诗都已经有了3件。又是好一阵欣赏，陆天辰才恋恋不舍地将属性面板关闭。看了眼时间，不知不觉间已经快6点了。老妈还没回来吗？帮低调如我强化完装备就下线吧。陆天辰随即再次将低调如我的黄金长弓拿出来，随后放在便携强化台之上。随着一次次的添加传说金尘，一次次强烈的光芒闪烁，片刻后，黄金长弓就已经强化到+12了。得嘞，委托完成。刚打开社交，准备找到低调如我，将武器交易过去，不过犹豫了一下，就将社交栏再次关闭了。这才过去几分钟，还是等晚上上线的时候再给他们吧，要不然他们可能会觉得我强化12很简单。陆天辰这么想着，随后双手举起，准备摘下头盔退出游戏。啪！只见一道声响，随即陆天辰便感觉到肩膀一沉。现在是在野外，玩家可以互相攻击。陆天辰双眼一凝，立即后撤，随后抽出无名之剑，立马转身。不过看清那人后，陆天辰一愣：“你怎么在这儿？”原来拍打陆天辰肩膀的人，赫然是之前在西城门见过的玩家花未落。此时花未落见陆天辰这么大的反应，也吓了一跳，随后扑哧一声笑了出来：“大叔，不是吧，这么胆小？”第93章，你确定你要带陈天升级？看着花未落在面前笑得前仰后合，陆天辰一阵无语。这个人在笑什么？这不是正常反应吗？片刻后，花未落似是笑够了，便一边朝陆天辰走来，一边道：“大叔，刚才我可都看到了哦。”陆天辰先是一惊，随后收敛心神，不慌不忙的道：“你看到什么了？”花未落似笑非笑的走到陆天辰的面前，慢悠悠的道：“我看到你将一把长弓，一次没失败的强化了12次哦。”听闻此话，陆天辰放心下来，不就是+12吗？还以为我强化无名被你看到了呢。虽然心里如是想着，不过嘴角却翘了翘，然后道：“哦，然后呢？”见他如此，花未落又是扑哧一声笑了出来。陆天辰心底暗想，这姑娘笑点怎么这么低啊？大叔，你别那么紧张，我也没有威胁你的意思。花未落说完后顿了顿，看向陆天辰手持的断剑，又继续说道：“大叔，你明明是个战士，电子却连续成功，我知道你的心情，不过电子强化到12以后，就算属性不好，也有一定用处，你考虑卖掉吗？”好家伙，原来他以为自己连续成功的只是强化用的电子，这家12的实心传说是低调如我的，他可没权利卖掉。不考虑，谢谢。陆天辰说罢，便双手向额头拂去，准备退出游戏，因为此时他已经很饿了。哎，等等！花未落见陆天辰准备退出游戏，便连忙道。陆天辰虽然不耐，但是还是止住了动作。我说美女，还有事儿，快点说，我都快饿死了。见陆天辰如此说，花未落看了眼时间，果然已经到了饭点，怪不得他如此匆匆，便言简意赅的道：“我是镜花水月工会的会长，你是否考虑？”不过还不待花未落说完，只见陆天辰已经做好手扶头盔的动作，随后轻轻一提，陆天辰下线了，只剩下在原地凌乱的花未落。片刻的呆愣过后，随即这片空气只剩下花未落气鼓鼓的骂声。而此时的陆天辰将头盔摘下，退出天权。加什么工会，耽误我时间。陆天辰驱动电动轮椅在别墅一层转了一圈，发现母亲还未回来，便回到卧室，拿起手机解锁手机，发现微信有2条未读消息，是大学舍友周鹏发来的。中午陶小冉到家里到访之后，他便询问了一下周鹏，因为周鹏的女朋友李慧和陶小冉也是同一个宿舍的，并且关系十分要好。陆天辰点开消息查看，是2条简短的语音：“陈哥，我刚看到你发来的消息，我这一天都干游戏来着，我现在给你问啊。那个，我刚问了李慧，陶小冉好像跟李慧借钱了，听说好像家里出了什么事。怎么了？你怎么突然想起来问他了？”陆天辰听完周鹏的语音便释然了。
他冷静下来后，也想到了这个情况，如果不是家里突然遇到什么事情着急用钱，以陶小冉的性子是万不可能来他这里的。想到这里，陆天辰摇头一叹，现在钱对我来说还是比较好得到的，对他来说就不是了。算了，能帮就帮一下吧，也为这段感情画上一个句号。随后拿起手机给周鹏发去消息，行，回头你帮我再仔细扫听一下具体遇到什么问题了，也顺便问问他的缺口是多少。陆天辰短信发过去没多久，周鹏的视频聊天便打了过来。喂，陈哥，咋了？陶小冉也找你借钱了？陆天辰将视频接通，就看到周鹏那张大脸，八卦地问道。今天中午来过了。随后尴尬一笑，然后道，不过我脸色比较黑，他自己跑了，也没跟我提钱的事儿。周鹏在视频那头叹了口气，随后便道，你说你俩。不过还不等他继续说下去，陆天辰就知道这家伙又要开始唠叨，于是打断道，你玩什么游戏玩一天？周鹏见自己的话被有意打断，也知自己话多了，便嘿嘿一笑，当然是天拳啊，这游戏一出，其他游戏都快黄了，不过也是真好玩啊。今天下午有一煞笔把魔界之门给打开了，我跟我们公会的兄弟奋力抵抗，终于成功守护住了巨阙城。听周鹏如此说，陆天辰来了兴趣，他竟然也在巨阙城，随即问道，你在哪个城门守的？我是在北城门守的，不过北城门的怪好像特别少，后来我们又去了东城门支援。周鹏说着说着，仿佛意识到了什么，便问道，陈哥，听你这意思，你也玩天拳啊？你也在巨阙城？陆天辰点了点头，随即道，我爸给我买的虚拟头盔，没想到在里面真的能站起来，所以就连续玩了几天。听了陆天辰如此说，周鹏在电话那头的话明显变少了，他也为自己这个平时刻苦学习，对生活充满希望的兄弟惋惜。随后他们又聊了一会儿后，周鹏道，陈哥，我的 ID 叫最嚣张，回头你加我好友，我带你升级。随后说了声拜拜就挂断了。陆天辰内心暗道，你确定你要带陈天升级？最嚣张？没想到周鹏也是个非主流啊。陆天辰将手机放到一旁，随后走向客厅。正在这时，门突然打开了，只见目前周平拎着一兜子菜，笑着走了进来。回来了妈！见状，陆天辰迎了上去，终于不用饿肚子了。带着母亲把菜都在厨房角落放好，陆天辰问道，我爸状态咋样？母亲一边收拾青菜一边回道，你爸状态好着呢，医生都夸，而且家庭医生也找好了，明天上午把你爸接回来，只是还要用药一段时间呢。听闻此话，陆天辰也放心了不少。不一会儿的功夫，2道菜就做好了，他们在桌子上吃了起来。饭后，母亲一边收拾桌子一边道，小陈啊，一会儿我去医院陪护去，明天早上在医院办完出院手续到家可能就10点多了，我就不折腾了，你就饿一顿吧。陆天辰满不在意的道，年轻人少吃一顿早饭没啥，我爸那边重要。说完后便驱使轮椅返回了卧室，因为害怕母亲将自己从轮椅移动到床上闪到腰，所以陆天辰将电动轮椅紧靠着床边停好，随后将刹车锁死。还好轮椅和床的高度差并不大，虽然费了一番功夫，但是陆天辰凭借着自己的力量还是滚到了床上。此时母亲收拾完走进卧室，看到陆天辰此时自己已经移动到床上了，便骂道，哎呀，你个小兔崽子，多危险啊！第94章卷轴买副本。听着母亲的骂声，陆天辰只能嘿嘿的笑，随即手指着放在床前桌上的虚拟头盔道，妈，头盔递给我一下。虽然生气，但是也只是担心儿子会掉在地上。走到床边，将虚拟头盔递给陆天辰，母亲道，行了，我走了，你别玩太晚啊，早点休息。你在医院陪护也找个床位休息啊妈。随后母亲便走出了卧室，将门关上，然后陆天辰便听到房门被锁上的声音。大概下线了1个小时左右，他等级遥遥领先，也不担心被反超，但是躺着也是躺着，所以他将头盔戴在头上，登录游戏。他一瞬间出现在了之前他下线的位置，眼睛一睁开，他赫然看到一张大脸在他的面前。2道惊声尖叫响起，陆天辰和那张脸的主人各自后退。陆天辰抬头一看，发现竟然是花未落，他竟然还等在此地，够执着的。吓死我了，你怎么还在这儿啊？我不加什么工会。花未落此时正如受惊的小鹿，不停地按抚着起伏的胸脯。你，此时又被陆天辰的话狠狠地噎了一下，随后眼睛滴溜溜转了一下，然后狡黠的道，大叔，不加工会就不加呗，不过我这儿有个副本，你感兴趣不？花未落这一句话终于是抓住了陆天辰的胃口，有副本就代表有 BOSS 打， BOSS 可是会掉落传说装备的。不过陆天辰此时低等级 BOSS 自然是看不上的。见他面露犹豫之色，花未落在旁边继续道，
副本小怪的等级我们都没法查探，但是我估计小怪至少都已经达到40级了。听闻此话，陆天辰一喜，小怪都40级了，代表 BOSS 至少可以报9星的传说了，走一遭倒也不亏。不过眼前这个花未罗陆天辰仅仅只是有着几面之缘，并没有低调如我和老邱他们那么知根知底。毕竟自己杀怪必掉装备，确实有点骇人听闻。要是大量玩家知道此事，可能都要联名投诉自己了。不过犹豫了一会儿后，随即脑海灵光一闪，这样吧，副本位置你告诉我，我自己探索。还不等陆天辰说完，花未落便叉着腰打断道：“我说大叔，虽然你有点小帅，但是也别想得这么美啊！”陆天辰无语了，能不能让我把话说完呀？就算侥幸通关的话，无非也就是一些经验奖励，装备卷轴能否掉落都是未知数。他顿了顿，随后在背包中取出3个技能卷轴，继续道：“如果你们提供副本位置，我可以使用这3个技能卷轴作为交易。”果然，当陆天辰拿出卷轴的时候，花未落眼睛都直了。技能卷轴啊，这可是相当难获取的技能卷轴啊！虽然他有钱，他氪金，但是从开服到现在，他都没见过有卖技能卷轴的人。技能卷轴只要学习，终身受用，完全就是有价无市，珍贵程度不言而喻。然而，这么珍贵的技能卷轴，陆天辰一下子拿出来3个。见花未落的注意力完全被自己手中的技能卷轴所吸引。嗨嗨，陆天辰清了清嗓子，补充道：“不过话说在前面，如果是那种通关就消失的唯一副本，你也别秋后找我。3个技能卷轴买副本坐标交易，仅此而已。”虽然并没有见过那种唯一性的副本，但是他也听说过。不过3个技能卷轴的诱惑不可谓不大。内心之中挣扎了一下后，他便答应道：“大叔，那就这么定了。”得到肯定的答复，陆天辰向花未落发送了好友申请。玩家陈天请求添加你为好友，是否同意？是否？由于装备的特殊效果，他无法看到陆天辰的 ID， 只是一口一个大叔的叫着。此时看到好友申请，不由得一阵惊喜。你就是陈天大佬？随后他围绕着陆天辰转了一圈，再次上下打量了一番。大叔，怪不得你这么强，原来你是排行榜第1的陈天啊！你升级咋这么快？带带我呗！一边拉去。陆天辰才懒得带妹，自己啥怪打不过，非带个拖油瓶来分经验，除非脑子被驴踢了。回头把副本地址发给我，确认无误，我再交易给你3个技能卷轴。陆天辰说完后，也不再与他继续废话，在背包中取出回城时选定巨阙城的位置，激活传送。仅片刻的功夫，陆天辰便消失在原地，只留下气鼓鼓的花未落在原地跳脚。玩家达到30级后，开启了经验副本和装备副本。副本不在野外，而在巨阙城内的一处地方。陆天辰回到巨阙城第一时间就按照任务指引来到了一个头发花白、拄着拐杖的 NPC 旁边。简短的对话完毕，陆天辰就解锁了2个副本的进入权限。通常游戏中的这2个副本就是为了方便玩家升级和获取装备的，难度只能说一般般。1万多点物理攻击的陆天辰更是没有任何犹豫。1分钟不到，陆天辰就通关了2个每日副本，经验值获得了2万点，6星子装获得了100件。陆天辰将其全部分解，换成600个稀有金尘，收获一小般般，不过每天都能刷，又用不了多少时间，聊胜于无。关闭背包，陆天辰发现社交栏闪烁了起来，打开一看，是花未落的消息。消息只有简单的一个鬼脸和一个坐标位置。第95章，无敌总是这么的寂寞。陆天辰第一时间将位置信息打开，看这位置应该是巨阙城西北方向5公里的一个地方。记住副本位置后，陆天辰就将聊天窗口关闭了。30多级了，先去找弗里曼导师学一下技能吧。陆天辰直奔斯蒂森酒馆而去。此时斯蒂森酒馆已经人满为患，陆天辰挤了半天才在2楼找到弗里曼。不过出乎他意料的是，弗里曼这次仅仅只是简单的对话，便将技能卷轴扔给了他。嘿，省事儿了。陆天辰微笑着查看技能卷轴，瞬影一击，品级高级，效果瞬间出现在指定位置，如位置范围内有攻击目标，可对小范围内敌人造成物理攻击 X90% 的物理伤害，瞬闪过程处于无敌状态，冷却时间25秒。陆天辰一喜，30级白给的技能虽然伤害倍率一般，只是个小范围攻击技能，但是除了有一段位移的效果之外，竟然还是个短暂无敌的技能。这无疑是陆天辰最需要的，要是熟练掌握躲个 BOSS 的大技能，岂不是爽歪歪？爽！陆天辰直接拆开卷轴学习，保命技能又添了一个。走出斯蒂森酒馆，陆天辰再次确定好位置，随后皆使用卷轴召唤幽影麒麟居赶路。不得不说，幽影麒麟居让广大玩家羡慕不已。每当像一阵风一样掠过玩家的时候，
都引来一阵的羡慕，回头率几乎达到了100%。我操，刚刚是什么在我身边掠过？好像一道黑色的闪电。妈耶，太帅了吧！这简直就是我的黑马王子，我要给大佬生猴子，能不能让我一起策马奔腾？这个坐骑确实帅啊！马德，什么时候能给我来一个？兄弟，你抓紧升级吧，听说30级后就解锁宠物和坐骑了，到时候我们这群平民玩家也可以拥有宠物和坐骑了。哎，30级系统给的宠物和坐骑，你在期待什么呢？估计也就是小垃圾吧。估计大佬这个坐骑是打副本掉落的吧？太帅了，太拉轰了！这要是没属性，我都想要啊！陆天辰自然是不会理会这些的，他出城直奔墓的地而去。仅仅一会儿的功夫，在他超快的移动速度之下，便赶到了坐标位置，发现这是一处灌木丛，而灌木丛之中赫然有着2个黑色方碑，斜斜的插在那里。这2个方碑和黄金哥布林副本的入口很像啊，难道又是一个唯一副本或者隐藏副本？陆天辰心中激动不已，花3个技能卷轴买来的副本，看来亏不了了。他伸出手触摸在那黑色石碑之上，随后游戏提示音响起，进入副本矮人宫殿，是否进入？是否？确定好这个副本的真实性，陆天辰也不想赖账，所以打开社交栏找到花未落，发送了一条消息过去，在不在？副本已经确认好了，给你卷轴。随后陆天辰就发起了交易，仅一会儿的功夫，花未落便点击交易，陆天辰将3个卷轴放在了上面，随后交易结束。大叔，真地道！陆天辰没理会，随即双手再次触摸黑色石碑，进入副本矮人宫殿，是否进入？是否？是。陆天辰果断选择是，随后便进入了副本之中。他出现在一个通道之中，往下望去是一个宽阔的宫殿。不愧是宫殿，跟黄金哥布林的宫殿一样富丽堂皇的。陆天辰感慨着，随后看到前面有大约50个身高不过1米的矮人，在宫殿的大厅之中有秩序的巡逻警戒。陆天辰使用真视之眼查看属性，普通矮人，等级未知，生命值未知，物理攻击未知。啥？陆天辰一愣，这巡逻的小老怪他竟然无法看到等级。我操，我都33级了还看不到，这小怪等级这么高吗？感慨过后，陆天辰又是一阵狂喜，他又不是打不过。嘿，等级越高越好啊！内心如是想着，陆天辰便从通道中跳下去，直接落入宫殿最中心处。此时矮人们察觉到他们巡逻的宫殿遭到入侵，他们个个手持武器，怒目盯着这个入侵者，随后说了一些听不懂的语言，便一窝蜂的冲陆天辰扑了过来。嘿，先试试几个新技能好不好用？带的距离最近的一个矮人手持小锤子冲着他砸下的一瞬间，陆天辰使用了战士30级的技能瞬影一击。此时陆天辰的身影已经开始虚幻，这一锤子虽然落在了陆天辰的身上，但却没有造成一丁点伤害。瞬闪过程处于无敌状态，仅一瞬间，陆天辰已经不在宫殿正中心，他一闪直接瞬间出现在10米远的位置处。瞬闪过程大约仅只有 0.3 秒的时间，看来想用来躲 BOSS 的技能还得多练习一下。此时与矮人们已经拉开了一段距离，看着他们此时正聚成一小堆，陆天辰嘴角一笑，使用技能崩山击，随后他双手持剑高高跃起，然后重重的劈砍而下。只见剑身上萦绕的能量仿佛直接灌注到了地底之下，随后地面一阵喷涌，瞬息的功夫就有一道能量劲风将范围内的矮人们全部掀飞了1米来高。嘿，这小范围控制技能还蛮好用的。陆天辰一阵欣喜，虽然伤害倍率并不高，只有 80%， 但是架不住陆天辰输出高啊。1万点的物理攻击，就算伤害倍率只有 30%， 陆天辰也能打出巨额的伤害。随后陆天辰使用技能罡风惊天，瞬间以他为中心开始刮起狂猛的劲风，猎猎作响的风撕裂着矮人们的身体，并且很明显的可以感觉到矮人们冲向他的速度减缓了不少。带控制的技能用起来可真顺手啊。随即陆天辰又欺身而进，跑到一个矮人的面前，释放技能幻影斩击。这是个单体技能，5次斩击几乎在一瞬间释放完毕。打 BOSS 还可以，打小怪作用不大。陆天辰一边实验技能一边点评道，这个技能打 BOSS 有奇效，5次瞬间斩击所造成的伤害并不是最重要的，可别忘了陆天辰的幽影虚空界可以开启幽冥之力，每次攻击对目标造成 1% 最大生命值的伤害，也就是说瞬间斩击5次就可以瞬间对一个目标造成 5% 最大生命值伤害，而且这还不算原本的技能伤害输出。虽然陆天辰没有刻意输出，但是他将所有技能都释放完，又练习了2次瞬影一击躲避技能之后，矮人们就已经死伤殆尽了。陆天辰无奈道，无敌，总是这么的寂寞，
第96章经验卷轴。地上掉落的装备，陆天辰一一拾起。这要是能像魔界生物工程一样，直接出现在背包之中就好了。不出意外的，没有经验，没有金币，副本通关后统一结算。一共获得了50件装备，陆天辰手拿一件查看。嚯，竟然是10星装备！这普通矮人等级竟然在46到50级之间。陆天辰感慨着，随后将装备扔进背包之中，随后抬头看去，只见前方有2个通道。先走左边吧。陆天辰略一犹豫，便向着左边的通道走进去。片刻的功夫，陆天辰就出现在了另外一个宫殿的空间之中。只见2个矮人正在一个圆桌前坐着。陆天辰侧头看了一下，这2个矮人竟然在喝酒。随后一阵苦笑，不过副本还是要刷的。陆天辰使用真实之眼查看，这是2只精英怪矮人勇士，然后上前一步。嗨，打扰你们俩喝酒了。2个矮人听到这边的动静，噌的一下就站了起来，拿起桌边的锤子，怒视陆天辰，嘴里叽里呱啦的说着什么。什么叽里呱啦的？纳命来吧！陆天辰开启幽隐虚空界的幽冥之力，瞬间与这2个矮人勇士缠斗在了一起。片刻后，2道白光消散，陆天辰捡起掉落的2个装备和2个卷轴。嘿，这就回本了。陆天辰买来这个副本的信息花费3个技能卷轴，现在已经回本2个了，而且还有一堆装备。随后他打开背包查看，这技能卷轴竟然1个都不能学习，这装备也都不是本职业的，好衰啊！将装备和卷轴又重新放回背包之中，随即他没有继续向着前面的通道走去，他像在黄金哥布林的宫殿一样，直接返回，想刷个全图。不出意外的，右侧通道处也有2个矮人在喝酒。陆天辰开启幽冥之力，就上去咔咔一顿输出。可怜的这2个矮人承受了陆天辰的无名火，片刻后就变成白光消散了。这是什么？正在陆天辰弯腰捡矮人勇士的掉落物的时候，他竟然在地上看到了一个奇怪的白色卷轴。技能经验卷轴，品级普通，效果使用后指定一个普通技能，可为其提供一定经验值。我操，原来技能还可以升级啊！陆天辰一喜，没想到还有经验卷轴这种东西。不过品级只是普通的，只能给普通技能增加经验。陆天辰纠结了起来，目前他普通技能有重击冲锋、横扫、践踏、崩山击和幻影斩击，给践踏升级吧，毕竟附带控制效果。片刻的犹豫，陆天辰就决定升级技能践踏。随后他将技能经验卷轴拆开，叮，请选择要升级的技能。践踏，陆天辰道。随即手上的卷轴瞬间消失不见。陆天辰再次查看技能，赫然发现技能效果有了些许的变化。原本80%的伤害倍率提升到了90%，控制时间也有原来的1秒变为了 1.5 秒，冷却时间也缩短了1秒变为了14秒。虽然提升不大，但是聊胜于无了。陆天辰点点头，随后关闭了技能栏，随后看向前面出现的通道，陆天辰一迈步便走了进去。片刻后，陆天辰眼前的空间瞬间宽阔，眼前闪烁起一片金黄色。我靠，这么奢华！陆天辰往这个房间望去，顿时一阵感慨。只见周围的墙壁全部闪烁着金子的那种亮黄色，房间中央也有着一个黄金色的王座，一个健壮的矮人头戴王冠，穿着一身华丽的衣服，正在王座上休憩。王座后面更是堆满了金银珠宝。不过陆天辰也只是感慨一下，这些东西是无法带出副本的，之前黄金哥布林的宫殿就是如此。陆天辰使用真实之眼查看端坐在黄金王座上休憩的矮人。矮人王，副本 BOSS， 等级未知，生命值未知，物理攻击未知。精英怪矮人勇士都无法看得到属性，更何况副本 BOSS 呢？之所以使用真实之眼查看，一是查看 BOSS 名字，二是确定眼前这 BOSS 到底是什么类型的。不过陆天辰这么一看，略微有些失望了起来。竟然不是那种唯一的 BOSS。陆天辰上次通关20级副本黄金哥布林的宫殿后，获得了一个宝箱，开出来一个神之血，让其天赋提升到了中级。白期待了，暗自嘀咕了一声，陆天辰便取出无名神剑，开启装备技能幽冥之力，冲着矮人王冲了过去。带的距离足够，直接一个重击冲锋发动，陆天辰瞬间冲到矮人王身前，随后举起无名神剑一刺。-30281暴击，技能倍率 120%， 武器 8% 伤害提升，护肩 10% 伤害加深，暴击伤害 30%。只见一道3万多的红色伤害在其头顶飘出。-10万真实伤害，随后又是一道高达10万的真实伤害在其头顶飘出。陆天辰一怔，10万点真实伤害自然是幽冥之力的技能效果。这 BOSS 竟然有1000万生命值，纵然是陆天辰也是一惊，
他还是头一次见到生命值这么高的 BOSS。随着一击烈火斩收尾，此时 BOSS 被挂上了灼烧和重伤两个负面效果，加450000。只见一道45万的生命回复在矮人王的头顶跳出来。我靠！陆天辰着实被吓了一跳，这应该还是烈火斩重伤负 20% 恢复效果之后的血量恢复。想那深渊十狙是也才2秒跳50万而已，这生命回复简直比深渊十狙恢复能力还强啊！仅一次生命回复便回复了最大生命值 5% 的血量。陆天辰并没有着急输出，一边躲避矮人王的攻击，一边对其造成伤害。他在观察矮人王的回血规律。1秒钟后，加450000。只见一道高额生命回复在矮人王的头顶再次飘出。第97章，击杀矮人王，每秒恢复 5% 最大生命值。要不要这么变态啊？陆天辰大吃一惊，这恐怖的生命值再搭配这么高的生命值恢复，真的是可以通关的吗？陆天辰输出虽说很高，还有幽冥之力这种打 BOSS 的大杀招在，打 BOSS 就跟砍瓜切菜一样，但是也架不住这么恢复啊。因为生命值是深渊十狙的2倍，所以每秒的回复量也是深渊十狙的双倍。不过你大娘已经不是你当初的大娘了，陆天辰此时的属性也已经和魔界生物工程时候的属性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想到这里，陆天辰眼神一凝，那就看看是你恢复的快，还是我输出的快吧。随即陆天辰开启幽冥之力，便立即冲上前去，各种技能层出不穷，普攻衔接技能，技能又穿插普攻，让本就极快的攻击速度更是在短时间打出爆炸的伤害。再加上幽冥之力，每次可以对其造成 1% 最大生命值的真实伤害，也就是说，只要陆天辰能在1秒钟之内打出4次以上的攻击，就可以打出超过50万的伤害。果然，仅1秒钟的时间，陆天辰对矮人王就造成了50万多一点的伤害。加50000，1秒时间到，矮人王再次恢复了超高的生命值。我靠，真变态！这么变态的 BOSS， 除了陆天辰，他想不到还有谁有希望通关。唉。早知道就不将剧毒之液全部用光了。陆天辰一阵哀叹，但是手上的动作却丝毫不敢懈怠，一边输出着，一边在宠物空间召唤出小九。小九！陆天辰喊了一声，小九瞬间会意，释放技能九尾狐火，负50万真实伤害。只见一道高额真实伤害在矮人王的头顶飘出，小九释放完技能就被陆天辰再次收回去，毕竟没有生命回复的他，持续作战能力稍弱了一些。随后他也举起佩戴幽影虚空界的手，释放装备技能幽冥指，负1500000真实伤害。矮人王再次损失 15% 的生命值。之所以没有在血量低的时候再释放这2个技能收割，是因为早用早 CD。估计这个 BOSS 倒下前，小九的狐火能释放多次，毕竟只有45秒的冷却时间，甚至有着10分钟冷却时间的幽影虚空界都不止释放1次。再加上自己的疯狂输出，仅1秒钟，陆天辰就对矮人王造成了230多万的伤害，简直恐怖如斯。不过陆天辰也不敢大意，一直在输出，有着高额护盾在，他都懒得走位了。毕竟走位的话就耽误输出的时间了。可即使如此，陆天辰足足磨了10几分钟。随着装备技能幽冥指的使用，眼前这虽然矮小，但是坚挺无比的矮人王才最终倒下了。期间他不停的输出，也仅仅勉强能够抵消 BOSS 的恢复，主要输出还是要靠小九45秒冷却的九尾狐火。马德，累死劳资了，希望掉落的东西给点力啊！陆天辰正喜滋滋的上前准备收拾战利品，不过矮人王倒在地上的躯体此时竟然动了一下。哎呀妈呀，什么鬼！陆天辰被吓了一跳，连连后退。只见其倒下的身体不但没有变成白光消散，反而是缓缓的诡异的再次站了起来。妈耶，诈尸了！不怪陆天辰吓了一跳，他在天拳中也成功击杀不少 BOSS 了，不过也从没有见过这种诡异的情况。有高额恢复也就算了，难道是 BOSS 技能自带死亡后复活？这一想法出现，陆天辰就直接把这个可能否了。不对，这 BOSS 刚才战斗的时候3个技能都释放了。不过不待陆天辰细想，矮人王再次挥舞重锤冲着他冲来。算了，那就再杀一次。无奈陆天辰上前与 BOSS 再次缠斗在一起。又是10几分钟后，矮人王再次被击败。但是还不等陆天辰喘口气的功夫，只见矮人王再次站了起来。我靠！陆天辰看到这一幕，一口老血差点喷出来。这什么鬼啊！超高生命值，超高生命恢复，还尼玛带无限复活。不过矮人王可不给他思考的时间，手持巨锤再次朝他砸去。陆天辰此时已经没有了继续输出的心思，费好大劲杀死后又复活，完全白费劲啊。于是他一边走位躲闪矮人王的攻击，一边分析着，难道这副本有什么特殊的机制？想到此处，陆天辰一边躲闪攻击的同时，也一边仔细地观察着宫殿四周。
不过让他失望的是，这个房间之中除了黄金王座和一堆宝物之外，并没有什么机关之类的。躲闪间，他突然想到，之前黄金哥布林作为一个 BOSS 取出一个卷轴，让陆天辰很是诧异。当时他还想呢，怎么 BOSS 还能用卷轴呢？难道是矮人王使用了复活卷轴？像那种卷轴一般都有次数限制，我已经将其击杀了2次，再击杀2次试试。于是陆天辰开启幽冥之力，再一次与矮人王斗在一起。不出意外的，击杀矮人王后，他又复活过来。就算使用复活卷轴，估计也仅有3次的使用限制。看这一次你拿什么复活？又是10分钟的缠斗。此时已经是陆天辰第4次击杀矮人王了。马德，这次你要是还能复活，我就只能死出去了。陆天辰如此想着，他一阵心疼，因为他的罪恶值太高，如果真的死亡了，会掉落所有的装备。他可是一身的神装啊！矮人王，你安息吧，月阿门，主，我佛统统保佑你。陆天辰双手合十，闭上眼睛，内心不停地念叨着。当啷，闭眼的陆天辰听到当啷一声清脆的声响，仿佛什么东西掉落在地面之上的声音。随即陆天辰好奇地睁开眼睛往前看去，哈哈，祷告起效果了。陆天辰一喜，只见矮人王倒下的身体正变成点点白光消散着。第98章神圣水晶。随即一连串的游戏提示音也在此时响了起来。恭喜通关副本矮人宫殿，团队奖励经验值8万，分得经验值4万。恭喜您冒险者，您的等级提升，获得5点自由属性点，请根据喜好自由加点。当前等级 Level 34。恭喜完成50级 BOSS 首杀，是否隐藏游戏 ID 播放全服公告。嚯，矮人王竟然是50级的 BOSS， 怪不得生命值那么高啊。随后搓了搓下巴，然后道，自己现在近乎无敌了，咱也嚣张一次。否。听到是否播放全服公告的提示，陆天辰这一次破天荒的直接选择了否。随后华夏服所有玩家的脑海中都响起了全服公告。全服公告，恭喜玩家陈天完成50级 BOSS 首杀，系统奖励声望加500，金币加20，自由属性点加20，终极装备自选宝箱 X1。上次奖励多是因为30级 BOSS 首杀和40级 BOSS 首杀揉在一起了，不过这也不错了，终极装备自选宝箱又能结结实实的提升一波了。打开属性面板，连同升级获得的属性点和奖励的属性点统一分配完毕。随后关闭属性面板往前看去，只见地面上掉落了几样东西，陆天辰上前一一捡起。这 BOSS 还真敞亮啊，竟然有10枚金币。掉落物除了金币以外，当然还有一个阿贝尔需要的灵魂石，一个装备和一个卷轴。不过除此之外，竟然还有一个手掌大小的通体碧绿色类似水晶一样的东西。这是什么？之前怎么没见过？难道这就是让矮人王像我这么持久的原因？陆天辰将其拿在手上，正准备查看，只见背包中一阵异动，随后阿贝尔的灵魂石竟然慢慢的旋转着自己漂浮了出来。他就这么漂浮在半空之中，片刻后投射出了阿贝尔的身影。他此次身影比上次凝实了不少，这应该与陆天辰不停的给他吞噬灵魂石有关。什么情况？你恢复了？见阿贝尔的投影望过来，陆天辰问道。不过阿贝尔似乎并没有理会他的意思，而是双眼直直地盯着他手中的碧绿水晶。神圣水晶。片刻后，阿贝尔轻叹了口气，然后道：神圣水晶。陆天辰疑惑地重复了一下，随后看向手中那碧绿水晶。神圣水晶，品级圣物，可使用次数0、3。效果：1. 每秒恢复范围内所有有方的生命值，回复量为佩戴者 5% 的最大生命值，消耗5。2. 神圣水晶每天会产生1道神圣之力，最多储存3道神圣之力，自身即有方阵亡，可使用1道神圣之力瞬间将其复活，且恢复 100% 的所有状态。看完这个水晶的效果，陆天辰差点跳了起来。矮人王能大量恢复生命值且阵亡后立即复活的事情，完全解释得通了。这2个效果无疑是相当变态的存在。虽然陆天辰有着神级天赋在，那点生命恢复他并不是很在乎，但是他是无消耗的范围内恢复所有有方的生命值，并且恢复量是1秒1跳，这就很变态了。这跟身上绑定一个神级恢复天赋的牧师有啥区别？就这一个效果，老邱都可以宣布下岗了。第2个效果就更变态了，简单直接且变态。不过这个圣器是什么鬼？天权中装备品级最高不就是神话吗？圣器这个品级没见过呀。陆天辰正疑惑间，阿贝尔的声音轻飘飘地传了过来。这圣器是超脱于装备之外的特殊宝物，没想到艾丽卡她也。艾丽卡是建造圣光城的圣者艾丽卡。听了阿贝尔的话，陆天辰疑惑的道：既然神圣水晶出现在你这里，也代表着艾丽卡已经彻底消亡了。阿贝尔顿了顿，随后语气一转，正色道：
罢了，命也，你将其放在额头之上，仔细感受。听了阿贝尔的话，陆天辰将神圣水晶托举放在了额头的位置，随后闭眼感受。片刻后，他感觉脑海中一阵清明，刚才与矮人王的战斗的疲惫也一扫而空。随即手上就是一轻，脑海中仿佛也多出了一些东西。陆天辰眼睛一睁，发现原本在手掌中的神圣水晶，此时竟然消失不见了。不过他并未慌张，因为他可以感受到，此时这神圣水晶就在自己的脑海之中。他有一种随时都能将其召唤而出的感觉。确实不同于装备之类的，在属性面板可以查看神圣水晶以及效果，现在应该只有自己可以看得到。可是可惜，这矮人王把3次复活次数全部消耗完了，我还要重新积累。陆天辰内心嘀咕道，随后抬头看向阿贝尔：“你恢复了？”“恢复了一些，但是现在还是无法长时间现身。”只见他正说着，身体应景的虚幻了一下。看着阿贝尔的身影虚幻了起来，陆天辰一慌，他费劲巴拉的给他收集灵魂石为了什么？不就是为了阿贝尔告诉自己哪里有宝物吗？喂，你还没告诉我巨蟹城哪里有宝物呢？阿贝尔听了此话，不由一阵苦笑，想他叱咤天权，更是被封为战神的存在，此时眼前之人竟然问他要宝物。随即道：“等你进入内城，见到阿赫那小子，我送你一份机缘。”说罢，身影便消散了，而紫色晶石则是叮叮当当的掉落在地面之上。陆天辰一喜，哈哈一笑：“哈哈，付出还是有收获的，也不枉我给你提供灵魂石机缘。啧。”陆天辰弯腰捡起掉落在地上的阿贝尔的灵魂石，扔进背包之中。随即他在宫殿之中来回转了转，并未发现宝箱之类的隐藏奖励。估计唯一副本才会有宝箱吧。陆天辰有些悻悻的道，随即看到慢慢变小的次元门，便一脚踏了进去。可就在陆天辰出现在副本外的一瞬间，他感觉身体一阵摇晃。陆天辰一惊，因为这摇晃并未来自天权之中，而是来自现实的自己。第99章重生。什么情况？陆天辰来不及犹豫，直接双手向上一扶，将虚拟头盔摘了下来。卧室的灯早已经被关闭了，此时房间之中只有外面的零星光亮照射进来。等他将头盔摘下的时候，身体的摇晃已经消失了。他赶紧将头抬起来，环视四周。不过安静的房间之中仿佛并没有什么异常。吓死我了！现在父母都在医院，别墅内就他一个人，自己好端端的在床上躺着玩游戏，突然摇晃了起来，任谁都会吓一跳。滋滋。不过一阵声响还是引起了陆天辰的注意。他循声向上看去，发现卧室的吊灯竟然在轻微的摇晃着。咦，吊灯为什么会摇晃？叮铃铃。陆天辰正疑惑间，此时电话突然响了起来。电话就放在枕边，他拿起来查看，是母亲打来的。喂，妈。陆天辰刚接起来，只见母亲的急切的声音就在电话那头传了出来。小辰啊，你没事吧？刚才地震了，妈马上就赶回去。陆天辰恍然，怪不得会莫名其妙的感觉到摇晃的感觉，怪不得卧室的吊灯在摇晃着。见陆天辰不说话，电话那头更加焦急了。小辰，小辰。回过神来的陆天辰道：妈，没事啊，刚才感觉有一点摇晃，但是现在没事了。母亲见刚才仅只是一阵摇晃，估计是哪里地震，这边感觉到的余震，当下也放心了不少。那行，小辰，你暂时先别玩游戏了，时刻注意点。知道了妈，好好照顾我爸爸。说罢，陆天辰便将电话挂断了。不过陆天辰更加疑惑了，他们家这儿从来都没有过地震啊，今儿个怎么突然有震感了呢？摇了摇头，不再多想，看了眼挂在客厅的时钟，借着隐约的亮光，可以看到时间已经9点多了。刷矮人宫殿的时候用了不少时间啊。陆天辰收回目光，感慨着。可是陡然间，他感觉额头处有一丝异样，那种感觉就像在天权中神圣水星在自己的额头一样。这种想法一出现，陆天辰便摇了摇头。游戏中的东西怎么可能在现实中出现？随即他摸了摸头，有一些烫烫的，痒痒的。不过就在这一瞬间，他的额头处有一个碧绿的水晶慢慢的飘了出来。我操！见鬼了！陆天辰大声的叫了出来。从他额头处漂浮而出的碧绿水晶，不是他刚刚获得的神圣水晶又是什么？这是幻觉，这是幻觉。陆天辰一度以为自己是因为玩游戏太沉迷了，所以才导致游戏内的场景出现在了现实之中。他震惊的看着这一幕，随后双手用力的揉了揉眼睛。不过让他失望的是，眼前并不是什么幻觉，神圣水晶仍然漂浮在他的面前，不停的旋转着。陆天辰愕然的喃喃自语道：这不是幻觉。嗡。就在他还处于震惊与懵逼中，只见漂浮着的神圣水晶发出一阵嗡鸣。以神圣水晶为中心，
有什么奇异的能量在向四周扩散着。不知道是不是眼花了，原本在桌子上摆放的一个绿萝一阵轻微的抖动，仿佛都因为这扩散的能量生长了一些。这股奇异的能量波动大概持续了2-3秒的时间。陆天辰突然感觉自己已经2个月没有知觉的双腿有了一种痒痒的感觉，这种酥酥麻麻痒痒的感觉很神奇。直到片刻之后，这种感觉慢慢的消失。不过陆天辰此时却异常的激动，就像自己可以随意指挥身上的手臂手指一样，他2个多月都没有给他回应的双腿此刻竟然与他有了一丝的联系。虽然那种感觉还很微弱，以至于陆天辰并不能肯定这一丝联系是否是真实存在的，但是仅仅是这样就使得他惊喜不已。就像指挥手臂抬起落下，操控手指弯曲伸展一样，陆天辰尝试着驱动自己的双腿。第一次尝试抬起左腿失败，第二次他尝试抬起右腿同样失败。不过他并没有放弃，他与双腿的那一丝丝联系不但没有因为2次尝试失败而减弱，此刻反而更加强烈。第3次尝试，陆天辰咬紧牙关，尝试将腿移动一丝。1秒钟，2秒钟，陆天辰的额头有了一丝细密的汗珠，最后汇成一小股，顺着他的脸颊流淌下，最后滴落在他的胸口处。就在此时，他正在操控的左腿竟是缓缓地向左偏移了一些。成功了！陆天辰一阵激动，这就像久旱逢甘霖一样，由不得他不激动，这是重获新生的感觉。虽然他此刻已经是满头大汗，但是他不想就这么停下来。他害怕只要他一停下来，刚刚的感觉会消失，他害怕再次变成双腿没有知觉的废人。1分钟，2分钟，陆天辰的汗水早已经将身上的衣服浸湿，但是他却越发的兴奋。他虽然满头大汗，但他的脸上却满是兴奋的潮红，因为经过几分钟的尝试，他已经可以将腿弯曲和伸直了。医学奇迹，妥妥的医学奇迹！陆天辰抬头看去，只见此时空中漂浮着的神圣水晶还在不停地向四周散发着奇异的能量波动。我的腿能再次恢复知觉，应该是神圣水晶的作用。不过他更加疑惑了，他一度怀疑他玩游戏玩多了，导致出现了幻觉。不过掐了掐自己，再加上此刻还不太灵活的双腿，足以证明他确实是在现实世界。可天权明明只是一款游戏而已啊，为什么游戏中的道具会出现在这里？他无比的疑惑，怎么也想不通其中的缘由。算了，既然阿贝尔那么了解神圣水晶，回头问一下他吧。想不通，他也不会徒增烦恼。至少现在看来，神圣水晶的出现给了他一个大大的希望。陆天辰尝试将神圣水晶收回，果然细心感受之下，神圣水晶缓缓漂浮，最后没入他的额头，消失不见。不过即使如此，他仍然可以感觉到自己的腿在慢慢的变好。看来神圣水晶即使没入体内也可以发挥效果。随着时间的推移，又是几分钟过去了，加上陆天辰的练习和神圣水晶的治疗，他此刻已经操控自己的腿和之前没有什么区别了。要说不同的，那就是他的腿已经2个月没有运动了。虽然父母会每天给他按按腿，但是肌肉也在不停的萎缩着，所以就导致他下肢力量减弱了不少。此时他已经坐在床的边缘处，双腿搭在床上，随后慢慢的控制左腿点地，随后屁股挪动一下，让右腿也够到了地面。陆天辰随后浑身用力，身体向上一挺。1秒2秒，墙上的时钟在滴答滴答的响着。陆天辰此时已经站稳身形，虽然此时半曲着双腿，虽然他的右手还扶着床沿，不过他还是激动万分。这并不是在游戏中，时隔2个多月，在现实世界中，他再次站了起来。第100章，刚出院你就玩游戏，打个电话告诉老爸老妈。陆天辰第一个想法就是这个，不过看了眼时间，拿起的手机还是放下了。现在父亲需要好好休息，母亲也累了一天了，还是不要打扰他们的好。嘿，明天给他们一个惊喜。陆天辰在原地站稳后，慢慢的他可以缓缓的行走。又过了一会儿，他行动已经相当自如了。他兴奋地从卧室走到客厅，再从客厅走到别墅的院子。陆天辰就这样在院子中来回的走着，他一刻没停地走了半个多小时，此刻终于是有些累了，便在院子中的一个木藤椅坐下。别墅与别墅之间都隔着一些距离，没有车子和行人的声音，在这静谧的夜里，只能听得到虫鸣声，让人感觉内心无比的宁静。呼，陆天辰深深地吐出一口气。此时已经10点多了，他根本舍不得去睡觉。现在的一切都是如此的梦幻，他害怕一觉醒来，这只是一场梦。随着清晨的一抹阳光映在他的脸上，陆天辰迷迷糊糊地将眼睛睁开，他下意识地用手去遮挡那直视而来的光线，拧转了一下有些发酸了的脖子，然后环视四周，他竟然在藤椅上睡了一宿。似乎是想起了什么，他腾的一下
站了起来。他笑了，嘿嘿，不是做梦，老子的腿真的好了。片刻后，他终于按耐住自己激动的心情，看了眼手机，发现时间还早。随后做了一些早饭，吃完后又出去跑步了。期间碰到了别墅的保安，此刻正用看怪物的眼神盯着他，随后对着旁边新来的保安说道：“看见没？这个人前2天才搬过来，当时还坐轮椅呢，没想到竟然是装的。有钱人的爱好真是捉摸不透啊！”陆天成快跑半小时，竟然一丝汗都没出，不知道是不是幻觉，此刻他感觉比以前的状态还要好很多，自己似乎有些用不完的力气。快9点了，去医院给他们一个惊喜。陆天成说着，随后快速收拾了一下，便出门了。出门叫了个车，陆天成直奔医院去。总医院距离并不远，10几分钟后便到了。走入住院大楼，在一番询问后，陆天成来到了6楼，往父亲住院所在的病房走去。走到病房门口，陆天成整理了一下心情，他并没有选择敲门，而是推开门直接走了进去。进来后，一眼就看到了正在低头收拾东西的母亲，然后往右看去，只见父亲正闭着眼休息着，似乎是察觉到了背后的声响，母亲缓缓转过身来。啪嗒，当看到门口正微笑盯着他的身影时，呆了片刻，随后顺着身影往下看，然后手中正在收拾的东西突然掉在了地上。虽然声音不大，但是正在休憩的父亲此时也睁开了眼睛，随即也是一阵瞳孔放大，身体挪了挪，想要起身。爸，你好好躺着，可别乱动。陆天成赶忙走到病床前，按住了老爸的抓住床沿的手。小陈，你……母亲走了过来，惊喜的声音中带着细微的颤抖，而父亲此时那原本因为化疗而虚弱的身体，此时也仿佛有了力气。看，我的腿好了。陆天成说着，原地跺跺脚，随后又蹦了蹦。小陈，你怎么突然能站起来了？父亲此时还有些虚弱，声音也有一丝沙哑，但还是问道。陆天成一懵，他忘记提前编瞎话了，总不能告诉他们在天泉中获得了一个圣物，并且带到现实中来了，然后自己就好了吧。陆天成在努力的编 CPU 都快干烧了。昨天我感觉地面震颤，随后下意识的从床上跑下来，然后我发现我竟然站在了地上，我也觉得很神奇。呵呵，陆天成的 CPU 最终还是烧掉了，竟然编了一个这么烂的接口。不过父母闻听此言，却并觉得有什么不妥，他们都满脸堆笑的看着他。是啊，什么合不合理的，只要自己现在是健康的，父母并不会在意其他的。想到此处，陆天成鼻尖一酸，随后赶紧转移话题。妈，我爸出院的手续都办完了吗？都办完了。那还等什么？我们回家。半小时后，陆天成一家便从医院回到了别墅之中。化疗后身子很虚弱，以至于父亲到家就又闭眼休息了。小陈，我去买菜，你看好你爸。好嘞妈，我想吃红烧鱼。陆天成像个孩子一样道。看着儿子因为站起来，明显恢复了往日活力的样子，母亲周平笑的褶子都多了2道，但是却无比开心。行，今天中午给你做红烧鱼。带着母亲出门后，陆天成走到父亲所在的卧室，看到父亲床头的绿萝，他突然想到，神圣水晶不知能不能对父亲的病有作用呢？见父亲此时正闭眼休息，陆天成将神圣水晶召唤而出。嗡嗡，漂浮在空中的神圣水晶还在不断地向着周围散发着奇异的波动。1分钟，2分钟，看着父亲肉眼可见恢复健康的脸色，陆天成一喜，太好了，果然有用。10几分钟后，父亲竟然是双手举起，伸了个大大的懒腰。陆天成一惊，赶紧将神圣水晶收起来。哟，儿子。随后他下意识地缓缓地坐了起来。哎，我怎么感觉我现在比化疗前状态还好啊？父亲起来后一阵诧异，随后走到地上活动了一下身体。爸，那是你身体好，所以恢复得快。听闻此话，父亲一喜，又抡了2圈胳膊，随后道：我感觉我这状态不需要休养了呀。随后走到桌子旁，拿起虚拟头盔。不行，我得抓紧时间升级了。不过话音刚落，就听见母亲的怒斥之声：死老头子，刚出院你就想玩游戏啊？第1章森林异变。此时手上拿着虚拟头盔的父亲被母亲这一嗓子吓得一激灵，随后赶紧就将头盔放在了陆天成的手上，不过动作还是慢了一些，被进门的母亲全部看在眼中。行啊，你还想嫁祸儿子？母亲刚想拿着新买的大葱抽父亲，但是犹豫了一下，还是放下了。你不好好养病，你站起来干啥？一会儿家庭医生都来了。噗！看着父亲此时窘迫的样子，陆天成捂住嘴，差点笑出声来。父亲狠狠地瞪了一眼，他这才憋了回去。
随后母亲又数落了一下父亲，便走进厨房做饭了。不一会儿的功夫，几道菜就烧好了，最中间赫然摆放着陆天辰最爱吃的红烧鱼。吃饭期间，母亲盯着父亲一阵好奇，那表情仿佛在说：“你这上午还得人喂，现在吃饭怎么狼吞虎咽的？”据华夏前言报道，昨日9时许，多个城市的民众感受到自家房屋有了轻微的摇晃，初步判断为地震的余震。不过根据最新的调查显示，有震感的城市大多比较分散，没有规律可言，并且目前还未找到震源。陆天辰一家正在吃着饭，电视上报道起了昨天晚上的地震相关的新闻。陆天辰一阵疑惑，按理来说一个地方发生地震，辐射的都是周围的区域，可是新闻上圈出的有震感呢，地域各不相连，确实没有什么规律可言。叮咚，一家人刚吃完午饭，门铃就响了。原来是母亲找的家庭医生来了。这个医生姓陈，是一个有些秃顶的中年男人，穿着一身得体的西装，看着挺像那么回事的。将医生迎进来后，陆天辰看着他给父亲做一些检查，随后便眉头一皱：“你确定你刚做完化疗？”“对啊，我们上午才出院啊。”父亲还未说话，母亲道。闻听此言，陈医生的眉头皱得更深了，犹豫了一会儿，然后道：“从各个表现来看，陆先生的身体都很健康，但是是否继续用药，还需要你们来决定。”陈医生说完，陆天辰刚想说什么，就又咽了回来。别人化疗都是好几个疗程，持续几周，如果父亲化疗1天直接就不用药，并且还生龙活虎康复如初，那估计就离被抓去当小白鼠研究不远了。所以陆天辰识趣的选择了闭嘴。老爸啊，那就苦了你，再用点药吧。你放心，我会治好你的。陆天辰内心暗自嘀咕。用药呀，当然要用药呀，今天才第2天，医生嘱咐过，一定要用完所有疗程。母亲连忙道。只见父亲在小声嘀咕：“我感觉我现在状态挺好啊。”可是还未说完，就被母亲瞪了一下，也就不再说话了。陆天辰看着一阵好笑。不一会儿的功夫，陈医生给父亲用完药了。由于父亲状态很不错，并没有居家照料的必要，所以陈医生交代了几声就走了，并表示下次用药的时候会过来。送走了陈医生，陆天辰直接回到了自己的卧室之中。这都一上午没上游戏了，开干开干。不过还不等他将头盔戴好，父亲就抱着虚拟头盔走了进来。征得你妈同意了，能玩一会儿？陆天辰无语摇摇头，看来父亲的瘾还挺大，得抓紧升级到2级主城，你带我呀。父亲说罢，就在桌子前的椅子上坐下，随后将头盔戴上。见父亲登录游戏了，陆天辰直接召唤出神圣水晶，再次给父亲治疗了一波。毕竟癌症所用的药可不光对癌细胞有效果，对健康的细胞也同样照杀不误，所以需要好好恢复一下。这一切都处理完，陆天辰躺在床上，将虚拟头盔戴好，也上游戏了。不过此时在华夏的某一处森林之中，一个透明状的薄膜在阳光的照射下，就像一个肥皂泡一样若隐若现的。突然间，这透明薄膜内竟然神奇地窜出一只小兔子。他抬起头四处望去，仿佛也在纳闷自己为何会出现在这个陌生的地方。恰巧的是，此时一只老虎正在附近。这只老虎见到兔子的时候，双眼冒光，见距离足够，直接就猛扑过去。如果是以前，兔子被野兽们盯上，早就撒开腿跑掉了。但是这只兔子身体一转，看到老虎扑过来，却一动不动，还在原地呆立着。嗷！一瞬间的功夫，老虎就扑在了兔子的身上，并且狠狠地咬了下去。不过奇怪的是，鲜血四溅的画面并没有出现。这老虎也是一阵纳闷，这兔子的皮毛还挺坚硬。不过原本看起来无比温顺的兔子，此时受到攻击后本就鲜红的眼睛变得更加通红。嗖！兔子的身影直接窜起，竟然带起了一阵破空声，瞬间蹬在了这只老虎的头上。噗！如果周围有人看到这个场景，第一反应一定是不可思议，然后马上就会连滚带爬的逃开。因为这只兔子仅一个猛蹬，将这只老虎的整个头颅直接炸成了一团血雾。而这只兔子原本白色的毛发，此刻已经染成了血红色，但是它的眼睛却由鲜红色再次变为正常的红色。陆天辰自然是不清楚这件事情的。登录完游戏，他再次出现在了之前下线的地点。上线后，他第一时间打开等级排行榜查看，虽然自己已经下线了很久，不过现在他的等级还是位居第一，他也就放心了。毕竟其他玩家就算再干也要睡觉不是？但即使如此，也有一些玩家等级达到了30级，这不得不让陆天辰更紧迫了一些。对了，神圣水晶的事情还得问问阿贝尔。随后他从背包中取出阿贝尔的灵魂石，拿在手上轻声呼唤：阿贝尔，阿贝尔。不过不管他怎么呼唤，那手上的紫色晶石都没有任何反应。难道是能量又耗尽了？陆天辰只能如此猜测。算了，等他下次出现一并问问吧。将阿贝尔的灵魂石收回背包，
回头他看到了那2个斜立在灌木丛中的黑色方碑。第2章清理副本，这副本应该是可以重复刷的吧？陆天辰随后双手触摸黑色石碑，果然又响起了游戏提示：进入副本矮人宫殿，是否进入？是否？是。话音一落，陆天辰再次出现在宫殿之中，看着前面空地50个巡逻的矮人，陆天辰直接开刷。仅几分钟的功夫，他便将矮人宫殿副本通关了，再次获得了大量的装备和技能卷轴。黑色灵魂石他也直接丢到背包中，给紫色晶石吞噬。看来 BOSS 将神圣水晶爆出来后就不会回血和复活了。想来也是如此，如果还那么回血和复活，现阶段除了他根本没人可以刷得过去。陆天辰随后便钻入次元门，走出了副本。过了1天的时间，想必地狱之门副本的进入次数也已经刷新了。将位置使用回城石记录好，他便再次激活回城石，传送到了地狱之门的位置。刷完地狱之门后，陆天辰直接传送回巨阙城，把每日经验副本和每日装备副本也都刷了。虽然随着他的等级不断的提高，副本经验明显低了不少，但是随着这一套刷完，也是收获不少，一共获得了 11.8 万经验值，小九分得了一半，陆天辰获得 5.9 万经验值，金币获得了20枚，装备收获更是相当不错。加上昨天通关矮人宫殿获得的装备和魔界生物攻城剩余的3件装备，现在11星传说装备2件，10星传说装备3件，9星传说装备2件，10星超稀有8件。至于更低星级的装备，连带着之前淘汰下来的4星传说护腿，全部被陆天辰在铁匠那里分解掉了，获得了2480个稀有金尘，4个传说金尘。现在背包中普通技能卷轴有32个，高级技能卷轴有7个，初级经验卷轴有1个，高级经验卷轴有1个。陆天辰没什么犹豫，再次将初级经验卷轴给践踏使用。不过践踏的各项属性并没有任何改变，看来技能升级和无名升星一样，后面要的材料越来越多。陆天辰随后又将高级经验卷轴使用，这次他升级了雷霆无闪，毕竟这个技能逃跑还是进攻都是相当犀利的存在，而且使用技能还可以衔接其他技能，就算不提升伤害，冷却快一点也是好的。升级完后，陆天辰打开技能栏查看，雷霆无闪，品级高级，类型技能卷轴，职业要求战士，效果在武器中凝聚雷霆之力，在极短的时间内瞬闪5次，并对路径上的敌人造成物理攻击 X35% 的物理伤害，并附加麻痹状态 1.5 秒，麻痹状态下的敌人无法攻击，无法移动，消耗100魔法值，冷却24秒。果不其然，升级后的雷霆无闪的输出高了一些，控制时间也长了一些，冷却时间减少了1秒。量变引起质变，再小的提升也是提升。陆天辰满意的关闭了技能栏，随后他突然想到，之前50级 BOSS 首杀奖励的终极装备自选宝箱还没有开呢。陆天辰兴奋地搓了搓手，随后从背包中将其取出。初级装备自选宝箱都能开出4星传说了，这终极的怎么也得给我整个10星传说啊！虽说1亿点幸运值可以让他杀怪必掉装备，小怪掉稀有装备，精英怪掉超稀有， BOSS 掉传说，但是掉落的装备却是随机的，并不一定能保证每次掉落的高星装备自己都能穿戴。陆天辰目前虽说是一身神装，相当厉害了，但是护肩也只是4星超稀有，靴子也只是4星传说而已。虽然说4星超稀有的护肩属性早就可以被其他装备替换，但是由于强化满级那 10% 的伤害加深，陆天辰才一直没舍得换。现在星级比较低的装备就护肩和靴子了，这次选护肩吧，虽然被动很不错，但是星级毕竟太低了呀。陆天辰这么想着，随后拿起终极装备自选宝箱查看。终极装备自选宝箱，品级5，说明可自选装备位置，具体获得的装备随机，大概率获得一件5-10星稀有装备，中等概率获得5-10星超稀有装备，有极低概率获得5-10星传说装备。陆天辰一拍大腿，果然是最高可以获得10星的传说装备。没有任何犹豫的，陆天辰选定装备为护肩，随后开启宝箱。随着一阵金光大盛，随后光线变弱，陆天辰在宝箱之中将护肩取出来查看。灵岩护肩，品级传说，星级10，生命值加4500，力量加70，物理防御加250，攻击速度正 20%， 被动致命暴击，暴击伤害增加 15%。 哈哈，爽！刚刚还在舍不得巨万护肩 10% 伤害加深的属性，现在这个护肩完全可以替代了，尤其是没强化的属性增加的生命值都有4500点。强化满级又能将生命值提高一大截了。随后便将装备替换完毕，属性有了细微的提升。将传说装备强化完后卖一卖吧，毕竟传说装备不是很好获取，
强化到较高等级才能获得更多的精神。不过，陆天辰看着自己背包中可怜的4个传说精神和3272个稀有精神，陷入了沉思。他精神竟然连强化都不够，先卖点卷轴吧，反正都无法使用。随后，陆天辰打开社交，找到低调如我，将强化好的黄金弓交易给他，然后问道：“我靠，陈天大哥，真的成了？太牛了你！”低调如我激动万分，要说不担心是假的，他也怕陆天辰将武器强碎了。此刻收到了陆天辰强化好的武器，抱在怀里稀罕。陆天辰继续问道：“技能卷轴来点不？你们还有精神吗？”此刻低调如我正刷完一波怪，看到陆天辰的消息，立马振奋了。技能卷轴啊！之前陆天辰也只是拿出一个牧师的技能卷轴，他们买下来让老邱学习，他们整个团队的生存能力无疑高了不少。低调如我搓搓手，一阵激动。第3章，出售高薪高品高强，代价私聊。老邱，陈天大哥要卖技能卷轴了。低调如我一边兴奋地喊着老邱，一边激动地回复陆天辰：“收！陈天大哥，有弓箭手能用的技能卷轴吗？我们昨天又新增了10几个工作室刷装备，不过目前也才10万个稀有精神。”陆天辰一惊，他答应给低调如我强化黄金弓，直接将他们的精神全部掏空了。没想到一晚上的时间，他们竟然又能获得这么多数量的精神。现在精神的价格下降的已经很缓慢了，逐渐趋于稳定。目前市面上一个稀有精神的价格是100软妹币，一晚上获得10万个稀有精神，那就是1000万的软妹币啊！一天1000万，光游戏这一个产业，1个月的营业额就能达到3亿。难怪各大财团都抢着入驻天泉，果然是个发财的好地方啊！陆天辰不由得一阵感慨，但是其实他不知道的是，现阶段也就许是财团掌握大量高薪装备才可以做到如此。而且各大财团雇佣的工作室，光工资就要花去一部分。但尽管如此，也还是无法掩盖这游戏的吸金能力。毕竟10%的普通装备爆率，就算散人玩家刷一天，怎么也能搞到300-400个普通精神，换成软妹币就是300块。更别说运气爆棚，直接来个紫装了。在天泉，只要你足够干，妥妥的月入过万。陆天辰率先发起了交易，将27个普通技能卷轴全部放入交易。之所以没有将32个普通技能卷轴全部放入，是因为那5个是盾位可使用的，他准备给老爸留着。不过此时低调如我等人都已经傻眼了，27个技能卷轴，这是多大的手笔？按一个卷轴100万的价格计算，这就是2700万。而且技能卷轴完全是有价无市，放到拍卖行100万买到都算捡漏了。而且他扫了一眼，这些技能卷轴除了盾位的，各个职业的都有，尤其是弓箭手的，足有4个。陈天大哥，你这些技能卷轴都要卖吗？低调如我咽了口水，试探地问道。全部出售。如果你们想全收的话，就都拿去。精神不够的话，过2天再给我。如果不全收的话，告诉我你们要几个。陆天辰回应道。低调如我和老邱此时已经乐开了花，本来还以为他们目前的精神收不了这么多技能卷轴呢，没想到陆天辰竟然打算赊给他们，这也多亏了他们这么多次交易积累的信誉啊！收！低调如我忙不迭的道。随后他便将手上的10万个稀有精神全部放入交易中，并道：陈天大哥，你这些技能卷轴我出40万个精神收购，我还欠你30万个。陆天辰微微一笑，随后将背包中的8件10星超稀有装备也放了上去，然后便同意了交易。这些装备当送你们的。低调如我交易完，获得了27个技能卷轴。随后他又看了下陆天辰送的8件10星超稀有装备，喃喃道：陈天大哥可真敞亮。陆天辰获得大量的精神后，在铁匠那里兑换了一些传说精神，随后走出巨阙城，找了个没人的地方，先将身上的装备搞到满级，取出便携强化台和身上的传说装备强化起来。不一会儿的功夫，灵岩护肩、巨魔重铠护腿、亡灵女皇的虚无项链和地狱之主的力量手镯全部强化到满级，一共用掉了740个传说精神。不过收获无疑是巨大的，陆天辰的属性再次获得了巨大的增幅，尤其是生命值。由于灵岩护肩和巨魔重铠护腿的基础生命都已经非常高了，此时强化满级更是提供了巨额的生命值。生命值此时已经达到了67430点，这还是陆天辰一点自由属性点都没分配给体质，不然的话他的生命值会更高。但是陆天辰自然是不屑的，他追求的是极致的输出，攻击高，回血才高。至于生命值，靠装备堆的就完全够用了。67000的生命值所能吸收的护盾量就是67万，简直恐怖。由于地狱之主的力量手镯的主属性不是智力而是力量，所以陆天辰的攻击力也有了一些提升，达到了11198点。当然其他属性也相应的提升了一些，其中物理防御达到了1195点，魔法防御低了点，但是不算被动技能也达到了400点。
256.5% 的攻击速度可以使得他在短时间内能打出大量的伤害，而315点的移动速度则使得他更加的敏捷。当然，搭配鞋子和坐骑赶路也超级好用。不过最主要的是，4件装备强化到满级，他又多了4个被动技能，其中2个手势的被动技能废了点，只是增加了200点魔法防御，但是这也弥补了他魔法防御低的短板。此时魔法防御已经达到了800点。巨魔重铠护腿的被动技能则是所受卷轴类伤害减免 20%。这个被动技能无疑有着奇效，像之前黄老大使用的高额伤害的单体卷轴，此时对于陆天辰的威胁就变得没有那么大了。而最重要的莫过于灵岩护肩新增的被动技能了，它能提高3倍该装备技能效果。也就是说，原本 15% 的暴击伤害提升，现在变成了 45% 的暴击伤害提升，再加上 Max 暗影面罩的效果，此时陆天辰的暴击伤害足有 2.75 倍。搭配他超高的物理攻击和1亿点幸运值带来的刀暴击，提升可谓是恐怖的。之所以没有强化幽影疾风铠，是因为他10万的金尘也只够将其强化到+10而已，远不如4件传说装备强化到满级划算。陆天辰看着背包中剩余的80个稀有金尘和288个传说金尘道：4星传说靴子估计马上就淘汰了，就不强化了，等低调如我把剩余的金尘补齐，再强化幽影疾风铠吧。背包中的这些穿戴不了的高星传说如何处置呢？为了利益最大化，他当然需要强化一些等级再出手。不过陆天辰有些犯难，现在低调如我，他们光凑够欠自己的金尘就要3天的时间，就算出售给他们，短时间也无法变现。而如果在拍卖行出售的话，只能金币交易或者软妹币交易。可是父亲的病已经不用那么多钱了，所以他也没有那么迫切的需要钱。由于他省了买药水的钱，此时他也有200多枚金币，也并不是很缺。怎么办呢？陆天辰犹豫着，思索着。突然他一拍脑门，有了！随即再次消耗234个传说金尘，将背包中的2件9星传说全部强化到+13。然后他打开公共聊天频道，将装备属性贴了上去，随后留言：出售高星高品高强装备，代价私聊，仅支持金尘交易。第4章强化定制服务。地狱之门这2个 BOSS 包的装备并非是首饰，一个是战士用的长剑，一个是魔法师使用的魔法书。武器无疑会对玩家产生更大的吸引力，更何况还是高强的武器。陆天辰一阵坏笑，嘿嘿，希望能来2个神好，榨干你们。陆天辰在公共频道喊完话，他便淡定地退出了，随后将私聊的权限打开。不过他不知道的是，一会儿他的消息就被顶到了99家。不出意外的，此时巨蟹城的所有玩家都已经炸了。我超+13装备，而且还是武器，9星传说零强化的装备，光金尘的价值都要9万块，买不起，溜了，这装备我要了。我出1000万，我是千达公子王思聪，我再送你一套江景别墅。你是千达公子，我还是王剑森呢。卖家都已经明确的说了，只支持金尘交易。小子你他妈的村外 PK 啊，看我砍的你妈都不认识。我滴个乖乖，这额外攻击直接提高1倍还要多，高强武器恐怖如斯，这武器太变态了吧。有了这个还怕谁？全服第一人就是我的。什么陈天，什么低调如我，统统一剑秒杀。楼上的你怕不是个傻子吧？且不说陈天和低调如我，虽然出售装备的人是匿名发言，但是能拿出2件加13的装备的人就不是你能超过的，还全服第一人，你在想屁吃？目前一些氪老玩家的装备强化无非也就是在8至10之间，而且还都只是7星以下的装备，所以陆天辰这一行为无疑是在一个平静的湖面扔下一个重磅炸弹。买得起买不起的玩家都被震惊得一塌糊涂，有些玩家截图后再反复观摩着装备属性，有些玩家则在公共频道疯狂评价，有些玩家则在分析着装备的价格，而有一些玩家则对陆天辰发起了私聊。噔噔噔噔噔噔，先是零星几声消息提示音，不过10几秒过后开始不停地响起。陆天辰赶忙将私聊权限关闭了。好家伙，这么恐怖的吗？陆天辰打开社交，发现私聊栏的消息直接就99加了。无奈，于是他开始一条条的查看。虽然巨蟹城有几千万的玩家，不过同时在线的也就不到1000万，他可不相信有这么多玩家都能买得起。果不其然，大部分玩家都是扯屁的，诸如大佬缺不缺暖床的，缺不缺挂件，甚至还有认亲的、认师傅、认大哥，甚至还有一个认爸爸的。陆天辰无语了，看来这群人为了得到装备，啥都干得出来啊。不过最终还是有几个人给出了报价，而且还都是高价，毕竟加13的9星传说，估计都能用到很高级了。冰焰，2个武器我都要了，不过金尘并没有那么多，我可以给你5万金尘和1000万软妹币。陆天辰看了摇了摇头，太低了。他合计了一下，这个价格大概也就相当于15万的金尘，和他的心理价位还有点差距。今天见主，
兄弟，我手上有7万的金尘，购买你那把长剑行不？要是不够的话，我们剑阁的副会长给你做。陆天辰还是摇了摇头，暗叹了一口气。难道这偌大的巨阙城全部都是穷币？不过他浏览第3个人的消息却一愣，这还是个熟人。花未落，那本魔法书10万个金尘卖不？陆天辰解锁了一会儿私聊权限，玩家虽然可以发过来消息，但却不知道他的 ID， 但是好友点进来就不一样了。第1条消息发完就可以看到 ID 了。我靠，大叔，竟然是你！那个魔法书一定给我留着啊，10万不够的话，你就说个数，我赶紧去凑。陆天辰一阵好笑，你丫一弓箭手，买魔法书有貂毛用。不过陆天辰才不管，既然有人愿意买，而且价格和自己的心理价位差不多，他买回去撕了烧火他都不会管。陆天辰随即回复道：10万个金尘差不多吧，交易吧。片刻后便完成了交易。收到金尘的陆天辰正欲关闭聊天界面，花未落的消息又发了过来。大叔，陆天辰不明所以，随即回应道：怎么了？那把长剑你也要收？不过花未落显然是没有多余的金尘来收购长剑了。大叔，我就那么多金尘了，你要是软妹逼卖的话，你说个数。哟，还是个小富婆啊。陆天辰心底暗道。大叔，你有啥强化技巧吗？花未落此时如此问道。陆天辰嘴角一阵抽搐，不过也释然了，毕竟花未落是见识过他强化黄金弓的。虽然上次是他主观误会了，但是陆天辰这次又拿出2件高强装备，估计就算是个傻子也会往这方面想了。不过陆天辰何许人也，他现在可是全服公告都敢公开 ID 的人，所以就大方承认了。没错，你要是金尘足够，我也可以提供强化定制服务哦。花未落在那边都懵了，啥玩意？强化定制？陆天辰怕他并不能理解定制的意思，所以解释了一下。定制的意思就是，你提供金尘和装备，我给你强化到加13级以下的指定等级，期间武器碎掉、电子消耗全都不用你来管。此时花未落已经被震惊得无以复加，他从未听过如此说法，大叔竟然把强化玩出了花。第5章红沙区异变。那如果定制一个加13装备，什么价格？反应过来的花未落随即问道。那就要看装备的星级和稀有度了，像加13的9星传说，大概不到10万金尘的样子就行了。听闻陆天辰如此说着，花未落大概算了一下，9星的传说武器就是9个传说金尘，而10万的稀有金尘也就是1000个传说金尘，也就是说定制强化的手续费大概是100倍装备的价值。不过再算上失败的损耗、电子消耗，再加上加10以上失败装备的损耗，这费用就显得不那么贵了。殊不知10万金尘看似很贵，但是就算陆天辰100%强化成功，也要消耗1万多金尘，而且装备原本的价值又怎么可能只值9个传说金尘呢？所以陆天辰说的价格确实已经很低了。不过花未落又想起了自己的5星传说水晶弓，这说的简单，我上哪儿弄高星武器去啊？大叔，那自己要是没法提供武器呢？光提供金尘可以不？陆天辰干脆的道，那就多加金尘呗。花未落眼睛滴溜溜转了一下，随后再次问道，那大叔，你给我整个加13的10星传说弓呗，我现在就去拍卖行收金尘。陆天辰一喜，果然没白跟他废话半天，这不又谈成一单生意。他背包中3个10星传说，刚好有一个10星长弓。不过此时虽然有着花未落交易过来的10万个稀有金尘，传说金尘只剩下54个了。不想回城怎么办？有了。陆天辰随即打开之前那个惊天剑主的聊天窗口，回复道：7万个稀有金尘太低了，我刚11万金尘卖掉了那个魔法书。陆天辰奸商的将价格多说了一点。而此时正在野外刷怪练级的惊天剑主看到这个卖家回复了，不由得一阵激动。不过打开消息后小脸一垮，因为他就只有7万个稀有金尘。作为一个高玩战士，这个武器他又是非常眼馋，这可怎么办呢？犹豫了片刻后，他回复道：金尘我只有7万，差的用软妹币补给，你看可以吗？实在不行武器你给我留一会儿，我去拍卖行收购一些。陆天辰见这人的回答相当诚恳了，所以便道：罢了，7万金尘再加400W 软妹币吧。不过我有个条件。今天剑主一喜，只要陆天辰答应卖，那一切都好说。什么条件？金尘全部换成传说金尘交易吧。没问题，稍等我片刻。虽然今天剑主很疑惑，但是这都是小事儿，毕竟兑换金尘又不收手续费，而且这事儿他都不用亲自回城，直接让手下的亲信办就 OK 了。仅片刻的功夫，今天剑主的小弟就将700个传说金尘交易了过来，随后与陆天辰交易了。陆天辰获得了700个传说金尘外加400万的软妹币。将那把加13的长剑拿在手中的时候，惊天剑主激动的差点跳了起来。
将自己原本加8的装备随意扔给手底下的小弟。惊天剑主将新装备穿戴上，他不同于陆天辰，他的装备特效是完全打开到最大的。此时淡金色的长剑竟然还隐隐的散发着粉色的光晕，他知道这是高强武器的专属标志。再看自己的属性，物理攻击竟然已经是原先的5倍了，哈哈哈，爽！他不由得仰天长啸一声，现在他绝对可以在天权这么多玩家中排的上号了。将高强长剑一阵摆弄后，他又打开社交栏，大佬能加个好友不？我们公会全都是战士，下次有战士的武器，你想着点我哈。京城我现在就去收。此时收到传说京城的陆天辰刚将答应花未落的装备强化到加13，看到这消息也不以为意，一个好友位而已。而且看今天剑主虽然作为议会之长，但是并不是很难沟通，所以便发送了好友申请。叮，玩家陈天请求添加你为好友。今天剑主愣了下，随即苦笑的摇了摇头，选择同意好友申请。果然不愧是巨阙城第一人啊！陆天辰这边虽然将给花未落的武器强化好了，但是他也并不着急，10万个稀有金尘哪是那么容易收集齐的？他顺手又将即时战靴强化到了满级，虽然4星装备快淘汰了，但是分解了能获得全额的金尘反馈，他也是不亏的。强化满级后，出现了一个叫做灵巧的被动，增加了100点敏捷，这也算是意外之喜了。此时各项属性又有了细微的提升，尤其是攻击速度达到了 311.5%， 而移动速度达到了435点。脱离战斗状态的时候，即时战靴的被动加上幽影器邻居的加成，他的移动速度足有1566点。陆天辰欣喜的将属性面板关闭，先抓紧升到50级吧，这样就能做勇者任务进入内城了。随即他便扬鞭策马朝向巨阙城外疾驰。此时已经达到34级的陆天辰，44级以下的野怪的属性都可以看得到，但是区40多级的野怪又如何能满足他？于是他越走越远，大约行进了30几公里，终于他在一片红沙区域发现了一种看不到等级的野怪。这是一种通体黑红色类似蝎子一样的怪物，但是个头却不知道大了多少，那高高抬起的尾刺足有1米多高。赤沙蝎，等级未知，生命值未知，物理攻击未知。陆天辰一喜，虽然看这样子野怪并不是很密集，但是看不见等级的野怪也就代表着更高的经验和更高星级的装备。废话没有，陆天辰冲上去就是一通乱砍。没想到蝎子的攻击附带毒素攻击，且还有部分禁疗效果，但是在陆天辰这儿却是完全不管用。片刻后便将这只赤沙蝎搞死了，经验值加335。陆天辰捡起地上掉落的装备，靠！跑了这么远竟然只是10星的装备，也就是说这赤沙蝎只有46到50级，怪不得经验这么低啊！这话要是让其他玩家听了，高低吐血3声。你丫的月10多级杀怪还嫌经验低？算了，先在这刷会儿吧。陆天辰又是一阵抱怨，随即在红沙区域四处引怪，开始击杀起来。大约过了1个多小时，在他不停的输出之下，等级早已经达到了35级。这时他已经击杀了200只赤沙蝎了。陆天辰刚将地上掉落的东西捡起来，轰隆隆，原本安静的沙子竟然陡然间动了起来，然后不约而同的朝向一个方向汇聚而去。陆天辰利用超高的移动速度，一瞬间就跑出了沙土流动的区域。他观察着汇聚沙子的最中央处有一处明显的凹陷，片刻的功夫，只见那些沙土汇聚的地方竟然由原本的凹陷变得鼓起。吱！随即伴随着一声刺耳的尖叫，一道巨大的身影在其中钻了出来。第6章工会令牌。我操！随着这道身影全部露出沙子表面，陆天辰已经仰着脑袋了。无他，这体型太大了。陆天辰赶紧使用真视之眼查看。赤蝎王，野外 BOSS， 等级未知，生命值未知，物理攻击未知。虽然并没有办法看到眼前怪物的属性，但是陆天辰却是一喜，因为这竟然是一个野外 BOSS。外面的小怪都已经到10星装备了，作为这一区域的野外 BOSS， 代表着又是一件11星的传说装备即将到手。而且这 BOSS 的额头处竟然还有一个大大的令字，很是神奇。嘿嘿，拿来吧你！陆天辰当即开启幽冥之力，手持无名神剑就冲了上去。虽然赤蝎王约莫也有着1000万的生命值，但是没有生命回复，陆天辰就像砍瓜切菜一样将其击杀。幽冥之力对付 BOSS 真是太方便了。陆天辰一边感慨着，一边将掉落物全部拾起，发现并不是自己能用的装备和卷轴。陆天辰兴致缺缺的将所有东西直接扔在了背包之中。不过这次 BOSS 竟然掉落了一个不一样的东西，黑色的小牌子上面写着一个令字。咦，这跟之前赤蝎王额头上的字一样哎。陆天辰一阵好奇，随即拿在手上查看。工会令牌，说明
持此令牌，可在城内工会管理员处创建工会。获得方式：野外 BOSS 有极低的概率在体内孕育工会令牌，击杀后将有极低的概率掉落。竟然是工会令牌！陆天辰一阵惊喜，原因无他，现在的玩家虽说有的人组织起了工会，但那都只是名义上而已。还有一些工会也只是把名字改成有相似的前缀而已，本质上其实并不是一个工会的。但是有了工会令牌就不一样了，虽然具体有啥功能和好处陆天辰并不清楚，但是至少同一工会玩家之间无法互相攻击，这在工会之间火拼的时候无疑占据的巨大优势。这对一些大势力来说无疑有着巨大的吸引力，估计又能大赚一笔。不过为啥之前击杀的 BOSS 不掉落呢？陆天辰一阵疑惑，不过仔细分析了一下获得方式后，他便了然了，并不是他一役幸运点不起作用了，而是之前的 BOSS 并非是掉落工会令牌的 BOSS， 这就好像精英怪怎么也不可能掉落传说装备一样。陆天辰喜滋滋的，刚想打开社交，问问低调如我、花未落和惊天剑主收不收，毕竟他们都是一会之长。不过此时他的社交栏却先闪烁起来，陆天辰好奇之下打开查看，竟然是海纳百川发来的消息。海纳百川就是他父亲陆海的游戏 ID。小陈，我来巨缺城了。陆天辰一愣，随即一阵疑惑，心底暗道：父亲升级还挺快，这才多大会儿的功夫就20级了，我记得能量金兽坑爹的材料掉落率都能卡住好久的啊。随后好奇地问道：爸，你能量晶石这么快就凑够了？不一会儿的时间，父亲的消息发了过来，陆天辰嘴角一阵抽搐。够了呀，我来幽影密林都没做任务，也没刷其他的怪，就抱着能量金兽击杀，这不等级够了，材料也够了，还是你给我的装备牛啊。想来也是，如果从头到尾干能量金兽升级，材料可能不光是够了，或许还多了。不等陆天辰说话，父亲又发了一条消息：小陈啊，我在城内斯蒂森酒馆呢，你在哪儿呢？我在野外呢，马上回去。陆天辰回应道，随后看了眼社交栏里的几个人，随即眼睛一转，狡黠一笑：嘿，有了，看老爸玩的劲劲儿的，让他创建工会当会长啊。随后他在背包之中取出回城时选择巨缺城的位置传送。片刻后，陆天辰出现在了巨缺城当中，随后他骑着幽影麒麟居奔向斯蒂森酒馆。陆天辰刚赶到酒馆门口的时候，就看到一个身高1.8米，长相英俊潇洒的男人正在门口，其头顶上显示的 ID 赫然就是父亲的游戏 ID 海纳百川。陆天辰顿时一阵无语，不过更让他无语的是，此时父亲竟然从背包里掏出一根雪茄，随后点燃，100%虚拟度，竟然在游戏里抽烟，怪不得老爸玩游戏这么上瘾。陆天辰明白了缘由，远远的就下马，随后走到父亲面前，看着他吞云吐雾的样子，陆天辰截了个图，随后道：你看我不给你告诉老妈的。父亲听到此话吓了一跳，雪茄直接掉在了地上，随后看了一眼眼前中年大叔一样的陆天辰，试探地问道：小陈，我怎么看不到你的 ID？ 装备的特殊效果，跟我走。说罢，陆天辰和父亲就往巨缺城的城中心处走去。就在通往内城的城门不远处，陆天辰在一个全副武装的士兵前停下，随后在背包里取出工会令牌递给父亲。虽然疑惑，但是他还是接过令牌。陆天辰道：爸，这是我刚才报的，全华夏服是不是第一个不知道，但是咱们巨缺城一定是第一个。随后顿了顿，继续道：我不想创建势力，你要是愿意的话，你建个工会吧。陆海年轻时候也是个网瘾少年，此刻也有一丝丝的兴奋，随后将手中的工会令牌交给眼前的士兵。片刻后，陆天辰耳边响起了游戏的提示音。第7章，兄弟盟全服公告，恭喜巨雀城玩家海纳百川创建工会兄弟盟，作为全华夏服第一个创建的工会，该工会升级为高级工会。陆天辰听着这道提示音，虽然并没有奖励给父亲一些属性点声望之类的东西，但是工会等级自动提升到高级，想来也是个不错的奖励了。不过这兄弟盟是个什么中二的名字啊？不过随后也释然了，毕竟父亲年轻的时候也只玩过那种师兄弟就来砍我的游戏。而此时全华夏服都震惊了，作为各个主城第一个到达的玩家，没有一个是普通人，除了成就奖励外，他们或多或少都有自己的境遇。此时在铁甲城中，一个 ID 叫做张守成的玩家刚刚和自己的队友们攻略了一头40级的野外 BOSS， 他不由得一阵欣喜，因为 BOSS 这次的掉落物明显多了一件装备，9星的传说盾。不过还不等他震惊，此时全服公告响起，原本欣喜的表情此刻也由于被泼了一盆凉水。巨缺城之前是陈天，现在又来了个海纳百川，真想见识一下他们。炼狱城一处隐秘空间之内，这个空间不停地刷新着各种相貌丑陋但实力强大无比的怪物，而一道身影则时不时的现身，又时不时的消失，不停地收割着这些怪物的生命。
这正是之前激活炼狱城全服公告的幽影之王。此时全服公告响起，他敏捷的身形明显顿了一下，随后嘴里喃喃：陈天、海纳百川。圣光城之中，咖啡家唐此刻正坐在树上吃棒棒糖，看着自己召唤出来的怪物帮自己杀怪。此刻听到这个提示音的，不满的嘟了嘟嘴：哼，我本来想去巨阙城的，都怪那个叫陈天的玩家，我现在只能跑到圣光城。巨阙城现在工会都有了，好气啊！这种情况发生在全华夏服的各个角落，半城燕莎、蓝颜等等各个主城首屈一指的人都暂停了手中的事情，随即眼中震惊之色褪去，随之而来的是兴奋与绝顶玩家一争高下的兴奋。此时其他主城的普通玩家则又是羡慕又是嫉妒的，嘴里一直在说着国粹。而巨阙城此时的公共频道明显比以往活跃了不知道多少，一条条消息根本看不完就直接被下面的消息顶没了。我靠，咱们巨阙城啥时候又冒出来一个大佬？工会都有了，我滴个乖乖！海纳百川大佬，我一身装备加8，副会长的位子我觉得我可以竞争一下。大佬，我申请加工会了，同意一下。海纳百川，把会长让给我，我出500万软妹币买了，给你发送私聊了，同意一下。创建完工会，随后响起全服公告，但是此刻父亲却呆愣在了那里。几乎是一瞬间，他的好友申请私聊消息就顶到了99加。小陈，父亲此时有些哭笑不得，他没想到陆天辰给他的工会令牌创建完之后竟然有这么大的反响，随即将私聊权限、添加好友权限全部关闭，这才清静了一下，随后看向陆天辰：这天权创建个工会这么轰动的吗？陆天辰笑道：全服公告都触发了，能不轰动吗？现在全华夏服都知道你这个名字了。父亲此时有些局促，犹豫了一下道：小陈，要不我把会长转让给你，会长还是你来当吧，我能行吗？不过陆天辰此时却摇了摇头：不行，我要是想当会长的话，我自己就创建了。随后顿了顿，继续问道：高级工会能容纳多少玩家啊？有什么 buff 和工会副本之类的吗？我研究一下啊。父亲说完便查看了起来。片刻后，小陈，高级工会最高可吸纳10万名玩家，工会 buff 有，但是副本暂时没有，好像前提是要有工会驻地，建造工会驻地好像需要什么工会基金，而工会基金则是需要会内玩家捐献杀怪做任务获得，好麻烦。陆天辰毕竟也是玩过各大网游的人，此刻听父亲这么一说，瞬间懂了，无非就是玩家加入工会会有一些 buff 之类的，然后加入工会的玩家每日活跃会增加工会的基金，而工会基金则是建造工会驻地、开启工会副本所必须的材料。小陈，我刚才看有个叫冰燕的给我发消息，说500万买这个工会。浏览了一会儿私聊消息后，父亲陆海激动的道：这由不得他不激动，500万软妹币又不是500块。不过陆天辰却说才500万，少了，初级工会这个价格他都买不来，现在兄弟盟可是可容纳10万人的大工会，500万美的他。陆海撇了撇嘴，他终于知道为什么陆天辰可以在游戏中一天赚那么多钱了，这跟捡钱有啥区别？爸，这个工会 buff 是啥啊？陆天辰眼睛滴溜溜的转了转，随后问道：工会 buff 是经验和金币提升 5%， 装备爆率正 2%， 工会内强化成功率正 2%， 目前好像就这些，应该后面可以升级，我拉你进工会。陆天辰听了之后觉得索然无味， 5% 的经验金币加成还算中规中矩，像装备爆率和工会内强化成功率这种属性，虽然对于其他人是趋之若鹜的存在，但是对于陆天辰来说没有一丁点用处，自己也不差那点经验，所以陆天辰拒绝道：爸，你先别拉我了，等工会副本开了我再看看。行吧，那这工会需要设置什么招人的门槛之类的吗？父亲问道。而陆天辰则是满不在乎的道：玩天权的人活跃度不用担心，所以也没有必要设置门槛，只要忠诚度高一点就行了。陆天辰单手托下巴做思考状，随后坏笑道：爸，你在公共频道发一条消息。父亲疑惑，不清楚陆天辰什么意思，随即问道：发什么消息？陆天辰从背包中取出一件紫装，随后缓缓道：就发会内不定期售卖高星紫装，也会不定期出售高强装备。第8章招募。别说巨阙城，整个华夏服都只有这一个工会，现在多少玩家挤破头都想加入兄弟盟，按理来说根本不需要使用什么噱头吸引玩家。不过陆天辰此举却并不是用来吸引玩家，而是他想利用工会给自己开拓一下市场。紫装陆天辰基本都是直接分解的，无非也就1比1获得金城。现在有了10万玩家的基础，如果父亲招揽的10万名玩家有一半是有点小钱的玩家，和筹装备卖不出去。而且最主要的是，通过跟父亲的了解，他知道工会内也有类似拍卖行的竞价系统，
可以自由的设置交易物以外，还不收取任何手续费。这无疑可以让装备卖出好价钱，并且没有任何的损失。父亲陆海照办，编辑了一条消息在公共频道发出去：兄弟盟县面向全巨阙城招募活跃玩家，不限等级，不限天赋，不限职业，另公会内会不定时出售高新装备，更有高新高强装备出售。最开始这一条消息如同石沉大海一样，不过片刻的功夫，公共频道的消息刷得更快了。我操！还以为巨阙城的第一公会会有什么超高要求呢？对平民玩家也太友好了吧？只要活跃就好了吗？我活跃啊，我一天24小时有20小时在线，我嘎嘎活跃。海纳百川，怎么不回我消息？1000万，我出1000万买工会会长的位置。岂止是要求低，这福利也好啊！竟然还有紫装和高强装备卖，现在紫装拍卖行都不多呀，进工会买应该会方便一点啊。会长大度啊，这工会何愁不强啊？会长爸爸，快同意我的申请。众人你一言我一语的，陆天辰打开看了几条就关闭了。这一会儿的功夫，他眼睛都花了。从背包中取出5个初级和2个高级技能卷轴递给父亲，这些都是盾位可学习的技能卷轴。爸，等会儿我给你一套高强装备，工会的事儿你自己研究吧。陆天辰说罢，骑上幽影麒麟驹，直接奔赴野外，也不管父亲陆海在后面喊他，找了个没人的地方开始强化装备。他身上恰巧有一个11星的传说盾牌，父亲可以使用。见背包中的传说金尘足够，陆天辰开始强化。不一会儿的功夫，一件强化满级的传说盾牌就诞生了。之前击杀赤沙蝎掉落了200件10星紫装，陆天辰轻易的在里面挑出了一身盾位可佩戴的装备，开始强化。仅片刻的功夫，防具5件套加首饰3件套就都强化到满级了。这装备估计够穿好久了吧？陆天辰将一身强化满级的装备收好，随后内心暗道：整点高强装备在工会内试试水卖掉吧。随即在剩下的装备中，各个职业的装备都挑了一些，开始强化。最终将2件装备强化到了加12，20件装备强化到了加11，其中有武器有防具。之所以没有强化到更高等级，是因为土豪玩家毕竟有限，他也没指望所有玩家都能像低调如我一样。可即使如此，加11的10星装备也至少价值大几十万。随后陆天辰打开社交，将所有强化完的装备都交易给了父亲，然后道：爸，强化满级的装备你带上，自己身上换下来的装备别卖，直接分解掉，等工会人招满了，就把这些强化11-12的装备卖掉。父亲此时或许正在为了工会的事情焦头烂额，过了好半天后才回复消息。陆天辰随后又嘱咐了一些事情后，便关闭了聊天窗口，随后看向花未落的聊天窗口，这都已经过去快2小时了，不知道他收集齐没有。由于陆天辰着急强化幽影及风凯，所以陆天辰主动问道：京城收集够了吗？片刻后，花未落的消息回复了过来：还没，现在才收集了7万个。陆天辰大概算了下，7万个稀有金尘，再加上自己背包中的金尘，勉强够将幽影及风凯强化到满级了。于是便道：7万就7万吧，其余的你软妹币补吧。花未落果然是个小富婆，听说可以用软妹币替代，她高兴坏了。随后与陆天辰发起了交易。当看到那加13的10星传说弓的时候，他的呼吸仿佛都停滞了几秒。加13的9星装备就卖了10万金尘，加13的10星长弓的价值只会更高。花未落随即赶紧放入收购的7万个稀有金尘放了上去，随后又输入了1300万的软妹币。陆天辰点点头，并未在价格上太纠结。如果他单纯只想赚钱的话，一个紫装强化到满级都能卖出天价。片刻后交易便完成了。此时在巨阙城的一个饭店之中，一个圆桌上坐着2个靓丽的女性玩家正在喝着茶。其中一个玩家一身黑衣，头上还戴着黑色的兜帽，让人看不清面容，只有一双白皙的双腿裸露在空气之中。而坐在他旁边的那名玩家 ID 叫做火鱼儿，他的穿着则相对火爆了很多。只见他身穿一身火红色的魔法长袍，有着大片的雪白裸露在外，傲人的身材再加上红色衣着与白色的肌肤交相呼应，让人鼻血喷涌。而此时他的装备特效也开到最大，尤其是手里把玩的那本魔法书，此刻正散发着淡淡的粉色，周围围观的玩家都羡慕不已。黑袍玩家自然是花未落，此时他直接扯下自己黑色的兜帽，那张俏皮可爱的脸颊此刻爬满了因为过度兴奋导致的红晕。火鱼儿侧头慵懒的道：怎么了我的大会长？金尘收集够了。花未落则是满心欢喜的将那加13的长弓取出，随后拿在手上。虽然花未落此时将装备特效全部关闭了，但是看着长弓的外观都能判断这不是凡品。此刻花未落手持传说长弓，单手掐腰，一只脚直接踩到了凳子上。看，鱼儿姐，我也有加13武器了。哇咔咔。第9章
强化幽影疾风铠。一旁的火云儿听闻此话，则是一怔，随后看向花未落手中那漆黑古朴的长弓。虽然此刻并没有任何的装备特效和强化特效，但是定眼一看，任何人都不会将其归类为凡物。而火云儿作为花未落的闺蜜死党兼镜花水月的副会长，她自然是清楚花未落此时拿的是何物。见花未落此时正在那里翻来覆去稀罕那张长弓，火云儿笑道：“行啊，大会长，你也有加13武器了。”花未落幸福劲儿过去，随后慢慢坐下，但是脸上的喜色还未消退。咱们镜花水月两大输出，现在一人一个加13武器，实力肯定提高不少。随后思索了一下，然后顿了顿，继续道：“不过咱们还是得继续收集金尘，毕竟有了金尘，我们才能在大叔那儿换到好东西啊。”火鱼儿听后则讪笑道：“大叔，你嘴里只有你那个陈天大叔。我说未落呀，我耳朵都快起茧子了。”不料此时听闻火鱼儿明显带着调侃的话语，花未落竟然是小脸一红。火鱼儿将他的表现全部看在眼里，随即继续道：“哦，被我说中了。”此时陆天辰这边在完成和花未落的交易后，此时银行账户已经有了1700多万软妹币了。这钱太好赚，反倒是没有那么强的赚钱欲望了。陆天辰感慨道：“他现在有着1亿点幸运值，如果他想，他此时已经是亿万富翁了。但是随便卖点东西都是1000万、2000万的收入，对钱的概念也就越来越模糊了。或许正如马爸爸所说，我从来没碰过钱，我对钱没兴趣。”陆天辰之前或许觉得钱是很重要的，有了钱，他们家就不至于挤在老破小的危楼里，有了钱，他父亲就不会因为一点点钱而放弃最好的治疗实践。但是现在陆天辰对钱真的没有太大的概念了，父母健在且身体健康，家里就算有多个房间，但睡觉也只是陆天辰占一个，父母占一个。地多田大钱多又有什么用呢？虽然神圣水晶在现实世界出现，治好了自己的腿，也治好了父亲的病，估计回头也可以调养一下母亲的身体，但是陆天辰还是很担忧，他觉得这一切都是那么的不寻常。虽然这一切在阿贝尔出现并回答他的问题之前都只是他自己的猜测，但是陆天辰还是想要趁早赶快的在游戏中提高实力，因为天权在他看来已经不单单是个游戏那么简单了。神圣水晶能出现在现实世界，那其他的呢？让父亲创建工会，大量收购金尘，也意在此。回头给老妈也买一个虚拟头盔吧。收拾好心情，陆天辰又清点了一下背包中的金尘数量，传说金尘404个，稀有金尘159600个，已是足够强化幽影疾风铠。他连忙联系在巨阙城内的父亲：“爸，帮我换点史诗金尘。”此时陆海的眼睛都快花了，高级工会成员上限是10万，但是申请的玩家又何止10万，光处理这么多的入团申请他都处理不完。臭小子，我都忙得没时间升级，你还让我跑腿？看到陆天辰的消息，陆海回复道。不过陆天辰见了父亲的话却是一笑，发消息道：“爸，10万人的工会，你自己弄到什么时候啊？整几个副会长啊，让他们去弄。”陆海看到陆天辰的建议，顿时一拍脑门，该说不说，玩游戏还是年轻人脑子活。随后挑选了3个比较活跃的玩家，安排了副会长的位置，并给他们设置管理员的权限。末日风暴，我抄。感谢海纳百川会长抬爱，我绝对会替您管理好咱们工会。西门大官人，华夏福第一工会的副会长。我靠，我说出去能吹1年，不10年。我没 K， 会长大大，招人纳新的事儿我们来就行，你不用亲力亲为，你才20级，抓紧去提升等级吧。设置完副会长之后，陆海顿感压力轻了不少。随后在工会内说道：“你们每个人能设立2个管理员，也可以帮你们审核通过入会申请。现在首要目标就是把10万人罩满。”陆海在工会聊天里发送完消息后，顿了顿，犹豫了一下，要想马儿跑，就要给马儿吃草。随后许诺道：“好处少不了你们的。”果然，本来当副会长都够他们兴奋的了，现在会长又许诺了好处，他们顿时干劲十足。虽然进来之后发现会长只是个20级的小渣渣，但是能全华夏服第一个建立工会的，又怎么能用等级来判断实力？陈天都35级了，也没见他创建工会啊，这是他们真实的想法。陆海和陆天辰自然是不知道的。此时陆海压力骤减，伸了个懒腰，感慨道：“还是甩手掌柜比较香。”于是他走到铁匠铺那里，给陆天辰换取了史诗金尘。收到史诗金尘之后，陆天辰也不废话，他直接取下幽影疾风铠，随后在背包中取出便携强化台，发现之前购买的便携强化台只剩下1个了，而且耐久度只有41了。用得这么快吗？看来下次得多买点了。41的耐久就代表可以强化41次，已是足够强化完幽影疾风铠。将所有东西准备好，陆天辰开始强化。仅片刻的功夫，幽影疾风铠便强化到满级。陆天辰将其捧在手上查看属性，
Max 幽影疾风铠，品级史诗，星级10，生命值加15000，物理攻击加150，敏捷加50，物理防御加500，额外生命值加45000，额外物理攻击加150，额外敏捷加50，额外物理防御加200。佩戴要求：战士，被动，坚韧之躯所受远程伤害减少 20%， 地狱之火所过之处将残留地狱火焰，对其附加灼烧效果，持续3秒。灼烧效果下，每秒损失佩戴者物理攻击 X20% 的伤害，冷却时间无。主动，疾风之力消耗 10% 最大魔法值，短时间内移动速度增益至2倍，持续时间10秒，冷却时间3分钟。幽影锁链消耗 10% 最大魔法值，召唤幽影锁链捆缚一个目标3秒，目标等级越高，控制时间越短，被捆缚的目标无法移动和施法，且每秒收到5000点魔法伤害。注：此技能无施法距离限制，冷却时间3分钟。第10章，再蹭就起静电了喂！陆天辰看到幽影疾风铠强化满级的属性，不由一喜，属性有了些许的提升，尤其是生命值再次得到巨额的提升。最主要的是，史诗装备强化满级和传说装备强化满级不同，传说装备自带一个被动，就算是强化满级，也只是再多出一个被动，而史诗装备本身就自带一个被动和一个主动技能，并且强化满级之后会再增一个被动和一个主动技能。就凭这一点，史诗装备就比传说装备强的不是一星半点。这个地狱之火虽然一般般，但是一个持续的特效伤害，还算可以吧。幽影锁链这个技能也还行吧，无施法距离限制倒是个亮点，能打个出其不意。陆天辰点评道，随后将装备佩戴好。此时他已经完成了土豪氪金玩家都不敢想的事情，此刻他一身装备都已经强化到满级了。陆天辰查看了一下自己的属性，并不是想要水字数，只是装备替换过多，且装备强化到满级属性提升较大，感觉有必要把属性罗列出来。冒险者陈天，等级35，经验值31678100000，幸运值99999999，生命值115550，魔法值6700，物理攻击11388，魔法攻击1230，力量2369，智力440，体质155，精神320，敏捷441，物理防御1395，魔法防御400，暴击率41，攻击速度338.5%，移动速度489。天赋：鲜血之拥，终极。技能：真视之眼，愈合，重击冲锋，横扫，践踏，崩山击，幻影斩击，烈火斩，披风斩，回旋斩，罡风惊天，雷霆五闪，镜像分身，冰封万里。称号：新手村英雄。装备 Max 无名神剑史诗8星， Max 暗影面罩超稀有8星， Max 灵岩护肩传说10星， Max 幽影疾风铠史诗10星， Max 巨魔重铠护腿传说9星， Max 即时战靴传说4星， Max 亡灵女皇的虚无项链传说9星， Max 地狱之主的力量手镯传说9星， Max 幽影虚空戒史诗15星。陆天辰满意的点了点头，现在他的属性堪称恐怖，11万多的生命值，现在就算不用任何技能都能硬抗一道雷霆卷轴的攻击了，再加上神级天赋所能转化的护盾，就是110多万点护盾值，能抗能输出，说的就是他。陆天辰将属性面板关闭，又将小九从宠物空间召唤而出。之前他一直不怎么将小九召唤出来，只有击杀高血量 BOSS 的时候释放个狐火，随后再次收回。不怪陆天辰这么小心，毕竟宠物死亡会掉忠诚度，而忠诚度一旦低于一定程度，宠物就会降低属性，直至脱离。虽然没事的时候，陆天辰一直让小九待在宠物空间之中，但是由于陆天辰设置 50% 的经验分配方式，早已使得小九的等级也提升到了30级。小九资质 SSS 级，等级30级，生命值3万，魔法攻击1500，物理防御600，魔法防御600，暴击率 30%， 攻击速度 300%， 移动速度300。技能：魅惑，摆动尾巴魅惑敌人，最多可同时对9名目标施展，被控制目标将无法行动2秒，并降低 20% 所有防御力，消耗无，冷却时间15秒。九尾狐火口中凝聚灼烧灵魂的火焰，对单体目标造成魔法攻击 X80 百分号加目标最大生命值 5% 的真实伤害，冷却时间45秒。狐火喷涌，妖力爆发，释放大量狐火，对范围内目标造成3段攻击，
每段攻击造成魔法攻击 X50百分号加目标最大生命值 1% 的真实伤害，冷却时间25秒。精魄汲取，发动攻击时将吸取目标精魄能量，法术吸血症 30%。未解锁，不知道是不是随了他这个主人，小九的30级技能也是回血技能，这属性再加上持续回血，小九估计都能玩虐大部分的玩家了。有着3万点生命值和法术吸血的小九也不用担心被秒了，所以陆天辰也就没再收回。主人，不过小九此时却是又贴了上来，抱住了陆天辰的胳膊，不停地蹭啊蹭的，再蹭都起进电了喂。唉，陆天辰内心咆哮，但是却无奈地叹了口气，谁又能拒绝这么一个毛茸茸的人形宠物呢？嘿嘿，想着想着，陆天辰竟然露出了一脸猪哥相，随即他脑海中竟然出现了一些奇奇怪怪的画面，他赶紧摇了摇头，仿佛想把这些想法全部摇晃出去，随即内心暗道：陆天辰啊，陆天辰，你真是个畜生啊！收拾好心情，陆天辰召唤出幽影麒麟驹，准备奔赴野外寻找高等级怪物击杀。不过正当他骑上幽影麒麟驹的时候，小九竟然也跨了上来，直接贴在了他的背上，搂住他的腰，眯着眼睛一脸享受状，后面的几根尾巴也舒服的随意摆动着。陆天辰赶紧摸了摸自己的鼻子，发现并没有流鼻血，才放下心来，估计自己还要适应一段时间啊。随后他再次收拾好自己的心情，往远处奔去。片刻的功夫，陆天辰就已经远离巨雀城。一路上他都在观察着有没有什么看不见等级并且比较密集的野怪群。不过让他失望了，这巨雀城虽然怪物较多，但是等级基本都在50级以内，至少陆天辰目前还没有见过高于50级的怪。又在一处扫视了一下，发现只是45级的小野怪，陆天辰兴致缺缺，继续向前赶去。不过前方有2伙人正在野外厮杀追逐着，其中有10几名玩家此刻正追着3名玩家追着走。这种现象在天拳中很是常见，有很多人为了抢怪或者赏装备都能大打出手，但是陆天辰却来了点兴趣，因为眼前这几个人的 ID 都非常的像，其中一个叫做最潇洒，一个叫做最疯牛，而其中跑得最快的一个人赫然就是陆天辰熟悉的 ID 最嚣张。第11章，小九出手。最嚣张这个名字陆天辰熟啊，这不是正是他的大学舍友周鹏妖，昨天晚上和自己视频的时候还让他加自己好友带自己升级呢。而且看其形象，他竟然使用了现实中的形象，不过棱角倒是修改了那么一丢丢，体型也清瘦了不少。没看到也就算了，既然在此地遇到了，他说什么也要出手帮一下的。小九，陆天辰一声令下，小九心领神会，他从幽影麒麟驹上一跃而下，稳稳地落在了地面之上。此刻小脸冰寒，没有了刚才小鸟依人的感觉，9根尾巴在后面不停摆动着，浑身充斥着肃杀之气。与陆天辰有着心灵感应的他都不用吩咐什么命令，以300点移动速度快速接近着眼前的这2拨人。最嚣张3人组中要数最潇洒跑得最慢，估计他是一点敏捷都没有加，此刻马上就要被一个拿着匕首的玩家攻击到了。而就在此时，小九也赶到了，小九当即一爪子就挠了上去，那人一惊，瞬间身形暴退，不过还是慢了些。负1350，只见一道高额的蓝色魔法伤害在其头顶飘出。值得一提的是，虽然小九是魔法系宠物，但是每次普通攻击也都是附加魔法伤害的。现在玩家普遍都是25到30级之间，基础生命值无非也就是几千点，这1000多点的伤害对他们来说已经相当高了。我靠，什么情况？速度太快了，那名刺客甚至都看不清是什么攻击到了他。不过还不待他惊讶，小九300%的攻击速度瞬间又是2次抓挠，他头顶再次飘出2道伤害提示，甚至有一次还触发了暴击。估计他的装备并不是很精良，仅仅3次攻击，这个脆皮刺客就挂掉了，变成了点点白光消散。此时正在追击的10几人见最前面跑得最快的伙伴被瞬间秒杀，大惊失色之下也停止住身形。他们停下来，才终于看清眼前之人的样貌。虽然整体呈现人形，不过这毛茸茸的耳朵和后面摇来晃去的尾巴，这很明显不是人啊。不过其头顶有类似 ID 的那种名字，小九，难道选择形象的时候还可以添加耳朵和尾巴？他们又疑惑起来，一时间竟然不敢确定。而此时被追杀的最嚣张3人也察觉到异常，在远处停下来观察着。这位美女，我们无意与你为敌，那3个玩家抢了我们的。此时一名玩家站了出来道，他们也出这个3次攻击就秒杀一个玩家的神秘人。不过还不等他的话说完，小九浑身能量爆发，随后大量的火焰在他们的脚下燃烧而起，这火焰是刺痛灵魂的。而小九的身影陡然在面前消失，此刻冲入人群，开始疯狂输出。跑！再次击杀几人后，他们当中有人大喝一声，随后开始四散逃开。不过小九尾巴一抖，剩下的几名玩家瞬间无法动弹，呆立在原地。
小九上去又是一阵输出，再次带走几个。剩下的人虽然成功四散逃开，但是小九有着300点的速度，又怎么可能让他们逃掉？周鹏等人此时正在安全距离观察着，他们已经做好了这神秘人斗不过就继续逃跑的打算。见到这个结果，他们一个个的都张大的嘴巴。我操，这个美眉太酷了，一挑10几个都不带虚的。虽然看不清脸，但是这身材，这 cosplay 绝对是极品啊！最潇洒和最疯牛忍不住点评道。见危险解除，仇家已灭，他们3人慢慢的靠了过来。感谢美女仗义出手啊！最嚣张周鹏率先道，但是小九回头瞪了一眼，他们却并未理会，而是直接跑开了。不过片刻后，只见一道高大的黑色身影出现在他们的面前，这是一匹浑身缭绕着黑色火焰的战马，而马上的人 ID 竟然奇怪的无法看到，刚才救了他们的小狐狸美女竟然也在马上，此刻正搂着这 ID 无法查看的人。黑色火焰战马，这是陈天。最潇洒似乎听其他玩家提到过巨阙城的黑色火焰战马是陈天的坐骑，所以第一眼便认了出来。另外2人听闻此话则是一惊，既然眼前之人是陈天，那么小九是宠物排行榜第1的宠物小九。想到此处，他们不由得闹了个大红脸，他们竟然还没陈天的宠物吗？不过从这一方面也能反映出陈天这个等级排行榜第1的玩家的厉害程度。周鹏知道陈天既然派自己的宠物救了他们，自然是没有恶意的，于是上前道：陈天大佬，多谢出手相救。陆天辰则是摆了摆手，一边向周鹏发送好友申请，一边道：没事儿，刚好路过。你咋混得这么惨？你不是说要带我升级吗？听闻此话，周鹏一怔，随后满脸震惊。我靠，你！嘘！刚想叫出陆天辰的名字，但是被他阻止了。他和周鹏熟，和另外2个人可不熟，他可不想泄露自己个人信息。周鹏心领神会，也就不再提。不过此时却兴奋不已。巨阙城第1人哎，陈天，我哥吗？你们咋被这么多人追着砍啊？陆天辰解除掉幽影麒麟居，落在地上问道。此时小九也由环抱他的腰变成了抱着他的胳膊。听陆天辰这么一问，周鹏叹了口气，然后道：我们仨在野外拉怪升级呢，运气好掉了一件紫装，这群沙比不知道哪儿跑来的，上来就威胁我们，他们人多势众，我们又没有时间引导回城时回城，所以就跑了。陆天辰也了然，在天圈中击杀玩家又不犯法，所以在这里这种行为和拦路抢劫也没啥区别。要说有区别的就是这里没人管。又简单和周鹏说了2句话后，陆天辰便离开了。陆天辰前脚一走，刚才不敢说话的最潇洒和最疯牛马上走上前来。操，行啊，鹏哥，你还认识陈天？是啊，陈天大佬你都认识，牛逼了呀。周鹏则是得意的一笑，随后社交栏亮了起来。此时陆天辰发送了一个交易过来，周鹏看了一下，整个人都傻在了那里。第12章走后门。周鹏震惊之后连忙道：我靠，陈哥，加13武器？不行，我不能要。分开后，陆天辰随便找了个没人的地方，从背包中取出一个长剑出来，平淡无奇的强化了13次，然后就给周鹏交易了过去。见周鹏拒绝，陆天辰道：你快收下吧，这东西我有很多。周鹏再次推辞了几次后才点击交易，瞬间一把高强武器出现在他的背包之中。他激动的选择佩戴，随后取出，一瞬间一把通体紫色光圈外加13以上武器特有的粉色光圈的长剑出现在了周鹏的手中。周鹏浑身也没2件紫装，此时装备特效自然是全部打开的。此刻旁边的最潇洒和最疯牛一惊，没吃过猪肉，他们也没见过猪跑，他们只知道这长剑看着就牛批，但是不明所以，毕竟佩戴加13武器的拢共也没几个。我操，鹏哥，这是啥武器？太酷炫了吧！这粉色光圈是武器自带的特效吗？太好看了。周鹏此时也是呆呆愣愣的，没有回答，他将装备属性展示了出来。而他们俩此刻更是震惊了，一个劲儿的超喷吐着国粹，就仿佛一个不会吟诗的人看到美景一样。超，真他妈好看！周鹏又反复观看了一下，将装备的特效关闭了。掉了一件紫装都能被10几名玩家追着杀，这要是让其他人知道他有一件加13的实心紫装，估计自己以后也别想出城了。关闭好装备特效，他看向最潇洒和最疯牛，这2个人是他10几年的发小，自然干不出杀人爆装备这种事儿。别跟别人提起啊。2人瞬间会意，随后点头答应。噔，只见他的社交栏闪烁了起来，打开发现这是一条好友申请。不过加他好友的人就比较厉害了，正是这会儿风头正劲的海纳百川。毕竟全服公告可是在每个人脑海中响起的，他也不例外。海纳百川加我干嘛呀？周鹏一阵疑惑，随即点击同意好友申请。几乎是瞬间，
一条消息发了过来：小鹏啊，之前咱们见过，我是你陆叔，小陈让我加你。周鹏整个人都愣在了那里，触发了全服公告，天权第一个创建工会的玩家海纳百川竟然是陆天辰的父亲。不过随即他也释然了，估计建立工会所用的材料也是陆天辰提供的。他编辑消息准备回复，不过一条消息提示弹了出来：叮，玩家海纳百川邀请你加入工会兄弟盟，是否同意？是否？周鹏下意识地选择了是，随即又是响起了一道消息提示：叮，会长海纳百川任命你为副会长。这一连串的操作给周鹏都整不会了。兄弟盟作为第一个创建的工会，多少玩家都想加入，估计除了那些有固定工会的玩家以外，大部分散人玩家都想抢着加入。他们仨当然也发了申请，但是他们的申请消息估计是已经淹没在了大海之中。没想到这次他竟然成功的走了一次后门，还稀里糊涂当上了兄弟盟的副会长。估计这都是陆天辰的授意，当下一阵感动，果然是苟富贵勿相忘啊。正当他感慨的时候，海纳百川的消息又发送了过来：小鹏啊，工会的事儿交给你们几个副会长了，叔下线吃饭去了呀。不得不说，陆海这个甩手掌柜做得越来越溜了。好嘞叔，周鹏回复道。陆天辰将装备交易给周鹏后，又和父亲说了声，就在野外寻找着高等级野怪。可就在他刚看到一群看不到等级的野怪，刚想上去刷的时候，他听到了母亲的声音：吃饭了，你俩别玩了。陆天辰看了眼时间，果然已经5点多了。不过陆天辰还是用了几分钟的功夫，将眼前的100只野怪全部击杀。嘿，我真聪明，下次上线就刷新好了。陆天辰上前将装备一一捡起查看，怎么还是实心装备？陆天辰一阵疑惑，他从头到尾都没见过50级以上的野怪，也不知道是他运气不好还是什么原因。想不通就不再多想，这是陆天辰的一贯作风。将小九收回宠物空间，然后把头盔取下来，陆天辰退出了游戏。不过正当陆天辰退出游戏的一瞬间，在其下线位置不远处的一片丛林处中，一道人影闪现，随后在陆天辰下线的位置画了个大大的叉，然后打开社交，找到一个人发送了消息：会长，确定陈天下线的地点了。随后将位置信息也发送了过去。陆天辰自然是不清楚这些的，此刻他返回到了现实之中，一抬头就看到母亲走了进来，估计刚想再叫他一遍。来了来了。陆天辰为了不想像老爸一样挨抽，赶紧从床上起身。饭间，吃完一大碗饭的陆天辰道：爸，工会啥进度了？父亲一边吃饭一边道：我下线的时候看了下，已经2、3万人了，估计再上线人就满了。随后顿了顿继续道：这还是小小的筛选了一下的，要是设置成只要申请直接通过，那10万人早就够了。陆天辰点了点头，虽然工会宣传说是啥要求都没有，但是20级和30级的玩家同时申请，那指定优先同意高等级的。毕竟工会成员的实力也隐约折射了工会的实力，而且等级高的玩家活跃度也是一点不用担心的。爸，装备回头我再给你整点装备，强化的没强化的都来点，拿出一些奖励忠诚度高和贡献高的玩家都行，你看着办就行。陆海也玩了有一段时间了，他自然也知道游戏中高强装备的珍贵性。不提强化满级的装备，就陆天辰今天交易给他的强化11-12的装备都能卖几百个 W。 难道儿子是强化必成天赋？他很好奇，所以犹豫了一下，然后问道：小陈，你是啥天赋啊？第13章异变。陆天辰听闻此话则是一阵纠结，他要是如实说自己是神级天赋吧，那自己搞到这么多装备，并且渐渐都能强化到这么高等级，就解释不通。他要说自己是爆率天赋或者是强化成功率天赋吧，到时候让父亲看到自己刀刀暴击刀刀吸血也解释不通。陆天辰犹豫了片刻后神秘的道：我是双天赋，有点续航，也加了点幸运。父亲听闻此话都懵了，天权还有双天赋吗？估计是自己孤陋寡闻了吧，所以也就不再多问。饭后，一家人在别墅外的小院子坐着聊天。陆天辰将手机放下，他知道母亲是不会去买虚拟头盔的，所以他在网上给订了一个，明天上午就能送到。妈，我刚给你买了个虚拟头盔，明天上午就送到了。此时坐在藤椅上正嗑瓜子的母亲脸色一正，赶忙道：买什么买，赶紧给我退了，我哪会玩游戏。不过陆天辰却是嘿嘿一笑，把手机一锁，随后看向父亲，那眼神就好像在说：爸，你不帮我劝我妈，我就把你在游戏里抽烟的照片发给她。父亲白了他一眼，然后帮腔说道：你上游戏试试，无脑操作就跟在现实中一样，到时候我带你。哈哈。父子二人又劝了半天，不过母亲貌似真的对游戏完全不感兴趣。陆天辰眼睛滴溜溜转了起来，随后道：妈，你知道我在游戏中赚钱的事吧？说完后，
他看母亲正认真的听着，随后清了清嗓子，继续说道：“你看我爸，他在游戏里创建了一个势力帮我赚钱，但其实我还能赚更多的钱。可是就算我们两个精力也是有限的啊。哎，没办法了。”说完后给父亲使了个眼神，父亲会意：“是啊，一个工会10万人根本处理不过来啊。小陈给我的装备我都没时间处理，那至少好几百个 W 呢。”母亲老实本分，并不是一个爱财的人，她也只是想给陆天辰他们分忧而已，所以犹豫了片刻，试探性的问道：“我可啥都不懂，我上线真能帮你们？”陆天辰一看有戏，内心一喜：“可不是吗？妈，我跟你说，别人我都信不着，还就得你来。”这句话母亲极为受用，随后点点头道：“那行，那我试试。”费了一番口舌和心计，终于劝说动了母亲。陆天辰也长舒一口气。天权具体和现实世界有什么联系，还未可知，但是凡事多一手准备，总不会错。具体的只能等阿贝尔下次出现了。又跟父亲聊了会儿工会的事情，他们就都回各自房间了。陆天辰回到卧室，躺在床上，戴上虚拟头盔，再次进入游戏世界。一瞬间的功夫，陆天辰便出现在了之前下线的位置。但是还不等他反应过来，紧接着他下意识的便感受到了一丝危险。可不等他反应，他的脚下瞬间光芒大盛，一个奇异的魔法阵在其脚底下闪烁起来。他第一时间就准备释放技能雷霆无闪，这是他最佳的位移手段。但可惜的是，还不待他释放技能，就感觉自己如坠冰窟。他一阵天旋地转，原本周围的景象也瞬间消失不见，周围瞬间被黑暗吞噬。片刻后，我操，什么情况？陆天辰一阵疑惑，他下线的时候还好好的，为什么上线的时候就发生了如此异变？不过此刻即使周围漆黑一片，但所幸他已经没有天旋地转的感觉了。此刻他的脚已经踩到了类似地面的位置。他在背包中取出无名神剑，紧紧握在手中，生怕掉在地上自己找不到了。先在四周看下吧。所幸毕竟是在游戏中，他倒也并没有显得特别慌张，兴许是进入某一个隐藏副本了呢，那反而是因祸得福了。此时在陆天辰刚刚上线的位置，只见一群人瞬间围了上来。如果陆天辰还在这里，这里面有几个人他都能认出来，并且感慨一句：这两个人真是阴魂不散啊。其中为首的赫然就是黑袍人叶宵和黄天公会的黄老大。这真的就能消灭他了吗？黄老大上前看了下地面上逐渐开始消散的黑色法阵，问道。叶宵此时也在盯着这个黑色法阵，随后扯下黑色长袍的兜帽，露出邪异的笑，随后道：放心，这个黑色法阵通往的地方，他根本没有办法回来。这正是叶宵趁陆天辰下线的时候精心布置的，为的就是陆天辰只要一上线，就可以踩在法阵上面，从而激活黑色法阵的功能传送。这一招简直高明无比，让人防不胜防。要是陆天辰早知道还能这么操作，他估计要每次下线上线都回到巨阙城之中了。可恶的陈天，希望你在里面永远别出来。听闻黑袍人叶宵如此说，黄老大才松了一口气，随后咒骂着。而此时的陆天辰还在黑暗之中摸索着，没有光亮，真的是没有一点光亮。他不清楚自己要往哪里走，还好幽影疾风铠强化到满级后有一个被动地狱之火，这能让陆天辰所过之处有一道痕迹。回头查看这道痕迹，至少还能判断自己所前进的是否是直线。这道痕迹可以灼烧敌人，可以发出一点光亮，但是此时却被这黑暗吞噬的，起不到什么照明效果。黑暗是令人恐惧的，即使他清楚自己所处游戏之中，但是这无边的黑暗也让他感觉发毛。我不会是卡在游戏 bug 里面了吧？陆天辰只能这样想着，不过这一想法也仅能安慰他片刻而已。不一会儿的功夫，他脑海又有了其他的想法，使用技能照明，技能烈火斩释放，瞬间他双手握着的无名神剑开始充斥火焰。陆天辰向前挥砍而出，只见随着火焰在黑暗中跳动，黑暗的空间仿佛也因为此变得明亮了一分。但无语的是，虽然无名神剑上的火焰照亮了一定的范围内的空间，但是范围有限，所照亮的区域什么都没有，仍然是没有任何收获。靠！陆天辰没忍住爆了句粗口。游戏有这么大的 bug 也不整个一键重新加载的按钮。第14章第9名域。唉，陆天辰再次吐槽，随后叹了口气，准备退游戏，看看重新登录是否能好一点。他双手上浮，摘掉虚拟头盔，一瞬间他双眼睁开，随后看到自己的卧室。还好还能退出，要是无法退出，那不就跟某件神域一样了吗？平复了一下心情，接了杯水，又跑了趟厕所。陆天辰再次登录，虽然内心中已经有了猜测，但是再次上线后，还是身处一如既往的伸手不见五指的空间。陆天辰还是有些急躁。什么鬼？我可不像某些动物一样有夜视能力。嘴里刚念叨完，陆天辰心中灵光一闪。对了，将小九召唤出来试试。
但愿宠物的夜视能力可以强一些。于是陆天辰脑海里灵光一闪，一瞬间将小九召唤了出来。小九，你能看清周围的环境吗？小九出现的一瞬间，陆天辰往前抓了抓，似乎是抓住了一团毛茸茸的东西，他便紧紧地握在手中，随后问道。听闻此话，小九在四周看了看，然后嗅了嗅，随即在内心传音道：主人，你左边的位置有一点异常，除此之外四周什么都没有。陆天辰听闻小九的话一喜，果然宠物在这漆黑的空间是可以看得到的，至少有了目标方向，心中的不安也按捺住了一丝，随即与小九沟通，调整方向前进。至于他所说的异常是什么，只有到了才知道。有了小九的指引，陆天辰就不用总是回头看地狱之火来判断自己前进路线是否是直线了，只要稍微偏移了路线，小九就会出言提醒，就像导航仪一样。不过尽管如此，在黑暗中前进也是相当费力的。过了一会儿的功夫，陆天辰终于来到了小九所说的异常的地点了。陆天辰使用烈火斩照亮了前方一小片的区域，终于是看清了。只见在陆天辰的前面的这个漩涡有些像次元门，不过并不像副本的次元门在不停的缩小，这个次元门仿佛亘古就存在在这里一样，从未闭合。陆天辰仅仅只是纠结了片刻，就跨入到了那片次元门之中。虽然次元门的另一头可能是一片未知的区域，但也比一直困在这漆黑的空间之中要强吧。仅片刻的功夫，陆天辰便出现在了一处奇异的空间之中。这是一片昏暗的空间，整片天空都是暗红色的，树木枯萎，大地也光秃秃的，没有一丝生机。这是哪里？任谁来到一个陌生的环境都会有这个想法，陆天辰也不例外。不过好在他可以看到了，周围不再是一片黑暗。陆天辰第一时间打开地图查看，虽然内心之中隐隐有所猜测，但是见到此刻地图全部都被灰雾笼罩，他还是不免的有些失望。虽然地图的具体信息无法显示，不过最上面地图名称的几个字让陆天辰眼皮一跳。第9明域，第9明域。陆天辰关闭地图后，嘴中喃喃地念叨着，这不是天权大陆了？思来想去，他也只能如此猜测。不过就在此刻，背包中的阿贝尔的灵魂石再次有了异动。只见其从背包中飘出后，阿贝尔的身影映射了出来。虚影阿贝尔一出现，便环视四周。这是明域？阿贝尔讶异了一声，随后转头看着陆天辰：你怎么跑到明域来了？陆天辰也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出现在这里，于是如实说道：我也不清楚，我一上线就出现在一个黑色法阵上面，随后就是一个漆黑的空间，最后找到了一个次元门，才到了这里。阿贝尔听后犹豫了片刻后道：漆黑空间，那应该就是明域外的虚无空间，至于黑色法阵……他顿了顿，看向陆天辰继续道：应该是谁趁你返回人类世界布置下的，很有可能是布拉德里克。陆天辰听罢，恨得牙齿痒痒，这个布拉德里克真是阴魂不散。随后似是想到了什么，转头将自己内心中的疑问提出：人类世界？为什么你会这么称呼？为什么我之前获得的神圣水晶会出现在人现实世界中？为什么神圣水晶的治疗效果还能在现实世界发挥作用？听闻此话的阿贝尔沉默了片刻，陆天辰也在等待，他在等阿贝尔告诉他真相。你的实力还是太低了。片刻的沉默后，阿贝尔开口说话了：现在知道太多也只是徒增烦恼，我只能告诉你，抓紧提升实力，这是艾丽卡的牺牲给我们还有你们人类换来的一丝机会。阿贝尔说着说着，身影再度虚幻了一下，随后说道：明域的出口只有一个，幽冥主车。随后投影变淡，然后消失不见。阿贝尔的灵魂石再次叮叮当当的掉落在地上。陆天辰无语了，这阿贝尔怎么这么不持久啊？不像我。将阿贝尔的灵魂石捡起，丢在背包之中，陆天辰开始沉思。他在回味阿贝尔所说的话：艾丽卡牺牲机会，你们人类。陆天辰一阵摸不到头脑，怎么又是圣者艾丽卡？她的牺牲给人类创造了什么机会？陆天辰喃喃，但是他实在无法将整件事情全部串联在一起。算了，先不想了，还是想想怎么从这第9明域出去吧。陆天辰的前方不远处有一个比较高的山峰，他迅速走过去。当上到山峰的最高点，向远处看去的时候，他一怔，天空自然还是呈现暗红之色，给人一种压抑的感觉。但是更让人压抑的是，只见前面密密麻麻的全部都是形态各异的丑陋的怪物。嘶！陆天辰倒吸了一口凉气。第15章幽冥主城。这也太多了。陆天辰喃喃道：之前魔界生物工程的时候都没有这么多的怪，数是数不过来了，但是至少有几万只，它们形态各异，丑陋无比。陆天辰使用真视之眼查看，虽然怪物数量比较多，但是怪物的等级都不高，最高的也只有31级。陆天辰使用真视之眼可以将它们的属性看得透透的。嘿嘿，虽然等级低了点，但是架不住量大呀。
陆天辰一阵兴奋，这乃是魔界怪物啊，这都是一个个精神啊！没有任何废话，陆天辰直接召唤出镜像分身，随后带着小九三道身影直冲魔界生物群中冲过去。一只最外围的魔界生物远远的就注意到了接近而来的三道身影，发出了一声刺耳的尖叫，充分起到了警戒的作用。魔界生物的叫声陆天辰听不懂，但是他们同类听得懂啊。只见一大群魔界生物齐齐转身盯着陆天辰来的方向，陆天辰则是一阵兴奋，有着幽冥之力这个百分比掉血的技能在，他打起 BOSS 一点不虚，而有着神级天赋鲜血之拥在，陆天辰杀起群怪来更是可以战撸。尤其是他现在11万多的生命值，吸收满额护盾就是110多万的护盾值。陆天辰舔了舔嘴唇，带的距离近了，直接发动技能重击冲锋，冲向那个警戒的怪物。一顿输出之下，这个魔界生物就被灭杀了。检测到此次击杀掉落5星稀有装备一件，是否兑换成同品级精神？是否？注：装备或精神可直接存入背包中。就在将其击杀的同时，他的脑海中突然出现了一个提示音。这个游戏提示一响起，陆天辰瞬间乐开了花。嘿，正愁背包不够呢，魔界生物还真是方便啊！是，都不用陆天辰去查看，背包中的稀有精神一定是多了5个。虽然像上次魔界生物工程一样，魔界生物并不掉落金币，但是转化精神简直不要太方便。陆天辰双眼金光一闪，干劲十足。这些怪虽然等级低，没有经验增加了，但是这都是一个个精神啊！陆天辰一阵兴奋，随后与怪物们站在一团。小九30%的法术吸血，再加上神圣水晶提供的每秒恢复的5%最大生命值的回血。要注意，这5%可不是按小九生命值算的，而是按照陆天辰生命值的5%来计算的。陆天辰、小九和镜像分身都在持续输出着。魔界生物当然不全是近战的，也有在后面发射魔法攻击的怪物，也有在后面丢石头的怪物，所以同时能攻击到陆天辰的攻击有很多。但即使如此，他们还是无法秒掉陆天辰，护盾只要掉了一点，陆天辰就能补充上来。而分身虽然没有护盾，但是只要残血，陆天辰和分身的攻击都能补充血量，所以只要秒不掉，也一直在场上输出着。但毕竟怪物太多，在魔界怪物前仆后继之下，陆天辰足足花了半个小时才将其全部击杀。陆天辰打开背包，发现稀有精神竟然多了24万个，这就是240个史诗精神啊！看来无名神剑又能升星了。陆天辰一喜，随后关闭背包。这第9明月还真是个好地方啊，看来要好好感谢布拉德里克了。陆天辰说着，便取出坐骑卷轴，召唤幽影麒麟居。他这里应该是第9明域的最边缘处，他判断了一下方向后，便朝向最中心处赶去。最边缘处收获就已经这么大了，中心处又有什么在等着他呢？陆天辰一阵期待。陆天辰超高的移动速度之下，仅仅只是疾驰几分钟，便看到前面又聚集着一群魔界生物。陆天辰下马隐蔽，随后使用真视之眼查看，果然这个方向的魔界生物的等级要高了一些，甚至都有精英怪了。有精英怪就代表着有技能转轴爆了。陆天辰一阵兴奋，随后再次将无名神剑拿在手中，冲入怪物群之中开始输出。虽然怪物等级高了些，但是数量明显也没那么多了。又是半个多小时的时间，陆天辰的战斗结束。随着怪物等级的提高，陆天辰此时已经能获得经验了。通过这次杀怪，一共2万的经验，陆天辰分的一半上涨了1万经验。清点了一下战利品，稀有精神收获了10W个，超稀有精神收获了90个。最重要的是，怪物中有10个精英怪，卷轴足有10个。陆天辰一一查看，虽然都只是初级卷轴，但是好歹有3个经验卷轴，并且一个技能陆天辰可以学习。这技能叫做蛮力斩击，是一个单体伤害技能，120%的伤害倍率，中规中矩。不过总比没有强。陆天辰拆开学习，践踏之前已经提升过1级，后来再次为了一个经验卷轴后没升级，不知道升到下一阶段需要多少个经验卷轴。陆天辰好奇之下，将3个经验卷轴全部喂给了践踏。果然在第3个经验卷轴使用完毕后，践踏终于升级了。虽然足足消耗了4个经验卷轴才将其提升到第3级，但是各项属性都有所提升，也算不错。陆天辰满意的关闭了技能栏，这才来到第9明域几个小时，陆天辰收获的盆满钵满，所以也不废话，上马继续向中心区域赶去。这一路上，陆天辰只要见到的怪物都不留活口。不得不说，魔界生物真给力，他们都是成堆成堆的等着陆天辰来杀。大约过了3个小时，陆天辰又是一剑斩下，又是一波怪物被其全部灭杀。这已经是他来第9明域灭杀的第10波魔界生物了。陆天辰打开背包查看，此时稀有精神已经积累了100万个，这简直是一个恐怖的数字。如果在天泉大陆上，他不知道要多久才能攒这么多精神。
超稀有金尘还是90个，因为之后的精英怪爆的都是10星超稀有了，所以陆天辰没舍得分解，所以背包中自然而然的多了60件10星超稀有。当然，卷轴也再次多了60个，其中有10个经验卷轴。陆天辰将崩山机和幻影斩机全部提升到了3级。清点好战利品，陆天辰满意的将背包关闭，随后熟练的再次上马，往第9名域的最中心赶去。大约又前进了片刻后，陆天辰的面前竟然出现了一个类似巨阙城一样的城池。不过与巨阙城不同的是，这个城池通体呈现漆黑之色，给人一种奇异的感觉。这应该就是阿贝尔所说的幽冥主城吧？陆天辰喃喃道。第16章，发动攻击。没想到魔界生物也有自己的城池，真是奇异啊！陆天辰感慨道。他感觉这第9名域跟天泉大陆第2层有些像。天泉大陆有6大主城，而这边保不准有9个名域，很简单，根据名字就可以判断而出。不过陆天辰马上就犯了难，这野外都这么多魔界生物，主城不会有更多吧？虽然说怪物越多也代表着更多的精城和装备，但是那也要量力而行啊。他看着眼前的幽冥主城，有了一个奇怪的想法，就像之前魔界生物攻城一样，他现在好像是正在攻击魔界生物城池的怪物一样，魔界生物在防卫守护他们的城池。陆天辰如是想着，虽然他自认实力很强，但是如果怪物多到一定地步，还是会很麻烦的。尤其这还是在魔界怪物的地盘，小心驶得万年船。陆天辰在靠近幽冥主城的附近找了个位置隐蔽起来，随后使用技能镜像分身，随后操控分身往幽冥主城中去。通过方位可以判断，这应该是幽冥主城的东门，他就这么操控镜像分身朝东门走去。东门的城门口处赫然有着2排魔界生物，虽然样子不同，但是看这职责，很明显就是城池的守卫。反正陆天辰也存着尝试的念头，所以就大摇大摆地走了过去。可是东城门的那2排守卫看见陆天辰后，没有任何犹豫，滋滋叫喊了2声后，直接发动攻击。虽然这只是陆天辰的一道镜像分身，但是毕竟继承了他80%的属性。9000多的物理攻击，不管输出还是吸血，都相当强力。9万多的生命值也肉的一批。不一会儿的功夫，这几只看门的小喽啰就被陆天辰解决了。冥界生物好就好在掉落的金币和装备都能直接出现在背包中，所以分身也不用捡装备。陆天辰正准备控制镜像分身走进东城门，当当！陡然间，城内竟然响起警戒的钟声。随后，陆天辰远远的便看到有一大群魔界怪物在东城门涌出，来支援了。这就相当于魔界生物攻击巨阙城时，巨阙城内的守卫出动一样。陆天辰控制着镜像分身，瞬间与魔界怪物战斗在了一起。毕竟镜像分身仅有5分钟持续时间，而魔界怪物则源源不断的从巨阙城中涌现。片刻后，镜像分身便消散了，而魔界生物们见入侵的人类消失了，留下几只继续站岗后，也就陆续返回到了幽冥主城之中。陆天辰倒是很有耐心，反正召唤镜像分身所消耗的生命值，轻轻松松就能恢复。4分钟后，镜像分身的冷却时间结束，陆天辰再次召唤而出。果不其然，这次进入城门也受到了阻挠。不过就在分身击杀了几只守城的怪后，只见从东城门出现了10道高大的身影，他们个个通过高大的城门都要弯下腰。只见他们举起手中的巨斧，竟是齐齐的对着陆天辰的分身动手了。陆天辰察觉到这次的魔界生物和之前的小喽啰完全不一样，第一时间使用真视之眼查看。腐烂巨魔，精英怪，等级未知，生命值未知，物理攻击未知，10只看不见等级的精英怪。陆天辰一喜，随即控制分身上前迎战，但是他的思维定势的以为这无非也就只是46到50级的精英怪而已。可当一个腐烂巨魔一斧子砍在镜像分身上的时候，陆天辰才反应过来，这腐烂巨魔可不是小喽啰能比的，因为随着他的攻击，1到1万多的伤害在分身身上炸开。陆天辰一惊，赶忙控制镜像分身后撤，但已是为时已晚，又是几道攻击落下。即使镜像分身可以使用自己的神级天赋，但是被秒了便没有任何作用，这也是这个天赋的弱点。持久是持久，但是就怕暴毙，这也是陆天辰这么谨慎的原因。镜像分身的身影慢慢的消散，而那10只腐烂巨魔也得意的走回了城内。一个精英怪的攻击就有1万多，这绝对不可能只是50级以内的怪。陆天辰如此分析道，这还是他第一次碰到50级以上的怪物，他内心一阵激动。虽然贸然攻城还是有些冒险，但是此时也没有其他的办法了。待得镜像分身冷却时间结束，陆天辰再次召唤出镜像分身后，小九他们3道身影就一起进攻幽冥主城的东城门了。果然，察觉到有人类再次攻城，城内的腐烂巨魔再次出动，但有了陆天辰这个大 boss 加入，就是不一样了。镜像分身和小九在清理着小喽啰，陆天辰则一人对上那10只腐烂巨魔。不得不说，
腐烂巨魔不光攻击力高，防御和生命值也不是普通精英怪可比的。可是开启幽冥之力的陆天辰也照样能对他们造成大量的伤害。陆天辰套着巨额护盾，盯着10只腐烂巨魔的输出，所有攻击和技能全部照着一个巨魔的身上招呼。终于还不到1分钟，一只腐烂巨魔就被陆天辰结果了。随着巨魔的倒下，一道提示音在陆天辰脑海中响起：检测到此次击杀掉落14星超稀有装备一件，是否兑换成同品级金尘？是否？注：装备或金尘可直接存入背包中。我操！14星！陆天辰一怔，怪不得这巨魔的攻击防御和生命值都这么高。14星超稀有，那这腐烂巨魔岂不都快70级了？这由不得陆天辰不惊讶。要是其他35级的玩家对上70级的精英怪，那早就溜之大吉了。废话，等级都高出1倍了，还尼玛是精英怪。不过此刻陆天辰却一点没有退缩的意思，反而嘴角还微微上扬。第17章进入内城。陆天辰的实力可不能单靠等级来衡量，以1点幸运值、神级天赋、神圣水晶，外加一身强化满级的装备，种种原因使得他的属性变态到天际。如果他的属性和装备等等都公布出去，估计全华夏服的玩家都会联名举报他。身在正式服，竟然有着私服一样的装备和属性，不举报他举报谁？见陆天辰此时正咧着嘴傻笑，那几只腐烂巨魔可不惯着他，手中的武器直接朝陆天辰的身上招呼。一只怪单刺只能造成1万多点伤害，而身上100多万的护盾值，陆天辰都懒得躲避。该我了！就在腐烂巨魔一波输出之后，陆天辰动了，对着最近的巨魔劈头盖脸一顿输出。当然，范围技能当然要向着所有怪物身上招呼。就这么疯狂输出几分钟后，剩下的这9只腐烂巨魔也全部都嗝屁了。陆天辰看着背包中的10件14星超稀有，一阵激动。且不说超稀有，就算14星紫装，强化完都能卖出一个好价钱。但是陆天辰已经一身装备全部强化满级了，此时背包中100多万的稀有金尘已经是完全够了，短时间内都不会缺金尘用。要不然回头提供给老爸点装备，让他打造一个最强工会。陆天辰如是想着，尽管他以后还会需要金尘，但是有着1亿点幸运值在，他获得装备与金尘简直不要太简单，所以拿出多余的让老爸培养一下势力也行。这确实可以考虑考虑，但是工会内人员的忠诚度得让老爸好好把握，拿装备就走人，那自己岂不是亏大了？陆天辰一边想着，手上却不停，此时分身已经消散了，他与小九在不停地击杀着源源不断从城中出来的怪物。不过奇怪的是，出来的怪物不但越来越少，而且也再没有了腐烂巨魔那种等级的精英怪。什么情况？好歹是魔界的一个主城，不至于只有这点实力吧？陆天辰有点无语地想着，他还期待着跑出来的高等级的 BOSS 呢。一个不够，他想要一群 BOSS。他就这么一直杀着一直杀着，镜像分身只要冷却好了，他就释放出来帮忙。大约过去3个多小时的时间，城内竟然不再出现怪物了。我靠，这么不持久，为什么就不能像我一样？陆天辰清脆一声，见四下无怪了，陆天辰在原地清点背包，击杀了10只腐烂巨魔，再次获得了10个普通技能卷轴，只不过这次没有自己可以使用的，也没有经验卷轴。无碍，反正也能卖掉。陆天辰嘀咕着，然后查看背包中的金尘，250万零310个。按照一个稀有金尘100软妹币的价格，这就是2.5个亿啊！这是2.5个小目标啊！陆天辰一阵呼吸急促，这么多金尘，还不得直接把无名喂到20星啊！兴奋过后，陆天辰将升级送的属性点全部分配好。他自从来到第9名域，击杀的魔界生物数不胜数，甚至他觉得之前积累的罪恶值都刷掉了。虽然魔界怪物等级高低不一，而且还有小9分经验，但是此时陆天辰的等级也提升到了49级，连升14级。这还都是因为随着他的升级提升，大部分之前还有经验的怪都不提供经验了，要不然他现在的等级再升个10级都是不成问题的。毕竟他击杀的怪都不能以万计了，那要以10万计。陆天辰都连升14级了，才30级的小9更不用提，等级直接连升16级，达到了46级。而且40级领悟的技能又是一个范围伤害技能，并且伤害还不低。小9这属性估计比一些高玩都强。不得不说，这第9名域真的是完美的练级场所。感谢魔界生物，感谢布拉德里克。但是可惜，虽然怪物基数大且密集，但是好像不刷新。陆天辰准备打开排行榜，看一下领先第2名多少。不过竟然发现等级排行榜上只有自己，什么情况？随后他又打开社交，发现社交中低调如我等人的头像都是灰色的，兴许是他们下线睡觉了。陆天辰随即打开低调如我的聊天窗口，随便发送了一条消息，发送失败。咦，难道是因为我没在天泉大陆？
而在魔界生物的组成中的原因。思来想去，陆天辰只能如此猜测。抬头看了眼第9冥域的天空，冥域中的天空一直是暗红色的，与他刚来时没什么区别，不像天泉中会因为时间不用而有不一样的明暗变化。陆天辰看了眼时间，一惊，我靠，都这么晚了。他饭后与父母在院子中唠了会儿嗑才上线的，上线时都已经8点多了，现在一看时间，竟然已经凌晨3点了，自己竟然不知不觉间连续杀了好几个小时的怪。不过陆天辰此刻却纠结了起来，他现在就像马上通关一个副本的玩家一样，虽然时间很晚了，确实该睡觉了，但是他还是想踏入主城一探究竟。算了，先进幽冥主城探查一番吧，虽然刷怪挺爽的，但是也不能一直在这儿待着吧。随即陆天辰便直接踏入幽冥主城之中，他就这么走在幽冥主城之中，而魔界怪物就好像被杀绝了一样，此时城内空空旷旷的，一个魔界生物都没有。幽冥主城可一点也不比巨阙城要小，幸好他骑着幽影麒麟驹赶路速度比较快，而且代表内城的建筑比较高。可即使如此，他从外城到内城的门口也足足用掉了10几分钟。一条通道从外城的街道直接通向内城，不过与巨阙城不一样的是，此时没有一只怪物在这里做着站岗的工作，一座主城的怪都被自己杀干净，这种事是不可能的。难道怪物惧怕自己跑掉了？陆天辰内心想着，随即直接朝向内城走去，因为阿贝尔说过，离开冥域只有一个办法。虽然并没有说清楚具体要怎么离开，但是他提到了幽冥主城，所以幽冥主城的内城里面一定有答案，这是陆天辰的猜想。第18章，踢到铁板了。内城的建筑似乎与外城也没什么区别，不过自从陆天辰踏入内城，他就感觉有无数双眼睛正在盯着自己，这种感觉让他毛骨悚然。但是陆天辰仔细地观察四周后，却并未发现什么异常，他就这么警惕在内城四处查看，想找到回到天泉大陆的方法。1个小时很快就过去了，此时他已经将内城的各个角落全部走过了。奇怪，出口或者通道在哪里呢？看了眼时间，已经凌晨4点了。随后又抬头看了眼前面高大的建筑，这有点像游戏中的城主府，只不过上面的牌子上面写着3个大字，让陆天辰知道了这是什么地方，幽冥殿。内城中唯有这个建筑物还没有探索过了，这个幽冥殿要是没有线索的话，就睡觉去吧。谨慎的他又是仔细观察了幽冥殿的四周，确定没有什么危险后，他便推开大门走了进去。幽冥主城的所有建筑物都呈现暗黑色，再加上一个人影都看不到，着实给人一种夜探幽冥古堡的感觉。不出陆天辰所料，推开幽冥殿的大门，虽然里面有一些光亮，但是他目之所及仍然是一片死寂。马德，整个基调怎么这么恐怖？陆天辰往前踏了一步，忍不住轻啐了一句，可是还不等他说完，更恐怖的来了。只听砰的一声，幽冥殿的门瞬间合上了。陆天辰一惊，刚想有所动作，结，四周竟然响起了桀桀的怪叫之声，而且听这声音竟然不止一个，幽冥殿的四周几乎同时都充斥着这尖锐刺耳的怪叫之声。陆天辰内心一阵暗骂，怎么跟大半夜看恐怖片一样。瞬间无名神剑被陆天辰取出，拿在手上戒备着。片刻后，怪笑声慢慢收敛，随后安静下来。不一会儿的功夫，在黑暗中走出了一群身影，看样子足有上千之多。不过出乎陆天辰意料的是，这些手持鞭子的身影竟然全部都是人形，且全部都仿佛一个模子刻出来的，但是也仅仅只是外观和体型与人相当而已。从他们后面摇摆的尾巴和头上尖尖的角来判断，眼前的这些身影也不是人类。陆天辰第一时间使用真实之眼查看。幽冥恶魔 BOSS 等级未知，生命值未知，魔法攻击未知。陆天辰瞬间嘴巴张得老大，这尼玛全都是 BOSS，1000多只 BOSS。陆天辰虽说想要击杀 BOSS 获得到高级装备，但是1000多只 BOSS 就算他再牛批也吃不消啊。虽然像矮人王那种等级的 BOSS 来多少个陆天辰都能应付，但是守卫城门的精英怪都已经快70级了，这 BOSS 又怎么可能太差？似乎是察觉到了陆天辰内心中的想法，此时最前面的一个幽冥恶魔张嘴发出尖锐刺耳的声音，厉声喝道：愚蠢的人类，想趁幽冥城主不在进攻我们第9冥域，哼，天真。陆天辰一愣，什么情况？怪物还能说话了？幽冥城主又是个啥玩意？不过怪物说话这可并不寻常，他上次见怪物口吐人言还是遇见幽影之妻布拉德里克那次，看来眼前这幽冥恶魔也不是小喽啰啊。陆天辰握紧无名神剑，严阵以待。不过正在陆天辰思考应对之法的时候，冥界恶魔们仿佛接收到什么指令一样，一齐冲向了他。本就有着517点移动速度的陆天辰直接开启幽影疾风铠的装备技能疾风之力，
原本移动速度再次提升至1000多点。在不清楚 BOSS 的属性之前，还是小心为上。万一 BOSS 的攻击力高，且被多个 BOSS 同时攻击到，那就惨了。虽然他有多种保命手段，不过小心使得万年船。几乎一瞬间，陆天辰就退出了很远的距离。不过他骇然地发现，虽然他的速度确实很快，但是幽冥恶魔的速度也并不慢。只见一群 BOSS 急速冲向他，那场面甚是壮观。看这速度，这也不是一群低等级的 BOSS 啊！陆天辰来不及多想，拉开距离后，开启幽影虚空界的幽冥之力，然后立马释放技能披风斩。陆天辰想以这一击判断出幽冥恶魔的生命值有多少。半截无名神剑瞬间劈砍出一股劲风，直直地朝向最前方的一只幽冥恶魔劈去。2道伤害直接在那只幽冥恶魔的头顶炸出，虽然其中1道伤害也足有几万点，但是当看到另外1道伤害的时候，这道伤害就显得那么微不足道了。负50万，真实伤害！陆天辰一边后退一边震惊地看着这一幕。我操你妈！1%生命值就有50万，这 BOSS 有5000万的生命值。陆天辰直接就爆了句粗口：5000万的生命值，要不要这么夸张？而且这不是最主要的，最主要的是5000万血量的 BOSS， 这里有1000多个，这下事情可大条了呀！矮人王是50级的 BOSS， 生命值也才1000万而已。陆天辰内心一阵苦笑，这次踢到铁板了。内心虽然如此想着，但是陆天辰却不敢有一丝懈怠，身影不停的闪避。这次他可不能像以往一样吸收100多万护盾值，随后站撸了，因为他刚才一不小心，同时被3只幽冥恶魔使用能量法球攻击到，好不容易猥琐积攒起来的10万点护盾，瞬间就消失不见了。不过好在陆天辰移动速度是极快的，尤其是他还有个装备的被动，暴击后也可以提高移动速度，所以只要不大意，边打边走位，风筝能力还是很强的，至少自保是不成问题的。但是疾风之力持续时间只有3分钟，时间一到，自己速度上的优势虽然还有，但是要大打折扣了。陆天辰的第一反应就是离开幽冥殿，毕竟这里的空间太小了，时间长了自己很有可能被逼入角落，那样就危险了。随即他转身冲着幽冥殿的大门一剑劈下，不过可惜的是，似乎他的攻击无法对其造成一丁点伤害，甚至连1道痕迹都没留下。这么下去迟早要完蛋，要想个办法才行。陆天辰一边小心的躲闪，一边输出积累护盾，一边在心思电转的思索着。第19章群刷 BOSS。 像这种情况，单体的百分比技能就不是很奏效了。小九的技能虎火喷涌可以造成范围攻击，并且附带目标最大生命值的，最主要的是只要45秒的冷却时间。陆天辰琢磨着分析着，随即将小九从宠物空间召唤而出。就在小九出现的一瞬间，他心领神会，没有任何犹豫，直接释放技能虎火喷涌。负50万，负50万！只见 BOSS 群的脚下瞬间虎火燃烧起来，随后一些被攻击的 BOSS 的头顶飘起了一连串的巨额伤害提示。嘿，真管用！小九释放完技能，陆天辰第一时间就将其收回宠物空间之中。这种情况下自己都顶不住，更何况小九了。一次攻击 3% 的伤害，而技能使用一次要45秒的冷却时间。陆天辰大体计算了一下，竟然需要半个小时左右的时间才能击杀一部分 BOSS。虽然幽冥殿的空间不是很大， BOSS 也比较聚集，但是小九的虎火喷涌毕竟有范围限制，无法一次性将所有的幽冥恶魔全部包裹其中，所以实际消耗的时间只会更长，不会更短。陆天辰看了下时间，此时已经凌晨4点多了，这要是换了别人，早就困得不行了。不过不知怎地，陆天辰此刻觉得精力充沛，即使熬夜也并没有觉得特别疲乏。都已经熬到这个点了，也不差这一会儿干了。嗖嗖嗖！正在陆天辰思索间，只见70-80只幽冥恶魔直接凝聚了能量球发射过来。不敢大意，他立马闪身而走。然而让陆天辰想不到的是，有一些幽冥恶魔竟然开始自己掉血。负50万！陆天辰一愣，随后就是一喜，有一些怪物竟然被自己的地狱之火灼烧到，幽影疾风铠的被动地狱之火竟然发挥了奇效。想来也是，开启幽冥之力后，在后面留下了地狱之火的特效，只要 BOSS 沾上，那就是持续3秒的掉血。因为开启了幽冥之力的原因， BOSS 只要踩上了地狱之火，那就必定损失 3% 的最大生命值。虽然陆天辰的生命值以每秒 3% 的比例在掉，但是地狱之火的伤害也是能触发神级天赋鲜血之庸的，以至于没过多久，陆天辰的护盾就积累满了。100多万点的护盾着实给陆天辰提供了很大的安全感。见距离拉得足够开，为了加快刷怪速度，陆天辰一咬牙，转身释放技能崩山击。只见前面扇形范围内的幽冥恶魔被这一击打了个措手不及，前面范围内的幽冥恶魔全部受到伤害的同时也被击飞而起。不过范围技能终究有限，只见陆天辰释放崩山击的这一空档，没有被攻击到的 BOSS 蜂拥而上，直冲陆天辰而来。慌忙间，陆
陆天辰开启技能罡风惊天，造成大量伤害的同时，也大大减缓了幽冥恶魔的移动速度。可尽管如此，几只幽冥恶魔还是近身而来，几个攻击间，陆天辰的护盾就没了大半。压箱底技能冰封万里立马释放而出，只一瞬间的功夫，范围内的所有 BOSS 全部化成恶魔冰雕。随即，他各种范围技能全部丢上去，最后等幽冥恶魔们控制时间快结束的时候，陆天辰又以烈火斩收尾。BOSS 们集体解控后，陆天辰再次走位躲闪。这一套连招下来，一些 BOSS 直接被陆天辰打掉了1/10的生命值。陆天辰一喜，虽然说幽冥恶魔血量高、攻击高、数量也多，不过只要操作得当，陆天辰还是有一战之力的。要知道，眼前的可不是1000多只小野怪，而是1000多只 BOSS。天权最顶端的一批玩家，估计群刷小野怪都做不到。陆天辰都已经开始群刷 BOSS 了。马德，还有谁？虽然此时他正在努力的走位躲技能，但是他大有一种舍我其谁的感觉。除了这种感觉以外，陆天辰还相当激动振奋。这由不得他不激动，1000多只 BOSS， 这就是1000多件传说装备和1000多个高级卷轴啊！要是刷不过也就算了，但是他是完全有希望将其全部击杀的。不得不说，陆天辰的打法还是很猥琐的。护盾满了还不算，还要所有控制技能全部冷却好再上去输出一波。因为最快开始的时候，他好几个控制技能还在冷却就转头输出，结果就是他被几百只 BOSS 集火，差点被秒掉了。不过好在触发了项链的被动，化身虚无，躲过了致命伤害。就这么猥琐的输出着，半个小时后，随着小九又一记狐火喷涌发动，终于有2只幽冥恶魔踉跄的倒下。陆天辰一边后撤一边看到这2道身影倒下，嘿嘿，2件传说，2个卷轴到手。陆天辰一阵兴奋，不过接下来他却傻眼了。他一直在观察着 BOSS 倒下的位置，此时那2只 BOSS 被击杀消散，原地竟然什么都没有。掉落物呢？陆天辰有些难以置信，一边走位一边再次查看 BOSS 死亡的位置。不过那里空荡荡的，确实没有任何掉落物。我靠，不会是幸运值不起作用了吧？陆天辰一边躲闪，一边打开属性面板查看。还好，发现幸运值还在，他放下心来，长舒一口气。幸运值可是他立足天权强者之巅的根本，在一定程度上都比神级天赋还要重要。关闭属性面板，他再次疑惑起来。毕竟击杀怪物不掉落任何东西，他还是第一次遇到。再击杀几只看看。内心如此想着，陆天辰此时的技能也已经全部冷却完毕，随即再次一套连招释放。在陆天辰的输出之下，只见又有好几十只 BOSS 消散。不过不出意外的，原地还是空荡荡的，别说掉落物了，鸡毛都没有一根。我尼玛！见此情形，陆天辰差点破口大骂，想自己费劲巴拉的花了这么久的时间，不敢有丝毫大意，竟然什么都不报，任谁都会心态崩掉。将你们全部击杀掉，我就不信啥也不报。陆天辰一边走位躲闪，一边恨恨的道。第20章，不好意思，你太丑了。陆天辰虽然心里不停的抱怨着，但是手上脚上的动作却是不停，能走位就走位，能输出就输出。可即使如此，陆天辰足足又过了将近1个小时，才将大部分的 BOSS 击杀。看着眼前仅剩下的10来只幽冥恶魔，陆天辰嘴角慢慢浮出一抹笑意。现在这些幽冥恶魔已经不足以对自己造成威胁了，他可以保证自己一波输出之下将其全部击杀。而眼前的这几只 BOSS 估计也被杀怕了，此刻都恨恨地盯着陆天辰，但就是不肯上前。哟，现在知道怕了，之前群殴时候的威风劲儿呢？他一边向前踏出一步，一边道。而此时残余的幽冥恶魔退后了一步。陆天辰一阵好笑，这 BOSS 不但会说话，竟然还懂得怕人类。我告知你如何返回天权大陆，咱们就这么算了。陆天辰懵了， BOSS 打不过，开始跟我打伤了。此时陆天辰的表情一阵变幻，还尼玛有这种操作。而幽冥恶魔不这么想，以为眼前的人准备动手。此时他怕极了，在极力的和陆天辰解释着，要不是你来第9名域大开杀戒，我根本就不会对你动手。我要是什么事情都不做，等我们店主回来，我不好交差啊。陆天辰一怔，他仿佛捕捉到了什么漏洞，随即内心分析道：我不好交差？为什么他不说我们不好交差？而且他正琢磨着，随后抬头看向剩余的这10几只幽冥恶魔。不对，这完全就是一个模子刻出来的啊！1000多只一模一样的怪，有点奇怪啊。片刻后，陆天辰一拍大腿，吓得那10几只幽冥恶魔急忙后退了几步。你们这1000多个全都是分身？陆天辰恍然大悟，盯着幽冥恶魔道：如果是分身的话，这也就解释通了为什么击杀幽冥恶魔没有掉落物了。虽然让人很难以相信，但是陆天辰只能如此分析道：不是，
幽冥恶魔在极力的否认着，并且再次后退了几步。但是这表现落在陆天辰的眼里，他却更加确定了自己的猜测。随后举起无名神剑冲向其中的一只幽冥恶魔。此时他们已经没有了最初的嚣张气焰，瞬间作鸟兽散，各自奔逃。猎人和猎物的位置开始完全调过来了。人类，你难道不想回到你自己的主城了吗？虽然幽冥恶魔们在不停的讨饶，可是陆天辰却并没有放过他们的意思。随着最后一剑的劈下，只见最后一只幽冥恶魔被击杀，变成白光消散。可是此时却仍然没有任何物品掉落。陆天辰警惕地盯着四周，因为他知道幽冥恶魔的本体还活着。不过几分钟后，周围仍然没有任何动静，陆天辰不由得一阵疑惑。刚才战斗的时候，幽冥殿内的各个角落我都跑过了，也没看到他的本体啊。陆天辰再次环视四周，仔细观察着四周的角落，不过也并没有什么收获。随即他随意地向上一瞥，望向大殿的正上方，只见一个深渊恶魔在大殿的梁上偷摸地看着自己。陆天辰一愣，随即内心无语道：尼玛，还有躲着玩家的 BOSS， 还有比你更窝囊的 BOSS 吗？你的尊严何在？随后开启幽冥之力，就是一记披风斩攻击了过去，一击远程攻击便将其击落在地。除了受到了陆天辰本身的伤害外，幽冥之力造成的伤害让陆天辰一怔。负100万，真实伤害！这只幽冥恶魔竟然有着1亿的生命值，看来是本体无误了。1亿点生命值的 BOSS 具体是什么等级的他不清楚，但他只知道绝对不会低了。随即陆天辰二话不说便冲着幽冥恶魔砍去。1亿点的生命值足以让各大公会头疼不已，但开启的幽冥之力的陆天辰就仿佛专门收割 BOSS 的死神。不到1分钟的时间，幽冥恶魔便残血告饶：人类，我可以臣服，签订契约，我可以当你的宠物，你别杀我。陆天辰听闻此话，陆天辰嗤笑一声，随即将小九从宠物空间之中召唤而出。不好意思，我有宠物了。说罢，正准备使用幽影虚空戒解决它，但是幽冥恶魔此时又继续道：等等，我有一个道具，能增加可契约宠物的数量。听他这么说，陆天辰有些心动，竟然还有增加契约宠物数量的道具。小九有多强他深有体会，单体百分比伤害加群体百分比伤害加硬控，并且属性成长相当牛批，所以多一个宠物也就多了一个强力的帮手。不过陆天辰看了眼前这只黑乎乎的长了2个尖角和一个尾巴的幽冥恶魔，随即又看了眼小九后，顿时兴致缺缺。而且既然他说他有这个道具，陆天辰就有信心将其爆出来。不好意思，你太丑了。听闻陆天辰如此说，幽冥恶魔一口老血差点喷出来。我尼玛！随后瞬间身体开始膨胀，最后在陆天辰惊愕的注视下，又吐出一个一模一样的自己。原来这么多分身是这么来的啊！不过1000多只都解决了，还差你这一只。随即陆天辰举起佩戴幽影虚空戒的手，直接发动技能幽冥指。只见幽冥恶魔瞬间化作点点白光消散，当然他刚吐出来的自己此时也消失不见。经验值加80000。随着幽冥恶魔的死亡，游戏提示音响起，然后好几样东西叮叮当当的掉落在地面之上。怪不得舍不得死，你还挺富啊！陆天辰上前一一拾起，发现幽冥恶魔竟然掉落了好几样东西。虽然小喽啰都不掉落金币，但是幽冥恶魔这个大 boss 竟然大方的爆了80枚金币。装备和卷轴老样子，一样一个，黑色的灵魂石也掉落了一个，被他收进背包中，留着给阿贝尔吞噬。不过除此之外，幽冥恶魔竟然还掉落了2样东西。第21章傀儡之心。左手边的卷轴样式的物品，陆天辰拿在手上查看，发现这就是之前幽冥恶魔提到过的能增加契约宠物数量的契约卷轴。契约卷轴，品级传说，效果使用后可契约宠物数加1。简单粗暴的效果，这要是拿出去卖，估计巨阙城的所有土豪玩家都会现身。虽然宠物提升会分走主人的经验，但是只要将其提升起来，那绝对是大杀器。但是这么刁的东西，傻子才会卖乐。现在还没有新的宠物，但是貌似也可以使用。随后陆天辰将卷轴上的丝线拆开，虽然没有什么特殊的效果，但是陆天辰知道他随时都能契约第2只宠物了。这是啥？陆天辰在背包中取出幽冥恶魔掉落的另外一件类似水晶一样的物品。傀儡之心，品级史诗，效果融合傀儡之心后，所有召唤而出的分身将不受持续时间影响，即变为永久存在，死亡除外。负面效果，冷却时间延长为24小时。当啷！陆天辰看到傀儡之心的效果后一怔，随后便是一个没拿稳掉在了地上。他一下就反应了过来，赶紧又将其捡起，随后吹了吹，然后像宝贝一样握在手中。看来这 boss 能有这么多分身的原因，
就在这傀儡水晶上面了。果然不愧是史诗级别的道具，这属性强无敌了。那镜像分身岂不是永久存在了？陆天辰一阵心动，随即赶紧将傀儡之心放在自己的胸口，随后便是一阵光芒闪动，傀儡之心瞬间就融入了自己的身体之中。镜像分身，陆天辰迫不及待地使用镜像分身将其召唤而出。看着眼前的镜像分身，陆天辰在观察着，似乎和以往没有什么区别。要说有什么区别，只是看到技能栏的冷却时间变为了24小时。陆天辰耐心地观察着，果然5分钟后，镜像分身并没有消失。哈哈，一天召唤一个永久持续的分身，给我时间，我能召唤一支分身大军，那岂不是无敌了？陆天辰不由得仰天大笑。以他现在的属性，别说继承80%属性的镜像分身，就算是只继承50%的属性，放在玩家之中也是顶尖的存在。可以说，镜像分身除了无法佩戴装备和释放技能外，没有任何的缺点。激动过后，陆天辰再次查看幽冥恶魔掉落的装备，17星的传说。虽说这装备是一个魔法书，但是陆天辰还是吃了一惊。这星级比幽影虚空界都高了，证明这 BOSS 等级达到了76到80级。好家伙，这个等级的 BOSS 就1亿点生命值了，100级的 BOSS 还不成血盾啊！陆天辰将装备收好，随后又取出卷轴查看，果不其然，这是一个高级卷轴。不过可以，这也是法师使用的。唉，得到傀儡之心，我该知足了。陆天辰将东西放回背包，叹了口气。此时已经6点多了，他结结实实的刷了个通宵。先找到出口吧，然后下线休息一下。陆天辰的目光盯着刚刚藏身的大殿之上，这是整座大殿唯一没被陆天辰探索的地方了，或许出去的方法就在这上面。陆天辰3下5除2，直接就来到了大殿的一条横梁上。嘿，果然在这里。大殿的上方竟然别有洞天，无数道大殿横梁的交汇的地方有一个直径4-5米左右的平台，而其上方也有一个传送法阵。陆天辰迅速接近，来到传送法阵之上。怎么激活呢？这个传送法阵倒不像次元门一样，踏入进入就可以了。陆天辰观察了一下，发现法阵的正中间有着一个凹槽。我靠，这不会是需要能量经受掉的那种能量石吧？陆天辰突然想起了从第1层到达第2层所使用的材料能量晶石，不过这凹槽明显大了一些，这大小有点像。陆天辰灵光一闪，随后打开背包翻找，终于在里面找到一个黑色的石头。呼，还好没有被阿贝尔吞噬掉。陆天辰抹了把额头的冷汗，随即便将黑色的灵魂石放入凹槽之中。不得不说，这尺寸完全契合。随即瞬间，陆天辰的脚底闪烁起一阵黑色的光芒，这光芒和他来时极其相似。片刻的功夫，陆天辰就出现在了另外一片空间。他抬头观察了一下四周，发现周围都是一片鸟语花香，生机盎然的，也就放心了。看来回到天泉大陆之中了。随即他双手向上一托，直接退出了游戏。不过陆天辰不知道的是，他将会在这座主城引起多么大的轰动。要是以往凌晨6点，估计大部分人都没有起床。不过在天泉不一样，干弟们已经开始上线努力了。此时一个玩家打开各个排行榜，准备以榜上的大佬鞭策自己，开启一天的升级干装备之路。不过发现等级排行榜的第1名竟然易主了。随后他再次打开装备排行榜，发现前8的装备全部都大换血，并且都属于一个人，陈天。他低声喃喃道，随后震惊地想起来，这不就是之前频繁触发全服公告的人吗？随后他好像发现新大陆一样，打开世界频道发言，陈天来咱们主城了。原本还在不停刷着组队信息、卖装备信息的公共频道，此刻突然活跃了起来。陈天，那不是巨缺城的大佬吗？怎么可能来咱们主城？是啊，这才开服多久啊，又没开启主城传送，估计是 ID 很像的人吧。见好多玩家都不相信自己说的话，这个人继续发言，不信你们看等级排行榜、装备排行榜就知道了。或许是大部分玩家都去查看排行榜了，公共频道的聊天信息此刻都慢了些。不过片刻后，我超49级，这才开服多久？一身干也不可能升级这么快啊！我刚才看了，真他妈是陈天啊！49级，把咱们主城第1人咖啡加糖都挤下去了。你们看装备排行榜，排名前8的装备都是他的，3个史诗，我超稀有都没见过。这个陈天竟然有3个史诗，他可真该死啊！楼上的你怕是不想出主城了吧？之前骂也就算了，现在陈天大佬可在咱们主城啊！我截图了，我要向大佬告发，我要当大佬的狗腿子。而此时陆天辰对此事并不知情，摘下头盔后，陆天辰伸了个懒腰，随后慢慢走出卧室。第22章购车。
还不到7点，太早了，估计老爸老妈都没醒呢。走到客厅之后，陆天辰暗道。放完水后，他悄悄地走到2楼父母所住的房间的门外。之前给父亲调理过身体了，现在看看能不能给母亲也调理调理。随后在他的控制之下，神圣水晶被召唤而出。被召唤出的一瞬间，神圣水晶仿佛是一颗能量永远消耗不完的晶石一样，开始向着四周不停地释放着能量波动。陆天辰虽然并没有觉得有多困，但是熬了一夜，多少有些疲乏的。此时在神圣水晶的能量波动下，他感觉自己龙精虎猛，充满了力量。1个小时后，房间之中似乎传出了父亲伸懒腰的声音。陆天辰赶忙将神圣水晶收回，随后匆忙地下楼打开电视。果然，片刻后，父亲母亲一边聊天一边走了下来。母亲周平一边下楼一边抡着自己的胳膊道：“我怎么感觉我这浑身这么舒坦呢？腰不酸了，腿不疼了，走路也有劲儿了。”听闻此话，父亲陆海也道：“是啊，我也是，感觉浑身都舒坦。要不今天别让医生来了，我感觉我现在身体素质比年轻时候还强啊。”母亲回头瞥了一眼父亲，净扯淡！你是癌症晚期，怎么可能一下子就好？你忘了你……母亲正说着，却听到了电视的声响，随后侧头看向客厅的方向。小陈，你怎么醒这么早？陆天辰将遥控器放下，他总不可能说自己玩了个通宵吧，那就离挨揍不远了，所以便扯谎道：“啊，那个，昨天睡太早了，今天就醒得早，哈哈。”父亲此时走过来，一屁股坐在沙发上，随后拿起遥控器，一边调换频道一边道：“我说昨天看你头像怎么灰了呢？你休息那么早啊？”陆天辰昨晚是不小心误入第9名域，所以才导致了头像变灰。不光陆天辰看其他人头像是灰色，其他人看他头像也是灰色。这真是一个美丽的误会啊！不过既然有父亲给自己解释，陆天辰也乐得顺着说下去。又聊了会儿天，随后一家人出门准备去菜市场买菜。所谓失去之后才懂得珍惜，重获新生的陆天辰格外珍惜这么美好的幸福。不过别墅区距离菜市场是真的远，3个人大约走了20几分钟才走到一个小区附近的菜市场，这也太不方便了吧！陆天辰抱怨着，随后继续道：“爸妈，买菜来回都要40多分钟，咱们买个车代步算了。”父亲听闻此话，眼睛一亮。不过此时母亲转头严厉的道：“买什么车买车，走路当锻炼身体了，这钱都留着给你娶媳妇的，你俩谁都别想动了。”陆天辰无奈的与父亲对视了一眼，随后道：“娶什么媳妇这么贵？我银行卡里还1000多万呢。”听闻陆天辰如此说，父亲和母亲的脚步同时顿住了。父母的表情先是震惊，随后又是麻木。刚买完别墅花了2000万，现在告诉他们还有1000多万，他们此时麻木了，真的麻木了。母亲好奇的道：“哎，我就不信了，等今天虚拟头盔到了，我就上去看看，啥游戏啊，这么赚钱？”陆天辰摇了摇头，笑笑没说话。早晨的市集很有生活气息，不宽敞的街道边都被售卖各种东西的小贩占满了。由于他们一家人一起出来，所以3个人一起在外面吃了顿小笼包。真撑啊！从包子铺出来，陆天辰打了个饱嗝，随后看了眼时间，发现此时已经8点多了。按理来说 4S 店9点就会开门了，所以陆天辰直接打了个车，带着父母直奔南海汽车城。虽然距离比较远，但出租车开得相当快，等他们到达南海汽车城的时候才8点半左右。果然好多家 4S 店都没有开门。陆天辰让司机师傅在汽车城内转了一圈，才发现宝驹店刚刚开门。他对车并没有什么特别要求，无非也就是让父母买菜时代步而已，也没有必要非得买豪车。同时他也不想浪费时间挨个试驾，所以下了出租车直接走入了店内。此时一个年轻的销售员小姐姐正在擦拭着柜台，见到有客人进店，立马走了上来。“您好，您想看什么样的车？”陆天辰则是大手一挥，反问道：“你们店最贵的车是哪一辆？”销售员小姐姐听闻陆天辰此话，明显愣了一下，随后上下打量了一下陆天辰等人，见眼前几人明显就不是有钱的主，而且旁边这位阿姨竟然还领着一兜子菜，很明显刚从菜市场买完菜来的。要是以衣着来判断，他们能买得起车那就有鬼了。不过出于职业素养，他还是将眼前3人引到宝驹 K8 的展厅，面带微笑的介绍道：“先生，我们店最贵的车是宝驹 K8， 目前售价220万，现在的优惠。”不过还不等他介绍完，陆天辰便伸手打断：“行了，就这个吧，全款。”销售员小姐姐下意识的回答道：“啊，好的啊。”他此时脑袋嗡嗡的，感觉脑袋被雷劈了一样，难以相信的盯着陆天辰。200多万的车，连优惠多少都不听，就直接全款买下，这是土豪啊！他不敢相信有一天这种幸运会落在自己的身上，所以试探的再次问道：“先生，这辆车算完优惠后的价格是200万，您是要全款购买吗？”而陆天辰则是很淡定的点了点头：“
还好没学前辈们以貌取人，要不然这到手的鸭子都飞了。这就是这名销售员小姐姐此时内心最真实的想法。随后，她激动地将陆天辰引导签约区域，紧接着就转身去准备合同了。第23章圣光城。准备资料的过程并不长，不过被告知还要等各个部门经理的签字才能走完所有的流程，陆天辰着实有点无语。不过等就等吧。随着员工们陆陆续续的上班，所有流程才全部完成。除了一些同事表现得羡慕嫉妒恨的神情外，没有网文小说里写的各种打脸情节。当然也有一些浓妆艳抹、身材傲人并且长相妖艳的销售员来主动加他微信，却也被陆天辰婉拒。咱们的男主陆天辰是那么肤浅的人吗？当拿到车钥匙之后，陆天辰直接载着一家人往自家别墅驶去。说来也巧，一家人刚到家门口，送虚拟头盔的工作人员也到了。父亲早已经回房间上游戏了，看他那样子，大概率上游戏会先来一根雪茄抽抽。母亲一边拆虚拟头盔包装，一边问道：“小陈，你说我玩什么职业好？”陆天辰想起了自己背包中的那个17星的传说魔法书。妈，你玩魔法师，我给你个好武器，嘎嘎猛，制霸全服指日可待。不料母亲只是轻飘飘的道：“玩啥都成，只要能帮助你就行。”陆天辰不由一阵感动，不爱玩游戏的母亲只是单纯的想要帮自己而已。小陈，等级排行榜怎么看不到你了？此时父亲从楼上扒着扶手冲下喊道：“在等级排行榜消失，那不就是等级被超过了吗？”陆天辰有些不明所以，他昨晚奋战一宿，等级甚至都已经干到了49级。要说他等级被人超了，而且被那么多人一起超了，打死他都不信。怎么可能啊，爸，你看错了吧，我可都49级了。陆天辰轻飘飘的回应，而此时父亲一怔，随即内心暗想：我昨天干好几个小时才23级，你小子都49级了。不过随即就是一阵疑惑，他刚才仔细确认了，排行榜上虽然最高等级只有33级，但是确实没看到陆天辰的 ID 啊。真的小陈，不信你上线看看。听父亲如此说，陆天辰更加的疑惑了。妈，选法师啊，然后去巨阙城，老爸也在。又对母亲嘱咐了一句后，陆天辰回到自己的房间，好奇之下将头盔戴上。一瞬间，陆天辰出现在了游戏之中。上线之后，陆天辰立马调出等级排行榜，不出意外的，他49级稳稳的排在第1名。这不在呢吗？陆天辰喃喃的疑惑道。不过他顺着等级排行榜往下看去，却发现有些不对劲。虽然好多玩家我都不认识，不过低调如我和花未落都没调出过排行榜啊，现在怎么没有？陆天辰从上往下看了一遍，又从下往上看了一遍，最终他的目光定格在一个名字上面：咖啡加糖，37级。这个名字怎么这么熟悉？陆天辰低头思索着，随后反应过来，咖啡加糖，这不是之前触发圣光城全服公告的玩家吗？为毛我的等级排行榜会出现圣光城的玩家？殊不知，此时正看着等级排行榜的咖啡加糖，此时也在疑惑，为毛陈天会出现在圣光城的排行榜之中？他将等级排行榜关掉，随后打开装备排行榜后，他倒吸一口凉气，怪不得能频频触发全服公告，我要是有这一身装备，我也无敌啊！感慨完，随后咬着牙恨恨的道：“估计是得到了主城传送的道具，我倒要看看你是不是有什么3头6臂。”随后他打开公共聊天窗口，连续发送3条消息：全程寻找玩家陈天，提供线索准确者奖励200枚金币。全程寻找玩家陈天，提供线索准确者奖励200枚金币。全程寻找玩家陈天，提供线索准确者奖励200枚金币。3条消息发出后，整个聊天频道瞬间顿了顿，随后爆发出更多的讨论消息。我了个大超，200枚金币，我升到30级都没见过这么多金币。我也是啊，打到的金币全用来买药水了。话说天泉的药水太废了，我到现在都没攒下几枚银币。你们没有看到发消息的人是谁吗？那是咱们圣光城以前的第1名啊，咖啡加糖大佬。好家伙，这是咖啡加糖大佬见自己被玩虐不甘心了吗？有时候等级可不一定完全的判断实力，我听说咖啡加糖好像是个隐藏职业，多强不用我多说了吧？啥玩意儿？这游戏还有隐藏职业吗？他是什么隐藏职业啊？陈天，快到我的碗里来！陆天辰将等级排行榜关闭后，便打开了公共聊天频道。正好一打开，便看到咖啡加糖的3条寻人消息，随后下面就是一阵热烈的讨论。隐藏职业，看来这是个高玩啊！陆天辰喃喃地道，但是并没有在意。陆天辰现在的属性，别说高玩，你就算是 GM 都能给你打出屎来。不过陆天辰此时还是不太敢相信，自己怎么就跑圣光城来了。他赶紧将地图打开，这是确认他所在主城的最好办法。打开地图后，他往上看去，只见3个大字在地图上方：圣光城。
此时他不想接受也得接受这个事实了，自己莫名其妙的从巨阙城跑到了圣光城。问题出在那个传送阵上。陆天辰猜测到幽冥恶魔死了还摆了自己一道，随即他直接摘下头盔下线了。跨越主城无法发送消息，陆天辰此时也只好上楼找父亲。敲了敲门后，父亲走了出来问道：小辰，你上线看了吗？是不是调出排行榜了？陆天辰说道：爸，出了点问题，我莫名其妙的跑到圣光城去了。听闻此话，父亲明显一愣。陆天辰继续说道：爸，给你的那些装备你先别出售了，先用来培养工会吧，我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再回巨阙城了。听闻陆天辰这么说，父亲的表情也凝重了起来。兄弟盟刚建立起来还不稳定，这陆天辰一走，10万人的工会他可没信心好好把控好。不过陆天辰也不清楚什么时候能再次回到巨阙城，所以也只能硬着头皮上了。父亲点头道：行吧，我尽量。随后陆天辰又嘱咐了一些事情之后，便下楼回到自己的房间，将虚拟头盔再次戴在头上。陆天辰的眼中充满了兴奋。圣光城的土豪们，准备好接受我的收割了吗？第24章活体广告。陆天辰取出背包中的回城石，想要传送回主城。靠！竟然无法使用！陆天辰清脆一声，不过转念就释然了。想来也是，巨阙城购买的回城石，要是能在圣光城使用，那才是怪事。于是陆天辰召唤出幽影麒麟驹，直奔一个方向而去。运气不错，陆天辰选择的方向正是圣光城主城所在的方向。10几分钟的功夫，陆天辰就已经到达了圣光城的城下，随后顺利的从东门进入。先去兑换一些金尘吧。陆天辰如此想着，便骑着幽影麒麟驹在圣光城内逛了起来。不过周围的玩家却不淡定了。尼玛，这是宠物还是坐骑？要不要这么帅？这应该是坐骑吧，不过是真他妈帅啊！大佬，大佬，让我上坐上去兜2圈可好？这个坐骑之前可从来没见过啊，这不会就是那个突然霸榜圣光城的陈天吧？很有可能啊，赶紧联系咖啡加糖，领200金币。不会吧？你看他 ID 都不显示，别到时候你再白折腾他，小心他把你头打歪。陆天辰听着周围玩家的议论声，却并没有理会。片刻后，他终于找到了铁匠铺的位置。陆天辰下马，随后走到铁匠铺的旁边。勇敢的冒险者，有什么可以帮助你？陆天辰现在背包中稀有金尘足有250多万，不知道这些金尘能将无名神剑提升到多少星啊？陆天辰一阵激动，随后先消耗100万个稀有金尘兑换了1000个史诗金尘。随后他拿出无名神剑开始升星。随着史诗金尘的不断消耗，片刻后无名神剑成功升到了9星，一共消耗了40个史诗金尘，加上之前喂养的金尘，8星升级到9星，一共消耗了128个史诗金尘。陆天辰没有任何犹豫，继续弹出金尘喂养。不出陆天辰意料的是，这次消耗的史诗金尘是上一次的2倍，一共用掉了256个。按照这个数字计算，这无名神剑升星可不是一般人玩得起的。陆天辰感慨了一句，随后继续喂养。如果不出意外的话，512个史诗金尘就可以将无名神剑提升到11星了。不过出乎陆天辰意料的是，随着第512个史诗金尘吸收后，无名神剑的星级停留到了10星，没反应了。难道是我算错了？陆天辰一阵纳闷，随后再次从背包中取出一个史诗金尘。不过奇怪的是，史诗金尘触碰到无名神剑后，竟然没有任何反应了。靠！不会是上线了吧？陆天辰又尝试了半天，但是无名神剑始终都没有什么反应，无奈只好放弃。之前能升星的时候没金尘，现在金尘够了，竟然无法升星了。不过好在10星的无名神剑属性又有了大幅度的提升，基础物理攻击上涨了380点，不出意外的额外物理攻击上涨了1140点，力量也上涨了50点。不过出乎陆天辰意外的是，升级到10星后，无名神剑竟然还增加了10%的攻击速度。聊胜于无，陆天辰将无名神剑装备好，这又是1000多点的攻击提升。此时物理攻击已经达到了13288点，哪怕是血牛来了，在他这儿都扛不住。爽！陆天辰开心的将属性面板关闭，然后打开背包。此时陆天辰还剩下150万多的稀有金尘，90个超稀有金尘，还有剩余的192个史诗金尘。而装备它可就太多了，100多件10星紫装，60件10星超稀有，还有一些10星、11星的传说。至于背包中17星的传说魔法书，他准备留给老妈的，所以并没有将注意打到这上面来。武器还是强化再出售比较好，不过强化到多少星呢？陆天辰犹豫了片刻，便做出了决定。出售强化满级的装备铁定是不现实的，就出售一些强化13-15的吧。低了不赚钱，高了太离谱。搞起！陆天辰扫视四周，
发现此时竟然有一群玩家都在观察着幽影麒麟居。铁匠铺旁边的街道早已经被围得水泄不通。一阵无语的同时，将幽影麒麟居解除掉，一些玩家才悻悻地走开。虽然周围还是围观了一些好奇的玩家，但是陆天辰随着实力的增强，他根本就不怕众多玩家的关注。像那种买便携强化抬出野外强化的事儿，他是不会干了，太麻烦了。陆天辰就在众人的目光中走到铁匠铺的强化台，很自然地取出一件实心紫装长剑开始强化。周围人此时也在议论纷纷。嗨，还以为什么大佬呢？这装备估计也就普通的，我竟然还有所期待。你怎么知道这装备是普通装备？你没看这人一身粗布衣吗？估计是把所有的装备特效全部关闭了。陆天辰就听这一群玩家在旁边议论纷纷，不过他仍然一下一下的强化着，而随着不断的强化，周围人又刚开始的鄙夷，后来变成了震惊、石化，集体噤声，都在观察着陆天辰强化。就在陆天辰又是一次强化成功，周围都是一片倒吸凉气的声音。我操！有人在技术吗？这件装备已经强化到加击了，如果我没算错的话，他这把武器至少已经强化到加12了，一次都没失败过。兄弟，你是后来的吧？这把武器已经强化13次了，全部都是成功的特效，一次没失败过。我了个大超！加13武器，就算是普通垫子，这也能卖不少钱了吧？我说兄弟，这件装备你别强化了，再强就碎了，这垫子卖给我，我出1万块。这把实心紫装长剑已经被强化到加13了。陆天辰看向周围众多的玩家，眼睛滴溜溜一转，随即内心暗道：这么多玩家，这不都是活体广告吗？随即陆天辰有了一个大胆的想法，身上穿戴的装备特效和光环特效自然是不能打开的，要不然众多玩家可能都要羡慕今儿发紫，回头联名举报自己就不好了。但是陆天辰为了让这群玩家给自己打广告，此时将飞穿戴的装备特效和强化特效全部打开。就在陆天辰设置完的一瞬间，只见强化台上的那把被众多玩家以为只是一个垫子的原本平平无奇的长剑，此刻瞬间爆发出夺目的紫色光环和耀眼的粉色强化特效光环。第25章直播强化。巨缺城的不少玩家虽然没吃过猪肉，但是也有见过猪跑的。此时圣光城的玩家哪里见过这种阵仗？哎呀我去，我的24K 钛合金狗眼都要被闪瞎了。这浓郁的紫色光环，这得是多高星级的紫装啊！除了紫色，怎么还有粉色光环？那粉色光环很有可能就是高强光环。尼玛，今天我见证历史了呀！我操，小兄弟，这装备你别强化了，我买了，你说个数。大兄弟，你看清楚行不行？这是长剑，你一个奶爸买长剑有个屌用？陆天辰满意的看着众人的反应，随即嘴角翘起，效果达到了，清了清嗓子，然后举起手里的长剑道：嗨嗨，诸位，半小时后拍卖装备，优先京城交易，价高者得。随后更是把装备的属性发布在了公共聊天窗口。陆天辰是有自己的打算的，他所说的拍卖自然不是直接扔在拍卖行，他要让众多玩家就在城内叫价，谁出的价格高就交易给谁，这样省下了不少的手续费，美滋滋。不过看完装备属性的玩家都不淡定了，这普通5、6星的紫装强化到加13也就算了，众人还勉强能接受，甚至有些家底的玩家还能努力拼一拼。不过这实心紫装，而且还强化加13，估计也只有神豪能买得起吧。不过围观的一些神豪闻听此话，却都是一个个神情振奋。只要陆天辰打算将这件装备卖掉，什么都好说。此时不管买得起买不起，他们一个个的都打开他们的社交，开始联系自己熟悉的人。小李啊，你将咱们10几个工作室最近收获的金尘全部都收集在一起，交易给我。爸，你赶紧周转着借点钱，我预感收一波金尘铁定会涨价。我超，老张，你快来铁匠铺这儿，一会儿有好戏看，别问啥事儿，来就对了。咖啡加糖大大，铁匠铺这儿有一个玩家准备卖高强装备，我猜大概率是你要找的玩家陈天。有财力购买的，自然一个个都在联系手底下的工作室，将金尘全部收集在一起。而没钱的人则开始联系自己的好友，叫他们一起来看热闹。毕竟加13武器的拍卖估计能引起相当大的轰动。而有一些有商业他头脑的玩家则开始囤积金尘，甚至还有给咖啡加糖打小报告他位置的。陆天辰喊完话后没有理会，将那长剑收起，再次拿出一件装备继续强化起来。他将这些未穿戴的装备的光环特效全部打开了，所以众人也都清楚这又是一件稀有紫装。随后陆天辰在众人惊愕的目光中再次开始强化起来。片刻之后，算上最开始的长剑，陆天辰已经将20件装备强化到加13了。周围围观的玩家自然是越来越多，当看到陆天辰犹如被幸运女神包养了一样，一次都不失败，一个个的不由得由最开始的震惊转变为了麻木。
这币是不是被幸运女神给碎了？这得20件装备了吧？一次都不失败的吗？别说被幸运女神碎过，你要说幸运女神是他媳妇，我都信。尼玛，20件加13装备，这得多少钱啊？咱们圣光城有这么多土豪吗？你在开什么玩笑？几乎所有财团都入驻天泉了，天泉中装备基本都被他们垄断了。而且我听说，他们手底下都有工作室杀低级野怪刷金尘，料想他们的金尘储备都吓人。是啊，我们穷逼也只有看戏的份了。陆天辰看了下时间，也才过去了15分钟而已。再强化点超稀有吧。陆天辰说罢，又从背包中取出一件超稀有长弓开始强化。正所谓越稀有越珍贵，陆天辰将10件超稀有全部强化到了加14。周围的众多玩家除了震惊，自然还是震惊。他们没想到加13还不是最牛的，后来拿出来的装备本身装备的特效就有一点粉色，现在被强化完之后，那种强烈的粉色中甚至有些一丝淡淡的金色，更是让他们称赞不已。尼玛，今天我是长姿势了，装备还能这么强化？这已经跟幸不幸运没有什么关系了，我怀疑他的天赋可能就跟强化有关。哎，兄弟，你还真别说，我之前在论坛上看到过一篇文章，好像是74866新手村有神级强化天赋玩家，是不是说的就是他？我去，你这么说我也想起来了，最开始触发的幸运之子公告可不就是74866新手村的玩家触发的吗？那个人叫什么来着？我记得第一个成就是74866新手村的陈天触发的，看来是同一个人无疑了。那也就是说，眼前的这个人是从巨缺城来咱们圣光城的陈天，真的恐怖啊！这天赋为什么不给我啊？要是有这天赋，还不分分钟一个小目标完成财富自由啊！陆天辰仿佛是不把围观的玩家震惊死事不罢休，此时他再次从背包中取出一个实心的传说装备，这是一把匕首，此时拿在陆天辰手上。匕首的外观虽然没有长弓和长剑那么霸气，但是此时陆天辰手中匕首闪烁的金色光芒，没有任何人敢小觑，因为这是一个货真价实的传说装备。之前我有幸见过一个5星的传说装备，它的金色绝对没有这件装备浓郁，也就是说，这绝对是一件高星级的传说装备。此时一个似乎有些见识的玩家惊呼出声，而听他这么一说，周围的玩家都是倒吸一口凉气，随后紧接着仔细地注视着陆天辰的一举一动。果然，陆天辰在众人震惊的目光中走到铁匠那里，似乎是兑换了一些金尘，随后开始强化。强化10以内装备不会碎掉，众人的内心并没有什么波澜。而陆天辰并没有将已经强化到加10的装备收起，而是继续放入金尘的时候，围观的众人心都提到嗓子眼了。咕噜，有的玩家甚至重重的咽了口水。不过看陆天辰的表情明显淡定了很多，神情自若的选择强化。片刻后，强化完成，光芒闪过，众人一惊，只见那件传说匕首仍然在强化台之上。成了，加11的传说装备！我靠！一些玩家松了一口气，在大声的惊呼着，好像成的这件装备是他们的一样。就这一件装备都已经能让各大土豪玩家趋之若鹜了。可是让他们没有想到的是，陆天辰金尘没有任何停下来的意思，在众人的注视之下，再次添加金尘，随后选择强化。第26章现场竞拍，强化11还不知足，一会儿碎了有你哭的。一些幸灾乐祸的人觉得陆天辰不自量力，不过他们马上就震惊的说不出话了。只见陆天辰的一套操作行云流水，光芒不停的闪动，不过那把闪着金光的传说匕首却一直稳稳的躺在强化台上。强化加12成功，继续丢，继续成功。强化加13成功，继续丢，继续成功。妈耶，我的心脏受不了了！一些玩家惊呼出声，着实被陆天辰这一波强化直播震惊的小心脏直颤。不过陆天辰手上的动作一点都不停，之前强化装备14就完事儿了，这次的装备更珍贵，他反而更不在乎一样。行云流水的添加金尘，然后选择强化，伴随着强化台的一阵抖动，随后一道金色的光芒闪耀而出。我操，成了！加15的传说匕首，他妈的，这天赋可羡慕死我了！为啥不把这个赚钱的天赋给我啊？我他妈今天真是小刀拉屁股，开了眼了！退游，这他妈玩的就不是一个游戏啊！中午下线我就去举报这个陈天，绝壁开挂了！这天赋赚钱还不跟喝水一样简单，太影响游戏平衡了。周围一群玩家在议论纷纷。陆天辰见时间已经过去了半小时，估计大部分玩家都将金尘准备好了。嘿嘿，陆天辰一笑，看着眼前人山人海的玩家，就好像在看着一群待宰的小绵羊。于是他清了清嗓子说道：嗨，时间差不多了，感谢各位玩家的支持。不过还不等陆天辰说完，
人群中有一个玩家喊道：“支持你妈，你个挂逼！一会儿我出去就投诉你！”陆天辰一怔，看着这个喊完话后在那洋洋自得的玩家，这哪冒出来的傻逼？不过他自然是没时间理会他，于是看着这个玩家淡淡的道：“嗨嗨，大家注意啊，这个玩家叫最恨狗托，如果谁能将他击杀一次，提供击杀视频，可以到我这领取10星紫装一件，如果直接给他杀回1级，可领取加13的10星紫装一件。紫装的价格倒还能在众人的承受范围之内，但是10星紫装的冲击力就比较大了。最主要的是，只要击杀1次就能领取到1件10星紫装，这简直跟捡钱一样。更何况杀回1级还有更高的奖励。”陆天辰说完这话，众人都是一愣。那个刚才还嚣张无比的玩家菊花瞬间紧了一下，随后观察着四周，慢慢的退出人群之中。不过他不知道的是，有一些玩家此时已经记住他的 ID， 并且也慢慢的从人群之中退出。他注定要为自己的口还付出一定的代价。而陆天辰承诺的东西，在其他人那就是天价的存在，但是在陆天辰这儿小意思。小插曲过后，陆天辰继续道：“废话不多说，我将装备属性放在公共频道内，你们可自行查看属性，需要的喊价优先金尘交易，喊价以稀有金尘为基准，价高者得。”随后陆天辰将最开始强化到加13的常见属性贴到了公共频道。只见一群玩家跃跃欲试的已经准备叫价了。陆天辰笑了笑，然后道：“竞价开始，起拍价1个金尘。”众人都是一愣，起拍价竟然只要1个稀有金尘。一些普通玩家甚至都已经有了参与竞价的打算了。不过让他们失望的是，就算起拍价只是1个金尘，但是装备的价值在那儿摆着呢，哪有那么多便宜等着自己占？果不其然，一个 ID 叫做一刀砍死你的壮汉嗷老一嗓子喊道：“1000金尘！”按照现在的市场价，1000个稀有金尘那可就是10万软妹币。第一次叫价就直接喊到这么高的价格。不过紧接着的价格一个比一个更加的离谱。不一会儿的功夫，一个长相仙风道骨 ID 叫做剑仙李纯风的玩家淡定的喊价：“16000个稀有金尘！”声音不大，不过在场的所有人都听了个真切，众人不由得倒吸一口凉气。只见最开始叫价的那名叫一刀砍死你的壮汉咬了咬牙，最后仿佛下定了什么决心一样，喊道：“17000。”不过剑仙李纯风淡定的样子仿佛家里有矿一样，轻飘飘的道：“2万。”原本估计一件装备卖到13000-14000个金尘也就差不多了，看来圣光城土豪不少啊。陆天辰此时已经乐开了花，毕竟在巨缺城他出售加13的9星传说也就10万左右。剑仙李纯风一下子提价3000个稀有金尘，着实给一刀砍死你噎坏了。见没人再继续叫价，陆天辰不知道从哪儿掏出来一个小锤子，2万金尘1次，2万金尘2次，2万金尘3次，成交！恭喜玩家剑仙李纯风。陆天辰这专业劲儿让众多玩家看呆了。尼玛，这是专业拍卖师吧？一锤定音，陆天辰添加这名剑仙李纯风为好友，随后发起交易。片刻的功夫，交易便完成，2万金尘入袋。陆天辰喜滋滋的取出第2件装备，开始拍卖。大约过了半个多小时，陆天辰已经将所有的紫装全部买完了，成交价基本都在2万左右。出乎陆天辰意料的是，大部分装备都被这个叫剑仙李纯风的玩家买去了。圣光城土豪可真他妈多啊！这一趟可没白来。陆天辰看着背包中多出来的40万个稀有金尘，内心暗想，随后在背包中取出一件超稀有装备，拿在手上喃喃的道：“让金尘来得更猛烈些吧。”第27章传说匕首拍卖。陆天辰将一件超稀有弓箭拿在手上，随后将其属性发在了公共频道之中，瞬间引起了一阵骚动。我操！加14的10星超稀有，这要是给我，我都能用到天荒地老。一个玩家夸张的说道。不过也难怪大多数玩家这么想，超稀有装备属性本就高，这又强化到了加14，那价格还不翻了好几倍啊！老样子，起拍价1金尘。不过还不待陆天辰说完，此时已经开始有人喊价了：2万金尘，3万。品质提升了一个级别不说，甚至强化等级也提升了1级。竞拍的自然是相当激烈。最后这一件装备竟然拍到了11万金尘的高价，价格甚至都已经超过了他在巨缺城出售的加13的9星传说装备。陆天辰小锤一敲，交易成功，没手续费就是好啊！陆天辰一边感慨着，一边取出第2件超稀有来拍卖。由于这个拍卖会全程都是陆天辰主持，连个助手都没有，每次成交还要自己申请好友然后交易，所以拍卖完所有的超稀有之后，1个半小时已经过去了。期间最高一件装备成交价为11万金尘，最低一件也有8万金尘。陆天辰看了下，光10件超稀有就足足收获了95万个稀有金尘。陆天辰笑的都合不拢嘴了。虽然还是没有在第9名域获得的多，
但是第9名域那么密集的魔界生物哪有那么多啊？装备交易才是持久的，一本万利的。先生们、女士们，雷德森俺的尖头们。陆天辰清了清嗓子，顿了顿，然后继续道：嘿嘿，接下来就是咱们得重头戏。说罢，他在背包中取出那个+15的实心传说匕首。只见这把武器刚取出来的时候，闪亮的金色光芒突然充斥了整个铁匠铺，甚至连 NPC 铁匠都诧异地转头观看。而原本因为陆天辰说话而鸦雀无声的人群，此时竟然哄声一片。大佬，快把属性贴出来，虽然我买不起，快让我观摩一下。对啊，我还没见过传说啥属性呢。陆天辰微微一笑，不慌不忙地将装备属性发到公共聊天频道。我滴个乖乖，+15传说匕首，还是实心的，这尼玛能用到游戏官服吧？土豪的世界我不懂，属性面板怎么这么高？基础物理攻击就有1000点。兄弟，你往下接着看啊，强化15之后提供的额外物理攻击比本身的攻击都高，足有1320点。还有基础力量和额外力量加成，甚至稀少的暴击率属性都直接增加了15点。好家伙，我刚算了下，这一件装备竟然就提供了2460点物理攻击。你们光看属性了，传说装备都已经有被动技能了。看见那个被动没有？触发暴击后将获得30%减伤，持续2秒，这简直是脆皮刺客的福音啊！这要是再来个暴击天赋，再买点杂货铺的暴击药水，几乎能吃全程减伤，这效果堪比 S 级免伤天赋了，真尼玛变态！可惜我不是刺客，要不然我倾家荡产也买下来啊！这属性真的强无敌！众多玩家在看到装备属性后议论纷纷，陆天辰并没有阻止，他就这么微笑地看着这一切。他们的讨论会让这件装备的价值无形之中再上一个档次。片刻后，陆天辰见气氛渲染的差不多了，便开口道：老样子，一京城起拍。不过陆天辰说完话后，现场却是鸦雀无声。陆天辰的内心着实慌了一下，不过片刻后，随着一名玩家喊价，随后又响起了一连串的喊价，他的心才放下。这要是一京城成交了，那乐子可大了，20万稀有京城。不一会儿的功夫，价格已经超过了超稀有装备。不过此时叫价的人已经变得很少了，此时只有几名大佬在互相叫价。25万。出乎陆天辰意料的是，叫剑仙李纯风的玩家明显是个战士玩家，此时竟然也跟着叫价。最开始喊20万的玩家名叫荆轲刺秦王，他此时正一脸怒色，冲着剑仙李纯风道：你个死老头，你一战士抢个匕首有貂毛用？剑仙李纯风倒是不紧不慢的捋了捋下颚的胡须，拍卖拍卖，价高者的，你不服气加价就是。荆轲刺秦王着实被这个人气坏了，看他这名字也可以判断他是个刺客，这个匕首对他的诱惑力那简直是太大了。咬了咬牙，他继续道：27万京城，30万。荆轲刺秦王刚下定决心加的2万京城又被剑仙李纯风再次压下。陆天辰就这么看着这两个人掐价，他们掐得越狠，他赚的也越多。片刻后，价格都已经被叫到了50万京城，叫价的人仍然是那个老头。虽然叫价到50万京城，他已经没有了最开始的淡定，但是还是无法掩盖他是土豪这一点。我操，这个老头拍卖了不少东西啊，这么有钱的吗？陆天辰也不由得多注意了一下这个叫剑仙李纯风的玩家，真的是豪的没边了。不过荆轲刺秦王明显也不是个省事的主，犹豫片刻后，他对陆天辰道：京城我只有50万了，可以使用软妹币替代京城吧？陆天辰此时的京城储量已经是相当多了，所以不在意的点了点头。荆轲刺秦王明显一喜，随后喊道：50万京城，外加3000万软妹币。周围的玩家听到他喊出的价格，不由得都倒吸了一口凉气。我去，这个价格，这得将近8000万软妹币的价格了吧？果然，虽然天权没有充值端口，但是这装备交易的价格真的只有土豪玩家才能玩得起啊！我什么时候能搞到一个这样的装备啊？卖了之后我就游山玩水，做个富家翁。你可别尼玛做梦了，你能报个超稀有都回家烧高香吧？或许是真的拿出老本了。荆轲刺秦王叫完价后，转头得意地看着剑仙李纯风。第28章就送到这儿吧。剑仙李纯风此时的脸色也并不是很好，片刻的犹豫过后，缓缓开口：罢了，就让与你了。见他都这么说了，荆轲刺秦王此时更加得意，望向陆天辰手中的匕首，眼神中充满了贪婪之色。这个匕首马上就是我的了，我将成为天权第1刺客玩家。荆轲刺秦王内心暗想，随即对陆天辰道：好了，没人加价了，你快点敲锤，别墨迹了。陆天辰倒也并没有理会他的态度，赚到钱最重要，其他的都无所谓。50万加3000万软妹币1次，5000万加3000万软妹币2次。陆天辰故意拖着长长的尾音，
希望再有玩家参与竞价。5000万稀有金城外加5000万软妹币。正在陆天辰准备第3次确认的时候，人群后面有一道娇俏的女声响起，这声叫价让无数玩家心颤，于是四下寻找叫价的玩家。哎呀，让让，都让让！不一会儿，从人群后面挤进来了一个小女孩一样的玩家。陆天辰看着这挤进来头发都有些凌乱的小女孩，脸白净净胖嘟嘟的，好像一个瓷娃娃，嘴里竟然还含着一个棒棒糖，凌乱的2个小便煞是可爱。目光看向小女孩的头顶，咖啡加糖，这就是圣光城原来的第一人。陆天辰不由得有些好奇，不过也仅此而已。所有玩家都能选择形象，就算一个公会全都是吴彦祖、刘德华的形象，那也并不稀奇。周围的玩家也是一阵议论。我去，这是咱们圣光城的大佬咖啡加糖，我终于见到本人了，竟然只是个小女孩。听说她还是个隐藏职业呢，能弄出一堆魔兽帮助自己打怪，所以升级嘎嘎快。价格又被抬高了，陆天辰自然要重新确认价格。50万加5000万软妹币，还有没有更高的了？他说着，目光自然看向了荆轲刺秦王，现在有能力叫价的也只有他了。不过此时他脸色一黑，咬了咬牙，随后退出了人群之中。见他退出，应该是不准备参与竞拍了，所以陆天辰开始喊价。片刻后，3次确认都无人再出价，陆天辰小锤一敲就成交了。虽然加15的匕首的售价没有达到自己的预期，但是将近1个亿的收益也算中规中矩。添加咖啡加糖好友，随后发起交易。片刻后，50万金城外加5000万软妹币到手。陆天辰此时已经笑得合不拢嘴了。这2个小时的功夫，他收获了185万个稀有金城和5000万软妹币，捡钱都没这么快。关闭背包，陆天辰见周围的人仍然还在围观，于是便自行离开了。不过一些玩家似乎是盯上他了，跟在他后面就好像一张张狗皮膏药一般，财帛动人心。虽然他们深知那陆天辰绝对不是好惹的，但是他们还是决定跟在后面，期盼着捡个漏。陆天辰知道他们打的什么主意，于是开启幽影技风凯的被动，原本极快的速度再次提升1倍，都不需要召唤幽影器邻居，便将尾随的玩家们都甩开了。傀儡之心的原因，镜像分身可以一直存在了，所以现在就跟正常的玩家没什么区别。在陆天辰拍卖的功夫，他嘱咐镜像分身在圣光城闲逛，看看有没有隐藏任务啥的，也顺便让他买了个圣光城的回城石。陆天辰片刻的功夫就赶到了东城门，此时镜像分身已经在此等着了。他从镜像分身手中取过来回城石，随后随便从一个摊位买了一个面罩戴在脸上。敢打我的主意，看我让你们吃不了兜着走。面罩下的陆天辰邪恶地笑了笑，随后藏在了一个角落，而分身也在东城门处站着。会长，他在东城门，速来，快来东城门，他在这儿。果然，片刻的功夫，一群玩家还是发现了他。他们或许是在分头寻找着陆天辰，没有轻举妄动，都在远远地监视着，而是通知了其他玩家。陆天辰不急也不恼，分身在东城门闲逛，给人的感觉就像是一只迷路的小羊一般。不一会儿的功夫，陆天辰敏锐地发现，虽然一些人都在附近隐藏着，但是周围的人很明显越来越多。差不多了，该收网了。陆天辰低声喃喃，随后控制镜像分身向着野外而去。随着分身出城，一些隐藏的玩家都开始有所行动。这一切都被隐藏起来的陆天辰看在眼里，他甚至还看到了刚才竞价的一些玩家都带领了不少人跟在身后。片刻后，见大部分人都浩浩荡荡地走出城去，陆天辰此时也现身了，他尾随其后，跟在这一大群人额的最后面。如果陆天辰想，即使继承80%属性的镜像分身的移动速度，也能甩开这群人几百条街，但是陆天辰就让分身慢悠悠地前进，一会儿看看这儿，一会儿看看那儿，这样大部分玩家才能跟得上。而最后方的陆天辰则跟没事人一样，跟人攀谈。我说兄弟，你们这是干啥去？被陆天辰叫住的一名玩家回头看着戴着面罩的陆天辰，眉毛一蹙，不过还是回答道：刚才的拍卖会你没在，那你还真是错过了一场好戏。顿了顿，仿佛打开了话匣子。刚才一个玩家拍卖高强装备，得了不少金尘，而且有些人推断那人身上必定还有好东西，所以不少大公会都倾巢而出，准备捞点油水呢。陆天辰假装吃惊，随后疑惑地问道：既然能出售那么好的装备，那他自身的装备岂不是更好？打他的主意不明智吧？那人听闻陆天辰此话，一笑：兄弟，双拳还难敌4手呢，他装备再强又能怎么样？你们看这一群人至少3-5万人吧，一人吐一口涂抹，他都被淹死了。那人说的正起劲，忽然发现刚才和他聊天的人此时在原地呆着不动，便回头问道：哎，兄弟，你怎么不走了？陆天辰回头看了眼，
此时圣光城已经距离很远了。我说，你们就送到这儿吧。面罩下的陆天辰低声道。第29章分身显威。此时正走在最前面的镜像分身，此时也停住了脚步，随后转身盯着后面尾随的几万人。行了，还送啊？我都到家了。后面的众多玩家都有意地保持着比较远的距离，而距离较近的也都自认为隐藏得很好。此时听陆天辰如此说，也就不再隐藏。随后他们纷纷给后面的同伴发送消息。不一会儿的功夫，陆天辰就被里3层外3层的围了起来。分身环视四周，目光定格到了一名玩家的身上，笑了笑，淡淡的道：荆轲刺秦王，怎么拍卖不成就改行抢劫了？这正是之前出价购买传说匕首失败的人。此时荆轲刺秦王嘴角抽搐了一下，随后牙缝中挤出一句话：我也无意与你为敌，只是想从你这儿再买一个加15的传说匕首。陆天辰一阵好笑，之前你买不起，现在你就能买得起了，这不就是仗势欺人吗？有生意我自然是要做的，不过之前你买不起，现在你就买得起了。陆天辰原本淡淡的声音，此时瞬间变得很厉。想要仗势欺人，浑水摸鱼？哼，100万稀有金尘拿得出来，我立马给你匕首。陆天辰手上自然是没有传说匕首了，但是荆轲刺秦王要是有那么多金尘，拍卖的时候就出价了。果然，听闻此话，荆轲刺秦王脸上爬满了狠戾，随后一招手，那就不能怪我了，上！之所以这么多玩家都没有出手，正是因为荆轲刺秦王手底下的人是最多的，他们不上没人敢乱动。此时在他的号令下，一群玩家直冲陆天辰攻击而来。陆天辰有着545点的移动速度，分身也足有436点移动速度。虽然无法享受到各种被动技能提供的攻速移速加成，但相对于其他玩家来说也是极快的存在。只见无数的箭矢和魔法球朝向自己攻击而来，陆天辰不慌不忙，一个闪身便躲开所有技能，分身不退反进，冲入人群之中开始输出。负21000暴击。分身并不享受装备的增伤效果，1万多点的攻击也仅仅能打出2倍的暴击伤害。不过即使这样都已经相当牛批了，毕竟一名玩家就算装备全部穿戴齐全，也无非就1万的生命值而已，一剑下去也就满体加点的盾位能勉强存活吧。只见镜像分身一刀便将一个脆皮刺客砍死，周围的人都是一声惊呼：操！普攻2万，这尼玛要是一个烈火，斩一群人都得玩完。我就说咱们不应该招惹这个大神，强化加15的实心传说都能拿出来买，你要说他一身强化加15我都信，这伤害要没有高强武器，说出去我都不信。妈妈哟，我要回家。分身1万多的攻击力，在刀刀暴击的加持之下，几乎是一刀一个小朋友。分身在人群中如入无人之境，众人也开始乱了阵脚，甚至有的玩家跑得快，都已经找到一个安静的角落使用回城石了。荆轲刺秦王见此情形，瞬间流了一把冷汗，不过聪明的他马上反应过来，兄弟们别慌，他再强，只要控住了他，怎么都能秒掉他。或许是他的话起了作用，只见人群中的骚乱似乎是减少了一些。盾位的30级技能是嘲讽，此时几名盾位栖身上前，随后发动技能嘲讽。陆天辰的天赋提供了持久的作战能力，分身可以享受到天赋的回血和幸运值的刀刀暴击。他的本体有着技能不休之守护，不光可以免疫所有的控制，甚至还能免疫此次的控制伤害。不过没有任何技能的分身就不一样了，分身被控就很危险，所以分身在陆天辰的分心操控下开始左突右闪。不过几万名玩家毕竟基数在那儿摆着，陆天辰还是被一个盾位嘲讽住了。被控制住的陆天辰只能傻傻的挥剑向那名盾位砍去，又是2万多点的暴击伤害在其头顶飘出。不过这盾位剩一丝血愣是没死，于是众多玩家此时蜂拥而上，各种攻击就朝着陆天辰招呼上。只见一名浑身冒着紫色装备光环的玩家，他很有可能还将装备强化了。距离陆天辰最近，此时抡起自己手中的大剑直冲被控制住的陆天辰劈下。负4，只见一道轻飘飘的伤害在镜像分身的头顶飘出。纳尼？那人明显一愣，自己可是全力量加点，并且自己还氪金将6星稀有长剑强化到了+8，他的物理攻击更是已经破千，达到了1120点。结果雷声大雨点小，一次攻击只造成了4点伤害。他的脑子奇痒难耐，仿佛要长脑子了。他在计算着，我1120点的伤害竟造成了4点伤害，那眼前这人的防御力岂不是有1116点？1395点物理防御的陆天辰分身刚好继承了1116点的物理防御，这也是陆天辰敢让分身自己单挑一群人的根本。分身的攻速是极快的，不等牧师们给哪个残血的盾位加血，陆天辰又是一剑挥出将其灭杀。陆天辰刚恢复自由身，只见另外一名盾位眼疾手快再次释放技能嘲讽。
无奈再次被控住。不过这个盾位的血量明显就差点意思，陆天辰一个挥手便将其秒杀，控制时间也响应的结束了。但是人多的可怕就在此处，那些人就仿佛敢死队一样，一个接一个的上前，让陆天辰无法移动。虽然一个人的控制时间是有限的，但是只要人数多了，控制时间就变成了无限的。不过相比于盾位一个一个的被秒掉，此刻正围攻陆天辰的玩家则是见效甚微。除了极少的一些高玩法师可以造成一定伤害之外，物理职业最高能造成的伤害就是刚才那位仁兄的4点伤害了。马德，这个人1000多点的物理防御怎么堆的？这真的是我们能对付得了的吗？一些玩家一边输出一边抱怨道，他们都有些后悔来趟这趟浑水。而队伍的最后方见陆天辰被控住，不明所以的仍然在前赴后继的往前冲。兄弟走啊，浑水摸鱼就趁现在啊！之前和陆天辰攀谈的玩家努了努嘴，冲着陆天辰招呼道。闻听此话，陆天辰咧了咧嘴角，将无名神剑拿在手上。第30章，咖啡加糖出手。陆天辰与他是在队伍的最末尾，此时他正兴奋地跃跃欲试，想要在混乱中分到一杯羹。不过他的如意算盘注定打错了，只见刚刚还和他攀谈的玩家此时竟然对他出手了，那动作快得不可思议。只见眼前戴面具的玩家仿佛是没使用任何技能，就这么靠速度瞬间接近他，然后一剑封喉。那是真的一剑封喉，因为他的身影已经开始变成白光，慢慢的消散了。从他转身到消散，这整个过程也就发生在1-2个呼吸之间。小九，上去帮忙。陆天辰将小九瞬间从宠物空间召唤出来。虽然分身一时半会儿也不会出什么问题，但是陆天辰此时也并不想浪费时间了。小九出现的一瞬间，直接冲分身周围释放了技能虎火喷涌。由于与陆天辰是宠物关系，他的技能不会对陆天辰以及他召唤而出的分身造成伤害，所以他的攻击也没必要躲避开分身。原本正围着镜像分身攻击的玩家瞬间被虎火包裹，虎火造成大量伤害的同时，受到攻击的玩家还要忍受灵魂的灼痛，那感觉酸爽无比。紧接着小九的尾巴再次摇了摇，随后精准的将周围准备继续控制镜像分身的几名盾位玩家控制住。一瞬间，那几名玩家立刻傻傻愣愣地站在了那里。在小九的帮助下，镜像分身终于没有继续被控制，此时已经完全恢复了自由身。随即镜像分身再次在人群之中七进七出，杀来杀去。有了小九在旁边略阵，分身更是如虎添翼。陆天辰就在后面欣喜地看着这一切，一个分身就能单挑这么多玩家了，等时间久了搞一个分身大军，嘿嘿嘿。分身攻击是可以触发鲜血之拥被动的，但是也只是能触发回血而已，过量的鲜血之拥形成的护盾式汇聚在陆天辰这个本体身上的。就随着分身又是一剑将一个玩家带走，陆天辰的护盾值已经达到上限了。不过让他惊喜的是，此时分身的身上竟然也亮起来了一丝白色的护盾。咦，该不会……陆天辰内心一喜，他想到了一种可能，随即继续观察着。果不其然，在陆天辰的护盾值满了之后，分身也可以积累护盾值。我操，这不无敌了吗？陆天辰一阵激动，因为他突然想到一种无赖的方法。等分身多了以后，专门安排一个分身在野外刷怪，护盾值岂不是可以一直积累？而且分身军团现在想想就可怕，一堆10倍护盾的分身军团。陆天辰想着想着，倒吸一口凉气，那自己还不称霸一方啊？回头随便安排一个分身就可以带父母升级了。陆天辰如此想着，虽然还未实施，不过分身的作用已经被他开发了好几种用法了。还是快点结束战斗吧，我还要想想怎么才能返回巨阙城呢。陆天辰说罢，不再作弊上官，便准备上前与小九和分身一起处理眼前这些不知所谓的玩家。吼！不过正当他准备出手的时候，只见一道低吼声响彻起来。陆天辰一愣，随即循声望去，远远的只见一个有点像迅猛龙一样的怪物横冲直撞的冲了过来，而在其左侧有一只手持金弩的矮小哥布林，右侧则是3只野狼在快速奔袭，而后面还有一只1米高的蜘蛛在快速移动着。这个组合是很奇怪的，陆天辰好奇地盯着看。片刻后，距离终于近了些，陆天辰愕然地发现，那个迅猛龙的背上竟然还有着一个人影。仔细确认才发现，这不是那个出价购买传说匕首的咖啡加糖吗？尼玛，这是御兽师？召唤师？陆天辰一愣，感觉能操控怪物很是神奇。他也是来浑水摸鱼的。好奇过后，陆天辰喃喃道，随即眼神一凝。不管他是什么隐藏职业，只要敢和陆天辰作对，那就绝对是被灭杀的命运。不过出乎意料的是，接近人群之后，3只野狼迅速冲入人群，而那只金弩哥布林则在远程打击，巨大蜘蛛则是喷出大量蛛丝。不过看他们的目标，赫然是攻击陆天辰的那一群人。
陆天辰一阵疑惑，虽然现在形势就比较明了了，咖啡加糖貌似和他们并不是一伙的，但是也不敢肯定他为什么会帮助自己。原本准备出手的陆天辰将无名神剑收起，随后跳上一棵大树之上，观察着眼前的形势。分身和小九原本就已经不惧这些玩家了，此时又有了咖啡加糖的帮助，这场战斗呈现出了一边倒的局势。虽然此处距离圣光城并没有特别远，但是玩家被杀得胆寒了，复活后压根没有来这里继续厮杀的打算。20几分钟后，小九一个九尾狐火直接将最后一个玩家收割。此次围攻陆天辰的玩家大约有3万个，全部被击杀。此时地上密密麻麻的全都是掉落的装备，不过此时陆天辰却有些犯难，这些装备怎么处理啊？3万多件装备也能获得不少金尘，但是要是在这儿处理这么多装备也够麻烦的了。不过此时除了装备之外，还有一件事情需要处理。镜像分身转身看着慢慢走过来的咖啡加糖，而小九则在旁边凶狠地瞪着他。咖啡加糖倒是很淡定，走近后取出嘴里的棒棒糖，眼睛弯成小月牙笑道：别搞得那么紧张啊，我刚刚可是帮助了你啊，我自己可以解决。陆天辰控制着分身道，他却并没有因为咖啡加糖的形象而有半分的小觑。身为隐藏职业，而且还是圣光城的第一人，实力又岂是可以小觑的？不过听闻陆天辰如此说，原本笑盈盈的咖啡加糖笑意瞬间消失，转而鼓起腮帮子，双手掐腰，怒视着陆天辰。第31章处理装备。见眼前咖啡加糖的表情动作，陆天辰不明所以，什么情况？我也没得罪过他啊。摇了摇头，不再理会他，陆天辰开始低头捡地上散落的装备。原本叉着腰的咖啡加糖则是一脸问号，随即跳脚道：喂，我刚刚帮助了你，你就这个态度啊喂！刚捡起地上2件装备，陆天辰抬头眉毛皱了皱，我说了，就算你不帮我，我自己也可以解决。随后顿了顿，继续说道：之前我在公共聊天频道看到你寻找我的消息，你找我啥事儿？我好像也没招惹你吧？陆天辰一边说着，一边心里嘀咕：哎，老邱在这儿就好了，让他手下来处理。正当陆天辰如此想着之时，咖啡加糖说话了：你怎么没惹我？我最开始想去巨阙城的，你把巨阙城的奖励抢了，可怜的我只能来到圣光城。听闻此话，陆天辰恍然大悟，旋即就是一阵无语。谁叫你升级慢？不过嘴上却没有如此说。我是全华夏服第一个达到20级的，6大主城我还不是随便挑。咖啡加糖被陆天辰噎了个够呛，一句话没说完就捂住小胸脯，差点一口老血喷出来。片刻后，见小九和陆天辰仍然在捡装备，咖啡加糖眼睛转了转，随即道：这装备少说2、3万件吧，你这么一件件拍卖得到啥时候去？见陆天辰没理会他，他也并不生气了，而是慢悠悠的道：要不这些装备你打包出售算了，到时候自然会有其他人收拾。听闻此话，陆天辰手上的动作一顿，这感情好，省时省力，就像之前和老邱合作一样，花点金尘也无所谓。于是他也不让小九捡装备了，将手上的装备也丢在地上。陆天辰饶有兴趣的抬起头盯着咖啡加糖：哦，你的意思是你想要收？见陆天辰有了兴趣，咖啡加糖从地上捡起一件装备笑道：算是吧，我给你找个人处理，价格就按分解获得的金尘来计算吧。听闻此话，陆天辰内心暗暗计算，刚才他看了几件装备，确实星级都不高，扔到拍卖行也就跟分解的金尘等价。见陆天辰沉默不语，咖啡加糖继续说道：荆轲刺秦王他的工会我知道，一群小喽啰，估计装备的星级也不高，也就工会高层的装备还值点钱，那些就当帮你处理装备的费用了。那就这么定吧，我刚才看了几件装备，都是5星左右的，紫装不多，蓝装白装居多，那这些一共就按照6000稀有金尘算吧。咖啡加糖则是满不在意的道：行，我给你联系人处理。说罢便打开社交，发送消息和位置，随后关闭退出，对陆天辰道：行了，几分钟他就过来了。陆天辰点头答应。片刻后，隐秘在树上的陆天辰看到从圣光城的方向呼啦啦的来了一大群人，看这样子有几百人了吧，这为首的老头。陆天辰赫然发现最前方的人他见过，正是之前拍卖了好多装备的剑仙李纯甫。原来是他啊！正在陆天辰思索间，只见这几百人直接在镜像分身和咖啡加糖的附近停下。大小姐，为首的剑仙李纯风先冲着咖啡加糖恭敬的躬身，不过被他阻止了。随后他尴尬的笑了笑，随后又对陆天辰道：陈天先生，又见面了。剑仙李纯风拱了拱手，大有一番仙风道骨的样子。很显然这两个人貌似关系不浅，不过陆天辰也不在意。镜像分身也礼貌回应。陆天辰的本体此时正在树上待着呢，他正愁分身没法交易怎么办呢？
所幸现在来的是他，由于之前的拍卖，他们两个是有好友的，直接交易就可以了。陈天先生，那废话就不多说了，这些装备就按照你说的价格就行。镜像分身点了点头，随后假装打开社交。此时树上的陆天辰也跟剑仙李淳风发起了交易。片刻后，交易完成，陆天辰再次收获了6000个稀有金尘。虽然这相对于之前他获得的金尘来说就是小儿科，可是要知道6000金尘可就是60万软妹币啊！要是以前，对于陆天辰那都已经是天文数字了。所以蚊子再小也是肉，这也是自己辛辛苦苦得来的不是。陆天辰冲着剑仙李淳风和咖啡加糖拱了拱手，准备告辞。哎，你等等！不料此时咖啡加糖再次开口，陆天辰不明所以，转头看向他。怎么？还有什么事？陆天辰问道。而此时咖啡加糖犹豫了一下，似乎下了一个决定。我知道一个地方，有一个副本，我的实力无法通关。陆天辰恍然大悟，是想让自己带他刷副本啊？圣光城大佬也不行啊？就这？不过陆天辰倒是没有带妹的打算。要是野外副本也就算了，让分身陪他去杀怪，随便收点费用啥的。但是副本就不一样了，副本需要本人进入。算了吧，我没时间。陆天辰一口回绝。不过咖啡加糖却继续劝道：你先别着急拒绝，这个副本很有可能是个50级甚至更高级的副本。如果我们联手通关的话，奖励应该相当丰厚。陆天辰内心一阵好笑。不是吧，我都群刷 BOSS 了，区50级副本还要联手吗？不过副本对陆天辰来说的诱惑不可谓不大，且不说 BOSS 掉落的传说装备，就技能卷轴也值得他跑一趟。但是陆天辰不想和其他人组队刷副本啊，目前除了老邱和低调如我等人还算熟悉，其他人他都是放心不下的。见陆天辰正思索着什么，咖啡加糖以为他心动了，于是也不催促，就在旁边等着他的答复。联手还是算了，如果可以的话，我可以用技能卷轴来交换副本的信息。咖啡加糖一愣，他还以为陆天辰是在考虑是否要联手呢。不过回想起刚才对付荆轲刺秦王等人时的情景，输出高不说，而且全程都没有释放过任何技能，就已经游刃有余的了。随后又看了眼陆天辰旁边的小九，他之前看过宠物排行榜，这可是 SSS 级资质的宠物，就连他都眼馋不已。这个陈天也确实有这个实力。不过咖啡加糖内心嘀咕道。第32章特殊副本。陈天先生正在咖啡加糖思索间，旁边的剑仙李淳风对陆天辰道：这个副本和其他部分不一样，有些奇怪。哦，陆天辰一下就来了兴趣，好奇的哦了一声，便等待着他的下文。还是我来说吧。咖啡加糖此时似乎也是整理好了心情，对陆天辰道：这个副本我们之前派出一支队伍探索过，不过奇怪的是，这个副本似乎有着一种特殊的机制。说着说着，他顿了顿，仿佛在努力地平复自己的心情，就好像是游戏 bug 一样，在副本内阵亡，无法在圣光城内复活。陆天辰听完咖啡加糖说完后，陡然一惊：无法在城内复活？陆天辰低头思索，这感觉他太熟了。之前在幽影布拉德里克的地宫之中，他就遇到过类似的情况，当时还以为自己卡 bug 了，最后还是阿贝尔现身解决了挣脱后的布拉德里克，他和奥利亚才侥幸逃脱而出。真的有什么特殊机制吗？最开始我以为只有击杀布拉德里克才是逃出去的方法，但是种种迹象表明布拉德里克还活着。如果没有击杀布拉德里克，那为什么会出现次元门呢？陆天辰心里暗想。而此时咖啡加糖见陆天辰不说话，他则是继续说道：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我们之前派出过队伍进去探索了，队伍里面等级最高的更是之前等级排行榜第2的玩家，当时进入的时候都已经达到35级了。不过副本内小怪的等级都无法查探，他们甚至都没见到 BOSS 长啥样，被一群怪围殴致死。要说副本攻略失败也无所谓，无非也就是损失一些装备，掉的等级再打上去就好了。不过怪就怪在这里，他们竟然莫名其妙的在原地复活，而且一直如此，直至他们全部都被杀回1级。也是如此，最后无奈他们只好退出游戏。所以我们也只能理解为副本的特殊机制了。但是这个机制足以让很多玩家止步了，因为他们发现下线后再上线，还是会出现在那个副本之中。也就是说，除非副本通关，要不然这些人都无法再登录游戏了。陆天辰就这么听着咖啡加糖的讲述，内心暗自分析道：看来还是有所不同的。当时进入布拉德里克的地宫的时候，并没有小怪。在当时看来，布拉德里克确实很猛，但是那时候陆天辰也才10级而已，而且单次攻击无非也就是1万多点伤害而已。现在的陆天辰可以轻松挡下，要不试试？陆天辰有些异动。咖啡加糖继续说道：刚才我看了你的战斗，你的实力相当不错，咱们2个或许可以试试。而此时剑仙李淳风则是慌忙的道：大小姐，不可呀，你要是陷入副本内，可就再也无法登。不过还不等他说完，
咖啡加糖则是摆了摆手：“哎呀，老李头你啰嗦死了。”随即继续对陆天辰道：“喂，陈天，怎么说？这副本你去不去？”咖啡加糖说完后，掐着腰盯着陆天辰：“去，不过我还是自己去。”而此时，陆天辰也终于下定了决心，回答道：“咖啡加糖不乐意了，仿佛他圣光城第一人的身份遭到了嫌弃，实力遭受了质疑，于是跳脚问道：‘为什么啊？你看不起我？’”陆天辰没想到他反应如此大，于是尴尬的道：“倒也不是，就是我一个人习惯了。要是不带我进副本，我就不告诉你副本位置了。”咖啡加糖继续气鼓鼓的道：“那就算了。”陆天辰双手一摊，表现得很是无所谓。而反观咖啡加糖，此时却气得直转圈。这么任性幼稚，不会真是个小孩子吧？陆天辰看着他在原地转圈圈，感觉一阵好笑。不过仅仅一会儿的功夫，咖啡加糖停了下来，似乎是想通了什么事，大眼睛滴溜溜转了2圈，狡黠的对陆天辰道：“那行，你自己进副本吧，我把副本位置发给你。”陆天辰一愣，看着他那明显坏笑的表情，内心一阵发毛。不过下一秒，他的社交栏就亮了起来。打开一看，咖啡加糖竟然真的将副本的位置发了过来。将社交栏关闭，陆天辰再次狐疑的看了看他：“怎么，陈天叔叔不相信我？”见自己被盯着，咖啡加糖俏皮的道。陆天辰浑身打了一个哆嗦：“好的，位置收到了，等定位确认没问题，我给你3个技能卷轴。”咖啡加糖和剑仙李春风听闻此话，同时一惊。之前陆天辰说使用技能卷轴来交易副本信息，他们都以为他在说笑呢。现在不光真的允诺技能卷轴，而且一张口就是3个。剑仙李春风此时正欲开口答应，咖啡加糖则抢先道：“技能卷轴就算了，如果你真的通关副本，记得告诉我们，这样困在里面的玩家应该都能出来了。”陆天辰了然，随后冲着2人摆了摆手：“要是有召唤师的技能卷轴的话，给我留着呀。”陆天辰正准备离开，咖啡加糖则是继续道：“不出意外，他的隐藏职业果然是召唤师。”“好的。”陆天辰的镜像分身点头答应，随后便朝着一个方向前进着。“哎，副本在这边。”“反了！”咖啡加糖喊着陆天辰，而旁边的剑仙李纯风则道：“大小姐，或许陈天先生去副本之前需要准备一下吧。”咖啡加糖听他这么说，也觉得有些道理，随即从背包中取出传送石，选择了一个位置坐标，随后对旁边的剑仙李纯风道：“行了，老李头你回去吧。”第33章又见黑色石台。大小姐，你这么好的隐藏职业，如果被困在里面，那就太可惜了。剑仙李纯风也瞬间明白了自家大小姐的用意，急忙劝阻道：“哎呀，你快回去吧，我困里面不是还有你呢吗？再说我们2个联手，可未必能被困住。”咖啡加糖说着，便引动了回城石，向着目标位置传送而去。片刻后，他便出现在了一个黑色石台的旁边。“嘿嘿，让你不带我。”咖啡加糖掩嘴轻笑了一下，然后跳上了最近的一棵树上。不出意外的，他早就使用回城石记录好了副本的坐标，此刻传送而来，自然赶在了陆天辰的前面。就让本小姐来个守株待兔。而反观此时陆天辰的镜像分身与咖啡加糖2人分开后，便找了个地方与本体汇合了。咕噜噜，现实中的陆天辰感觉肚子一阵乱叫，看了眼时间，已经中午了。虽然分身可以一直存在了，但是不知道下线了是否会消失啊。陆天辰突然想到这个问题，如果和父亲在一个主城，他倒是想让父亲观察一下他下线后分身会如何，但是现在独自在圣光城，没办法这么实验。算了，自己总不可能一直在线，下线后再上线看看吧。随即陆天辰便下线了。他站起身走出房间，就看到了坐在沙发上嗑瓜子的父亲。“小陈，咋样？”父亲见儿子终于从房间中出来了，于是急忙问道。陆天辰向右一瞥，看向厨房的方向，此时母亲正关着门炒菜。他慢慢走到沙发边上，然后一屁股坐了下去，呼，长出了一口气，然后道：“哎，平平淡淡的又赚了5000万。”陆海听闻此话，咣咣给了陆天辰2下。“臭小子，谁问你赚多少钱了？我问你在圣光城怎么样，找没找到，怎么返回巨阙城？”陆天辰抓起一把瓜子，一边嗑一边道：“还没呢，卖了一波装备，现在正准备刷一个副本呢，回巨阙城的事下午再说吧。”陆天辰说罢，将电视换了个频道，问道：“巨阙城怎么样啊？”父亲听陆天辰如此问，将手中的瓜子放下，搓了搓手道：“巨阙城倒是没啥太大变化，兄弟盟作为第一公会，自然发展的也不错，但是也成了众矢之的。”陆天辰点了点头，兄弟盟作为第一个创建的公会，影响力很高，不知道多少玩家要眼红，父亲的私聊估计都被刷爆了吧。将手中的瓜子扔回托盘，陆天辰往后一靠，懒洋洋的道：“我不是给了你一些高强装备吗？
周鹏可以信得过，给他整一身高墙，谁敢嘚瑟就让他收拾他们去。而父亲此时沉吟了一下，继续道：一些工会自然是很好解决的，不过其中也有一些比较大的势力，我不将工会转让给他们，就一直找麻烦。尤其是一个叫做黄天的工会，他们工会的装备水平非常之高，而且等级排行榜前10有4名都是他们会内的骨干。听闻父亲如此说，陆天辰一下坐直了身体。黄天工会，黄老大。陆天辰一阵疑惑，他们不全都被我杀到1级了吗？怎么可能太强？而且等级排行榜前10有4个是他们工会的人，不可能吧？陆天辰有点不可置信。不过父亲是没有必要骗自己的，他们工会的会长是不是叫黄老大？陆天辰确认道。虽然不清楚陆天辰为什么会知道这个黄天工会会长的名字，但是他还是点了点头。而且你走后，他的等级现在已经超过了低调如我、位居榜首了。听父亲如此说，陆天辰一脑袋问号，难道他们工会找到什么升级比较快的练级地图了？陆天辰内心暗自嘀咕，目前也只能如此猜测了。不过陆天辰旋即就是一阵冷笑，真的是山上无老虎，猴子称大王。看来处理完副本的事情，还需要抓紧看看怎么返回巨阙城了。陆天辰正如此想着，厨房的门打开了，母亲端着菜走了出来。陆天辰早就饿得前胸贴后背了，上桌开始狼吞虎咽地吃了起来。而此时天泉之中，咖啡加糖揉了揉眼睛，他就这么一直盯着黑色石台的方向，生怕陆天辰来了自己没发现。咕噜噜，看了眼时间，这正是吃午饭的时间。咖啡加糖捂着肚子抱怨道：哼，这个臭陈天，他那么快的移动速度，爬也爬到了啊！阿 T。 饭后正在院子的藤椅上晒太阳的陆天辰打了个大大的喷嚏。哎呦我去，谁骂我啊？陆天辰捏了捏鼻子，随后继续闭眼晒太阳。1个小时后，哎呀，舒服，竟然睡着了。陆天辰看了眼时间，这都快2点了，吃饱喝足睡够了，上线攻略副本。于是陆天辰起身往回走去，回到卧室躺在床上，将头盔戴在头上就上线了。上线的第一时间，陆天辰就环视四周，他要确认分身是否会随着自己下线而消失。如果是这样的，那这傀儡之心就太鸡肋了。呼，还好，看来可以卡 bug 了。当他看到分身还在，他长出了一口气。随后陆天辰心念一动，分身和本体融为一体，等下次需要的时候便又可以召唤而出，真是方便啊！陆天辰感慨了一句。随即他打开社交中咖啡加糖的聊天窗口，确认了位置信息后，召唤出幽影麒麟居，朝向目标前进。不一会儿的功夫，陆天辰便到了这里。从幽影麒麟居上跳下来，陆天辰第一时间就看到了前方的黑色石台。这黑色石台他无比的熟悉，简直和通往布拉德里克的地宫的黑色石台如出一辙。难道这里也封印了一个幽影？陆天辰内心暗自嘀咕。虽然说布拉德里克上次对付10级的我，一个技能也仅仅打出10000点的伤害，现在看来也就一般般，但是回想起当时的经过，陆天辰的内心中突然有一丝不安。但是上次布拉德里克明显是被封禁了很多年，状态可能不及全盛时期的10之1、2，这要是来个满状态的，到底该不该进去呢？陆天辰就在黑色石台周围转圈，内心思量着。片刻后，陆天辰拍了一下大腿，仿佛想到了什么好点子。对了，阿贝尔对付幽影不是挺有一手的吗？问问他。随即陆天辰打开背包，将里面的阿贝尔的灵魂石取出，捧在了手上。第34章，再入地宫。阿贝尔，阿贝尔！陆天辰捧着阿贝尔的灵魂石呼唤道。和以往不一样的是，这一次灵魂石果然有了反应。只见紫色晶石光芒闪动了一下，但是马上就没动静了。给点提示啊，这黑色石台大概率通往魔界大 boss 的地宫的，到底进还是不进啊？陆天辰说完后，眼睛一眨不眨的盯着紫色晶石看，生怕错过了什么。片刻后，紫色晶石光芒一闪，虽然阿贝尔没有现身，但是他的声音却传进了陆天辰的耳中。进！很简短，就1个字。切，这么高冷。得到回复，陆天辰随手将其收入背包之中。随即陆天辰心一横，双手扶着黑色石台。片刻后，像之前进入布拉德里克的地宫一样，一股狂猛的吸力陡然自石台之内产生。有了上次的经验，陆天辰此时并没有多惊慌。然而正当他要被这股吸力吸进黑色石台之中时，他惊愕地发现，此时不远的一棵树上跳下来一道娇小的人影，正笑眯眯地冲着他这里赶来。我去！陆天辰再次睁眼，此时已经在地宫之中了。不出意外的，他的旁边还躺着一个小女孩，这小女孩不是别人，正是蹲点守着陆天辰1个多小时的咖啡加糖。此时他也缓缓地睁开眼睛，环视四周。当他看到陆天辰质疑的目光时，咧开嘴嘿嘿一笑。哟，
又见面了，陈天鼠鼠。陆天辰一阵无语，很明显他被摆了一道，但是此刻他已经进来了，没有任何办法。于是陆天辰摇了摇头，道：“这个副本的危险程度远超你的认知，我都不一定能自保，你自求多福吧。”陆天辰说完后，转头就顺着通道向前走去。哼，本小姐保命技能多着呢。咖啡加糖说完后，便颠颠的跟上了陆天辰。通道并不长，陆天辰二人大约前进了1分钟，看见前面宽阔了不少，于是二人加快脚步。果然，随着他们的前进，前面的通道断了，而往下看去，有着几百米的高度差，而下面则是一个大大的圆形平台，只有一道蜿蜒的楼梯从洞口直通下面。而圆形平台并不是最主要的，最主要的是圆形平台上有着密密麻麻的一群黑色生物在休憩着，平台上甚至还散落着一些装备，想必都是之前探索的玩家被击杀掉落的。死！陆天辰见识过了魔界生物工程和第9名域的大量生物，随意表现很淡定。但是咖啡加糖此时上前一步，却是倒吸了一口凉气。他虽然是圣光城第1人，可哪里见识过这种阵仗，不得不说他近来着实有些拖大。我去，这得几千只怪物了吧？咖啡加糖惊道。陆天辰回头看了下他张成了 O 型的小嘴，调侃道：“咋了？圣光城的大佬害怕了呀？”咖啡加糖见自己被如此小瞧，赶紧挺了挺小胸脯，傲然道：“谁怕了？我的宝宝们可厉害着呢。”陆天辰笑而不语，随后使用真视之眼查看下方的怪物。他等级已经高达49级，使用真视之眼至少可以看到59级怪物的属性。虽然下面的怪物各式各样的长得吓人，但是通过观察发现，他们的等级都是50级的普通怪。陆天辰自然是不怕的，而咖啡加糖仅仅38级的属性，则是一脸懵逼，心里更加慌了，因为他看不到怪物属性。陆天辰看出他内心所想，于是转头道：“不用看了，这都是50级的怪，你是看不到属性的。”咖啡加糖则是尴尬的直挠头，说实话他有些后悔进来了，但是现在也只能打碎牙齿往肚子里咽了。那现在怎么办？咖啡加糖转头看向陆天辰问道。陆天辰则是耸了耸肩：“怎么办？凉拌。”随后便从宠物空间中将小九召唤而出。话说在前头啊，谁击杀后掉落的装备归谁？说罢，陆天辰又喊道：“小九，使用虎火喷涌，看他们能不能上得来。”小九心领神会，浑身妖力鼓荡，随后释放了技能虎火喷涌。只见下方有着几十只魔界生物，由于比较密集，被小九这一击同时击中。只见被虎火灼烧的怪物头顶飘出一道高额蓝色魔法伤害和一道更加高额的白色真实伤害。小九出手后，只见下面原本安静的场面变得混乱起来。片刻的骚乱过后，他们终于锁定了小九的方位。滋滋！只见这空间之内响起了各种魔界生物尖锐刺耳的叫声，随即下面密密麻麻的黑影开始向着小九的方向移动，正顺着楼梯爬上来。虽然有少部分的魔界生物可以飞，但是大量的魔界生物只能通过攀爬的方式来接近，这样一来，他们的位置就愈发的密集起来。陆天辰一喜，随后对小九继续道：“你只管尽可能多的攻击下方的魔界生物，飞上来的和爬上来的交给我。”小九不敢怠慢，赶紧再次释放了一个范围技能打输出。嗖！几个呼吸的时间，只见下方一直长着一对黑色羽翼，仿佛一头浑身漆黑的远古翼龙一样的魔界生物，快速冲向站在洞口的二人和一宠。但是陆天辰则是不慌不忙，将半截无名神剑拿在手中，随即一个蓄力技能披风斩瞬间发出。只见一道狂猛的剑气直接从半截的无名神剑中挥劈而出，随后精准的击打在那浑身漆黑的远古翼龙的头顶之上。第35章咖啡加糖的底牌。-51255暴击，-10万真实伤害。只见漆黑远古翼龙的头顶瞬间炸出2道高额的伤害。我的天！此时陆天辰的身后正准备召唤宝宝的咖啡加糖见到他这一击造成的伤害，嘴巴瞬间张得老大，他口中喃喃的道：“这伤害真的是49级的玩家可以打得出来的吗？”其中1道5万多的红色伤害自然是陆天辰施展技能披风斩造成的。130%的伤害倍率，加上2.75倍的暴击伤害，再加上无名神剑升到10星提供的10%伤害附加，直接让原本就超高的伤害此刻更加炸裂。而那道白色的真实伤害，自然就是幽冥之力的切割伤害。真不愧是魔界生物，50级的小怪的生命值竟然和50级 BOSS 矮人王相当了。陆天辰一阵惊诧，不过有着群刷 BOSS 经验的陆天辰自然不会惧怕，速度最快冲到最前面的远古翼龙被陆天辰攻击到后，身形停滞了一下。就这么一瞬间的功夫，后方又有几十只漆黑的远古翼龙再次冲了上来。洞口虽然并不狭窄，
但是对于体型庞大的魔界生物就相当狭窄了。只见此时几十只远古巨龙同时朝向这个洞口飞掠过来。嘿，等的就是现在！陆天辰成竹在胸，直接释放无名神剑，强化满级获得的主动无我剑气。只见陆天辰一道金色的剑气瞬间凌厉的挥劈而出。这道无我剑气并不是像披风斩一样，它似乎有着穿透的作用。冲击到第一只魔界生物身上后，威势竟然丝毫不减，继续沿着一条直线向前方不断前进。几乎是1-2个呼吸之间，挥劈而出的无我剑气穿透了大约20-30只远古翼龙，随后威势不减的直劈向对面的墙壁，这才消散于无形。而被攻击到的远古翼龙无一例外的头顶都冒出了50万和10万的2道高额真实伤害，直线距离5%最大生命值的伤害，在怪物聚集的时候还挺好用的。陆天辰感慨道，毕竟无我剑气仅仅只有60秒的冷却时间。虽然距离下面的圆形场地有着几百米的距离，但是魔界生物的移动速度也相当之快。虽然小九在一刻不停的输出着，不过此时他的范围技能也全部都进入冷却了。几乎是4-5个呼吸之间，只见下面的魔界生物就有几只已经顺着陡峭的楼梯爬了上来。后退！陆天辰对着咖啡加糖大喝一声，随后直接发动技能烈火斩。只见无名神剑瞬间火光缭绕，陆天辰对着跃上来的几只魔界生物挥劈而出。下去吧你！造成大量伤害的同时，顺利的将他们全部打了下去。不过他们仿佛是不怕死且锲而不舍一样，掉落在圆形平台之后，继续跟着大部队向着洞口爬来。咖啡加糖经过了最开始的震惊之后，也冷静了下来，随即也不甘示弱的召唤出他的几个宝宝。不过见效甚微，此时有着陆天辰在洞口守着，一夫当关万夫莫开。3只妖狼和迅猛龙宝宝这4个近战的召唤宠压根没有什么输出的空间。而那个金弩哥布林倒是让陆天辰刮目相看，一次攻击竟然可以对防御如此之高的魔界生物造成1000多点的伤害。不过也仅此而已，这点伤害在陆天辰的伤害对比之下显得不值一提。而咖啡加糖此时也感觉面子有些挂不住，见金弩哥布林每次攻击只有这么点伤害，有些不满。他之前可是夸下海口，自己和陆天辰联手通关副本的。就目前看来，现在99.99百分号的伤害都是陆天辰打出来的。哼，让你看看我的能力，本小姐也是有底牌的好吧？咖啡加糖此时一咬牙，双手不停变换，身后竟然出现了一道火焰人影。此时正在前方输出的陆天辰感受到了后方的魔法力波动，诧异的往后看了眼。咦？当看到咖啡加糖此时身上的衣服无风自动，而后面还出现了一道火焰人影，陆天辰轻咦了一声。分。片刻后，咖啡加糖身后的火焰人影凝实了一些，随即他大喝一声，只见狂猛的炙热火焰瞬间在魔界生物的脚底燃烧起来。我去，这什么技能？范围这么大！陆天辰此时正站在洞口的最边缘处，他可以看到所有怪物的一举一动。此时火焰的那范围之大，几乎将一半的魔界生物全部都包裹在内了。而更加让陆天辰惊奇的是，每一个被灼烧的魔界生物的头顶都炸出高额的真实伤害。陆天辰一惊，这火焰伤害1秒一跳，而每次跳出的伤害都足有10万之多。这技能是每1秒造成1%的真实伤害。陆天辰一阵惊诧，没想到这咖啡加糖也有2把刷子。不过接下来陆天辰就更加震惊了，小九也有范围真实伤害，但也只有3段伤害而已，也就是一次攻击可以对目标造成3%的最大生命值伤害。不过咖啡加糖这攻击足足持续了9秒才停止，也就是说在这9秒内直接对受到攻击的魔界生物造成了9%最大生命值的伤害。再加上那超大的技能范围，这短短的9秒钟所造成的伤害可以用成吨来计算。陆天辰转头看了眼他，只见此时他背后的火焰人影此时已经变得越来越淡，趋于透明了，而他本人看起来也虚弱不堪。看来这范围真上用起来还有一定的副作用啊。陆天辰内心正暗自嘀咕着。只见此时咖啡加糖从背包中取出了几瓶终极生命恢复药水喝了起来。陆天辰虽然注意着咖啡加糖这边的动静，不过手上的动作却是一刻不停。他一边挥舞着无名神剑攻击着魔界生物，一边侧头对他道：这伤害可以啊。咖啡加糖见自己的实力终于得到认可了，也是小脸一阵傲然，挑眉撅嘴道：那是，你也不看看本小姐。可是还不等他说完，直接就被陆天辰打断了。第36章，我差这一件装备吗？你这个技能有啥副作用？听闻陆天辰如此说，咖啡加糖顿了顿，随后道：这个技能持续30秒，如果生命值足够可以一直持续，怪物每秒会损失1%最大生命值，但是副作用比较明显，代价是使用者每秒损失10%的最大生命值，9秒已经是我的极限了，再用一次技能我就要嗝屁了。
陆天辰听完咖啡加糖的介绍，暗暗的点了点头。这就是杀敌1000自损1万的技能，虽然消耗比较大，但是特殊情况特殊配合可以有着奇效。想到这儿，他就是一阵心痛。这么变态的技能为什么不是我的啊？别说每秒损失10%最大生命值了，就算每秒损失90%最大生命值，他都不怕呀。他神级天赋鲜血之拥，只要造成伤害，那就是100%转化生命值，那还不是分分钟就回复满？持续30秒，足够他打出成吨的伤害了。陆天辰内心咆哮着，但手中的动作却一点都没停。他一边不停地攻击着进攻而来的魔界生物，一边对咖啡加糖道：“那你有着这个技能在，你不应该穿戴高生命值的装备啊。”陆天辰的思路是正确的，如果自己生命值比较低的情况下，就算每秒损失10%的最大生命值，依靠药水还是可以勉强多输出几秒的。但是如果生命值过高，消耗还是10%生命值的话，药水可能就够呛能恢复的过来了。听闻陆天辰如此说，咖啡加糖点了点头，回答道：“是啊，你以为我不想吗？这技能还有一个限制，就是如果单次扣血不足1000，就按照1000来计算。”陆天辰一剑斩落3、4只冲上来的魔界生物，听到咖啡加糖如此说，也瞬间理解了。如果有着这个限制，倒也可以解释为什么咖啡加糖不走低血流了。他看着咖啡加糖一瓶一瓶的喝着生命药水，这一瓶也才500血，这得喝到啥时候去啊？陆天辰翻了个白眼，随后向咖啡加糖发送了组队请求。叮，玩家陈天邀请你加入队伍，是否同意？是否？咖啡加糖此时正一瓶一瓶的喝着终极生命药水，被突然弹出的组队消息整得有些发愣。不过紧接着就反应了过来，看来自己的实力得到了陆天辰的认可，随即小眼睛就弯成了月牙状，笑眯眯的选择了是加5861恢复。可是正当他刚进入队伍的时候，他的头顶瞬间就飘出了一道巨额的恢复提示。原本还笑眯眯的眼睛此时舒展开，随后睁大。他本就等级较高，并且自己一身装备都可以在圣光城排名前列，而且在他的氪金下，他早已经将自己一身装备强化到了比较高的等级，他的生命值已经堆到了1万点。刚才他使用技能9秒，损失了90%的生命值，刚刚他喝下2瓶终极生命药水，恢复了1000点，此时竟然都快恢复满了。我滴个乖乖哟！咖啡加糖此时嘴巴张得老大，虽然不清楚这么巨量的回血是哪儿来的，但是还是觉得很屌。疑惑间，旋即他抬头看向陆天辰正在和怪物奋战的背影，是他吗？随即他摇了摇头，回头看了下后面再次凝视的火焰人影，趁着技能还在持续时间，再次打点输出吧。旋即他便双眼一阵凌厉，焚！随着他的一声轻斥，只见之前魔界生物脚下消失的火焰再次出现，继续灼烧他们的同时，也造成大量的伤害。虽然伤害很变态，但是他本人生命值下降的也相当之快，仅1秒的时间，10%的生命值就直接蒸发了。加5861恢复。不过下一秒他就呆住了，竟然又是一道将近6000点的高额生命回复。1万点生命值的10%也才1000点生命值而已，但是这一次就回复5000点生命值，多少有点变态了吧？别分神，抓紧时间输出。当他的目光停留在陆天辰身上的时候，后者的声音落在他的耳中。随即咖啡加糖也不再分神，全力的使用火焰灼烧着魔界生物。他就这么咔咔回血，直到身后的火焰人影彻底消失，他的生命值都是满的。咖啡加糖就这一个主动伤害技能，还是隐藏职业的半生技能，这让他不得不感到惊奇。随后目光再次停留在陆天辰的身上，片刻后目光又转到小九身上。他一个战士，那高额的生命回复总不会是他的技能吧？难道是他的宠物？可是正当他美目流转的时候，陆天辰一跃而下，直接冲向了怪物的最中心处。随即小九也跟着一跃而下。喂！咖啡加糖刚要叫住陆天辰，但是却有一只魔界生物冲了上来，堵住了他的去路。他没工夫担心陆天辰了，专心控制起召唤而出的宝宝，对付起眼前的这一只魔界生物。虽然不想让咖啡加糖看到自己太多的底牌，所以陆天辰并没有将镜像分身召唤而出协助战斗。可即使如此，陆天辰顶着100多万的护盾，在怪物堆里杀得昏天黑地。片刻后，终于有一只魔界生物被陆天辰所击毙，不出意外的直接弹出了是否转化成金尘的提示。嘿，还是魔界生物方便。虽然每个魔界生物都能提供1件实心子装，但是陆天辰毕竟背包有限，所以他还是将大部分收获转化成了金尘。20几分钟后，陆天辰终于将场地内所有的魔界生物全部解决，直接收获了900件实心子装和25310个稀有金尘。而此时咖啡加糖也从蜿蜒的楼梯走了下来，看来他那一只怪也解决完了。
只见他走到近前，从背包中拿出一件装备，对陆天辰道：“这是刚才那只怪掉落的装备，你的贡献值最高，还是给你吧。”陆天辰听闻此话，表情一阵变缓，想了想自己刚刚获得的一裤兜子装备，内心暗道：“我差这一件装备吗？”第37章，第9店主格雷沙姆。刚刚咖啡加糖献祭生命输出也打了不少伤害，陆天辰内心暗自吐槽：这要是按照贡献度来分配，那这装备得分给你多少啊？虽然心里这么想着，不过陆天辰嘴上却并没有如此说。之前已经说好了，谁掉落的装备就归谁，你自己拿着吧。陆天辰满不在乎地摆了摆手，随后指着地上散落的装备道：地上的装备都是之前探索副本的玩家掉落的吧？这我就不拿了。他说罢便转身走了。实心的紫装看都不看一眼，豪横极了，只留下在原地发愣的咖啡加糖喃喃道：这人还怪好低乐。将地上的装备全部收起，他快步跟上陆天辰。这个圆形场地只有2个通道，一个是陆天辰他们来时的洞口，而圆形平台的对面还有一个洞口，那里似乎连接着下一片空间。陆天辰没有什么犹豫，顺着蜿蜒的楼梯石阶上，然后沿着通道一直向前走。片刻的功夫，只见前方隐约的有一丝亮光，陆天辰忍不住加快了脚步。片刻之后，只见前方再次出现一个宽敞的空间。不出陆天辰所料的是，宽敞的空间内除了一个高大王座和周围9根高大的石柱外，并没有任何东西。陆天辰定睛朝向王座上看去，只见一道高大的身影，身披黑色的斗篷，正端坐在王座之上。与以往不同的是，王座上的这道身影此时正盯着这个洞口处，仿佛他早就知道会有人来一样，在这里等着。陆天辰第一时间使用真视之眼查看怪物属性。第9店主格雷沙姆，隐藏 BOSS， 等级未知，生命值未知，物理攻击未知。查看完眼前 BOSS 的属性，陆天辰一惊，第9店主格雷沙姆，我现在49级竟然都无法看透等级。第9，他和第9名誉难道有什么关系？陆天辰低声喃喃的嘀咕。而后面追上来的咖啡加糖此时也查看了一下 BOSS 的属性，小怪他都看不透等级，更何况这隐藏 BOSS 了。于是他低声问道：怎么样，这 BOSS 是多少级的？陆天辰则是轻轻的摇了摇头，表示自己也无法看透等级。而咖啡加糖则是一惊，要知道陆天辰已经达到了49级，也就是说这个 BOSS 的等级已经超过了59级。随即他的小嘴吃惊的张成了 O 型。陆天辰虽然心有震惊，但是淡定了不少，毕竟没见过等级的 BOSS 他见了不少。他的眼神跳过第9店主格雷沙姆，继续往后看，只见圆形平台的对面赫然还有一个通道。陆天辰好奇起来，通常情况到 BOSS 房间应该就是头了，难道这个地宫之中还隐藏着什么？陆天辰内心暗自分析道。但是目前来看，不解决第9店主格雷沙姆，他们也没法前往下一处空间。正在陆天辰思索间，只见王座上的格雷沙姆缓缓地站起身来。原本坐着就看着高大无比的身体，此时站起身足有4-5米之高，身后的披风无风自动，看着竟然有一点帅气。格雷沙姆嘴巴张了张，然后一道阴哑的声音响彻整个空间：冒险者。他说罢便是一个闪身，几乎一个呼吸的功夫，他便瞬移到了陆天辰的面前。陆天辰没想到眼前这 BOSS 的移动速度如此之快，来不及躲闪，陆天辰只能开启无名神剑的主动技能剑灵守护。只见陆天辰的周身环绕起了3柄小剑的虚影，果不其然，72境的格雷沙姆单手成爪，直接向着陆天辰的脑袋抓下，仿佛想要一瞬间将他捏爆一样。不过他的如意算盘注定是打错了，就在他一爪抓下的同时，陆天辰周身的3柄小剑剧烈的颤抖起来，随后破裂消散。剑灵守护的效果直接抵消了这次伤害，甚至竟然直接将格雷沙姆震退了2步。有趣，有趣！被震退的第9店主格雷沙姆见此情形，仿佛来了一点兴趣，嘴里不停地说着有趣。而陆天辰此时也动了，此时他一身的技能早就已经冷却好了。只见他手持无名神剑，第一时间将幽冥之力开启，嗖嗖，直接挥劈出2道剑气，技能披风斩和装备技能无我剑气同时使用。陆天辰出手已是相当快，眼看格雷沙姆此时已经是避无可避，可是他仿佛是知道无我剑气的威胁更大一些一样，果断的身体向一个方向侧过去，他直接一个侧身躲避开了无我剑气的攻击，而他则是被披风结结实实的击中。-42255暴击，-200万真实伤害。只见2道伤害在其头顶飘出，陆天辰一阵吃惊，之前同样使用披风斩，他单次攻击可对远古翼龙造成5万多点的伤害。他也曾暗暗计算过，50级的小怪远古翼龙的防御力大概是1000点左右，而此时他的伤害竟然直接被抵消了1万点，
也就是说，眼前这个大 boss 竟然有着1万点的物理防御，这还是陆天辰自从来到天泉后第一次见到防御力这么高的 boss。不过看这 boss 的样子，明显是在全盛时期，他具体和幽影布拉德里克孰强孰弱还真不好说。超高防御力是一方面，而陆天辰这一击造成的另外一段真实伤害让陆天辰又是一惊，1%的生命切割竟然就有200万的伤害，那这格雷沙姆的生命值岂不是有2亿？陆天辰想要破口大骂，1万点物理防御，2亿生命值，这真的是玩家可以刷得过去的吗？想起之前探索地宫的玩家，就算过了小怪那一关，在 BOSS 这儿也断没有任何反抗之力。这也就是陆天辰掌握着多个100%伤害技能，要不然就算他伤害高，想击杀眼前这个 BOSS 也是不太可能的事情。虽然陆天辰的内心不停地分析着，但是时间也仅仅只过了1瞬而已。他一边想着，一边将幽影疾风铠的被动疾风之力移动速度直接翻了1倍，不好搞啊！而且陆天辰内心暗道，这第9店主的移动速度也太快了。第38章，这小妮子保命技能还真不少啊。确实，虽然目前还并不清楚第9店主格雷沙姆的攻击有多少，技能什么效果，但是就单从生命值和防御力来看，他的实力就可见一斑。不过虽然他的生命值超高，但是陆天辰也并不是没有任何好处的。仅仅刚才那一击披风斩，陆天辰的护盾直接就吸收满了。我就不信你能一下就将我的护盾秒掉。陆天辰如此想着，狡黠一笑，随即准备动手。他立即开启技能罡风惊天，他想对其造成伤害的同时，也以此减少格雷沙姆的移动速度。陆天辰的这个战术可以说还算不错，但是格雷沙姆这种 BOSS 明显不同于其他副本 BOSS， 他就好像有智慧一样，先是之前靠第一反应躲避伤害更高的无我剑气，这次见陆天辰使用大范围减速技能，竟然第一时间逃离了罡风惊天的控制范围。无奈陆天辰无法攻击到目标，但是开启幽冥之力的自己一直持续的在掉血，所以他也只好将幽冥之力的效果解除。格雷沙姆就那么随意的站立在距离自己并不是很远的地方，陆天辰神情有些凝重的看着他，他给了陆天辰相当大的压力。与其说他是个 BOSS， 还不如说是有超强属性的高玩玩家。格雷沙姆躲避了陆天辰的技能后，就在安全距离盯着他们，所以现在陷入了一阵僵持之中。你使用那超大范围的100%技能，我帮你回血，并且他的攻击我尽量帮你挡下。陆天辰心思电转，微微偏头对着侧后方的咖啡加糖低声道。而听了陆天辰的话，咖啡加糖的表情一阵变缓，随后尴尬的道：那个技能的冷却时间有点久，1个小时。陆天辰听后顿时有些无语，虽然这个技能的伤害相当可观，不过1小时的冷却是不是有点太长了？思来想去，陆天辰也没有想到好的办法对付眼前的 BOSS 格雷沙姆。他有些焦急，脱离战斗30秒后，护盾持续时间就到了，再拖下去护盾就要消失了。陆天辰内心嘀咕了一声，随后不再坐以待毙，至少他要保证护盾一直存在。技能重击冲锋发动，陆天辰直接冲向前方的格雷沙姆。虽然陆天辰有着545点移动速度，并且激活的幽影及风铠的主动技能让速度再次翻倍，达到了1090点，再加上重击冲锋轻微加速的效果，冲击向 BOSS 的速度已经是相当快了。但可惜的是，格雷沙姆仿佛提前预判了他的动作一样，直接一个瞬身向右横移了40-50米的距离。陆天辰无语了，他有点想骂街，生命值又高，防御力又高，移动速度还快，这还打个毛线？他速度再快也不可能快得过瞬移啊。不过正在陆天辰内心思索间，格雷沙姆动了，不过他的目标不是陆天辰，而是被几只宝宝包裹住的咖啡加糖。格雷沙姆几乎是一个闪身就到了咖啡加糖的面前，先将比较弱的解决掉吧。一边探出手掌抓向他的头颅，一边道，那速度快得不可思议。但是咖啡加糖作为圣光城的第一玩家，也并非是浪得虚名。嚯！只见他仓促地喊了一句，原本守护在前方的3只妖狼，此时竟以极快的速度同时跃起来阻挡格雷沙姆的攻击。其中最中间的妖狼速度最快，他张嘴咬向格雷沙姆的大手，但是反抗却有些徒劳，妖狼并未对格雷沙姆造成什么伤害。只见格雷沙姆大手一捏，那只妖狼便被捏爆了。死！陆天辰倒吸了一口凉气，因为刚刚格雷沙姆捏爆妖狼的时候，妖狼头顶上竟然飘出了5万点的伤害提示。这么高的伤害，除了他以外，那岂不是捏谁谁死？就在那一只妖狼被捏爆的同时，只见另外2只妖狼的体型明显大了一圈，虽然慢了一些，但是此刻仍然一左一右的咬在了格雷沙姆的手臂两侧。而此时咖啡加糖抓住这个机会，也开始急速的后撤。陆天辰见格雷沙姆被纠缠住，也使用技能瞬影一击，开始快速接近。哼！不过格雷沙姆随即冷哼一声，好像拂袖一样甩了一下手臂，
但是撕咬在手臂上的2只妖狼此时竟然被急速的甩飞，瞬间撞击在了圆形平台四周的墙壁之上。只见格雷沙姆将2只妖狼甩开之后，再次将目光盯住正在后撤的咖啡加糖，再次一个闪身，不光躲避了陆天辰的一击，也同时一瞬间就接近了咖啡加糖。只见他双手握成了一个拳头，随后冲着咖啡加糖重重的砸了下去。砰！一道沉闷的声音响起，只见 BOSS 格雷沙姆的脚下被砸出了一个大坑，淡淡烟尘正在其中飘出。完了，可不是我不救你啊，这 BOSS 速度太快了。陆天辰一击未中，抬眼查看，嘴里嘀咕道：嗨呀！不过还不等陆天辰说完，他的背后就响起了咳嗽声。他正疑惑间，侧头看去，赫然发现此时咖啡加糖正在他后面不远处捂着胸口剧烈的咳嗽着。而此时 BOSS 脚下的大坑烟尘已散，露出了大坑中的全貌。只见那大坑中竟赫然躺着一个破烂的稻草人。陆天辰知道咖啡加糖一定使用了类似替身一样的技能，这小妮子保命技能还真不少啊。陆天辰一边嘀咕着，一边转头看向 BOSS 的方向。而 BOSS 格雷沙姆此时也有些疑惑，有些不清楚刚刚他明明击中了目标，为何却失败了。而陆天辰此时感觉有些棘手，这第9店主格雷沙姆的速度怎么会这么快？这感觉就好像当时面对布拉德里克一样，虽说自己的输出很高，但是连怪都打不到，还谈什么输出？陆天辰内心暗自思索着如何对抗眼前的这个各项属性都堪称变态的 BOSS。第39章人类，你骗我！我现在冲锋位移技能也只有雷霆无闪还没用过了。陆天辰如此想着，随即侧头对着咖啡加糖急声道：我要全力进攻了，如果你没有保命技能了，就立马下线，我可没工夫保护你了。陆天辰说罢，还不待咖啡加糖说什么，开启幽冥之力，便瞬间释放雷霆无闪冲向 BOSS 格雷沙姆。或许咖啡加糖此刻确实状态不好，或许没有保命技能，也或许是害怕自己在这陆天辰没法安心输出。听闻陆天辰的话，他咬了咬嘴唇，随后双手向上一扶，便下线了。而此时陆天辰使用雷霆无闪，一瞬间就接近了格雷沙姆。可是正当他准备挥剑斩下的时候，格雷沙姆竟然身体以一个极其夸张的动作刁钻地躲开了陆天辰的这一个挥砍。嗖！正在陆天辰这个攻击空档躲避了攻击的格雷沙姆又是一爪向上刺出，速度之快竟然带起了一阵破空声。只见一道不到5万点的伤害在陆天辰的头顶飘出，100万的护盾瞬间就减少了一些。果然不出所料，一次普通攻击竟然有这么高的伤害。陆天辰先是一阵惊讶，随后紧接着就是一阵狞笑。不过这还不够，原来陆天辰是故意露出破绽，这样他就可以趁着格雷沙姆攻击的间隙发动控制技能攻击。陆天辰直接一个闪身释放出了雷霆无闪的第2段，而格雷沙姆正好在技能的路径之上。要知道雷霆五闪可不仅仅只是个位移技能，它可是一个集伤害控制和位移于一身的神技。这也就是陆天辰总是留着这个技能保命，要不然这技能绝对是他使用率最高的一个技能。此时陆天辰一个转身，看到格雷沙姆果然被雷霆无闪的控制效果定在了原地。惊喜之间，陆天辰果断召唤分身出来。现在咖啡加糖下线了，他也没必要藏着掖着了。镜像分身出来的一瞬间，陆天辰再次使用雷霆无闪的第3段，再次位移接近格雷沙姆，并且将即将解除控制的 BOSS 再次死死的控制住。随后小九镜像分身和陆天辰同时开始输出，短短的一瞬间也仅够他们攻击一次的。其中镜像分身能打出来的伤害有限，陆天辰开启幽冥之力的切割伤害自然不必多说，不过小九的百分比伤害更是打出了相当多的伤害。陆天辰不敢贪刀，一击结束立马再次释放雷霆无闪，再次将 BOSS 控制住，随后就是再次输出控制输出控制。可怜的格雷沙姆尽管移动速度相当快，但是被控住后还是被疯狂的蹂躏。尤其是开启幽冥之力的陆天辰，除了自身伤害以外，那每次攻击附带的200万真伤将 BOSS 都给打懵逼了。如果对付一般的怪，陆天辰这一套伤害加控制能打一个循环，但是由于格雷沙姆明显等级过高，这就导致控制的时间大大缩水了。只见陆天辰再次挥砍一剑之后发现，尼玛控制技能已经全部冷却中了。对此陆天辰也表示很无奈，他也想将 BOSS 秒掉，唉，还是等下一次机会了。陆天辰嘀咕道。而细看此时的格雷沙姆被连控好几秒，并且由于陆天辰和小九联手，他的生命值已经掉了大半。他挣脱控制的第一时间便是后撤，急速的后撤，那动作快的跟着急回家吃饭一样。陆天辰见格雷沙姆如此，也觉得一阵好笑，随即得意地对着格雷沙姆喊道：马德，你要不是这么快，灭杀你简直轻轻松松。他喊完便往前踏步，
而此时惊慌失措的格雷沙姆对陆天辰明显惧怕了一分，竟然也向后退了一步。人类，陆天辰的技能全部都冷却中，所以他正饶有兴趣地盯着格雷沙姆。不过此时后者张开嘴说话了，于是再次向前踏了一步，然后道：“干啥玩意？”格雷沙姆下意识的也后退一步，然后嗓音阴哑的道：“人类，我也只不过被困在这里而已，我们没有必要争斗。”呵呵。陆天辰听了格雷沙姆的话，冷笑一声，随后道：“你他妈现在知道没必要争斗了？谁刚才想捏爆我脑壳来着？”这格雷沙姆明显被噎了个够呛，不过低头琢磨了一下，随即道：“人类，咱们做个交易如何？”没想到魔界的大 boss 竟然还会做交易，陆天辰一阵好奇，难不成是像幽冥恶魔一样，想要当自己的宠物？哦，什么交易？陆天辰脚步不再向前迈出，站在原地道。boss 格雷沙姆见终于劝说住了眼前这个人类，松了一口气的同时，然后道：“我们一起联手逃出这里，我可以给你一件魔界的至宝。”陆天辰听闻此话，眼睛一亮，至宝？随即轻咳一声，淡然道：“嗨嗨，那个至宝在你身上。”格雷沙姆以为自己的这一个条件说动了眼前的人类，此时内心咆哮：“哼，等从这该死的地宫中出去，我就立马离开这里。这个人类实力虽强，但是速度却是远不如我。等我回到第9明域，一定召集大军进攻圣光城，不惜一切代价。可恶的艾丽卡，还有那个该死的幽冥恶魔，我出城这么久都不来寻我，看来想取代我成为店主。说不定我这被困也与他有关。”虽然他此时内心活动丰富，但是脸上却并未表现出丝毫。见陆天辰如此问，便答道：“没错，这件至宝我随身携带着，如果你能协助我联手逃离这里，我就将它送与你。”格雷沙姆断定陆天辰一定会被他身上的那件至宝所吸引，也一定不会拒绝他的请求。呵呵。不过此时陆天辰听了格雷沙姆的话，确实一阵轻笑，然后眼中贪婪之色尽显。这些落在 boss 格雷沙姆的眼中，都让他坐实了一个猜想，他的诱导成功了。不过正当他思绪放松的时候，陆天辰动了，技能冷却的差不多了，直接释放技能瞬影一击，开始快速接近，随后还不等身形站稳，他便使出范围控制技能冰封万里。嘿嘿，真好骗啊！陆天辰一边狡黠的笑着，一边开始了新一轮的输出。不过出乎陆天辰意外的是，格雷沙姆似乎是有着什么被动一样，当血量下降到一定程度时，头顶竟然飘起了6000万的生命回复。我操！正闷头输出的陆天辰都是一怔，这对他来说可是30%的生命回复啊，这被动真变态。陆天辰也是无奈，一套技能下来并未将其秒掉，而虽然残血，但是还是挣脱了陆天辰控制的格雷沙姆瞬间后撤，随后愤怒的盯着陆天辰，阴哑的吼道：“人类，你骗我！”第40章击杀第9店主。陆天辰此时控制技能全部都再次进入冷却状态，此时也乐得浪费时间等待技能冷却结束，于是把玩着手中的无名神剑笑道：“瞎说，我什么时候骗你了？”此时4-5米高的 boss 格雷沙姆胸口起伏，显然被气得够呛。“你不是答应我要联手离开此地吗？那件至宝你不想要了？”陆天辰则是不紧不慢的道：“我什么时候答应你联手了？你再好好想想。”而老实人格雷沙姆仔细回想起了刚才的对话，眼前这人类似乎确实并没有答应与他联手一说，他只是询问了一下至宝是否在他的身上。嘿嘿，想起来了。陆天辰笑道，随后缓缓抬起佩戴幽影虚空戒的手，随即狠厉的道：“既然东西在你身上，那我击杀你也一定能得到，跟你联手还有什么意义？”说完就准备发动幽影虚空戒的主动幽冥指，布拉德里克大人的幽影虚空戒。而 boss 格雷沙姆见到陆天辰手中的戒指时，则是亡魂皆冒，竟然叫布拉德里克大人，看来这个店主地位还低了点啊。陆天辰喃喃道。此时格雷沙姆此时还剩下2000多万的生命值，但是也架不住幽冥只这一点啊。他以前就知道，那可是15%的最大生命值的真实伤害啊。自知必死的格雷沙姆悲愤的同时，一咬牙：“人类，这是你逼我的！”随即身体内漂浮出一颗血色的珠体，如果仔细一看，那似乎是一个血色的眼球，看着骇人无比。血色眼球出来的一瞬间，格雷沙姆狰狞的大叫一声：“经过长时间的供养，我已经将它供养到了极高的层数，这一次的献祭，你将神魔难救。”随后他的头顶就冒出了一道2000万，别墅了，2000万的真实伤害，这2000万已经相当于他10%的生命值了。陆天辰虽然不清楚格雷沙姆在做什么妖，但是也不想继续拖下去，随即发动了装备技能。幽冥指的攻击极快，几乎是一瞬间便锁定了格雷沙姆，并且将其最后一点的生命值也蒸发掉。
获得经验16万。恭喜您冒险者，您的等级提升，获得5点自由属性点，请根据喜好自由加点。当前等级 Level 50。全服公告：恭喜玩家陈天完成90级 BOSS 首杀，由于60级、70级、80级 BOSS 首杀均未被触发，故奖励升级发放。系统奖励声望加3000，金币加300，自由属性点加300，史诗装备自选宝箱 X1。全服公告：检测到有玩家达到50级，开放副本通天塔、神魔战场。全服公告。听着耳边不断响起的游戏提示和全服公告，陆天辰暗道：呼，可算是完事儿了。可是还未等他松一口气，此时空中悬浮着的血色眼球却并没有随着格雷沙姆的死亡而失去作用，而是在陆天辰一脸惊诧的目光中突然射出一道血红色的光束。那道光束夺人心魄，速度甚至比幽冥指的速度还要快，就这么急速的射到了陆天辰的额头之上。我操！随即陆天辰便惊讶地发现，他100多万的护盾竟然一瞬间的全部蒸发掉了，而且生命值也仅剩下 20%。 我靠，这是什么鬼伤害？陆天辰惊惧不已，不过好在他保命技能巨多。首先触发的是装备亡灵女皇的虚无项链，生命值低于 20% 时可以触发的被动虚无。这还是获得这件装备后第一次激活这个技能，陆天辰的身影此刻变得虚幻无比。不过即使陆天辰已经变成了虚无状态，无法被攻击，但是那血色眼球射依然不停地向他所在的位置持续攻击着。虚无状态下的陆天辰移动到哪儿，那血色眼球就攻击到哪儿。他也尝试攻击这血色眼球，却发现并没有任何用处，既造不成伤害，也无法触发回血。妈妈的，这什么变态东西？陆天辰忍不住吐槽。但是3秒钟时间马上就过去了，虚无状态结束，陆天辰的身影再度凝实。100万的护盾都无法抵抗1秒，更何况他就剩下这么点生命值。不出意外的，刚凝实的身影再次被攻击。不过当陆天辰的生命值降到1点的时候，只见血量竟然不再下降了。原来是幽影虚空借强化到满级后的被动死亡抗拒触发了。奶奶的，还好老子保命技能多。虽然那血红色光束已经开始变淡了，不过这血色的眼球就好像一个执着的杀手一样，死亡抗拒的3秒持续时间到了，仍然还攻击着他。当随着最后一滴血清零的时候，陆天辰终于被这血色眼球击杀。不过正当陆天辰的身影变得虚幻的同时，脑海中突然响起了一道提示音：叮！圣物特效，是否消耗一道神圣之力，复活玩家陈天？是否？陆天辰一喜，慌忙间他竟然忽略了神圣水晶这么重要的道具。是，他内心急忙呼唤道，仿佛怕说慢了就挂掉了。虽然副本死亡会在原地复活，但是毕竟等级好不容易提升上去。随即陆天辰逐渐虚幻的身影，此时竟然再度凝实，片刻后就与一开始时一般无二了。呼，还好有神圣水晶已经积累的2道神圣之力，要不然刚达到50级就掉级了。陆天辰拍了拍胸口，一阵庆幸，毕竟现在每提升1级，经验值都需要相当多。不过他还没忘记刚才那血色眼球秒掉他的事实，所以复活过来的第一时间就警戒地盯着半空中仍然漂浮的血色眼球。不过害怕的事情并没有发生，此时那半空中的血色眼球似乎也因为刚才那强大的一击损失过多，此时仅仅只是漂浮在空中而已。陆天辰观察了半天，发现并没有什么异常后，开始大着胆子慢慢朝血色眼球靠近。第41章地狱之眼。陆天辰蹑手蹑脚地靠近着，生怕再次触动什么禁制，以致这眼球再次发动攻击。不过这血色眼球似乎能量确实已经耗尽了，因为随着陆天辰的不断靠近，仍然是一点反应都没有。待得靠近血色眼球1步之内之时，陆天辰大胆地伸出手去触摸那漂浮在空中的血色眼球。-11735真实伤害。不过随着陆天辰这一触碰，异变再生，陡然间陆天辰的头顶竟然飘起了1万多点的真实伤害提示。他陡然一惊，随后就操控手指缩回来。不过那漂浮的血色眼球似乎并不打算放过这新鲜的血石，竟然直接冲着陆天辰冲来。还不待陆天辰有什么反应，他便急速地射入他的脑袋，随后在眉间慢慢地侵入，进入身体之内。陆天辰大惊失色，第一时间检查自己的身体状况，不过并未发现什么异常。而此时他也有一种奇异的感觉，似乎那血色眼球就存在自己的眉心之中，就像可以自如操控神圣水晶一样，他也可以将那血色眼球召唤出来。他意念一动，随即刚刚没入额头的血色眼球再次出现。陆天辰查看了一下这血色眼球，地狱之眼，品级魔器，当前存储量1173599999999，效果1，使用者的所有探查术升级为地狱之眼，
可查看目标属性，无限制。效果2：地狱之眼吸取使用者生命值进行存储，使用者可将自身血量存储其中，当存储量超过 30% 时，可激活特殊效果地狱死谋，倾泻积累的生命值，对指定目标造成大量伤害。陆天辰看到这地狱之眼的效果，不由得微张了张嘴。怪不得自己100多万的护盾都无法坚持1瞬，估计第9殿主格雷沙姆积蓄了不少的生命值在里面，所以才能持续打出那么高的伤害。而且还有一个附加的效果，以后再也不用担心看不到怪物的属性和技能了。不过，陆天辰随即沉吟了起来，这魔器又是什么东西？他有些不明所以。虽然他没见过神话装备，但是装备的品级最高只到神话而已。难道这也和神圣水晶的品级类似，超脱了武器的范畴？看来游戏宣传并不是那么的全面，之前官网介绍装备的品级只有普通到神话，至少现在看来，圣器和魔器都是提都没提过的存在。陆天辰随即摇了摇头，不再多想，心念一动，再次将地狱之眼收了回去。以后一边刷怪一边吸血，那岂不是很快就能将地狱之眼的进度存满？一会儿就出去实验一下。陆天辰想到自己神级天赋配合着地狱之眼，就是一阵欣喜。他随即转头看向第9殿主阁雷沙姆死亡的地方，此时那里正零星的有着几件掉落物。陆天辰迅速接近，将装备一股脑全部收入背包之中，等出去再看看有什么好东西吧。将掉落物拾起后，陆天辰看向那逐渐缩小的次元门。BOSS 房间竟然不是最后一个房间，下一个房间会有什么呢？陆天辰随即快速移动到这个圆形平台的另外一端，他留意过那里还有一个洞口，明显是通往下一个房间的。不过就在陆天辰正准备向前移动，钻入通道口之中的时候，那原本看着透明的通道口竟突然闪烁起绿莹莹的光幕，随后陆天辰竟然被弹了回来。这是什么情况？被弹回来的陆天辰一脸懵逼，不明所以。随即他再次向前慢慢的走去，不过不出意外的，这一次也被那绿莹莹的光幕弹了回来。这是有着什么禁制？陆天辰喃喃自语，他尝试伸出手向前慢慢的摸去。这次在他的观察下，那绿莹莹的光幕上有着很多奇异的纹理，就仿佛一个法阵一般，而触摸上的手指则是被一股柔和的反震之力反弹了回来。好神奇啊！陆天辰不明觉厉，大受震撼，回头看了下逐渐缩小的次元门，他犯了难。很明显格雷沙姆就是第9名誉的店主，他费尽心机来到这里，很有可能就是为了这里的某一样宝物。不过倒霉的他似乎是被什么厉害的人物困在了这里。不过不光是困住了格雷沙姆，无法进入通道，那么下一个房间的宝物他也无法得到。阿贝尔最开始建议我进入这个地宫，或许他知道一些什么。陆天辰灵光一闪，随后打开背包，将阿贝尔的灵魂石取出捧在手上。不过灵魂石出现的一瞬间，还不等陆天辰召唤，只见紫色晶石不停旋转，随后阿贝尔的虚影便投射了出来。由于他长时间的提供灵魂石供其吞噬，又不需要他出手，所以阿贝尔的投影凝实了不少。没想到竟然独自解决了第9殿主。阿贝尔投影出现的第一时间便惊喜地看着陆天辰道：靠！你早就知道里面封印的第9殿主？那你不早点告诉我，我差点被搞死。阿贝尔从头到尾都没有出现过，但是他却能说出第9殿主这个称呼。陆天辰不是傻子，也反应了过来，只能是阿贝尔在外面的时候就知道这黑色石台中封印的是第9殿主，所以此时有些生气地质问道。而阿贝尔则是笑了笑，并未在意，随后道：没错，我知道这地宫之中封印的是格雷沙姆，虽然实力并没有什么损耗，但是以你的实力也足以应对。随后顿了顿，看向那通道口的位置，喃喃道：而且有着神圣水晶在你身上，你不会有事的。陆天辰一阵无语，随即内心吐槽：不会有事？老子保命技能虚无和死亡抗拒都触发了，都不管用，甚至消耗了一个神圣之力才勉强没阵亡。你跟我说的倒是轻巧。虽然内心疯狂吐槽，但是陆天辰强忍怒气，嘴上并没有说什么。不能发作，不能发作，忍住，忍住。毕竟阿贝尔还答应进入内城后给自己一个惊喜呢，要是他再变卦，自己的好处岂不是泡汤了？见陆天辰不语，阿贝尔继续道：你将神圣水晶召唤出来。陆天辰不明所以，不过还是将神圣水晶召唤了出来。神圣水晶出来的一瞬间，就像四周波动了绿色的奇异能量，而那绿色的奇异能量波动到那通道口的时候，只见通道口那里也亮起了绿色的波纹。片刻后，就在陆天辰的注视之下，那原本将任何人或东西阻碍在外的法阵，竟然奇异的消散了。第42章大陆秘辛。好了，禁制已经解除了。那绿色法阵消散的一瞬间，阿贝尔道。陆天辰将信将疑的往前探身，果然
这次进入没有任何的阻隔。于是他一手握着无名神剑，另一只手捧着阿贝尔的灵魂石，走进了这个通道之中。通道并不长，大约只前行了10几米的距离。只见前面出现了一个类似房间大小的空间，这个房间之中并没有任何的装饰，就好像是拿着铁锹线挖出来的，墙壁都是坑坑洼洼的。而里面除了一个1米高的石台，石台上放置着一个黑色的宝箱之外，并没有其他的东西了。见没有什么危险，陆天辰将无名神剑收起，随后慢慢靠近石台。这里面应该就是隐藏的宝物了吧？走近后，陆天辰搓了搓手，随即迫不及待地将宝箱打开。不过想象中的光芒大盛的特殊效果并没有出现。只见宝箱之中平放着一个黑色石头，这个石头仅仅只有1拳大小，它普通的就好像是路边的破石头一样。陆天辰摇了摇头，不由得一阵失望。这一看就是隐藏房间之类的，怎么就只有这么一个破石头？不过正在陆天辰疑惑间，阿贝尔见到宝箱中的黑色石头之后道：“这是圣者艾丽卡的混沌时空石，好运的人类。”陆天辰听闻阿贝尔的话一阵惊异，很明显阿贝尔是知道这个黑色石头的来历。我就说嘛，这隐藏房间怎么会放一个破石头？陆天辰内心如此想着，随后便将黑色宝箱中的黑色石头取出查看。混沌时空石，特殊道具，效果1，可记录坐标，再次选择坐标激活将传送到指定目标位置。效果2，可选择任意主程传送，冷却时间1天。效果3，可选择任意服务器传送，冷却时间3天。陆天辰看完这混沌时空石的效果一阵目瞪口呆。第一个效果倒是很好理解，就类似是回城石一样的效果，不过有点像升级后的回城石 Plus， 可记录的坐标貌似并没有限制。效果2和效果3就开始离谱了。主程传送虽然需要1天的冷却时间，但是也绝对在可理解范围之内，并且是陆天辰目前所需要的。但是这服务器传送就有点夸张了，难道以后我还能去外服去玩耍？陆天辰心底想着，随后就是一阵激动，不知道去其他服务器还有没有全服公告可以触发啊？嘿嘿干笑2声，随后将混沌时空石收入背包之中。随后陆天辰看向旁边的阿贝尔，心想今天阿贝尔怎么这么持久，便问道：“你恢复了？”阿贝尔点点头道：“刚吞噬了第9店主的灵魂石，恢复了一些。”陆天辰打开背包查看，那刚扔进去不久的灵魂石果然消失了。他想起了他将神圣水晶带入现实世界，并且将自己和父亲都治疗好的事情。随后关闭背包，陆天辰紧紧地盯着阿贝尔的虚影，郑重地问道：“天权大陆到底有着什么秘辛？它真的是一款游戏吗？”唉。而听闻陆天辰如此问，阿贝尔先是重重地叹了口气，随后道：“天权大陆是真实存在的。”阿贝尔仅仅说了这一句话，陆天辰的脑子就突然酥酥麻麻的短路了，他的鸡皮疙瘩都起来了。如果天权大陆是真实存在的，那他们又为什么会像玩游戏一样的出现在这里？而阿贝尔则是继续说道：“10万年前，原本平静的天权大陆各地突然出现了大量的空间通道，空间通道涌现出了无数的浑身漆黑的奇异生物，他们密密麻麻的从其中涌现而出，并且疯狂的入侵天权大陆。当时我与圣者艾丽卡等几人联手调查，才发现天权大陆不知何时竟然与一个魔界大陆开始连接，这个魔界大陆叫做幽冥大陆。”阿贝尔说着顿了顿，看了眼正在努力接收这一切的陆天辰，继续道：“之前你前往的第9名域便是幽冥大陆的其中一座主城。幽冥大陆的每座主城拥有一名店主，而店主纸上更是有着实力更为强劲的七幽影。如果魔界生物实力仅此而已，那我们也完全不惧。但是后来那魔王的出现完全出乎了我们的预料，他的实力强大无比，最后我们6人耗费了极大的代价，才联手才勉强将其封印。我算运气较好的，早年获得了一件宝物，可以灵魂封进其中得以残喘。而圣者艾丽卡凭借着极为强大的恢复力活下来以外，但是其余几人则是全部灵魂湮灭。”阿贝尔说着说着，似乎回想起了当时惨烈的大战，稍微平复了一下心情后，继续说道：“10万年的时间，现在天权大陆应该与幽冥大陆完全融合到一起了，只是有着封印存在，才将魔界生物隔绝。不过这封印应该也坚持不了多久了。而神圣水晶既然能出现在你们的现实世界，或许天权大陆开始与你们的世界有了一丝联系。不知什么时候，或许魔界生物也会入侵到你们的世界。”阿贝尔语不惊人死不休，一句一句地刷新陆天辰的认知。陆天辰从头到尾脑子里都是嗡嗡的，这都什么跟什么啊？可是如果阿贝尔说的是假的，又怎么解释游戏中的道具出现在现实世界？怎么解释自己断腿重生，父亲癌症消散？这他妈怎么玩个游戏还能跟现实是世界融合了？不过陆天辰还是无法完全接受，他失神喃喃的道：“魔界生物真的会入侵地球吗？”第43章清点收获。
见陆天辰此时仍然处于懵逼状态，阿贝尔道：“格雷沙姆应该是盗取混沌时空石的时候被艾丽卡发现并封禁在此，还好这时空石没有被他们夺去。”不用阿贝尔继续说下去，陆天辰也知道，如果魔界生物可以随时降临天权大陆或者人类世界，会发生何等可怕的事情。如果魔界生物真的去了我们的世界，那时候怎么办？陆天辰疑惑问道。到时候或许只能靠你们了。阿贝尔说罢后，身影慢慢变淡，随后消失了，只留下陆天辰在原地凌乱着。今天这个消息太重磅了。那么可怕的魔界生物如果入侵人类世界，陆天辰喃喃低语，不敢继续想下去，将掉落在地上的阿贝尔的灵魂石捡起，放入背包。陆天辰又在房间内检查了一下，没有什么收获后才返回。回去的时候，他见到那传送门在一点点的缩小，便是一个闪身钻了进去。片刻后，陆天辰的身影出现在外界。先通知一下剑仙李淳风吧，要不然咖啡加糖他们就真的永远困在里面了。不过他一抬头便愣住了，只见面前有些好几十人，有男有女，都在用看怪物的眼神盯着他。而为首的正是咖啡加糖和一个浑身穿着紧身衣的高挑女性玩家。你怎么比我还先出来？咖啡加糖则是一脸惊诧的盯着陆天辰，然后道：“行啊，你90级，那 BOSS 竟然是90级的，而且最重要的是他还被你干掉了。”咖啡加糖说罢，啧啧称奇的冲陆天辰的肩膀拍了拍，而陆天辰也恍然大悟，估计是剑仙李淳风看到自己通关副本的全服公告了，料定自己通关了副本，才通知的咖啡加糖。只见剩余几名玩家齐齐上前，随后鞠了个躬，齐声道：“感谢陈天大佬。”陆天辰则是摆了摆手，顺手的是，咖啡加糖拉着那名身穿紧身衣的女性玩家走上前来，对着陆天辰道：“陈天叔叔，这是我好姐妹尹刃，她特意来单独感谢你。”陆天辰无语，不过看着尹刃腰间眼熟的匕首，陆天辰也是恍然大悟，看来咖啡加糖那么执意进入地宫副本，就是因为眼前的这名玩家了，他们亲密的关系可见一斑。谢谢。与衣着不同的是，尹刃竟然看起来很是内向的那种人，摆了摆手，陆天辰表示无所谓，随即对咖啡加糖道：“副本刷完了，我走了。”陆天辰说罢便使用圣光城购买的回城石消失了。喂，这就走了？咖啡加糖气鼓鼓的在原地跳脚。陆天辰出现在圣光城之中，第一时间就听到了周围玩家的讨论。那个全服公告真的差点把我吓傻了，那个陈天竟然都已经能击杀90级的 BOSS 了。我刚看了下等级排行榜，他等级是挺高的，都已经达到了50级。不过50级杀90级 BOSS 也不太现实吧？50级，我他妈已经很努力了，也才30多级。哎，你们说有没有一种可能他开挂了？我刚才看了下官网的论坛，有上万人联名举报陈天开挂，但是官网并没有给任何回复。有挂就要分享啊，他太自私了，史诗武器自选宝箱，我也好想要啊。你去找他要把，看他秒不秒你。陆天辰一阵无语，随后继续往前走去。不过或许是他引起的动静确实有些大，此时圣光城中但凡是个玩家都在讨论他，但是他不清楚的是，他此时都已经上热搜了，而且各大论坛都在找他，各大公会也都在寻找他。而此时巨缺城之中，黄老大此时正气愤地盯着眼前的黑袍人。这就是你说的他逃不出来？90级的 BOSS 都被他杀了，搞不好这就是你说的那个实力强绝的什么店主。而此时黄老大对面的黑袍人自然是叶宵，他此刻的眼神也明显阴晴不定。对于陆天辰能越那么多等级将第9店主击杀，他也觉得诧异无比。犹豫了片刻后，叶宵厉声喝道：“急什么？你打开等级排行榜看看，他回到巨缺城了吗？估计他就算是击杀了第9店主，也无法从名域出来。”随后扫视了一下黄老大及他后面的一众玩家道：“你们当下应该快点升级，然后进入内城，到时候我自有办法掌控巨缺城。”黄老大脸色稍缓，问道：“那兄弟们还去骚扰吗？”黑袍下的叶宵眼中寒光闪了闪，随后阴冷的道：“派遣一些实力强的手下，我会提供强力武器，兄弟盟的人出城一个杀一个，看那个海纳百川将不将工会让出来。”黄老大感受到叶宵森寒的语气，也忍不住打了个哆嗦，内心暗道：这兄弟盟惨了。而此时陆天辰回到圣光城后，径直的走到了铁匠铺这里，是时候清点战利品了。陆天辰搓了搓手，一阵激动，随后打开背包，将第9店主格雷沙姆掉落的装备拿出来查看。90级 BOSS 应该会掉落19星的传说吧？随后似乎又想到了什么，不对，像布拉德里克、幽影器邻居这种厉害的魔界生物都报的是史诗装备了。想到此处，陆天辰更加的激动，随后使用升级后的地狱之眼查看装备属性。
格雷沙姆的虚空靴，品级传说，星级19，生命值加20000，力量加120，敏捷加120，移动速度加120。技能虚空游走，进入虚空，无法被攻击锁定，随后瞬移到目标位置，最远距离50米，每100点移动速度可提升10米移动距离。冷却时间3秒。我去，这被动技能够变态的，竟然只要3秒的冷却。陆天辰看完装备属性和技能后咂了咂嘴，随后内心暗道，怪不得格雷沙姆那移动速度跟鬼魅一样，原来是借助这件装备的原因。不过格雷沙姆当时瞬移的时候貌似并没有这么长的冷却时间。陆天辰摇了摇头，不再多想。虽然装备的品级并不是史诗的，不过19星的传说属性也相当强力了，而且最主要的疾驰战靴终于可以替换掉了。4星的传说装备穿了这么久，鞋底子都磨破了。陆天辰直接走到铁匠那里兑换了一些传说精神，开始强化。片刻后装备就被强化到了满级。不出意外的，各项属性都有所提升。最让陆天辰欣喜的是，装备强化满级后竟然多出了一个让他惊喜不已的概率技能。第44章第2件可成长。陆天辰惊喜地盯着装备新出现的被动技能，回溯，每次触发或释放该装备技能时，有 10% 几率触发回溯效果，清空该技能的冷却时间。简单来说，回溯就是 10% 的概率重置该装备触发的技能。这个概率对于其他玩家来说，仅仅只是中规中矩而已，甚至还没有本身自带的技能亮眼。但是在陆天辰这儿就不一样了，哈哈！陆天辰大笑出声，吓得旁边正强化装备的兄台一激灵，手中正拿着的装备都掉地上了。神经病啊！那人嘀咕一声，随后走开了。不过陆天辰却并不在意，10%概率，在我这儿跟100%概率并没有什么区别。那我以后可以无限瞬移了。陆天辰越想越激动，想到布拉德里克和格雷沙姆那诡异的速度，他就心惊不已。即使自己速度已经相当快了，但是还是无法和瞬移相提并论。要不是自己控制技能比较多，能否击杀第9店主都是个事儿。现在好了，自己也能卡瞬移了。没有任何犹豫，陆天辰第一时间就将格雷沙姆的虚空靴穿戴好，随后走到一个没人的角落，意念一动便准备向前移动。不过由于装备原因，他隐约的可以感受到周围似乎有一圈大约100多米的圆形。他有一种感觉，在这个圆形范围内，只要他想，他能一瞬间出现在任意一处位置。随即选择了一个位置，意念移动，一瞬间他便出现在指定位置。瞬移完毕，陆天辰再次尝试移动，果然技能虚空游走并未进入冷却，又是一个闪身，他又出现在下一个位置。好神奇！陆天辰感慨着。而他没有注意到，此时有2个玩家刚好路过此地，看见一个身影一会儿消失，一会儿又在不远处出现。鬼啊！他们逃也似的跑开了。陆天辰又尝试了几次，果然发现虚空游走是没有冷却时间的。爽！无敌了，无敌了！陆天辰一握拳，想到以后别人连自己的屁都吃不到，就是一阵暗爽。这个回溯真是太屌了，要是所有技能全部都能冷却就好了。陆天辰歪歪着，随后打开了属性面板。由于之前升级外加全服公告奖励的自由属性点还没使用，现在自己的自由属性点足有305点之多。该怎么加点呢？之前他都是3:2分配给力量和敏捷的，不过现在他有些犯难，他现在的输出已经相当之高，几百点的力量提高的有限。而如今自己有了格雷沙姆的虚空靴之后，更高的移动速度就代表着更远的瞬移范围，那重要性不言而喻。但是我这神级天赋不点力量又有点可惜了。陆天辰再次思考片刻，随后一咬牙，反过来，力量敏捷按照2:3加点吧。随后陆天辰力量加点102点，敏捷加点203点。分配好自由属性点后，他又在背包中取出格雷沙姆掉落的技能卷轴。好在这次他相当欧皇，这次的技能卷轴竟然是自己可以使用的。圆月斩，品级高级，类型技能卷轴，职业要求战士，效果将武器挥舞一圈，对范围内目标造成物理攻击 X120% 的物理伤害，受到攻击的目标获得月光标记，再次攻击携带月光标记的目标将对其造成最大生命值 1% 的暗属性伤害，冷却时间25秒。嘿嘿，不错不错。陆天辰喜滋滋地拆开学习，接下来是重头戏了。使用完技能卷轴之后，陆天辰从背包之中取出系统奖励的史诗装备自选宝箱。史诗装备自选宝箱，品级史诗，效果可自选装备位置，然后随即产出对应位置的史诗装备，最低星级1星，最高星级10星。如果是第一次获得史诗宝箱，陆天辰此刻一定是心底默念10星，然后满怀期待的打开。但是之前开过史诗宝箱的陆天辰清楚，
上次获得的一星可成长武器无名，绝对是比10星装备更加逆天的存在。虽然现在卡在了10星无法升级了，但是陆天辰有一种预感，无名神剑还能继续提升，只是少了一些特殊材料而已。选择什么部位呢？陆天辰略一思索，便有了答案。此刻他现在一身强化满级的装备，但是头盔位置还只是个8星超稀有。虽然附加暴击伤害的被动相当不错，但是又怎么能和史诗装备相提并论呢？陆天辰没有任何犹豫的自选了头盔位置，随后开启宝箱。1星可成长，1星可成长。陆天辰一边打开宝箱，一边内心默念。随着一阵金黄色的光芒闪过，他往里面看去，只见一个金黄色的王冠在宝箱中放着。虽然是个头盔，但是这明显破败了一些，上面甚至还有3道抓痕。陆天辰一阵呼吸急促，即使外观破败了一些，但是看这造型就知道这也是个吊炸天的装备。于是他赶紧拿出来，使用地狱之眼查看属性。无名头冠，品级史诗，星级1星，可成长，生命值加2000。陆天辰目光最先定格在装备的星级上面。当看到可成长3个字的时候，陆天辰差点跳了起来。又是无名，难道是套装？嘿，幸运值果然没让我失望过。1星的史诗装备就增加了2000点的生命值。有了无名神剑的经验，陆天辰这次驾轻就熟，先消耗20个史诗金尘将装备强化到满级，随后开始不停地使用史诗金尘喂养生星。大约过了10几分钟的功夫，陆天辰足足消耗了1023个史诗金尘后，装备终于无法升星了。这光升星的材料就值一个小目标了，史诗升星哪是一般玩家玩得起的呀？即使陆天辰财大气粗，也是不由得一阵吐槽。但是相对应的是，他再次获得了一件超强力的史诗装备。将那皇冠捧在手上，陆天辰嘿嘿一笑，随即使用地狱之眼查看。第45章史诗级提升，神魔战场 Max 无名王冠，品级史诗，星级10，可成长，生命值加15000，力量加50，敏捷加50，物理防御加300，移动速度加150，额外生命值加45000，额外力量加50，额外敏捷加50，额外移动速度加100。佩戴要求：战士，被动，圣光庇佑，获得无名神冠的光环加持，提升所有友方30%伤害免疫，致命暴击，暴击伤害增加50%。主动，王之威压，激活王冠内残存的威压之力，以释放者为中心，对直径1000米范围内的圆形区域内的敌人形成压制效果，被压制的目标降低30%输出。神圣之力，每击杀一名敌人将积累1层神圣之力，当神圣之力存储满时，一次性释放神圣之力，提升所有友方1000点双防御，持续30秒，冷却时间3分钟。超！看完强化满级的无名王冠的属性后，陆天辰握紧了拳头。不愧是无名系列，太强了，这几个技能也强无敌啊！这要是父亲和自己组队，那岂不是直接就有了80%的免伤？而且原本还舍不得暗影面罩的暴击伤害提升，结果50%的暴击伤害比暗影面罩强了不知道多少。陆天辰兴奋地将装备穿戴好。由于4星传说疾驰战靴和8星超稀有头盔的淘汰，替换的装备更是高星的传说和10星的史诗，导致属性有了史诗的增强。陆天辰打开属性面板查看：冒险者陈天，等级50，经验值71678230000，幸运值99999999，生命值240850，魔法值8500，物理攻击13956，魔法攻击1440，力量2818，智力470，体质185，精神350，敏捷912，物理防御1630，魔法防御800，暴击率41，攻击速度584%，移动速度1400。天赋鲜血之拥终极，技能点击查看详情。称号新手村英雄，装备 Max 无名神剑史诗10星， Max 无名王冠史诗10星， Max 灵岩护肩传说10星， Max 幽影疾风铠史诗10星， Max 巨魔重铠护腿传说9星， Max 格雷沙姆的虚空靴传说19星， Max 亡灵女皇的虚无项链传说9星， Max 地狱之主的力量手镯传说9星， Max 幽影虚空戒史诗15星。哈哈，陆天辰大笑出声。此时替换的2件高星级防具，再加上自己强化满级3倍的主属性强化，陆天辰生命值史诗级提升达到了240850点，这下分身也有2万多的生命值了。
加上神级天赋的200多万点护盾值，无敌了，无敌了！陆天辰再次往下看，这次不光生命值得到了增强，移动速度此时也提升巨大，足足达到了1400点。这要再开启幽影疾风铠的主动技能，双倍移动速度，那起步就是2800点移动速度。陆天辰一阵惊喜，有了技能虚空游走后，他的移动速度并不是没用了，反而是更加重要了。毕竟100点的移动速度能增加10米的瞬移范围，而2800点移动速度就是280米的瞬移范围，再加上基础的50米，那起步就是每次瞬移有300多米远，爽！而且陆天辰还发现，装备完无名王冠后，无名神剑和无名王冠此时竟然同时闪烁着淡淡七彩的光芒，什么情况？陆天辰好奇之下查看，无名套装，2件套效果，每次攻击对目标造成1%最大生命值的真实伤害，说明某位不可思议的存在曾经佩戴的装备，虽然不复当时圣光，但依然强力无比。哈哈，无名神剑和无名王冠果然能激活套装属性，每次攻击对目标造成1%最大生命值伤害，而且没有任何负面效果。陆天辰仰天长啸，这样无名2件套的效果，再开启幽冥之力，再加上他现在超过500%的攻击速度，就算他的物理攻击力为0，陆天辰也能在短时间之内秒杀 BOSS。这就是切割技能的变态之处。再碰到格雷沙姆，我能保证10几秒解决他。陆天辰咧嘴一笑，自信的喃喃道。再次查看了一下背包，此时还有240多万个稀有晶石在背包中放着。即使他这么大的消耗，晶石也完全够用，这都多亏了这次第9名域和圣光城之行。对了，之前击杀格雷沙姆后，好像触发了好多的全服公告，通天塔、神魔战场。陆天辰喃喃。不过既然是全服公告，这应该是所有主城都可以挑战的吧？陆天辰如此想着。不过为了以防万一，他还是决定先在圣光城看一下这2个新开放的副本。陆天辰顺着指引，几个闪身的功夫，不一会儿就到达了副本位置。只见2个深蓝色的漩涡就在一个广场之上，而每个漩涡旁边都着一个慈眉善目的老者，这应该是指引 NPC 吧。陆天辰上前，先冲着左边的漩涡旁的老者走去。你好，勇敢的冒险者，我是神魔战场的导引者萨普。陆天辰了然，随即问道：尊敬的长者萨普先生，我想进入神魔战场，不知道需要什么条件？听闻陆天辰如此说，老者萨普缓缓的道：神魔战场每日限进入3次，缴纳入场券后，50级以上玩家可进入神魔战场第1层，里面有对应的50到59级的各种强大生物，里面更有各种 BOSS 和副本等着冒险者去探索。以此类推，60级及以上即可挑战更高层。陆天辰内心了然，我说怎么不管巨蟹城还是圣光城，野外怪物和副本 BOSS 的最高等级只有50级，原来50级后需要前往神魔战场啊。不过这入场券从哪儿搞啊？于是陆天辰问道。那入场券怎么获得？萨普微微一笑，随即道：入场券可在我这里使用金币购买，第1层1小时入场券5金币，2小时入场券10金币，3小时入场券15金币，第2层翻倍，以此类推。陆天辰一怔，看这意思，50级以后想升级，貌似只能进入神魔战场刷怪，但是进入副本必须材料入场券竟然这么贵，而且听他这么一说，第2层入场券的价格是第1层的2倍，第3层又要翻倍，不带这么坑的吧？陆天辰内心一阵吐槽，不过此时那名老者萨普捋了捋胡须，继续说道：神魔战场内的怪物也会有几率掉落该层入场券，普通怪掉落1小时入场券，以此类推。听闻此话，原本还骂骂咧咧的陆天辰顿时眼睛一亮，有几率，嘿嘿嘿。第46章，这哪里是副本，这不活脱脱的捞金窟吗？有着1亿点幸运值，但凡是和概率挂钩的，陆天辰毫无疑问就像开挂了一样。嘿嘿，一个小怪爆一个价值5金币，这不赢妈了吗？陆天辰自始至终就买过1次药水，再加上各种任务的全服公告的奖励，金币他自然是不缺的。但是那也多多益善，要知道金币与软妹币和金尘都是天权中重要的货币。我也不那么黑，一个入场券就卖4.9金币算了，嘎嘎。陆天辰一边歪歪着，一边从背包中掏出15枚金币递给面前的老者。收好陆天辰递过来的金币，萨普笑着在背包中掏出一个暗金色的小卡片，只见卡片上面印着一个神字，陆天辰接过后翻了个面，背面印了个魔字。有趣。陆天辰随即使用地狱之眼查看神魔战场1层入场券，类型入场券，剩余时间3小时，效果使用后可进入神魔战场1层副本。陆天辰突然似乎想到了什么，随后问道：如果我使用了3小时的入场券，但是我没到3小时便从里面出来，会怎么样？萨普听闻则是慢悠悠的道：魔神战场的入场券剩余时间为0，会自行消失，
届时其中的玩家会被传送出来，当然还有其他的入场券和入场次数的话除外。而时间未到主动退出者，入场券的倒计时会暂停，下次仍可进入，且不消耗入场次数。陆天辰了然，神魔大陆无疑是50级以后的主要升级场所，而且每天仅能刷3次，只要是脑子没问题的，指定顶满9小时啊！如果不是穷到喝西北风了，谁会使用1小时的入场券啊？这可关系到他以后的生意，所以陆天辰再次提问：1小时的入场券能不能兑换3小时的入场券？见萨普点了点头，陆天辰就放心了。至于在神魔战场阵亡会在哪里复活的问题，他并没有提及。阵亡跟我有什么关系？我无敌好不好？看了眼时间还早，陆天辰直接走到漩涡旁。叮！是否消耗入场券进入副本神魔战场？是否？是。随着陆天辰做出选择，只见眼前这个漩涡一瞬间将他吞噬，紧接着陆天辰便出现在了一个昏暗的地方。只见天空遮天蔽日的血红色，向远处望去，则是一阵的颓败。陆天辰收回目光，看向自己的右上方，那里正是3小时的倒计时。看来以后不能越太高级杀怪了。陆天辰悠悠一叹，嗖！只见一道身影正急速地接近着自己。陆天辰侧头看去，使用地狱之眼查看，发现只是一只55级的魔界生物。随后身体一摆，意念一动，便在原地消失了。而那只向前急速冲刺的魔界生物，一瞬间丢失了目标，就愣在了原地，有些摸不着头脑。嘿！陆天辰瞬间在其身后出现，拍了一下那怪物的肩膀，随后被陆天辰边控边输出。几秒钟后，他愣是一下都没有攻击出来，就被灭杀了。随着怪物的消散，不出意外的，魔界生物的装备直接出现在了陆天辰的背包之中。不过与之前击杀的魔界生物不同，在这神魔战场上击杀的魔界生物竟然有金币掉落，虽然不多，但是估计也够补充入场券消耗的吧。而随着装备和金币的到账，一张暗金色的卡片也出现在了他的背包之中。嘿嘿，果然如此，发了。那暗金色卡片正是神魔战场1层入场券，只不过时间仅仅只是1小时的。将入场券收起，陆天辰看着远处，喃喃道：就在这站着都有怪物找上门，看来这里的怪物貌似不少啊，那就先抓紧升到60级吧。于是陆天辰就在这神魔战场四处游荡，四处击杀着魔界生物。让陆天辰意外的是，这里的魔界生物虽然没有第9名域那么密集，但是也都是成堆的出现。而且随着他的深入，他甚至看到了有大群的 NPC 战士和魔界生物在火拼。陆天辰自然是不肯放过，一人一狐冲去其中，疯狂收割。怪物经验值尚可，且都是成堆出现，陆天辰也杀得起劲。不知不觉3个小时很快就过去了。看了眼时间已经不早了，陆天辰没有再继续，一瞬间便直接退出了神魔战场。收获不错，陆天辰此时等级已经达到了54级。别看只提升了4级，要知道50级升到51级就需要这23万点经验值，也就是说提升这4级至少要100万左右的经验值，而且这还是和小九分配之后的经验值。这也就是陆天辰杀怪速度相当恐怖，要不然即使怪物扎堆，其他玩家也无法达到这个速度。由于怪物等级并不是特别高，陆天辰索性将装备全部转化成金尘存储。陆天辰与普通玩家拉开差距的同时，也获得了相当多的金尘和金币，而且背包中的3300个入场券也都是钱啊！嘿嘿，这么刷下去，恐怕金币会累积到一个恐怖地步。这哪里是副本，这不活脱脱的捞金窟吗？难以想象，这样的副本一天可以刷3次。照这速度，我今天就能60级了。陆天辰之前得知天权大陆的惊天大秘密，心情自然是十分低沉。此刻能快速的提升实力，这也让他的心安稳了不少。将背包关闭，陆天辰看向在旁边的小九，又是一阵欣慰。不枉我分出去50%的经验值，不知不觉小九都51级了呀。第47章超能力。陆天辰使用地狱之眼查看小九的属性。小九，资质 SSS 级，等级51级，生命值51000，魔法攻击2550，物理防御1020，魔法防御1020，暴击率51%，攻击速度510%，移动速度510。技能魅惑，摆动尾巴魅惑敌人，最多可同时对9名目标施展，被控制目标将无法行动2秒，并降低20%所有防御力，消耗5，冷却时间15秒。九尾狐火口中凝聚灼烧灵魂的火焰，对单体目标造成魔法攻击 X80百分号加目标最大生命值5%的真实伤害，冷却时间45秒。狐火喷涌，妖力爆发，释放大量狐火，对范围内目标造成3段攻击，
每段攻击造成魔法攻击 X50百分号加目标最大生命值 1% 的真实伤害，冷却时间25秒。精魄汲取，发动攻击时将吸取目标精魄能量，法术吸血症 30%。稀有血脉，输出伤害提升 50%， 伤害减免提高 20%， 所有控制技能控制时间延长1秒。魅魔之魄，攻击敌人时为其附加魅魔之魄力印记，叠加到5层时，印记将会被引爆，目标失心1秒，且受到最大生命值 2% 的真实伤害。未解锁，好家伙！陆天辰看着小九的技能，不由得一阵惊呼，果然不愧是 SSS 资质宠物，这技能强度比导师给的破技能好多了。对了，我50级的技能还没找导师要呢。陆天辰一阵吐槽，得抓紧返回巨阙城了，不知道父亲的工会发展的如何。陆天辰说着，走向了另外一个漩涡旁边的老者，而见陆天辰走过来，那名老者冲着他微微颔首。陆天辰也点头回应，然后道：进入通天塔是否需要什么条件？而出乎陆天辰预料的是，与神魔战场不同，进入通天塔除了1天1次的次数限制和只能挑战对应等级的层数以外，并不需要任何材料。陆天辰了解完所有情况，便转身走入漩涡之中。不出意外的，片刻后他便出现在一处奇异的空间之中。他并没有见到任何塔形的建筑物，或许他已经出现在了通天塔的其中一层。正在陆天辰东张西望之际，只见前方虚无之中竟然飘出一道虚影。只见这道虚影仿佛随时可融于虚空之中，一会儿变换成一道人类的身影，一会儿变换成一个大大的肉球，看着甚是诡异。陆天辰第一时间将无名神剑拿在手上，随后使用地狱之眼查看。格莱塞尼，通天塔一层守关者，等级5级。陆天辰查看完属性就懵了，什么情况？5级的 BOSS？ 陆天辰都多久没见过这么低等级的怪了，而且还是个 BOSS。 不出意外的，陆天辰仅一次攻击便将其灭杀。叮！恭喜通关通天塔一层，奖励累积中。击杀 BOSS 格莱塞尼的同时，一道游戏提示音响起，随即陆天辰便感到周身虚空一阵扭曲，随后他又出现在了一处空间之中。当看到虚空中再次走出一个10级的 BOSS 后，陆天辰恍然大悟，看来这类似是一个爬塔的游戏啊。理清了思路后的陆天辰继续击杀，继续向着下一层前进。虽然后面的 BOSS 的属性开始变得强大起来，但是有着无名2套装和幽冥之力的切割效果，他杀起来也是毫不费力。就在陆天辰一剑斩下通天塔第10层 BOSS 头颅的时候，突然多了一道提示音。叮！恭喜通关通天塔第10层，奖励累积中。检测到冒险者等级不满足进入下一层条件，现发放累计奖励，攻击将附加 50% 额外伤害提升。虽然不掉落任何东西，但是这通天塔的奖励也确实不错。陆天辰一阵惊叹，对任何玩家来说 50% 伤害提升那都是相当变态的存在，尤其是陆天辰这种属性本就变态的玩家，那 50% 的伤害很有可能就是成吨的伤害。3秒后，陆天辰一瞬间再次出现在了广场之中。看了眼时间，已经快6点了。陆天辰于是直接摘下头盔下线了。唉，下线的第一时间，他就听到了一道重重的叹息声，那声音仿佛就在他的耳边一样，吓得他一激灵。然后他噌的一下跳了起来，可不过不知怎的，陆天辰竟然一跃直接撞到了天花板上。砰！陆天辰撞击到了天花板上，发出了一声沉闷的声响。此时正在玩游戏的父母吓了一跳，随后摘下头盔跑下楼来，打开了陆天辰的房间，急忙喊道：小辰，小辰，快出来，又地震了。而一切的始作俑者陆天辰此时却是呆呆的看着被自己撞得皲裂的天花板，一阵愣神儿。我是谁？我在哪儿？我这是在做梦吗？懵逼3连问的陆天辰看着父母在这急忙慌的呼喊着自己快出去，他也不可能跟父母说是自己跳起来脑袋撞到天花板发出的碰撞声音，所以便听话的走出房间，然后被带到了院子中。这2天是怎么了？怎么总地震呢？母亲坐在藤椅上心惊肉跳的道，而父亲则是嘀咕：我那精英怪差一点就搞死了。而陆天辰则是站在那里，自己的手掌摊开又握紧，他感觉到自己的身体之中有用不完的力气，虽然没试过，但是他感觉自己可以一拳打死一头大象。爸妈，我出去一趟，马上回来。陆天辰说罢，还不等父母说什么，便打开别墅的大门走了出去。不过没有注意到的是，大门上大拇指粗的门栓在自己轻轻一触之下竟然有些变形了。陆天辰走到一个没人的地方，才开始放开自己的步伐。只见他轻轻一跃，便直接跳了起来。这一跃就是10几米的高度，远远的他甚至看到了在别墅内坐在藤椅上的父母。我操，我也没用力啊！陆天辰一阵惊惧，随后赶紧控制身形下坠，从10米高处落下。想象中的意外并没有发生，
他的双腿仿佛有龙象之力，稳稳地站立在地面之上。而由于力度操控的并不熟练，一道道皲裂开始在脚下的石板砖上蔓延开来。陆天辰都呆住了，内心暗道：我这是有超能力了吗？第48章，此间事了，返回。看着地面上皲裂的地板砖，陆天辰直接就走开了。这要是被物业发现了，还不得让自己赔啊？当然了，钱都是小事，这要是物业追问自己是怎么破坏的，他总不能说是自己轻轻一跺脚就干碎了吧。陆天辰来到别墅区的最边缘处，随即轻轻一跃就跳出了2米高的围墙。随即他又四下张望了一下，然后走到一棵大树旁边。砰！陆天辰轻轻锤击一棵大树，只见大树直接拦腰折断。看着大树缓缓倒了下去，陆天辰心中震惊更甚。我这不会是在做梦吧？怎么感觉像在游戏里一样呢？感慨着自己现在可怕的能力，他内心暗自分析着。对了，游戏，我中午上线的时候一切都还好好的，这怎么一下线就获得了这种力量？陆天辰双手抱胸，在努力的回忆着。上线之后，我刷了格雷沙姆的地宫，然后出来后刷了神魔战场，然后是通天塔。难道是地狱之眼？陆天辰尝试将地狱之眼召唤出来。不出意外的，神圣水晶和地狱之眼，一个是圣器，一个是魔器，竟然都可以在现实中出现。不过陆天辰分析着地狱之眼的功能效果，感觉这一切的原因似乎并非是因为它。神魔战场无非就是一个升级的场所，难道是通天塔？陆天辰眼睛一亮，难不成是通天塔的奖励附加到了现实世界？我现在有了游戏中的能力，如果是以前，陆天辰是断不可能相信这些事情的。但是神圣水晶、地狱之眼，再加上阿贝尔和自己说的一些秘辛，陆天辰也不得不相信这些正在发生的诡异的事情。看来得给父母整点厉害装备了，让他们尽可能的多通关通天塔的更高层。陆天辰如此想着，随后又在原地熟悉了一下自己的力量后，他才敢返回家里。如果控制不好，一拿筷子咔嚓捏断了，可就不好解释了。回到家的时候，母亲已经做好饭了。陆天辰打开门后，无意间发现别墅的门栓有了一丝扭曲，他一阵尴尬，随后双手一抚，便将其捋直了。小陈回来了。正在藤椅上看手机的父亲对陆天辰道，而他则是点头道：回来了，天天躺着玩游戏，刚才出去跑了会儿步。而听闻儿子如此说，父亲则是皱了皱眉毛。谁跑步一滴汗都没有？母亲端着菜就从厨房中出来了。一家人就在别墅外面的院子中吃着晚饭。爸，巨阙城咋样？吃饭的时候，陆天辰问道。而见儿子问这个问题，父亲则是明显的皱了皱眉。随后他放下碗筷，叹了口气说道：之前和你说过的黄天宫会不知怎地，下午开始毫无顾忌的对兄弟们出手。他们的装备好，等级又特别高，而且又是有心算无心，跟粘在鞋底的口香糖一样，甩都甩不掉。陆天辰似乎也感受到了父亲的无奈，于是道：没事，等我回巨阙城的时候再好好收拾收拾他们。父亲眼睛一亮：你能返回巨阙城了？陆天辰点了点头，随后转头问母亲周平：妈，你选的是魔法师吗？你还有多少技能到巨阙城？母亲笑了笑：我选的是魔法师，不过天赋不太好，只是个 A 级天赋，魔力超载，所有魔法伤害提升 20%。 而陆天辰则是不在意的摆摆手：什么天赋都无所谓，只要有他在，一身高薪高强，装备一穿戴，就算是没有天赋，那都能打出成吨的伤害。没事，天赋都是小意思，抓紧升级到20级，到达巨阙城。母亲周平轻轻点了点头，随后他们又随便的聊了会儿天，便吃完了。饭后陆天辰直接回到房间，戴上头盔，准备上游戏。他要抓紧的处理完圣光城的事情，然后再返回巨阙城。陆天辰上线的第一时间就给剑仙李淳风发去了消息，询问圣光城是否有每日副本之类的。而剑仙李淳风则是告诉了他3个副本的位置。虽然告诉陆天辰这种每天都能刷的副本他并不损失什么，但是陆天辰为了表示感谢，还是交易给了他一个技能卷轴。倒并不是他有多大方，都是因为陆天辰可以得到更多，而且一个普通技能卷轴也就100万而已，对他来说小意思。得知副本位置，陆天辰跑遍了整个圣光城，接取了好多个任务，随后他不厌其烦地将其都一一完成。经验等奖励倒是其次，主要是声望，虽然目前还没有什么确切的用途，不过总不能开启类似声望商城的东西，他先去搞声望吧。陆天辰仅用了1小时，便将所有的副本和任务全部完成了。对了，将入场券在圣光城卖掉吧，这玩意回巨阙城一样能刷到。陆天辰随后便再次走到了副本神魔战场所在的广场，在 NPC 萨普老头那儿将3300个1小时入场券全部兑换，一共获得了1100个3小时入场券。对了，
什么战场得50级开放呢？陆天辰一拍脑门，50级需要的入场券他现在拍卖，压根也没人买啊！大意了，大意了！要不然便宜处理给咖啡加糖他们。做了决定，陆天辰直接打开社交，找到咖啡加糖。我这儿有点材料，便宜处理，你要不要？而咖啡加糖一脸懵逼，什么材料？随后陆天辰便将神魔战场解释了一遍。怎么样，15金币的入场券，13金币卖你，买不买？咖啡加糖也不是傻子，神魔战场虽然现在无法进入，但是他也早早的了解过了，入场券是硬通货，13金币买绝对不亏。不过他就是不太明白，为什么陆天辰要15金币买，然后再13金币卖？要说他只是进去一次就爆出来这么多，打死他都不会相信。难道他数学不好？随后摇了摇头，表示同情。不过既然这入场券很快就能用到了，所以他索性将陆天辰的1000多个入场券全部都收购了。陆天辰看着背包中多出来的14000多金币，嘿嘿直笑。这还只是他3个小时的收获而已。此间事了，陆天辰在背包中取出混沌时空时，选定巨缺城的位置，随后准备传送。陆天辰抬头望向前方，喃喃道：巨缺城，你们的皇帝回来了。第49章兄弟盟危机。引导结束，仅一瞬间，陆天辰的身影便消失不见。此时咖啡加糖打开等级排行榜，发现自己再次霸榜。唉，不过他却并没有多少的兴奋之色，甚至还重重的叹了口气。怎么啦，小飞？旁边一个身材高挑、身着一身紧身衣的隐刃好奇的道：你自己看下排行榜。隐刃打开各个排行榜查看，发现之前霸榜各个排行榜的陈天此刻竟然不见了，他怎么从排行榜上消失了？随后似乎是想到了什么，然后单手捂住小嘴，惊讶的道：难道他真的可以在各个主城之间来回穿梭？你叹什么气啊？圣光城的第一人又是你的哥。而与隐刃不同反应的咖啡加糖此时则是一脸幽怨。哼，以前这圣光城第一人我还觉得有点意思，自从那个变态的家伙来了之后，我才发现我占了这么好的一个隐藏职业，竟然这么废。我说他怎么着急处理入场券，原来要走了，也不跟我说声。哼，说着他还跺了跺脚。片刻后他抬起头，双眼一阵斗志昂扬。不行，我得抓紧升级，召唤师越到后面，召唤物越厉害，等下次见面我要狠狠的虐他。说罢他便召唤出宝宝，然后冲入了面前的怪物群之中。唉，而隐刃则是在后面叹了口气，随后手持匕首也冲入了怪物群之中。此时华夏的一处山脉之中，一个奇异透明的薄膜里面，时不时的会有一只兔子从其中跳出来。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只见这透明薄膜的周围已经聚集了10几只兔子了。恰巧此时一个老农带着他的小孙子正在山上打野味儿。当他们见到这里有这么多兔子的时候，则是一喜。而后两人商量从2个方向围困住一只兔子，但是随着他们的包围圈不断合拢的时，这老农惊喜地发现这兔子竟然好像傻了一样，不逃也不避。带得近了，那老农直接就扑了上去。感受到身下那胖乎乎的大兔子，老农笑道：今晚咱们吃麻辣兔头。孙子见自家爷爷抓住了兔子，也在旁边拍手叫好。噗！不过老农的话音刚落，他的胸膛则是猛地炸裂开来，喷涌出的鲜血溅了正在拍手叫喊的孙子的半张脸。此时他原本挂着微笑的小脸，在一脸鲜血的衬托下变得惨白无比，而他原本的笑容也慢慢的凝固。他看着趴在地上一动不动的爷爷的背后，一个血淋淋的大窟窿冲击着他的心灵。缓缓艰难的把头抬起来，只见前方正有一只浑身血淋淋的兔子，正用猩红的目光在盯着他。啊！反应过来的小男孩开始撒腿的往山下跑，不过他的腿已经被吓得走路都不稳，没跑出几步便跌倒在地上。慌忙的回头发现，还好那兔子貌似并没有继续追击他的意思。不过即使如此，他也不敢有丝毫的停留，就这么跌跌撞撞的朝山下跑去。而此时天泉巨缺城之中，一道身影瞬间出现，而这道身影不是陆天辰又是谁？看了眼周围熟悉的建筑风格，陆天辰抻了个懒腰。嗨，小爷终于回来了。随后陆天辰看到社交栏不停的闪烁起来，他打开查看，有几条是父亲发来的，而更多的则是低调如我和花未落发来的，大致都是询问他为什么等级排行榜见不到自己了之类的话题。陆天辰未做理会，直接关闭。随后他打开添加好友页面，输出 ID 萍水相逢，随后点击添加。这个 ID 自然是母亲周平的游戏 ID。由于加陆天辰好友的人太多，他早已经将添加好友和私聊的功能关闭了。添加完好友后，陆天辰的社交栏又亮了起来，发现是父亲的消息。小辰，你回来了。陆天辰一阵诧异，没想到父亲的消息还挺灵通。
刚回来。陆天辰回复，而父亲此时又发来一条消息：我知道你下午可能回来，找了个人专门盯着排行榜。那什么，你来一下东城区的肯亚商行。回复了句好的，他便关闭了聊天窗口。陆天辰直接跳到了房顶之上，随后使用技能虚空游走，在房顶开始急速赶路。肯亚商行距离他出现的位置并不远，陆天辰不一会儿的功夫便赶到了。只见父亲和周鹏两个人正在那里讨论着什么，陆天辰一个闪身便跳了下去。而二人见识陆天辰后都是一怔，我去，这么快！父亲和周鹏都没想到，这才刚给陆天辰发完消息，一会儿的功夫就赶到了。陆天辰则是笑了笑，然后道：我离这儿不远。看着父亲忧心忡忡的样子，陆天辰继续道：怎么了爸？是工会遇到什么事儿了？而父亲还未说话，在一旁的周鹏道：陈哥，现在黄天工会的人欺人太甚了，他们在4个城门口都安排了大量的人，而只要兄弟盟的玩家出城，他们就直接动手。周鹏说着握紧了拳头，后槽牙都被咬得嘎嘣响。陆天辰想了想，然后道：兄弟盟有10万人的吧？黄天工会我记得只有几千人啊。而陆天辰刚说完，父亲就说道：黄天工会现在人数多了些，不过这都不重要，他们堵门的这些人不知道哪来那么多好装备，虽然我们人数占优，但是还是损失惨重，10倍的人数差距打不过。陆天辰不以为意，虽然不清楚黄老大从哪儿搞到那么多好装备，但毕竟装备确实可以极大的拉开玩家之间的差距。别说10倍的人数差距，就拿陆天辰来举例，他自己就自信能单挑好几万玩家了。思索了一下，陆天辰问道：爸，之前给你的装备你没卖掉吧？现在都在谁身上？陆天辰说完，周鹏上前一步：陈哥，战士能穿戴的都在我身上，其他副会长也各有基建，不过目前除了我和陆叔以外，其他人都扛不住黄天工会的输出。听闻此话，陆天辰点了点头，随后道：黄天工会现在猖狂，无非就是装备和等级的优势。爸，工会现在有心腹玩家吗？我随便整几套强化满级的装备，你带着他们虐虐黄天工会去。第50章大战伊始。听闻陆天辰此话，父亲表现得还算淡定，毕竟他现在就是一身强化满级的装备。但是周鹏则是眼睛瞪得溜圆，强化满级的装备，还随便整几套？没开玩笑吧？陈哥强化满级的装备。陆天辰则是微微一笑，之前他只给了周鹏一件加13的长剑而已。我能搞到高强装备，不过前提必须得找信得过的人。周鹏得到陆天辰肯定的答复，则是倒吸一口凉气，怪不得他之前随手就能甩给自己一把加13的长剑，原来加13的都是小菜啊。不过感慨过后，紧接着他就是一阵兴奋，陆天辰无疑是能制霸天权的存在，各个财团课重金都做不到的事情，自己的兄弟做到了。放心吧，信得过的人咱们有，老霍和老刘也玩天权，恰巧也都在巨穴城，我都给拉来了，而且还有你之前见过的我的2个发小，也都是铁哥们，绝对信得过。说罢还用拳头捶了捶胸口。老霍全名霍思明，老刘则叫刘山，他们都和周鹏一样是陆天辰的大学室友。而既然周鹏都拍着胸脯保证了，那他的2个发小也应该问题也不大，毕竟人以类聚，物以群分。于是他又转头看向父亲：爸，会里呢？而听闻陆天辰的话后，陆海则是摇了摇头，会里的一些玩家活跃度都比较高，但是高强装备太重要了，他们还是观察一下吧。陆天辰也觉得有道理，随后问周鹏：他们都是什么职业？而周鹏知道这应该是陆天辰想要给他们量身强化装备了，于是回答道：老霍是魔法师，老刘是弓箭手，我那2发小跟我一样，玩的都是战士。陆天辰点了点头表示了解，随后问道：老周，你换一套不？被陆天辰这么问，周鹏先是一愣，随后便是一喜，他也要有强化满级的装备穿戴了，那自己岂不是无敌了？换！他生怕陆天辰反悔，于是急忙道：背包中10星稀有紫装足有1000多件，他挑了挑，凑出来1套魔法师的装备，1套弓箭手的装备，还有3套战士的装备。看了下身上的便携强化台并不够强化这些装备，使用混沌时空实记录完坐标后，他一个闪身便走了。而看着突然消失的陆天辰，父亲陆海和周鹏都是吓了一跳。卧槽，瞬移！不一会儿的功夫，陆天辰便来到了铁匠这里。咦，正准备在铁匠铺购买便携强化台的陆天辰轻咦了一声，因为他在铁匠售卖的东西里面发现了便携强化台、无限制和便携分解炉、无限制。陆天辰一阵激动，这以后再也不用来回跑了，自己想啥时候强化就啥时候强化，想在哪儿就在哪儿。哈哈！陆天辰大笑出声。虽然每个物品的售价都高达100金币，但是陆天辰没有任何犹豫便买了下来。
混沌时空石的第一个效果就类似于一个没有存储定位上限的回城石，简直不用白不用。随后他掏出混沌时空石，选择刚刚的位置，选择传送。又是一瞬间，陆天辰又出现在了父亲和周鹏的面前，而他们俩似乎已经接受了陆天辰的神出鬼没。周鹏惊疑地问道：“辰哥，这么快就搞定了？”而陆天辰则是摆了摆手，随后在背包中取出无限制的便携强化台，随后又在背包中取出装备，就在他们俩诧异的目光中开始强化。大约过了几分钟，5套45件装备全部都强化完成。完事儿。陆天辰曾经对父亲说过自己有一点幸运值，但是父亲陆海这次看到陆天辰一下不停，一次不失败，直接将40多件装备全部强化满，他也反应了过来，这就是你说的一点幸运值？这怕是一点吧。而周鹏就更加不用说了，嘴巴张得老大，都能放下一个灯泡了。喂！陆天辰在周鹏的眼前摆了摆手，后者这才从震惊当中回过神来。卧槽，辰哥，你是这个？随后竖了个大拇指。就单个一件强化满级的装备都是天价，而陆天辰分分钟就搞出好几十件，怪不得陈哥家换大别墅了，这赚钱还不是跟玩一样。周鹏正内心想着，此时陆天辰对他发起了交易，呆呆的选择交易，随即陆天辰一股脑的将45件装备全部都扔了上来，摇了摇头，他就是一阵感动。这些装备具体价值多少他不清楚，但绝对值好几个小目标。陆天辰竟然如此信任自己。老周，这些装备你分发下去吧，你跟我爸处理一下黄天公会的事儿，我就不出面了。等那个黄老大出现，你们告诉我，刚好有一些事情要找他谈。陆天辰说完便瞬移走了。而他们二人对视了一眼后，周鹏则开始联系他的发小和另外2名舍友老霍和老刘，速来肯亚商行门口。而周海开始在会内发布消息，末日风暴，西门大官人，我没 K， 最嚣张，所有人，各副会长速召集会内兄弟在东城区肯亚商行处集结。咱们半小时后，会内所有玩家将分成4波队伍，分别从东西南北4个城门出城。如黄天宫会胆敢阻拦，杀无赦。而随着会长海纳百川连发3条消息后，原本公会内众人还在有的没的聊着什么，突然寂静了片刻。不过紧接着整个公会聊天频道都炸了，在不停地滚动着一条条消息。小土豆，普通成员，会长牛批 Plus， 末日风暴，副会长，我去，会长终于有大动作了。我早看那群沙雕不顺眼了，就仗着装备好耀武扬威的，一念苍穹，精英成员，会长威武，给黄天公会他们全都杀回一级。西门大官人，副会长，会长万岁！干他丫的，让他们知道咱们公会的实力。我没 K， 副会长，布鲁标。公会内群情激愤，收到消息的玩家正从巨缺城的各个地方朝向目的地汇聚着。第51章，想成为勇者，去斩杀恶龙吧。最先到来的正是周鹏最先通知的老霍等人，众人点头打过招呼后，周鹏看着对面的4人，深吸一口气，郑重的道：想必你们也清楚，黄天公会那帮兔崽子不知道什么原因，装备和等级都遥遥领先。虽然咱们的人数足以碾压他们，但是也不足以弥补装备的差距。老霍此时开口道：是啊，陆叔，老周，那咱们这次兴师动众的是为啥？众人闻听此话，也都紧紧地看着周鹏和陆海。周鹏识趣的没有继续说，陆海则是轻声说道：虽然你们中只有小鹏现在担任着副会长，但是咱们无疑是最知根知底的，小陈弄到一些高强装备，咱们足以打败黄天公会的众人了。陆海一边说着话，周鹏则是一个个的与他们4个交易。而当收到周鹏交易过来的装备后，他们4个不由得同时愣住，随后就是齐齐的倒吸冷气的声音传来：这老周，这一个 ID 叫做林中鸟的玩家话都说不清楚了，他正是周鹏发小中的一个李林。我了个大槽 ，Max 装备，我不是在做梦吧？而此时他的另一个 ID 叫做超超超的玩家，正是他的另一个发小王朝。老霍和老刘虽然并没有说什么，但是他们的表情也满是震惊。毕竟实心子装已经是稀有玩意了，现在又匪夷所思的强化到了满级，而且是一身强化满级的装备。看其他几人的反应，很明显他们也收到了一身强化满级的装备。一人9件，4个人就是36件，36件强化满级的实心稀有装备，这是什么概念？这由不得他们不震惊。嗨，陆海此时清了清嗓子，随后道：这就是咱们的底牌，装备的价值你们不需要操心，你们只需要知道，这些装备现在属于你们了。陆海话音刚落，4人的眼中满是惊骇。这些装备别说土豪了，就算是神豪，有钱也买不到啊！这么强力的装备是我的了。4个人的心中同时嘀咕着，不过片刻后，他们都激动地跳了起来。霍乾、霍思明，哎呀妈呀，
有这装备还怕个嘚儿啊！天权第一法爷非我莫属了呀！皇天工会，我能把他们想打出来。刘明、刘山，装备强化满级，竟然还有技能，这9件装备可就是9个技能啊！我穿上这身装备，比吨位都肉了。超，王朝，我不是在做梦吧？随后他掐了一下胳膊，林中鸟，李林啊，你掐我干啥？10%虚拟度，很疼的好不好？见他们跟自己比之前自己的反应更激烈，周鹏笑了笑，继续道：陈哥暂时还不想让其他玩家知道他和咱们工会的关系，都别往外说啊，这也是咱们工会的一个底牌。众人听闻此话，都是重重的点了点头，表示了解。虽然他们当中只有周鹏是兄弟盟的副会长，不过上来就一人送一套强化满级的装备，他们在工会的地位可见一斑。而此时陆天辰离开后，直接赶到了酒馆那里，然后在战士导师弗里曼那里获得了自己的40级和50级的战士技能。其中40级的技能重力囚牢是控制技能，可以减少敌人的移动速度，而50级的技能鬼神七杀虽然只是个单体多段技能，但却释放的时候全程处于无敌状态。还不错。看着手中的2个技能卷轴，陆天辰一阵满意，将2个技能卷轴拆开学习。他又问道：弗里曼先生，我现在已经达到50级了，是否可以做勇者任务了？而听闻陆天辰这么一说，弗里曼放下了手中的酒杯，原本浑浊的双眼射出一阵金芒，上下打量了一下陆天辰，然后缓缓的道：你实力的提升还真是让我感到惊讶。他不知道从哪儿拿出了一个古朴的地图，丢给了陆天辰。去吧，想成为勇者，去斩杀恶龙吧，勇敢的冒险者。陆天辰听着弗里曼如此说，在桌子上摊开了那古朴的地图。地图摊开，上面标注着巨阙城及野外地图的大致轮廓，而最边缘之处是被一个红色圆圈圈起来。勇者任务需要斩龙吗？陆天辰喃喃道，随即没来由的一阵兴奋。随即他将卷轴收起，刚站起身，独眼弗里曼则道：哥，你是第一个接取勇者任务的冒险者，那个地方很危险，你最好还是等其他冒险者达到条件后一起前往吧。而陆天辰则是了然，原来勇者任务还可以组队，不过他可没有组队的习惯，而且自己的实力也压根不需要组队，一个分身一个小九就足以顶得上很多人了。不过他还是点了点头表示感谢，随后拜别弗里曼后便走出了酒馆。咚！哈！弗里曼将面前的那杯酒一饮而尽，随后将酒杯重重地砸在桌子上，对着下面喊道：老板，再来一杯。他正好看到陆天辰正离开酒馆的背影，他的那只独眼闪烁出一道金芒。一个人就打算挑战恶龙吗？勇敢的小子。陆天辰走出酒馆，看了眼内城的方向。阿贝尔，你别骗我呀，你答应给我的机缘可别食言啊。不过此时他的社交栏亮了起来，陆天辰打开一看，竟然是母亲发过来的消息：小陈，我到巨阙城了。陆天辰一阵惊喜，没想到母亲升级这么快。不过想来也是，现在那里有高等级的怪，网上一搜就都知道了，再也不用像他当时一样漫无目的的寻找，而且有着高强装备的提供，那单刷速度还不是杠杠的。妈，你给我发一个定位，我现在去找你。陆天辰说罢，便从背包中取出便携强化台和那件17星传说魔法书，开始强化起来。背包中的50件10星超稀有，恰巧能凑出一套魔法师的装备。陆天辰索性就一次性强化出来。这一切都处理完，母亲的位置信息才发了过来。第52章火拼正式开始。看了眼位置信息，发现并不远。当然了，现在对他来说哪里都不远。片刻的功夫，陆天辰便来到了指定位置。他看到一个少女模样的玩家正在路上东张西望的找着什么，而那名少女的 ID 正是萍水相逢。陆天辰内心一阵吐槽，这怎么老爸捏了个帅哥，老妈捏了个美女，就我捏了个大叔。随后他便走到母亲旁边，妈。而母亲周平也是反应了过来，眼前这个胡子拉碴的 ID 叫做陈天，正是儿子的游戏 ID。 简单的交流之后，陆天辰便将装备全部交易给了母亲，随后嘱咐道：妈，我爸一会儿可能需要帮忙，你联系一下他。母亲点了点头，随后便离开了。要不然现在去做勇者任务？陆天辰犹豫了一下，便摇了摇头，先看一场好戏吧。陆天辰将镜像分身召唤出来，控制着分身前往肯亚商行去观察，而自己则是悠闲的在巨阙城内闲逛了起来。半个小时的时间很快就过去了，而此时肯亚商行附近的几条街道全都是玩家，巨量的人数将这里围得水泄不通。这一切都看在镜像分身的眼中，陆天辰自然也是知晓的。而陆海和周鹏等副会长则是站在一个较高的位置，振臂高呼：老爸他们怎么感觉要起义呀？刚在一个巨阙城的 NPC 接到任务的陆天辰，通过镜像分身了解到了这边的情况后，不由得一阵摇头。几分钟后，讲话结束，
于是陆天辰便见到原本拥挤的人群，此时瞬间分流四股，带着滔天的威势朝向各个城门口处走去。而陆天辰见父亲和母亲向着东城门而去，也操控镜像分身跟了上去。由于肯亚商行本身就在东城区，自然是率先赶到了东城门这里。而不出意外的，东城门门口处赫然有着几千名玩家在堵着城门。由于加入工会后，原本的 ID 旁边还会显示工会的名字，他们自然是一眼就认出了是有兄弟盟的玩家出城了，一个个抽出武器，跃跃欲试的样子。而陆天辰则是注意到黄天工会的玩家此时将装备特效和强化特效全部都打开了，看这样子，这2000人的装备基本都强化到了至少加10啊！陆天辰一阵疑惑，那个黄老大明显就是一个暴发户的嘴脸，要说他能将所有的钱全部给手底下的兄弟买装备，强装备他是打死都不信的。我倒要看看到底是怎么回事。陆天辰好奇更甚，随后控制分身隐匿身形，再继续观察。兄弟盟的玩家虽然仗着人多势众，声势浩大而有了一些底气，但此时见到对面这夸张的装备的各种特效，也是不由得一阵打退堂鼓。之前我在野外被杀的时候，无非也就是3-5个黄天工会的玩家，现在这几千人有点吓人啊！怕什么？光咱们东城门就有2万多名玩家。我说大兄弟，你自己说这话都没什么底气。咱们人是多，但是你看看他们身上的都是什么装备，也不知道他们哪来那么多钱搞到这么多高强装备。要不然咱们先别出城了吧，等什么时候黄天工会的人走了，再出去练级也不迟。听着后面兄弟盟的成员此时嘈杂的议论声，陆海眉头皱了皱，而对面的玩家则是嚣张气焰更盛。其中一名一头大波浪的女性玩家上前一步，手上的匕首在舌尖上舔了舔，挑衅的说道：哟，海纳百川大会长，怎么带着几万玩家都不敢出城吗？城门口处的兄弟盟成员见此情形，虽然愤怒，但是仍然没人敢轻举妄动。大波浪你不要浪，看我们分分钟灭杀你们！而此时一个叫小土豆的玩家忍受不了自家会长受辱，直接冲出了人群，走出城门，怒吼道。不过黄天工会的玩家似乎早有准备，只见天空中瞬间出现几十道箭矢和几十个魔法球，都齐齐地冲着刚出城门的那名玩家攻击而去。小土豆此时也大惊失色，第一时间侧身躲避，不过发出的攻击实在是太多了，即便他已经尽力，但也只来得及躲避几道箭矢，然后便被更多的箭矢和魔法球同时轰击到了身上。不出意外的，小土豆瞬间被集火秒掉了。而此时场中陷入了一阵寂静，父亲陆海愤怒的青筋暴起，随后慢慢的一步一步走出城门。那名大波浪见对方会长都出城门受死了，随即一挥手，只见更多的魔法师和弓箭手齐齐从队伍中走了出来，随后没有任何保留的开始攻击着海纳百川。不过即使他被几百道攻击同时锁定，但是也并不慌张，而是一步一步的向前踏去。嗖！只见一道箭矢速度极快，最先射过来，直接命中了海纳百川的肩膀位置。不过与之前不同的是，那道箭矢射中他的同时，他的身上赫然亮起了一圈白色的护盾，而这凶猛的一箭也仅仅只是造成了30多点伤害而已。嗖！随后便是更多的攻击全部落在海纳百川身上。这一轮攻击随着最后一个魔法球轰击在他身上而宣告结束，而也随着这最后一个魔法球的攻击，他身上那莹莹的白色护盾终于是破碎开来。黄天工会这头，众人都是一阵目瞪口呆。什么？而为首的大波浪刺客也震惊的眼睛瞪得滚圆。他只听说兄弟盟的会长等级并不是很高，只有不到30级。不过现在看来，情报明显特么的有误啊！而与黄天工会这边的惊愕不同的是，兄弟盟所有的玩家此时都兴奋无比，原本装备和等级差距所产生的畏惧心理，此时也烟消云散。海纳百川站在那里，嘴角微挑，随后大喝出声：兄弟们，干他们丫的！而受到感染的兄弟盟的众人，此时犹如脱缰的野马，争相恐后的从城门中涌出来。火拼正式开始。第53章，我这是被重用了。而看到兄弟盟的众多玩家一涌而出，即使黄天工会的玩家有着等级和装备的优势，此时也是头皮发麻。给他们杀回新手村！大波浪举起手中的匕首，大喝出声。顷刻间的功夫，两伙人便战斗到了一起。而城门处除了黄天工会和兄弟盟的玩家以外，此时也聚集了不少其他各大工会的玩家和一些散人玩家。我勒个去，万人火拼，这场面太壮观了！哎，你们说他们2个工会谁更猛一点？这还用说吗？你没看到兄弟盟的玩家是黄天工会的10几倍？那可不一定啊，虽然兄弟盟人多，但是你没看到黄天工会那一身武器特效吗？我们会长加8的装备都没这么傻，一会偷偷上去捡几件掉落的装备，那就发了呀！围观的众人心思各异，
有的玩家想要浑水摸鱼，有的玩家只是单纯的看热闹而已。不得不说，火拼的时候，工会的优势就变得很明显了。兄弟盟的众人释放技能根本没有任何顾忌，反正又打不到工会的其他玩家。而黄天工会的玩家释放一些单体技能还好，但凡是释放范围技能，就要考虑旁边是否有友方的玩家。毕竟他们不像兄弟盟的众人一样，是真真正正的加入了一个工会之中，他们只是名义上是一个工会而已，其本质都是一个个独立的玩家。我靠，你释放烈火斩的时候能不能看着点啊？打得我好疼，不好意思没注意。为首的大波浪自然是注意到了他们这边的问题，不过他并没有时间理会。擒贼先擒王，他准备先将兄弟盟的会长解决。随后他集结了将近1000多名玩家，开始围攻海纳百川。握紧匕首，大波浪身影如同鬼魅，一个闪身便化成一道黑影。叮！他急速地接近了海纳百川，不过那匕首落在后者的身上，发出一声金属碰撞的声音。不得不说他的伤害相当不俗，这一击竟然对其直接造成了400多点的伤害。不过紧接着他就愕然地发现，海纳百川的周身再次亮起了莹莹的白光，又是护盾。惊异之间，他的身影急速后撤，不过海纳百川的盾牌已经重重地砸了下去。轰！这一顿锤击下来，那力道狂猛无比，大波浪直接被锤击到了地面之上。负3000，暴击！嗨嗨！尘土飞扬，咳嗽了2声后，他立马起身，急速后撤。随后看向海纳百川的眼中充满了畏惧。盾位有这么高的攻击力，真是离了个大谱。他已经能算得上黄天宫会前10的玩家了，等级甚至已经达到了40级，装备更不可能与普通玩家相比，但是还是被这一击打掉了3000点的生命值。他内心中惊疑不定，随后大喝：法师给他减速！盾位上前嘲讽。牧师注意治疗前排，其他人看准机会输出。虽然他为海纳百川的强大感到震惊，但是此时仍然有条不紊地指挥着战斗。一瞬间，战场分割开来，黄天工会的1000多人与海纳百川战斗起来，而另外的1000多人与兄弟盟的2万人战斗到一起。不过随着时间的推移，即使兄弟盟的人数占优，但还是隐隐的被压制住。要不咱们还是撤吧，咱们几万人都扛不住黄天工会的1000多人，这还打什么？一个兄弟盟的玩家看到2个黄天工会的人3、5下就将一个会内成员击杀，一边后退一边嘀咕道：你他妈的撤什么撤？没看到会长还在前面战斗吗？出乎意外的，之前被击杀的那名叫做小土豆的玩家此时竟然再次出现在了东城门处。被秒了后不但没有逃跑，而是复活后再次回到战场。他上去就给了那名想要撤退的玩家一个大脖溜子。随后小土豆抽出背包中的长剑，准备上前战斗。但是此时他的社交栏竟然亮了起来，他好奇的点开，竟然是一条好友申请。玩家最嚣张，请求添加你为好友，是否同意？是否？副会长加我好友了。于是他顺手就点击了同意。不过马上的，副会长最嚣张竟然发起了交易。他懵逼的点开交易，随后竟愕然的看到副会长竟然将一身高强装备交易给了他，并留言：表现不错，继续努力。这一切自然是陆天辰的意思。他看到小土豆看着还比较忠心，可以重点培养一下子，所以给周鹏发去消息。而周鹏此时一身强化满级装备，之前佩戴的高强装备自然就给了小土豆。我这是被重用了。但是玩家小土豆此时脑袋都是嗡嗡的，反应过来后，兴奋地将装备全部都穿戴上。随后他看了下控制面板，猛然一惊：我去，这装备太逆天了，我这属性提升了5倍都不止。关闭了属性面板，他脸上的兴奋之色还没有褪去。嘿嘿，你们土豆爷爷来了。随后他看向战场之中的黄天工会的玩家，随后便冲过去一顿输出。我操，这个人怎么这么猛？其中一个玩家道：这不是最开始被咱们秒掉的那个玩家吗？这怎么跟换了个人一样？一个最开始攻击他的玩家认出了他，此时惊异的道：我靠，他这伤害太高了，他怕不是被咱们秒了，怀恨在心，下线开挂了吧？而小土豆此时就仿佛战神一样，在人群中斩杀着黄天工会的玩家。他奶奶腿儿的！所谓有仇不报非君子，此时他听到这几人的议论，瞬间怒气冲冲的就跑了过来。感受到小土豆这凶猛的气势，其他玩家也被激励了。冲啊！跟着土豆大佬！周鹏等人都去往了其他的城门，而东城门只有海纳百川在。虽然装备好，但是也仅仅只是个盾位，输出能力并不是很强，导致战斗的天平有些倾斜。陆天辰还观察到母亲周平此时在暗处隐藏着，并没有动手的迹象，想来石父亲有着什么安排。但是此时小土豆加入了战场，
让明显一边倒的局势开始变得平衡起来。一击后立马撤退，大波浪见此间形势不是很好，便给打开社交栏，给自家会长发了一条消息：会长，东城门这边压力有点大，速来支援。而此时正在一个隐蔽洞穴中的黄老大看到这条消息，眉头皱得更重了。因为不光是东城门，此时巨阙城的4个城门处负责指挥的玩家都给他发动了战况不利的消息。第54章龙耀天。会长，怎么了？见自家会长摇头叹气，眉头紧皱，旁边的一名玩家问道。而黄老大看向面前的4人，这4个人的 ID 分别叫做龙耀天、虎啸林、燕朱雀、苍玄武，他们是黄老大最心腹的人，陪着他征战了不少的大型网游。目前巨阙城的4个城门战况都不是很好，你们4个去支援一下吧。而4个人闻听此话，此时互相对视了一下，随后点了点头，各自拿出回城时传送走了。而4人刚走，黄老大则沉声对着叶宵道：也不知道海纳百川从哪儿搞到一些好装备。叶宵则是一言不发，但是其眸中闪烁着一缕凶光。片刻的功夫，龙耀天4人便回到了巨阙城之中。对视了一眼后，4人朝向各个方向赶往4个城门处。此时东城门外面打得昏天黑地，双方此时都已经杀红了眼。双方不停的有人阵亡，又不停的有玩家从巨阙城内出来，继续加入战场。虽然城门处都挤满了玩家在看热闹，但是他们很是默契的让出一条通道。而此时一道高大的身影，浑身闪烁着夸张的紫色和粉色的装备特效，其手中拿着一把闪烁着刺眼的粉色光芒的长剑，在那通道缓缓地走了出来。是龙耀天。一些个巨阙城内的高玩家此见到这高大的身影，则是一个个的倒吸一口凉气。龙耀天是谁啊？周围大部分的普通玩家自然是不认识来人的，于是问道：龙耀天那是黄老大手下的第一猛人啊，听说他的天赋是 SS 级天赋重伤，所有输出全部提高 40%。 一名玩家道出此人的实力与天赋的猜测，众人又是一惊。增伤 40%， 再搭配这一身牛批装备，那岂不是无敌了？我感觉不一定，我听说虽然兄弟盟的会长等级并不是很高，但是似乎有着 SSS 级天赋，能减免 50% 所受伤害。我去， 40% 增伤和 50% 免伤，这2个人正好互相克制啊。谁说不是呢？这下有好戏看了。周围的玩家议论纷纷。而此时龙耀天出了城门后，使用重击冲锋，瞬间冲到了一个兄弟盟玩家的身前。负3800，只见一道3800点的伤害在其头顶飘出。这一击还没触发暴击，如果触发了，怕是一下就能将其秒掉。可是紧接着，那名残血的玩家被随便一个挥砍击中，随即便化成点点白光消散了。周围围观的玩家此时都呆若木鸡。我去，这龙耀天的实力也太强了吧！战局再次逆转，恐怕兄弟盟这下惨了。实力这么强的人竟然不是黄天公会的会长，那传闻中的黄老大得猛成啥样？围观的玩家议论纷纷。不过他们想象中的强对决并未发生。龙耀天此时不停地击杀着兄弟盟的其他玩家，而海纳百川此时被黄天公会的其他玩家牵制住。海纳百川似乎也察觉到了这边发生的事情，眉头一皱，不过他此时正对付着黄天公会的其他玩家，实在分身乏术。小土豆此时也发现了出现在战场当中的龙耀天，随后他第一时间便向着后者冲来。叮！一瞬间，他们2个战斗到了一起。虽然龙耀天的等级比较高，而且他的天赋主打功法，而且常年玩网游的经验使得他的操作也相当犀利。而小土豆虽然等级稍低，但是天赋似乎是与速度有关，所以这星火碰撞的一瞬间也并未展现出太大的败势。我去，这个小土豆刚开始被秒，我以为是个小垃圾，竟然能跟龙耀天打得难解难分，谁知道再次复活之后就猛得不像话。我刚才已经提交举报了，虽然不确定他是否真的开挂了，但是宁杀错不放过。周围玩家的话被小土豆听了去，差点吐血3声。这简直就是曹丕岳父不说话，真鸡巴无语啊！战斗还在继续，小土豆原本一个小透明，此时对上这个大佬，那是一刻不敢分神。禁锢咒！可正当小土豆成功闪避了龙耀天的一击后，场中央的几个魔法师竟然同时施展40级的控制技能，他的脚下竟然瞬间出现了好几个黑色的锁链。不好！小土豆也是玩过很多网游的人，操作也很不错。他第一时间准备闪避，但由于脚下锁链太多，躲避了几个之后便被一条锁链捆缚住了。而那捆缚住双脚的锁链就仿佛一条毒蛇一般，直接向上爬去，随后将他整个人都捆缚住。而小土豆一直以速度优势牵制龙耀天，早已经让他恼火不已。此时见其被控，提出手中长剑，
发动技能瞬影一击攻击向小土豆。现在他正被控，奈何有百般能力也无法施展而出。对龙耀天这种高玩玩家来说，几秒的控制时间已经可以打出成吨的伤害了。随后他便开始技能衔接普攻，将取消攻击后摇做到了极致。2秒的控制时间马上结束。虽然后排法师在不停地给小土豆加血，但是此时他的生命值已经见底了。他妈的，龙耀天，等老子复活再来杀你！见自己即将被灭杀，小土豆大骂道：“哼，等你掉了一件装备，你更加不是我的对手。”随即双手将自己的长剑举起，正准备向下劈去。围观的众多玩家此时都以为小土豆已经必死无疑的时候，只见一个脑袋那么大的火焰状的东西疾射而来，一瞬间就轰击在了龙耀天的胸口之处。轰！负13600暴击，而紧接着就是一道1万多点的蓝色魔法伤害在龙耀天头顶炸出。第55章，强悍的兄弟盟。这突如其来的一次攻击让围观的所有人都是心神一震，尤其是龙耀天，他一身装备都是加13的，而装备的主属性全部都提升了1倍还多。输出提高了不说，他的生命值也已经达到了恐怖的2万。虽然魔法防御并没有物理防御高，但是也不至于一下被打掉1万多点生命值啊！一瞬间蒸发1大半生命值的他心神俱震，有着各大网游丰富经验的他第一反应就是撤退。兄弟盟暗中还藏有高手，而且看着输出，那隐藏的高手的实力甚至比兄弟盟的会长还要强。他一边后撤一边追寻着刚才攻击的方向看去，果然在一个角落之中正站立着一个 ID 叫做萍水相逢的女性玩家，而她的 ID 的上面正有着兄弟盟3个大字，十分醒目。龙耀天咬牙切齿地望着他所在的方向，不过此时那名玩家手掌翻动间，又有一道强大的魔法释放而出，感受到上方的能量开始变得不稳定，且温度开始上升。龙耀天抬头看去，不过不看不要紧，这一看他吓了一跳。只见此时天空之中竟然开始下起了火雨，带得近了才看得清，那是一个个拳头大小的火焰石头，瞬间倾泻在战场之中，场面一阵混乱。火焰石头落在一名玩家身上，只见其头顶上赫然漂浮出了一道2000多点的魔法伤害。虽然龙耀天也在极力的躲避着，但是他还是被攻击到了几次。而此时皇天公会的牧师们也全部都抱头鼠窜的，没有功夫给他加血，这么下去要挂了。丝血的龙耀天立即头也不回的就开始跑。噗！不过正在此时，一柄利剑刺在了他的身体之上，随后他的头顶飘出了一道1000多点的红色伤害提示。刚才打得爽了，老子让你走了吗？龙耀天转身，果然此时后面小土豆正一脸狰狞的盯着他，虽然不甘，但是他还是变成了点点白光消散了。而正在他阵亡的地方，一个长剑叮叮当当的掉落在了地上。倒霉的龙耀天直接将最重要的武器给爆了出来。而皇天公会这边，随着龙耀天的阵亡和萍水相逢的加入，他们的气势更弱了。残血后的玩家都被众多玩家一拥而上，被一一灭杀。仅过了片刻的功夫，包括那个大波浪玩家，皇天公会所有人全部都被兄弟盟灭杀。周围的玩家此时都目瞪口呆地看着一片狼藉的战场，那上面散落着一地的装备，里面甚至有皇天公会的那些高强装备。虽然他们都蠢蠢欲动，但是此时没有一个人敢上前去。废话，现在冲上去偷装备，那无异于虎口夺食啊！要是双方斗了个2败俱伤，他们绝对会像一群秃鹫一样上去分实战利品。但是现在冲上去，他们会被轰得渣都不剩。刚才那火雨的威力，他们都历历在目。我去，这才是兄弟盟的真实实力吗？一名玩家感慨道。不过马上就有另外一名玩家道：嗨，这才只是东城门的战斗而已，你没看公共频道的聊天吗？其他3个城门的战斗也同样如此，有几个玩家就跟开了外挂一样，那伤害啧。而周围的人听闻此话，则一个个打开了公共聊天频道查看。果然他们看到了有人发布了各个城门的战斗视频，而兄弟盟竟然在各个城门都有实力变态的玩家带队。视频中一个 ID 叫霍钱的玩家，那火球的伤害强到离谱，还有一个 ID 叫刘明的玩家，拿着一把没有任何特效的弓箭，那射速简直快到离谱，并且身形也如鬼魅一般迅捷。而超和林中鸟的实力也强悍无匹，他们既肉又有输出，在人群中穿梭宛若战神。这么一对比之下，小土豆的实力反倒像是跟没开挂一样。看完这些视频的玩家无不感慨了一句：兄弟盟的实力简直恐怖如斯。海纳百川此时看向城门处的众多玩家并没有异动，也就放心下来。看着另外3个城门都获得了胜利，他松了一口气。这场公会间的战斗，会内的玩家或多或少都掉了几级，装备也掉了不少。他深吸一口气，然后道：兄弟们，咱们胜利了。获得的装备如果不是自己职业的，
在最嚣张副会长那里可以换成自己需要的。众多玩家此时听闻此话，则是一阵激动，然后开始捡那些掉落在地面上的装备。而陆天辰从头到尾也没等到黄老大的出现，也不由得一阵失望。他还想问问为什么他们公会的玩家升级那么快呢？不过紧接着就眼睛滴溜溜地转了一下，想到一个好办法，随后给父亲陆海发去消息：爸，你安排玩家盯住一个黄天公会的玩家，看他们会去哪里刷图。陆海看完消息后也了然，瞬间明白了陆天辰的意思，随后将小土豆换来，低声嘱咐了一下，后者便离开了。而此时地面上的装备已经全部都被拾取完了，玩家们和围观的人也都离开了。巨阙城的东城门又恢复了往日的秩序，仿佛刚才那场战斗从来都没有发生过一样。轰！黄老大听着手下的汇报，气愤地掏出长剑，直接将面前的石头劈砍而开。兄弟盟的实力怎么突然这么强了？他们的几个副会长竟然大部分都不是主力，被摆了一道啊！黄老大着急的在原地踱步，而对面的叶萧此时虽然淡定许多，但是眉头也紧紧皱起。他反复的观看了一下视频后，他得出一个可怕的结论：这几个人的装备强化等级一定相当之高，甚至满级。说完这句话后，他自己都有点不敢相信，真的有人可以将强化成功率这么低的装备强化到满级吗？黄老大闻听此言，则是跳了起来：什么？强化满级的装备？谁能做到？而叶萧则道：天权中天赋有千千万万种，兴许就有玩家的天赋与强化装备有关。算了，公会的事就先放一放吧。现在最主要的事情就是抓紧升到50级，做完勇者任务进入内城，到时候只要占领了巨阙城，嘿嘿。黄老大琢磨了一下，随后也点了点走，给手下的人发了消息，让他们回来抓紧升级。就特么让我公会的玩家出去制造麻烦？你公会的玩家都在这消停的升级，可是他们到底用了什么方法，竟然能让等级无法在排行榜上显示？随后自己也走出了洞穴，看到外面正在练级的暗夜公会的玩家嘀咕了一声：算了，我也快点升级吧，49到50级可真难升啊。说罢便也加入了练级的队伍之中。第56章，咱们去把他们的练级地点夺了去。而此时巨阙城之中，龙耀天等人则是聚集到一起。苍玄武问道：会长怎么说？龙耀天关闭了社交栏，随后叹了口气道：会长让我们抓紧回去升级。众人对视了一眼，也都有些不知道说什么好。他们也没想到兄弟盟的人这么猛。随后几名精英成员便都取出回城时，选定坐标后便传送走了。而一些普通成员应该是买不起5金币一个的传送石，毕竟他们平时刷副本的所有收获都要上交给黄老大这个大地主。随后他们便打开地图，朝着目标快速赶去。不过他们不知道的是，有一个身影自始至终的都在跟着他们。见兄弟盟这边大获全胜，陆天辰就控制着镜像分身离开了。在2大公会火拼期间，自己接了一堆任务，一个个完成后又刷了遍每日任务。既然弗里曼都觉得副本很难，那就稳妥一点，先升到60级再前往吧。随后他便走入神魔战场副本所在的广场。咦，这个2个人难道有份申诉不成？陆天辰来到广场，发现神魔战场和通天塔门口的 NPC 竟然和圣光城完全一样，他不由得一阵疑惑。随后他上前询问，果然圣光城的神魔战场与巨阙城的次数是共享的，也就是说他今天还有2次进入神魔战场的机会。6个小时应该足以升到60级了吧。陆天辰随后给父亲发送了消息，让他留意黄天公会，并且让他们好好升级后，便使用了2个入场券进入了神魔战场。陆天辰在神魔战场中大杀特杀，疯狂升级。由于目前金尘不缺，所以掉落的武器他都没有选择转化成金尘，而只要他的背包满了，他就会将装备全部交易给父亲，让他在巨阙城的保管装备的商人那里存起来，以备不时之需。6个小时在陆天辰的疯狂杀戮之下很快就过去了，而他的等级也如愿的达到了60级。期间他大概击杀了9000只怪物，交易装备的量让父亲都目瞪口呆。直到他将9000件装备全部都存入保管箱之后，他才重重的叹了一口气，这一趟趟的倒腾装备还怎么抓紧时间升级啊？陆天辰下线的时候看了眼时间，已经1点多了，虽然感觉还很精神，但是昨天已经通宵了，今天就补觉吧。陆天辰随即便下线了，而可怜的父亲陆海此时还在商城保管商人的旁边傻等。翌日，阳光还没有透过窗帘照射进来时，陆天辰就已经起床了，伸了个懒腰，他感觉精神无比的清明。他现在也已经慢慢的熟悉了他身体的强度。想着父亲昨天晚上跟自己交易装备也熬到了1点多钟，他悄悄走上楼，召唤出神圣水晶，给父母调理了半小时的身体，才蹑手蹑脚的走出别墅，开着车来到了一个人迹罕至的地方。他停了下来，
先看看身体的极限吧。陆天辰再次确认了一下周围并没有其他人，才双脚分开扎了个马步，随后双臂一摆，使出浑身力气，双腿一蹬，嗖！只听一道破空声响起，陆天辰的身形陡然向上窜了出去，那身影快的仿佛一道闪电。而直到自己不再继续上升，他也并不清楚自己究竟跳了多高，不过目测至少有几千米。几千米，这是什么概念？说是超人也不为过。升到最高点后，他的身影开始慢慢的下坠，慢慢的速度越来越快，越来越快。我了个去，太快了，我不会摔死吧？陆天辰惶恐地看着在他眼中不断放大的地面和车子，内心惊惧不已。他努力地想要使用双腿着地，但是始终无法掌握技巧。砰！降落失败，陆天辰整个身体全都拍击在地面之上。嗨呀！周围尘土飞扬，陆天辰慢慢爬起身，看了下地上自己砸出来万字形状的印记，不由得抽了抽嘴巴。我去，这么高的地方掉下来也没事儿。陆天辰虽然有些心有余悸，但是此时小脸上却满是兴奋。难道我已经刀枪不入了？刀具他没带，陆天辰从兜里掏出一个指甲剪。最开始实验他也只敢剪一剪手皮，不过随着指甲剪的崩断，他开始大胆起来，在车子中取出打火器，一咬牙将手指直接伸了进去。不过灼痛皮肤的感觉并没有发生，陆天辰收回完好无损的手指，一阵惊奇。买点早饭回家吃完，抓紧干游戏，今天再召唤一个分身，老爸老妈他们升级，等他们也有了这超人般的实力，再和他们透露一些事情。思考完毕，陆天辰直接上车驱车返回。而当陆天辰买完早点回来的时候，父母才刚刚起床。母亲见陆天辰满身灰后道：小辰，怎么了？你这是去哪儿打滚了？将早点在茶几上放下，陆天辰看了下身上的灰尘，不由得暗道大意了，随后解释了两句便去洗漱换衣服了。一家人围着桌子吃了顿丰盛的早饭。对了，小辰，昨天我安排人跟着黄天公会的人，他们兜兜转转的，貌似在一个很远的地方练级。饭后，父亲陆海道，而陆天辰此时却来了兴趣，随即道：哦，要不然今天咱们去把他们的练级地点夺了去。第57章，被捷足先登了。而父亲陆海听闻此话，也是一阵兴奋。现在他们公会的人数较多，虽然装备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但是等级也同样重要。如果黄天公会没有那么多40级的魔法师，小土豆也不会被控住，所以现在提升等级也是迫在眉睫的。而且新出的2个副本貌似都有等级的限制。坐标小土豆已经发给我了，要不然咱们一会儿就去。父亲放下手中的事情，此时竟然显得有一些急不可耐了。陆天辰则是点了点头，随后道：不过这么早，公会的玩家能上线吗？听闻此话，父亲神秘一笑：这你就放心吧，这帮人干得很，而且我们已经线下加群了，一会儿我就通知一下他们。陆天辰听后则是笑意更甚，随后道：等上线后，我安排分身去给你们略阵，我自己还要去刷个副本。而父亲则是一阵震惊，喃喃地道：分身那是技能吗？难道还能独立操控？而陆天辰则是神秘一笑，随后一边往自己的房间走去，一边道：上线你就知道了。回到房间的陆天辰将虚拟头盔戴上，登录游戏，在老头那儿兑换了3000个3小时入场券，然后召唤出镜像分身，随后再次使用技能镜像分身。看着之前的分身未消散，而面前再次出现了一个和自己一模一样的分身，陆天辰笑了。嘿嘿，分身真的能一直存在啊，看来幽冥恶魔就是靠着傀儡之心才能做到有那么多分身的。见父亲已经上线，陆天辰询问了父亲的位置所在，然后操控着2个镜像分身前往目的地。而陆天辰则是打开弗里曼给他的地图，确认了一个方向后便开始赶路。虽然地图标注的位置比较远，不过陆天辰靠着不停瞬移的功夫，10几分钟还是赶到了目标位置。嚯，还挺气派。陆天辰看着前面的这个仿佛龙首一样的山脉暗叹，按照地图上的指引，仿佛龙嘴的地方就是这个副本的入口。陆天辰于是抬脚向前走去。不过正准备进入洞穴的陆天辰见到地上的脚印，却是一怔，有人来过了。陆天辰疑惑非常，随后打开了等级排行榜。排名第2的还是黄老大，虽然升级很快，经验值已经达到49级80%了，但是陆天辰看着地上那杂乱的脚印，进入洞穴的不止一个人。等级排行榜上除了我以外，并没有人达到50级啊，为什么有人能到这里来？疑惑不已的陆天辰开始警惕起来，随后取出无名神剑，召唤出小九后向着洞穴内部走去。通道很长，陆天辰谨慎的前进，大约过了几分钟后，前面才开始有了一丝光亮，而他同时也听到了战斗的声音。果然有人。陆天辰眼神一凝，
没想到这里竟然被捷足先登了。随后他走到洞口处，果然见到一个圆形场地之中，大约有几百名玩家在同时有条不紊地与一个庞然大物战斗着。陆天辰见到这个庞然大物的时候，眼神一凝，这竟然是一头黑龙，这就是弗里曼所说的恶龙吗？陆天辰内心暗自嘀咕，随后对着这头黑龙使用了地狱之眼。虽然这黑龙的等级明显超过陆天辰很多，但是有着地狱之眼的特殊效果在，所有属性还是无所遁形。黑龙尤古斯塔，特殊 BOSS， 等级100级，生命值10亿，10亿，魔法攻击10万，物理防御1万，魔法防御1万，暴击率 78%， 攻击速度 400%， 移动速度400。黑焰滔天尤古斯塔蓄力2秒，从口中吐出大量黑焰，攻击面前扇形区域的目标，每秒造成魔法攻击 X 120%的伤害，冷却时间1分钟。黑暗岩浆尤古斯塔脚踩大地，将强大的黑暗魔法之力灌注地面之中，融化以自身为圆心，半径500米的范围，处在范围内的地方将每秒受到魔法攻击 X 10%的伤害，持续时间3分钟，冷却时间5分钟。黑暗献祭，当生命值低于 30% 时，尤古斯塔感受到了生命的威胁，引导3秒，燃烧生命发动禁忌魔法，普通攻击将对10米范围内的目标造成 50% 的建设伤害，且全属性提高 100%， 直至死亡。看着尤古斯塔的属性，陆天辰倒吸一口凉气，这10个亿的生命值简直不要太变态，怪不得弗里曼叫自己组队来这个副本，这属性简直就强到变态啊！10万点的魔法攻击力，就算是盾位，那也是一死一片啊！陆天辰实在想不到，除了自己还有谁能扛得住尤古斯塔的攻击。不过越是惊异于尤古斯塔属性的强大，陆天辰就更加的诧异，因为平台上的玩家虽然与尤古斯塔战斗的相当吃力，但是他却没见一人的头顶飘出高额伤害，这群人貌似有着秘密啊！陆天辰喃喃道，随后使用地狱之眼查看一名玩家的属性。不过不看不知道，这一看陆天辰此时的下巴都快惊掉了，他们的等级不出意外的都已经达到了50级，这点他早已经有所猜测，或许他们有着什么手段屏蔽等级排行榜。他们的其他属性倒还算正常，但是陆天辰发现，只要身上缠绕着黑色光环的玩家，额外魔法防御竟然有着10万点。什么鬼？陆天辰有些摸不着头脑，他的属性已经堪称变态，但是也没有这么高的魔法防御力啊！怪不得尤古斯塔看样子异常愤怒，却无计可施，有着10万点的防御力在，即使他再强大，也根本发挥不出什么作用啊！不过貌似他们也无法对尤古斯塔造成太大的伤害啊！陆天辰在一旁观战，见那几百名玩家就这么顶着尤古斯塔的攻击在输出着，而他们的每次攻击毫无例外的都只能造成1点伤害。不过尽管如此，尤古斯塔现在的生命值也仅剩 30% 多了，看来这群人刷了挺久的啊！陆天辰忽然有些佩服他们，就靠着强制伤害愣是磨掉了那么多生命值，也是够有毅力的了。他并没有着急出手，因为看透怪物属性的他清楚，当生命值低于 30% 的时候，这条龙可是会狂化的。嘿嘿，到时候你们这10万点魔法防御可抗不下来哟。第58章收割韭菜。陆天辰就这么的在后面观察着玩家和尤古斯塔的战斗。出乎陆天辰意料的是，人群中有一名玩家时不时的竟然能打出100万点的伤害，有这时不时跳出来的100万伤害，这群人还真能把 BOSS 磨死。然而看这名黑袍玩家竟然有点眼熟，好像之前和黄老大一起的人。咦？陆天辰好奇之下，使用地狱之眼查看该玩家的属性。我靠，这不是之前和我一个新手村的夜宵吗？他怎么在这里？陆天辰正疑惑间，只感觉背包中的阿贝尔的灵魂石颤抖了一下，随后一道声音飘进他的耳中：布拉德里克。陆天辰一阵懵逼，不明白阿贝尔话中的意思。这不明显是玩家夜宵吗？怎么又跟布拉德里克扯上关系了？难道夜宵被夺舍了？陆天辰细思极恐，想到了之前看的玄幻小说。不过又是一道声音飘进了他的耳中：不是夺舍，是类似共生的状态。陆天辰了然，随后继续观察场中的战斗。随着夜宵攻击再次炸出100万的伤害，陆天辰注意到尤古斯塔的生命值已经下降到 30% 了。有好戏看喽！陆天辰在通道之中幸灾乐祸地观察着，只见原本还在与玩家对殴的尤古斯塔此时突然一动不动了，而此时场中的夜宵则是双眼一亮，然后大声喝道 ：“BOSS 估计生命值不多了，抓紧输出，生命值下降到 10% 以下，我才能斩杀。”众人听闻此话，手上的动作越来越快了。不过也仅仅只是让尤古斯塔头顶的一飘得更快而已。而陆天辰听夜宵如此说，则是一惊，没想到10%就是他的斩杀线了，实力够强劲的啊！
3秒的时间一眨眼就过去了，只见尤古斯塔原本巨大的身形此刻竟然再度暴涨，而浑身也缭绕起了黑色的魔法火焰。伴随着身上火焰的燃烧，尤古斯塔的头顶开始飘出大量的掉血提示，负100万真实伤害。而此时夜宵黑袍下的眼睛爆发出一阵邪异的金光，随后大吼出声。所有人注意闪避，等 BOSS 血量自己下降。陆天辰在旁边一咧嘴，好家伙，你这不自残还好，这一自残岂不是死得更快了？1秒掉1/1000的血，夜宵他们打的都没这么快。而此时的尤古斯塔开始变得狂暴无比，无尽的愤怒仿佛快要凝成实质。他开始使用龙尾、爪子、吐息，还有自己技能，开始不停地攻击着面前的玩家。仅仅片刻的功夫，原本正在围攻尤古斯塔的玩家死伤大半。虽然一些玩家不知道使用了什么招式，能让自己的额外魔法防御提高那么多，但是此时狂暴状态下的尤古斯塔所有属性全部提高100%，攻击力无疑也翻倍了。此时每次攻击都能造成大量的伤害，且可以对一定范围内的敌人造成建设伤害。虽然也有一些玩家四散开来，但是也被尤古斯塔一一追击而上。仅过去了1分钟，场上的玩家除了夜宵外，竟然全部都阵亡了。虽然 BOSS 疯狂自残，但是此时也还有着24%的生命值，那就是2亿4千万的生命值啊！不过在陆天辰的注视之下，只见夜宵不停地使用技能闪转腾挪，竟然可以在狂化 BOSS 的攻击之下做到游刃有余。好家伙，这身法！陆天辰在一旁嘴中都能塞得下一个鹅蛋了。虽然技能很重要，但是他很清楚，没点实力，就算有这些技能，也无法做到如此自如。就是不知道这是他本身的实力，还是布拉德里克操控的原因。不知不觉间，距离尤古斯塔狂化已经过去了1分多钟。虽然夜宵操作极好，但是偶尔也会被 BOSS 尤古斯塔攻击到。但是每次他的身上都冒出一个护盾，刚好抵消了此次伤害，这让陆天辰惊诧不已。但是此时他使用地狱之眼查看 BOSS 仅剩下的20%生命值，则是咧嘴一笑：“嘿嘿，韭菜长好了，开始收割。”陆天辰嘿嘿一笑，随即喝道：“去！”随后他便使出幽影及风铠强化满级的主动技能幽影锁链。这个技能除了高达3秒的控制时间外，更是有着无施法距离限制这一特点。只见一道黑色的锁链从陆天辰的身侧伸出，形态仿佛毒蛇，速度好似闪电，仅仅一瞬间便捆缚住了正在不停躲闪的夜宵。而场中正全神贯注躲闪 BOSS 攻击的夜宵注意力压根都没在这边。虽然发现这条锁链的一瞬间就侧身准备闪开，可是那道黑色锁链仿佛有自己的意识一样，竟然追踪向着他而来。马德，哪个孙子赢我？被锁链捆缚住，夜宵骇然的同时也无比的愤怒。他没想到在这关键的时刻竟然被摆了一道。不好，是之前的那个小子。而此时夜宵嘴巴动了动，竟然发出一个阴哑难听的声音。不过尤古斯塔可不管这些，直接一个龙息喷吐在夜宵的胸口之上。但是夜宵那奇怪的护盾再次起了作用，竟然成功的抵消了 BOSS 的此次攻击。不过 BOSS 原本属性就高的变态，此时100%的所有属性提升，那攻击速度和移动速度简直快到离谱，一瞬间就接近了被捆缚住的夜宵身边，然后开始疯狂输出。夜宵大约坚持了3-2次攻击之后，那护盾终于不再管用。纵有千百种手段，他被陆天辰这一阴也无计可施。马德，我恨啊！仅片刻的功夫，夜宵就变成点点白光消散了。第59章杀人越货，还挺爽的。而击杀了场上最后一人夜宵后， BOSS 尤古斯塔咆哮一声，随后眼神阴冷的盯着陆天辰所藏身的通道那里。在后者出手发动控制的时候，尤古斯塔自然是发现了他。此刻他的生命仍然在燃烧，必死无疑的他是不会放过在场的众人的。陆天辰倒是无所谓的慢慢从通道处走了出来，掏了掏耳朵，随即道：“小九，干他丫的！”而原本小鸟依人的小九正搂着陆天辰的胳膊蹭啊蹭的，此时听到主人的话，眼神瞬间凌厉，随后弹口微张，只见其中一道狐火形成，随后便即射向那正怒视这边的尤古斯塔。而 BOSS 似乎是感觉到了这一击的危险程度远超往常，严重的愤怒突然转变成了惊惧，随后身形急速后撤，竟是准备逃跑。但是九尾狐火这个明显是一个指向性技能，就仿佛自带追踪一样，不管尤古斯塔如何闪避，最后还是追击而上，随后将其焚烧。可怜的尤古斯塔被这一击击中后，竟然开始全身痉挛，随后头顶飘出一道5000万的真实伤害。陆天辰此时也没闲着，就在小九出手的一瞬间，幽影虚空界的主动技能也使用出来，伴随着一道死亡射线，几乎与小九的九尾狐火一前一后攻击在 BOSS 尤古斯塔的身上，几乎是一瞬间，先后加起来2亿的真实伤害，收割了尤古斯塔最后的生机。就在陆天辰和小九的注视下，
它变成了点点白光，开始消散。获得经验50万，恭喜您冒险者，您的等级提升。获得5点自由属性点，请根据喜好自由加点。当前等级 Level 61。全服公告：恭喜玩家陈天完成100级 BOSS 首杀，系统奖励声望加5000，金币加300，自由属性点加100。本职业神话装备随机宝箱 X1。全服公告：由于有玩家成功通关勇者任务副本，巨阙城勇者副本难度下调 50%。随着 BOSS 尤古斯塔的死亡，一道道提示音在陆天辰的脑海中响起。而原本60级升阶到61级就需要50万经验，击杀了 BOSS 后竟然直升级了，白费了我一个史诗卷轴。此时巨阙城的复活泉水旁，刚刚复活的夜宵此时咬牙切齿，无能狂怒：啊！该死的陈天！而一旁的夜莺上前劝慰，却被他愤怒的直接推开。倒地的夜莺不可思议地看着自家会长，他想不通以前温柔对他的会长怎么变成了现在这个样子。而从下往上看去，他竟然从黑色帽兜下看到此时夜宵那爬满诡异黑色纹路的脸，此时那纹路开始变得愈发密集。啊！夜莺刚想惊恐的大叫，便看到夜宵那阴雾的眼眸狠狠地瞪了他了一下，随后他惊恐地捂住自己的嘴巴，不敢发出一丁点声音。嘿嘿嘿，陈天，等亚托斯大人那边的事情处理完，到时候就是你的死期。而此时的华夏服务所有玩家不由得一阵骚动。圣光城之中，我勒个丢！陈天大佬昨天下午从咱们圣光城消失了，现在果然是返回到巨阙城之中了。难道他已经掌握了穿越各种主城的方法了？大佬又岂是我们可以揣度的？之前从咱们圣光城走的时候，好像只有54级吧，就算升级再快，也就几级的提升。也就是说，陈天大佬那至少越好几十级击杀100级的 BOSS。陈天大佬有没有创建工会啊？等主城连通了，我高低去抱陈天大佬的大腿。你想抱大腿，你也得看陈天大佬让不让你抱啊。我听说咱们圣光的那个咖啡加糖，陈天都不怎么鸟呢。真的假的？那个人好像背景很强大，这样的人都开始抱陈天大佬的大腿了吗？那陈天大佬的腿的多粗？由于陆天辰之前来到圣光城一段时间，更是在野外怒斩心怀不轨的玩家，他的实力已经深入人心，所以圣光城之中也有不少小迷弟、小迷妹。圣光城的野外中，一个小女孩正观察着她召唤出的4个形态各异的元素精灵，观察之时，听到这道提示音不由得怔了下。哎，我刚到40级，他都已经能杀100级 BOSS 了。咖啡加糖失落的喃喃了2句后，他便再次控制召唤的宝宝与周围的野怪战斗起来。各个主城的玩家都心思各异，他们都对这个从未谋面的陈天充满了好奇。而此时陆天辰所在的巨阙城之中，玩家无疑是最震撼的。昨天击杀90级 BOSS， 今天就能击杀100级的了。咱们这是越到后期升级越慢，大佬这是越到后期越猛了。管那些干啥啊？至少现在咱们知道，陈天大佬是咱们巨阙城的玩家，这要是开启主城间的战斗，咱们摆烂都能胜利啊！嗨，还早着呢，估计各个主城连通还得等一阵子。各个玩家议论纷纷。而此时在野外练级的低调如我和老邱等人也都一脸羡慕，随后又重新投入到战斗之中。而此时陆天辰正在看着背包中多出来的一个七彩的宝箱，不由得一阵惊喜。神话宝箱虽然是随机的，但是这是陆天辰第一个获得神话相关的道具。神话都是天权中装备的天花板了吧？陆天辰搓搓手一阵激动，但是他没有先打开这个神话宝箱。他有个习惯，就是好东西一定留在最后再开。而此时陆天辰看着地上掉落的一地的装备和 BOSS 掉落的东西，不由一阵感叹：杀人越货还挺爽的。随后他便上前将地上所有的掉落物全部都捡起来。好家伙！陆天辰随便查看了几件之前玩家阵亡掉落的装备，发现竟然都是强化加13的装备，而且星级也并不低。这群人为首的明显是夜宵，他从哪儿搞到这么多高强装备的？陆天辰惊讶之余喃喃道：估计是工会内有特殊天赋的玩家吧，亦或者是布拉的里克提供的，无法确定具体的原因，但是他总感觉之后还会与他们有接触。摇了摇头，陆天辰不再多想，随后准备查看尤古斯塔掉落的东西。嘿嘿，100级的隐藏 BOSS 能给我什么惊喜呢？作为100级的 BOSS， 金币大大方方的直接掉落了100枚。BOSS 掉落的灵魂石自然是正在被阿贝尔的灵魂石吞噬。陆天辰又拿出一个装备还有一个技能卷轴拿在手上查看。第60章小黑。陆天辰首先查看了装备的属性，因为按照常理 BOSS 会掉落高于自身1级的装备，那如果是100级 BOSS 又会掉落多少星级的装备呢？反击腿甲，品级传说，星级21，生命值加25000，力量加200，物理防御加1000。佩戴要求盾卫战士，技能
伤害反弹，被攻击时有 0.1% 的记录触发伤害反弹，穿戴者所受到伤害将10倍返还给施法者，此伤害为最终结算前的攻击伤害，冷却时间无。果然不出陆天辰所料，20星并不是装备星级的极限，但是越往下看陆天辰越是震惊，这基础属性强悍也就算了，这个被动，我操！这个装备一旦穿上，只要触发了概率，那妥妥的就是一个刺猬啊！而且伤害说明也让陆天辰眼前一亮，最终结算前的攻击伤害就是还未减去减伤和物理防御的初始伤害。就好比一个玩家的攻击是10000点，但是防御者的防御是5000点，那么反弹的伤害并不是按照5000点来算的，而是按照攻击者的10000点攻击来计算的。而如果触发了暴击，那其受到的反弹伤害就会再次翻倍。一刀把自己砍死可还行，但是即使这件装备的被动技能效果强到变态，但是1/1000的触发几率也只能算是一般。但是陆天辰此时却震惊的无以复加，简直就要跳了起来。因为对其他人来说，最难触发的概率在他这是最容易的。妈妈再也不用担心我罪恶之锅高了，他一个战士以后可能要承担盾位的工作了。10倍反伤，再配合陆天辰超高防御和超高生命值之下，以后无名神剑可能就要下岗了。陆天辰激动地取出便携强化台，之前在巨阙城内多兑换的传说精神刚好够他将装备强化到满级的。他怀着激动的心情开始强化，片刻后装备被强化到了满级。强化到满级后，新增被动增加1000点的双防差强人意，但是不出意外的，装备的各项属性都提高了不少，尤其是生命，这一件装备的生命值就是10万的提升。陆天辰随后将装备穿戴上，替换掉9星传说巨魔重铠护腿，此时他的属性再次得到了巨额的提升。满意的关闭了属性面板，陆天辰再次查看技能卷轴，只不过可惜的是，这个卷轴虽然很强力，但却是魔法师的技能卷轴。陆天辰突然想起和黄天公会战斗的时候，母亲挥手火焰陨石，那超大范围真是太强了。一会儿交给老妈吧，估计老妈会成为天拳法师一姐。而此时抬头只见 BOSS 死亡地点旁边的次元门在一点点的缩小。之前陆天辰检查装备的时候 ，BOSS 还未消散完全，但是此时地面上竟然出现了一个黑色的蛋。陆天辰先是一怔，不由得就是一阵激动。虽然颜色不同，但是之前他孵化过小九，他清楚的知道这很有可能就是一个宠物蛋，而且是黑龙掉落的宠物蛋。陆天辰二话不说，直接将其收入背包之中，随后跨入次元门，传送出副本。从副本中出来的陆天辰第一时间将背包中的那个蛋形的道具取了出来查看。黑龙，类型宠物蛋，资质 SSS 级，说明孵化后可获得 SSS 级资质宠物黑龙。陆天辰双眼一缩，瞳孔急剧放大。虽然早就猜测到了这是一个宠物蛋，但是此刻真的确认，不由得一阵惊喜。而且与之前获得的宠物蛋不同，当时孵化小九的宠物蛋详细描述了孵化后可随机获得一只资质在 CSSS 级的宠物。说白了，如果陆天辰是个飞球，估计也就是个 C 级资质的宠物。但是这个宠物蛋就不一样了，这个宠物蛋孵化出的宠物的资质必定是 SSS 级的。这个宠物蛋都已经不能用金钱来估量了。果然不愧是特殊副本 BOSS， 老子运气真不错，还好当时没契约那个丑八怪幽冥恶魔。陆天辰感慨了一句后，便直接选择孵化。随着宠物蛋在空气中不停旋转，黑色的气息在空气中散发开来。仅片刻的功夫，黑色宠物蛋缓缓落地，龟裂。在陆天辰和小九的注视之下，只见一个半米高的黑色小龙从蛋壳中慢慢的爬了出来。陆天辰定睛一看，这孵化而出的宠物和刚刚被自己击杀的尤古斯塔简直是一个模子刻出来的。也就体型稍微小了一点。不过紧接着，在陆天辰诧异的目光中，那原本半米的身影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在缓缓变大。片刻后，身体的生长停止，虽然距离他巅峰时期还有很大的距离，但是此时他赫然已经有5米左右高了，而且双翼一震也足有10米左右。吼！舒展开双翼后，黑龙仿佛伸懒腰一样痛快地吼了一声，随后迈着重重的步伐开始朝向陆天辰靠近。带得近了，他用那硕大无比的头颅在蹭啄陆天辰。陆天辰被拱得一阵趔趄，随后也伸出一只手轻抚着黑龙的额头。他这一个动作可把小九气坏了，随即冲着黑龙叫了一声后，那只胳膊搂得更紧了。陆天辰无奈地摇了摇头，随后冲着黑龙道：虽然你与尤古斯塔一模一样，但现在毕竟是我的宠物，就给你换个名字吧。随后陆天辰低头沉思，随后眼睛一亮，就叫小黑吧。虽然陆天辰是个取名废，但是此时黑龙的眼睛一亮，很明显取名成功了。陆天辰于是打开宠物属性面板查看小黑的属性。第61章雷神护肩。
一瞬间，小黑的属性便浮现在眼前。小黑，资质 SSS 级，等级1级，生命值2500，魔法攻击25，物理防御20，魔法防御20，攻击速度10%，移动速度10。技能被动龙族血脉，生命值双防御永久提升100%。未解锁，未解锁。注：每10级解锁对应等级技能，也可使用卷轴学习技能。有了培养小九的经验，陆天辰清楚的知道，宠物1级的属性就是它的成长属性。同样作为 SSS 资质，且都是法系的宠物，小黑和小九的属性几乎相同。要说不同之处，就是小黑的生命值和魔法攻击，还有自己领悟的技能。如果说小九是魔法系的输出偏控制的宠物，那么小黑就是属于法坦类的宠物了。等小黑等级提升上来了，一个在前面抗，一个在后面输出。陆天辰看着小黑的属性，嘿嘿一笑。而我就在后面看戏哈哈。陆天辰随后设置了宠物的经验分配比例。由于目前有着2只宠物，所以给小九的分配比例无法达到50%了。陆天辰将小九和小黑经验获取的比例调为了33%，而自己也能获得差不多的经验提升。随后他取出 BOSS 掉落的技能卷轴查看，不过这个卷轴竟然是小黑可以学习的技能卷轴，而这个技能也刚好是由古斯塔原本的一技能黑焰滔天。虽然自己无法学习，但是小黑能学习也变相提升了自己。随意的将卷轴丢给小黑，随后他又打开属性面板，将升级的自由属性点全部加好后，取出背包中那7彩的宝箱。嘿嘿，陆天辰的嘴角都快咧到耳根处了。神话装备能有多强呢？嘴中喃喃着，陆天辰使用地狱之眼查看着7彩宝箱。本职业神话装备随机宝箱，品级神话，说明可随机获得1件本职业可佩戴的神话装备1-20星级随机。注：神话装备不占装备槽。陆天辰就这么往下看着宝箱的说明，可是当他看到说明下的注释那一栏，先是一怔，随后狂喜。不占装备槽，那岂不是说一个装备位置可以佩戴1件基础装备，还有1件神话装备？陆天辰狂喜之后，毫不犹豫的直接开启，伴随着一阵刺眼的7彩光芒闪过，陆天辰感觉自己的眼睛都要被闪瞎了。不过片刻后，那光芒便消散了。随后，陆天辰见到了那静静放置在宝箱之中的一对闪着7彩光芒的尖铠，将其拿了出来，随后使用地狱之眼查看。雷神护肩，品级神话，星级20，生命值加1000000，力量加500，敏捷加300，攻击速度正100%。佩戴要求：战士，被动，雷霆之力，普通攻击将附带雷霆之力效果，可对周围1米范围内的敌人发动箭射攻击，伤害为物理攻击、魔法攻击，取最高值 x50%。雷霆印记，每次攻击和箭射伤害都将对目标释放雷霆标记，当雷霆标记积攒满10层后，再次攻击该目标将对其造成麻痹效果。麻痹效果下，目标移动速度减少80%，攻击速度减少80%，效果持续1秒。主动，雷神将士召唤雷神降临，对自身直径1000米内的地方造成5段无差别雷击，每段伤害为10000点魔法伤害加1%最大生命值伤害，对魔界生物效果翻倍，冷却时间3分钟。看完装备属性，陆天辰不由得倒吸一口凉气。没有开到1星可成长，可能是因为神话压根就没有可成长的装备，而基础生命值就有10万点，这要是强化到满级，那就是40万点生命值，再搭配神级天赋的护盾，单件装备都能提供400万点护盾。陆天辰这么一算，再次倒吸了一口凉气。而且神级装备竟然有2个被动和1个主动技能，并且这3个技能都不弱。好片刻的功夫，陆天辰终于平复了激动的心情，随后没有任何犹豫，取出混沌时空石，便返回了铁匠铺的位置。陆天辰本以为自己的金尘储备量已经相当多了，但是这么一兑换才发现，他背包中200多万个稀有金尘也仅仅只够将雷神护肩强化到+12的。哎，对了，低调如我还欠我20万个稀有金尘呢。想到此处，陆天辰打开社交栏，找到低调如我，随后发去消息：小许啊，你看天上飘着的云彩，像不像你之前欠我的20万金尘？片刻后，低调如我回复了消息：陈天大哥，我们本来转天就打算交易给你的，但是你的头像灰了，我也就忘了，不好意思啊。陆天辰则表示无所谓，随后发起交易。再次收到20万个稀有金尘，就代表雷神护肩可以强化到+13了。但是今天不将雷神护肩强化到满级，他就刺挠。对了，暗夜公会那帮人掉落的装备可都是+13的，处理了，这不又是一笔收入吗？随后他再次给低调如我发去消息：
我这儿还有一些高强装备，你们还收不收了？对面的消息立马就回了过来。陈天大哥，我们倒是想收，但是目前没有金陈了，软妹币可以不？许氏财团的资金自然是不用担心的，但是他们手下工作室积累的金陈也大部分都进了陆天辰的口袋，所以目前没有金陈存储也是可以理解的。软妹币不行，我现在急需金陈。陆天辰立马回复道，但是片刻后低调如我又发来了消息：陈天大哥，你等我几小时，我现在去收。毕竟如果陆天辰自己去收的话太慢，索性就回复同意。关闭和他的聊天窗口后，他又给花未落发去了消息，不过得到的消息也是金陈存储不足，但是会去收购。哎，还是不够用啊！悻悻地关闭了社交栏，原本以为自己的金陈够自己挥霍一阵子了，但是现在看来还远远不够。史诗装备都够烧钱的了，神话更离谱啊！陆天辰不由得感慨了一下，随后关闭了社交栏。随后他不由得轻疑了一声，由于他的2个镜像分身此时正与父亲陆海一起，而兄弟盟与黄天宫会争抢升级地图的再次火拼陆天辰也并未动手。咦？不过此时陆天辰却轻疑出声，因为此时兄弟盟再次大获全胜，但是面前竟然再次出现了一伙人。然而这伙人也是陆天辰所熟知的人，而且刚见过不久。陆天辰舔了舔嘴唇，随后喃喃道：嘿嘿，还真是阴魂不散啊。第62章分身出手。陆天辰通过镜像分身发现，这伙人最中间的正是刚刚被自己阴死的叶宵，而这一群人就是暗夜公会的玩家了。原来黄天宫会一直和暗夜公会在一起混，果然是一丘之貉。陆天辰眼神一冷，黄老大他们之前都不是兄弟盟的对手，现在10万大军集结，自然是节节败退。虽然不舍得这个练级场所，但是也没有任何办法。不过黄老大在回城的时候给叶宵发去了消息，这才导致叶宵回城后便传送而来。海纳百川为什么抢黄天宫会的练级地点？叶宵之前也了解了兄弟盟中顶尖战力的强大，此时并未发作，而是恨恨地质问道。而父亲陆海上前一步，天权貌似并不属于谁吧？你难道将这片地方从天权买断了？而且之前黄天宫会刻意针对我们，我们打回来有什么问题？况且这只是黄天宫会和我们兄弟盟的恩怨，你又是谁？父亲连声质问，随后下巴一扬，一步不让地盯着眼前的黑袍人。听闻海纳百川如此说，叶宵黑袍下的脸庞逐渐扭曲。刚被陆天辰偷袭的事他还没忘，现在又出现这一茬的事儿，让他此时已经接近了愤怒的边缘。叶宵的两侧再次闪烁出几道白光，海纳百川定睛一看，发现赫然是之前击杀的黄老大和龙耀天等人传送了回来。虽然他们被己方杀了一次，等级掉了一次，但是等级的优势导致他们仍然领先。而见到此时黄老大等人出现的一瞬间，很明显是以叶宵为中心的，这让海纳百川和周鹏等人皱了皱眉。虽然兄弟盟现在不在乎黄天公会，但是既然黄老大都如此惧怕眼前这个黑袍人，那他一定有其可怕之处。哼，既然兄弟盟如此不讲道理，那也别怪我们了。上！而兄弟盟的玩家经历2场胜利，此时也比不过不惧怕眼前几人。随后便是喊杀震天，两方阵营再次战斗到了一起。陆天辰虽然有2个镜像分身都在场，但是也并没有插手的意思。因为虽然暗夜公会很有可能玩家全部都一身加13的装备，但是兄弟盟的最强战力也不是摆设。果然不出陆天辰所料，虽然暗夜公会的玩家比较强，但是周鹏等人还是可以占据到上风。虽然兄弟盟的普通玩家损伤惨重，但是此时也情绪高涨。不过一直盯着夜宵的陆天辰此时赫然发现，他在怀中掏了掏，手中竟然出现了一个黑色的卷轴。他哪来那么多卷轴？陆天辰正疑惑着，只见夜宵已经将卷轴撕开，一瞬间以他为中心，直径500米的范围内都陷入了一片黑暗之中。天怎么黑了？一些玩家不明所以，正惊恐地看着周围的变化。而此时海纳百川也凝重地看着黑暗的正中央，此时那个黑袍人正桀桀地怪笑着，撤离这个怪圈范围。他虽然不清楚具体发生了什么事情，但是此时他收到陆天辰发来的消息，随即一声大喝：我去，这是技能还是啥？这也太吓人了！100%的虚拟度，感觉比我之前看过的鬼片都吓人。兄弟们别慌，听会长的，先撤出这个怪圈范围。听闻会长都喊撤退了，他们也不敢恋战，一个个都是一边逃跑一边喊道。不过此时已是为时已晚，只见黑色的空间中突然响起了无数道宛如地狱幽鸣的嘶吼声。只见一名玩家距离那黑圈的边缘最近，不过正当他准备跨出这黑圈范围的时候，只见地面上有一只黑漆漆的大手直接伸了出来，随即抓向那名玩家。仅一瞬间，那名玩家头顶赫然爆出了一个1万多的伤害。普通工会成员受到这一击，
自然无法扛得住。众人不由得停住了撤退的脚步。不过顷刻之间，只见一个个的黑色大手密密麻麻的都从地底探出，这些大手仿佛有意识一般，躲避了在场所有黄天公会和暗夜公会的玩家，只攻击兄弟盟的玩家。此时，只见一个个兄弟盟玩家都变成了点点白光消散，而黑圈内只有一些幸运的玩家，反应速度较快的玩家和血量比较高的玩家能幸免。陆天辰见此情形，也是一阵惊奇。这个夜宵奇奇怪怪的卷轴还真多。海纳百川此时神情严肃，因为此时他们将近10万名的兄弟盟的玩家此时直接折损1/4，可以说是只要在黑圈范围内的玩家几乎全部阵亡。可恶！海纳百川、周鹏等人全部都是咬牙切齿。他们虽然一身极品装备属性炸裂，但是对面暗夜公会的玩家也不是弱手，基本都是一身加13的装备，3个臭皮匠还顶一个诸葛亮呢，更何况他们还不是臭皮匠。陆天辰见此情形，给父亲陆海发了一条消息，随后便控制着2个分身冲入暗夜公会和黄天公会的人群之中。此时陆天辰的属性已经看成逆天的存在，即使分身只继承8成实力且无法使用技能，但也是一刀一个小朋友。陈天。而见此情形的夜宵和黄老大也是一惊，怎么有2个陈天？黄老大揉了揉眼睛，不可置信的喃喃道。而夜宵此时虽然也相当震惊，但是相对镇定一些，他仔细观察之下说道，应该是分身，不过他的分身怎么都这么强。第63章，傻兔子。镜像分身的速度极快，用收割来形容也并不过分，仅片刻的功夫，场上的玩家基本全部都被肃清了。就算是他们队伍中最强盾卫苍玄武，也无法在陆天辰的手中坚持一次普攻。此时不光夜宵和黄老大震惊，兄弟盟的众人也都是一惊。这是陈天？还是2个陈天？我去，太强了吧！陈天是咱们公会的人？我刚才看了下公会列表，陈天并不在。难道是公会内的高层有能请得动陈天出手的？兄弟，就陈天这伤害，自己就能顶得上几万人了，谁能请得动他？我猜陈天是咱们公会的幕后大佬才对。非也非也，如果公会真是陈天大佬创建的，他就不可能不加入，毕竟加入公会的经验和金币属性相当不错，而且还有爆率和强化成功率加成，我就不信陈天大佬不动心。陆天辰并未在意玩家们的议论，此时转头看向夜宵的方向，随后2道镜像分身同时暴冲过去，但是夜宵早有防备，此时手中再次出现了一个卷轴。陈天，我很期待我们的下次见面。随后卷轴一撕，他和黄老大所在的位置顿时空间一阵扭曲，即使陆天辰的速度已经相当快，但是还是眼看着他们2个被空间漩涡卷走。哼！陆天辰的2道分身同时哼了一声，这夜宵手段可真多，明明实力不行，怎么那么多卷轴？镜像分身转过头，赫然发现此时兄弟盟剩余的众人全部都盯着自己看。陆天辰暂时还想当幕后老板，并不想摆在明面上，所以咳嗽一下道：嗨嗨，海纳百川，一会儿将掉落的装备全部都交易给我，我们的交易就完成了。而听闻此话，父亲一瞬间便知道了他的用意，随后抱拳道：好的，感谢陈天大佬。陆天辰随即点了点头，便离开了。嗨，原来陈天大佬不是咱们公会的幕后老大啊！你看，我早就说了吧，陈天要是咱们公会的，早就进会了，而且就算不当会长，内副会长也是稳稳的啊！你就知足吧，你也不看看陈天大佬猛成啥样，咱们会长海纳百川能请得动就很不错了。就是，咱们会长实力强劲不说，人脉还这么强大。陆天辰走后，陆海听着众多玩家的议论，也是心中无语。随后吩咐周鹏等人将装备收拢后，交易给了儿子。爸，那个练级地点怪物的经验应该相当不错，一会儿我的2个分身帮你俩，你和我妈抓紧升到50级。随后又交易过来几套加13的装备。对了，这些装备在公会内部甩卖一下，我现在急需金陈，越多越好。将装备收起，父亲陆海问道：对了小陈，现在公会的资金够建造驻地了，你说建在哪里比较好？哪里都行啊，要不然就建在那个升级地图的旁边，也方便。行，好的。2人结束了聊天后，陆海便组织公会内的玩家升级了，而陆天辰的2个镜像分身自然是没走远，留在了这里，隐秘的带着父母等核心人物升级。此时巨阙城内的陆天辰本体将装备全部存入装备管理员那里，见低调如我和花未落他们的金陈还没收集够，无所事事的陆天辰先将黑暗神殿和矮人洞穴这2个每日副本刷了，获得了不少的装备和技能卷轴，随后便进入神魔大陆开始升级。而此时现实世界的那处山脉之中，此时那名老者的尸体已经被警戒线围了一圈。看着面前不逃不避的几只兔子，队长邹凯皱了皱眉，随后偏头问到旁边的小孩：小家伙，你确定是兔子杀害了你的爷爷？而且说着说着，
他的眉头皱得更深了，仿佛这件事情根本就是不可能的一样。整理了一下情绪，顿了顿，继续道：“是你爷爷抱住了兔子，然后兔子就从你爷爷的胸口处窜了出来。”而邹凯的旁边自然就是之前慌忙跑下山的小男孩。此时虽然周围有着很多人在，但是他还是惊魂未定的，浑身颤抖。对，就是这样。他的眼睛在面前不停地寻找着，片刻后，他仿佛看到了什么可怕的东西一样，身体抖动得更加厉害，额头处不停地冒出冷汗，随后浑身无力地瘫软在地，重重地喘息了几声后，缓缓地抬起手指向一个方向。而众人循着他手指的方向看去，只见一处比较茂密的草丛之中，一道红色的身影跳了出来。而这道红色身影正是一只浑身沾满鲜血的兔子。邹凯和几名手下此时也瞪大了眼睛，眼前这个景象是如此的匪夷所思。现在种种迹象都表明小男孩并没有撒谎，不过要说兔子一下就将一个人类的胸膛洞穿，他们也是无法接受。但是出于职业素养，邹凯率先掏出手枪，随后其他人也掏出手枪，跟着邹队长向那名浑身鲜血的兔子靠近。按照常理来看，兔子是比较警觉的生物，如果发现周围有危险，会第一时间撒腿就跑。不过当距离兔子仅有几步远的时候，邹凯诧异地发现，这通体鲜血的兔子竟然一动不动地待在原地，没有任何反应。与队员互相对视了一眼，他也发现了他们眼中的疑惑。邹凯慢慢蹲下，随后捡起一个小土块，向着兔子的位置丢去。虽然这个土块并没有打到兔子的身上，但是也在它周围落下，碰到草木发出不小的动静。不过众人愕然地发现，这只血兔子竟仿佛没有感受到周围的动静一样，还是呆呆地在原地吃草。队长，这不会是一只傻兔子吧？一名队员也学着邹凯扔了一块土块，发现兔子仍然没有反应，所以将武器收起来调侃道：“不，事出反常必有妖。”可是邹凯还没说完，只见他发现又有一名队员竟然用一个小石子砸到了兔子的头上，而那只兔子竟然转头看向方才丢石子的队员。邹凯注意到，那只原本傻傻的浑身染血的兔子，本就红色的眼睛，竟然在此时透露出比身上的鲜血还要红的诡异颜色。邹凯双眼一缩，本能地察觉到一丝危险，脑海里突然浮想起那名老人的尸体，瞬间满头大汗。随后他大喝出声：“后撤！快！”第64章强化神话装备，打不死的小强。这一切都发生在电光火石之间。邹凯第一时间保持射击的姿势，并且后撤，而其他队员还没有做出反应的同时，兔子已经动了。只见其后腿轻微一用力，嗖！兔子以快到不可思议的速度，一瞬间冲向了刚才那名丢石子的队员那里。砰！那人的头颅瞬间炸成一团血雾。此时所有人的瞳孔骤然一缩，满是不可思议地看着这一幕。砰！巨大的枪响声响彻整片山林，将附近的动物全部惊走。邹凯开了第一枪，不得不说邹凯的枪法还是很不错的，就算这是一只小兔子，但是他也一击直中眉心。不过让他难以置信的是，只见那颗子弹还没有完全没入兔子的额头，便停止深入了。而反观那只兔子，身体微侧，看向邹凯的位置，他此刻竟然还可以活动。射击！邹凯大惊失色，慌忙喝道。而众人原本举起的手枪也第一时间扣动了扳机。一瞬间，树林里响起了一连串的枪击声。片刻后，枪声终于停止。邹凯向前望去，只见兔子的皮毛上镶嵌了10几个子弹，除了一些子弹打在眼眶和腹部等薄弱处没入其中之外，其他子弹的攻击竟然无法对兔子破防。不过这只兔子最终动弹了将近1分钟后，终于是死透了。呼！邹凯松了一口气，随后将武器收了起来。众人也都擦了擦额头上的冷汗。他上前检查了一下队友的状况，只见此时队友的头颅完全炸开，死相凄惨，显然没救了。而他又抬头看向远处那些蹦蹦跳跳的可爱的小兔子，不由得他浑身汗毛全部竖起。队长，一名队员声音颤抖的道。而邹凯也反应了过来道：“没救了，快封锁山林，任何人不得出入。对了，小心山林中的兔子，不对，是所有生物。”队员们听闻此话，都抖着双腿去执行了。而邹凯则掏出手机，找到一个号码，拨了过去。陆天辰已经60多级了，自然不会去刷50到60级的神魔战场，他进入的是60到70级的神魔战场。不过虽然等级高了1级，不过怪物却并没有那么密集，陆天辰3个小时也仅升了2级而已。打开属性面板，他将自由属性点全部加好。不知道低调如我他们收集够了没有？随后他便给低调如我和花未落发送过去消息：陈天大哥，我安排大量人员高价收购的，但是现在为止也仅仅收购了60万个稀有精神。陆天辰双眼一亮，3个小时收集60万个，效率已经相当不错。60万也行吧，先交易一波。随后陆天辰就发起了交易。
见低调如我将金尘放入交易栏，陆天辰微微一笑，略微一犹豫，便放上去100件加13的装备，其中估计能凑出4、5套整套的装备。而低调如我见到交易栏上突然多出的一堆装备，挨个查看。不过不看不要紧，这一看他惊的下巴都快掉了下来。强化到13的装备不稀奇，他们之前已经合作过许多次了。不过100件装备全部都是加13的。陈天大哥，这装备我这金尘也不够啊。低调如我留言道。而陆天辰回复，没事，多的你们先用着，等凑够金尘再给我就行。随后便点击了交易。而低调如我也愣愣地选择了交易，随后看着背包中的一堆高强装备发呆。少爷，怎么样？60万金尘从陈天先生那儿买到多少装备？问话的自然是管家老邱，而低调如我则转头道，你猜陈天大哥给了我多少件？老邱掐指一估算，30件。低调如我摇了摇头，50件。老邱震惊地问道，因为60万金尘可买不来50件高强装备。不过低调如我还是摇了摇头，难道这次陈天先生提供的不是加13的装备？这下轮到老邱疑惑了，问道，不，全部都是实心子装，强化等级都是加13的。低调如我语不惊人死不休，看着老邱震惊的样子微微一笑，他这没见过世面的样子和自己刚才好像。100件。伴随着低调如我话音落下，老邱此时眼睛瞪得像铜铃。而陆天辰转头又给花未落发去了消息，他的效率与低调如我相当，也是60万的稀有金尘。陆天辰再次交易了100件装备，获得了60万的稀有金尘。哎，还是不够啊。不过正当陆天辰感慨的时候，父亲的消息发了过来，小陈啊，我从工会内部处理了点装备，我现在把金尘给你哈。陆天辰随即一喜，与父亲交易。看着背包中再次多出来的40万金尘，陆天辰暗喜，随后取出便携式强化台和雷神护肩开始强化。伴随着20次强化，陆天辰直接将雷神护肩强化到了满级。陆天辰满心欢喜地拿在手上查看，不出意外的属性逆天到不行，原本就超高的各种副属性直接翻倍，主属性生命值更是翻几倍，单件装备就提供了40万的生命值加成。而且强化满级果不其然的又多出了2个被动1个主动，也相当强力。激动地将装备佩戴上，陆天辰发现在原有护肩还在的基础上，果然雷神护肩也可以穿戴，只不过具体显示雷神护肩还是原有护肩的外观，也仅在他的一念之间。陆天辰查看了一下自己的属性，不由得吓了一跳，因为他的生命值已经破了70万，可吸收护盾值就是700多万，物理攻击16820点，物理防御3830点，魔法防御1800点，攻速1146.5%，移动速度甚至达到了2125点。这属性再配上神级天赋，简直是打不死的小强。现在又有了反击腿甲，怕是以后都不用自己出手了，碰自己一下就得死。陆天辰满意的关闭属性面板，随后看向内城的方向。为了强化神话装备，都忘记去交任务了，是时候进入内城了呀。随后冲着酒馆所在的位置走去。第65章屠龙勇士，2000多点的移动速度，再开启幽影疾风铠甲的被动，再骑上幽影麒麟驹，移动速度飙升7000多点，几乎片刻的功夫，陆天辰便来到了斯蒂森酒馆的门口。走到2楼，找到战士导师弗里曼。见到陆天辰到来，原本喝酒的弗里曼瞬间站了起来，他激动的道，到目前为止，在我这接取勇者任务的也仅有几百人，就你们几个便将黑龙击杀了。作为100级的 BOSS， 确实不是50级的玩家可以刷得过去的，所以弗里曼的反应倒也说得过去。不过陆天辰将桌子上的啤酒喝了下肚后，打了个嗝道，确切的说，是我自己将黑龙击杀了。说罢，陆天辰找服务员再要了一扎啤酒。不过此时弗里曼的神情就有点不自然了。好片刻后，他才平复了心情，随后掏出一个技能卷轴丢给陆天辰。真难以想象，你竟然自己一个人击杀了100级的黑龙。这是你的技能卷轴，拿去吧。陆天辰一边学习技能卷轴，一边内心想，虽然捡了个漏吧，不过就算是我自己想要击杀黑龙，也是分分钟的事儿。不得不说，60级的技能相当不错，是一个范围技能红莲业火。对于战士来说，这样的群伤技能无疑更能提高自己的 DPS。不过对于陆天辰来说，也就一般般。毕竟装备本身技能外加强化满级的附加技能都相当强力，而且不说其他，光神话装备单件就提供了6个技能，而且各个强力无比。勇者任务就算完成了吗？我能进入内城了吗？关闭技能栏后，陆天辰问道。这个你拿去，有了这个勇者令牌，卫兵就不会阻拦你了。弗里曼导师再次丢给了陆天辰一个令牌，然后道。而陆天辰看到这个令牌则是一喜，只见上面只刻印着一个勇字，看来这就是出入内城的通行证了。将勇者令牌收好，
陆天辰拜别弗里曼，走出了斯蒂森酒馆。阿贝尔，阿贝尔！除了斯蒂森酒馆，陆天辰呼唤道：“进入主城，直接找阿赫。”而背包中的阿贝尔的灵魂石则是一阵抖动，似乎明白他为什么呼唤自己，随后回应了陆天辰。阿赫是谁？陆天辰之前就听阿贝尔提过这个名字，但是他并不清楚阿赫是什么人。就是代理城主。阿贝尔补充道。陆天辰随后恍然大悟，随后迈开步子，急速朝向内城入口走去。走到内城入口，陆天辰就看到了那2个值守的卫兵。他仍然记得当时这俩笨货还打劫自己来着。站住！闲杂人等不得进入内城。虽然被敲诈1银币，但是陆天辰又岂会在乎？无所谓的笑了笑。陆天辰从背包中取出勇者令牌，在2人的面前晃了晃。看见勇者令牌后，那2人原本盛气凌人的表情，此时变得谦卑无比。尊敬的勇者大人，请进。随后他们俩将交叉的武器移开，陆天辰便走入了内城之中。进入内城后，陆天辰发现里面并没有什么特别的建筑，也没有一些生活类的 NPC。一条长长的通道走过去，连接的只有那个有着高大的巨舰的建筑。之后虽然也有很多护卫，但是没人上前阻拦。陆天辰就这么的一直走到了最中心的城主府面前，里面应该就是城主居住的地方吧。陆天辰随后推开门，迈步走了进去。进入城主府，发现里面的空间相当之大，建筑也极尽奢华。而正对大门面前正有着一个高大霸气的椅子，椅子的靠背插满了剑。但是陆天辰此时却发现椅子上没有人，而视野所及也没有任何人。代理城主呢？不过正当陆天辰疑惑间，只见一个角落颤颤巍巍地走出一个拄着拐棍的老头，身穿的衣服上面赫然印着一个鹤字，穿着倒是和鹤仙人有些相似，只不过没有戴墨镜。这就是阿贝尔口中的阿赫吗？他很担心这老头会不会一个站立不稳摔倒在地。陆天辰走到他的旁边，随后给他搬了一把椅子。你是城主吗？陆天辰问道。而那名老者摇了摇头，轻声道：我不是，我是代理城主，你可以叫我嗨嗨，叫我贺老。嘶哑的声音就好像破旧的木门被风吹拂发出的嘎吱声，陆天辰听得十分难受。恭喜通过了勇者任务，多亏了你将黑龙打败，后面的冒险者也就不那么吃力了。这个给你。陆天辰发现自己的背包中突然多出了一个东西，仔细查看一下才发现这竟然是一个称号。要知道他在新手村获得了一个称号之后便没再获得了，没想到完成勇者任务还能获得一个称号。陆天辰欣喜地查看，屠龙勇士，品级稀有，力量加100，智力加100，体质加100，精神加100，敏捷加100，暴击率加10，攻击速度正30%，移动速度加30%，特殊效果，攻击龙族生物时将提升10%的输出。注：仅限给第一批击杀恶龙的冒险者。陆天辰一喜，虽然属性相比他的装备来说有点垃圾，但是毕竟这是实力的象征。而且看注释，貌似只有第一批击杀黑龙的玩家才有这个称号，但是第一批击杀黑龙的玩家只有他而已，也就是说这个称号是唯一的。哈哈，内心暗喜，他第一时间将称号佩戴上。此时赫然发现称号是可以叠加的，也就是说新手村英雄的称号属性也同样奏效。看着略微增长的属性，陆天辰关闭了属性面板，看向端坐在面前仿佛要睡着的代理城主贺老，随后挠了挠头开口道：贺老，你这儿有没有什么机缘啊，大秘宝之类的？贺老听闻此话，眼睛缓缓睁开，随后缓缓的道：你可以每天在我这儿领取任务，击杀怪物可以额外获得一些奖励，也可惜消耗金币进行主城间的传送。但是你说的什么机缘大秘宝，老夫没听说过，嗨嗨。贺老说完，陆天辰一愣，随后立马跳脚了。阿贝尔不会骗自己吧？随后在背包中取出阿贝尔的灵魂石，准备质问。但是当贺老看到陆天辰取出灵魂石的时候，那原本浑浊的双眼此时竟然是金光爆射。第66章愤怒。无耻的樱花国。只见原本骨瘦如柴呼吸缓慢的贺老此时噌的一下站了起来。这晶石你是从哪儿得来的？看了自己手中的紫色晶石，贺老转了2圈，随后激动地问道。陆天辰则是被他这一下子搞得有点懵逼，这还是那个颤颤巍巍的老头吗？此时还不等陆天辰说话，阿贝尔的灵魂石一阵旋转，随后阿贝尔的身影投射了出来。而看到阿贝尔身影的一瞬间，贺老竟然直接跪拜了下去。城主啊，小贺好想你啊！贺老鼻涕一把泪一把的叫喊着。陆天辰多多少少也猜出了阿贝尔和贺老的关系。阿贝尔以前是这里的城主，而他消失之后，他的手下小弟阿赫便当上了代理城主，代其管理巨阙城的事宜。片刻后，阿贝尔的虚影微微颔首，随后对贺老道：阿克，你去把那件东西取过来。
听闻此话，阿贺一惊，随后诧异地看了眼陆天辰，然后点点头，走回大殿深处。不过此时他身影迅捷，仅一个闪身便移动好几十米的距离，和刚出场时的样子完全不同。看来这位也是个扮猪吃老虎的主。陆天辰内心不由得吐槽了一句。片刻的功夫，贺老返回，其手中也多出了一个暗金色的盒子。陆天辰见这盒子明显不凡，一阵激动。难道这就是阿贝尔答应给自己的机缘？城主大人，这个真的要？贺老的手紧紧地攥住那个暗金色的盒子，问道。而阿贝尔的虚影则是给他一个肯定的眼神，随后对陆天辰道：小子，这是我答应给你的机缘。贺老得了自家城主的命令，虽然仍然很疑惑，但还是将手中的盒子递了过去。陆天辰喜滋滋地接过那暗金色的盒子，竟然发现无法打开。他疑惑地看着阿贝尔的虚影，而此时阿贝尔也明白陆天辰心中所想，于是道：这里面存放的是非常稀有的隐藏职业转职卷轴，不过由于太过珍贵，所以便封印起来。听闻此话，陆天辰有一种骂娘的冲动，里面竟然是隐藏职业的转职卷轴，不过竟然坑爹的打不开，但是还是忍住了继续听他说。而解除封印的钥匙则存放在通天塔的第20层。陆天辰明白过来，说白了就是想要获得隐藏职业转职，必须要通关通天塔的20层。太狗血了吧，20层，那岂不是要达到100级？陆天辰内心暗自吐槽。阿贝尔，你这明显是给我画大饼啊！为了你说的机缘，我攀到了50级，现在又要我升到100级。听闻此话，贺老表情微变，不过还未发作，阿贝尔压了压手，随后笑道：哼，不会，等你拿到那个钥匙，自然可以获得里面的东西。陆天辰摊了摊手，表示无奈，随后点了点头。为了隐藏职业，升级也更有动力了，况且以他的升级速度，几天的时间而已。阿贝尔笑了笑，随后虚影一闪，再次钻入了紫色晶石之中，将紫色晶石收入背包。陆天辰随后又从代理城主贺老那里接取了每日任务，进入神魔战场击杀100只魔界生物，便可以获得1万点经验和10枚金币。虽然奖励对陆天辰来说不算什么，但是对于普通玩家来说也算是相当不错了。接完任务，陆天辰看了眼时间，已经中午了，所以出了内城便下线了。下线以后，见母亲已经在做饭了，于是走到沙发前和父亲看电视。此时正值午间新闻，樱花国不顾各国声讨，已于今日1点开始排放核污水。听到这一报道，陆天辰和父亲陆海同时一怔，随后父亲拿起遥控器将音量调大。樱花国政府已经开始将 X 岛的第一批核污水排入大海，预计240天左右就可到达我国沿海。有学者指出， X 岛周边的海洋不仅是当地渔民赖以生存的渔场，也是全球海洋的一部分。核污水排入海洋会影响到全球鱼类迁徙、远洋渔业、人类健康、生态安全等方方面面，因此这一问题绝不仅仅是樱花国的内部问题，而是涉及全球海洋生态和环境安全的国际问题。陆天辰就这么看着新闻的直播报道，此时后槽牙都快咬崩了。他马德做人还能更无耻一点吗？什么叫处理过的核污水？他们有拿出一项安全认证和有力证据吗？之前信誓旦旦在众多媒体的注视之下喝下核污水的那个樱花官员多久都没出现了，而且看着实时报道，肉眼可见的排泄出的核污水和大海的颜色形成了明显的对比之色。啪！父亲此时竟然气得将遥控器都摔在了地上。怎么了？怎么了？原本在厨房之中炒菜的母亲听到这么大的声响，连忙关火出来问道。而看到父子两人都在看着电视，那眼神充满了恨意，随后也好奇地看了一会儿。可是当他看到这个报道的时候，也破口大骂起来。这樱花国也忒不要脸了，就知道道歉，10几20几年后他们可能都不承认这个事情了。陆天辰想到樱花国的无耻，再想到阿贝尔说的话，不由得内心嘀咕，樱花国的人们大多数都没有什么道德底线，如果真的有人在游戏中获得实力带入现实，那还得了。事实就是这样，并不是所有人有了实力之后都会保护弱者，有些人内心中的恶魔会随着实力的变强而无限的滋生。他越想越觉得有必要将这种事情早日解决。虽然如果天权融合了现实世界后，实力强的人越多越好，但是樱花国他们配吗？估计魔界生物发动进攻，他们会最先做了魔界生物的狗。陆天辰咬了咬牙，转头对着父亲道：爸，下午我要去一趟樱花国的服务器。第67章扶桑城。而原本同样愤怒无比的父亲和母亲听到陆天辰如此说，同时一惊。他们清楚陆天辰之前有过在圣光城和巨阙城往来的经历，虽然他们没有刻意的过问，但是料想儿子有着能跨越主城的道具。不过陆天辰说的并不是去其他的主城，而是说要去其他的服务器，这可能吗？两个人的心中同时产生疑问，但是他们也深知陆天辰不会无的放矢，所以父亲顿了顿问道：小辰，你是说你要去樱花国的服务器？
陆天辰重重的点了点头道：“我有一个道具，可以在各个主城甚至服务器之间穿梭。”虽然他们有所猜测，但是此时陆天辰的话还是给了他们很大的冲击。不过陆天辰沉吟了片刻后继续道：“主城之间的传送冷却时间需要1天，但是服务器之间的传送需要3天的冷却，所以我去了樱花服后，巨雀城这边的事情就只能靠你们了。”震惊过后，陆海反应了过来，他也知道陆天辰为什么突然要去樱花国服务器，所以重重的点了点头，随后道：“小陈，爸支持你，现在兄弟盟的实力也强大了不少，你就放心吧。”母亲周平也点了点头：“对，小陈，你抓紧去教训教训他们，实在是太气人了。”陆天辰捡起地上的遥控器，还好只是电池摔了出去，于是将电池安装好，随后把电视关闭。“爸妈，不着急，我去樱花国至少3天，一会儿上线后我给你们弄点装备备用，以备不时之需。”一家3口吃完饭后，陆天辰也没有趁着中午睡一觉，而是直接走回了房间。见自家儿子这么气冲冲的回房间了，父亲和母亲也开始登录游戏。上线后，陆天辰便将之前存的装备全部都交易给了父亲陆海，又用剩下的金尘强化了一些从60到70级神魔战场获取的更高星的装备，强化加10到强化加20不等。其中超稀有装备和传说装备自然全部都强化到了满级，以备不时之需。由于强化神话装备一下子用掉了他绝大多数的金尘，所以手里的1万多金尘完全不够用。不过好在父亲在工会出售装备，又填补了空缺。陆天辰把之前没有使用完的召唤卷轴、雷霆卷轴和用不到的各种技能卷轴和有次数限制的便携强化台全部都交易给了父亲。这些东西他完全不需要了，但是其他人或多或少还有点用。爸，这些神魔战场的3小时入场券现在还用不到，但是50级之后就可以进入神魔战场了。陆天辰留下了几个神魔战场入场券供自己使用，而剩余的全部都交易给了父亲。行了，小陈，这么多好东西，现在再来10个黄老大，兄弟盟也不怕了。陆天辰犹豫了一下道：“黄老大自然是不需要怕了，但是那个夜宵不简单，手段很多，等工会驻地建造好了，也要多注意一点。”陆天辰似乎想到了什么，随后道：“对了，许氏财团和镜花水月工会都跟我保持着不错的合作关系，我给你的装备你也可以出售一些，多存点金尘备着吧。”随后陆天辰看着背包中2万多枚金币，他感觉自己也完全用不到，所以索性也全部都交易给了父亲。毕竟工会建造驻地或多或少会需要一些。巨雀城的事情全部都处理好了之后，陆天辰取出背包中的混沌时空石，意识探入其中，他发现此时有好多个服务器可供自己选择。樱花国的服务器人口较少，所以仅有3个主城，分别是扶桑城、桑德城、忍蝶城。扶桑还算正常，这桑德城和忍蝶城。陆天辰呵呵一笑，随后开始寻找樱花国的主城。翻找了片刻，他将意识定格在樱花服务器中的扶桑城后，上面开始了3秒的倒计时。3、2、1，倒计时结束，混沌时空石爆发出狂猛的吸力，随即它便消失不见。而此时，巨雀城中一名玩家正在欣赏着排行榜上陆天辰的各种装备。这些装备我要是能有一样，那我还不横着走啊！尤其是那件神话装备，这属性也太变态了，10万的生命值加成啊！不用加体力都比肉炖肉了，好不好？然而，正当他欣赏着幻想着的时候，突然装备排行榜上的页面一刷新，随后装备排行榜第1的装备突然就变成了一件17星的传说魔法书。陈天大佬的装备呢？奇了怪了！他一愣，随即关闭再打开，还是没看到。挠了挠头，他再次打开等级排行榜，发现上面也见不到陈天的名字，宠物排行榜上的小九和小黑也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一个 S 级资质的宠物。前一阵陈天大佬就跑去圣光城玩了，估计现在又跑别的主城玩去了吧？果然巨雀城已经无法满足大佬了吗？随即他打开了公共频道发送了消息：“你们快看，陈天大佬又消失了。”仅片刻的功夫就有人回复：“嗨，这有啥稀奇的？你没听说吗？陈天大佬已经具备在主城随意传送的能力了。我看论坛，陈天大佬去了圣光城，连圣光城的第1人都不鸟啊！我猜他这次可能要去半城烟沙所在的冰火城了，我猜是铁甲城。铁甲城加1。”而此时陆天辰已经接收不到巨雀城玩家的消息了，仅一瞬间，陆天辰便出现在了另外一个地方。陆天辰看着前面有人的形象好像电影中的武士一样，而有人则是忍者的打扮，陆天辰就知道他这是来对地方了。打开地图查看，果然他现在所在的是樱花服的扶桑城。他打开公共聊天频道，果然消息一直在滚动着，好多玩家都在沟通着。值得一提的是，虽然他们使用的都是樱花国的文字，但是陆天辰发现天权系统非常人性化的在下面还转化成了华夏的语言，以便他观看。他
他先使用地狱之眼查看周围玩家的属性，不过让他大失所望的是，貌似樱花国玩家装备也不怎么样嘛。他甚至还见到一些玩家竟然身穿8星的白装，这得有多穷啊！巨阙城的普通玩家至少都是蓝装打底了。陆天辰不由得一阵吐槽，摇了摇头。陆天辰随后暗道：那就让我看一下扶桑城最强战力什么鸟样吧。随后陆天辰便打开了等级排行榜，第68章，谁要是逃跑，杀之。等级排行榜打开，第一名自然是自己。第一名陈天63级 20%， 第二名宫本武藏49级 66%， 第三名宫本纱织47级 45%， 第四名山淼一次郎43级 10%， 第五名美景健太39级 90%， 第六名渡边淳39级 80%。 陆天辰看完后暗自嘀咕，这樱花国的玩家等级怎么这么高？他升级这么快的玩家绝对是个另类，像低调如我、花未落和咖啡加糖他们才是正常的升级速度。不过其中最快的咖啡加糖估计现在也就40级出头而已，但是樱花国这一个主城中就有3名玩家达到了40级以上，甚至前2名的等级还遥遥领先。好家伙，这个宫本武藏很快就50级了，这要是通关通天塔的几层，他就可以获得非凡能力了。估计他们有类似像皇天公会一样的升级地图吧。陆天辰喃喃道，随后暗叹自己来得及时。关闭了等级排行榜，又将装备排行榜打开。切，装备就差了点意思啊。陆天辰撇了撇嘴，因为他发现装备排行榜上最好的装备无非就是一个11星的传说而已。宠物排行榜也是一样，最高资质的无非也就是个 S 级的宠物，跟小九和小黑简直相差10万8千里。而正当陆天辰查看扶桑城的各种排行榜的时候，扶桑城的玩家似乎也发现了霸榜的陆天辰。纳尼？陈天？之前怎么从来没听说过？等级竟然超过了宫本武藏大人，达到了63级。红豆泥？还真是啊，这个名字听起来不像是我们樱花国的名字呢。陈天？我好像听过这个名字。对了，他是华夏服的玩家，华夏服官网论坛好像有好多玩家举报他开挂。纳尼？天权还有外挂吗？那也太变态了吧，为什么不封禁他？好像官方没有任何反应，或许是没开挂，或许是他的黑客技术太厉害了吧。这是重点吗？重点是华夏服的玩家为什么会出现在咱们樱花服啊？喂，你们快看，不光等级排行榜、装备排行榜，他一人就占了前10的名额，尤其是第一的那件装备竟然是彩色的名字。我的天，神话装备，单件装备就增加了10万的生命值，这么变态，这会不会是他开挂刷出来的？不好说啊，不过就看这些装备，这个陈天的玩家也是个狠角色啊，估计宫本武藏大人打不过他。嗨，宫本大人的追随者有几百万，他个人实力再猛又能怎么样？就算一人造成一点强制伤害，100万级的伤害也能瞬间秒杀他。对，宫本大人万岁！陆天辰此时将所有排行榜全部关闭，他再次想到了中午看到的新闻报道，不由得一股火气再次涌上来。这帮小日子，先给他们一点教训。随后他在公共频道发了一条消息：我华夏服巨阙城陈天来挑战扶桑城所有玩家，不服的来东城门处。像陆天辰一样，扶桑城的玩家虽然看不懂陆天辰发的是啥意思，但是下面却有注释可以理解。所谓一旦激起千层浪，原本公共频道的玩家都在讨论着他这个突然冒出来的华夏玩家，没想到此时那个叫陈天的玩家竟然这么狂。八嘎，华夏的这个陈天太猖狂了，这是骑在我们头上拉屎啊！召集咱们公会的玩家立即东城门集合。扶桑城居酒屋中，此时原本等级排行榜第4，由于陆天辰到来，被挤为第5的玩家美景健太刚好在查看着公共频道，此时突然看到陆天辰的留言，狠狠地拍了一下桌子。会长大人不可呀！他旁边的一名 ID 叫做美景一郎的玩家赶忙上前拦住了他。会长大人，你看等级排行榜，他已经63级了，而且你再看装备排行榜，这个人我们绝对不能招惹啊！美景健太听到63这个等级一阵惊疑，随后打开等级排行榜和装备排行榜查看。不过看完装备排行榜后，他就好像拿到魔戒的咕噜一样着魔了。神话装备、史诗装备，我要得到这些装备。不得不说，樱花国的玩家认不清自己的毛病从来是根深蒂固的。此时他见到装备排行榜前10的装备都是极品装备的时候，他最先考虑的竟然不是陈天的实力有多强。会长，这个人咱们得罪不起啊！咱们邹星公会仅有20万名成员，如果无法秒掉他，咱们的恩怨可就结上了。虽然美景一郎还算理智，但是美景健太此时明显被诱惑冲昏了头脑。他挥了挥手，有些不耐烦：你去召集公会内的玩家，我去联系渡边淳那小子，我就不信我们2大公会40万人还搞不定一个华夏的小子。
美景一郎此时还想说些什么，但是见到会长那阴狠的目光，还是没有说出来。他一边起身，一边心中暗道：哼，蠢货，等你碰了一鼻子灰，看你怎么和美景社长交代。出了居酒屋，他一甩袖子便走了，但他还是按照会长的吩咐召集着工会的人手。而此时美景健太也打开社交栏，联系了他的死对头渡边淳，毕竟只有永久的利益，没有永久的敌人，他相信他也会同意自己的建议。此时陆天辰在东城门这里无所事事，他消息已经发了至少5分钟了，但是除了东城门处拥挤着看热闹的玩家外，此时竟然没有一个人敢出城。不会是我装备太吓人了，给他们吓到了吧？不过正当陆天辰嘀咕的时候，只见东城门处有2道身影慢慢的走了出来，随后便是更多的玩家跟在后面。陆天辰一喜，终于来人了。因为不确定跨越主城后分身还能不能操控，所以2个分身他并未将镜像分身留在巨阙城。此时他将2个镜像分身召唤而出，随后又将小九和小黑从宠物空间召唤出来。小九、小黑，你们和我的分身一起埋伏在四周，谁要是逃跑，杀之。第69章待宰的羔羊。小九和小黑心领神会，随后四散而开。而陆天辰看着前面来的浩浩荡荡的一群人，嘴角翘了翘。看为首2人 ID， 赫然就是等级排行榜第5和第6的美景健太和渡边淳。2个39级的人也这么狂的吗？陆天辰撇了撇嘴，随后又随便看了几个玩家的等级，发现其余玩家的等级和兄弟盟的玩家等级也差不多，站着不动，估计他们连防御都破不了。美景健太和渡边淳各带领20万玩家，气势汹汹的赶来，那阵仗不能说不浩大。此时在东城门已经围满了人，看着剑拔弩张的局势，都在议论纷纷。美景健太的邹星公会和渡边淳的渡边公会加起来，估计有40万玩家了吧？那个华夏玩家陈天，估计要惨了。惨？谁叫他胆敢挑战我们扶桑城的全体玩家？等击杀他之后，一定要让他永远都出不了扶桑城。我说你们没看装备排行榜吗？这个人的装备实在是太好了。邹星公会和渡边公会的人数虽然占优，但是他们真的能行吗？八嘎，你怎么帮着别人说话？你快说，你是不是被陈天收买了？哼，就事论事而已。此时陆天辰和2大公会的玩家自然是没心情理会围观众人的议论，但是此时美景健太和渡边淳待得近了，才发现这个叫陈天的玩家竟然在掏事，侮辱，赤裸裸的侮辱。他们好歹是扶桑城排的上号的2个公会，此时举全公会之力而来，竟然被如此羞辱。2人对视了一眼，都看出对方的愤怒。陈天，你竟然胆敢挑衅我扶桑城的玩家，现在你立马道歉，并将装备都给我们，我还能考虑少击杀你几次。美景健太先声道，随后渡边淳也跟着说道：对，交出装备。我们扶桑城2大公会40万名玩家可不是吃素的，一人一口唾沫就能淹死你了。陆天辰则是摊了摊手，痞里痞气的道：我说你们怎么这么多人啊？而见眼前叫陈天的玩家如此说，他们2人相视一笑，都以为他是因为看到这个阵仗被吓破了胆。渡边淳上前一步：陈天，现在后悔也不晚，我们2个公会也不是不讲道理的，念在你等级提升到60多级不容易，将身上的装备脱下来，我们便饶了你。美景健太附和：没错，只是一身装备而已，没了再去打，这等级可是越到后期升级越难啊。哦，我还得谢谢你们呗。陆天辰轻哦了一声，随后表现出一副很害怕的样子，然后设置了一下，将武器的装备特效和强化特效全部解除。一瞬间，美景健太和渡边淳只见陆天辰原本手上破旧的只剩下半截的无名神剑，此时剑身之上竟然闪烁着灿烂的金黄之色，而武器本身的灿金色此时竟然不是最抢眼的，武器周身此时竟然散发出一圈圈红的犹如实质的光环。此时不光美景健太和渡边淳，2大公会的所有玩家和在东城门处看热闹的玩家此时都一惊。我去，那把剑就是装备排行榜排名第3的无名神剑吧？难怪有着灿金色的剑身，这就是史诗武器特有的装备效果吗？那灿金色是史诗武器的效果，那周围的红色光环又是什么？你们猜会不会是武器强化特效？ NO NO NO， 我有幸见过宫本大人的装备效果，他的长剑已经强化到了加13的地步，无非也就是透露着一些粉色而已，哪有什么红色光环？估计是武器的特有光环吧。不过看着是真帅啊！红豆泥，史诗装备竟然如此绚丽，为什么实力强如个宫本武藏大人都没有这样的武器，而这名华夏玩家就有？真是不知所谓。他们华夏有句古话，叫什么怀璧其罪。嘿嘿，无所谓了，这些装备不马上就不属于他了。没错，哈哈。而此时美景健太和渡边淳无疑在最前面看到无名神剑的装备特效，
此时眼睛里满是贪婪之色。就不看属性，这装备的各种光环特效都让他们眼馋不已了。我将这件装备交出去，能不能饶了我？陆天辰甩了甩无名神剑，戏谑地说道。而此时二人再次对视了一眼，那眼神中贪婪之色更甚。很明显，他们看到陆天辰的装备效果后，压根就没有放过陆天辰的打算。他俩恨不得把他身上所有值钱的好玩意都爆出来。而陆天辰的目的也是如此，他在最大程度地激发二人的贪婪，最好是他们死了之后不心甘，再继续从城中出来。而至于隐藏实力，那根本就不需要，不让他们知道华夏玩家的实力，他们怕是不知道花儿为什么这么红。正在此时，美景健太道：“渡边桑，你还不拿出你那个宝贝卷轴吗？”而渡边淳看向美景健太，哼，我那卷轴相当稀有，报了这家伙的装备，我优先挑选。美景健太嘴角一抽，不过也暂时答应下来。没问题，渡边桑。听到承诺后，渡边淳瞬间从背包中拿出一个黑色的卷轴。嘿嘿嘿，陈天，张狂是要付出代价的，今天看我们把你背包都给爆出来。随后一声怪叫，然后就撕开了卷轴上的丝线。一瞬间，周围比较大的一个范围都被一个透明薄膜包裹住。而此时东城门处围观热闹的玩家愣了一下，随后道：“他们人呢？我就看到渡边会长拿出一个卷轴使用了，难道是他们集体瞬间传送了？估计是亮大公会怕咱们这些散人玩家浑水摸鱼吧。嗨，扫兴，我还想看看他们的战斗呢。”而此时陆天辰见状，先是一惊，随后又是一喜。这个卷轴陆天辰之前见夜宵使用过，效果正是将范围内的所有人困住，别说无法逃出去，就算复活也只能强制在原地复活。好家伙，我还怕你们跑呢，没想到你们自掘坟墓。陆天辰心底暗笑，内心如此想着。不过美景健太和渡边淳并不了解陆天辰的实力，此时他们的笑意更甚，仿佛眼前的这个华夏服的玩家就是一个待宰的羔羊一般。第70章，老子最不缺的就是输出。但是陆天辰此时则是笑意更甚，因为在他的眼里，眼前这40万的玩家才是待宰的羔羊，而且可以反复的宰。兄弟们，冲！跟着我上！美景健太和渡边淳两位会长举起武器大喝一声，随后40万的玩家一齐向着陆天辰冲去。数十万人同时奔袭而来，那场面相当震撼。虽然能同时攻击到陆天辰的玩家并不多，但是声势仍然十分骇人。而陆天辰则是一点也不惧怕，此时竟然打起了哈欠。最先到来的攻击不是来自于冲过来的战士或者盾卫，而是后排的一个弓箭手，想必他的攻速也相当快。只见一道箭矢以雷霆之势爆射在陆天辰的胸口之上，不过陆天辰的头顶上赫然只出现一道1的物理伤害提示。纳尼？那名弓箭手揉了揉眼睛，震惊无比。虽然他分配了大多数自由属性点在敏捷上，但是靠着装备的加持，他的攻击力也达到了1700多点。他不明白为什么只造成了1点的强制伤害。负17350，反击。不过还不等他反应过来，只见他的头顶突然冒出一道17000多点的伤害。弓箭手本来就是脆皮，又将大部分自由属性点分配到敏捷上，他的装备又不像陆天辰那么变态，此时当然扛不住1万多点的反击伤害。他就这么张大着嘴巴，变成点点白光消散了。场上40万名玩家，光魔法师和弓箭手就有15-16万人。仅一瞬间，呼啸的箭矢和魔法球全部击打在了陆天辰的身上。美景健太和渡边淳暗自冷笑，随后一个个都已经做好了准备，等待陆天辰阵亡，他们上前抢夺掉落的装备。不过他们的笑容瞬间戛然而止，因为陆天辰的身上不停地冒出1的伤害提示。你们出门没穿装备吗？美景健太和渡边淳刚想回头怒斥工会内的玩家，不过这一回头吓了一跳，因为此时后排的法师和弓箭手的头顶全部都冒出1万到2万不等的伤害提示，随后无一例外的15-16万的后排远程全部阵亡，牧师都来不及加血那种。八嘎！什么情况？美景健太不由得眼皮一跳，随后破口大骂起来。渡边淳也眼角微抽，随后回头看向陆天辰的方向，此时他还是一副满不在乎的模样。就算每个人仅能造成1点强制伤害，但是10几万名玩家那也至少是10几万的生命值。不过陆天辰此时掏掏耳朵，挠挠鼻子，颇有点临危不惧的样子。八嘎八嘎！美景健太此时怒火更盛，随即吼道：“控住他！咱们40万人同时攻击，激活秒了他！”虽然此时渡边淳也有点后悔招惹这尊大神了，但是此时他们已经处于结界之中，想跑已是不可能，所以只能硬着头皮上了。有着70多万血量的陆天辰自然是无所畏惧。只见此时那些近战的刺客战士之类的也全部冲了上来，速度最快的就是刺客，但是他们不敢率先靠近，所以最先冲上来的是使用重击冲锋的战士们。只见10几道身形一瞬间冲击上来，不出意外的，
陆天辰头顶再次飘出一堆1的伤害提示，而反观这几名战士也全部被反击致死。此时众人竟然有些不敢上前了，不过碍于自家会长的命令，还是硬着头皮冲了上来。不过除了盾卫的血量比较高，并且攻击力比较低，所以受到的反击伤害也并不高以外，其他刺客和战士基本都扛不住他这一下反击的。而除了场上最外围的奶爸奶妈们还没有阵亡，这短短的几个呼吸之间，其他玩家基本都阵亡过一次了。会长，这应该是他的装备反击腿甲的技能效果。此时美景一郎看着这一切，眼珠子转了转，然后道：废话，还用你说？不过那件装备的技能我也看过了，虽然10倍反伤相当变态，但是那触发概率仅有可怜的 0.1%。 你说现在是什么情况？本就脾气火爆的美景健太此时怒喝出声。或许是那个陈天有什么特殊的道具可以提高触发几率呢？美景健太只是脾气火爆，但是不傻。此时听到美景一郎的话，再看着场上一动不动但是能对抗几十万玩家的陆天辰，那眼神中的贪婪之色尽显无疑。他就是战士，要是他获得了这个反击腿甲，再得到他提高触发几率的道具，那他也可以做到这样，甚至到时候实力都能超过扶桑城第一人宫本武藏。你有什么办法应对没有？内心浮想联翩过后，他转头问美景一郎：会长，可以吩咐兄弟们将武器都摘下来，反正也无法对陈天破防，倒不如降低攻击力，这样反击所受的伤害就低了，牧师们也来得及加血了。听闻此话，美景健太一喜：一郎君，你可真是个大聪明啊，回头我会在社长那里好好的夸奖你。随后他大喝一声：你们将武器全部取下再攻击。众人闻言都暗叹，还是会长聪明。随后都将武器取下，然后继续攻击。虽然陆天辰的头顶仍然飘着1的伤害提示，但是攻击力大减的他们倒不至于暴毙了。咦，陆天辰之前就考虑过10倍反击的弊端，不过没想到这些小日子还是有聪明的家伙，竟然不一会儿的功夫便想到了应对之法。由于反击并不能触发神级天赋回血，虽然他们无法破防，但是靠数量也能对自己造成大量的伤害。看着自己仅剩10几万的生命值，陆天辰嘴角一撇，喃喃道：不过……陆天辰眼神中寒光一闪，将无名神剑紧握。你们以为我只能靠反击腿甲打输出吗？老子最不缺的就是输出。随即身影一闪，便犹如闪电一般冲入人群。第71章，小度啊，刚才你用的卷轴我瞅瞅呗。陆天辰的速度犹如鬼魅，即使不使用虚空游走，2255点的移动速度也使得他的身影无人能看得清。仅一瞬间，他便一记普攻刺在了一个盾卫的身上。负79534暴击，负387真实伤害。只见一道高近8万点的红色伤害提示和一道300多点的真实伤害在这名盾卫的头顶飘出。那300多点的伤害自然是无名套装提供的1%最大生命值的切割伤害。陆天辰并没有开启幽冥之力的原因就是在此，对付普通玩家那1%的真伤屁用没有。灵岩护肩和无名神官提供了95%的暴击伤害，导致陆天辰只要攻击暴击，那就是 2.95 倍的伤害提升，再加上无名神剑 10% 的伤害附加和通天塔奖励的 50% 所有伤害附加，才导致陆天辰未使用任何技能，仅一个普攻，伤害便如此逆天。事实上等级超过60级后，陆天辰通天塔可以继续挑战，只不过他还没来得及刷而已。不过即使如此，将近8万的伤害也将那名盾卫秒杀。可惜那名盾卫身上的装备还算不错，并且防具也都强化过，但是也扛不住陆天辰这暴力一击。随后他一脸震惊着变成白光消散了，掉落的装备陆天辰顺手就收了起来。不过片刻，这个盾卫愕然地发现他又在原地复活了。虽然陆天辰此时已经在场中横扫无敌，不停地击杀着其他玩家了，但是他还是感觉一阵脊背发凉。此刻他连一丝与陆天辰为敌的念头都没有了。陆天辰在众人的目光中就这么的在场中来回穿梭，速度快到不可思议，没人可以撵得上。就算偶尔有玩家瞎猫碰到死耗子，控制技能丢在了他的身上，他身上也会泛起一阵光芒，那控制效果也完全不奏效。天哪，普攻就8万的伤害，一剑一个盾位的杀。华夏服的这名玩家是魔鬼吗？这样的对手真的是我们可以对付的吗？会长的脑子怕不是进水了，招惹了一个这么变态的存在。本以为他只能靠着反击来打伤害，现在看来他本身的输出更变态啊。八嘎，谁爱打谁打，再击杀我几次我都该回新手村了。谁不是呢？我倒霉的被击杀3次了，现在等级已经掉到30级以下了。美景剑太和渡边纯剑道场中混乱的战斗，他们俩一阵头皮发麻。八嘎，这名华夏服的玩家竟然有这么高的攻击力！美景剑太大喝道，而渡边纯此时也是话都说不利索。我说美景君，咱们
要不然还是投降认输吧。而梅井健太听闻此话，说话声更大了，他仿佛要用更大的声音来掩饰自己内心中的恐惧。渡边桑，你说什么？我们怎么可能向华夏玩家低头？不可以，绝对不可以！而渡边淳此时被陆天辰极品装备冲昏的头脑，此时终于被打醒了。卷轴是你怂恿我使用的，看我以后怎么找你算账。不过现在我不再打算与陈天君为敌。他气愤地甩了甩手，随后大喝道：渡边公会的玩家，从现在起不准出手对付陈天君，你们撤离战场的中心。正在不停击杀着大批玩家的陆天辰自然也听到了他的喊声，随后鼻尖轻哼：哼，现在知道怕了，晚了。不过渡边淳似乎知道与陆天辰的梁子已经结上了，此时仅仅说一声算了是绝对不顶用的，于是他再次喊道：陈天君，我们渡边公会不再与阁下为敌，并且我们会重重的赔偿陈天君。听闻此话，陆天辰内心一喜，这渡边淳还挺上道的。随后眼看着一些 ID 都以渡边开头的玩家此时都向着战场边缘散开，他也没再阻拦。小九，小黑，陆天辰操控着两个镜像分身，招呼隐藏着的小九和小黑，此时瞬间呈包围之势，开始疯狂击杀邹星公会的众多玩家。会长，不可呀！再这么下去，咱们20万名玩家都要被杀回一级了，到时候社长那里怎么交代？咱们在天泉的所有投入都将化为泡影。梅井一郎见此情形连忙道，不过梅井健太此时已经红了眼睛，就是如此也没有任何放弃的打算。叹了口气，梅井一郎也不再劝阻，而是内心之中想着怎么才能撇清责任了。原本陆天辰的屠杀速度都已经相当快了，再加上4大助力后，邹星公会的玩家死亡速度呈直线上升。其中小黑等级偏低，输出稍差一点，所以他干起了搬运的工作，将玩家死亡掉落的装备全部收拢在了一起，以防止他们原地复活，便将装备再捡了回去。仅几分钟的功夫，场上玩家的等级已经全部都掉到了20级以下。作为会长的梅井健他也不例外，原本39级的他得到陆天辰重点照顾，此时已经只有18级了。不过杀人能杀疯眼，被杀也能被杀疯到失掉理智，以至于他原本就不高的理智此时已经变为了负数，一身装备全都掉落了，18级还光着屁股，还在和陆天辰叫嚣。看着其他人都不掉落装备了，陆天辰也有些无趣，但是看着不停叫嚣的梅井健太，他让2个分身守着他，只要复活就立马秒杀，偶尔还让小九使用狐火狠狠地灼烧一下他。陆天辰看着堆成了小山的装备一喜，这都是成堆的金尘呐。然后他看向渡边淳所在的位置，后者很识趣地走了过来，躬身行了一礼。陆天辰摆了摆手，指了指那堆成小山一样的装备，缓缓道：小杜啊，我可是没对你们公会动手啊，你看。渡边淳嘴角一抽，他是渡边财阀的公子哥，更是下一任的掌舵者，还从来没有被人如此称呼过。不过此时也笑着迎合：陈天君，您放心，既然您手下留情，小杜我也不是不懂事的人。随后直接发起了交易。而陆天辰发现对方竟然直接放入了100万的稀有金尘，估计这些金尘也和那一堆装备的价值也相当了，于是同意了交易。背包中再次多出100万个稀有金尘，陆天辰内心窃喜，不过似乎又想到了什么，于是搓了搓手道：那啥，小杜啊，刚才你用的卷轴我瞅瞅呗。第72章，谁他妈跟你是朋友？八嘎！该死的华夏陈铁，欺人太甚！渡边淳内心怒吼。不过此时距离结界消失还剩下几分钟，他本以为20万的玩家够眼前的华夏人杀一会儿的，等结界破碎，他立马带着公会内的玩家传送回城。什么承诺？什么重献？全滚球吧！什么信用？能当饭吃吗？不过此时他心中怒吼着，但是脸上还是满脸堆笑。没问题，陈天君，我最爱交朋友了，虽然卷轴比较稀有，但是如果你要的话，我立马双手奉上。不过此时陆天辰则是一脸玩味地看着他，随后淡淡的声音响了起来：谁他妈跟你是朋友？卷轴不交出来，我立马给你杀回新手村。虽然声音不高，但是却气场十足。渡边淳虽然内心狂怒不已，自己竟然在手底下20万人的面前如此丢面，但是侧头看了眼梅井健太还在被2个陈天反复击杀的情形，和被那人形小狐狸使用狐火灼烧的痛苦不堪，他就仿佛被浇了一盆冷水。虽然时间在一点点的流失，其他人不好说，但是这几分钟的时间，眼前的人绝对能把自己击杀好几10次。咬了咬牙，他在背包中将那黑色卷轴取出，随后递给了陆天辰。将卷轴接过来查看了一下，发现果然是结界卷轴，效果是可以使得结界内的玩家死亡后原地复活，结界持续时间10分钟，使用次数竟然多达5次，但是此时使用次数也仅剩3次。陆天辰查看完之后直接丢入了背包之中，或许以后会有用。随后便不再理会他，随后他走向那一堆装备那里，拿出编写分解机开始分解。
好在小黑将装备全部收拢，陆天辰省去了四处捡装备的时间。使用分解机的批量分解功能，仅1分多钟，这成堆的装备便全部分解完毕了。其中白装、蓝装居多，但是换算稀有金尘也足有100万之多。将便携式分解机收起来，陆天辰心满意足地点了点头。这一趟收获了200万的金尘，外加那黑色卷轴，已经相当不错了。随即他看向那透明的结界薄膜，他有一种随时都能出去的奇异感觉。于是他一个闪身，瞬间来到了结界的最边缘处，抬起手轻轻一碰，只见那透明薄膜荡起一阵波纹，随后他的手便透过透明薄膜穿了出去。好神奇，是混沌时空石的作用吗？陆天辰随后回到场中央，收回镜像分身，同时也将小九和小黑收入宠物空间之中。此时梅井健太已经被杀得有些神志不清，在原地不停打转。陆天辰环视了一下，包括渡边淳的所有人，现场竟然没有一人敢吱无一声。渡边淳此时已经给了好处，再动手也不太好。而邹星公会的玩家全部都将装备掉落了，再击杀也没什么意义，他顿觉无趣。你们帮我转告其他人，扶桑国只要有人不服，我华夏巨阙城陈天就教他做人。说完后环视了一下四周，然后便一个闪身穿过结界消失不见。而在场只留下京剧的40万名玩家。这是什么能力？竟然能穿越结界！渡边淳喃喃道，他实在想不到，竟然有人可以穿越复活都要在原地复活的强大结界。原来自始至终他们就像小丑一样，这个华夏陈天就算打不过也可以穿透结界离开，他一开始就立于不败之地了。苦笑的摇了摇头，随后他看向还在原地转圈圈的梅井健，太不由得又是一阵大怒。八嘎，去死吧梅井，都怪你害得我损失这么多。随即近身后一剑斩下，可怜的梅井健太等级已经掉落到了1级，一身的装备还全部都爆了出去，自然是被这一剑斩杀。随后渡边公会对邹星公会又展开了一场单方面的屠杀。砰！片刻之后，结界终于破碎。哎，你们看，是2大公会的人，他们又出现了。真的哎，是战斗结束了吗？不对，他们怎么还在打？怎么是邹星公会和渡边公会打了起来？那个华夏人呢？快看等级排行榜，渡边淳的等级上升了，原本第5的梅井健太竟然从等级排行榜上消失了。今天大瓜，渡边公会借着对付华夏人的借口，联合华夏人竟然对付梅井健太，邹星公会损失惨重。八嘎！可恶叛徒渡边淳！那你，渡边淳是卖国贼。渡边淳此时正发泄着心中的怒火，在击杀了10几次梅井健太后，结界破碎，梅井健太也不在原地复活了。他长出一口气，仿佛终于将陈天让他受辱的事情淡化了一些。不过看向东城门处众人的指指点点，在看到公共频道的各种言论后，又是一个站立不稳，险些吐出一口老血。而此时的陆天辰出了结界空间后便一路溜达，不过并未发现什么特殊副本后，便又从南城门返回。无聊间，他打开公共频道，看到众多玩家的聊天，他咧嘴一笑。他早就知道渡边淳的一肚子怒火绝对要发泄在毫无还手之力的梅井健太身上，希望那个宫本武藏能站出来吧，给他也杀回一级去。陆天辰说着来到了广场之中。自从他来到扶桑城后，一些50级的副本自然是自动开启了。60多级了，先把通天塔刷一刷。于是陆天辰便进入了通天塔之中。单挑通天塔中的 BOSS 对于其他人来说或许相当棘手，但是对陆天辰来说简直就是小菜一碟。不到1分钟的时间，又是2层通天塔通关，随后发放奖励。此时奖励的附加伤害已经累积到了 60% 了。出了通天塔，陆天辰直接进入了旁边的神魔战场，开始刷怪升级。3个小时一闪而过，陆天辰的等级再次提高了2级，达到了65级。出了神魔战场，陆天辰正在广场上清点战利品，但是此时一道全服公告在陆天辰的脑海之中响起。全服公告：恭喜扶桑城玩家宫本武藏创建公会神之国，作为全樱花服第1个创建的公会，该公会升级为高级公会。第73章神之国。全服公告自然是在服务器之间播报。作为全服第1个创建的公会，有什么奖励陆天辰再清楚不过，毕竟兄弟盟就是自己父亲创立的。不过宫本武藏竟然幸运地获得了一个公会令牌。神之国，呵呵，挺狂啊。陆天辰嘴角一撇，有些不屑。不过正在陆天辰打开公共聊天频道的时候，发现里面有很多的玩家在不停地发送着相同的消息。宫本武藏大人威武，华夏陈天滚出扶桑城。你奈奈的，这群小日子看来是感觉宫本武藏能给他们撑腰了呀，狂了起来啊。陆天辰骂了一句，随后也在公共频道发送了消息。消息很简单，宫本武藏东城门处见。陆天辰这么做的目的很简单，他就是想把宫本武藏印出来，然后杀回一级。
他安排一个分身在东城门随时留意着，而自己则是在扶桑城闲逛起来，四处接任务。毕竟任务还能获取到一些声望值。而陆天辰不知道的是，此时扶桑城外的一处地方，两个人正在谈论着他。沙之，你怎么看？一个高大的身影，手持双剑，此时正盘坐在一棵树下。此时他看着公共频道的消息，眉头微蹙。宫本大人，神之国工会我们已经初步建立，但是高级工会也仅能容纳10万人。我觉得当务之急是先将我们的工会驻地建设起来。被问话之人是一名女性，她的 ID 赫然是等级排行榜目前第3名的宫本纱织。说着说着，她顿了顿，看向宫本武藏的脸上并没有什么表情，随后继续道：然后工会大量捐献，可以快速提升工会等级。我预估下一等级很可能人数就可容纳100万，到时候我们再整合力量，教训一下那个华夏小子。他说完后，脸上满是狠厉的表情。而此时盘坐的宫本武藏思虑了片刻后，终于是点了点头。神之国的事情现在是头等大事，一会儿我去联系一下山淼一次郎。神之国已经建立了，如果他的工会还不臣服，那么只能将其灭杀了。随后顿了顿，平淡的脸上显露出一丝怒意。但是那个华夏小子也不能轻易的放过。你找一些工会的人，我们在建设工会驻地的时候，要不停的扰乱他的心智。宫本纱织随后点头应下。而宫本武藏把玩了一下手中的双剑后，轻哼一声，哼，华夏陈天，你的极品装备迟早是我的，先在你手上放一阵子。陆天辰以极快的速度在扶桑城内穿梭，不一会儿的功夫便接取到了好几个任务。但是通过东城门处的镜像分身观察发现，那里虽然聚集了很多围观的玩家，但是自始至终都没有见到神之国的玩家出现，更别提宫本武藏了，影子都没一个。不过他打开公共频道发现，虽然宫本武藏不说话不应战，但是莫名其妙的多出来好多个人在公共频道大放厥词。如果这群人在他的面前直接就一剑灭之了。不过他才懒得跟这群水军在公共频道内争吵，所以也就不再关注。这宫本武藏这么怂的吗？陆天辰无语的关闭了公共聊天频道后喃喃自语，这架看样子暂时是打不上了。看了眼时间，此时已经3点多了，先把任务都做了，然后再把今天最后一次神魔战场刷了吧。陆天辰随后便开始按照任务指引完成各个接取的任务。将所有任务都提交完后，他又一头扎进了神魔战场之中。又是3小时的升级，获得了大量金币和装备的同时，由于上次升完级后经验值就已经相当高了，所以即使后面升级慢了，他的等级也再次提升了2级，达到了67级。后面果然升级越来越慢了，阿贝尔，希望你不是给我画大饼。陆天辰内心嘀咕了一声，看了眼时间都已经6点半了，所以直接在广场上下线了。我刚想叫你吃饭呢。刚下线，父亲的声音响起，陆天辰随后便跟父亲出了房间，感受着身体又有了一丝变化。陆天辰内心暗道，估计是通天塔的奖励提升了，所以我才能感觉到现实世界中我的身体素质又有了提高。不过此时他已经适应了自己的身体，所以也不会导致捏碎碗筷之类的事情发生了。爸妈，你们多少级了？吃饭的时候，陆天辰问道。那个练级地点的怪物经验确实高，再加上我们刷的都是高等级的野怪，你妈现在都37级了，我刚到39级。陆天辰点了点头，父母都不是第一梯队的玩家，虽然他俩由于装备和练级地图的原因，升级已经相当迅速了，但是好几天的差距也并不是一天就能撵得上来的。工会没人招惹就行，你们的重心还是要专心升级。父母都点了点头同意，然后陆天辰又问道：对了爸，工会驻地建造好了吗？父亲陆海夹了一口菜道：海默呢？工会基金有点不够用了。陆天辰犹豫了一下道：工会基金简单，捐献金币不就行了吗？我不是给你了好多金币，不够用的话就卖装备，先不交易金尘，先交易金币，先把工会驻地搞起来再说。而且后期工会升级，驻地的面积尽量弄大一点，咱这随便卖点装备都不少金币了。父亲听后点了点头。饭后，陆天辰并没有着急上游戏，而是和父母讲述如何暴虐2大工会40万人，听得他们2个一个劲儿的拍手叫好。而此时，棒子国的服务器县城中，一个 ID 名为普不成的玩家刚刚击杀了眼前的野怪，随后各种全服公告响起，引起了全棒子服的震撼。终于达到50级了，真费劲啊！思密达，他打开属性面板，将属性点加好。通天塔、神魔战场。达到50级后，这2个副本同时开放，引起了他的兴趣。随后他打开了地图，按照这个副本的指引，直接回到了他的主城茜城。第74章右翼能力者。回到茜城之后，普不成第一时间就来到了副本广场这里，随后跟随着指引先刷了3小时的神魔战场。不过在里面仅仅刷了10几分钟，他便退了出来。什么破副本，这么难？里面的怪物竟然都是50级以上的。
普不成吐槽了一下后，便又走到旁边副本那里，沟通发现这个副本不需要入场券，随即一喜便走了进去。进入副本，他没想到第一个出现的就是一个 BOSS， 但是使用真视之眼观察之后，发现只是个5级的 BOSS。身为茜城第一个达到50级玩家的他，自然是有他过人之处的。经过一番战斗过后，最终他成功的击杀了5级的 BOSS， 随后又费了好大的劲将10级 BOSS 也击杀。毕竟虽然身为 BOSS， 但是等级偏低，以他的等级想要击杀还是不难。不过即使如此， BOSS 的属性也是成倍增长，而且除了陆天辰以外，其他人打 BOSS 都是人海战术，如果单挑的话，即使他等级高也讨不到半点好处。就这样，虽然 BOSS 仅剩丝血，但是他却被狂化下的 BOSS 搞死了。通天塔竟然要单挑 BOSS， 太变态了。不过奖励还不错，10%的伤害附加，不错不错。获得奖励的普不成直接回到了广场之中，看了眼时间，已经是中午了，随即他便下线了。先点个外卖吧，思密达。摸了摸咕咕叫的肚子，他准备拿起手机点外卖。他走到桌子旁边，将手机拿起来，咔嚓。不过一道碎裂的声音响起，他看向自己的手中的手机一怔，什么情况？因为此时手中的手机已经屏幕碎裂，很显然被捏碎了。将破损的手机轻轻地放在桌子上，他看向自己没有任何伤痕的手，陷入了一阵思索。我这是超能力？他不可思议地握紧了拳头，感受了一下身体中迸发而出的力量，随即单手抓住一个木质椅子的靠背，咔嚓，他就这么轻轻一捏，只见那木质椅子的靠背此时竟然在他的掌心之中轰然裂开，木屑四溅。看着被自己破坏的手机和椅子，他的眼中突然开始不平静起来，随后他眼神中显露出狠辣与果决，快步走到厨房，拿起一把小刀，朝着自己的手心割了下去。不过不出意外的，手上虽然有着白色的刀痕，但是并未穿透他的皮肤。哈哈，他不由得放声大笑，我竟然获得了超能力，那岂不是超人一样的存在？笑声过后，他的眼中寒光一闪，随后他快步走出了他那破旧的出租屋。期间他全然不顾门把手都被自己捏得有些变形。常年在社会的最底层的他，有了能力，第一想到的就是钱，先去搞点钱。决定了之后，他直接来到了一家银行门口，拿起一个石子，他瞅准摄像头的方向便屈指一弹，只见那个石子精准地将摄像头打碎。他嘴角一翘，随后将正在取钱的男人挤走。阿西吧，我的卡还在里面，我还没取完钱呢。他却并没有理睬那人，随即他略微一蓄力，便将双手直接插进了取款机里面。那原本还在谴责他的男人愣了一下，随后揉了揉眼睛，确信没有看花眼之后啊的一声惊叫跑开。而普不成则是乐呵呵地将一大堆钞票往自己事先准备好的背包中装，随后趁着警报还未招来太多人的时候，双腿一用力向上跃起，随后在半空中窜来窜去的消失不见了。然而此时不光在棒子国，此时漂亮国等国也在发生着这类事件。华夏南海市陆天辰家别墅，爸妈，你们抓紧升级，我也上线继续虐小日子去了。喝光了杯子里的一口肥宅水后，陆天辰起身往房间走去。回到房间后，陆天辰再次登录游戏，一瞬间便再次出现在了扶桑城的广场之中。什么战场没有次数了，通天塔也刷不了了，没啥干的了呀。陆天辰感慨了一句，随后又打开了公共频道查看了一下。不过这公共频道明显多了很多针对他的玩家。华夏陈天，樱花服务器不欢迎你。神之国已经建立，里面都是扶桑的顶尖战力，华夏陈天等着接受制裁吧。宫本武藏大人此时正在专心攻略 BOSS， 所以才懒得理你。宫本武藏大人可是高贵的隐藏职业，想要灭杀你还不是分分钟的事情。还有叛徒渡边淳，等宫本武藏大人攻略完副本，便将你一起收拾掉。基本上除了谴责就是辱骂。陆天辰眼神一寒，看来这群小日子真是挨打没够啊。不过翻看了一会儿后，他得到一个非常有趣的消息，那就是等级排行榜上第4名的山淼一次郎貌似和宫本武藏不和。至于什么原因他并不清楚，不过既然他们两个不对付，估计山淼一次郎或许会知道宫本武藏的一些消息，所以陆天辰便添加山淼一次郎好友。没想到他一瞬间便同意了自己的好友申请。陆天辰一愣，这货怕不是一直等着自己联系他吧？果然，正在陆天辰疑惑间，他便收到了山淼一次郎的消息。伟大的陈天君，你终于肯联系在下了。陆天辰一笑，暗叹这人还算客气，随后回复：哦，你知道我找你何事？对面回复的消息极快，不瞒陈天君，我山淼公会与宫本不管是游戏中还是现实世界都有矛盾，现在他的神之国成立了，又开始对我们公会施压。而我见最近宫本武藏那老家伙竟然找一群人在公共频道侮辱陈天君，而我又对陈天君仰慕不已，所以一直想联系到你。陆天辰虽然无语他这么拍马屁，
但是还是得到了一些有用的消息。你是说公共频道诋毁我的人全都是宫本武藏的手下？山秒一次郎，没错，陈天君，那些人都是宫本武藏请来的水军。陆天辰了然，看来这个宫本武藏暂时还不想与自己对上，但是为了怕扶桑城的人以为他不敢迎战，所以便请了水军来转移注意力。正在陆天辰思索间，山秒一次郎又一次发来的消息让他嘴角一翘。陈天君，我知道宫本武藏准备建造的工会驻地在哪里，如果你能帮我杀他几次，我必有重谢。第75章法系双煞。陆天辰顿时就乐了，本来他就想对付宫本武藏，现在有人提供信息，并且还有报酬。重谢有多重？陆天辰回复道。那边的山秒一次郎噎了下，回复消息也慢了半拍。有上来就问这个的吗？不过他咬了咬牙，还是回复道：陈天君，如果你能狠狠地挫一挫宫本的锐气，我会提供100万金陈的报酬。陆天辰看到这条消息一喜，挫一挫锐气就100万金陈，于是陆天辰便答应下来。随后又经过了一番询问，发现宫本武藏创建工会驻地的位置在扶桑城南边几十公里处。于是陆天辰关闭聊天窗口后，将东城门负责监视的分身召唤回来，然后就赶往目的地。由于超快的赶路速度，他没几分钟就到了目的地附近。站在一棵大树之上，看着前面来来往往的玩家的名字都有一个神字，也有一些玩家的头顶上有些神之国的工会 ID， 陆天辰就按道来对了地方。原来工会驻地的建造还需要 NPC 的帮忙啊。陆天辰向远处望去，发现正在建设工会驻地的人明显都不是玩家，估计是需要花费工会基金来聘请这些 NPC 工人了，很有可能是花钱越多，雇佣的越多，效率也就越快。怪不得父亲会说金币不太够用。陆天辰随后继续观察，不过他始终都没有见到宫本武藏。小黑、小九，陆天辰从宠物空间将他们2个转化而出，把这个工会驻地捣毁，我看他出不出现。得令后，小黑与小九就冲了上去。虽然陆天辰将宠物获取经验设置为了 30%， 但是由于陆天辰群刷的副本怪物等级都相当高，所以后提升上来的小黑也已经40多级了，再加上他超高的成长属性，所以也能独当一面了。只见小黑率先冲入了人群之中，庞大的身影直接将10几名玩家踩在脚底下，随后一个龙息攻击。小九则是灵敏地跳在庞大的小黑的头顶，释放狐火开始攻击附近的人。被攻击的人四处逃窜，当回头看到小黑那庞大的身影的时候，则是一惊。纳尼？龙？怎么会有龙？这是野外 BOSS 吗？为什么会攻击我们？快联系宫本大人，驻地遭受袭击了。而收到手下消息的宫本武藏则是眉头微皱。龙？他嘀咕着，而旁边的宫本纱织思考了一下，然后缓缓地说道：我之前和美景君沟通过，他们工会当时也受到了一个人形狐狸和一只庞大的黑龙攻击过，他们或许是宠物排行榜上陈天的2只宠物。轰！只见他话音刚落，侧方的一个木桩便轰然碎裂，烟尘散落。他侧头望去，发现2柄长剑插在地面之上。随后一道咬牙切齿的声音发出：陈天装备好不说，这2个极品宠物也这么强？宫本纱织听着耳边传来由于愤怒导致牙齿不停摩擦的声音，摇了摇头，随后道：宫本大人，现在还不。不过他的话还没有说完，宫本武藏便大喝打断了他：哼，你是想说现在还不应该和他对上吗？他都骑在头上拉屎了，你让我怎么忍？美景健太和渡边淳的工会都是一些小喽啰，才导致败得这么惨。召集工会内所有人，工会驻地集合。听闻此话，宫本纱织还想要劝阻，但看到宫本武藏眼神中那喷薄而出的怒火，也是叹了口气。没错，他们宫本家族倾尽无数心血，花费大量金钱，而且他们还掌握了一个升级相当快的炼级地图。他们本就因为投入大量金钱而收集了扶桑城几乎所有的好装备，现在等级又远非其他工会可以比拟的。而且陈天再强，无非也就是1个人而已。唉，或许真的像会长说的希望吧。叹了口气，宫本纱织打开工会频道，发出了召集信息。不得不说，有了工会后确实方便通知，要不然一个个的联系都不够麻烦的。仅片刻的功夫，神之国工会的所有人便全部都得到了消息，开始赶往目标地点。而此时小黑和小九早就将神之国的玩家送回泉水了。此时小九正指挥着小黑在拆家，此时建造好的驻地也被他们2个一点点的破坏了。而陆天辰则是打了个哈欠，神之国的动作也太慢了。他不由得吐槽了一句，因为他已经在这里等了10几分钟了。可是他没有想到的是，神之国的工会驻地还没建好，所以几乎所有的玩家都没有在此地留下坐标位置，而他们赶路的速度又怎么会有陆天辰的快？不过正在他吐槽的时候，他发现有一些玩家开始往这边聚集了，
而这些玩家不出意外的领队几人都顶着神之国的工会 ID， 而那些没有工会 ID 的应该是第一批还没有资格进入神之国的一些玩家。这些人远远地停下，没有去攻击小黑和小九，而是很默契慢慢地将他俩包围，似乎是等待上级的进一步指示。小九、小黑，先威慑他们一下。陆天辰内心暗道，而与他有着心灵感应的小九和小黑当然第一时间接收到了命令。随即小黑一声巨吼，立即放弃正在狂拆的城墙，转而奔向一批包围他们的玩家冲过去。队长，这黑龙不拆驻地了，他是不是奔我们这边来了？一名玩家看着冲过来的小黑大吼道。被叫做队长的玩家闻听此言，赶紧转头看过来。当他看到在眼中不停放大的龙影后，赶紧大喝后撤。小黑定位虽然是法坦，但是他的速度比起众多玩家来说一点都不逊色。还不等众人做出任何反应，小黑已经直接冲入人群之中，开始肆无忌惮的输出。玩家魔法防御普遍低于物理防御，这就导致小九和小黑原本就比较高的输出，他们根本就扛不住。而小九有着法术吸血，小黑的第二个技能是个护盾技能，所以他们根本就不担心恢复的问题。嘿嘿，这组合还挺强，简直就是法系双煞啊！陆天辰在树上看戏，嘿嘿直笑，不用自己动手就能暴虐小日子的感觉真好啊。第76章宫本的隐藏职业。小黑和小九的组合在击杀了大量玩家之后，神之国工会的众多玩家才反应过来，随后迅速的后撤，直到他们所在的位置都已经比较远了，小黑和小九才懒得追击，随后返回继续拆神之国建造好的驻地。不过片刻后，周围包围的玩家此刻明显变多了。陆天辰眉头微皱，难道宫本武藏真的有能力聚集100多万的工会？陆天辰随后使用地狱之眼查看，发现凡是有神之国工会 ID 的玩家，等级几乎都在38级左右，等级再提升1级，甚至都能进入全主城的前10名了。看来宫本武藏绝对也像黄天工会一样，掌握了升级较快的地图了。虽然围观的玩家越来越多，没几分钟的时间，目测人数都比渡边工会和邹星工会人多了。咦？正观察周围的陆天辰，此时竟突然看到一个手持双剑的魁梧男子和一个手持木弓的女性玩家走了出来。好奇之下，陆天辰使用地狱之眼查看两人属性。这宫本武藏竟然真的是隐藏职业。陆天辰查看完宫本武藏的属性之后，不由得一惊。他与战士类似，但也有所不同。他的隐藏职业叫鬼剑士，特点是所有物理系的职业他都可以穿戴，甚至可以使用双手武器。陆天辰发现，因为这个被动的原因，他穿戴的一身都是刺客的高暴击高爆伤的装备，而且可以佩戴2个武器，就可以给他提供额外的装备技能和物理攻击。看来是个纯输出的职业啊。陆天辰的地狱之眼不光可以看到玩家的装备和属性，他甚至可以看到别人的天赋。当看到宫本武藏的 SSS 级天赋野蛮之力后，他也才终于清楚宫本武藏为什么走纯输出流了。50%的伤害附加，确实不走输出流都有些亏了呀。随后陆天辰又看向旁边的手持木弓的宫本纱织，虽然他并不是隐藏职业，不过他也有着 SSS 级的天赋，50%无视物理防御也算不错。陈天君，我知道你在附近，还请速速现身。正在陆天辰观察他俩的属性之时，宫本武藏走到小九和小黑附近，随后大喝出声。然而陆天辰却懒得理会他，回应他的只有小黑的一记吐息。宫本武藏被这一击打了个措手不及，他没想到这个华夏玩家竟然直接动手，仓促躲闪之间，他还是被攻击到了。所幸附近工会内的奶妈将他吊的血奶了回来。他此满脸通红，当着自己100万小弟的面，竟然出了这么大的糗，让他的面子有些放不下。陈天君，他并不清楚陆天辰的位置，所以看向四周继续吼道：华夏的陈天君竟然就是这么一个阴险小人，有本事出来，咱们堂堂正正的战斗。陆天辰听闻此话，顿时乐了，随后一个闪身便从树上跳了下去，随后使用虚空游走，直接出现在了宫本武藏的几米远处。原本还在叫嚣的宫本武藏，此时见突然鬼魅而出的陆天辰，则是吓了一个机灵，随后后撤了几步，然后老脸一红道：陈天君，华夏泱泱大国就是如此做事的，我不知道我们神之国如何惹到了你，为什么要强拆我们的工会驻地？陆天辰面带微笑的看着他，缓缓的道：拆你们的工会驻地当然是因为无聊，至于我们华夏人如何行事，还轮不到你这只樱花狗来狂吠。陆天辰说着说着，再次想到今天看到的新闻报道，胸中的怒火喷薄而出，声音也越来越大。而宫本武藏被如此呵斥，先是一怔陆天辰竟然如此强势，随后感受到身后神之国的成员在议论纷纷，再次开口：八嘎，我本以为华夏是个礼仪之邦，没想到你竟然如此猖狂，那也怪不得我了。随后他高举手中的双剑，大喝道：上！听到自家会长的命令，原本围观的众多玩家瞬间分兵两股，一股冲着陆天辰而来，一股则是朝着正在拆家的小黑和小九而去。
陆天成看着后面的玩家听到命令瞬间奔涌而来，他则是嘴角翘了翘，随后从背包中掏出在渡边淳那里获得的卷轴，一边将上面的丝线缓缓拆开，陆天成一边喃喃：费那么多话干嘛？你们这群无耻之徒全部回新手村历练去吧。陆天成等的就是这一刻，随着卷轴的撕开，只见周围几千米的范围全部都被透明薄膜包裹在内。好在玩家都比较集中，要不然这密密麻麻的人，怕是只有少数的人可以被困住。宫本武藏似乎也知道这透明薄膜的作用，此时竟然有些惊喜。哼，本想着爆出你一件装备就好，你竟然自寻死路。所谓擒贼先擒王，宫本武藏说罢，便直冲陆天成而来。他所有的自由属性点全部都加在了力量和敏捷上，所以他的输出相当不俗。即使他知道陆天成的生命值相当之高，但是他也有信心很快的将其解决掉。他的速度是极快的，带的距离近了，他更是使用了一个快速突袭的技能，让原本就极快的速度再次提高一个档次。哼，原来只是个装备好没有操作的菜鸟。宫本武藏此时心中暗想，随后两柄长剑交叉，向着陆天成斩击而去。不过临到近了，他突然感觉到有了一丝丝的不安，直到他看到陆天成的嘴角微微上扬，他的那种不安就更加强烈了。-3200暴击！电光火石之间，他终于攻击到了陆天成，并且打出了巨额的伤害。不得不说，在陆天成3000多点物理防御和减伤状态的加持之下，宫本武藏能打出3000多点的输出，已经是相当不错。果然不愧是宫本大人，一击竟然可以造成3000多点的巨额伤害。是啊，华夏陈天，哼，也就被美景和渡边那两个人吹得夸张了一些。他根本就不是宫本大人的对手，宫本大人万岁！周围冲上来的玩家此时都议论纷纷，为自家会长的实力而惊叹。不过紧接着他们的惊喜就瞬间变成了震惊，因为他们此时竟赫然发现宫本武藏的头顶上此时竟然冒出了一道高达将近9万的反击伤害。第77章，一人战100万。神之国的众多玩家见到自家会长的头顶上的爆炸伤害，一个个都是惊骇莫名。而看到宫本武藏的身影开始慢慢的消散，众人终于反应了过来，随即一个个都开始急刹车。什么鬼？这个华夏陈天一动不动就把宫本武藏大人反击反死了。一名玩家震惊的喃喃道，而他旁边的玩家搓了搓下巴。这个反伤的装备特效感觉有点像装备排行榜上的那件反击腿甲的技能呢。周围的玩家闻听此言也都点了点头。不对啊，那个技能我感觉也很变态，但是那触发几率明明低到可怜啊。宫本会长也太帅了吧，那么低的几率竟然一次就触发了。正在他们讨论的时候，宫本武藏的身影在原地再次凝聚，而刚刚复活的宫本武藏则是瞬间后退，远离陆天成。场上刚刚还剑拔弩张的气氛此时竟然诡异的安静了下来。哈哈哈！突然陆天成的笑声响彻全场。宫本，你跑什么？笑声停止，陆天成嘴角一翘，嘲讽的道。而被如此质问的宫本武藏则是感觉颜面尽失，随后强忍怒气。陈天，这次只是你运气好触发了装备的几率而已，我看你接下来还有没有这么好的运气。随后大手一挥，喝道：刚才只是他的装备效果触发了，没什么好怕的。弓箭手魔法师听令，发动攻击。神之国的弓箭手和魔法师几乎占了全工会的40%左右，都赶得上邹星工会和渡边工会所有人加一起了。此时他们得到了宫本武藏的命令，随即众多玩家齐齐出手，漫天的箭矢和魔法球齐齐的急速冲着陆天成攻击而来，那场面相当壮观。虽然你防御高，但是40万左右的玩家同时攻击，一人就算仅造成一点伤害，那也就是40万的伤害，我看你有几条命能扛得住。宫本武藏见此，嘴角翘起来，内心暗自得意。不过此时陆天成则满不在乎的仍然呆立在原地，仿佛根本没有把这漫天箭矢和魔法球放在眼中一样。嗖嗖嗖！顷刻间，只见一道道箭矢和魔法球竟然全部都轰击在了陆天成的身体之上。不出意外的，每一道攻击在他高额的物理防御之下，也仅能造成一点强制伤害而已。不过那不停冒出的1的伤害相当密集，累计起来也是成吨的伤害。宫本武藏就这么盯着陆天成的方向，但是当这一轮攻击结束，他竟愕然地发现陆天成竟仍然站在原地稳如老狗。这怎么可能？他的内心一阵惊骇。虽然那件神话装备提供了10万点的生命值，其他装备提供的生命值也比较高，但是也不至于硬扛40万的输出而不到啊。他困惑不已，但是他害怕陆天成有着什么恢复生命值的手段，随后继续喊道：魔法师和射手继续攻击。不过他的话音落下，竟然没见到有人攻击，他不由得一阵纳闷。正当他准备发作之时，他赫然地发现刚刚所有发动攻击的人头顶都开始冒出大量反击伤害，
随即一个个都震惊的变成点点白光消散了。仅仅片刻的功夫，围攻陆天辰的周围就飘起了密密麻麻的白光，那阵仗简直比刚才攻击陆天辰还要震撼。这宫本武藏傻眼了，他的脑子仿佛生锈了一样，此刻停止了转动。宫本大人，美景剑太和渡边淳对我们隐藏了，这个陈天应该是有可以提高触发几率的道具。此时见此情形，还算比较清醒的宫本纱织率先反应了过来。之前美景剑太和渡边淳被陆天辰一人击溃，他们自然是了解过情况，没想到他们竟然没有将这么重要的情报告诉他们。八嘎八嘎，该死的美景剑太和，该死的渡边淳，他们竟然下作的想让我们也承担和他们一样的损失。此时终于反应过来的宫本武藏只能气急败坏的怒吼。这一切仅仅发生在电光火石之间，仅2回合的交手，宫本武藏就感受到了那股深深的无力感。宫本大人，就算他的生命值再高，应该也顶不住2轮攻击，我们就算自杀式攻击也绝对能换死他，而只要华夏陈天阵亡一次，每掉落1件装备都是他的极大损失。如果我们运气好，第一次就将他的反击腿假爆出来，那他就再无抵抗之力。宫本纱织见自家会长此时在震惊之中久久无法平复，连忙急声道。听闻此话的宫本武藏原本迷茫的双眼此时瞬间眼睛一亮。是啊，既然死亡可以原地复活，那就用数量去对。看着刚刚阵亡的玩家此时又从点点白光凝聚而成，所有玩家准备。重拾信心的宫本武藏此时眼中光芒大盛，他更加贪婪地盯着场中心处的陆天辰，然后大喝攻击。他已经损失了40万的生命值，已经是强弩之末，只要我们将他击杀一次之后，就完全可以轻松虐他了。谁成功的将其击杀，奖励1亿樱花币。而原本见到己方这么多人攻击都没秒掉陆天辰，并且己方损失惨重的众人，此时听到宫本武藏的鼓动，也都神情振奋。这个华夏陈天属性确实相当不错，竟然能受到40万的攻击而不死，不过也仅此而已了。没错，虽然他看起来云淡风轻的样子，或许只剩下几万点生命值了。兄弟们冲啊！1亿樱花币，一辈子不愁了呀！所谓有钱能使鬼推磨，在金钱的诱惑之下，他们对于陆天辰的恐惧被无限的缩小。原本他们眼中仿佛是魔鬼一般的陆天辰，此时竟然像是提款机小绵羊一样。拥有2000多点移动速度的陆天辰，想要躲避那些魔法师和弓箭手的攻击，简直是轻而易举。之所以他在原地站着不动任其攻击，那是因为虽然自己伤害比较高，但是想要一次秒杀好几十万的玩家，还是没有反击腿甲的效率高。而有着70多万血量的陆天辰也根本不怕。不过此时见再次攻击而来的众人，陆天辰也不敢拖大，毕竟自己只剩下20多万的生命值了。陆天辰将无名神剑攥紧，随后一个瞬移直接进入到神之国玩家中，随即一个普普通通的烈火斩劈砍而出。虽然无名神剑是个断剑，但是烈火斩的攻击范围却一点不短，更是由于他选择的位置是神之国众多玩家比较密集的地方，以至于这一击同时攻击了好几十名玩家。只见每个人的头顶之上都冒出了7万多点的伤害提示。不过这还不是最重要的，因为攻击后的陆天辰的头顶之上竟然飘起了一道40多万的生命值恢复，并且周身还亮起了一层白色的护盾。第78章单方面的虐杀。陆天辰这一击直接造成了500多万点的巨额伤害。至于恢复了40多万的生命值，那是因为他只损失了这么多，其余的全部都转化为护盾值了。神级天赋的强悍程度可见一斑。什么？远处的宫本武藏吩咐小弟攻击，而自己则是在后面龟缩，因为他可不想再次死亡掉级了。不过此时见到陆天辰一击直接将之前损失的生命值全都恢复满了，他的嘴巴张成了 O 型，仿佛都能放下一个鸭蛋了。而旁边的宫本纱织原本是一个沉着冷静的性子，此时也和宫本一样惊骇莫名。这华夏陈天是什么妖魔？打不了，根本打不了，这是什么伤害和生命恢复啊？宫本大人到底惹了一个什么怪物啊？此刻他们眼中的陆天辰再次由小绵羊变成了魔鬼恶魔。反应过来的众人开始四散逃走，不过陆天辰却没有放过他们的意思，召唤出2个镜像分身，与小九和小黑开启了一场单方面的虐杀。大约过去了几分钟后，虽然众多玩家四散奔逃，但是几乎都被陆天辰击杀过几次了。而由于他们都被杀破了胆，阵亡掉落的装备他们都没心思捡，只要复活便第一时间逃跑。但是由于结界的存在，他们压根跑不远。此时出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原本这个结界笼罩了100万人，还稍微有些拥挤，但是现在最中心处竟然空出了一大片空地。众多玩家都在结界的最边缘处躲避，他们竟然都想着结界破碎的第一时间便离开这个是非之地。宫本武藏和宫本纱织自然是得到了陆天辰的重点照顾，他甚至特意安排了一个镜像分身守尸。
只要他们两个复活，便第一时间灭杀。虽然只继承陆天辰80%的实力，但是分身也足够完成此项任务了。而此时扶桑城之中，梅井健太和渡边淳竟然混在了一起。梅井健太此时恭敬地对着旁边的渡边淳道：“渡边桑，咱们没有把那么重要的消息告诉宫本大人，他不会记恨我们吧？”哼！渡边淳此时轻哼了一下，随后道：“你自己打开等级排行榜看看，他现在还配叫宫本大人吗？既然没有实力和我抗衡，我还怕他个球！”梅井健太听闻此话，打开了等级排行榜。他赫然地发现，原本长期霸榜的宫本武藏和宫本纱织竟然都从排行榜上消失了。而此时陈天第一，山秒一次郎第二，渡边淳第三。他关闭装备排行榜，想到当初自己的惨状，再联想一下结界内的宫本武藏，不禁摇了摇头。宫本武藏怕是不会比自己好到哪去。而此时结界之内，在陆天辰的疯狂追杀之下，结界内的100万名玩家都已经被击杀了7、8次，等级都是骤降。当然，得到重点关照的宫本武藏和宫本纱织不出意外的等级已经调回了一级。陆天辰停在了场中央，观察着众多惶恐的神之国的玩家们，他顿感有些无聊，真的一个能打的都没有。看着地面上一地的装备，陆天辰有些头大，这得收拾到啥时候去？所有人将装备全部都堆积到场中心处，我便不再追杀你们。如果谁不照做……陆天辰话说一半没有继续说下去，而是狠厉地环视四周，周围的人则是惶恐不安。此时听到陆天辰的话，则捡起地上的装备，开始往场地中心处跑去。他们生怕速度慢了，被眼前的恶魔以为他办事不力。陆天辰看着神之国众人忙碌的身影，不由得一笑，自己还真聪明。不一会儿的功夫，地上所有的装备都被收集到场中心处，几乎堆成了一个大大的山堆。陆天辰随后顺移到成堆的装备旁边，随后取出便携分解器，开始批量分解装备。众人虽然心疼他竟然将这么多装备全部都分解为精尘，不由得一阵心疼。不过竟然没有一个人敢反抗，毕竟那么强的宫本武藏和宫本纱织都被杀回一级了，他们反抗还有个屌用。不一会儿的功夫，陆天辰将装备全部都分解完成，再次获得了大量的精尘。估计一些人的身上还有一些装备，但是陆天辰也并没有做得太过。他瞬移到宫本武藏的旁边，此时他已经被杀到双目失神，无精打采的了。宫本纱织的状态也好不到哪里去，虽然痛恨，但毕竟现实中自己能做的有限。天权中，他来扶桑的目的就是好好的教训一下小日子们。看着呆呆的二人和周围瑟瑟发抖的众玩家，陆天辰见目的达到，也就没有再继续了。他将分身和小九小黑全部收回，随后便一个闪身消失，离开了结界范围。终于结束了。一名玩家见陆天辰的离开，瘫软在地，喃喃的道。而众多玩家心中悬着的大石头终于落地了，他们看向宫本武藏和宫本纱织的状态，不由得摇了摇头。随后已经加入神之国的玩家默默地点击了退出公会。神之国被这么一闹，直接分崩离析。而陆天辰离开结界后，第一时间便返回了扶桑城，随后打开了社交栏，找到了山秒一次狼，并发去消息：速来居酒屋处找我。第79章新闻。陆天辰发送完消息便退出了，随后点了几壶清酒，便在居酒屋等待。他一边等待一边打开等级排行榜查看。除了山秒一次狼以外，都没有超过40级的了。我是不是有点太狠了？关闭了等级排行榜，陆天辰咂了咂嘴，不过没过2秒，他就不在意了。大约等了几分钟后，自己房间进来了一个人影。陆天辰侧头看去，赫然就是他叫来的山秒一次狼。陈天君，您的实力真的是太强劲了。他进来就开始大吹特吹，陆天辰直接摆了摆手，他便不再言语。废话咱就不多说，你还记得你之前的话吧？山秒一次狼听闻此话，内心不由得一紧。他当然知道陆天辰叫自己来的用意，但是眼前的这位爷连100万宫本大军都不放在眼里，更何况自己呢？陈天君，我当然记得我的承诺。他一边嘴上应和着，一边内心暗自思量。之前自己是答应过要给陆天辰重血，但是具体重到什么程度，他可拿捏不准。大出血自己也要痛一下，但是如果惹怒了这位爷，估计以后自己别想出主城了。思来想去后，他试探问道：陈天君，为了感谢你这次力挫宫本武藏，我赠与您100万稀有金尘作为报酬，如何？啪！可是他刚说完，想要看陆天辰作何反应，但是此时一声重重的拍击桌面的声音响起，陆天辰手边的那一壶酒都被震倒。山秒一次狼，我记得你之前说的，可是只要我给宫本武藏一些教训，你就有重谢。我这次可不仅仅给了他一些教训，我直接将他杀回了一级。山秒一次狼缓缓抬头，看着陆天辰那狠辣的眼神，不由得内心一颤。他心里明白，这位也肯定是不满意了。陈天君，您看多少合适？陆天辰听闻此话就乐了，随后狮子大开口：500万吧。
他也并不是真的想要500万，不过要价还是要高一点嘛。山秒一次狼内心一颤，500万稀有金尘，他们的物价和华夏服其实差不多，500万的稀有金尘可就相当于100多亿的樱花币，折合软妹币也就是5个亿。不过看着陆天辰那眼神，他很确信自己拿不出来，可能自己以后就再也没法出扶桑城了。内心正急速思索的他，脑海中突然灵光一闪，陈天君，这500万确实有点太多了，我们无法拿得出来，200万已经是我们工会的极限了。但是我这儿有一个隐藏副本的消息，或许比得上300万金尘。听他说一半，陆天辰刚想发作，但是听到后半段，陆天辰则有些异动。说来看看。见眼前的华夏陈天此时明显有些感兴趣，他也松了一口气。陈天君，我通过现实世界的关系网得知，忍蝶城最大的工会山口组，他们似乎最近发现了一个很特殊的副本，他们正在计划着攻略。而陆天辰则是双眼一眯，盯着山秒一次狼，这货还挺聪明，告诉自己别的服务器的情报不仅省了一笔钱，而且能顺利的将自己给支开到其他服务器。而且那个山口组应该也是他们在现实世界的敌对势力，他这简直是借刀杀人，一箭三雕。哼，你这如意算盘打得还挺精细，一下给我知道其他主城去对付你的对手。陆天辰冷哼出声，而山秒一次狼发现自己的计谋被陆天辰发现，也是尴尬的笑了笑。陈天君，不瞒你说，宫本武藏和山口组的山口剑吾确实都是我们集团的竞争对手，但是我也根本不敢瞒着您，他们确实在攻略一个很重要的副本，想必陈天君对付山口组也是轻而易举。说罢，看陆天辰此时并没有任何反应，随即继续道：陈天君若是肯前往忍蝶城将山口组处理掉，我现在就命人去收集金尘，保证将500万金尘全部奉上。说别的陆天辰不感兴趣，但是这500万金尘他则是来了兴趣，于是道：那你去收集吧。山秒一次郎闻言则是一喜，天拳的吸金能力相当不错，如果花费几百亿樱花币就能将2大竞争对手搞垮，自己集团的实力也会变相的增强，这钱也能很快的赚回来。所以他跟陆天辰打了声招呼便退了出去，并保证收集期的第一时间直接交易过来。陆天辰估计他想要收集齐500万的稀有金尘还需要一些时间，而神魔战场和通天塔都刷完了，刷野外副本也都是50级以下的怪物，陆天辰倒觉得有些无所事事了起来。不过这样的好处也避免了干弟们成天的干游戏。又在居酒屋中喝了一会儿酒后，陆天辰便下线了。这个时间父亲和母亲自然是都在天拳中努力升级的，他也不想打扰他们。使用神圣水晶给他们调理了一下身体后，陆天辰走到客厅，打开电视看了会儿。电视上的新闻还是以报道樱花国肆意排放污水为主，遭到了各个国家的抵制。不过一条新闻引起了他的注意，棒子国多地发生抢劫事件，犯罪分子利用未知手法将提款机打开并盗取大量金钱。报道过后便是对目击者的采访，当时我正在取钱，那人直接就挤在了我的前面，然后他就双手一插将提款机生生的撕开。对，你别不信，就是用手撕开的，那个提款机就像是一个塑料袋做的一样，一下就被撕开了一个特别大的豁口，那人就开始往背包里面装钱。逃跑的时候更加诡异，他竟然一下子就跳到了连3层楼的高度，然后在各个大楼中间跳来跳去的逃走了思密达。这名目击者说完话后，主持人很明显的并不是很感冒，觉得他或多或少的精神有点不大正常。但是电视前面的陆天辰则是一惊，如果他前几天见到这套说辞，他也不会相信，这简直就是天方夜谭。但是联想到此时自己就有着相当诡异的能力，他第一时间就反应了过来。那名目击者并不是精神不正常，棒子国有玩家达到50级，并且将超能力带入现实世界了。第80章神秘蛇窟。陆天辰拿出手机开始搜索，赫然发现此时不止棒子国，现在漂亮国、阿三国陆陆续续都有类似的事情发生。看来各个服务器都有玩家达到50级，并且通过了几层通天塔呀。陆天辰又看了会新闻，发现并没有其他消息后便关闭了电视。虽然都是通关通天塔获得特殊能力，但是通关1、2层和10几层能力应该不同吧，不知道父母靠着自己提供的装备能不能通关最高层。放下遥控器后，他的手机响了，看了眼手机，发现是周鹏打来的视频通话，于是他便接了起来。陈哥，听陆叔叔说你最近去樱花服务器了，咋样，有没有虐一虐他们？小日子太他妈气人了。陆天辰笑骂道，啥事儿？说重点。被戳穿的周鹏随后正色地说了他了解的陶小冉的情况，原来是他爸在外面欠了好几10万跑路了，现在债主天天围堵他们娘俩。随后他又隐晦地表示了有资助陶小冉的想法。周鹏本以为他会有所忌讳，但是陆天辰则无所谓地笑道，你找我爸要几件高强装备卖了就行了，小爷咱现在最不缺的就是钱，能帮咱就帮了。周鹏听闻此话顿时乐了，随后二人又聊了会儿后，陆天辰再次嘱咐他快点升级后便挂断了。看了眼时间，
距离下线已经过去了好久。陆天辰随即走回房间之中，登录游戏，果然收到了山秒一次郎的留言，随即陆天辰便联系交易。看着背包中再次多出来的500万个稀有金尘，陆天辰乐开了花，这都已经足够将一件神话装备强化到满级了。这一趟樱花服可真没白来。看了眼时间，已经快到9点了。今天使用了一次混沌时空时的服务器传送，主城传送还未使用呢。扶桑城这边也没什么事儿了，先去忍蝶城转一转吧。陆天辰如此想着，随后就取出混沌时空时，选择了主城忍蝶城，随后便开始传送。眼睛一闭一睁，他身边的景象开始变换，不过也是大差不差。陆天辰随后打开等级排行榜查看，与扶桑城不一样的是，忍蝶城的等级排行榜出现了明显的断层。只见第一名山口健吾等级达到了49级以外，排名第二的也仅有41级。看来这个山口健吾属于那种许多人把怪打残血，自己收割那种人，要不然不至于等级出现断层。陆天辰如此想着，随后打开社交栏，输入了一个叫做多景拓的 ID， 这正是山秒一次郎安插在山口组的一个间谍。通过这个人，陆天辰就可以轻松找到山口健吾的位置。好友申请发送，不一会儿多景拓就同意了好友申请，并且发送了消息过来。陈天君，山秒社长已经嘱咐过我，山口健吾正准备攻略副本了，地址就在这里。素来副本入口很隐蔽，是地上的一个黑色的石头。跟随消息一起，他发送了一个位置信息。陆天辰在地图上打好点，随后便召唤出幽影麒麟居，奔赴目的地。而此时忍蝶城外的一处隐秘的地点，此时正站着呼啦啦几十万名玩家。不出意外的，这些都是山口组的成员。最前面的位置是一个衣着法师长袍的玩家，他将装备效果开到最大，一身装备闪烁着闪亮的装备特效和强化的光环特效。这人自然就是山口组的会长山口健吾。你们都听好了，据我探查，这个副本是一个隐藏副本，咱们通关之后人人有奖励，并且根据贡献值高低还有额外的奖励。众人都齐声叫好，响声震天。走，我们进入副本。随着山口健吾的一声令下，随后一批玩家有序地触摸一个地上不起眼的黑色石头，随后在原地消失不见，进入了副本之中。队伍中一个魁梧的大汉时不时地回头看去，心里暗道：陈天君，这副本这么隐蔽，不知道你能不能找到入口啊？这名大汉自然就是山秒一次郎安插在山口组的间谍多景拓。随着后面人的催促，他也无奈进入了副本之中。触摸一次黑色石头只能将几十名玩家传送走，那速度相当慢，以至于他们的人还没进入一半，陆天辰就赶到了，躲在一棵不远处的大树上观察。看到这群人的动作，有过多个副本通关经验的陆天辰也明白，那黑色小石头就是副本的入口。他就这么观察着，没有动手，想到等所有人都进入之后，自己再偷偷进去。虽然自己可以轻松料理了这群人，但是陆天辰更喜欢的是捡漏割韭菜。观察了大约几分钟后，山口组的众人才全部进入副本之中。差不多了，陆天辰双眼一亮，随后一个瞬移便接近那黑色石头，随后进入副本之中。进入副本后，他发现原地并没有什么人，前面只有一条长长的通道，这通道上下左右的宽度几乎相同，呈现近似圆形的椭圆形，直径目测有4-5米左右。这通道倒是有些与众不同，有点类似巨蟒蛇窟一样呢。陆天辰内心嘀咕着，随后继续向前走去。片刻的功夫，陆天辰便听到了前面因为战斗发出的声音。他向前慢慢摸索而去，发现是山口组的众多玩家，此时正和几十只蛇类怪兽战斗在了一起。陆天辰使用地狱之眼查看了一下，发现这些小蛇都是60级的黑纹蛇，虽然等级占据优势，但是也架不住山口组人多势众。陆天辰发现，仅10几分钟的功夫，场中的10几只黑纹蛇便都被击毙，有3-2只掉落了装备，不过他们捡起来后都是破口大骂，估计品级是普通的没跑了。只见山口组的众人休整恢复了片刻后，继续向前走，陆天辰则在后面继续跟着，又向前前进了大约几百米的距离。刚要走出洞口之时，陆天辰听到前方有了一些骚动，随后他往前方看去，只见前方是比较宽阔的平台中心，赫然正盘踞着一只无比巨大的蛇类怪兽。这大蛇浑身紫黑色，给人一种诡异的感觉。但这还不是重点，只见这条大蛇察觉到此处的骚动，此刻缓缓抬起了巨大的蛇头往这边看来。不过这怪物竟然有8个这样硕大无比的蛇头，8对妖异无比的树眼此刻正同时盯着洞口的方向，蛇信子不停地吐出，骇人无比，全场森然。第81章八岐大蛇。骚乱过后，只见山口健吾此时竟然跪拜了下去，随后身后的众人也都齐齐地跪拜了下去。陆天辰这一波操作给他整不会了，稍微一思索，陆天辰便明了，大概他们把眼前这怪物当成他们的神兽了。陆天辰使用地狱之眼，赫然发现这 BOSS 的名字竟然真的是八岐大蛇，这或许就是服务器特殊 BOSS 吧。
100级的 BOSS， 嘿嘿。他可以使用地狱之眼查看到这 BOSS 的等级属性和技能，但是此时山口健吾等人除了名字以外，其他信息什么都不清楚。看见八岐大蛇就以为是自己国家的神兽。此时那吞吐蛇性的八岐大蛇的树眼中满是阴冷，随后身形一个暴冲，直接来到了人群之中。山口组的众人根本没有任何防备， BOSS 的攻击又异常的凌厉，仅这一个冲撞就死伤几百人。陆天辰在后面也不由得暗自啧舌。突发如此变故，山口健吾立马起身暴退，他的脸上挂满了疑惑。他不明白为什么大樱花国的神兽要攻击己方的人，不过 BOSS 又怎么会给他解释？撞击、甩尾、魔法攻击不停的释放，仅几个呼吸之间，场上众人便死伤一大片。山口健吾此时大喝出声，盾卫轮流嘲讽抗伤害，牧师治疗，其他人找机会输出。虽然同为100级的 BOSS， 但是在陆天辰看来，眼前这只八岐大蛇远没有黑龙强大，属性上就差了一大截。再加上山口组似乎特意培养了一批比较强悍的盾卫，以至于八岐大蛇虽然攻击比较高，但是就是无法将前排的盾卫秒杀。而无法秒杀盾卫的后果就是后排的一群奶妈能第一时间将其生命值补充上来。陆天辰不慌不忙的在后面看戏，因为看过 BOSS 技能的他自然知晓，八岐大蛇在生命值低于 30% 的时候会狂化，到时候在场的人没有一人可以站得住，左右他也无事可做，所以便在后方看戏。山口健吾经过最开始的损失后，便开始全力对付八岐大蛇。他也不管是不是樱花国的神兽，是不是自己的老祖宗了。虽然他们的攻击几乎都无法对 BOSS 破防，但是人数的优势还是让这 BOSS 的生命值急速的下降着。陆天辰就这么津津有味的在后面看戏，他真的很想拿一把瓜子边嗑边看他们的战斗。嘿嘿，来了，准备迎接你们老祖宗的怒火吧。话音落下，八岐大蛇的生命值终于掉到了 30% 以下。只听通通几声，仿佛心跳，又仿佛是肌肉崩裂的声音。场中心处的八岐大蛇原本就庞大的身躯，此时竟然再度暴涨。而不明所以的山口组众人仍然在乐此不疲地输出着。嗖！只听一道破空之声响起，只见八岐大蛇那巨大的蛇尾甩过来。原本因为天赋加装备，再加上牧师给套的护盾的原因，可以在前面一直扛着的几个盾卫，此时竟然被同时击中。他们就这么在众人惊讶的目光之中，化作点点白光消散了。什么？前排都被秒了？山口健吾内心一惊，他不明白原本扛得好好的前排为什么会突然暴毙。不过八岐大蛇一点不给他思考的机会，只见 BOSS 那8对幽冷的树眼中竟然同时射出幽紫色的光线。山口组的众多玩家被这紫光照射，无一例外的全部阵亡，掉落一件装备随后都快速回城了。八嘎！看着场中山口组的成员在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减少着，山口健吾破口大骂，但是他又无可奈何。八岐大蛇的攻击力相当可怖，几乎是一扫一大片，仅仅不到2分钟的功夫，包括山口健吾在内的众多玩家全部都被击杀了。至此，山口组全员阵亡。此时忍蝶城的复活泉水旁，山口健吾和众多工会成员都在这里复活，不免惹得其他势力的玩家议论纷纷。我去，咱们等级排行榜第1的山口健吾竟然阵亡了，而且这一群人估计他们工会是攻略什么大型副本失败了吧。山口健吾第1，那都是哪年的老黄历了？现在忍蝶城的等级第1可不是他。那你这个陈天是哪里冒出来的玩家？等级这么高，不可能是籍籍无名之辈啊。我说岸本君，你不看天权的官方论坛吗？现在论坛他可是个风云人物，陈天是华夏人，他掌握了穿梭服务器的办法，他可是在扶桑城搅动大风波的狠人。我有留意，貌似他将宫本武藏杀回了一级，虽说不在一个主城，但是宫本武藏貌似和山口健吾的实力相当。你要跟我说穿梭主城，我倒是可以相信，这服务器还能穿？天权如果不合并服务器的话，应该办不到吧？山口健吾一团怒火凝结胸口，他本以为可以将八岐大蛇磨死，不过万万没想到的是，残血的八岐大蛇竟然狂化，将前排都秒掉了。没有了前排在前方吸收伤害，他们直接就溃不成军了。听到周围众多玩家的议论，山口健吾一怔，陈天，我怎么没听过？也难怪，他自从发现八岐大蛇副本后，就将所有的重心全部都放在了攻略副本上，没有关注过这些。随后他打开等级排行榜查看，不过不看不知道，一看他吓了一跳，67级。山口健吾惊呼出声，后面升级有多困难他再清楚不过，虽然有着众多手下帮他杀怪，他来收割最后一击，但他也感受到了升级的缓慢。没想到这突然冒出来的陈天竟然能在开服的短短几天时间内等级领先这么多，他一定找到了快速升级的地图。正在山口健吾内心如此猜测之时，只见一道全服公告在整个樱花服的所有玩家的耳中响起。全服公告：
恭喜玩家陈天完成100级 BOSS 首杀。由于樱花服务器50级、90级 BOSS 首杀均未触发，故奖励升级叠加发放。系统奖励：声望加10000，金币加500，自由属性点加200，史诗之心 X10，本职业神话装备随机宝箱 X1。第82章史诗之心的作用。山口剑吾，刚刚他还在震惊陈天升级竟然如此之快，现在更是听到了他将100级 BOSS 都击杀了，这是什么实力？看到这全服公告的奖励，他忍不住流口水。且不说声望和金币的奖励，就那200点自由属性点，这可就是相当于升40级系统送的属性点了。那是40级，可不是4级啊。200点自由属性点要是全部加点智力，按就是400点魔法攻击的提升啊。史诗之心虽然不知道是干啥的，但是跟史诗沾边的东西能差的了吗？而且首杀100级 BOSS 竟然还有神话装备拿，身上连史诗都没有的山口剑吾此时哈喇子都快淌地上了。八嘎，这么好的奖励为什么不是我的呀？山口剑吾胸口一痛，仿佛这全服公告的奖励是他的一样。不过下一秒他就感觉也有些不对劲。这个陈天虽然等级比较高，但是想越这么多等级击杀 BOSS 也不现实啊。而且他大概率是一人击杀的 BOSS， 因为全服公告仅提到他一个人。难道？山口剑吾内心暗自分析，随后想到一种可能性。难道八岐大蛇是100级 BOSS？ 当时陈天也在副本之内，他捡了个漏。想到这种可能性，山口剑吾差点一口老血喷出来。这么好的奖励，很有可能是他的。有了这些奖励，他将再也不惧任何人，甚至能用强绝的实力将忍蝶城的众多玩家全部吸纳到自己的山口组织中。不过现在这一切都易主了，被那个阴险的华夏陈天夺了去。越想越愤怒，他发送私信给陈天，发现消息被屏蔽，添加好友也无法通过。气急败坏的山口剑吾打开公共聊天频道，连刷了好多条消息，直至禁言。而此时的陆天辰将掉落的东西全部都捡了起来。史诗之心是什么东西？一下子给了10个。陆天辰好奇之下取出查看。史诗之心，效果可成长史诗武器可用，是10星以后的重要升星材料。看完史诗之心的效果介绍，陆天辰一喜。我就说无名神剑还能升星吗？原来10星以后的星级提升要史诗之心。陆天辰翻手将史诗之心又收回背包。八岐大蛇作为100级的 BOSS， 那可是能掉落21星装备的存在。将装备拿出来查看，不过下一秒就失望了，这竟然是一个21星的传说盾牌。还行吧，属性不错，等回巨缺城给老爸用，也多少能提升一波。陆天辰没有选择开启神话宝箱，关闭了背包，内心暗道：山秒一次狼，这个情报还真不错，直接一波肥了呀！走出副本的陆天辰直接返回了忍蝶城之中，在铁匠铺那里兑换了强化所需的金城后，正欲离开。此时他注意到周围有好多玩家指指点点，议论纷纷。这不就是山口公会正在寻找的华夏陈天吗？对啊，快联系山口公会。据说山口剑吾在公共聊天频道说，只要提供陈天的准确位置，将会获得5000金币的奖励。我听说山口会长已经往这边赶来了，这下有好戏看了。果不其然，只见几道身影出现在他的面前，挡住他的去路。阁下还请稍等片刻，我们山口剑吾会长一会儿便到，他有要事相商。陆天辰眉毛一挑，看向前面的10几名 ID 都以山口组开头的玩家，有些不耐。没想到他还没主动找山口组的麻烦，他们竟然先找了上来，这不耽误自己强化装备吗？于是陆天辰道：哦，你们山口会长找我有什么事？周围早已围满了看热闹的玩家，而此时这几名玩家被陆天辰如此问责，有些不明所以。毕竟他们也不知道自家会长找这华夏玩家干嘛。不过他们是忍蝶城公认的第一大公会，此时自然不能丢了面子，于是他们拽拽的道：八嘎，我们山口会长找你，你等着就是，别问东问西的。陆天辰直接就乐了，山口组的人这么横的吗？宫本武藏被自己杀的都一个屁都蹦不出来，他们怕是不知道死字怎么写的。不过此时在主城之中，陆天辰也无法对他们造成什么实质性的伤害。虽然主城内可以发起城镇决斗，不过估计这几人也不敢同意，于是他便直接往城外走去，且并没有使用虚空游走赶路，而是慢悠悠的，以便让这几个山口组成员能跟得上。而此时那几名玩家在后面则是全速跟上，并且嘴里还骂骂咧咧的让他停下。见陆天辰并不理会他们，他们也无奈，然后给自家会长发去消息：会长，华夏陈天离开了铁匠铺，目前正往东城门赶去。而陆天辰则是一边赶路一边回头看着那几个人有没有跟得上。后面那些爱看热闹的玩家此时也费力的紧紧跟着，这速度也太慢了。陆天辰暗自吐槽，不过好在几分钟后他已经到达了东城门。走出东城门几百米的距离后，
只见山口组的那几个人此时终于跟着走出了城门处。陆天辰嘴角森然一笑，猎杀时刻到了。原本还在前面悠闲走路的陆天辰一个闪身便消失不见，后面跟着的众人都是一惊，众目睽睽之下，一个人竟然从眼前就这么消失了。嗡！然而还不等他们震惊，一道武器的嗡鸣之声响起，只见所有人的头顶都冒出了巨额的伤害提示。此时众多爱看热闹的玩家也被眼前这震撼的一幕吓得根本不敢走出城门半步，他们生怕陆天辰将他们也认作山口组的成员，然后被击杀。而山口组的众人身体开始变成点点白光，他们都震惊地看着那原本消失的华夏陈天，此刻竟然出现在他们的面前。只见陆天辰缓缓将那还缭绕着火焰的断剑收起，随后不屑地道：一群乱飞的狗，告诉你们会长，我就在东城门这里等着他。第83章，跑什么？见外了不是？东城门处吃瓜的众人无不惊骇异常。那你这华夏陈天是魔鬼吗？一个范围攻击竟然都有这么高的伤害？你是没看装备排行榜吗？自从他来咱们忍蝶城以后，装备排行榜上全都是他的装备，每一件的属性都比别人一身的装备强大。那这陈天的实力如此之强，山口组还跟他作对，所以说这下有好戏看喽。陆天辰听着众多玩家的他讨论，微微一笑，随后便在原地等待。大约过了几分钟后，只见一大群人浩浩荡荡地走了过来。只见为首的赫然就是一身夸张装备特效的忍蝶城第一法爷山口健太，而后面密密麻麻的跟着一群玩家同时出城，拥护在他的两侧。天哪，山口组的实力到底有多强？这得有大几十万成员了吧？一名看热闹的玩家惊叹道，而他旁边的玩家则讥笑出声：切，要不是山口组找人有等级限制，他们的成员恐怕早就破100万了。而且山口健太可不是一般人，他在现实世界是有着黑色背景的，他们核心成员那可都是杀人不见血，吃人不吐骨头的主。这人说完，之前的那名玩家明显的一颤，此刻他终于明白了山口组为什么会成为忍蝶城的第一大公会，而无人可以动摇了。这种情况可别被他们知道你现实世界中的身份，要不然他们现实世界中找上门，叫你再也没命玩。玩家议论纷纷，山口健太也威势逼人，但是反观陆天辰此时却云淡风轻，扛着无名神剑无所谓的盯着眼前的众人。华夏陈天，咱们长话短说，你是不是抢了我们的 BOSS 八岐大蛇？山口健太率先张口暴喝出声，而众人则是内心一惊，他们大多数都不知道此次行动所为何事，现在傻子也听出来了，想必就是他们费尽心血打残的 BOSS 被眼前这人抢了去。而再联想起刚刚那全服公告的奖励，他们不由得咽了口水，随后全部同仇敌忾的怒视陆天辰。八岐大蛇是我击杀的，但是抢 BOSS 你是不是想多了？陆天辰笑了笑，随后继续道：你们几十万的玩家不争气，全部都阵亡回城了，你说我抢 BOSS？ 我抢的哪门子 BOSS？ 说着说着，陆天辰的声音越来越冷。而听闻陆天辰如此说道，山口健太的拳头紧了紧，随后竟然笑了起来。哈哈，华夏陈天，你真是不知所谓，如果你在我樱花国，你一定看不到明天的太阳。如果你现在将刚刚获得的所有奖励都交出来，我倒是可以饶了你。山口健太似乎想要显示自己的仁慈，而此时陆天辰则是耸了耸肩，摊开手，表现出一副无所谓的样子。这无疑激怒了山口健太，他收起冷笑的神情，随后眼神转冷，挥手道：上！陆天辰自然是故技重施，根本不闪也不避。不过这一次他并未使用卷轴将他们束缚起来，一是陆天辰觉得没必要，二就是他觉得这个效果的卷轴用一次少一次，还是节省一点比较好。不出意外的，攻击到陆天辰的玩家全部快速回城了。虽然陆天辰头顶之上冒出密密麻麻的一的强制伤害，但是他还是嘴角噙笑的站在原地。损失了部分生命值后，陆天辰动了，那身影快若鬼魅，甚至众多玩家的眼睛都跟不上。仅仅在陆天辰现身攻击的一瞬间，他们可以看得到他的残影。山口健吾大惊失色，他先是震惊于这华夏万家的实力，随后感受到了极大的压力。这种感觉就连那等级看不透的八岐大蛇都未曾给予。华夏陈天是魔鬼，是比 BOSS 还要恐怖的存在。现实世界常年混迹在黑色地带的他，黑白两道的面子他都有，其手上有着不少的鲜血，但是此时在游戏中他竟然有着深深的无力感。那种感觉到并不是怕了眼前之人，而是他觉得就算他们公会的人数再翻一倍，装备再好一点，也无法与其对抗。这是他的直觉，所以他趁着陆天辰被己方玩家缠住的时候悄悄的后退。虽然他是法师，速度并不快，但是距离东城门几百米的距离也并不远。回到主城之中，
就安全了。他内心如此想着，随后掉头开始全力奔跑。噗嗤，几个呼吸之间，只见城门已经近在眼前。他忽然感觉到身体有刀剑入肉的感觉，回头望去，那恐怖的华夏陈天此时竟然出现在他的身后，缓缓地抽出武器。看你这么着急的样子，是想要快速回城吧？你跟我说，我可以帮你啊。跑什么？见外了不是？陆天辰轻笑出声。神他妈的帮我，我这不是已经快到城内了吗？八嘎！山口健太话都没说完，就变成了一点白光消散了。可怜的他距离城门仅有几步之遥。此时在东城门处围观的众人都亚麻呆住了，刚才的情况他们亲眼目睹。原本还在场中大杀四方的陆天辰，竟然瞬间出现在了山口健太的身后，随后急速地刺出一剑将其斩杀。伤害高他们可以理解，速度快也可以理解，毕竟他装备确实变态，属性堆得比较高。但是你这神出鬼没的瞬移怎么解释？如果是技能的话，为什么没冷却？想到此处，众人虽然身在主城之中，但还是下意识地往后退了退，这是本能的畏惧。而陆天辰捡起了山口健太掉落的一件装备后，便又是一个闪身消失不见。下一秒他便再次回到战场之中，追击着四散奔逃的众多山口组的成员。没有使用结界卷轴，并且陆天辰也懒得召唤镜像分身，这么多的人自然是被跑掉了一些。但是陆天辰几乎一人击杀了80%的山口组成员，这在众多玩家的内心中落下了一个阴影。这个华夏陈天太猛了，所有人的心中如此的想。看着地上散落的装备，陆天辰本想问问有没有人收这些装备，自己低价甩卖。但是想了想，山口组既然能作为忍蝶城的第一大公会，自然是有着自己的实力。这群人怕是没人敢招惹山口健太，所以召唤出2个镜像分身和小九小黑，开始捡起装备，然后分解。第84章事故。人为。由于玩家四散奔逃，地上的装备也到处都是，收集装备者实费了一些时间。山口组的玩家没有再出现，而围观的众人也没胆量上前虎口夺食。将最后一件装备分解完毕，陆天辰便一个闪身消失了。随后他来到了一个较为宽阔的无人地带，这下没有不开眼的打扰了，是时候整理收获了。八岐大蛇掉落了一个宠物蛋，探查之下可以孵化出 SS 资质的八岐大蛇，但陆天辰并没有选择孵化。一是因为他的宠物槽已经满了，没有多余的位置留给他；二是因为 SS 级资质的宠物他多多少少有些看不上。等回巨阙城之后给老妈吧。拿出卷轴发现这个卷轴是盾位可用，所以直接扔在背包中。陆天辰又取出背包中的那个最重要的道具，本职业神话装备随机宝箱。不知道这次能开出什么东西呢？毕竟虽说开出的装备必定是自己职业可佩戴的装备，但毕竟位置是随机的。陆天辰搓了搓手，不由得一阵期待，随后毫不犹豫的直接开启。只见七彩光芒闪烁，随后光芒减弱。陆天辰向着宝箱中心之处看去，当看到宝箱中安静躺着的那把浑身碧绿色的精美长剑之后，他不由得呼吸一阵急促。长剑竟然是武器！神话装备的特殊效果，陆天辰再清楚不过。神话装备根本不占用原装备的装备槽，也就是说，一个玩家最理想的装备就是一身史诗外加一身神话装备。激动地将那碧绿色的精美长剑取出，拿在手上查看，果然是20星的神话装备。忍住了激动的心情，陆天辰直接取出便携式强化台。在扶桑城，他获得了大量的稀有金尘。而除了八岐大蛇副本后，陆天辰又是第一时间在铁匠那里兑换了足够的金尘，将装备放在上面。陆天辰激动的一次次的强化，不出意外的，伴随着20次强化，装备直接就被强化到了顶级。激动的将武器拿起查看 ，Max 生命之神的恩泽，物理攻击加10000，暴击率正 15%， 暴击伤害正 30%， 额外物理攻击加30000，额外暴击率正 15%， 额外暴击伤害正 30%。被动翠绿之风法术玻璃，主动生命剥夺复苏之力。看了装备属性后，陆天辰一阵啧舌。虽然暴击属性没有任何用处，但是一件装备直接增加了4万点的物理攻击力，简直恐怖。而且 60% 的额外爆伤也相当离谱，这2个属性的提升相得益彰。而且看着装备的4个被动和2个主动技能也多少都和生命有关。就比如技能翠绿之风，便是每隔30秒受到攻击会恢复 20% 最大生命值。这对于有些神级天赋的陆天辰来说没什么太大用，但也不能否认这是一个强大的技能。而生命玻璃这个技能是剥夺单体 5% 最大生命值，恢复自身，这就相当不错了。估计再来几个百分比技能，以后 BOSS 在他面前简直就跟纸糊的一样。
满意的将神话长剑穿戴好。此时他的攻击再次提升，达到了一个恐怖的地步，并且爆伤增幅也达到了相当高的增幅数值。无敌，真寂寞啊！陆天辰感慨了一句。不过也确实如此，获得神话长剑之前，他就已经一个小菜鸟了。现在估计 SSS 级天赋的睾丸盾位也挡不住自己一次攻击的。随后他再次将史诗之心拿了出来，将史诗之心和无名神剑略微一触碰，后者便闪烁出闪亮的光芒。随后在他的探查一下，果然原本10星的无名神剑提升到了12星。好家伙，一个史诗之心可以提升2级的吗？而且不需要消耗史诗精神。陆天辰一喜，随后再次使用4个史诗之心，顺利的将无名神剑提升到了20星。不过可惜的是，20星的无名神剑虽然还没有达到满星，但是史诗之心似乎无法起到作用了。无所谓，正好剩下5个史诗之心，将无名皇冠也提升一波。将史诗之心全部用光，他的2件可升星的无名装备也全部都提升到了20星，提升相当不错。看了眼时间已经不早，而此时在游戏中又无事可做，陆天辰便直接下线了。洗了个苹果，一边坐在沙发上，一边将电视打开。只见电视正在播报一处事故，事故发生地点恰巧也在南海市。一辆卡车报废在十字路口处，车身起火，而消防车正在灭火。交通事故。陆天辰一边吃着苹果，一边这样想着。不过画面转换，接下来的画面让陆天辰一惊。只见那辆卡车的车头狠狠地凹陷下去，车门处还在流淌红色的液体。按理来说，这种伤害绝对是被什么巨大的东西砸击造成的，不过周围并没有找到什么巨型物体。看到这个画面的第一眼，陆天辰倒抽了一口凉气，但是马上他就发现了不对劲。虽然视频是在比较远的地方录制的，但是陆天辰敏锐地发现，那车头的凹陷处竟然2个脚印。没错，就是脚印。这不是交通事故，这是人为。难道是南海市也出现了超能者？超能者是陆天辰个人对于有着特殊能力的人的称呼。他第一时间便做出判断，随后记住了案发地址，随后便一个闪身出了门。虽然事故发生的地方离陆天辰的位置有些距离，但是他的速度快到不可思议，仅仅10几分钟就到达目的地。他就立在一个10几层的居民楼上，向下俯瞰观察。片刻后，果然被他发现了一丝踪迹。只见楼体外侧都有一些微不可察的破损，而那破损的形状与车头凹陷处的脚印极为相似。第85章，少侠饶命！虽说那痕迹相当微小，但是如今陆天辰的能力格外强大，不光身体素质强到可怕，甚至视觉、听觉等所有感知都异常的敏锐。他从父亲那儿知道，巨蟹城现在低调如我的等级最高，但是也还未达到50级。看着卡车内烧焦的碎肉，陆天辰摇了摇头。而且以低调如我的性子，就算他有了超凡力量，他也干不出这种事儿来。圣光城等级最高的就是咖啡加糖了，但是也没有达到50级。难道是其他主城的玩家？陆天辰这么想着，随后继续观察那细微的痕迹。跟随那痕迹，陆天辰追踪起来。不多时，他便在一个别墅区停下，因为那痕迹到这里消失不见了。看着前方那一个亮着灯的别墅，陆天辰听到了一阵阵急促的喘息声和几个女人抽泣的声音。虽然没有透视，但是他也瞬间明白里面正在发生的事情。而且陆天辰也有一种感觉，他可以感知到里面有着5个人，其中一个人的能力明显高于其他人。谁？陆天辰并没有收敛自己的气息，以至于别墅内的人也同时发现了他。只见那人暴喝出声，随后直接冲破了房顶，随后落在了别墅之上。啥玩意？这还不是中国人？听着这蹩脚的中文，陆天辰眉头一皱。你是谁？陆天辰能感受到他，他也同时可以感受到陆天辰的存在。于是他说着蹩脚的中文问道：你是棒子国人？陆天辰问道。而那人慑于不清楚陆天辰的实力，虽然疑惑，但还是回答道：没错，思密达，我是棒子国的普布城。陆天辰并没有理会他，而是看向别墅的方向。此时正有4个衣衫褴褛的女人惊慌地观察着这边的情况，她们一个个的都面容姣好，但此时脸上、脖子上多多少少都有些勒痕。看到2人在对峙着，他们仿佛抓住了救命稻草，于是想要趁乱跑开。但是自称普布城的棒子国人见此则是大怒，随后大喝出声：站住！那声音仿佛野兽怒吼一般，原本还在逃跑的几人竟然此时七窍流血，随后个个瘫软在地。哼，愚蠢的女人！普布城见自己一吼之威有如此效果，一脸得意地笑着。而陆天辰见此则是一阵愤怒，就算有了超凡之力，也不应该滥杀无辜。这样的人与畜生何异？与樱花国何异？似乎感受到了陆天辰这边的状况，
卜不成转头看着陆天辰笑道：“哟哟哟，你这是什么表情？想必你也是在天拳中获得超凡能力的玩家吧？你不觉得这种力量很不错吗？在这群普通人的眼中，我们就是神啊！”陆天辰满脸不屑，此时缓缓收敛脸上的怒气，内心不屑：“哼，狗屁的神！”而此时，卜不成说着说着，慢慢的向着陆天辰靠近，虽说满脸陶醉与笑意，但是却满是杀机。嗖！待的距离近了些，卜不成脚下猛蹬，别墅房顶瞬间被挤压出一个大坑。他以极快的速度冲向陆天辰，嘴上吼道：“神只能有我一个，你还是去死吧！”不过，陆天辰脸上的愤怒早已收敛好，脸上取而代之的是不屑。之前他还在猜测游戏中的实力和通关通天塔的层数是否会影响现实世界中的实力。看到卜不成出手，他已经将一切了然于胸，因为在他眼里，卜不成的速度太慢了。但是在普通人眼中，卜不成的速度相当不差，以雷霆之势带起呼啸的拳风，向着陆天辰轰击而去。原来是个小菜鸡，华夏的玩家果然意识太差。想到此处，他嘴角勾起一抹冷笑，内心暗道：卜不成眼看着一拳已经马上轰击到陆天辰的身体之上，事实上他已经以这招击杀了好多人了，毫无例外的，那些人都被自己轰得渣都不剩。不过下一秒他就惊了，轰！只见原本应该轰击在陆天辰胸口处的拳头，此时竟然穿透了那道身影，随后他的身体一个惯性，竟然直接撞击在了后面的墙体之上。嗨！卜不成一击没有得手，立马在废墟之中站了起来，随后恶狠狠地凝视着陆天辰。刚刚那一拳明明打到了他的身上。他看着脸上噙着笑的陆天辰，内心暗道：为什么他还安然无恙地站在那里？用此雷霆之势击杀很多人的他，没想到无往不利的招式竟然在此时失去了作用。虽然这人也是能力者，但是也不应该有这么大的差距啊！殊不知这是陆天辰移动速度过快而产生的残影。虽然疑惑，但是卜不成明显不服输。他在游戏中就是靠着这股狠劲抢了很多人的怪，实力也很快的积累起来。虽然他与好多人都结仇结怨，但是碍于他的实力强大，倒也安然无恙，以至于他是全主城第一个达到50级并且成功获得超凡能力的人。嗖！他的身影再次弹射而出，以雷霆之势向着陆天辰冲击而去。轰！朴不成一喜，这一击和之前的那一拳不一样，他明显的感觉到自己的拳头打在了实体之上。不过还不等他高兴片刻，他的表情就逐渐凝固，因为下一秒他感觉陆天辰的身体仿佛是钢铁一般。抬头看着陆天辰那淡然的表情，一阵手酸的同时，卜不成的内心一阵惊慌。不好！他的第一反应便是眼前之人根本无法力敌，所以第一时间想要后撤并且逃离此地。哼！呜呜喳喳半天，现在想跑了？陆天辰内心一阵冷哼，随后右手向前抓去。卜不成注意到了他的动作，只见那一个大手就好像是一个大网一般向他笼罩而来，但是他愕然的发现他根本没有能力躲避开来。陆天辰直接单手掐住了他的脖子，就像拎小鸡仔一样将卜不成拎起。你放开！虽然陆天辰并未用力，但是此时卜不成已经满脸通红，断断续续的说着：少侠，饶命！陆天辰看着卜不成的样子，内心犹豫了起来。他现在只要略一用力，卜不成这个获得超能力的能力者就可以轻松的被自己杀死。但是虽然眼前这人可恶至极，可是陆天辰并杀过人啊！再三犹豫之下，陆天辰的右手缓缓松了松，卜不成也如蒙大赦，掉落在了地上。嗨呀！趴在地上的卜不成剧烈的咳嗽着。多谢！卜不成一边咳嗽一边说着感谢。不过紧接着他眼神中寒光一闪，从兜里掏出一个寒光匕首，直直的朝向陆天辰的小腹刺去。你防御再高也防不住这一下。卜不成此时眼神中满是狠辣。叮！不过下一秒，伴随着一道清脆的声响，卜不成的表情就变得无比的骇然惊惧。第86章卜不成卒。因为他愕然的发现，他这刁钻无比的一次偷袭竟然成功了，精准无比的刺在了陆天辰的小腹之上。不过却没有半分利刃入肉的感觉，反而发出了一道金属碰撞的声音。虽然他也曾经拿小刀实验过，不过这样凶猛的一次，就算是他也要鲜血狂涌。我尼玛！他第一反应就是陆天辰事先在身前放置了一个钢板，随即心一横，右手一用力横扫而过。只见陆天辰的衣服此时被划破了，露出他那强壮的腹肌。卜不成这么一看，他衣服下面哪有什么钢板？不可能，都是能力者，他怎么这么强？卜不成内心只有这一个想法。此时他后悔不已，自己怎么就招惹了这么个大神？这一切都发生在电光火石之间，
但是在陆天辰的眼中，普不成的一切动作都仿佛拆解了一般。虽然他可以轻松地躲过所有的攻击，但是他就是想测试一下自己的实力到底强到什么地步。完事儿了，陆天辰淡笑道，随即再次伸出右手抓住他的头颅，然后将普不成拎了起来，问道：“你为什么会出现在华夏境内？”不过普不成的脸此时比哭都难看，支支吾吾不敢说话。陆天辰直接举起左手，随后抓住普不成的右手轻轻一扯，啊！一条右臂直接被陆天辰撕扯下来，疼得他疯狂嚎叫。不过好在这个别墅区的间距都非常远，所以也并没有人察觉。回答，在陆天辰凶狠的目光注视下，他最后一丝侥幸也被浇灭了。那个，因为我嫌弃我们棒子国的女人都是整容脸，就连身材也都是整的，所以才……陆天辰听闻此话愤怒至极，所以才来到华夏境内为非作歹。不过还是强忍着怒气问道：“你也是因为通过通天塔之后才获得了超凡能力的吗？你通关了第几层？”陆天辰问话的时候，手上的力道加重了一丝。普不成不敢犹豫，连忙道：“啊，是，大佬，我通关了第2层。”陆天辰得到想要的回答后，内心一阵冷笑。那么你可以去死了。阴冷的话语响起，普不成的内心无比慌乱和后悔。自己才刚刚获得这神一样的力量，为什么不在棒子国享受，来华夏嘚瑟什么？陆天辰之前都打算放过他了，不过他并没有珍惜，而是背后捅刀子。这种人留不得！咔嚓，一团血雾爆开，陆天辰所捏之处直接爆炸开来，红的白的都迸射向他。不过奇异的是，陆天辰的前面仿佛有一层保护罩一样，那些溅射的东西没有沾染到他的身上。右手一甩，只见一道无头身体直接被他扔在了别墅的院子之中。至此，棒子国的普不成卒。这回他是真的嫖不成了。之前陆天辰已经观察过了，附近并没有摄像头，所以他才敢如此动手。不过这毕竟是他第一次杀人，陆天辰还是感觉到一丝不适。但是很快他便调整了过来，看着地上倒地的几个女人，她们并没有死，只是被那一吼震碎了耳膜。陆天辰取出神圣水晶，顺便给他们治疗了片刻，便一个闪身离开了此地。他朝向自家的方向赶去，一边赶路他内心一边想着，还好我提前去了樱花国，以他们的尿性，如果宫本武藏有了这种能力，一定会第一时间来华夏为非作歹。华夏领土不容侵犯，这是刻在骨子里的信念。估计我回到巨阙城以后，父母也可以刷神魔大陆了。动乱将至，自身实力的强大才是最重要的。片刻后，陆天辰便回到了自己家。他跳进别墅，父母还在游戏中努力，他换了一身睡衣便回到了自己的房间之中。又在忍蝶城搅动了几番风雨后，陆天辰便休息了。翌日一早，陆天辰早早的就起床，去早点铺买了早点回来，正好父母刚下楼。父亲陆海看了眼时间，才7点钟，于是好奇地问道：“小辰，你现在起得越来越早了。”而母亲也附和道：“是啊，年轻人怎么不多睡会儿？”陆天辰内心暗道，自己现在就算是不睡觉也精神得很，睡觉也只是习惯而已。不过嘴上当然不能如此说，这不身体刚恢复，寻思晨练一下吗？父母二人看了眼他，脸上身上都没有一丝汗水，哪里有什么晨练的样子？不过却也并未说些什么。随后一家人便坐在一起吃早点。爸，今天能50级吗？饭间，陆天辰问道。而父亲和母亲则是停下了吃饭的动作，随后母亲满脸堆笑的道：“也不知道你为啥这么着急让我俩升级，不过昨天我俩为了升级可熬到了3点多钟呢。”父亲则接着道：“虽然练级点的经验比较高，我们的装备刷起怪来也相当快，但是也还没到50级。”说着说着，父亲拖了个长长的尾音，看着陆天辰好奇的样子，随即继续道：“今天中午吧，差不多就能50级了。”听父亲如此说，陆天辰暗自点了点头，随后道：“速度确实还可以。”似乎想到了什么，他继续道：“对了，巨阙城现在的等级排行如何？黄老大等人有没有继续捣乱？”父亲回答道：“黄老大他们没有再出现了，现在等级排行榜上低调如我第一。我们昨天下线的时候，他的升级已经49级的75%了，排名第2、第3的是花未落和一个叫剑阁之主的玩家，而后面则都是咱们兄弟盟的玩家了。”陆天辰暗自点头，对于兄弟盟的众人可以占据排行榜的席位他并不意外，毕竟装备好外加好的练级地点，等级再上不去就太菜了。爸，估计低调如我马上就能达到50级了，你上线后联系他，让他达到50级后先去刷一下通天塔，你也可以提供给他几件高强化装备。好的。虽然陆海不清楚陆天辰如此做的目的，但是也并未过问。叮咚，正在陆天辰想要再嘱咐什么的时候，门铃竟然在此刻响了起来。第87章，
龙族！父母同时看了眼时间，随后眉头皱起。这么早？是谁啊？陆天辰也很是疑惑。在他的感知之下，别墅门外此刻正有2个人等候着。父母刚要起身，陆天辰连忙道：“我去，你们继续吃。”走到门口，从猫眼往外看，一个身穿深色休闲服的中年人，那年龄估计和父亲差不多大，而旁边的年轻人拎着一个公文包，很明显就是一个跟班。谁啊？陆天辰问道。外面的人听到有人说话，那个年轻人停止了敲门，随后那个休闲服中年人笑道：“您好，我们冒昧到访，是想找陆天辰了解一些情况。”这下轮到陆天辰愣住了，他本以为这是父母的朋友，没想到是来找自己的。我也不认识这人啊，了解情况？了解什么情况？陆天辰内心正琢磨着。小陈，是谁啊？父亲陆海在客厅中走了出来，疑惑问道：“爸，是来找我的。”陆天辰回应了一句后，便开门走了出去。他并没有将2人引进别墅，而是与门口2人对视了一眼后，引他们往外走去。如果这2人图谋不轨，他也可以不用当着父母的面解决他们。一边走着，陆天辰一边问道：“你们是谁？想找我了解什么？”听闻此话，那名跟班在胸口处掏出一个证件，随后递给陆天辰。接过证件之后，他看了看，发现上面印有一条龙，而最底层也是华夏的地图。虽然没有一个字，但是表达的意思很明显。而那休闲服中年人此时缓缓的道：“自我介绍一下，我叫龙玄，这位叫江辰，我们都隶属于华夏一个特殊的组织——龙族。”陆天辰听闻此话，也是双眼一凝。龙族这个组织竟然真的存在，他可不止一次在和个小说中听说了这个组织，之前一直以为是假的呢。龙族没听过，找我干嘛？虽说陆天辰震惊于他们2个的身份，但是还是淡淡的道。话音落下，小跟班江辰此时从公文包中掏出几张照片，摊在手上，示意陆天辰查看。陆天辰看了照片，暗道大意了，因为这赫然就是陆天辰昨晚在事故现场站立在居民区楼顶的照片，竟然被偷拍了。江辰翻动着照片，随后下一个图片上只有一道很细微的残影，陆天辰的身影则是消失不见。陆天辰的眼神和表情看不出什么情绪。中年男子龙玄暗暗点头，随后缓缓道：“根据摄像头拍摄，棒子国普不成是昨晚十字路口卡车事故的元凶，而且视频上他的能力似乎已经超越了我们所认知，竟然一跃好几米，并且一脚的威力竟然将坚硬的卡车头直接踩得稀烂，这是一件匪夷所思的事情。”他一口气说了很多监控拍摄的事情，随后顿了顿，看了看陆天辰，仿佛想要从他的脸上看出一些蛛丝马迹来。不过让他失望的是，陆天辰的表情管理相当到位，仿佛这些事情都无他无关一样，更是对他说的话一丁点兴趣都提不起来。不过越是这样，他越好奇，也愈发肯定眼前的年轻人绝不一般。因为如果是正常的市民，听到这些消息，恐怕早就惶恐不已。于是他继续说道：“而更奇怪的是，如此强大的朴不成，竟然被发现惨死于一处别墅之中。虽然头颅都已经炸开，但是通过基因比对，这点还是可以确认的。”江辰此时很是配合的，又从他那万能口袋一样的公文包中又取出了几张照片。陆天辰一看，正是朴不成的尸体。虽然陆天辰在现场都见过了，但是为了撇清自己的嫌疑，但还是看了看照片。哦，所以龙长官，你和我说这些干什么？你怀疑这个棒子人是我杀的？看了眼照片，假装干呕了2下，陆天辰反问道，脸上露出一丝诧异的表情。陆天辰小友，你不要太紧张，朴不成的死活我们不在意，我们只是很好奇，他为什么会有这种能力。陆天辰听闻此话，用手抹了一下额头不存在的汗珠，轻出一口气。我还以为你们怀疑我杀人呢，我可是守法公民。说罢，他摆了摆手，那龙长官，没我的事儿，我就回去吃早饭了。说罢便往回走，大有一副慢走不送的样子。而龙玄一怔，没想到陆天辰会如此，于是他连忙道：“陆天辰小友，还请留步。你可知前几天的地震？他就是在地震那天发现神圣水晶可以出现在现实世界，并且治疗好自己的双腿的。”于是陆天辰听到此话，脚步顿了下，转身道：“我当然知道啊，我家震感也挺强烈的。”而龙玄拿起江辰递过来的照片，走上前来。根据我们的观察，地震源是未知的，没有任何规律。不过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是，但凡是有震感的区域，都出现了兔子杀人事件。说完后，他眼神直直地盯着陆天辰，而被如此盯着，他虽然表面强装镇定，但内心之中早已经翻起了滔天巨浪。兔子怎么可能杀人呢？那是根本不可能的事情。然而知道天权和现实世界开始融合的陆天辰却明白，天权中的兔子可与现实中的截然不同。难道那次地震是因为部分区域与天权大陆融合了？接过龙玄递过来的照片，陆天辰翻了翻，兔子长得都一样，
分辨不出到底是天算的还是现实世界的。不过几具被击杀的尸体，那死状却令人不寒而栗。龙玄见陆天辰如此淡定地翻看照片，不由内心中的猜测更加的肯定。陆天辰小友，你也是超能力者吧？龙玄直接开口说道，他想趁陆天辰专注之时，下意识地说出真相。能力者？什么能力者？不过陆天辰反应何其之快，根本不落入圈套之中。龙玄此刻气得牙痒痒，这年轻人也太滑头了。不过也不好发作，于是咬了咬牙，然后道：我们知道，你之前救人手上坐上了轮椅，现在能恢复正常，一定是发生了什么。陆天辰小友，我们没有恶意，只不过现在事态紧急，而我们了解的又很少，所以真的很需要你的帮助。包括官方人员，已经有几十人因此丧生了。听着龙玄如此情真意切地说着，陆天辰明显犹豫了一下。第88章还真是说什么来什么啊！龙玄见此情形，暗道有戏。正所谓姜还是老的辣，此时他并没有步步紧逼，说一些贪功冒进的话，而是从兜里掏出一个小记事本，随后刷刷刷的写了几笔，然后递给陆天辰。小友，我们真的很需要你的帮助，不过你也可以好好考虑一下，这是我的电话和一处有杀人兔出现的地点，如果你想通的话，可以随时联系我。陆天辰默默地接下了龙玄递过来的纸条，随后他见到他们两个，转身便走了。看着他们两个离开的身影，又回想起刚刚照片上死去的众多民众和战斗人员，陆天辰内心不由得一紧。他并不是一个冷血无情的人，要不然他也不会下意识地去救小男孩，而导致自己身陷囹圄。而同时他也是个热血方刚的华夏人，犯我华夏者，虽远必诛。这句话曾经几度让他热血沸腾，要不然他也不会因为樱花国排泄核污水的事情，直接跑到樱花府去大杀特杀。那就去看看吧。龙玄和江辰二人的身影已经在转弯处消失不见，陆天辰也终于下定了决心，将纸片放入包中，随后便回到了家中。小辰，你朋友？陆天辰一进屋，母亲便问道。这2天晨跑认识的人，他约我明天一起跑步呢。陆天辰撒了个小慌，虽然父母马上就能达到50级了，但是他想今天晚一些和他们说明情况。快点吃吧，一会儿都凉了。父母虽然狐疑，但是也并未多说什么，嘱咐了一句。而陆天辰吃了口油条，然后道：爸妈，一会儿我有事儿要出去一趟。干啥去？父母二人听闻陆天辰如此说，同时道。陆天辰一怔，回答道：没啥，就出去办点事儿。他们两个点了点头，虽然并没说什么，但是看脸上满是疑惑。母亲周平一边上楼一边小声对着父亲道：老陆啊，你说小辰是不是搞对象了？而父亲则眉毛一挑：你还真别说，我看像。陆天辰的听力何等敏锐，听到父母如此说，自己差点将嘴里的豆浆吐了出来。这都什么跟什么啊？你们儿子，我可是准备去维护华夏的和平啊。饭后，陆天辰收拾好桌子便出门了。他没有选择开车，毕竟开车太慢了。有了上次的教训，陆天辰一跃几十米高，随后脚踏空气，踩踏出音爆之声，向着目的地前进。龙玄给的地址是南海市的一处山脉，虽说距离陆天辰的住所比较远，但是陆天辰没一会儿便赶到了。随后他一边在空中快速移动，一边用自己超强的感知能力在搜寻着。不一会儿的功夫，他便在半山腰的位置察觉到了许多人的气息，应该就是那里了。陆天辰迅速赶往人员密集的区域，随后站立在最高的一个树梢之上，将气息全部屏蔽，向下俯瞰而去。只见下方有着几十个手持步枪、全副武装的战斗人员在警戒着，而他们包围的地方则有着10几只倒地的兔子。看着每只兔子的身体之上都有着密密麻麻的枪击痕迹，陆天辰嘴角微抽。但是仔细观察之下，有一些兔子的皮毛之处只有一些焦痕，可以看出被攻击过，甚至还有一些皮肉之间赫然有着半截子淡在外面。虽然现在这些兔子被解决了，但还是难以想象这些兔子皮毛的防御力有多强。看了眼武装人员的身后，则是几个被白布盖着的尸体。这兔子这么猛的吗？陆天辰也不由得一阵惊疑。不过正当陆天辰感慨之间，只见空间一阵波动，就仿佛极其炎热的天气让空气都扭曲了一样。随后变得有一只兔子出现在了众人包围圈。这只兔子与普通的兔子并没有任何区别，出现的第一时间便朝周围好奇的观望，随后跳来跳去的。预备！随着一声令下，只见那几十名全副武装的战斗人员此时同时将怀中的步枪端了起来，随后同时瞄准那突然出现的可爱兔子，射击！仅片刻的功夫，第2道命令下达，随后众人同时射击。巨大的枪声响彻整个山脉。陆天辰的眼中，子弹的飞行速度都是可见的，他就这么仔细地观察着。他惊骇地发现，当第1颗子弹正中小兔子眉心的时候，一击毙命的情况没有出现，反而那原本活泼可爱、温顺无比的小兔子，此时的眼睛一下就变得更加血红，正准备冲着攻击者冲去。
不过好在众人同时射击，终于在命中几十枪之后，他便抽搐了2下，一命呜呼了。死！陆天辰倒吸一口凉气，虽然他有信心轻松解决这小兔子，但是他还是很惊诧，天权等级最低的小兔子，来到现实世界都这么强吗？这要是再来个青菜虫、兔兔男爵、野狼王之类的，还不反了天啊！正当陆天辰内心感慨不已的时候，也不知道是不是他的嘴开了光，只见空间再次有了一丝波动，随后只见一只体型庞大绿油油的东西出现在了众人的面前，而陆天辰则是双眼瞪圆，我靠，还真是说什么来什么呀！下方众人见到这个怪物，瞬间慌了起来。这怪物的外观明显就是个毛毛虫，但是这体型，这仿佛土狗一样大小的毛毛虫是认真的吗？不过他们并不清楚这东西是否会主动攻击人，所以他们还是采取了原本的战术。预备，射击！砰砰砰！随着枪声的响起，只见几十发子弹同时攻击向场中的巨大毛毛虫。不过那些子弹攻击到巨大毛毛虫身上之后，并没有起到太大的效果，大部分都仅有子弹头嵌到了怪物的身上。而原本东张西望的毛毛虫，此刻瞬间被激怒，死！只见他屁股一扭，直接吐出一道丝网，冲着一个人攻击而来。那道丝网的速度极快，在那个人的惊恐的眼神中急速放大，而他根本无法反应过来。不过正当他以为就要被攻击到的时候，嗖！只见不知道从何处竟然飞掠而来一截树枝，将那丝网直接定在了地面之上。第89章，世外高人陆天辰。那被攻击的人眼睛都已经惊恐地闭上了，然而攻击迟迟未到，他不由得睁眼看去，只见一截半米长的树枝将那绿色虫子吐出的丝网直接定在了地面之上。什么情况？众人虽然惊奇，但不管什么原因，己方获得了片刻的喘息的机会，他们自然不会白费，所以众人齐齐向后退去，想要拉开与那绿色怪虫的距离。滋滋，绿色怪虫似乎因为自己的攻击被拦了下来而愤怒了，在原地滋滋怪叫，随后再次朝向撤退的众人而去。看似笨重的虫子速度竟然极快，只见其嗖的一下便快速地接近了一名士兵。其他人侧头看到了这个情况，但是都无力阻止。他张开了恐怖的口气，直接就冲着那人撕咬而去。那人见此竟然不再逃跑，而是转身后从腰间拿出一颗手雷，随后准备与这怪物同归于尽。噗！不过还不等他将手雷引爆，只听一道扑哧声响起，绿色怪虫那原本步枪都无法完全穿透的身体，此刻竟然直接被又一截树枝直接洞穿，随后口气中喷吐一些粘液后，摇摇晃晃地倒在地上。那人缓缓后退，将手雷再次挂在腰间，似乎有些惊魂未定。场上自然不光有战斗人员，此时负责指挥的邹凯和一众人员见此情形，则是一愣。先是丢出一截树枝阻碍了怪虫的进攻，后又是一截树枝直接穿透怪虫的身体。见到怪虫在原地蠕动了2下之后，便不再动弹了，明显是死透了。邹凯倒吸一口凉气，然后便四处观察，周围一定有人帮助他们。不过他是怎么做到的？但可惜的是，环视了一圈后，他并没有发现其他人。邹队长，我们上山的时候听到了混乱的枪声，发生什么事了？正在这时，只见一个身穿休闲服中年人和一个拎着公文包的年轻人正一边往山上爬来一边问，而这2人自然就是龙玄与江晨。他们拜别陆天辰后，就马上驱车返回，直到现在才赶到。陆天辰在树梢上看到他们2个，嘴角一翘，果然开车太慢了。见到龙玄到来，邹凯则立即敬了个礼，随后挺直腰杆汇报道：龙先生，刚刚出现了一个绿色毛虫怪物，步枪的子弹竟然无法洞穿。听了邹凯的汇报，龙玄一惊，竟然出现新的怪物了。不过邹凯说话间拖了一个长长的尾音，这并不是他故意要吊龙玄的胃口，而是他自己也相当的困惑。不过或许有高人在这里，怪物被一截树枝解决掉了，一击毙命。听了邹凯的话，龙玄一惊，高人一截树枝就能解决这么强的怪物？随后他向前走去，众人为他让出一条路。走近了，当他看到这跟一条土狗一样大小的毛毛虫后，不由得一阵倒吸冷气。泥虫子长这么大真的好吗？观察之下，绿色虫子的身上有密密麻麻几十个子弹镶嵌在其上，而最重要的是，那些子弹每一个也仅有不到1/3的部分射进了怪物的体内，很明显根本无法对其造成什么伤害。这是何等恐怖的防御力！江晨在一旁一边拍照一边感慨道。而当看到怪物脑袋下1寸的位置，他也不由得一阵惊诧，如此强大的怪物竟然被一截普普通通的树枝贯穿。龙玄观察过后直接站了起来，环视四周之后拱了拱手，感谢高人出手相助。众人都是同样疑惑的四下观望，没想到这附近真有高人。难道真的有人投掷而出的树枝能有如此威力吗？武林高手，世外高人。
太扯了吧！不过下一秒，一道身影直接出现在了他们的面前。陆天辰小友，果然是你！龙玄看清眼前突然出现的人后，则是一喜，直接迎了上去，语气重重的握了握手。他可是清楚，他们比陆天辰早出发很久，现在比自己先赶来这里，再加上刚刚瞬间出现的身影，他对陆天辰的实力又肯定了一分。叫我名字就好。陆天辰缓缓点头示意，随后道：之所以他选择现身，是因为这里的情况确实不容乐观。或许兔子还好，如果命中防御薄弱的地方，几枪就可以解决了。但是仅仅3级的青菜虫，竟然连步枪的子弹都无法破防，如果再来个野狼王，恐怕要死不少人。而且之前听龙玄的意思，貌似出现这种情况的地方还不少。如果全部都由自己来解决，那迟早分身乏术。张了张嘴，陆天辰问道：这里的怪物是什么时候发现的？龙玄听陆天辰如此询问，料想他有意想帮，所以回答道：这里的情况是2天前才发现的，当时有一名老人带着孙子上山打野味，才发现这地方有杀人兔子。随后经过我们的观察，杀人兔子仿佛是凭空出现的，所以我们就在各个出事地点安排了人手，只要兔子出现，就第一时间击毙。说着，他又看了眼地上那具大毛毛虫的尸体，随后叹了口气，继续道：唉，可是没成想，此时竟然又出现了比杀人兔更加强大的怪物。说完后，他看了眼陆天辰，后者单手托住下巴，似乎在思考着什么。龙先生，片刻后，陆天辰出声道：事情的具体原因我无法告知，但是我可以透露的是，在天拳中达到50级后，通关通天塔，现实中的自己也会得到一些提升。陆天辰说的话让龙玄一头雾水，虽然他已经告诉自己怎么获得像他那种能力，但是天拳是啥？他一心都在工作上面，并且不玩游戏，自然不清楚天拳是什么东西。而一旁的江辰则是震惊的道：天拳？你是说那个虚拟游戏天拳？陆天辰点了点头。龙玄问道：江辰，天拳是游戏？是的，天拳是最近刚推出的一款全息虚拟网游，我下班后也会玩一玩。这么一看，这巨大的毛毛虫好像是天拳中的怪物，巨型青菜虫。江辰越说越激动，随后联想到游戏中，他赫然发现这绿油油的毛虫怪物竟然与游戏中的几乎一模一样。游戏里面的怪物到现实世界了，这是多么荒诞的事情！而一旁的龙玄虽然说不玩游戏，但是他也瞬间明了，随后转头不可置信地看向陆天辰：你是说人们可以通过玩游戏拥有超能力，而游戏中的怪物也来到了现实世界？周围的邹凯等众人此时也震惊地往着陆天辰，他们都想要在陆天辰这里得到最准确的答案。而陆天辰则在众人震惊的目光中缓缓地点了点头。第90章官方的应对。这龙玄看到陆天辰点头，不由得后退了半步，不怪他有如此反应，这件事情实在是太过匪夷所思。江辰，那这个虫子在天拳中属于那种大 boss 吗？龙玄平复了一下心情后又问道。龙先生，在天拳中这怪物叫巨型青菜虫，这只是新手村3级的小怪。江辰说完后，龙玄原本平复好的心情再次不平静了。什么？步枪都无法穿透的怪物竟然只是3级的小怪？龙玄诧异的吼道，由于过于震惊，以至于他嗓子都破音了。这件事情确实不太好接受，不过事实如此。陆天辰一边缓缓得道，一边弯下腰，随即在巨型青菜虫的尸体之上取下一个步枪的子弹，随后转身朝向一个没人的方向，子弹在手中就像小时候玩的弹珠一样。陆天辰屈指一弹，嗖！他们根本看不清陆天辰的动作，但是他们顺着他的目光看去，只见陆天辰正前方的一棵大树竟然被子弹所贯穿了。有匕首吗？陆天辰问道。我这儿有。队长邹凯道，随即在腰间解下匕首递给他。陆天辰直接将匕首抽了出来，随后在众人震惊的目光中直接滑向自己的手掌。小友！龙玄吓了一跳，着急喊道。但是下一秒，包括他在内的众人就惊呆了，想象中的鲜血四溅的情形并没有出现。陆天辰随后将手掌摊开，上面别说鲜血和伤痕了，甚至一个白道都没有留下，甚至那原本锋利无比的匕首竟然有些卷刃了。这龙玄等人见此情形都震惊无比，先是徒手射出子弹，并且比步枪的威力大了不知道多少，然后又是利刃不能划破皮肤，很明显这已经颠覆了他们的认知。这是何等能力，简直无法想象。据我了解，朴不成通关了通天塔的第2层。陆天辰又淡淡的道，他提到了朴不成，也就变相的承认了朴不成是他所击杀的，但是他并不在乎，以他现在的实力，就算龙玄等人真的要抓他，也是根本不可能的事情。而龙玄等人更是不在乎，朴不成算哪门子葱，一个偷着进入华夏境内的不法分子，死了也就死了，就算击杀，那也是为民除害，
何罪之有？他们就仿佛没听到陆天辰说的普不成几个字一样。陆天辰微微一笑，随后继续道：虽然具体的原因我无法透露，但是目前来说，或许官方人员进入天泉中快速提升等级是最重要的。或许后面出现的怪物并不是巨型青菜虫这么好对付的怪物了。陆天辰话音落下，只见空间再次波动了一下，随后又有一只巨型青菜虫出现，众人连忙惊慌戒备。陆天辰压了压手，示意他们不要这么紧张，随后弯腰再次从尸体上取下一个子弹，然后屈指一弹，噗嗤，子弹直接射到他绿油油的脑袋之上，随后他便直接瘫软倒地，然后死了。陆天辰转头看向还未反应过来的众人，继续道：现在步枪已经无法解决这些怪物了，如果想要造成有效伤害，只能使用更强大的武器，而我不可能时刻的都守在这里，所以你们要快速的提升实力。陆天辰随后沉吟了一下，随后道：选择主城的时候，你们可以选巨阙城，我招呼一声，兄弟盟多多少少能提供一些帮助。而听到陆天辰这么说，龙玄则是站直身体，随后敬了个军礼，而他身后的众人也都齐齐的敬礼。陆天辰，感谢你为华夏做出的贡献。看到龙玄等人如此，他则是摆了摆手，随后便离开了。陆天辰并没有任何掩饰，直接一个闪身，原地卷起几片树叶，他便消失了。邹凯，事故地点危险等级升级，立即调用重武器守护各个怪物可能出现的地点。江晨，立即在各个部门抽调人手，安排进入天泉中快速升级，并且迅速与陆天辰所说的兄弟盟的人员接头。看着陆天辰消失的地方，龙玄迅速地下达了2个命令。而陆天辰离开之后，便往自家方向赶去。回到家之后，父母此时自然是都在游戏之中。考虑到龙族的人就算召集人手进入天泉，想要到达2级主城也需要一定的时间，所以他也并没有着急和父母说明情况。回到房间之中，便戴上头盔上线了。上线后，陆天辰自然是直接刷神魔战场。3小时奋战过后，他的等级达到了69级，距离100级又近了一点啊。随后继续挑战神魔战场，3小时没有全部消耗完，在等级达到70级的时候，他便出了神魔战场副本。70级了，通天塔自然又解锁了新的挑战层数。陆天辰花了1分钟的时间，再次挑战了通天塔的更高层。随后看了眼时间已经中午，陆天辰便下线了。果然实力又提升了一些，不知道什么时候可以通关50层啊。陆天辰感受身体中充盈的力量，不由暗想，看来爸妈还没有下线，不知道他们多久能达到50级。不过父母并未让他等多久，因为没过几分钟后，楼上的房间之中赫然响起了父亲的震惊和母亲的尖叫声，而且还响起了什么东西损坏的声音。陆天辰咧嘴一笑，看样子父母应该是达到了50级，并且通关了通天塔，获得了能力。不过看这样子，他们还没适应自己的能力啊。第91章，父母获得能力。片刻的功夫，父母制造的动静小了很多，母亲也不再发出震惊的尖叫。随后2人急匆匆的下楼，当看到陆天辰正坐在沙发嘴角噙笑之时，都急匆匆的走了过来。小辰，我俩……母亲连忙问道。父亲虽然冷静了不少，不过脸上还是有着惊奇之色。小辰，这是怎么回事？父亲说罢，便拿起在茶几上放置的一个水果刀，随后略微一用力，只见那水果刀便直接连续弯曲，被他以怪力弯曲到一个不可思议的地步。对啊，小辰，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陆天辰则是笑了笑，父母的反应与当初自己也并没有什么区别，没有正面回答他们。陆天辰问道：你们都50级了吧？达到通天塔第几层了？我通关了6层，你爸通关了5层，怎么了？母亲周平听陆天辰如此问，则是率先回答道。而父亲陆海似乎明白了什么，随后诧异的道：你总是催促我俩快点升级，还让我们50级了就尽可能的去刷通天塔，难道是……父亲还没说完，陆天辰站了起来，将父亲手中被极度弯曲的水果刀，他就那么轻轻一捋，便恢复了原样，仿佛那不是一个弯曲的金属，而是一根绳子一样。随后陆天辰更是故技重施，将水果刀朝向自己的手掌一划。啊！母亲尖叫一声，随后赶紧上前查看陆天辰的伤势。不过他终究是什么都无法找到。没错，在天泉中通关通天塔，就会在现实世界获得超人一般的能力。2人明显感觉脑袋有些懵，不过这超人一般的能力又真真切切地发生在自己的身上，容不得自己质疑。太神奇了吧！父母感受着身上涌现而出的力量，不可置信地喃喃道：爸妈，虽然原因说起来很复杂，但是天泉已经不单单是一款游戏了，不光玩家达到一定条件可以获得超能力，就连游戏中的怪物都已经开始进入到现实世界中了。而之所以让你们快点升级，是因为咱们必须在危险来临之前有一定的自保能力。父母听闻陆天辰的话一惊，随后父亲陆海问道：游戏中的怪物来到了现实世界中？陆天辰点了点头，
没错，今早就有官方组织联系到了我，我赶过去发现，虽然只是一些很普通的怪，但是确确实实有怪物开始入侵这个世界了。陆天辰说完，神情严肃，而父母此时也是一脸郑重。虽然现在处于危机之时，但是只要玩家达到50级，通关通天塔，获得超凡之力，绝对会有一些心术不正之人会滥用能力。爸，之所以让你创建工会，也有另外的一层意思，工会内人员的质量要严格把关。父亲听陆天辰如此说，也明白了其中厉害，随即重重点头应下。小陈，那被怪物入侵的地方，需不需要咱们出手帮忙？母亲在一旁问道。而陆天辰则是笑了笑道：没事的，现阶段使用一些先进的武器，还是可以将怪物解决的。而且其中缘由我也和他们说了一些，估计他们现在正组织玩家练级呢。陆天辰说罢，思考了一下，随后继续道：爸妈，这也正是我要和你们说的另外一件事情。军方人员进入游戏会联系你，而由于特殊原因，我获取装备比较轻松，回头不用的装备我统统给你，你可以适量的给予军方一些帮助。父亲听陆天辰说完后，重重的拍了一下他的肩膀：好小子，这事儿你办得对，老爸支持你。对了，樱花府那里怎么样？父亲似乎想起了什么，于是问道。而陆天辰则是不屑一笑，随后恨恨的道：等级比较高的几乎都被我虐的差不多了，个别几个就算有能力也不会对咱们华夏造成任何威胁。哈哈，好！父子畅快的大笑起来。母亲白了二人一眼，随后就进入厨房忙活了。午饭在一家人的交谈中很快的吃完了。爸妈，你们先组队去神魔大陆升级，等我回去后我带你们。陆天辰回到自己房间之前嘱咐道，随后他便回到了自己的房间之中，随后戴上头盔上线了。而此时华夏的一座豪华别墅内，一名少年看着手上那稀碎的门把手，陷入了沉思。此时地面之上有很多东西的碎屑，很明显他也找了很多其他坚硬的东西试了试，但毫无意外的，他突然出现的怪力将所有东西都能轻易捏碎。忽然间他突然想到了巨阙城最大工会兄弟盟的会长海纳百川今天特意嘱咐自己50级后要去刷通天塔，并且还给了自己一套强化15的弓箭手装备。是了，海纳百川一定知道什么。如此想着，于是他将头盔戴上，登录了游戏。海纳百川会长，通天塔到底有什么特殊的地方？你是不是知道些什么？他上线便打开社交，给海纳百川发送了消息过去。消息很快就得到了回复。父亲陆海耐心的和低调如我说了一下天权和现实世界的情况。要说陆天辰为什么要单单照顾低调如我，那可能就是多次的交易，他们的人品得到了自己的肯定吧。低调如我和海纳百川沟通完之后，内心中的疑惑也解开了。当听说现实世界也有怪物入侵之后，他并没有多少惊惧，而是充满了兴奋。少年嘛，最爱冒险。于是他赶紧对着一旁的老邱道：邱老，召集工会内20名精英成员，兄弟盟的练级场所对我们开放了，咱们去那里带兄弟们升级去。老邱则是一喜，虽然他们工会已经很努力的升级了，但还是被兄弟盟的众人甩在了身后。最明显的是，明明一早自家少爷等级还领先呢，没想到中午的时候，兄弟盟的2个人就先一步达到了50级。所以这个升级地点他们实在是眼馋不已，没想到兄弟盟此时竟然对他们工会放开了，也不知道少爷是如何争取到的。老邱正在和会内的几名精英成员发送集合消息，而此时低调如我又道：哦对了，别把我算里面，我下午要和海纳百川会长去刷神魔大陆副本。第92章野狼。老邱嘴角一撇，内心暗道：果然到50级就抛弃了我们。陆天辰交给父亲的任务便是收拢所有50级以上的玩家，所以今天剑主和花未落等马上到达50级的玩家，他都挨个沟通了。不过好在二人虽说是各大工会的会长，不过却不是很难沟通。最终二人也通过了海纳百川的考验，于是他出售了一套高强装备给他们，以保证他们可以快速的到达50级。而此时忍蝶城的陆天辰做完城内的每日任务之后，便又钻入神魔战场之中。毕竟除了一些隐藏的 BOSS 以外，外面的怪物最高等级都不超过50级。但是隐藏 BOSS 又不是大白菜，像八岐大蛇这种高等级的隐藏副本不可能到处都是，估计整个忍蝶城甚至整个服务器就这一个。在神魔战场的时间过得特别快，由于上午的时候第2次入场次数已经刷了1个小时左右，所以陆天辰12点上游戏，5点左右就将今天的神魔战场全部通关，等级更是达到了73级，经验值也很快到满了，估计明天就能80级了。陆天辰内心计算着，其实他升级已经相当不慢了。毕竟虽然神魔战场中的怪物相对来说比较多，但是又有哪个玩家有他这种杀怪速度呢？无所事事的陆天辰在公共频道没事找事，但凡冒头的人都被他以雷霆方式击杀。
直至陆天辰再发言都没人说话了，陆天辰才感到有些无聊。看了眼等级排行榜，忍蝶城被自己虐得比扶桑城还惨。扶桑城至少还保留了渡边淳和山秒一次郎，而此时忍蝶城最高等级也只有40级了。陆天辰收回思绪，无聊的他直接选择下线了。下线之后，父母仍然在线上继续奋战着，陆天辰则拨通了龙玄的电话，询问了南海市境内的几个怪物出现的地点后，便挂断了电话。一个南海市竟然就有3处，陆天辰不由得一惊，看来天权和现实世界的融合速度相当快啊！随即他便在夜色中快速穿行，他最先赶到的是白天来过的地点，这里驻守的人员也多了很多，看来华夏高层得到消息后更加重视了这边的防备。而陆天辰通过观察也发现一些小兔子出现，他们立马使用步枪队员上前解决，而但凡出现了巨型青菜虫，周围一直待命的狙击手就会出手，他们使用威力更加强大的狙击步枪，几乎几人一次射击就可以将巨型青菜虫击杀。观察了一会儿，感觉防守并没有太大的问题后，陆天辰便离开去了下一个地点观察。第二个地点是在一个村子之中，村民们自然早就被疏散了。陆天辰见到这里有着与山脉那里几乎差不多的装备和人员配置，观察了一会儿，这里也能很好的处理好出现的怪物。不过正当陆天辰正准备离开的时候，空间突然一阵波动，这一次的波动似乎比往常更加剧烈，陆天辰随即驻足观察。波动结束，只见3只野狼突然同时出现在原地。嚯！陆天辰一惊，5级的都出现了，而且一下子就是3只。不过狼是群居动物，并且在天泉中野狼的生活习性也比较密集，所以同时出现3只也就不难理解了。还有一点值得注意的是，野狼与兔子不同，它可是会主动攻击附近的玩家。野狼都出现了，野狼王不远了呀！陆天辰喃喃道。继续观察前方，只见那3只野狼出现的一瞬间似乎有些迷茫，随后观察了一下四周，发现有很多人正围住他们，于是他们便冲着周围人低吼警戒。而武装人员原本只是击杀着兔子和巨型青菜虫之类的怪物，至于这狼类的怪物，他们并没有对付过，并不清楚他们的实力究竟如何。于是他们同时看向负责下令的指挥官，而那名指挥官也是一脸懵逼，这没见过的野兽一下子就出现了3个，要是指挥失误，很有可能有严重的损失。不过看那3头野狼的状态，很明显没有兔子和青菜虫和善。于是他一咬牙，随后喝道：步枪 A 组 B 组瞄准最近的野狼，步枪 C 组 D 组瞄准靠右侧的野狼，而狙击枪准备全部瞄准最后一只野狼攻击。随着他的话音落下，原本静谧的村庄突然响起了一阵枪声，而在陆天辰的观察之下，只见场中的3只野狼同时吼叫出声。不过那只被狙击枪击火的野狼明显受了很重的伤，虽然并未直接死亡，但是在原地不停地哀嚎着，很明显快不行了。而反观那2只被步枪攻击的野狼，此时毛皮上仅仅只是有一些白色的痕迹，那是子弹留下的痕迹。陆天辰就在远处的一处地方观察着，手中打玩着石子，他并未着急出手，他想看看官方人员的临时应变能力，毕竟他不可能同时照顾太多的地方，而且他也要看看龙组的人是否能坚持到他们中培养出超能者。不过那名指挥官素质相当不错，此时间到步枪攻击的2只野狼并未受到丝毫伤害，也并未表现得太过于慌张。狙击手继续攻击，所有武装人员手雷攻击并迅速撤退。就在那名指挥官快速下达命令的同时，那2只野狼也动了。嗖！只见2只野狼的速度相当迅捷，甚至比巨型青菜虫的速度更加快。众人也仅仅只是将手雷取出来，还没有拉环。而此时狙击手更不用说了，虽然狙击步枪攻击力强大，但是此时他们根本无法做到精确瞄准。哎，还是不行啊！看这样子，如果他不出手，这一队的人全部都要死。陆天辰随后叹了口气，然后屈指一弹，只见之前手中摆弄的石子直接射了出去，那2只正欲行凶的野狼瞬间从空中落下，小腿一蹬，死了。而陆天辰又去了最后一处地点后，便直接返回了别墅之中。第93章，没什么挑战性呀。虽然辗转了3个地方，但是陆天辰的速度相当之快，以至于回到家后刚好赶上母亲做晚饭。小陈，今天剑主和花未落都达到50级了。见到陆天辰，父亲一边手比划了一个 OK 的手势，一边道，而他则清楚父亲话中的意思。父亲他们4人装备都不差，组队刷通天塔，速度还是相当不错的。随即点了点头，吃完饭又问了下周鹏等人的情况后，陆天辰便回到房间之中上线了。虽说忍蝶城并没有什么好刷的了，但是待着也是待着，陆天辰索性就找野外 BOSS 刷，路上碰到不开眼的忍蝶城的玩家自然是通通灭杀。虽然 BOSS 比较少，
并且触发的前提都是击杀一定量的普通野怪才能触发。但是经过几小时的奋战，陆天辰也击杀了不少的精英怪和野外 BOSS， 终于快12点可以前往下一主城了。陆天辰无聊的击杀野怪，此刻终于熬到了半夜12点。不过前面的地面此时轰隆轰隆的响了起来，随后一只巨大的怪物冒出头。陆天辰看向这突然出现的野外 BOSS， 随后不由得一喜，哟，还是个有几率掉落工会令牌的 BOSS。 看着眼前 BOSS 的额头处那个大大的令字，陆天辰坏笑着冲上前去，仅仅片刻的功夫便将其击杀。硕大的身体缓缓消散，随后几样东西掉落在地。陆天辰都不用看，虽然工会令牌在这种 BOSS 这儿掉落也是有着几率的，但是关于一切有关几率的事情，有着超高幸运值的陆天辰一点都不担心。他甚至都敢说，不出工会令牌，他立马吃翔。看着背包中多出来的卷轴和令牌，陆天辰满意的点了点头。每个主城的每日任务都互不相干，这个羊毛他不薅白不薅啊。于是他又将忍蝶城凌晨刷新的每日副本和每日任务全部刷了之后，他才取出混沌时空石。当然，拥有者勇者令牌的陆天辰自然可以手持令牌进入城主府，花费一些金币传送到其他主城。但是陆天辰并没有这么做，因为虽然忍蝶城没什么挑战，也很无聊，但是以他的实力，哪个主城不无聊呢？所以他也就懒得花钱了。此时混沌时空石的主城传送已经冷却好了，陆天辰没有任何犹豫，直接选择传送到桑德城。天权的玩家甘地大有人在，不管哪个服务器都一样，而且玩游戏玩到凌晨又再正常不过。此时忍蝶城中有着很多玩家都看到了从等级排行榜上消失的陆天辰。哈哈，华夏陈天终于走了。只见一名玩家在公共频道发出了消息，随后众人仿佛是被点燃了一样，你一言我一语的开始激烈的讨论着。那个魔鬼终于走了，华夏人太恐怖了，我都已经10多个小时没有长一点经验了，现在终于可以出城练级了。八嘎，他就在我身边路过，便将我击杀了。虽然我都没看到他的脸，但是那么快的速度，除了他还能有谁？嘿，我一次都没被击杀过，山口组的人都被团灭了，出去还不是找虐？虽然我没升级，但是你们都掉级了，跟我变相升级也没啥区别。哥，别说了，还是你最狗。众人似乎都在疯狂地发泄着心中的不满。陆天辰在的时候，他们被虐的都不敢说话，而他前脚刚走，他们就开始口诛笔伐。此时被陆天辰逮住击杀好几次的山口健吾看了公共频道众人的聊天后，正盯着等级排行榜看。当看到那高居榜首的华夏玩家陈天终于消失的时候，他不禁松了一口气。此时他内心都快乐开花了，这个华夏大魔王终于走了。随后他想到即将倒霉的桑德城，则是笑得更大。这是什么破城？陆天辰来到桑德城后不由得吐槽道，因为此时他看到城墙破败不堪，好像远古时期破旧的城墙建筑也都破败不堪，偌大的主城。不过过了一会儿，陆天辰便释然了，或许是每个主城的风格特色不太一样，这个主城更有点像是古代的城池。吐槽结束，陆天辰随后打开了等级排行榜，他发现桑德城的玩家并没有人叠成那么大的等级差，排名前10的无非也就是在42、3级左右。之后打开装备排行榜，也没有发现有什么出彩的地方。没有什么挑战性呀。陆天辰再次吐槽。不过以他目前的等级和实力，整个主城的人加起来都不够他塞牙缝的，想要找到一些挑战确实很难。陆天辰照例打开公共聊天频道，随后熟练的开始嘲讽3连：华夏陈天，东城门处，不服来战。不过让他错愕的是，发完消息等了3、5分钟后，原本还激烈讨论的公共聊天频道竟然没有人说话了。咦？陆天辰不由得轻疑一声，怎么没有人站出来反抗呢？剧本不对啊。随即陆天辰再次编辑消息，在公共聊天频道连发了好几条信息，不过等了片刻仍然没有人理会他，甚至都没有人出来聊天了。陆天辰不由得一阵无语，他不知道的是，他杀穿扶桑城和忍蝶城的消息早就已经传遍了樱花国的论坛。对付宫本武藏的时候还好，有着结界隔绝，没人可以录视频，而宫本武藏他们伙的人被虐得那么惨，也没有人有那闲情逸致。但是陆天辰只身灭杀山口组几10万玩家的视频，则是已经有了好几千万的播放量。无他，实在是陆天辰太猛了，一队几10万还能占据上风。而后他们又听说，这名华夏玩家陈天，只要碰到城外的人，甭管有仇没仇，只要顺便就全部击杀。华夏大魔王的称号实至名归。虽然他们之间没有互相商量，但是似乎所有人在陆天辰到达桑德城的时候，全部使用传送石回城。毕竟他们可不想自己好不容易升上来的等级这么快就掉下去。这个陆天辰果然像传闻中一样，先是挑衅激起矛盾，
然后上头的人就会出城与他决战，随后便是他的屠杀时刻。第94章，黄老大死。桑德城之中，一个一身极品装备的玩家看到陆天辰在公共聊天频道的行径，不由得内心暗想。他正是桑德城最大公会的会长，看了陆天辰的视频后，他根本无心反抗，大不了就不出去练级，总比被杀回一级强。希望这个大魔王赶紧离开樱花服。随后他转头冲着下手的一名玩家吩咐道：你去嘱咐下面刷京城的工作室和咱们会内的玩家，今天放假1天，安排一个人一直盯着，什么时候华夏陈天彻底从等级排行榜消失，咱们再上线。而此时陆天辰自然是不明白会出现这种情况到底是因为啥。桑德城也太无趣了。陆天辰不由得一阵吐槽，随后便摘下头盔下线睡觉了。翌日，他早早的就起床，然后再次巡视了3个怪物出现的地点。好在各个地点都没有出现太大的乱子，没有出现特别强大的怪物。昨天同时出现3只野狼的情况应该也是比较少的。小陈、周鹏他们和一些核心人员也达到50级了。见儿子回来，父亲对着他道。陆天辰则是一喜，暗道：我终于不用再来回跑了。核心成员无非也就是他的大学室友周鹏3人和周鹏的2个发小，再加上忠勇可嘉的小土豆等6人。他们有着陆天辰提供的强化满级的装备，那单刷能力都变态到不行。虽然原本等级落后，小土豆之前更是被击杀过一次，不过现在的等级全部都做火箭一样的提升了上来。算上自己和父母等人在内，现在巨雀城都已经有10名玩家成功成为了超凡者。别的主城有没有人做到这点还犹未可知，但是巨雀城绝对是走在最前面的一个。陆天辰满意的点头，随即问父亲：爸，以后工会的玩家达到满级后，就直接和龙组的负责人对接，让他们暂时帮忙镇守一下怪物出现的地点。父亲郑重的点了点头。一家人吃过饭，自然是直接上线继续干游戏。父亲上线后，按照陆天辰的指示，与几个核心成员沟通，他们得知此事，也很愿意帮忙驻守怪物出现的地点。好在周鹏和他的2个发小也是南海市的居民，南海市的3处地点自然是交给了他们。当然，一些兔子等小怪，他们自然不必出手，他们驻守阵地无非就是为了以防万一。大部分时间是没有人会打扰他们戴着头盔在天泉中升级的。陆天辰嘱咐好一切后，自然也回到了游戏之中。华夏陈天，东城门处，不服来战！再次挑衅3连发在公共聊天频道后，依然如同石沉大海一般，估计给他们杀破胆了。陆天辰悻悻地关闭了聊天窗口，随后无聊地开始练级。过了1天，镜像分身的冷却自然结束了。陆天辰没有任何犹豫的直接召唤镜像分身协助战斗。3个镜像分身同时加持，效率自然又提高了1分。1天的时间一晃而过，陆天辰将3次通天塔的次数全部刷完，等级终于冲破70级的束缚，达到了80级。出了神魔战场，第一件事情自然是先将通天塔刷了。嘿，离目标又近了一步。再次通关2次通天塔后，陆天辰兴奋的道：时间还早。无所事事的他刷完每日副本和每日任务后，又做起了桑德城的合格任务。随后他自然是再次刷起野怪和野外 BOSS。毕竟虽然装备星级不高，但至少可以获得不少的卷轴。而此时的巨雀城之中的一处地宫之下，一群人浩浩荡荡的前进着，而为首的正是那一脸凶相的黄老大和一身黑袍的夜宵，而后面则是龙耀天等人。不过奇怪的是，暗夜公会只来了夜宵一人，夜莺等人的赫然不在这里。夜宵，亚托斯大人真的恢复实力了吗？一边向着地宫深处走去，黄老大一边问道。夜宵的动作没有丝毫的停顿，也没有任何回应他的意思。切，屌什么？黄老大见此，心中轻啐了一口。不过一边前进，看着这阴森幽冷的环境，他不由得打了个寒战。不多时，只见前方赫然出现了一个圆形平台，众人全部走出地道，来到这圆形平台上面。圆形平台除了最中心处的一个背对着他们的巨大王座之外，便别无他物。带来了！就在众人汇聚于此的时候，一道低沉嘶哑的声音响起。黄老大等人一惊，随后注意到这声音赫然正来自于圆形场地最中心处的王座之上。众人的内心之中虽然有些不安，但也并未轻举妄动。夜宵上前一步，随后躬身：亚托斯大人，人我都带来了。话音落下，那巨大王座缓缓旋转起来。随着王座转过来，他们发现王座上方赫然有些一道漆黑的黑影，那黑影明如实质，诡异异常。这就是亚托斯大人吗？黄老大看着王座上的身影，惊骇异常，毕竟这是他第一次见到如此诡异的一幕。没错，亚托斯大人的实力马上就要恢复巅峰了。出乎意料的是，这一次夜宵并没有保持沉默，而是罕见的恢复了他。不过脸上带着的诡异笑容却让他内心咯噔一下。快恢复了就好，那我们就回去吧。他下意识地取出背包中的传送石，
准备回巨阙城，不过叶宵却拦住了他。叶宵，你这是何意？黄老大疑惑问道。不过回应他的则是一道匕首插入了他的身体之中。感谢我吧，以后你将与亚托斯大人一体，获得永生。叶宵贴着黄老大的耳朵阴恻恻地说道。你！黄老大一惊，龙耀天等人见此情形，正欲动手，不过此时王座上的幽影亚托斯则怪叫一声，随后幽影一般的身体中此时赫然伸出一只手，随后在空中用力一拽，只见黄老大的身体之中竟然有些淡淡的白色身影被撕扯而出，随后钻入了幽影亚托斯的口中。黄老大的身体此时竟然瘫软倒地，随后变成飞灰消失不见。众人一惊，顿时乱作一团，准备四散奔逃。不过原本平静的地宫之中突然开始震颤起来，哐当！随后众人赫然地发现来时的洞口突然被一道石门堵住，他们惊恐地回头，突然发现此时空中突然多出了无数的黑色仿佛幽灵一般的东西漂浮在半空之中。第95章，怎么又是这孙子？半空之中密密麻麻的黑色幽灵般的影子上有着摄人的红色光芒，给人的感觉就好像野兽盯着他们的猎物一样。众人无不惊骇异常。先是自家会长黄老大被黑袍人击杀，而且他们会长的死法与正常游戏中阵亡的方式还不太一样，感觉仿佛灵魂都被吸扯而出了一样。正在他们震惊的时候，半空中密密麻麻的幽灵怪物动了，只见他们瞬间冲入人群之中，开始肆意杀戮。黄老大一方一共有着5000多名玩家，仅几分钟的功夫，原本混乱的场面就变得安静下来。那些幽灵般的黑影随后一个接一个的返回到幽影亚托斯的身体之中，伴随着那黑影回归他的体内，每一道黑影都带回来了一个银白色光团，就仿佛人的灵魂一样。随后在夜宵的注视下，只见亚托斯那原本就黝黑凝实的躯体仿佛变得更加凝实了一些，仅仅片刻的功夫，他便将那诡异的黑雾躯体凝聚成了一个凝实的妖异成年男子模样。恭喜亚托斯大人恢复巅峰实力。夜宵此时单膝跪地恭敬地说道。虽说与他共用身体的布拉德里克也是幽影之一，但是幽影之间每差一个等级，那实力的差距都是相当大的。成年男子模样的亚托斯转头瞥了眼半跪的夜宵后淡淡的回应，随后他一个闪身便从原地消失不见。夜宵一边掏出传送石一边怪笑道，哼，陈天全盛状态的亚托斯大人势必直接攻占巨阙城，随后便激活传送石传送回了巨阙城之中。而与此同时，一道游戏提示响彻了全巨阙城玩家的脑海之中。全服公告，玩家夜宵释放了魔界幽影之六亚托斯，3分钟后幽影亚托斯将进攻巨阙城，请巨阙城的全体冒险者准备迎敌。叮！全程任务开启，请所有冒险者前往守护巨阙城。全程任务完成后将统计玩家贡献度，所有玩家根据贡献度将会获得不同程度的奖励，贡献度前10的玩家将获得丰厚的奖励。全程任务失败，巨阙城将失守，玩家如未入住绑定其他主城，阵亡后将不会在泉水处复活。叮！全程任务期间，处于巨阙城外1公里范围的玩家将获得攻击增益 buff。正在神魔战场刷怪练级的海纳百川、萍水相逢、低调如我、花未落、无极剑主和醉嚣张等人全部听到了这道提示音，不由得一惊。老陆，我没听错吧？巨阙城失守，阵亡后不会再在泉水处复活。萍水相逢此时呆呆的道，而众人也全都是如此。这是第2次触发全程任务，上一次全程任务虽说失败了会有一些惩罚，但是无非也就是全属性降低 10%， 现在直接来了个阵亡后不在泉水处复活。不在泉水处复活会在哪里复活？会不会就无法复活了？无极剑主低声喃喃道。呸呸呸！无极大叔，你瞎说什么？花未落将手中弓箭收起来，清脆了2口，他觉得无极剑主的话太不吉利了。而此时沉吟的海纳百川则正色道，看全服公告的消息，这次应该只有一个 boss 进攻，而且时间只有3分钟，先出去看看吧。众人点了点头，随即全部传送出神魔战场的副本。而巨阙城的众多玩家此时则是纷纷吐槽，马德，怎么又是这孙子？我记得上次魔界之门就是这小子打开的吧？你这么一说好像还真是啊，虽然上次的奖励很不错，但是要是没有陈天大佬，我们的城门早就守不住了。这次又来个幽影亚托斯，还让不让人活了？据我多年的经验，但凡有名字的怪物或者 NPC， 那都是不简单的呀。我听说其他主城都没触发过主城任务，咱们巨阙城咋就触发的那么频繁呢？我刚打开了等级排行榜，陈天大佬不在，我好慌啊。我看论坛上说陈天大佬好像在樱花服虐小日子呢。虽然我内心暗爽，但是我的第6感告诉我，陈天大佬不回来，我们要废废了。无法在泉水处复活，那岂不是就死翘翘了？没事兄弟们，兄弟盟的玩家会出手，
咱们只管等着拿奖励就成。众人你一言我一语的讨论着，而此时夜宵关闭了公共聊天频道，不由得一阵不屑冷笑。一群愚昧的人，亚托斯大人的实力岂是兄弟们可以匹敌的？全幅公告只提到了幽影亚托斯会来进攻巨阙城，但是却并没有说明具体在哪个城门口进攻，所以众人便商量分散着来，几乎每个城门口都守护了一些玩家。海纳百川等人也都如此计划，他们早已将各个城门口的坐标全部记录好，就算自己所在的位置不是亚托斯的进攻地点，他们也可以使用传送石快速的支援。而此时，一名扎着马尾、俏皮可爱的小女孩颠颠地从巨阙城的内城之中走了出来，看了眼背面那巨大常见的建筑物和周围的建筑风格后，不由得一阵叹为观止。哇，这就是我心心念念的巨阙城吗？果然看着比圣光城好玩多了。而这名萝莉玩家自然就是圣光城第一人咖啡加糖。从内城中走出来，很显然他花费了一些金币，通过主城传送来到了巨阙城之中。哈哈，运气真不错，一来就赶上巨阙城的主城任务。随后他冲着身后那仿佛铁塔一般的身影摆了摆手。陈天大哥在巨阙城虐小日子呢，这个巨阙城就让我来照顾一下吧。走，毁灭者阿图姆，让我们去会一会这个什么幽影亚托斯。被他叫做毁灭者阿图姆的身影跟随着他向着西城门缓缓走去。而此时东城门处，一名妖异的男子瞬间出现，这人自然是恢复了巅峰实力的幽影之六亚托斯。看着东城门处密密麻麻的众多玩家，亚托斯嘴角不屑一笑，呵呵，以为人多就能抵御住我吗？冷笑缓缓收敛，随后他的脸上布满了狠辣。脚下的树叶无风自动，亚托斯身上的衣袍也鼓荡开来。呼！随后他张嘴一吐，一大团黑影缓缓吐出。那团黑影在空中缓缓凝聚，随后变成了一道身高近100米的巨大黑影。呵呵，先好好玩玩吧。幽影亚托斯吐出黑影之后，变换出了一个王座，随即他安然地坐在上面，看着众多玩家惊恐的表情，内心享受无比。全程任务已开启，幽影亚托斯开始进攻。而此时，又一道游戏提示音响彻了全体巨阙城玩家的脑海之中。第96章巨阙城最强盾位。经过众人的商议，海纳百川和萍水相逢来到了东城门。而此时，海纳百川见到东城门出现的这一道高约100米的巨大黑影后，不由得一惊，随后便果断地给周鹏等守护在其他城门处的玩家发去消息：怪物出现在东城门，速来！工会的玩家当然也被他分为4波驻守在4个城门那里。他又在公共聊天频道中发送了消息后，便关闭了社交栏。好！海纳百川刚刚发送完消息，只见那巨大黑色影子便一声怒吼，随后他使用真视之眼查看他的属性：亚托斯幻影，等级未知。不出意外的，各种属性全部无法看得到，但是他得到一条很有用的消息：幻影是什么鬼？难道这不是幽影亚托斯的本体？他不由得一阵惊愕，随后四下张望。当看到东城门外面一个宽阔的地面之上有着一个王座，而王座上面正斜靠着一个妖异的男子，难道是他？海纳百川不由得倒吸一口凉气，因为他从那妖异男子身上感受到了极其强大的威胁，随后使用了真视之眼，才确定那就是幽影亚托斯的本体。众多巨阙城的玩家此时见到那巨大的身影，也都心惊不已，有一种猛叫看着都猛。于是就出现了一个现象，虽说玩家都被分散了，但是东城门也有着大几百万的玩家，此时竟然没有一人敢上前。好！那巨大黑影似乎脾气并不好，不等他们先手攻击，他便冲了上来。虽然身形巨大无比，不过好在速度并不是那么离谱，但是那也要看和谁比，普通玩家还是比之不足。黑影向前蔓延而去，众人惊恐躲闪，不过一些跑得比较慢的玩家瞬间全部都卷入了黑雾之中。那黑雾仿佛有毒一样，在他们头顶不停地跳出4000点左右的伤害。要知道，这样的伤害就算是一个满血的玩家，可能也只能在里面待个1-2秒，至于脆皮玩家就更少了。原地几道白光闪现，海纳百川侧头望去，只见出现的赫然是周鹏等人，他们自然也第一时间发现了这个情况，也都是骇然无比。而此时，那第一批被黑雾裹入其中的玩家已经全部都阵亡了，整个过程无非也就是几秒钟而已。看着面前众人变成点点白光消散，他们无疑又是一阵惊诧，这 BOSS 似乎有点太强了，我来扛。见到此时巨阙城的玩家士气低迷，海纳百川率先挺身而出，随后直冲那亚托斯幻影而去。只见海纳百川一瞬间便冲入黑雾之中，不过那原本仿佛剧毒腐蚀玩家的超高伤害却并没有出现。不过即使如此，他的头顶之上也不停地冒出1000多点的伤害提示，这自然都是因为他超高装备强化带来的双防提升，而且他的天赋减伤50%也提供了莫大的助力。
以至于灼烧别人的4000多点，伤害到他这里也仅剩1000多点。还好我血厚，能抗住。海纳百川暗自嘀咕，随即快速接近亚托斯幻影。看，那是兄弟盟的会长海纳百川，他能在黑雾之中坚持。早就听闻海纳百川是巨阙城第1盾位，这也太强了。看，咱们的会长上去抗伤害了，奶爸奶妈们给我们套个盾，兄弟们上！榜样的力量还是相当强大的。只见众人原本低迷的士气此时竟然变得高涨起来，一个个开始悍不畏死地冲入黑雾之中。但是他们的情况明显不如海纳百川，他们在里面坚持的相当吃力。不过至少有一些近战玩家在各种条件的加持之下还是可以勉强做到的，毕竟后排的奶爸奶妈们也不是吃素的，毕竟辅助者也要想提高贡献度，只能看护盾量和奶量的数据。周围的弓箭手和魔法师们也没有闲着，开始同时攻击亚托斯幻影。不过这巨大黑影的防御似乎相当不俗，他们的攻击都无法对其破防。只见亚托斯幻影的头顶之上开始飘着一的伤害提示。不过人多力量大的意义就在于此，此时东城门聚集的玩家足有3000万人，其中输出条件最好的魔法师和弓箭手族有约莫40%，那也就是1000万人。也就是说，亚托斯幻影每次受到的攻击也足有1000多万。这也是为什么好多人即使实力很强，也要组织起强大工会的原因。毕竟人多力量大，众人团结一起就可以做到单人无法做到的事情。当然了，陆天辰除外。虽然不清楚 BOSS 的血量具体多少，不过这一次攻击1000万的掉血量也让众多玩家兴奋不已。这 BOSS 也没什么好怕的嘛。最后排正输出着的一名玩家此时一边攻击一边和旁边的玩家闲聊。这还不可怕呀？你没看到黑雾中的海纳百川吗？要不是有他在前面抗，我们哪有这么好的输出条件？那人见自己被反驳倒也不恼。也确实，估计这次击杀 BOSS， 兄弟盟的海纳百川会长的贡献度会相当高啊。随后他的目光偏移，看向兄弟盟的其他玩家，每次攻击都能打出不俗的伤害，并不是像他们一样只能打强制伤害。不由得一叹，估计兄弟盟的其他玩家贡献值也不低啊。而此时听到他这么说，最先反驳他的玩家也是悠悠一叹，你还想跟兄弟盟的几个精英玩家比？还是抓紧时间多打出几点伤害吧。而此时王座之上的亚托斯看着海纳百川的身影，则是眼中寒光一闪，随后嘴角微微一翘，你们未免高兴得太早了。第97章激烈的战斗。亚托斯冷笑后，脸上便挂上一层寒霜，随后嘴中轻斥，幻影血洗。随着他的话音落下，只见那亚托斯幻影张开双手，就在众人惊愕的注视之下，亚托斯幻影的胸口开始迅速的鼓胀，那鼓胀的速度极快。随后众人愕然的发现，他的胸口处竟然裂了开来，然后就是密密麻麻的黑影从亚托斯的胸口处飞了出来。我去，这是啥？看得我密集恐惧症都犯了。一名玩家一阵恶寒，不由得吐槽道，看，那黑影飞近了，好像是乌鸦。就是乌鸦，它朝我们这边飞过来了。另外一名玩家回复道，但是那漆黑的乌鸦黑影此时赫然冲着他们飞掠而来。我靠，攻击攻击，赶快攻击。最开始的那人见到有几只乌鸦明显是冲着他飞了过来，于是放弃了攻击亚托斯幻影，转而一个魔法球向着乌鸦砸了过来。他的装备并不是很强，但是他赫然发现那乌鸦的头顶之上竟然飘出了500多点的魔法伤害，随即他不由得一喜，哈，用这个乌鸦刷贡献度不错呀。随即他再次准备攻击，不过那乌鸦速度一点不慢，此时已经到了他的近前了。法师的敏捷本就低，再加上他的装备又不是很强，所以他此时有心躲避也无法做出行动。一只小黑乌鸦应该问题不大，见此时避无可避，所以他也发狠，索性就不再躲闪，顷刻间又是一道火球术发动而出，直接打在了乌鸦的身体之上，又是500多点的伤害飘出。他点了点头，相当满意。下一秒，那急速飞行的乌鸦也终于俯冲了过来，直接笔直地着在了他的肩膀之上。不过他此时看着自己损失了2000多点的生命值，不由得一阵惊恐。这么多的乌鸦，每个乌鸦都有这么高的攻击力。看着损失的大量生命值，他也不得不谨慎对待。周围的玩家被攻击之后，也全部都放下了小觑的心思，随后围在一起，准备随时攻击袭击而来的黑色乌鸦。而此时海纳百川这边，原本高近100米的亚托斯幻影，由于释放了大量的黑色乌鸦，身形也像漏气的皮球一般开始急速缩小，直至将所有乌鸦全部释放出去，他的身影才停止缩小。不过那也足有50多米的高度，在众人的眼中仍然是如同巨人一般的存在。但是这还不是最主要的，离得最近的海纳百川愕然地发现，亚托斯的头顶一直飘着绿色的恢复提示，他此时竟然在回血，而且那回血的绿色提示跳动得快极了，是那些黑色乌鸦。周鹏作为战士自然冲在最前排，
此时他也察觉到了异常。该死！海纳百川暗骂一声，原以为这一个 BOSS 只要他扛住了便可以轻松击杀，但是现在的情况相当棘手。他又看了眼远处那坐在王座上的妖异青年，内心不由得一颤。亚托斯的本体又会有着什么样的实力？内心虽然惊惧不已，但是此时并不是他犹豫的时候。暂时放弃攻击亚托斯幻影，先将暗夜乌鸦解决，他们的攻击会回血。海纳百川一个顿击，随后大喝出声。场中此时已经混乱不堪，已经有一批玩家被成片的暗夜乌鸦啄死，直接快速回城了。不过众人听到海纳百川的话，却同时一惊。马德，咱们一点伤害打下来的生命值，可不能让他恢复过来。人群之中不知道谁吼了一声，嗓门大得很。随后众人都从最开始的慌乱中清醒了过来，开始有秩序的开始对付暗夜乌鸦。不过那些乌鸦也并不是软柿子，虽然玩家打他们都可以破防，但是他们的攻击更加凌厉。场上一小股的玩家此时竟然有了配合，盾位在外抵御，奶妈加血，而中间则是输出职业对突袭而来的乌鸦打伤害。不过虽然众人反应相当不慢，并且有了很好的应对策略，但是玩家似乎仍然有点被压着打的意思，并且那亚托斯幻影的生命回复也一直在持续着。靠！照这么下去，一会儿他恢复满了个屁的！一记烈火斩挥出，小土豆骂骂咧咧的道。众人也都是忧心忡忡的。战士的烈火斩虽然可以起到一些静疗效果，但是可惜的是无法叠加。他们有着陆天辰提供的高强装备，输出自然是相当不错，即使怪物的双防比较高，也可以打出可观的伤害。但是怪物的回血也太变态了，每一只乌鸦的攻击都能恢复大量的生命值，而且那密密麻麻的乌鸦看样子并不比在场的玩家少多少。我吸引亚托斯幻影的伤害，你们全力出手，先解决乌鸦。海纳百川冲着低调如我等人说完之后，便使用嘲讽技能将亚托斯幻影拖住。众人随后点头示意，开始冲入人群之中攻击乌鸦。嗖！只见一道箭雨精准地射到了一只暗夜乌鸦的嘴中，随后箭雨穿透而出，又将另外一只暗夜乌鸦射穿。低调如我的装备是海纳百川提供的，虽然一身装备只是加15的，但是 50% 的暴击率外加装备提供的暴击率，这使得他几乎每次攻击都能触发暴击。释放技能后，更是将一个路径上的2只暗夜乌鸦全部击杀。花未落自然也在卖力地发动着攻击，而周鹏、小土豆等人都身披强化满级的装备，更是所向披靡。但是他们攻击暗夜乌鸦的弊端也比较明显，那就是他们只能击杀一定高度内的怪物，而萍水相逢等一众魔法师和弓箭手则担任起了最主要的输出工作。虽然他们在一刻不停地击杀着暗夜乌鸦，不过那数量毕竟太多了，他们几人的努力仍然还是见效甚微。有没有什么好的解决办法呢？举着圆盾正硬抗亚托斯幻影攻击的海纳百川此时暗暗思量着。此时他一人承受了亚托斯幻影的全部攻击，你想群攻的伤害都那么高了，单体伤害又得离谱到什么程度？但凡换一个人，那也无法扛住片刻。就算以他的属性，也要配合一些牧师才能金枪不倒。好！正在场上众人交战正酣的时候，一道怪物的吼叫声响了起来。马德，又来怪物了！海纳百川的心不由得提到了嗓子眼。他挡下亚托斯幻影的攻击，随后边后撤，便循声望去。那声音从东城门响起，随后大地响起一阵轰隆之声，众人抵挡攻击之余，也回头望去。烟雾散去，首当其冲的就是一个巨大的迅猛龙的身影冲了出来。第98章献祭流召唤师。在一些玩家的注视之下，除了迅猛龙外，又出现了一个高大威猛的身影，在急速奔腾着，旁边有着3头凶悍无匹的野狼，再然后就是手持金弩的哥布林。这明显就是一群怪物的组合，着实吓坏了众人。现在的战斗可以维持一个相对微妙的平衡，他们已经很知足了。他们可没有太多的战斗力可以去解决这些看着比较猛的怪物了。真是怕什么来什么。周鹏一剑斩落了一只暗夜乌鸦，随后嘴中嘀咕了一下，随后他双腿一蹬，准备迎上去攻击那只迅猛龙。不过待的距离近了，他愕然地发现迅猛龙的背上竟然还坐着一个人。啥？迅猛龙的背上怎么还有个小女孩？他止住了身形。咖啡加糖，这是哪里冒出来的人物？看了眼小女孩的 ID， 周鹏喃喃道。而此时怪物组合在众人的目光中赫然冲入了战场。不过让他们诧异的是，那迅猛龙等怪物并没有攻击玩家，而是与暗夜乌鸦缠斗在了一起。这是啥子情况？一名玩家疑惑出声。你傻呀，没看到那迅猛龙背上还有个小萝莉呢吗？虽然没见过，但是肯定是个玩家啊。一旁的玩家吐槽。我当然知道这是玩家，我又不瞎。可是为啥他能让怪物听他指挥啊？那人说罢，似乎想到了什么，与刚才吐槽的玩家对视了一眼，随后震惊得道：我靠，这是隐藏职业！
陆海此时见到来的人后，他长出一口气。虽然没见过咖啡加糖，但是吃饭的时候他听陆天辰讲过在圣光城的事情，所以他自然知道咖啡加糖的一些简单事情，包括他是圣光城第一人，包括隐藏职业召唤师的身份。哼，本小姐竟然走错城门了，害得我浪费了时间。他小嘴一鼓，将气全部撒在了怪物的身上，给我狠狠地揍他们。咖啡加糖不愧为隐藏职业，只见这几只怪物就好像是一个小团队一样，战斗力不容小觑。各个怪物的攻击都相当不俗，尤其是那个高大仿佛铁塔一般的身影，缠绕锁链的双拳仿佛有着千斤之力，几乎几拳就能锤死一只暗夜乌鸦。这啥职业？挺猛啊！周鹏凑到了咖啡加糖的身前，一边击杀着暗夜乌鸦，一边好奇地问道。而此时正骑在迅猛龙身上的咖啡加糖则斜看了他一眼，暗道这巨雀城猛人都这么多吗？这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竟然有这么高的攻击力。随后他不答反问道：你这身装备强化多少的？周鹏被问了一懵，没想到自己的疑惑没有得到解答，此时他竟然问自己问题。他并不是很高调，所以装备的特效也并没有打开，但是那超高的伤害还是证实着他的装备绝对是极品。所谓无形装臂最为致命，他要的就是这个效果。再次一个帅气利落的斩击解决一只暗夜乌鸦，他淡笑道：高到你想不到。咖啡加糖不由得撇了撇嘴，暗道这人好油腻，随后嗤笑一声：切你！周鹏被噎了个够呛，但是此时战斗正焦灼着呢，他也没工夫扯淡，而是拉开了一些距离，继续击杀着乌鸦。咖啡加糖坐在迅猛龙的背上分析着局势，看着一个叫做海纳百川的玩家此时一人抗住怪物的攻击，而众多玩家都在击杀着暗夜乌鸦。先是疑惑了一瞬，当看到那巨大黑影头上的恢复效果后，他也瞬间明了，原来如此简单。于是他乘坐着迅猛龙穿越人群，来到了亚托斯幻影的附近。不过似乎察觉到黑雾有些诡异，所以他停在了黑雾的边缘处。元素石！随着他一声轻斥，只见咖啡加糖的脚底下亮起了一个魔法阵，而周围则又亮起了4个小一点的魔法阵。随后有着4道身体颜色各异的怪物便被他召唤了出来。那怪物有着4种颜色：幽紫色、冰蓝色、火红色、暗黑色，分别对应着雷、冰、火、暗4种元素属性。随着4个元素使召唤而出，咖啡加糖对着亚托斯的方向再次轻喝出声：元素石！献祭！随着他的话音落下，4个刚刚召唤而出的元素石便直接化作4道纯粹的元素能量，直接向着亚托斯幻影而去，随后一瞬间便没入了他的身体之内。只见亚托斯幻影的头上赫然飘出了1道1万点的白色真实伤害提示。正在观察着这边的众人不由得一阵失望，这又魔法阵又献祭的，还以为能起多大效果。一名玩家吐槽道。不过他话还没说完，只见亚托斯的头顶之上突然多出了4个元素标记。查探之下才发现，亚托斯赫然被附加了负面状态，而那黑色的状态便是静疗 50%， 持续时间30秒。众人见此都是一喜，这要是再加上战士烈火斩的 20% 静疗，那就是 70% 的静疗了。虽然时间不长，但是30秒可以做很多事情了，那将会起到一个出其不意的效果。在保证自身队伍安全的情况下，全力输出亚托斯幻影。海纳百川此时也是一喜，随即张口喝道。周鹏此时也瞬间来到 BOSS 的脚下，随即一道烈火斩劈出， 50% 的静疗瞬间变为了 70% 静疗。之前兄弟盟的玩家帮忙击杀暗夜乌鸦，他们的压力已经不大了。此时听到海纳百川的指挥，一个个都开始攻击亚托斯幻影。他们相信，只要那个巨大的黑影被击败，从其胸膛处飞出来的乌鸦也会不攻自破。随着所有华夏城玩家的齐心协力，暗夜乌鸦带来的生命回复明显无法赶得上它急速下降的生命值。而见此情形，众多玩家则是振奋不已，至少他们此刻是可以看得到希望的。咔嚓！轰！此时坐在王座上的亚托斯见此情形，噌的一下站了起来，随后将那王座直接轰击成了粉末。本以为幻影就能解决你们，没想到你们还有一些战斗力。亚托斯喃喃自语，随后伸出右手朝向战场之中。众人此时战斗正酣，不过眼前这亚托斯幽影就仿佛泄了气的皮球，攻击着众人的暗夜乌鸦也都一只只的消散，变成一道道黑影往后消散而去。片刻后，黑雾完全消散，而众人看向那黑雾原本的位置，此时正站立着一名妖异的男子。第99章，跟这样的 BOSS 战斗真的有胜算吗？众人使用真视之眼查看，自然发现了这就是亚托斯的本体。虽然玩家们齐心协力压制住了亚托斯幻影，但是他们也清楚本体的实力肯定会更加强大，所以每个人都严阵以待。海纳百川看着眼前这充满威胁的亚托斯，往后靠了靠，小声对低调如我道：“我的移动速度比较慢，
一会儿让你们工会法师先放控制技能，我上去嘲讽抗伤害，你们抓紧输出。低调如我听海纳百川如此说，点头同意。商量完战术后，海纳百川便瞬间冲了出去，而众人见此情形，则准备出手。法师则释放控制技能朝向亚托斯砸去。呵呵，亚托斯见众人如此，则是一脸冷笑。就在一个寒冰法术正要攻击到他的身上之时，只见亚托斯的身影一闪消失在了原地，而那道魔法攻击则落了个空，攻击在残影处，随后炸裂开。不光这一道攻击，其他的所有攻击全部都打了个空。众人无不惊骇异常，这 BOSS 怎么这么快的速度？而此时正往前奔袭的海纳百川，此时也是一怔，亚托斯的速度太快了，瞬间消失了踪影。于是他停在原地，和其他玩家一样在四处寻找。你在找我？一道阴恻恻的声音突然在海纳百川的背后响起，他先是一惊，随后他抡起圆盾，正欲转身攻击。噗！一道声音响起，他骇然地看到亚托斯的手掌呈掌刀的姿势，直接攻击在了自己的身上。随后在众人惊愕的目光中，海纳百川的头顶之上赫然飘起了将近7万点的巨额魔法伤害。我操，这是什么伤害？人群中一名玩家惊恐的尖叫出声，他差点快被这道伤害吓得跳了起来。而此时低调如我周鹏等人都是震惊异常，只有他们清楚海纳百川的强悍，有着 SSS 级的天赋 50% 的减伤加持，注定他比任何人都能抗。再加上陆天辰提供的高强装备，生命值和双防等属性都相当逆天。可即使如此，亚托斯这一次攻击竟然也打出了将近7万点的伤害。要知道，如果没有减伤天赋，这一下子打到其他人的身上，那至少是14、15万的伤害。这还是简简单单的一次掌刀攻击，并没有使用技能、魔法之类的。海纳百川此时无疑是最震惊的那一个，一身极品装备并且全体质加点的他，最大生命值也无非只有81700多点。但凡这 BOSS 的攻击暴击了，那么他肯定就快速回城了。海纳百川急速撤退，后排的奶爸奶妈在努力的治疗，远程职业也攻击出手，不过被他闪身轻松躲掉。而亚托斯看着后撤的海纳百川，似乎是来了一丝兴趣。哦，你的实力不错。亚托斯喃喃地说着，随后一个闪身就来到了急速后撤的海纳百川身边。海纳百川亲眼看到亚托斯瞬闪来到身边，虽然他极力的准备闪身，但是奈何这一切都发生在电光火石之间，根本无法闪避。死！亚托斯狰狞一笑，随后手中赫然燃烧起黑色的火焰，随后直接冲着海纳百川的胸口砸去。轰！后者被这一道攻击直接砸落在了地面之上，并且地面都凹陷了下去。随后众多玩家赫然发现，海纳百川的头顶之上赫然又再次飘出了一道将近10万点的伤害提示。要知道，打在他身上的10万点伤害可是减免了 50% 之后的效果，也就是说，亚托斯的这一次攻击伤害足有20万点的伤害，速度快到能躲技能，攻击又高到号称巨阙城最强盾位都扛不住，这还怎么玩？众人无不内心战栗，有点超纲了呀！跟这样的 BOSS 战斗真的有胜算吗？烟尘散去，亚托斯脚下的深坑中空无一人。不过正当众人感慨海纳百川这个最强盾位都扛不住的时候，只见一个虚无光团突然出现，随后继续向后飘去，随后在众人震撼的目光中缓缓地变换成海纳百川的模样。众人见此无不惊喜异常，而亚托斯的脸色则是黑了下来。虽然陆天辰给他一身装备都是比较高星级的装备，但是项链位置他一直佩戴着亡灵女皇的虚无项链，生命值低于 20% 将触发虚无状态，无他，就因为这保命技能太强了。不过装备技能也是有冷却时间的，不能一直无敌。众人虽惊喜于海纳百川能承受2次超高攻击而不死，但是所有人还是高兴不起来，因为他们的攻击根本无法打到 BOSS。 冰霜之处。正在所有玩家都一筹莫展的时候，只见一道轻斥声音响了起来，回头望去，赫然是一身魔法长袍的萍水相逢出手了。随后在众人震惊的目光中，只见亚托斯站立的地面气温骤降，随后地面上开始凝结无数的冰晶，一直向上延伸，仿佛无数个寒冰触手一般，急速地向亚托斯抓去。冰晶凝结的范围相当之大，直径足有400-500米的距离。亚托斯见此情形冷哼一声，随即准备逃脱控制范围。不过此时他发现他的移动速度竟然降低了 50% 左右。所谓的瞬移无非也就是移动速度比较快而已，他此时移动速度腰斩，在众人的眼中也就没有了瞬移的感觉。人群中一些人不乏游戏高手，他们全部都注意到了此时的情况，随即齐齐出手，各种控制技能丢出。虽然大部分的技能全部落空，被亚托斯躲避开去，但是终于有着一个寒冰法球射在了他的身体之上。随后他的双脚还是凝结冰霜，移动速度再次降低了不少。 BOSS 被控，此时不攻击更待何时？虽然大部分近战玩家不敢上前，但是法师和弓箭手的伤害也不容小觑，
毕竟人数在那儿摆着。他们的普攻和技能开始疯狂倾泻，而场地中央的亚托斯脸色已经阴寒到了极点。先是2次全力出手解决不了一个盾位，现在更是被控制住了。还有比这更憋屈的吗？咔嚓！正在他被疯狂集火的时候，只见那原本妖异的亚托斯此时竟然直接挣脱了脚下那冰霜控制，他的身体开始慢慢的变大，看着诡异无比，那感觉就好像亚托斯幻影释放暗夜乌鸦一样。砰！亚托斯的身体突然被撑爆了，但是从其体内出来的并不是暗夜乌鸦，而是一团诡异的黑雾。第100章最高战力集体阵亡，这或许就是他的本体了。看着半空中漂浮着的黑影，众人都喃喃的道。不过亚托斯并不准备给众人惊叹的时间，只见那黑影中突然射出了几百条漆黑的锁链。轰！那锁链的速度极快，瞬间插入了玩家所在的位置。只要被攻击到的位置，众多玩家都发出惨嚎声，随后或被击飞或被穿透的玩家身上无一不冒出了5万点左右的魔法伤害。而此时东城门处的一个隐蔽的角落，叶宵此时正带领着他工会的成员们再次看戏。嘿嘿，亚托斯大人都施展本体了，就算是那个陈天来了也要饮恨。随后桀的怪笑起来。而此时战场之中，亚托斯一刻不停地对着玩家攻击着，而玩家则慌忙地躲避着。而亚托斯似乎是嫌这样击杀玩家太慢，随后使出了和幻影一样的招数。只见他周身散发起了诡异的黑雾，不过与亚托斯幻影的黑雾不同的是，那黑雾的腐蚀攻击竟然达到了每秒2万点。普通玩家不管是谁，那基本就是沾之即死，就算装备好一些的玩家，无非多坚持1秒也要挂掉。众人惊恐之下根本无心战斗，许多玩家阵亡之后都不敢出城了，而一些玩家也直接不战而逃，向着主城之内跑去。见此情形，海纳百川等人都是着急不已，但又无可奈何，这简直就是一场单方面的屠杀。海纳百川等兄弟盟的成员和低调如我工会的成员自然也都尝试出手，不过动作敏捷的亚托斯根本就攻击不到。终于，原本人员密集的东城门现在只剩下几万人还在战斗，而其中大部分都是兄弟盟和低调工会的玩家，其余人愣是被虐得不敢出来了。嗨，这群人要是巨阙城守不住，他们在城内也没用啊。场中霍前一个魔法攻击打出，不出意外的仍然没有命中，被亚托斯轻松躲开。他看着城内步出来的人，气愤的道：也是没办法的事情，攻击都无法打到，他们留在城外也只是靶子而已。林中鸟叹了口气说道。众人虽然手中动作不停，但是还是无可奈何。他们看了眼萍水相逢一眼，暗道只能等萍水相逢那个大范围控制技能冷却好了，只要能将 BOSS 控制住，他们才有机会输出。轰！原本在城内观望外面战斗的众多玩家都是一惊，以为亚托斯此时已经开始攻击巨阙城的城门了。只见他直接弹出10几根黑暗锁链，同时攻击在东城门处的大门上。他们感觉到城墙一阵摇晃，仿佛随时都会塌了一样。不过好在城墙的防御力相当不弱，强如亚托斯，这一击也并未将其损坏。但是不等他们反应过来，又是轰的一声。这次亚托斯直接控制着几百条锁链，全部轰击在城门之上。城墙这次摇晃得更加厉害，而海纳百川此时注意到原本坚实无比的城门上似乎有了一道道的裂痕。糟了，不能让他破坏城门！海纳百川一声惊喝，随后快速冲向亚托斯，众人也不敢怠慢，使出浑身解数准备逼走亚托斯。不过亚托斯此时则有些不屑，转头看向奔袭而来的众人，发出桀的怪叫：桀，非要找死，那我就成全你们！亚托斯话音落下，随即他周身的黑色锁链全部都绷得笔直，向众人瞄准着，而几乎有好几十根锁链全都瞄准了海纳百川。桀，去！嗖！随着亚托斯的话音落下，只见那几百道的锁链瞬间朝向兄弟盟的众人急速射来。海纳百川冲在最前面，不过看着急射而来的黑色锁链，他想闪避，但是却无法做到，因为那速度实在是太快了。噗！只听到一连串的声音响起，只见冲着亚托斯冲来的几人的身形全部都被那黑色锁链所贯穿。随后他们的头顶上开始冒出巨额的伤害提示，尤其是海纳百川，他被几十道黑色锁链同时贯穿，头上冒出了几十个2万多点的魔法伤害提示。就在巨阙城内众玩家震惊的目光下，他们的身影开始飘出点点白光。桀，惹了我还想复活？只见亚托斯此时又是怪叫一声，随后身体之中赫然飞出了密密麻麻的仿佛幽灵一般的黑色影子。他们出现的第一时间便冲向了海纳百川、周鹏等人。只见黑色幽灵影子贴着海纳百川等人的身体，原本应该变成点点白光回泉水复活的身体，此时止住了消散，反而在那黑色幽灵影子的拉扯之下，从其体内拉扯出了一个白色的影子。白色影子被拉扯出来后，黑色幽灵便飞回了亚托斯的身体之中。不知道是不是错觉，众人的眼中，亚托斯的原本庞大的身躯此时似乎又大了一些，而反观被抽出白色影子的海纳百川，
最嚣张、咖啡加糖、低调如我等人则表情呆滞，然后身体变为飞灰随风消散了。这一名还在场中的兄弟盟玩家止住身形，见此情形说不出话来。这一切显得如此诡异，阵亡了不应该变成白光消散吗？一名玩家失神喃喃道：对啊，为什么会长他们都变成飞灰了？而且那白色影子是什么？他旁边的另外一名玩家也同样如此。会长和工会的最强战斗力全部都被亚托斯秒掉，他们一下子就失去了主心骨。此时一名玩家鬼使神差地打开了工会频道，当他看到会长海纳百川和副会长最嚣张的名字全部都变成灰色之后，顿时惊恐地大叫：你们快看，会长和副会长的名字灰了！众人闻听此话无不惊骇异常。天权中就算玩家下线，名字无非也就变暗而已。末日风暴和西门大官人等副会长是有海纳百川好友的，此时他们打开好友列表，赫然发现那个会长的名字果然变成了灰色。老邱作为奶爸，自然是在队伍的最后排，此时他听到众多玩家如此说，内心也是一紧。随后他忐忑地打开了社交栏，不过他马上就双目圆睁，满是不可思议地看向列表中第一个死寂一般的灰色 ID。 第101章重回巨阙城。灰色代表什么？之前只见过陈天的 ID 变为灰色，但是此时自家少爷的情况很明显不同。老邱显然有了不好的猜想，于是他第一时间便下线了。低调工会的精英成员全部都住在一个比较大的庄园之内。此时已经马上12点了，此时他也顾不得什么了，拖鞋也来不及穿，随后径直来到了低调如我的房门口。随后仅犹豫了片刻，他便敲响房门，咚咚咚咚。不过随着老邱敲打房门，低调如我的房间之内却始终都没有半点回应。低调如我前一刻还在游戏之中，此时他根本不可能睡着，而且这么大的声音，就算睡觉也会被吵醒了。不会的，不会的。老邱豆大的汗水瞬间出现，沿着脸颊滴在了门口的毛毯之上。随后他什么也顾不得了，直接推开了房门冲了进去。冲进去后，他赫然地发现房间的灯正亮着，而低调如我正坐在椅子上，仿佛在玩游戏。少爷，少爷！老邱直接就冲了过去，紧接着大声呼唤道。而不管老邱如何喊叫，低调如我眼睛紧闭，就仿佛没有听到一般。老邱此时的额头已经布满了冷汗，几滴汇聚成一股，躺下沾湿了他的睡衣。怎么会？他脑袋有些发晕，险些一头栽倒在地。老邱的实际年龄已经有50多岁，作为管家已经伺候了许家30多年，但是他从来都没有如此慌张过。他颤抖着伸出右手，将手指放在徐子谦的鼻子下面。呼，还好还有鼻息，虽然鼻息有些微弱，但是他紧绷的心神瞬间好了不少。随即他第一时间拿出手机拨打了急救电话。拨打完电话后，老邱一阵心悸，这一切都发生在亚托斯施展的诡异攻击之后。难道游戏中的 BOSS 还能将现实中的玩家杀死？老邱想到此处，不由得打了个寒战。如果他听别人这么说，那打死他都不相信。但是这件事就真真切切地发生在自己的身边。再联想起下午的时候，低调如我向他们展示的那堪称变态的超能力，他此时也不得不承认，天权绝不仅仅是一款游戏而已。可是亚托斯那么强大的能力，到底谁能够抗衡呢？看着一动不动的低调如我，老邱如此想着。可是紧接着他的脑海中突然浮现了一道身影。对了，还有陈天先生。不过陈天先生什么时候能回巨阙城啊？老邱想着想着，趁着救护车来之前，他回到了自己的房间，随后戴上头盔便回到了游戏之中。他仅下线几分钟，但是此时巨阙城的东城门已经被砸得稀巴烂了。而他赫然发现亚托斯此时竟然和2道身影对峙着。不过他没有心思管这些，也没工夫查探与亚托斯对峙的究竟是谁。他直接打开了社交栏。虽然陆天辰的 ID 也是灰色的，但是他们都知道陆天辰是去樱花服了。陈天先生，巨阙城有危险，回来后请立即前往东城门。我家少爷和海纳百川等人在游戏中受到的伤害影响到了现实之中。老邱一连发送了3、4条消息，虽然陆天辰现在看不到，但是也至少能保证他在回到巨阙城的第一时间就可以知晓这边的情况。桑德城之中，陆天辰一剑斩杀了一只头上顶着一个令字的 BOSS 后，略微一喜。嘿，又是一个工会令牌，这下我就有2个工会令牌了。将 BOSS 掉落的装备、卷轴和工会令牌捡起来后，陆天辰看了眼时间，哈，12点了，我他妈终于可以回去了。陆天辰回想起樱花服之行，扶桑城和忍蝶城还好，他杀得痛快，并且也获得了不少的金尘，甚至将新获得的神话装备都强化到满级了。但是桑德城却大大的出乎了他的预料，这群人简直就像王八一样，非常能隐忍，不管陆天辰如何嘲讽，就是不为所动。这破桑德城我可是待得够够的了。陆天辰正如此说着，
他直接取出了混沌时空石，随后选择了巨阙城，紧接着毫不犹豫地选择传送。3秒钟之后，陆天辰的身影瞬间消失在了桑德城之中。而桑德城之中，他们一直盯着等级排行榜，内心时刻的都在想着这个华夏大魔王赶紧离开他们的主城。12点一过，他们发现这个叫陈天的玩家果然消失了，于是一个个的在公共聊天频道都疯狂似的发言，这与陆天辰在的时候完全不一样。哈哈，魔鬼陈天终于离开桑德城了，我整整1天都没有出去练级，谁不是呢？别说咱们了，那届大公会的会长，你见有人敢出去吗？这陈天真的那么厉害吗？我感觉他也不过如此。呦，大话谁不会说，华夏陈天在这儿的时候，你怎么话都不敢说？1天不练级问题不大，其他主城平均等级都掉了好几级，我们不掉等级跟变相升级也没什么区别。而此时陆天辰的身影也一瞬间回到了巨阙城之中，看着熟悉的主城建筑风格，陆天辰感觉舒服多了。不过他下一秒就感觉有些不对劲，因为虽说巨阙城主城比较大，但是也不至于整条街上一个玩家都没有。虽然时间已经过了凌晨，但是这种情况他还是第一次见。不过正在陆天辰如此想的时候，他的社交栏突然闪烁了起来。他随即将社交栏打开，他首先打开最新过来的一条老邱发动的消息。不过紧接着双眼就是一凝，父亲和母亲等人遇到危险了。于是他看向父亲和母亲等人的 ID， 此时赫然已经变成了灰色。他没有下游戏，而是分出一部分心神感受了一下楼上父母的气息。而此时在他的感知之下，他们的气息此刻竟然微弱无比。随即他整个人的杀气仿佛凝结如同实质一般。他知道问题应该出现在老邱所说的 BOSS 身上，所以他第一时间开启幽影疾风铠的被动，速度翻倍的同时瞬间施展虚空游走，开始赶往老邱所说的东城门处。陆天辰急速赶路之下，在空中留下一道道残影。仅仅片刻的功夫，陆天辰便接近了东城门处。他抬头看着碎了稀烂的东城门，不由得一惊，到底发生什么事了？他内心如此想着，但是脚下的动作根本不敢停顿。当他站在破败的东城门上的时候，众多玩家同时看到了这道身影，所有人都不由得一阵惊喜，随即欢呼道：陈天，是陈天大佬回来了。而陆天辰则没工夫理会众人的欢呼，他双目如刀，正死死地盯着半空中交战的3道身影。第102章轻松灭杀。只见半空中的3道身影，很明显是2个人联手对付那黑影怪物，而其中有一道身影他认识，正是巨阙城的代理城主贺老。估计巨阙城东城门被破坏了，将他这个巨阙城的代理城主都引了出来。而另外一道身影则是一身铠甲装扮的英俊中年男人。这个人陆天辰虽然从未见过，但是莫名有股熟悉的感觉。随后他将目光死死地盯着半空中迅速躲避贺老和英俊中男人攻击的诡异黑雾。这团黑雾与当时他遇到布拉德里克给他的感觉特别相似，而区别就是这团黑雾比布拉德里克的体型不知大了多少。是亚托斯。陆天辰使用地狱之眼查看后发现，这正是之前被布拉德里克救出去的幽影之六亚托斯。随后他便是震惊于亚托斯的属性，这属性比黑龙尤古斯塔的属性还要强，生命值甚至都已经达到了50亿。陆天辰不敢怠慢，随后召唤出自己的镜像分身，而此时正好过了12点，他已经可以召唤第4个镜像分身了。4个一模一样的镜像分身出现，陆天辰看向亚托斯那边冷冷的望去，随后直接释放了幽影疾风铠的主动技能，那锁链迅速的袭向正在酣战的亚托斯。而此时亚托斯察觉到这边的危险后，竟然选择硬抗贺老一击，也要优先躲避这个锁链。什么人？亚托斯大喝出声，随即警惕地看着锁链射来的方向。而陆天辰在他震惊的目光中缓缓地往前踏了2步，远处的夜宵此时眼中寒光乍现，仿佛要将陆天辰生吃活剥了一样。陆天辰在众人的注视之下则是不慌不忙，手持无名神剑，虽然一身装备没有任何光环，而他也并未选择将武器幻化成神话长剑生命之神的恩泽的外观，所以给人的感觉仍然是一个破百断剑的样子。但是熟悉他的人都知道，他这一身装备占据了整个装备排行榜，随便拿出一件装备那都是极品，而且还是极品中的极品。亚托斯气急，没想到他的实力恢复到巅峰，本以为自己的幻影就可以轻松的解决玩家，但是却没想到碰了壁还要自己出手。他又没想到的是，自己都出手了，盾卫和其他几名玩家赫然将他本体都逼了出来，而自己本体施展强绝的实力，终于将那几个碍眼的玩家解决。此时竟然冒出来个老杂毛和一个一身盔甲的人阻拦他，现在又出现了一个让他感觉到一丝危险的玩家。此时他的内心甭提有多憋屈了。陆天辰并不知道亚托斯内心所想，他盯着半空中的后者，随后无名长剑斜指而出。亚托斯不免感觉到一丝后背发凉，随后在他震惊的目光中，那原本还在破败的城门上站立的玩家，此时的身影竟然瞬间消失了。
他不由得一惊，这速度甚至比自己都快了，仿佛真正做到了瞬间移动。噗嗤！只见陆天辰一个闪身，直接来到了亚托斯的后面，随后在其没反应过来之时，直接一剑刺入他的身体之中。只见亚托斯的头顶之上瞬间冒出了一道高额的物理伤害，还有一道好多个零的巨额真实伤害。我靠！我是不是眼花了？还是出现 bug 了？这一下子普攻竟然有这么高的伤害！一名玩家揉了揉眼睛，似乎不太相信自己所看到的一切。是的，你没看错，我刚才截图了。你数数。他旁边的一名玩家也同样震撼的道。随后他将截图分享出来，两个人眯眯着眼又数了2遍，随后才震惊对视，随后异口同声的说道：我去，1亿点真实伤害！不光他们2个，而此时巨阙城内正观战的玩家无不惊骇异常。一次普攻附带1亿点真实伤害，虽然那道物理伤害也相当不俗，但是与这1亿点真伤相比，还是差了不知道多少。而此时叶宵的嘴巴都张成了 O 型，这个陈天怎么这么懵啊？开启幽冥之力外加无名装备的效果，陆天辰一记普攻直接附加 2% 的切割效果，尤其是打这种血量奇高的 BOSS， 简直是利器。而亚托斯则是惊恐不已，虽然他生命值极高，但是谁也经不住这么消耗。于是他第一时间身形暴退。不过陆天辰冷笑一声，根本不放过他。虽然亚托斯的速度已经很快了，但是陆天辰更快，几乎一瞬间便追上了身形暴退的亚托斯，开始连续输出。可怜的亚托斯仅仅2个呼吸的功夫就被陆天辰攻击了10多次，他的生命值也瞬间下降了 30% 左右。伴随着亚托斯被连续攻击，并且生命值迅速下降，只见他那原本巨大的身形竟然在不断的缩小着。嗖嗖！突然有2道白色影子从其身体中不受控制的窜了出来，只见那白色影子直接窜入巨阙城的主城之中。陆天辰虽然好奇，但是此时正是对付亚托斯的关键时刻，也就没有过多理睬。不过陆天辰分神之下，赫然感受到现实世界之中父亲的呼吸恢复了正常的节奏，于是他分神查看社交栏，果然父亲的名字此时已经恢复了过来，不再呈现死寂一样的灰色。不过此时母亲和低调如我等人的名字仍然还没恢复过来。果然都市，你搞的鬼！陆天辰恨恨的暗想，随即再次开始疯狂的输出。果然随着亚托斯的身形不断的缩小，也不断的有白影窜出，他们或是直接窜入巨阙城之中，或是在原地直接消散。窜入主城的陆天辰猜想应该顺利的在泉水处复活了，但是消散的他就不清楚了。亚托斯此时已经被杀怕了，他现在的感受就仿佛当时众多巨阙城玩家面对他一样，跑也跑不过，打又打不过。虽然他不停的在求饶着，但是陆天辰却并不理会。普通攻击外加技能一顿连招，4道镜像分身相对本体来说，虽说输出并不高，但是也在一刻不停的攻击着。最后伴随着幽冥指的释放，原本在巨阙城大杀四方，对众多玩家造成了极大损失的亚托斯，竟然在短短10几秒的时间就被陆天辰灭杀。而人群中的夜宵见此情形，和旁边的夜莺对视了一眼，随后暗夜公会的所有玩家全部都悄悄地离开。第103章，玩家死亡。亚托斯死亡后掉落了一地的装备，被陆天辰一瞬间收了起来。陆天辰收装备的速度早已经练得出神入化，其他玩家甚至都不知道掉落了什么东西，无他，为首熟尔。而随着亚托斯的阵亡，一道系统提示音响了起来。叮！恭喜您成功守护了巨阙城，全程任务已完成，感谢各位冒险者齐心协力，击败强大的亚托斯，并且守护了巨阙城，现根据贡献排行发放奖励。玩家陈天贡献度排名第1，占比 99.99%， 获得奖励等级提升10级，自由属性点加500，神话装备自选宝箱加1。玩家海纳百川贡献度排名第2，占比 0.003%， 获得奖励等级提升3级，自由属性点加30，本职业史诗武器随机宝箱加1。玩家萍水相逢。众人听到这几道提示音，差点吐出一口老血。由于陆天辰贡献度占比太高，导致除了贡献度的前10名奖励还算看得过去，后面玩家的奖励基本都可以忽略不计，最差的甚至只奖励了 5% 的经验提升。他们努力那么久积累的贡献度都没有陆天辰这10秒钟的贡献度高，简直是人比人气死人啊！而陆天辰则是一喜，后期升级越来越慢，10级都已经够自己刷1天半的了，现在他的等级直接达到了90级，距离要求的100级也仅剩10级了。他从出手到亚托斯被击杀，整个过程也仅仅过了10秒钟左右。陆天辰输出的时候，众人只能看得到亚托斯的头顶上不停地冒着成吨的伤害。众多玩家此时还未从震惊中反应过来，而此时有2道身形向着陆天辰走去。贺老此时可没有任何老态龙钟的样子，那双眼睛炯炯有神看着陆天辰，随后拱了拱手道：冒险者！
陆天辰则是点头示意，随后看向那一身盔甲的英俊中年男子。那名中年人笑着正准备点头，此时又走过来2道倩影。这2道身影陆天辰自然认识，那正是给陆天辰发布隐藏任务的奥利亚和卡洛尔。没想到他们2个竟然同时出现在此地。冒险者，这位是我和卡洛尔的父亲图尔斯·洛克。陆天辰听着奥利亚的介绍，然后来回又看了眼奥利亚和卡洛尔，心中暗道：怪不得这个中年人仿佛在哪里见过。图尔斯应该是他们的姓氏吧？陆天辰内心如此想着。而此时英俊中年男人此时微微一笑：冒险者，叫我洛克就好。陆天辰点头示意，又交谈了几句后，他们便各自离开了。当他看到人群中父亲等人的身影走出来的时候，陆天辰才终于松了一口气，看来应该是没问题了。不过那白影到底是什么？就算亚托斯再强，难道还能掠夺别人的灵魂或者是意识？陆天辰内心如此想着，见下方的父亲并没有与他沟通，而是直接发送了一条私信。看完消息，他便一个闪身消失不见了。而海纳百川等人也都掏出传送石离开此地。至于东城门的破损和城墙的修复工作，让巨阙城的 NPC 去头痛吧。陆天辰收到父亲的消息之后，便直接来到了之前从黄天公会那儿强占的炼级地点这里。不过他来了之后发现，这里赫然已经出现了一个小城，虽然并没有巨阙城大，但是规模也相当不错了。这就是兄弟盟建造的工会驻地了吧？陆天辰内心猜想。而此时父亲和周鹏等人直接从工会驻地之中走了出来。工会驻地自然是无法让其他玩家进入的，但是父亲特意给陆天辰授权了，所以便可以轻松进出。他们一行人进入了工会驻地内最中心处的一个建筑。论内部的华丽程度，这建筑和内城的城主府相比也不遑多让了。好家伙，这才几天，你们这是又打造了一个主城啊？陆天辰观察了一圈后打趣道：还不是陈哥你的功劳，要不然我们哪来那么多金币啊？而此时小土豆则在一旁震惊的喃喃道：我勒个去，陈天大佬难道是咱们工会的幕后老大吗？不得不说，小土豆在和黄天工会一战虽然掉了1级，但是已经成功得到了众人的认可，就连那几个副会长都没有得到他们的认可，目前也仅仅只是起到人员调度和管理的作用。而在兄弟盟中，获得信任和认可的最重要的标志就是穿戴一身会长提供的高强装备。没错，咱们穿戴的这些装备可都是陈哥提供的。周鹏的发小王嘲笑道。而小土豆则更加震惊了，难以想象一个人竟然能搞到这么多牛批的装备。之前从和贺老的交谈之中，陆天辰已然知晓了亚托斯这次攻城的缘由，所以也就没有询问众人。周鹏、霍思明等人围着陆天辰询问了一下陆天辰是怎么虐樱花服的小日子的，而陆天辰则是了解了一下工会的一些情况。过了一会儿的功夫，父亲收到了一条消息，随后脸色一阵阴沉。怎么了？陆天辰率先发现父亲脸色的变化，于是问道。而父亲海纳百川嘴角动了动，好半天后才脱口而出：之前亚托斯除了我们，还攻击了其他几名普通玩家，他们的名字现在的名字仍然是灰色的。众人听闻此话，无不惊骇异常。然而他的下一句话更是让众人的心仿佛跌倒了谷底。而其中一人正是副会长末日风暴的舍友。据末日风暴发来的消息，他那个舍友已经死了。虽然陆天辰早有猜测，表现得淡定了一些，但是此时众人就炸锅了。他们核心成员都已经达到了50级，现实世界都称为了超能者。但是此时听到工会内有人死了，也不得不震惊。难道是因为亚托斯？林中鸟，周鹏的发小李林喃喃的道。而海纳百川重重的叹了口气，缓缓的道：据末日风暴所说，他们今天只有2个人在宿舍，并且他是在那人名字始终变灰之后才下线查看的。虽然已经叫了救护车，但是此时已经没有鼻息了，而且死之前并没有任何其他征兆。而他最后做的事情便是在游戏中被亚托斯击杀。海纳百川的话还没说完，陆天辰便站了起来。或许他们的死亡确实和亚托斯有关，而至于你们，陆天辰环视了一眼众人道，或许就因为你们的身体已经超越了普通人的范畴，才能坚持下来。第104章分身带队升级。众人闻听此言都是一惊。陆天辰看向父亲和母亲继续道：如果我猜的没错的话，亚托斯似乎拥有可以将人的灵魂吸取出来并且强大自身的技能，虽然听起来比较玄乎，但是事实如此。老邱给我发来消息，低调如我被吸走灵魂之后气息微弱，现在也已经恢复了正常。而没有达到50级的普通玩家，在灵魂或者意识被抽取而出的时候就已经注定了死亡。虽然众人都已经知晓了天权不仅仅是一款游戏这么简单，但是此时知道刚刚自己在鬼门关的门口走了一圈之后，不由得一阵心悸。回想起那时的感觉，仿佛真的像灵魂离体一样。周鹏突然说道，众人不由得想起了刚才的感觉，不住的点头。唉，
这也是没办法的事情，谁能想到亚托斯那么变态啊？小土豆叹了口气，吐槽道。不过陈哥更变态。周鹏道。而众人无不点头同意。现阶段我们能做的只有尽快的提升实力了，而且公会内的玩家也要抓紧升级。现在华夏还有不少地方有怪物出没了。海纳百川说完，众人又沟通了一会儿后，便各自下线了。陆天辰没有第一时间下线，先将神话装备开了。这次不是随机神话装备了，所以他选择了胸甲的位置。神话胸甲属性强悍无匹，不过他目前的金尘并不多了，于是他拿着公会令牌找到了低调如我。他们公会这几天积累了不少的金尘，但是也远没有达到陆天辰的目标和公会令牌的价值。陆天辰表示50万金尘也行，但是低调如我说什么都不肯，于是无奈又收了他转的5000万软妹币。哎呀，我对钱真不感兴趣啊！陆天辰叹了口气，无奈的想着，随后下线了。翌日，由于他昨天等级达到了90级，通天塔再次刷了2层，现实中实力自然又提升了一大截，所以他一早就起床去无人的空地熟悉自己增长的力量。说来奇怪，随后面的等级增长很缓慢，但是每通关一层实力的增长也是成倍的。以他如今的实力，之前的自己他能打100个，就更别提普不成那种小卡拉米了。照例买了早点回到家，见到父母眉头紧锁看着电视上的早间新闻。陆天辰发现这正是报道做完部分玩家莫名死亡，不过那死亡的人数让他有些震惊，竟然有5000多人。联想到昨天击杀亚托斯之前，从其体内飞出的白影似乎确实不少，估计是亚托斯之前也偷偷收取了不少人的灵魂吧。而实力不够被收走灵魂，那只有一个结果，必死无疑。小陈，昨天公会内的几名会长等级也达到了50级，兄弟盟的那几名副会长虽说没有一开始就被纳入核心层，只是做一些人员调度的工作，但是至少也有自己提供的高强装备支持，所以等级提升的快也不难理解。跟龙组联系一下，让他们去帮忙守护一下怪物出现低吧。对了爸，京城公会有收集吗？陆天辰点了点头，随后问道。装备公会内销售就获得了不少金币和金尘，现在咱们的金尘存储量有300多万了。陆天辰一喜，没想到他顺嘴一问，便将神话装备强化的问题解决了。好的吧，上线后交易给我一些，然后你和我妈开出的史诗装备，我也给你们强化到满级。陆天辰并没有选择替他们开宝箱，因为那是本职业自选宝箱，如果他开了，那就变成战士的装备了。说罢，陆天辰便直接上线了。父亲交易过来金尘后，他便开始了强化。莫一会儿的功夫，又一件神装出世，将装备佩戴上，属性再次提升了一大波。由于胸甲的主属性是生命值，所以生命值的提升更是显著。随后他又将父母交易过来的史诗装备强化到满级，他们都很默契地选择了武器部位，毕竟武器的位置提升的相当大。魔法师可以提高攻击力，而有了史诗盾牌的加持，父亲生命值高的同时，输出也不会很低。装备强化完毕，陆天辰交易了回去，随后又将金尘和入场券等全部都交易给了他，由父亲和母亲统一管理。不知道分身能不能单独进入神魔战场呢？陆天辰有意带父母升级，但是神魔战场又有着等级的限制进行分级，如果他肯舍弃经验去父母所能去的神魔战场带他们，自然是没问题的。但是他马上就到100级了，他可不想停下自己的脚步，于是他和父母在广场处试了一下。不过让陆天辰意外的是，镜像分身竟然真的可以进入神魔战场，这一下他们都不由得一喜。陆天辰的实力他们都清楚，那可是能10秒灭杀亚托斯的存在，分身也超级强悍，有了镜像分身带队，他们等级的提升还不是嗖嗖的。于是他分出全部4个镜像分身，直接进入神魔大陆带他们升级。值得一提的是，咖啡加糖在亚托斯被击杀后也没有离开巨阙城，他仿佛要在这里常住了一样。陆天辰无奈只好让父亲将他拉进了兄弟盟之中。陆天辰本着一个羊也是赶，2个羊也是放的原则，并未与他计较太多。处理完这边的事情，陆天辰也进入高等级的神魔战场练级。9个小时眨眼时间就过去了，陆天辰的等级达到了95级，经验条已经近乎满了，马上就能达到96级。哈哈，估计明天就差不多了。陆天辰将自由属性点全部都加好，笑道。看了眼时间，时间还早，于是陆天辰给父亲留了言便进入了内城之中。服务器无法传送，先去别的主城玩一玩吧。第105章铁甲城。去其他主城并没有什么其他的目的，单纯就是陆天辰在巨阙城能刷的都刷了，任务也都做完了。现在南海市有周鹏和他的发小王朝和李林驻守，倒也无大碍。去哪个主城呢？陆天辰有些犹豫，毕竟在内城中进行主城传送可不是免费的，50金币也很贵的好不好？圣光城去过了，冰火城、
铁甲城、炼狱城和灵雨城还没有去过。他低头略一思索，消耗50金币，选择了铁甲城。只见其身影一闪，便消失不见。与此同时，铁甲城之中，陆天辰的身影出现在了铁甲城的内城之中。铁甲城的代理城主是一个彪形大汉，见陆天辰出现的一瞬间，便来到近前。当看到陆天辰出示的勇者令牌后，也就没有多问。看样子每个主城都有一个强者坐镇，要不然像亚托斯那种实力的 BOSS 进攻，哪个主城都无法扛得住。陆天辰如此想着，随后走出内城。铁甲城的玩家并不少，事实上华夏服每个主城的玩家都差不多。但是由于陆天辰在，军方有不少的人进入天权后，统统选择进入了巨阙城，这也就导致了巨阙城的人数飙升。来到一个主城，陆天辰照例打开各种排行榜查看。装备排行榜，陆天辰自然是一人霸榜，宠物自己的小九和小黑那都是最顶尖的存在。不过他赫然发现排名第3的宠物竟然是一只 SS 资质的火焰妖狼。契约者他听说过，这正是第一个到达铁甲城的叫张守成的玩家。关闭宠物排行榜，随后又打开等级排行榜。铁甲城的玩家等级让陆天辰刮目相看，竟然已经有2个玩家达到50级了，不错不错。第2名赫然是那叫张守成的玩家，50级30%的经验值，而第2名则是叫君次的玩家，等级估计刚刚达到50级，经验值是1%。虽然好奇，但是这在90级的陆天辰眼中还是小菜两只。他并没有像进入樱花服一样，因为华夏服的玩家实力强一些，等危机降临，华夏的整体实力也能略强一些。于是他开始在铁甲城附近转悠了起来，四处找 NPC 对话，希望能接到一些隐藏任务。而此时的铁甲城的公共聊天频道则是乱成了一锅粥。这没开玩笑吧？开服才几天，95级，而且马上96级了。早就听说巨阙城陈天强无敌，没想到这升级速度这么快，怪不得那么猛。等级再高，无非也就提升一些属性和多了几个技能。你们看装备排行榜，他竟然霸榜了！我了个去！一个人不是只能佩戴9件装备吗？为啥他有10件装备都在排行榜上？这些装备，但凡给我1件，我都尼玛无敌了，好吧？众人议论纷纷。而此时，铁甲城的野外的一处地方，张守成和君次看着地上慢慢消散的黑龙尸体，不由得感慨，也不知道那个巨阙城的陈天是怎么通关的，明明削弱过了，还这么难打。张守成将地上掉落的卷轴和金币捡起来，感慨道：事实上，自从陆天辰通关勇者副本击杀黑龙后，这个副本的难度就大大降低， BOSS 甚至直接从100级跌落到70级，要不然咖啡加糖也不会自己通关并且来到巨阙城。但是即使如此，70级的特殊 BOSS 也相当强悍。不错不错，是刺客用的技能，给你。张守成将那掉落的技能卷轴丢给了玩家君次。他们都是退伍的特种兵，那都有着过命的交情，虽然卷轴价值不菲，但是对他俩来说也根本不值一提。君次接过技能卷轴，直接学习，随后声音低沉的道：守成，据我了解，现在航城又多出了一处危险地带，虽然已经将出现的怪物消灭，但是仍然损失惨重。他们2个作为退伍军人，发现自己在现实世界中成为了超凡者之后，便立即联系以前的所属部队。随后他们被调派守护航城的2处怪物出现地，但是此时航城竟然出现了第3处危险地带，头疼啊！看来还得让工会内的兄弟们抓紧升级啊！张守成关闭背包栏，然后回应道。一道提示音响起，张守成的社交栏来了一条消息。他打开查看，随后一惊，将排行榜挨个打开，随后就是一惊。怎么了？君次见他如此，于是问道。而张守成则是喃喃地道：你打开排行榜就知道了。君次好奇，直接先打开了等级排行榜。他和张守成原本一直占据着铁甲城的第1和第2，现在直接被挤下去1名。不过这还不算，90级是什么鬼？太强了！君次随后又查看了其他排行榜，他的震惊更甚，没想到差距这么大。张守成也感慨的道：这哪是差距大，这是全方位碾压。君次笑着打趣道，随后沉吟了一会儿，然后对张守成说道：想必他是华夏最早达到50级获得能力的，军方知晓天权的秘密，应该就是从他那里了解的。张守成点了点头，军方不少的人全部涌入巨阙城，听说他还给军方提供了不少的帮助，证明这人还不赖，至少在国家大义面前没有藏私。不像其他国的人，有了能力之后就认为自己与众不同，烧杀抢掠无所不作。走，我们也去会会这个陈天。2人说罢，便直接返回了铁甲城之中。铁甲城中的陆天辰接了不少的任务，声望也上涨了不少。不过他一直期待的声望商城就是不出现，难道是积累的声望不够？陆天辰疑惑地想着，或许跟声望没关系，
兴许达到100级才能开启吧。期间，陆天辰自然也接到了一个隐藏任务，不过目前他的实力，亚托斯都能瞬秒，更何况隐藏任务的怪呢，自然是轻松解决。唉，又没啥可干的了。又在铁甲城转了一圈后，陆天辰感慨道，随后准备去往下一个主城找任务做。不过正当他转身，2道人影出现在他的面前，其中一个人是一个身高1.8米左右的壮硕大汉，旁边则是一个身材矮小但双眼中金芒四射的中年男子。陆天辰看了眼他们头顶的 ID， 只见眼前的2人自然正是张守成和君次。第106章，老城区危机，有事。虽说眼前2人是铁甲城的风云人物，但是陆天辰可是杀得樱花服胆寒的存在，与他们2个并没有什么交集，于是冷冷的道，嘿嘿，兄弟别紧张，我们就是好奇，来见见你这尊大神。张守成爽朗的大笑道，而那矮个子中年人也报以微笑。所谓伸手不打笑脸人，所以陆天辰也礼貌性的点点头。首先我仅代表个人对你能出手帮助军方的行为表示感谢。别担心，军方可没泄露你的消息，我俩都是退伍特种兵，现在成了超能者之后发现军方已经早有动作，并且全部进军巨阙城发展，我们就隐约猜到了。张守成说第一句话的时候，陆天辰着实疑惑了一下，暗想军方怎么保密工作做得这么不严，但是他的下一句就让他便释然了，原来是猜的。不过就算是其他人知道了也无所谓，自己现在不管在天权之中还是现实之中的实力都是相当恐怖的。陆天辰感觉以自己目前的实力，原子弹都能碰一碰了。当然他也只是自信而已，原子弹的威力他毕竟没有体验过。不得不说张守成这个人相当热情，而且身上有一股豪杰气。3人相谈甚欢，直接找了个酒馆边喝边聊。而当陆天辰得知张守成在得到能力的同时第一时间就和原部队联系，贡献自己的一份热度的时候，饶是陆天辰也不由得一阵敬佩，暗道果然不愧是军中出来的汉子。唉，将一大杯啤酒一饮而尽，张守成重重的叹了口气。怎么了？陆天辰疑惑问道，而旁边的君次也将面前的啤酒一饮而尽，随后道，还不是怪物入侵的问题，现在航城就我们2个人，而且怪物出现的位置也比较远，出问题根本支援不及。君次说完，张守成继续道，就今天上午3处地方同时出现大量怪物，我俩处理完驻守的地方立即赶往，但还是折损了10几名兄弟。陆天辰了然，他的速度相当快，但是往返南海市的各个怪物点也需要一定的时间，更何况实力不如自己的张守成和君次，当他们看到死了这么多人，能好受才怪了。张守成的心态调整的倒是很快，紧接着便笑道，还好陈天兄弟你给军方提供帮助，我听说原本就在巨阙城的第1梯队玩家得到你的帮助也已经快到50级了。君次和张守成同时将酒杯倒满，随后齐声道，兄弟我敬你。碰杯后，陆天辰将酒一饮而尽，随后摆了摆手。巨阙城的特殊练级地点很大，野怪也足够刷，倒也谈不上帮忙，举手之劳而已。张守成听陆天辰如此说，则是板了一下脸，可不是谁都像你一样，我听说炼狱城的幽影之王也和军方接触过，但是他，哼。张守成说着说着冷哼了一声，见陆天辰疑惑的目光，所以继续道，这人现实世界倒还有点能力，貌似是一个公司的总裁，之前还狗模狗样的搞什么慈善，可是自从他成为超能者之后，他的几个竞争对手全部离奇死亡，并且死状凄惨。虽然没有线索直接指向他，但也不用想，一定是他干的。说着说着，张守成和君次同时咬了咬牙，也就是没证据，要是抓到证据，我和君次一定去制裁他。这就是陆天辰为什么去樱花府将小日子们的等级压下来的原因。如果禽兽有了超凡能力，那他就会第一时间卸掉自己的伪装，开始为非作歹，这一点陆天辰再清楚不过。而且目前对付超能者还是需要依靠超能者，因为就算像朴不成那种实力最差的超能者都可以无视枪械等伤害了，所以普通人对上超能者就算是一身先进装备，但是也根本没有任何胜算。正在此时，陆天辰现实世界之中的手机突然响了起来，有点事，我先下线了。陆天辰说了一句后，随后便退出了游戏。看了眼来电显示，赫然正是龙祖的龙玄。他给我打电话干嘛？陆天辰一阵疑惑，于是将电话接起来。电话一接通，那边急促的声音便响了起来。小友，青州市城区出现了大量的怪物入侵，现场损伤惨重，希望能得到你的支援。陆天辰双眼一凝，之前都是在山区和人少的村庄出现怪物，这一次直接就出现在了市区。好，位置发我马上前往。陆天辰说了一句话后便挂断了电话，左右他也无视，看了眼龙玄早已将位置发给了他，于是便立马赶往。青州市和南海市是相邻城市，但是看位置信息似乎也有一段距离。轻轻一跃，陆天辰便来到了1000米高空，
随后脚踏虚空，以超越音速的速度开始赶路。青州市老城区，只见老城区的最中心区域有着一个淡淡的裂缝，若隐若现，四周的地面则是破败不堪。而里面时不时的往外窜出一些双眼猩红的怪物，它们似乎极具攻击性，从那裂缝中窜出来后，便不停地低吼着，寻找着可能存在的猎物。周围的老旧居民楼此时已经全部倒塌，地上断壁残垣和残缺肢体掺杂在一起，看起来仿佛末日。吼！一道巨大的兽吼声响起，只见几百米处的地方，一只身高近3米的牛头怪物怒吼一声，随后脚踏地面。只见地面一阵摇晃，随后周围的几个楼房瞬间坍塌。加大火力，继续射击！牛头怪物面前100米处，一名军官怒吼：“人群还没有撤离完全，我们一定要加大火力，拖延住他。”随后他打开通讯装置，抓紧转移民众。快！快！尽管几十名特别武装人员不停地扫射，但是这牛头怪物仿佛是钢打铁铸的一样，竟然没有受到一丁点的伤害。吼！牛头怪物吼叫一声，随后那猩红的眼睛冰冷地盯着眼前的这一群人。杂种！那名指挥的军官咬紧牙关，与牛头怪物冰冷的眼神就这么对视着。第107章蓝岩。牛头怪的身后赫然还有着10几只小一些的牛头怪，虽说是小一些，但是也有成年男子的身形，而且那肌肉一股一股的，威胁十足，看着就好像大型牛头怪的护卫一样，此时正忠心耿耿地守卫在老大的周围。这正是天泉中新手村阻拦玩家进入幽隐密林的牛头领主和牛头护卫。即使那几十名全副武装的人员都是精英中的精英，但是见到这个情形，内心都是不由得一颤。手持火箭筒准备！那名指挥官咬牙切齿地喊道。随后人群中出现了10个肩膀扛着火箭筒的士兵，上前列好阵型，准备发射！嗖！轰！随着指挥官的一声令下，只见10个火箭筒几乎同时发射而出，目标正是居中的牛头领主。10发火箭筒的攻击全部命中，只见牛头领主的周身由于爆炸引起的浓烟飘起，片刻后带的烟尘散去，众人的眼睛无不一凝，因为火箭筒的攻击在牛头领主的身上竟然一点痕迹都没留下来。要说起到的作用，那也就是牛头领主往后退了半步，仅此而已。这就是天泉中 BOSS 的实力吗？指挥官咬牙切齿，但是此时他却不能退缩，因为后方的普通民众还没有撤离完毕。看着地上散落的尸体碎渣，他内心中怒气更甚。装填发射！他虽然知道这样做的成效甚微，但是他也没有其他能做的。不过牛头领主可不是靶子，任由他肆意攻击。好！牛头领主举起巨大的斧子向前一指，只见周身的10几只牛头护卫一拥上前，那速度相当迅捷，而且带着狂猛无比的威势奔袭而来。牛头护卫就在他们的眼中不断的放大，他们能做的无非就是身体微侧，牛头护卫便冲撞上来了。噗！只见最前面的10几个全副武装的战斗人员被撞得飞到了半空之中，嘴里喷出大量的鲜血，然后晕死了过去。仅一次冲击，军方损失惨重，狙击手掩护，边攻击边后撤。一只牛头护卫正伸手准备抓向一名倒地的武装人员，嗖！只见一处大楼之上瞬间射出一道威力极强的子弹，这一颗子弹直接打在了他的肩膀之上，虽说没造成什么伤害，但是却震得那个牛头护卫身体向后退了2步。随后周围各个居民楼的楼顶也都发出了不同角度的攻击，阻拦住牛头护卫继续伤害倒地的人员。随后场内几名特战人员分工明确，一边有人上前将受伤倒地的战友背起，一边有人火力掩护，一边撤退。不过重型狙击枪虽然能阻拦牛头怪一瞬，但是弊端也比较明显，其弹容量仅为1，并且装弹时间比较长。正在这个间隙的时候，牛头护卫们瞬间怒吼一声，随后再次攻击而来。完了！看着眼前不断放大的牛头怪们，所有人的心中都如此暗道不妙。嗖嗖嗖！正当牛头护卫的攻击马上就到来的时候，只听几声嗖嗖声响，不知从哪里射来几道箭矢，急速攻击向最前面的几个牛头护卫。神奇的是，原本连狙击步枪都无法破开牛头护卫的防御，但是这几支箭矢却轻易地插入其体内。虽说仍然有2/3的箭矢在外面，但是也已经对其造成了不弱的伤害。随后不待众人反应，又是几道箭矢射出，后面稍慢一些的牛头护卫也被箭矢射中。是超能者！支援到了！指挥官和众人都是一喜，他们终于熬到了超能者的支援，于是赶紧组织众人有序撤退。重型狙击枪都没法破开防御，这怪物根本就不是他们可以抗衡的。他一边撤退，一边循着箭矢射来的方向目光搜寻。终于，只见一个破败居民楼上，此时正站立着一道身影，看样子应该是一个女性超能者，一身传统工服，看起来英姿飒爽，背着剑筒，手持一把现代复合弓，正搭弓射箭。只见他的眼神盯着下方的牛头护卫，仿佛鹰眼一般。嗖！
手指轻轻一松，随后一道箭矢便又精准又迅疾地射出。好！下方的一个牛头护卫的眼球直接被射爆了。好强！众人一边撤退，一边内心中感慨震撼。锦衣人不仅阻止了牛头护卫的攻势，更是能对其造成伤害。随后，只见那名超能者再次搭弓射箭，不停地射击着。终于，一只牛头怪物的心脏处被连续射中3箭之后才倒地不起，很明显是挂掉了。蓝颜眉头微蹙，有些意外，竟然3次攻击才能击杀。他自言自语道，随后正准备继续攻击。此时，后方的牛头领主发出一声怒吼，随后急速地冲向他所在的居民楼冲过来。轰！牛头领主就仿佛是一辆重型坦克一般，仅一次冲撞竟然让整居民楼开始摇晃起来。蓝颜倒是很淡定，只见他身体轻轻一跃，随后就仿佛灵动的鸟儿一般，直接跳到另一个居民楼的楼顶处。只见被撞击的居民楼轰然倒下，烟尘四起，仿佛将牛头领主淹没。嗖！不过浓烟中，牛头领主的身影竟然瞬间冲击而来，随后急速地冲向蓝颜而去。不好！刚刚站稳身形的蓝颜，没想到这牛头领主速度竟然如此之快，于是他赶紧降低重心，随后一个翻滚。只见牛头领主擦着他的发丝掠过，堪堪躲过了这一击。2个翻滚与牛头领主拉开一点距离后，他便立马起身，在后背的箭筒里取出一支箭矢，搭弓准备攻击。但是正当他的箭矢射出的同时，只见牛头领主举起那巨大的斧头，随后横立在面前。叮！那道箭矢射在斧面之上，瞬间被弹开。一击没有得手，他继续在箭筒取箭。不过只见牛头领主瞬间抬起了他的右蹄。蓝颜暗道不好，于是放弃取箭，双腿用力一蹬，想与牛头领主拉开距离。轰！不过此时牛头领主的重蹄已经踩踏在楼顶之上，只见其脚下的房顶开始如蜘蛛网一般裂开，并且裂口越来越大。随后在蓝颜的注视之下，那裂纹直接朝向他的脚下袭来，整栋楼都开始剧烈震颤，随后向下倒塌，所以导致蓝颜这一脚直接蹬空，身体也随着大楼的倒塌向下坠落着。第108章2打1。蓝颜的身体虽然在下坠着，但是他的身形就仿佛羽毛在空中飘落一般，轻盈无比。他看准时机，一脚踏在了一块正在坠落的大石之上，随后一个借力窜了上去。他灵活的身形不停地在楼体碎块之间穿行。轰！伴随着最顶端的墙体落下，整栋楼已经全部倒塌，但他已经在废墟外几十米处的距离了。他环视四周，只见此时牛头领主的身形竟然消失不见了。正在他仔细搜寻的时候，剩下的几只牛头护卫似乎收到了什么命令一般，挥舞手中的斧头，齐齐地冲着蓝颜冲来。没有了地形的优势，蓝颜也并未太过惊慌，在箭筒中抽箭、搭弓、拉弓、射出，这一套动作简直行云流水，阻挡牛头护卫上前的同时，每次攻击也都瞄准心脏的位置射去。仅仅几个呼吸的功夫，只见那几只牛头护卫还没等到达蓝颜的近前，便已经被他全部射杀。不过他并未放松警惕，因为牛头领主自从在楼上坠下后还没有露面。轰！墙壁破坏的巨响在身后响起，他第一时间便向前奔去，随后转身。果然，牛头领主不知何时绕到了自己的身后，直接发动了雷霆一击。不过蓝颜的速度也相当不弱，灵敏地躲避了开去。但是正当他向背着的箭筒摸去的时候，不由得一惊，糟了，没有箭矢了。不得不说，牛头领主的这个智商可比游戏中强多了，竟然还知道安排炮灰去抗伤害，消耗他的箭矢。而此时箭矢全部都插在怪物的身体之上，并且箭身也已经没入不少，在如此激烈的战斗中，根本来不及去回收箭矢然后射击。无奈他将弓箭收回腰间，随后抽出腰间的匕首。虽然弓箭是他的主要输出手段，但是身为超能者的他，身体素质、力量和速度都相当不弱，近身搏斗也未尝不可。牛头领主的身影在他的眼中不断放大，随后他挥舞着巨斧疯狂地冲了过来。好！距离近了，这一道吼声仿佛要把人的耳膜震碎。就是现在！蓝颜的身体瞬间动了，只见他身体微微跃起，大概跃起了2-3米的距离，跃起的高度刚好躲避了牛头领主的冲撞，并且正处于他的正上方。他的身影在空中划出了一道弯月般的弧度，随后左手抓住牛头怪的一只牛角，右手上的匕首瞬间连刺2下。吃吃！随着2道匕首入肉的声音响起，牛头怪的额头之上出现了2道伤口，鲜血汩汩而出。而蓝颜身影轻盈地落到地面之上，随后转身紧张地盯着牛头领主。皮还真厚啊！虽然牛头领主头顶往下流淌的血液看着吓人无比，但是他却再清楚不过。匕首大概只有最尖端的位置刺入了牛头领主的表皮之内，根本没有对他造成太大的伤害。将手护在胸前，蓝颜警惕地盯着牛头领主的方向。嗷呜！不过正在此时，
一道狼嚎之声响彻这一片区域。此时刚刚赶到此地的龙玄心中一惊，不是说只有牛头怪物吗？这声狼嚎是怎么回事？于是他拿起望远镜看向场地中央，只见一个身穿弓箭服的女人正与高大的牛头怪物对峙着。不是陆天辰。龙玄一惊，听手下说有超能者出手，他还以为陆天辰这么快就赶到了呢。不过他转念一想，这么远的距离确实不是这么快就能赶到的。不过这个人又是谁？之前那名指挥官放下手中的望远镜，随后道：龙先生，他的一身衣服好像是青州市深蓝剑馆的服装。龙玄听闻此话，则是微微颔首，看来青州市也出现了一个超能者。虽说现在有超能者可以为军队分忧，为疏散群众争取了不少的时间，但是这一道狼吼声让他很不安。而此时战场中的蓝颜眉头也是紧皱起来。如果1对1，他有信心将这牛头领主解决掉，但是需要一些时间。可正当他思索之时，只见几道身影突然窜出，冲入了战场之中。野狼王！我晕！蓝颜看清那站立的那狼头人身的怪物之时，双眼则是一凝，还真是怕什么来什么。而且野狼王还带了不少小弟过来。此时场中野狼王和几只野狼正龇牙咧嘴地盯着蓝颜，仿佛在盯着猎物一般。而牛头领主自然也将所有重心全部都放在了他的身上。蓝颜慢慢的后退一步，牛头领主和野狼王就往前踏一步，侧头看了一下，估摸着人员撤离的也差不多了，他也萌生了退意。毕竟1打2，自己很容易就折在这儿了。不过牛头领主和野狼王几乎同时动了，率先向着他扑了过来。被两面夹击，他只好向后退去，后面有着一道墙壁，他便准备顺着墙跳上去。轰！不过牛头领主一个冲撞，直接就撞在了这面墙上，随后便是一阵晃悠，这面墙随即倒塌了。而蓝颜顺势一蹬，无奈只得返回场中。但是还不待他站稳身形，野狼王瞬间扑了上来。见到野狼王挥舞着利爪直冲过来的时候，他一咬牙，左右也无法躲避开来，索性直接将匕首横过来，向着那挥舞的利爪刺去。野狼王凶悍不已，虽然见到了那横立在前的匕首，他还是重重的挥下利爪，一点力道都不懂得收敛。叮！匕首和利爪碰撞，一道金属碰撞的声音响起，野狼王身影不由得后退了2步。而由于蓝颜是在紧急情况仓促做出的防御，所以他被这是大力沉的碰撞先飞了出去，身体在地面之上滚了3-4圈，撞在一面墙壁上才停了下来。这种情况之下根本容不得半点马虎，顾不得被撞痛的身体，他在撞击到墙壁止住身形之后，他便立马推开压在身上的碎石，准备移动到安全的位置。但是野狼王和牛头领主似乎根本不想给自己喘息的机会，他头一抬，便看到2道身影在他的眼中急速的放大。即使强如蓝颜，此时面对2个 BOSS 的同时，攻击冷汗也瞬间下来了。完了！第109章，及时赶到，秒杀！此时龙玄拿着望远镜，看见蓝颜此时处于下风，并且牛头领主和野狼王同时朝向他的落点攻击而去，额头和手心不由得出了一层细密的汗。看了眼时间，距离他给陆天辰打电话才过去了几分钟而已。青州市虽说与南海市相邻，但是距离也相当不近。虽然他第一时间就联系了陆天辰，但是这么短的时间任谁也无法赶到。不行，不能坐以待毙。他深知如果这个超能者被这2个 BOSS 解决掉，到时候情形会更加的危险。所以他略一犹豫，便朝旁边的指挥官下令，重甲部队准备出击，就算无法对其造成伤害，但也要给场中超能者提供一些帮助。是。只见指挥官得令，敬了个礼，随后抓紧组织支援去了。而此时场中间，蓝颜虽说眼看着一击无法躲避，但他也并没有坐以待毙。仅一刹那的功夫，身体的力量迸发出来，随后身体奋力一侧。虽说野狼王森寒的利爪威势逼人，但是仍然比不上牛头领主这一斧之威，所以他选择侧身躲向野狼王的方向。叮！只听一道金属碰撞的声音响起，蓝颜横在身前的匕首和野狼王钢铁般的利爪碰撞在一起，匕首一阵震颤，随后脱手而去。野狼王的攻击虽然威势削减了几分，但仍然带着劲风朝向侧身闪避的蓝颜抓去。噗！蓝颜一口鲜血喷出，只见其弓箭服的黑色长裙直接被野狼王的利爪撕裂开来，勉强在场中站稳身形。蓝颜一条如玉般的长腿裸露在外，但是此时右腿大腿外侧3道血淋淋的伤口看起来骇然无比，并且鲜血顺着伤口的不停地流淌而出，顺着腿流淌到了脚踝的位置。看来实力还是差了些。蓝颜虽说双腿着地，但是此时受伤的右腿正微微的颤抖着。他达到50级之后，击杀了通天塔第2层的 BOSS， 获得了一定的实力，再加上他本身的意识和实力，牛头领主这种级别的 BOSS 他也有信心搞得定。但是这2个 BOSS 同时攻击确实有些棘手，2个 BOSS 压根不给他任何反应的机会。只见2道身影从烟尘之中再度冲了出来，
目标直指受伤的蓝颜而去。嗖！轰！轰！原来是重甲部队开着4辆重甲坦克发起了攻击。只听一道声音响起，随即牛头领主和野狼王向前的身形减缓了一些。虽说重型坦克对这2个 BOSS 造成的伤害可以忽略不计，但是多少为蓝颜争取了一些时间。蓝颜第一时间朝向旁边那些牛头护卫的尸体冲去。虽然大腿受伤，但是这危急时刻他压根顾不得疼痛，速度并未慢多少。他路过牛头护卫的尸体时，一个漂亮的翻滚，顺手一拽，将2支箭矢从尸体中取了下来。此时由于重甲坦克的掩护，牛头领主和野狼王的速度虽说慢了一些，但也已经追击上了他的身形。蓝颜眼疾手快，到得一个安全的位置，直接搭弓射箭，随后一道箭矢快速又狠辣的射出。嗖！他瞄准的是野狼王的胸口处，但是野狼王察觉到危险，急速前进的身体微微一侧，扑哧，箭矢偏移2公分，直接射到了他心脏偏右的位置。蓝颜也没打算一击便将其杀死，止住了野狼王的身形之后，又是一箭射出，又是一道凌厉的箭矢朝向牛头领主射去。随后他一点不恋战，直接身体在老旧居民楼的楼檐处几次跳跃，随后一跃来到了房顶之上。虽说侥幸拦住了2个 BOSS 一瞬，但是他目前手无寸铁，并且又受伤了，此时根本不敢停留，所以他准备撤退。但是野狼王带来的那几个野狼不知道什么时候来到了楼顶之上，此时正虎视眈眈地盯着他，龇牙咧嘴的低吼。可恶！虽说以他的实力，就算受伤了，对付这些小野怪也是轻而易举，但是这多多少少都会减缓他的行进速度。而野狼王和牛头领主此时正在下面呢，不过也没有任何办法，咬了咬牙，蓝颜向前冲去。几只野狼几乎也同时动了，他们张开大嘴朝向他撕咬过来。没有武器，蓝颜直接将身后的复合弓抽了出来，向着冲在最前方的野狼砸了下去。复合弓与野狼的脑袋接触的一瞬间，就将野狼抽飞了出去，可见蓝颜的身体中爆发出了多大的力量。不过野狼正一只一只的扑向他，而他的速度再快，也只能一次抽飞一只。吼！2道不同声音的兽吼声几乎同时响起，蓝颜余光之下看到野狼王和牛头领主同时跃到了楼顶之上。虽说他们都受了些伤，但对于皮糙肉厚的他们来说根本不值一提。不过很明显，他们此时双眼猩红的看着眼前的人类。蓝颜此时也分身乏术，手中的动作不停在对付着野狼。下面的重装坦克此时也无暇攻击，因为他们也被几只野狼缠住。轰！几只野狼直接咬烂了坦克的炮塔门，直接窜入了其中。其中的战斗人员竟然直接从内引爆了手雷，想要与野狼同归于尽。但是只见那辆冒着烟的重装坦克慢慢的爬出了一道身影，那身影正是之前钻进去的野狼。此时他的一身皮毛都已经被炸得焦黑，4条腿走路也有一些一瘸一拐的，但就是没死。这还只是一个小怪而已。野狼王和牛头领主再次朝向蓝颜冲击而去，一个劈出巨斧，一个利爪抓出。无奈之下，蓝颜只好放弃正在与他缠绕的野狼，抓紧闪避。要是被这2道攻击同时打到身上，不死也脱层皮。不过野狼王和牛头领主此时正处于3个方向夹击着他，又岂是可以轻易走脱的？无奈他将长弓横在身前，他只能希望以此来削弱一些攻击，而后背的普通怪物他根本顾不上了。嗖嗖！不过正在他准备拼命的时候，头顶上方突然有着几道攻击向着他的周身攻击而来。随后只见眼前的野狼王和牛头领主的身体竟然同时止住，随后在他震惊的目光中，从腰间开始，上半身和下半身分离开来。想起身后的野狼，他立即转身防御，但是他赫然发现身后的10几只野狼也全都身首异处，死的不能再死。他的嘴巴张成了 O 型。与这2个 BOSS 缠斗了不短的时间，他们的恐怖他再了解不过。不过这么强大的怪物，仅一击就被灭杀，这简直就是名副其实的秒杀。蓝颜循着那道攻击向上看去，只见一道身影在空中缓缓落下。第110章，多谢义父。龙玄在望远镜中看到这边发生的一切，原本他还担忧不已，没想到突然冒出来一个神秘人，一瞬间就将所有怪物全部解决，而且力道掌控的也精准无比。下方围攻坦克的几只野狼也被其解决，但是那一道道攻击竟然没有伤害重装坦克半分。青州城竟然有2个超能者，而且这个人的实力太强了。他一边感慨着，一边将望远镜往上抬，但是逆着阳光，他无法看清这缓缓下降的身影。只见那道身影缓缓落下，通过侧脸他终于看清陆天辰。他猜想到青州城还隐藏着另外一个能力者，但没想到这人竟然是南海市陆天辰。没道理啊，他速度再快也不能几分钟就赶过来啊。龙玄有点懵逼，难道他刚好在青州城溜达？看到眼前仿佛绝世强者降临的人，蓝颜知道正是这人刚刚救了自己一命。
随后微微颔首，谢谢。陆天辰落地之后环视了一下四周，确认附近再没有其他野怪后，便放松下来，随后摆了摆手。你是陈天？蓝颜盯着陆天辰看了好一会儿，然后问道。你怎么知道？陆天辰疑惑不已，自己也没自报家门啊，他咋看出来的？话说你是谁啊？当然是猜的呀。蓝颜见自己的猜的得到了验证，于是笑着道，而且这种实力我想不到其他人了。陆天辰了然，估计是全服公告出现的太多了。唉，人怕出名猪怕壮啊，内心如此吐槽道，随后问道，那你是？蓝颜。听眼前的人如此回答，陆天辰突然想起来，第一个前往灵雨城触发全服公告的好像也叫蓝颜。也不怪如此，能最早一批达到50级的玩家，基本都是各个主城的一哥一姐，当然巨阙城除外，巨阙城现在已经有10几个玩家达到50级了。小友。此时龙玄驱车前来，他身体伸出车身冲着陆天辰摆手，于是陆天辰与蓝颜同时向下方跃去。不过由于蓝颜大腿受伤，落地后一个明显右腿颤抖了一下。陆天辰现在早已经能做到将神圣水晶控制自如，就算不将其召唤而出，也可以对指定目标进行治疗。反正神圣水晶除了复活能力外，治疗什么的也不消耗什么，所以陆天辰顺便给蓝颜治疗了一下。但是他也并未直接将他治疗好，毕竟原本还那么深的伤口直接恢复原样也太离谱了。蓝颜感觉到大腿处的伤痕已经不流血了，而且此时已经没有了疼痛，取而代之的是一种痒痒的酥麻感。于是他也不由得一阵惊奇，看了眼陆天辰后，他摇了摇头，应该不是他。龙玄将武装吉普车停好，随后匆忙下车。非常感谢你们的帮助，要不然我们恐怕要死不少人啊。龙玄的话没有一点夸大，这要不是蓝颜就在青州市，恐怕军方的众人早就全军覆没了。而如果陆天辰来的哪怕再晚一会儿，仍然逃脱不了损失惨重的命运。二人自然是不在意的摆摆手。这里怎么出现了这么多的怪物？陆天辰疑惑问道，其他地区还仅仅只是偶尔几只野怪出没，这里倒好，连 BOSS 都两只来。像蓝颜这种实力的也被压着打。陆天辰估摸至少要通关通天塔第3层才能够轻松的同时对付。我也很纳闷，就算天权融合现实，目前也不该有如此多的怪物同时出现。据我所知，全球范围内都还没有出现这种事情。但据怪物出现最中心处幸存的目击者称，似乎他们感觉到这一片天突然黑了下来，好像有一道黑影出现，随后黑影消散才出现的大量怪物。和陆天辰自然没有什么可隐瞒的，他们处理棘手的怪物还要靠他。龙玄于是道。黑影。陆天辰喃喃，虽然并不清楚具体发生了什么，但是既然能出现这么多 BOSS， 证明这个地方一定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于是他们来到了老城区最中心的位置，这里也是被破坏最严重的地方。来到此地，陆天辰赫然发现这里与其他怪物出现地点果然不同。比如在南海市的3处位置，虽然时不时的有怪物出现，但并无法用肉眼看到裂缝。但是此地的裂缝竟然肉眼可见，那一道黑色的裂缝在虚空中不停地波动，就仿佛一只树眼在诅咒着这片区域。而且就在陆天辰来到此处的2分钟内，他已经看到了3、4只怪物从巨大裂缝中跃出。虽然出现的怪物都被蓝颜轻松解决掉，但是陆天辰内心不由得产生了疑惑，什么情况？这都赶得上其他地点1天的怪物出现频率了。思考无果，陆天辰转头对龙玄道，按照这个速度出怪，恐怕1、2个超凡者驻守都不是很稳妥。龙玄听陆天辰如此说，也点了点头。蓝颜的战斗他全都看在眼里，不过军方目前还没有玩家成为超能者，他别说2个超凡者了，现在1个超凡者都木有。似乎是看出龙玄的窘态，蓝颜表示自己可以在此地驻守，而陆天辰则笑道，你等我打个电话。陆天辰于是掏出手机，随后拨通了大学舍友刘山的电话。刘山虽说天赋不是很强，但是有着陆天辰提供的一身强化满级的装备，愣是通关了通天塔的第7层。想来就算来4、5个牛头领主，他都足以应付。刘山家住随州市，虽然距离南海市不近，但是到青州市这里倒是不远。而且陆天辰表示这里还有个美女相伴，随后他二话不说挂断了电话，直接动身。刘山的速度相当不慢，仅仅半个多小时他便来了。当看到蓝颜后，他不由得惊为天人，随后看向陆天辰的眼神中满是感激，竟然还惦记着全宿舍唯一一个单身汉。不对，现在陈哥也是单身汉了。想到此处，他心中更是感动的稀里哗啦的。随后冲着陆天辰偷偷竖了个大拇指，然后嘴巴一张一合说了句唇语。陆天辰读懂了他的意思，多谢义父。第111章100级达成，有刘山守护在此，就完全不需要担心了。
于是陆天辰淡淡一笑，随后便一个闪身消失了。刘珊看着陆天辰消失的地方，内心感动涕零。美女，我会保护好。随后转身刚准备和旁边的蓝颜搭话，不过还不等他话说完，转身却只看到蓝颜的背影。陈哥辛苦给我制造的机会，我一定要好好把握。内心如此想着，刘珊便追了上去。再过1天半天，天拳第一梯队的玩家应该都可以达到50级了，到时候应该就不会有人手不足的情况了。陆天辰一边往回赶路，一边如此想着。与去时差不多，没几分钟，陆天辰就返回了家里。小陈，我听小刘说青州市出现问题了。刚回到家里，母亲就问道：是啊，我们现在的实力也相当不弱，有没有我俩能帮忙的？想必是刘珊那个大嘴巴在游戏中告诉父母的。陆天辰不由得吐槽了一下，不过他还是笑着对父母道：青州市确实出现了比较多的怪物，而且 BOSS 都出现了2个，但是已经解决了，而且我已经让刘珊过去驻守了，他离得不远。随后他看父母还是一脸担心的样子，他继续道：不用担心，巨阙城第一梯队的玩家也有一些是军方的人，再加上咱们给予的帮助，估计明天一早就都能达到50级了，到时候就更不用担心了。听得陆天辰如此说，他们2人才终于放下心来。又和父母聊了一会儿后，陆天辰就又登录游戏。由于没什么任务之类的，通天塔的次数又全部用光，再加上与张守成公会守护者的众人比较投机，所以陆天辰便带着10几个快达到50级的玩家开始练级。这可是父母目前都没有的待遇啊！陆天辰本体加分身，外加2个 SSS 级资质的宠物，刷怪的速度快到惊人。即使他同时带了10几个玩家同时升级，他们的经验条也以肉眼可见的方式在增长着。好家伙，怪不得陈天大佬升级这么快，这刷怪速度简直无敌好吗？而且陈天大佬完全就是战撸啊！你看他身上那一层白色护盾，压根就没有破碎过，怪根本无法对他造成伤害啊！之前我觉得我已经是天拳的第一梯队的玩家了，但是加入了守护者公会后才发现自己只能算是第2梯队的玩家。现在看到陈天大佬，我也就是个第3梯队的玩家。还有陈天大佬这装备爆率，之前看论坛上说陈天大佬开挂，我还不信，寻摸着天拳这游戏怎么可能有人开挂？不过现在看来还真像开挂啊！他们被陆天辰带升级，根本没有出手的机会。只要怪物出现的一瞬间，陆天辰爆炸的输出就已经到了。无奈他们也只能在一旁帮陆天辰捡装备，他们10几个人捡装备的速度也堪堪和陆天辰击杀怪物的速度相持平。由于在一个地区击杀了不少的普通野怪，所以也出现了几次精英怪和野外 BOSS， 但是也没有怪物能在陆天辰的手底下坚持10秒钟以上。刷累了。几小时后，带的守护者公会的10几名玩家都达到50级后，陆天辰终于停下了。最开始的时候，他们的等级基本都在48级半管经验左右，现在仅仅几个小时的时间，等级统统提升了1级半。要是他们自己刷怪提升，估计至少要1天半的时间，而且还要再单刷，很快的情况。行了，明天你们和张守成他们刷神魔大陆吧。众人全都直挺挺地站立着，随后朝向陆天辰敬了个礼。这也是陆天辰选择带他们升级的第2个原因。守护者公会基本上都是退伍的军人，带着他们通关通天塔之后，也会前往各个怪物出没地点去支援。他们都相信，只要有更多的玩家成为了超能者。陆天辰看了眼时间，已经11点半了。他下线稍稍休息了片刻之后，就再次上线了。此时时间已经12点，他直接使用混沌时空石传送回了巨阙城之中。他之所以没有下线睡觉，那是因为他有更重要的事情做。来到了神魔战场的副本入口，陆天辰兑换了3个进入神魔战场的通行证。嘿嘿，今天必须干到100级。陆天辰等级已经无限趋近于96级，而12点之后，神魔大陆入场次数刷新，这就是他熬夜奋战的原因。他极度渴望早一些达到100级，渴望早日得到阿贝尔所说的隐藏职业。随后他向前一步，直接踏入了神魔战场之中。陆天辰刷神魔战场已经有了一定的心得，所以很快他就在神魔战场的正中心的位置找到了一大堆聚集的怪物。嘿嘿，开始吧！陆天辰二话不说，直接命令小黑和小九上去引怪。这法系双杀的实力自然不必说。再次度过了1天，陆天辰的镜像分身的冷却自然也已经好了。刷刷刷，只见5道镜像分身出现在周身。陆天辰满意的点了点头，距离分身大军又近了一步。随后操控着5个分身也加入了战场。在神魔大陆中练级，时间过得相当之快。由于陆天辰直接递交了3个入场券，所以他一直没歇，直接从12点干到了8点半。随着陆天辰一剑斩下，陆天辰的耳边也终于响起了游戏提示音：恭喜您冒险者，您的等级提升，获得5点自由属性点，
请根据喜好自由加点。当前等级 LV100。天权公告：检测到华夏服有玩家等级达到100级，作为全天权第一个出现100级玩家的服务器，现华夏服所有玩家刷怪经验额外增加 50%， 效果持续48小时。全服公告：检测到华夏服有玩家等级达到100级，现开启声望商城。陆天辰打开等级排行榜查看，其他的全服公告他都已经忽略了。此时他无比激动，他终于达到了100级。作为天权中第一个达到100级的玩家，他的等级甚至于第2名出现了严重的断层，实力装备也都强的一批，天权第一人的称号他当之无愧。而此时正在天权中奋战的玩家，此时全部都呆立在了原地。第112章通关通天塔。这100级，我勒个去！我承认我和甘地还有一点差距，不过没想到这差距，我是万万没想到。100级，认真的吗？陈天大佬，你不需要睡觉休息的吗？真的印证了那句话，比你优秀的人比你还努力，装备比你好的简直比你还干啊！哎，你们看新闻了吗？青州市有一处地方貌似出了大事件，虽然消息被第一时间封锁了，但是据不可靠消息称，貌似那里出现了巨大的怪物，他们有的牛头人身，有的狼头人身，相当骇人。兄弟，展开说说。展开不了啊，我也是听别人说的。那人告诉我，抓紧在天权中升级，到时候就知道了。虽然并不清楚什么原因，但是最近我眼皮也总是跳，感觉要发生什么大事一样。我说兄弟，想那么多干嘛呀？陈天大佬等级达到100级后，咱们竟然也有好处，50%额外经验加成，冲级才是王道啊！由于陆天辰这次等级提升，不仅响起了全服公告，华夏服都知晓了此事，他甚至触发了天权公告。顾名思义，这应该是天权所有服务器的所有玩家都会收到这条公告消息。此时樱花服众多被陆天辰虐过的玩家，像宫本武藏等无不咬牙切齿，他们被陆天辰将等级都压回了1级，即使他们已经很努力了，现在也才看看20级。而那个华夏陈天此时竟然已经达到了100级，当时等级相差不多的时候他们都被玩虐，现在更别提了，估计打个喷嚏都要死一片。愤怒的同时，他们也生出了一股无力感，恐怕他们再也无法报仇了。陆天辰已经将他们远远地甩在了后面，樱花服也被华夏服遥遥地甩在了后面。而在得知山淼一次郎那个比达到50级成为超能者之后，他们更是气得牙痒痒。他们当初像山淼一次郎一样选择服软该多好啊！陈天大哥，你太牛了，这升级的速度没谁了。陈天大佬，你都100级了，什么时候带我和火云儿升级啊？哼，升级那么快都不带我，我超陈哥牛批666。陆天辰的社交栏此时响个不停，他看着低调如我、花未落等人的消息，简单的回复了一句，他便急不可耐的直接进入旁边的另外一个副本通天塔。想起了阿贝尔给自己的暗金色宝箱，陆天辰内心中不由得一阵火热。现在自己再次解锁了通天塔的2层权限，等我通关了通天塔的20层，获得了那个钥匙后，现在应该可以得到阿贝尔说的宝物了吧？不得不说，达到50级后通关通天塔的第1层和第2层成为超能者还是相当简单的，但之后每一层的 BOSS 实力都是成倍的增长。比如说陆天辰面前的这个身高近100米的 BOSS 等级就已经达到了95级，属性更是强的一批，不管是输出还是生命防御都相当高。别看陆天辰刷起来没什么压力，但是高额护盾、恢复、攻击切割、速度等等因素，只要陆天辰有一个短板，他都不会有这么轻松。巨额护盾能顶住 BOSS 超高的攻击力，神级天赋加 2% 最大生命值的切割伤害，不仅可以对 BOSS 造成大量伤害，并且可以一瞬间将自己和分身的所有状态全部都恢复到最佳。伴随着一道无我剑气的切割斩杀，仅仅10秒钟左右，眼前的这只 BOSS 就已经被陆天辰击杀。空间一阵晃动，陆天辰的身影瞬间出现在了另外一个空间，随后地面一阵蠕动，在陆天辰的注视之下，只见地面之上一阵轰隆，随后场地直接出现了法阵。此时法阵慢慢亮了起来，随后狂风骤起，只见一道高大的身影出现在了法阵之上。击败我！那身影高足有100米，仿佛一个远古巨人，此时嘴巴一张，竟然说话了，只是语言生涩，仿佛已经几万年都没有开口了一般。击败我，你就能见到主人。陆天辰一喜，阿贝尔诚不我欺啊！想必他的主人掌管着那个钥匙，他兴奋的身体都有了一丝颤抖，随后开启幽冥之力，瞬间冲了上去。他使用地狱之眼发现，这个100米高的 BOSS 叫做远古巨人乌尔卡，属性比之亚托斯还要强，生命值和物理防御尤其强大。不过仅仅只是属性强大，倒没有太大的问题。最主要的是，这家伙的被动远古之躯，单次受到超过 1% 的伤害，伤害减免 80%。这个技能简直就是为了克制陆天辰的。原本他还抱着侥幸的心态，
以为切割伤害属于真实伤害，不会被伤害减免削弱。但是第一次攻击后，陆天辰便意识到远古巨人乌尔卡的远古之躯的强大，甚至连真实伤害都可以减免。嘿，有点能耐，可是不多。陆天辰暗自计算了一下，就算自己的攻击被削弱了 80%， 但是在 BOSS 巨额生命值之下，剩余的伤害也相当高，多费一些时间而已。陆天辰随后使出浑身解数，开始不停地攻击着远古巨人乌尔卡。不得不说，乌尔卡的速度已经相当不错，但是陆天辰的虚空游走就仿佛瞬移一般， BOSS 根本摸不到他，反而自己的攻击速度相当之快，并且每次攻击都能带走乌尔卡巨额的生命值。乌尔卡血量下降到 30% 以下的时候，变得狂暴无比，各项属性再度提升。不过对陆天辰来说，就算再提升1倍，对他来说也没啥影响。一顿输出之下，狂暴的远古巨人乌尔卡便应声倒地。随着20层首关 BOSS 远古巨人乌尔卡被击杀，只见陆天辰所在的场地再度变换。原本通天塔的格局是那种肃杀的风格，但是此时场景赫然变化成了一片碧绿之色，给人一种微风拂面的治愈感觉。这两种截然不同的景象形成的反差极大。冒险者，你终于来了！正在陆天辰观察着周围景象之时，只见一道声音在他的耳边响了起来。第113章，圣者艾丽卡。通天塔内还有其他人？陆天辰不由得紧张起来。不过就在他正戒备之时，只见四周的树木微微颤抖摇曳，周围树上的一些树叶飘散下来，随后树叶在一阵微风的吹拂之下缓缓地聚集而起，然后在陆天辰震惊的目光之中，慢慢地凝聚成一道女人的身影。这个女人浑身衣着和秀发呈现碧绿之色，仿佛大自然中的精灵，而那双眼睛中有着生机与灵动。这是……陆天辰心中疑惑不已。不过正在他纳闷的时候，背包中阿贝尔的灵魂石竟然自己出来了。随后阿贝尔的身形投影出来。艾丽卡看着眼前这道人影，阿贝尔的虚影喃喃地呼唤着。作为和他共同并肩作战的昔日战友，阿贝尔不可能认错，眼前的人应该就是那个创建了圣光城的圣者艾丽卡了。不过艾丽卡此时并没有理会阿贝尔，而是目不斜视地盯着陆天辰，然后道：勇敢的冒险者，恭喜你成功通关通天塔。说完后，艾丽卡的身前缓缓飘出了一个白色的珠状物体，随后艾丽卡双手轻轻一推，那个白色的珠状物体便被他推着送到了陆天辰的面前。他自然是双手摊开捧着那个白色珠体，随后心念一动查看天权之心效果，天权核心，融合天权之心便可掌控虚拟天权。陆天辰见到物品名称先是一怔，随后看到这简单的效果说明更是一阵懵逼。掌控虚拟天权啥意思啊？陆天辰内心中不由得疑惑不已。而阿贝尔见昔日的战友艾丽卡并不理会自己，则上前再次招呼。但是虽说艾丽卡双眼看似灵动，但是仿佛压根看不到他一般，不予理会。拥有天权之心就可以掌控整个虚拟天权的运转。艾丽卡无视阿贝尔的身形，眼睛继续向前看，随后淡淡的道：拥有天权之心，你可以做到任何事情，但为了避免邪恶的人得到天权之心，我加了一些限制，那就是无法干扰其他冒险者的修炼。虽然不清楚艾丽卡所说的修炼是啥意思，但是陆天辰听了他详细解释天权之心的作用之后，他不由得惊喜不已。只要不干扰其他冒险者，我可以做到任何事情。陆天辰内心如此想着，随后第一时间将天权之心放在眉心之中，这种事儿他已经驾轻就熟。随着天权之心融入眉心，陆天辰有了一种奇异的感觉，在这片空间，他就仿佛神一般的存在，他几乎可以做到任何事情。手掌一翻，陆天辰的手中便出现了一个神话装备，这可不是他自己正在穿戴的神话装备，这装备完全是他凭空想象出来的。激动之余，陆天辰再次手掌一翻，手中再次出现了一件神话装备。我操！陆天辰此时内心中除了震惊还是震惊，凭空造物可还形，而且这翻手之间就是神话装备，简直匪夷所思。那以后自己和父母等人，那还不是要什么装备有什么装备？正在陆天辰歪歪之时，耳边的声音再次响起：冒险者。艾丽卡继续说道，但是陆天辰注意到他的身影似乎比之刚才虚幻了几分。魔王的封印即将解除，天权大陆动荡四起，我无力阻止，而天权是我消耗所有生机创建的半虚拟世界，它并不仅仅是一款游戏。冒险者在天权中最高可修炼到超凡境初期，超凡境之前有着20个小境界，只要通关通天塔的相应层数，即可将能力反馈到自身，这你应该早有察觉。天权之心掌控着天权的运行，而它也是前往真正的天权大陆的钥匙。如果天权之心落到邪恶的人的手中，我们也只能认命，并也没有第二次机会了。这一次我们已经无力阻止魔王，而希望在你们人类的身上。艾丽卡说着说着，影像闪烁了一下，随后便消失不见。
怪不得他听不见阿贝尔的召唤，估计这只是一道提前准备好的影像。看着消失的艾丽卡，陆天辰和阿贝尔同时沉默了。阿贝尔的沉默应该是缅怀好友的消散，而陆天辰的沉默无他，实在是艾丽卡说的话信息量太过巨大了。他已经知道天权不是一款游戏那么简单，没想到天权是让人快速到达超凡境的一个半虚拟世界。虽然获得了天权之心，但是陆天辰感觉自己身上的压力一点都没有减轻。原本他所有的目的都是奔着100级使劲，奔着隐藏职业使劲，但是目前看来，100级也就是到达超凡圆满境，也仅仅只是个开始。阿贝尔，陆天辰轻声唤道。阿贝尔脱离了悲伤，朝向陆天辰看来。超凡境界之上是什么境界？魔王到底是什么境界？陆天辰开口，就连猪炮一样的问了2个他比较关心的问题。而阿贝尔犹豫了一下，然后道：在天权大陆的境界分别为炼体境、炼神境、超凡境、圣境、半神境和神境。而炼体境和炼神境分10个小境界，炼神境圆满之后就达到了超凡境。现在你回到现实世界，就能感受到身体的变化了。剩下的境界都分为初期、中期、后期、圆满这4个小境界。阿贝尔说着，顿了顿，随后叹气道：哎，至于魔王达到了什么境界，我们并不清楚，因为我们6人当时都已经达到了神境圆满，但仍然不是他的对手。他的境界很有可能已经超越了神境圆满，达到了另一个我们不知道的层次。听完阿贝尔的话，陆天辰心中一凝。之前觉得现实世界的自己就好像超人一般，但是没想到目前达到的超凡境上面还有3个大境界，而那实力恐怖的魔王赫然还是超越神境圆满的存在。那自己在魔王面前岂不是还是个小卡拉米？不过陆天辰似乎是想到了什么，于是疑惑地问道：那魔王的实力那么强，七幽影应该也是相当强大的存在吧？那为什么之前我的实力不是很强，却能在这里将幽影之6亚托斯斩杀呢？第114章，众人集体震惊，神话装备成套送。陆天辰问完此话后，双眼直视着阿贝尔，他迫切地想要知道答案。布拉德里克和亚托斯早已被我们所封印，我猜测应该是艾丽卡将他们的部分神魂一同带到了天权之中，为的应该是让冒险者们提前了解他们的强大。陆天辰点了点头，这一切似乎都解释得通了，这也是每个主城都安排了代理城主守护着各个主城的原因。估计贺老等人也都是因为各种原因被带入了部分神魂进来守护各个主城，这才组成了整个的半虚拟世界。这个世界或许并不完美，但却是人类快速提升到超凡境的途径。不得不说，艾丽卡牺牲自己所作所为已经值得陆天辰敬佩。不过，人类真的可以战胜强大的魔王吗？陆天辰内心中不由得开始怀疑自己。他之前积累的所有信息似乎都被一招击溃。正所谓了解的越多，越绝望，这并不是空穴来风。所以有的时候知道的越少越好。陆天辰就这么站在原地，脑袋乱乱的，一时有些迷茫。不过他不愧是走过低谷的人，家中的变故和自己短腿的经历早就锻炼出了他坚韧的性格。仅仅几分钟的功夫，陆天辰便抬起头。不管怎么说，实力才是绝对的王道。就算1个人的实力不够，那么100个人呢？100个不够，那么10000个人呢？虽然无法干扰玩家升级，但是这装备我还是不是要多少有多少？虽然对于天权之心的认知和了解还有限，但是陆天辰内心已经打定了主意，要尽快的让更多人达到超凡境，到时候就算实力不行，人海战术都搞死他。陆天辰如此想着，便收起了手中的装备。阿贝尔此时也回到了灵魂石之中，他仅一个闪身便从通天塔中出来了。对了，声望商城不是开启了吗？陆天辰看着那多出的一个选项，随即打开，只见里面的商品琳琅满目的，从装备到技能卷轴等，几乎是应有尽有。唉，陆天辰不由得叹了口气，因为他现在就仿佛是天权的造物主一般，想要啥直接变。声望商城在他这儿都已经名存实亡了，亏得我跑各个主城去做任务刷声望。陆天辰看着自己好几万点的声望值，不由得一阵吐槽。不过这声望商城对其他人还是很友好的，毕竟声望可以兑换装备，而声望可以做任务获得，甚至有些任务是可以重复做的。虽然奖励不多，但是胜在可以白嫖啊。突然他看到广场之中的一个玩家，陆天辰意念一动，想要尝试着能不能给他提升个3、5级的，但是最后他使出了吃奶劲儿，也没有如愿。这可能就是无法干扰其他玩家的修行吧。陆天辰如此想着，毕竟是创造天权的人制造的规则，自己无奈无法改变，只好遵守。无奈，陆天辰直接一件神话装备扔了过去，就一个闪身消失了。而那名玩家自然是连连感谢，没想到碰到了这么个随手送装备的大财主。但是当他看到这装备的属性之后，他不由得双眼圆睁，呆立在了原地。这一身装备凑不出一套高级装备的他，此时根本说不出来一句话。而此时陆天辰早已经出现在了兄弟盟的驻地之中，这可是真真正正的瞬移。他有一种感觉，
只要他想，他能瞬间出现在各个服务器的各个主城的各个位置，这可比混沌时空时的效果牛批多了。在回来的途中，陆天辰直接内心中对着低调如我等人说了一句话，但是听在他们耳中，那感觉就像全幅公告响彻在他们的脑海中一样。众人怀着好奇的心情，全部都聚集到了兄弟盟的驻地之中。低调如我等人算是友好公会，所以他和老邱等人自然也获得了进入这里的权限。陈天大哥，低调如我刚传送回来，看到坐着的陆天辰，便走了上来，热情的道：“陈天先生的升级速度还是那么恐怖啊！”老邱此时也来了，上前拱手道。随后的片刻之后，则是不停的人影闪动，花未落、咖啡加糖等人也都出现在了大厅之中。陆天辰与众人一一打招呼，见重要的人基本都到齐来了，陆天辰给了每个人2套装备。众人早就知道陆天辰财大气粗，装备特别多，而陆天辰这么给予他们装备也不是1次2次了，他们自然都是开心的收下。我靠，这是……我勒个去，我没看错吧？呀，这……众人收到装备，第一时间查看，不由得震惊不已。原因无他，因为陆天辰给他们的2套装备，一套是史诗装备，一套是神话装备，全部都是高星装备，而且全部都强化到了满级。他们先是互相对视了一眼，从其他人的眼中他们清楚，估计所有人都收到了同样等级的装备，这简直是离了个大谱。现在一件传说装备的价值都相当不低，强化满级更是能让顶级财团趋之若鹜。现在史诗神话装备都成套送了，且不说装备的价值，就是那强化所消耗的金尘都是一个天文数字。即使场上低调如我和花未落等人现实世界都是神豪一般的存在，但也自问买不起这一件强化满级的神话装备。而在场众人也有10几个人，每人1套，这又是什么概念？震惊久久无法消退，他们齐齐地看向陆天辰，期待自己的疑惑得到解答。陆天辰早就已经猜到了他们会有如此的反应，毕竟当初自己得到一件神话装备都高兴不已呢。装备是哪里来的？你们不需要操心，你们目前的任务只有一个，尽最快的速度达到100级，并且通关通天塔，这关乎到人类的生死存亡。陆天辰看着众人，掷地有声地说道。第115章隐藏职业的本质。陆天辰的前一句话并没有什么特别的，因为升级和通关副本原本就是游戏的一部分，更别提现在他们知道了通关通天塔，现实世界的自己也会获得相应的能力提升。无管出于哪种目的，他们都会把提升等级和通关通天塔放在第一位。但是陆天辰的第2句话就让人不得不震惊了。联想到全球范围内都出现了天权的怪物入侵人类世界的情况，他们不得不得出一个推论：难道马上又更厉害的怪物要入侵人类世界了吗？周鹏整理了一下思绪，率先问道。而众人心目中也有这样的猜想，所以全都看着陆天辰。察觉到众人的目光，陆天辰点了点头，继续说道：没错。随后他将自己所知道的关于天权中各个境界的划分告诉了众人，他们听后无不震惊不已。现实世界我感觉都已经刀枪不入了，竟然只是炼体境8层。霍思明喃喃道，他天赋不弱，并且有着陆天辰提供的满强化装备，他通关了通天塔的第8层。他这样的实力在众人中也就海纳百川，和低调如我等人因为有着 SSS 级的天赋才比他高个1层。不过他没想到这样的能力在天权中还是属于底层的存在，上面还有那么多的境界，并且强如陆天辰达到了100级，也仅仅只是超凡境初期而已。魔王很有可能是超越神级的存在。上次青州市的情况你们多少都有些了解了，我猜测很有可能天权大陆和人类世界的融合开始加速了，所以不管出于什么目的，提升自己的实力也肯定是没错的。唇亡齿寒的关系我还是懂的，这也是我为什么选择帮助军方的原因。你们各个公会的普通玩家我也会给予一些帮助，但也不能无限制的帮助他们，毕竟我也不欠他们的。他们可以通过镇守怪物出现地点来兑换装备，而有了好装备后，他们也可以通关通天塔，获得更强的能力。陆天辰说了一连串的话，话音掷地有声，不容置疑。陈天大哥，放心吧，我们一定抓紧升级，会内的成员也会帮忙助手。低调如我原本就是陆天辰的小粉，所以此时没什么犹豫，第一时间站了出来表态。我们镜花水月公会也没问题。随着低调如我说完后，花未落等人也都表示没有什么问题，意见达成了共识。陆天辰随即又将一些装备和技能卷轴交易给众人，让他们给公会内成员提升能力用，随即众人便离开了。而此时军方也有好多人成为了超能者，虽然是最低级的超能者，也就相当于炼体境2层的实力，但是目前来说这种小任务还是可以完成的。再加上陆天辰提供的一些装备为诱惑，相信玩家都抢着去执行任务，所以众人也都能够专心升级，尽快提升实力。众人走后，陆天辰使用天权之心又修改了一下各个主城的任务奖励，添加了一些隐藏任务，并且让声望的奖励提高了不少。
这样普通玩家的实力多多少少也能提升一些。做完这一切后，他便从背包中取出之前阿贝尔送给自己的暗金色宝箱，这里装着隐藏职业的卷轴。这隐藏职业还有什么用啊？陆天辰嘴中不由得一阵吐槽，现在他在天拳中都无敌了，不知道这个隐藏职业还有什么用。不过此时阿贝尔的声音响起，隐藏职业可没有你想的那么简单。陆天辰一怔，听了阿贝尔的话，他一阵疑惑，隐藏职业难道不是天拳中随机的一种职业吗？陆天辰疑惑地问道，但是阿贝尔说完没有正面回应他，而是反问道，那按照你的说法，你融合了天拳之心，现在应该可以随手创造隐藏职业卷轴了，你试试看。陆天辰闻听此话也有些异动，这要是全员隐藏职业，那升级速度岂不是更快了？不过事实并没有如陆天辰所愿，不管他怎么努力，融合天拳之心的他却始终无法创造出隐藏职业卷轴。按理说，他现在除了无法干扰玩家修炼之外，就算现在变出一座山、一条河，那都是轻而易举的。而此时他无法变出隐藏职业卷轴，那只有一种可能，隐藏职业卷轴并非是天拳之物，它很有可能是艾丽卡在现实世界中带入这里的。不过陆天辰想起了咖啡加糖是个召唤师，马上就有了疑问，随后问道，不对啊，那咖啡加糖怎么进入天拳中就是个隐藏职业？片刻之后，阿贝尔的声音响起，隐藏职业的本质其实就类似一个人的体质，拥有这种体质的冒险者也都是万中无一的存在，有的人对各系元素感应异常敏感，有的人对黑暗魔法异常敏感。而他是召唤师，并不是因为他运气好获得了隐藏职业，而是他本身就异于常人，你可以理解为他本身便是特殊体质，可以召唤异界生物。阿贝尔的一席话直接就给陆天辰整懵逼了，也就是说他现在在现实世界也可以召唤宝宝协助自己战斗。陆天辰如此问道，但是回应他的则是一阵沉默。阿贝尔并未说话，为了验证自己的猜想，他直接定位到咖啡加糖的位置。此时他正在神魔战场和众人练级，陆天辰瞬间打破规则，直接出现在了他的面前。你在现实世界也可以召唤宝宝？陆天辰直接问道，而咖啡加糖被他问的则是有些懵。我不知道啊，没试过。陆天辰一拍额头，随后道，那你现在下线尝试一下。哦，咖啡加糖说罢便直接下线了，不过仅仅过了几秒钟他再次上线。我去，竟然真的可以召唤！咖啡加糖此时兴奋异常，对着陆天辰道，而得到肯定答复的陆天辰则心中了然，随后点了点头，便又瞬间消失，只留下在原地呆愣的咖啡加糖。而陆天辰离开后，直接打开了那个装着隐藏职业的暗金色宝箱。这又是什么隐藏职业呢？原本以为隐藏职业没用了，现在竟然峰回路转，他内心中也不由得期待起来。随后他右手轻轻一扶，原本无法打开并且坚硬无比的暗金色宝箱，此时竟然变成黑色的粉末消散。随着暗金色宝箱消散，随后便是一个暗金色的卷轴落在了陆天辰的手掌之中。第116章，持续扩大的裂缝。陆天辰看着这个暗金色的卷轴，第一时间便查看属性：虚空之体，效果使用后可觉醒虚空之体。效果说明简单的一批，不过陆天辰也终于肯定了之前的猜测，这东西它并不是什么隐藏职业卷轴，而是可以将它普通体质升级为特殊体质的宝贵卷轴。激动的心，颤抖的手，陆天辰二话不说，直接拆开卷轴上的丝线，而随着卷轴的使用激活，只见卷轴瞬间幻化成点点黑色的粉尘，漂浮在他的周身。陆天辰看着那漂浮的黑色的粉尘，感到一阵神奇。仔细观察之下，那漂浮的每一粒粉尘都仿佛包含了浩瀚无垠的虚空一般。随后在他的注视之下，那些黑色的粉尘缓缓地接触他的皮肤，随后慢慢融入他的身体之中。啊！陆天辰现实世界的身体不由得发出一道舒服的呻吟声。虽然还没有退出游戏去验证，但是他明显能感觉到自己的身体发生了一些神奇的变化。那种感觉是由内而外的，仿佛自己身体中的每个细胞都被重新改造了一番。陆天辰自然是感受到了身体的变化，随后直接就下线了。他早已经可以一心二用，当他通关通天塔的时候，就感觉自己的身体已经达到了一个全新的境界。而此时使用完虚空之体卷轴之后，更是感觉身体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陆天辰站起身，看着面前的墙壁，他有一种感觉，自己似乎可以直接穿过这道墙。唰！随着他的意念移动，他便一瞬间出现在了院子之中。当然回头看去，墙壁并没有被损坏丝毫。虽然这仅仅只发生在片刻间，但是他清楚的知道，他刚才意念移动便踏进了虚空之中，随后从虚空踏出便已经到达了院子中。我去，这是真正的虚空游走！陆天辰震惊不已，之前在游戏中便掌握着虚空游走这个技能，这种感觉他再熟悉不过。
他甚至有一种感觉，仅仅穿越一堵墙，明显还没到达自己的极限。让我来试试极限距离。陆天辰随后心念一动，直接踏入虚空之中。他在虚空之中快速穿行，虽然随着时间的流逝，他感觉到虚空中的压力开始成倍的增加，但他还是坚持到极限了，才从虚空中出来。我去，这特么都到哪儿了？陆天辰看了下周围陌生的环境，这是一个他从来没来过的地方。随后拿出手机导航。我去，这都30公里外了。他导航了家的位置，现在距离家竟然足有30公里。虽然导航不会走直线，但是目测直线距离也得有20多公里。这才多大一会儿的功夫，简直离了个大谱。虽说他很震惊，但是陆天辰还是仔细研究了一下虚空之体的其他作用。随着不断的尝试，他发现了虚空之体的其他使用方法，估计作战的时候会有意想不到的作用。适应完虚空之体后，陆天辰来到了之前出现 BOSS 的青州市，原因是龙玄打电话来，表示这里貌似最近怪物出现的频率似乎有些高。以他的能力，现在的赶路速度更加快了，仅1分钟不到的功夫，他便出现在这里。此时这里已经被里里外外的围了起来，此时刘山和蓝颜已经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3个超能者军人在不停地击杀着出现的怪物。咦？陆天辰看着那不停涌现怪物的裂缝，不由得轻疑了一声，因为他看到那裂缝明显变大了不少，这才不久的时间，裂缝竟然足有原先的2倍大小。而且随着他的靠近，他赫然感觉到有一丝能量不经意地流入自己的体内。陆天辰以掌为剑，随后随意地劈出几下，只见其在不伤及其他超能者的前提之下，竟然瞬间将几十只聚集的怪物全部击杀。他录的这一手不由得引起那3个超能者的羡慕。这就是陈天大佬吧？好强！咱们勉强对付几十只怪物，他竟然一下就全部秒掉了。嗨，那可是全天拳最牛的玩家，你没看论坛吗？他以一人之力将小日子服的所有玩家打到服气，甚至他在公共聊天频道嘲讽都没人敢吱一声。我看了小日子服论坛的消息，可笑死我了，太解气了。是啊，华夏有陈天，真是服气啊。陆天辰没有理会3人的议论，而是径直走到了裂缝的边缘处，仔细感受着。他心中的猜想也不由得得到了验证，因为随着他与那黑色裂缝的距离拉近，那种能量涌入身体的感受就更加的强烈。而且陆天辰还发现，在达到超凡境之后，他击杀这些怪物也有一些能量窜入身体之中，这是他达到超凡境之前是从来没有感受到过的。他细细感受了一下那黑色裂缝中逃逸出来的奇异能量后，不由得猜测着，难道击杀怪物和吸收裂缝中逸散的能量可以继续提升实力？陆天辰为了进一步的验证结论，身形再次上前，右手直接触摸向那黑色的裂缝。不过就在此时，陆天辰的眉心处亮了起来，随后他的身影竟赫然的消失在了原地。而原本还在讨论陆天辰的3个超能者见此情况，则是一惊，这可把他们吓坏了。这裂缝不光出怪，还能吞人！我操！陈天大佬进入裂缝中了！快联系龙先生，反映这个情况！快！随后一人急速闪身离开，他急速奔向指挥室去和龙玄汇报。指挥室中的龙玄面前的桌子上正摆放着一个详细的地图，上面被圈画出了很多个圆圈。仔细观察，那些被圈出的地方赫然是怪物出现地点。龙先生不好了，陈天被黑色裂缝吞噬了。听闻此话，龙玄的身体陡然一个哆嗦，手上的笔也掉在了地上，随后慌慌张张地往外跑去。而另外2个人则第一时间来到了黑色裂缝的旁边。但可惜的是，不管他们如何尝试，都无法像陆天辰一样进入到那黑色的裂缝之中。第117章解围。不一会儿的功夫，一辆军用吉普车火急火燎地从安全区外围开了过来。等军用吉普车快到达黑色漩涡附近的时候，只见一个急速的漂移，随后便稳稳地停在了黑色漩涡的旁边。副驾驶的车门打开，只见一身劲装的龙玄急忙地走了下来。怎么样？他出来了吗？龙玄3步并2步地跑到那2个超凡者的旁边问道。那2个超凡者虽说此时已远非普通人可比，但是面对龙玄这个老长官的时候，还是相当尊敬。他们2人相视一眼，随后无奈地摇了摇头。见他们2个摇头，龙玄的心跌到了谷底。陆天辰的实力他不是没有见过，就算同为超凡者，他的能力也绝对是最顶尖的。毫无疑问，陆天辰是华夏的最强战力，而且在天拳中也有着强大的凝聚力。如果他出现什么意外，那不管从哪方面来讲，都是损失惨重的。眼前这2个超凡者很显然已经尝试了多种方法，不过很显然并没有什么收获。龙先生，我们发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其中一名超凡者正色道，而龙玄则是转头看向他，示意他继续说下去。那名超凡者顿了顿，继续说道，
自从陈天进入黑色裂缝之后，我们就再没见过其他生物从裂缝中出来了。龙玄听到这个消息，先是一阵疑惑，随后一喜。怪物不出现，只能有两种可能：一是裂缝已经闭合了，怪物们无法通过黑色漩涡到达人类世界。不过，虽然他们无法进入裂缝内部，但是看裂缝这样子，怎么都不像是闭合了的。那就只剩下第二种可能了，怪物在内部都被陆天辰消灭了，这至少证明他目前还平安无事。龙玄死死地盯着黑色漩涡处，期待着陆天辰再次出现。而此时，陆天辰穿过黑色漩涡，直接来到了另外一处空间。这里的环境和天泉中的巨阙城的野外很相似，不过整片天空都仿佛被黑云所笼罩，压抑无比。而这两处空间通过这个黑色漩涡连通。此时零零散散的有一些怪物看到他准备发动攻击，或者是想要跳入黑色漩涡，不过都被陆天辰一记掌刀劈出的虚空剑气斩杀。是天泉之心的原因吗？陆天辰从眉心之处唤出天泉之心，喃喃道：“这是艾丽卡之前提过的进入真正的天泉大陆的钥匙。”而且他明显感觉到进入漩涡之后，天泉之心有了一丝反应。收起天泉之心，陆天辰看向远处主城的方向，那是巨阙城的巨舰标记。没想到这里连通的是天泉大陆真正的巨阙城。说罢，他便一个闪身踏入虚空，随后直直地朝着主城的方向赶去。仅仅片刻的功夫，他便来到了巨阙城东门几里地外。陆天辰正准备从东城门进入巨阙城之中，但是此时他赫然发现巨阙城的东城门处竟然有大规模的战斗，喊杀声震天，而地上则倒着无数的尸体。仔细观察之下，交战的双方有一方是巨阙城内的守备人员，而另外一方则和之前他经历过的怪物攻城一样的漆黑的各种形态的怪物。而且虽然无法像在天泉中查看怪物属性那么简单，但是这些漆黑的怪物给他的感觉就是很强。虽然只是普通魔物，但是光从气息来看，就比牛头领主和野狼王要强。陆天辰隐蔽身形在观察着战况，不过他下一秒眼睛一凝，奥利亚。比较近的一处战权，陆天辰看到正在战斗的一道身影一怔，他不明白奥利亚为什么可以出现在游戏中的同时还能出现在天泉大陆之中。而此时奥利亚正被10几个黑色魔物围住，明显力不能敌。奥利亚刚刚挥出一剑，艰难地弹开4只黑色魔物，不过紧接着就有3只魔物正朝向他的盲区抓去。陆天辰此时的距离并不远，仅犹豫了片刻的功夫，陆天辰便遥遥地对着那几个准备偷袭的黑色魔物挥砍出一击虚空剑气。噗嗤！黑色魔物的所有注意力全部都放在了奥利亚的身上，此时并没有察觉到他还有其他帮手。猝不及防之下，虚空剑气直接将他们拦腰砍断。他们死之前手上的动作还准备攻击向奥利亚，但是最后也没有得逞。而见到自己的同伴瞬间被斩杀了3个，剩下的几只魔物也都警惕地看向四周，嘴中发出尖锐难听的尖叫声。而此时压力骤减的奥利亚也察觉到了有人相帮，随后眼神一凝，趁着魔物分神之际瞬间发动攻击。噗嗤！他手握长剑向前一刺，一个背对着他的魔物胸膛瞬间被刺穿，随后应声倒地。仅仅几个呼吸之间，4只黑色魔物先后被斩杀。奥利亚一人对付6只绰绰有余，虽说在魔物有准备的情况下费了一些功夫，但是片刻后他也成功的将剩余的6只魔物全部击杀。他抬头看了眼那虚空剑气射来的方向，那里明显被灌木所遮挡，什么都无法看到，但他还是冲着那个方向重重的点了点头，随后便冲向其他战场而去。而此时陆天辰击杀3只黑色魔物之后，感觉自己的实力强了一丝，虽说仅仅只是一丝，但是击杀魔物明显比击杀普通怪物来得划算。所以陆天辰仗着虚空之体可以发动远程剑气的优势，在远处不停地放冷箭。他专门挑没什么防御的魔物，他可以做到一击秒杀。原本场上维持着微妙的平衡，甚至黑色魔物都略微占据一丝优势，但在陆天辰出手后，这微妙的平衡被瞬间打破。腾出手的奥利亚继续加入其他战场，所导致的结果就是巨阙城的守卫队滚了雪球，优势越来越大。再加上有老营地放冷箭，所以随着时间的推移，魔物们慢慢的全部都被击杀。黑色魔物全部被击杀，按理来说战斗已经结束了，但是陆天辰见那些个巨阙城护卫队简单的沟通了一下，便急匆匆的走开。他们共分为3波行动，一波回到城内，另外2波则沿着城墙向着另外2个城门处各赶去。难道其他城门还有战斗？第118章自爆。陆天辰内心喃喃，随后想起了自己游戏中遇到的怪物攻城也是类似的这种情况，他嘿嘿一笑，自然是不会放过击杀魔物增长实力的机会。于是他也立即转身离开，几个呼吸便来到了北城门处。果然，陆天辰还没到北城门这里，
他远远的就听到了混乱的打斗的声音。随后他继续在暗处不停的放冷箭，只要被魔物察觉到了方位，他便使用虚空游走离开原地，换另一个方向攻击。咱主打的就是一个防不胜防。在这种攻击方式之下，他几乎每次攻击都能带走一个魔物。而北城门在陆天辰和东城门的部分人员的支援后，战况开始肉眼可见的好转。仅仅几分钟的功夫，这边的战斗也都结束了。陆天辰功成身退，随后立马前往其他主城城门。这一次他就近的来到了西城门处，但是这里的战斗似乎激烈了不少，缠斗的人数多不说，而且还有着不少实力更加强劲的怪物，而与之战斗的人实力也强横无比。我去，弗里曼！陆天辰观察着，赫然看到战士导师弗里曼赫然也在场中战斗。在游戏中，弗里曼天天泡在酒吧喝酒，他自然从没有见过他出手，可没想到战斗起来这么强。那一剑一剑劈砍而下，震得面前的强大魔物只能勉强抵挡。场中还有着其他职业导师在和强大一些的魔物战斗着，虽然不是他的导师，但是陆天辰在游戏中将巨阙城都逛了好几遍，自然是认识的。怪物强大，击杀后增加的经验也不少吧？陆天辰如此想着，随后手掌一挥，直接一记掌刀挥出，朝着场中攻击而去。嗖！弗里曼敏锐地感觉到一声破空之声，只见一道无形剑气飞掠而来。因为他察觉到这道攻击并非指向自己，所以他没有选择阻止。噗嗤！一瞬间，原本还在躲避弗里曼狂猛攻击的魔物，一个不经意就被这道虚无剑气劈砍在了身体之上。随后魔物的身上出现了一道伤口，黑色粘稠的血液往外流淌而出。靠！竟然没死！陆天辰叹了口气，不由得一阵吐槽，没想到这怪物的防御这么强，自己偷袭之下竟然都没有得手。说罢，随后手掌再次举起准备攻击，但是弗里曼此时嘴角带笑，随后长剑狠狠向上举起，长剑带着狂猛的劲气劈砍而下。唰！只见那黑色魔物的身体从肩膀向下直接一分为二。不过虽说那魔物被重创，甚至都无法做出闪避动作，但却并未立即死去。而弗里曼很明显并不会犯这种低级的失误，他大可以直接攻击要害，将其一击毙命。还不收割？我还不屑于抢你的！弗里曼朝向陆天辰的方向遥遥喊道，随后一个闪身走了，加入了其他的战圈之中。如果没有陆天辰的出手干扰，弗里曼一时半会儿也不会将其解决，所以他收割这个怪物也心安理得。一道虚空剑气攻击向无法反击的怪物，自然是一击毙命。感觉实力又明显的增长了一丝，陆天辰一阵舒爽。他估摸着自己的实力，就算对上这么多的魔物，也不会有太大的危险，索性他就不再隐藏，脚踏虚空直接进入场中，捡起地上一个阵亡守卫掉落的长剑，他就开始大杀四方。陆天辰入场着实引起了不小的轰动，无他，因为他的身法实在是太诡异了。明明实力看着仅仅是超凡境初期，但是那融入虚空的能力诡异无比，躲避了不知道多少怪物的攻击，并且他不仅可以近战攻击，挥剑劈出，还能挥出无形的剑气进行远距离攻击，简直诡异无比。此时正在酣战的弗里曼等人全被吸引了注意力，他们都一边战斗一边观察着场中勇猛无比的陆天辰。啧，这小家伙还挺厉害的。弗里曼一记横扫逼退面前的魔物，随后看向陆天辰，最终啧的道。而原本东城门和北城门的战斗全部宣告胜利，奥利亚此时也来到了战事焦灼的西城门。不过他来到这里就发现正在场中大杀四方，不时使用剑气攻击魔物的陆天辰，不由得美眸直直地盯着他。刚才就是他救了我吗？原本微妙的平衡再次被陆天辰的加入所打破，场上很快就呈现了一面倒的形势。啧，正在陆天辰酣战之时，一道刺耳的叫声响起，黑色魔物听闻这个声音后，竟然身体缓缓地膨胀起来，撤退！包括弗里曼在内的几个人见到眼前怪物如此，几乎同时大喝出声，随后身影暴退。砰！不过魔物很快便膨胀到了极限大小，随后在极短的时间轰然爆碎。没想到这群魔物竟然自知不敌，选择自爆。陆天辰察觉不妙，第一时间便踏入虚空，急速后撤躲避开去。所幸他的反应迅速，第一时间离开了，要不然他就被狠狠地阴了一把。他环视四周，赫然发现跑得慢的一些人被严重的直接被这自爆炸死，就算轻的也被炸伤了一些身体部位。场上一片哀嚎，这是真正的天权大陆，受伤不会瞬间恢复，死亡那就是实打实的真正死亡。正在这时，前往南城门驰援战斗的人也集体过来支援了。看样子南城门的战斗也结束了，不过虽说损失惨重，但巨阙城毕竟守卫成功了。正当陆天辰站在原地观察惨烈的战场之时，弗里曼和奥利亚等人来到了陆天辰的身边。非常感谢你，勇敢的冒险者。奥利亚率先出声，对着陆天辰感谢道，而他则是摆了摆手笑了笑。
而一旁的弗里曼先是爽朗的大笑2声，随后问道：“哈哈，小家伙，我叫弗里曼，你怎么称呼？”看着熟悉的几人，陆天辰犹豫了一下，随后说出了游戏中的名字：“我叫陈天。”而陆天辰万万没想到的是，就在他报出自己的名字后，众人都是惊诧不已的表情。随后他们齐声惊讶地说道：“你说你叫陈天？”第119章艾丽卡的预言。陆天辰内心疑惑不已，他不知道为什么弗里曼和奥利亚等人听到陈天的名字这么的激动。难道天权大陆中有那个超级牛批的存在叫陈天？陆天辰内心猜测着，随后看着众人疑惑的目光点点头道：“是啊，怎么了？”弗里曼等人听陆天辰如此说，围绕着他转了几圈之后点了点头，又摇了摇头。随后奥利亚疑惑地说道：“陈天不应该是个大叔吗？现在怎么？”这下轮到陆天辰惊讶了，他在游戏中确实捏脸捏了个大叔形象，不过那是在游戏中啊，为毛身在真实的天权大陆的他们会知道自己在游戏中的形象？难道？陆天辰内心中有了一丝猜测，随后问道：“你们知道圣者艾丽卡创建的虚拟天权大陆吗？”他试探地问道，随后紧紧地盯着面前的几人。当然啊，圣者艾丽卡在创建虚拟大陆的时候取走了我们每人一丝的神魂，我在里面可是战士职业的导师呢。弗里曼大嗓门傲然地抢先说道，随后右手搓了搓下巴，仔细地盯着疑惑的陆天辰，继续说道：“当时第一个来到巨阙城找到我的冒险者就叫陈天，他可不长你这样。”弗里曼短短的几句话，陆天辰便瞬间明白了前因后果。估计天权大陆的每个本土玩家都被圣者艾丽卡取走了一丝神魂，并且他们也都知晓，艾丽卡利用这些神魂创造了天权大陆这款游戏，提前让地球人掌握快速修炼的方法。不过他没想到的是，他们竟然知道游戏中的事情，看来神魂可以让他们保持着一丝关联。哈，原来如此！你们难道不知道虚拟天权中可以随意改变形象吗？看着懵逼的众人，陆天辰解释道：“啊，原来是这样，原来你真的是大叔陈天。”听陆天辰如此说，众人终于是恍然大悟。要说第二是谁，他们不清楚，因为第二每天都在变。但是对于常年霸榜、永远领跑的艾晨天，他们这群巨阙城的 NPC 再清楚不过。他们这也算跨时空相识了，再加上魔物被他们联手击退，所以陆天辰直接被他们邀请进入巨阙城之中。走在巨阙城之中，他并没有感觉半分不适。看着巨阙城之中和游戏中完全一样的建筑、一样的道路和街道两旁叫卖的小贩，陆天辰没有任何生疏的感觉。像铁匠铺的铁匠、杂货铺的商人，还有在门口摘菜的刘寡妇，这些人在陆天辰接任务的时候几乎全部都聊过天、对话过。随后在弗里曼的带领下，众人自然来到了他的主场新德里酒馆这里。今天我买单，尽情的喝。弗里曼见众人倒好了酒，所以举起了酒杯与众人齐齐碰杯。陆天辰也很是喜欢这种氛围，所以也酒杯碰撞，随后一饮而尽。哈！之前圣者艾丽卡消散之前早就跟我们说过，他预言人类终有一天会来到天权大陆，我早就猜测你肯定是第一个来的。弗里曼将酒杯中的啤酒一饮而尽，打了个饱嗝说道。陆天辰问道：“圣者艾丽卡还说什么了？”弗里曼忙着倒酒，还未说话，旁边魔法师的导师丽莎拨弄了一下他长长的紫色头发，回答道：“圣者艾丽卡还说，第一个来到天权大陆的人类，要么拯救天权，要么……”丽莎说着说着，话音戛然而止，看了看众人后也没有再继续说下去。陆天辰疑惑不已，不清楚他话的意思。不过弗里曼则是一脸满不在乎的道：“嗨，这有啥藏着掖着的？圣者艾丽卡说，你要么拯救天权，要么毁灭天权。不可能，陈天兄弟咋可能干出来那种事儿？”他说完就将刚倒好的酒再次喝光。估计是艾丽卡害怕第一个通关通天塔获得天权之心的人是一个大奸大恶之人。陆天辰点了点头，内心暗想，毕竟他的设定貌似就是只要通关通天塔就能获得天权之心，实力至上并不区分人的好坏。不过要说拯救天权，他可没这个想法。就说眼前的弗里曼、丽莎等人，虽然具体实力不清楚，但是很明显都比他要强。天塌下来有个高的盯着，他自认为自己仅仅是个稍微高一点的蚂蚁而已，咋可能有那么大的作用？他在游戏中给军方和好友提供装备，那也只是想让地球人都能有一些自保的能力而已，不至于实力强大的怪物入侵天权，他们只能被动挨打。打败魔王守护天权，他压根就没想过。看着除了弗里曼以外，众人都在盯着自己。陆天辰报以微笑，然后倒了杯酒，随后举到嘴边准备喝下去。正所谓越描越黑，他没有过多解释，也不打算解释什么。是啊，如果今天不是陈天小弟弟，我们可能还要损失惨重喽。此时一身紫色魔法长袍，
头发都是一身紫的魔法师导师丽莎赶忙说道。陆天辰听到这话，刚喝进嘴里的酒，直接一口就喷了出来。啥玩意就小弟弟，你不要乱说哦。嗨呀，用衣袖擦了擦嘴，陆天辰战术性轻咳，缓解了一下尴尬的气氛，随后问道：为什么会有魔物攻城？听到他如此问，众人都是一阵黯然。唉，这已经是常态了。奥利亚叹了口气，然后继续道：最开始的时候还只是零星的几只魔物偷袭，现在魔物甚至都出现了能够和超凡圆满境抗衡的存在了。他说着看了下弗里曼等人的位置。陆天辰通过奥利亚的话和动作得出了一个结论，很显然弗里曼等人的境界应该就是超凡圆满境，比陆天辰高了足足3个小境界，而且距离下一个大境界也仅仅只有一步之遥。嗨，还不是封印松动，现在魔王虽然出不来，但是那些实力低的魔物貌似可以自由出入，看来距离魔王破开封印也不远了，这次没有天权六神守护我们了。弗里曼原本喝酒喝得正嗨，谈到这个话题也蔫了下来，随后看着酒杯中的泡沫喃喃道：我们目前能做的就只有抗住魔物的攻击，不让贺大人他们分心。第120章死城。弗里曼口中所说的贺大人应该就是巨阙城的代理城主贺老了，看来贺老在做着比较重要的事情。内心如此想着，随后他又和众人聊了会儿后，了解到魔物攻击主城基本都会间隔1天的时间，所以他直接与弗里曼和奥利亚等人告别。离开之后，他找到原先的那个裂缝的位置，再次将周围靠近的一些怪物灭杀掉，他便直接穿过黑色漩涡离开了天权大陆。天权中的怪物都能进入现实世界，陆天辰即使没有激活天权之心，也轻而易举的直接返回现实世界。小友！陆天辰身影刚从这边出现，便听到一声惊喜的喊声，定睛一看，赫然是龙玄正从前方不远处赶来。没事吧？那边有没有什么危险？龙玄道德近前，上下打量着陆天辰问道。陆天辰从上到下身上连一丁点灰都没有，好的不能再好。关于魔界生物入侵和天权与现实世界融合的事情，没什么好隐瞒的，并且人类强大一些也是好事。于是他将一些事情顺便透露给了他一些，随后便回家了。回到家之后，陆天辰见父母还在升级，所以也戴上头盔上游戏了。进入游戏之后，他将巨阙城的心腹玩家都召集到了一起。他不在的期间内，冰火城的半城烟沙、灵雨城的蓝颜、铁甲城的张守成和君次，还有圣光城的剑仙李淳风，此时也都来到了巨阙城之中。而除了冰火城的半城烟沙，其他人都很熟悉了，但是接触下来，半城烟沙的性格也比较合群，所以也进入到了他们的核心圈子之中。看着聚集起的10几人，陆天辰喊道：走，带你们升级去。陆天辰大手一挥，随后与众人进入了神魔大陆之中。虽说他今天的入场次数都已经耗光了，但是有着天权之心在手，这点特权还是有的。众人只见进入神魔大陆后，陆天辰并没有与众人四处找怪，不由得有些疑惑。不过紧接着他们一个个的全都瞪大了眼睛，因为陆天辰轻轻打了一个响指，只见原地凭空冒出来成群的怪物，而且都是这一层的最高等级的怪物。我去，陈哥，你快说，你是不是成了天权的 GM 了？这咋还能召唤怪物？周鹏惊讶过后问道。快刷吧，怪物管够。陆天辰说罢，便召唤镜像分身和小九小黑开始杀怪。10几个人组成的队伍，虽然每个人分得的经验值并不高，但是架不住怪物多呀。而且就算没有陆天辰在，他们一身高星高强装备刷起来也并不慢，更何况还有陆天辰这个变态仔。随着怪物一茬一茬被消灭，陆天辰又轻松召唤出更多怪物。虽然经过了3个小时没有休息的战斗，但是收获也是相当大的。众人基本上都提升了10级，父亲海纳百川的等级最高，此时已经达到了73级，就连升级最慢的老邱，此时等级也达到了71级。等级迅速提升，众人自然是去刷通天塔了。像霍思明和母亲等人都是输出职业，再加上他提供的装备，刷起来自然不是很困难。不过也并不是盾卫和牧师就无法单刷了，相反，他们不需要将通天塔中的 BOSS 击杀，盾卫和牧师的通关条件相对来说更加简单，因为他们只要抗伤和奶量达到一定程度，便自动通关通天塔。这也算是对他们这种辅助职业的照顾了吧。在副本外等了没多久，众人便一个接一个的走了出来。不出意外的，他们都通关了自己能达到的最高层数。随后众人又是开始和陆天辰进入神魔大陆继续升级，直到他们的入场次数全部用光，众人才得以休息一下。他们都是超能者，几天不吃不喝都行，所以变得比以前还要干。待到第2天，陆天辰先进入天权大陆击杀攻城的魔物，提升实力，下线后则继续带众人升级，如此循环。3天之后，升级最慢的老邱也将等级提升到了100级了。至此，核心人员全员100级达成。陆天辰这几天也并不是白过的，他每天坚持击杀魔物，
等级也从超凡境初级进阶到了超凡境后期。这个提升速度不可谓不快，这让弗里曼等人都震惊不已。毕竟他们提升到超凡境圆满足足消耗了很多年的时间。众人都等在副本外面，他们都已经通关了通天塔，现在只等老邱出来了。你们说老邱能不能通关？小土豆与众人相处的已经很熟络了，他担忧的道。虽然牧师刷通天塔的时候会有虚拟的队友，但是他要同时保证所有队友血量的安全，并且坚持不短的时间，确实不简单。李林分析道。陆天辰也看着通天塔的副本，如果这一身神装老邱都无法通关通天塔，那其他牧师更别想了。而对于人类来说，无法通关通天塔就无法达到超凡境，1分钟、5分钟、10分钟转瞬即逝。不过正在众人焦急的时候，只见通天塔中一道身影赫然被传送出来。这人不是老邱还能是谁？咋样，通关没？所有人齐齐围了上去询问。被众人围着，老邱目光扫了一圈，随后看向自家少爷，重重的点了点头。明天全员在青州市集合，我带你们进入真正的天权之中。陆天辰在人群中也笑着点点头，随后说道：爷。小土豆和咖啡加糖听闻此话，兴奋地挥舞拳头。他们在刷怪升级的过程中，自然早就听陆天辰说过真正天权大陆的事情，而随着实力的提升，他们对于天权大陆则是渴望无比。现在实力达到超凡境初级，他们终于可以前往天权大陆了，一个个的不由一阵激动。再次嘱咐了一些事情后，陆天辰直接下线了。而恰巧此时自己的手机响了起来，龙玄看了下来电，显示是龙玄。陆天辰不由得内心紧了一下，每次龙玄主动联系自己，貌似都没什么好事儿。喂，陆天辰将电话接了起来，不过紧接着电话那头便响起了龙玄急切且颤抖的声音：不好了，梧桐市出现了死城。第121章幸存者。梧桐市与南海市和青州市同处一省，但是位置偏远，人口也偏少，但是一个市的人口自然也不在少数。陆天辰听到这一句话，无疑是震惊不已，简直难以想象。不过龙玄声音略作停顿，急促的2声喘息之后继续道：梧桐市出现了死城，一个镇子的人一夜间全部离奇死亡。陆天辰虽然内心吐槽龙玄说话大喘气，但是一个镇的人口全部都离奇死亡，也着实有些骇人。一个镇的人口那是数以万计的，就算人口较少的城镇，那人口也至少1万以上，当然那些超级偏远的地区除外。一夜之间1万多人全部离奇死亡，那是什么概念可想而知。目前从现场上看，排除了人为的可能性，因为所有居民的尸体上没有任何伤口，现场也没有任何打斗的痕迹，并且所有人的尸体都呈现干瘪的状态。那感觉就好像……龙玄说着说着顿了顿，就好像被吸干了精血的干尸一样。陆天辰听他这么说，脑海里瞬间浮现出了以前看电视里面干尸的形象。我马上赶过去。陆天辰如此说着，随即便挂断了电话。怎么了？小陈父母此时的实力也已经达到了超凡境初期，就算从楼上也能听到陆天辰在打电话。他们同时下楼来，走向他的身前询问道。父母已经有了一定的自保能力，陆天辰略一犹豫，便将事情的始末告诉了父母。梧桐市的一个镇子的居民昨夜全部离奇死亡，我去调查一下。父母听后陡然一惊，父亲试探地问道：难道和天权的怪物有关？陆天辰则是点了点头，然后又摇了摇头，现在还不清楚，不过听龙族长的描述确实相当离奇，并不排除是怪物入侵的可能性。知道自家儿子要前往调查，母亲周平上前一步：儿子，妈也去，现在我也有超凡境的实力了，不会有问题的。父亲此时也点了点头，看着他们2个坚定的眼神，陆天辰明白，看来他们今天是非去不可了。那行吧，不过这事情还是有些离奇，一定要小心一些。父母2人都是齐齐点头，随后3人便离开，朝向梧桐市赶去。此时梧桐市青山镇，唉，龙玄从一个平房中走出，不由得叹了口气，随后摇了摇头。怎么了，龙族长？有什么发现吗？一名军官跟在他的身侧，见龙玄叹气，于是问道。目前还没有什么发现，不过看青山镇中的居民虽然死状凄惨，但是却并没有任何挣扎的痕迹，这似乎不太像天权中的怪物能做到的。现在怪物入侵地点虽然越来越多，不过还没有遇到如此情况。最严重的一次莫过于青州市出现的2个 BOSS， 不过那些野怪哪个不是出来就搞破坏，直接拆房子拆地的，就算对人类造成伤害，也没有现在这么诡异的情况。那如果不是人为，又不是怪物干的，这件事情似乎就有些诡异了。听到那名军官如此说，龙玄再次摇了摇头。这他当然知道，但是得出结论尚早，至少要陆天辰来了之后再看。嗖嗖，空中有着3道身影急速飞过，那速度快到不可思议，甚至飞掠过之处都响起了一阵音爆声。这3道人影自然是陆天辰3人。
前面就是龙玄所说的青山镇了。看着前面被群山环抱的镇子，陆天辰说道。仅仅片刻，陆天辰便来到了镇子的上空。他并没有着急去与龙玄会合，而是在镇子的上空观察着。不过片刻之后，并没有什么收获。陆天辰转头看了眼父母，眼神示意分头探索。父母二人点头示意，随后分散开来。陆天辰观察了一下，随后朝着镇子的最东边飞去。飞掠的途中，他发现一个很奇怪的现象，那就是整个城镇的街道并没有被破坏，看起来与其他城镇也没有什么区别，除了街道上没有行人以外，再正常不过了。随后他率先来到镇子最东边的一个砖房之中，他打算从这里开始探索。院子中的东西被这家主人收拾得十分整齐。他慢慢地走到房间之中，映入眼帘的是那种带小锅炉的厨房。虽然装修略显破败，但是东西也都摆放整齐。带着疑惑的心情，他往右走去，推开房门，掀开帘子，他来到了卧室。他的目光先在房间之中扫视了一圈后，便定格在了卧室的床上。床上明显躺着两个人，不过他马上眼神一缩，因为那床上的被子虽然盖得好好的，没有什么挣扎的痕迹，但是那两个人的脑袋裸露在外，完全呈现着一种干尸的形态。陆天辰慢慢走上前，掀开被子查看，只见他们的身体躯干处也都仿佛被吸血鬼吸干了血液一般。陆天辰不光使用肉眼观察，此时他也使用自己强大的感知力在寻找着每一个蛛丝马迹。但是让他失望的是，情况确实如龙玄所说，尸体的身上确实没有任何的伤口。奇怪，观察了一会儿，陆天辰并没有得到什么有用的线索，于是他离开房间，继续在镇子中游走。但随着他一家一家的观察，他心中的疑惑更甚，因为镇子中的所有人几乎都呈现相同的情况。不知不觉间，他来到了城镇的最中心处的位置。此时父母也来到了这里，想来他们也已经将其他的方向探查完毕。但是看到父母摇头耸肩的，明显也没有发现异常的情况。不过正在陆天辰在皱眉观察四周的时候，他敏锐的感知突然发现，在镇子最中心处的一栋建筑物的地下某处，似乎有着两个人存在。虽然气息微弱，但是陆天辰还是隐隐约约地感受到了他们的存在。由于他们身处地下，有着诸多隔断，所以无法感应到，现在待得近了，自然第一时间发现。而死人他自然是无法感知到的，所以这两个人明显是活人。这两个人很有可能是这个镇子唯二幸存的两个人，他们或许知道什么也不一定。第122章紧迫感。陆天辰内心如此想着，随后二话不说，直奔那栋建筑物冲过去。而此时父母应该也有所感知，随后也紧随其后跟了上去。进入建筑后，陆天辰通过感知两人的位置，随后发现了一个窖井盖。将窖井盖打开后，陆天辰果然在里面发现了一男一女两个小年轻。而由于地窖中的空气稀薄，所以两个人现在的气息都相当微弱。陆天辰瞬间冲入窖井之中，随后将二人像拎小鸡仔一样拎了上来。他细心感受了一下二人，他们虽然气息微弱，但也并不是很严重，仅仅只是长时间待在地窖之中导致的缺氧而已。意念控制体内的神圣水晶，一层层淡淡的碧绿光波向外扩散。仅片刻的功夫，地上的那一男一女的生命气息明显变得强烈了不少。接下来便是等待他们苏醒了。陆天辰心底暗想，随后便拿出手机给龙玄发了消息过去。片刻之后，龙玄按照导航来到了镇中心处的位置。虽然他们也在探索城镇，但是以陆天辰等人的实力，如果不想要他们发现，还是轻而易举的。他们是这个镇幸存的人。龙玄远远的和陆天辰打了个招呼，随后看到地上那两个与干尸很明显不一样的人，俯身用食指感受了一下二人还有鼻息。龙玄惊喜地问道。陆天辰看着龙玄点了点头，没错，他们应该是知道些什么，要不然他们不会藏身地窖里面。陆天辰刚说完，只见地上躺着的那一男一女此时同时苏醒了过来。啊！救命！黑雾，长着人脸的黑雾。他们起身后看到周围的人，似乎是想起了什么，随后一边大喊救命，一边抱住了龙玄的大腿。放心，你们现在是安全的。这里到底发生了什么？你们说的黑雾又是什么？龙玄虽然内心疑惑，但还是低下头，面露微笑的安慰的两个惊慌失措的人。毕竟他们是这个镇上的幸存者，现在也只有从他们口中才能得知一些消息了。他们仔细观察了一下周围，随后才道：我叫张化，这是我女朋友李丽，我俩都是青山镇的居民。我们两个昨天在外面玩得很晚，凌晨2、3点才往家走。不过正当我走到这附近的时候，我抬头突然看到整片的黑雾将整个镇子全部都包裹了，而且最吓人的是，黑雾之中赫然有着一张人脸在怪笑。我俩吓坏了，于是匆忙之下就躲到了地窖中。我们太害怕了，没敢出来看，然后就什么都不知道了。那名叫李华的年轻人说完，李丽也连连点头。很显然他们两个都亲眼目睹了这一切。黑雾，
人脸。陆天辰单手托腮在思考着，不过紧接着脑海中突然想起了布拉德里克的亚托斯，他们的形象很有点黑雾中有着人脸的意思。不会吧？陆天辰喃喃地说着。怎么了，陆天辰？龙玄见陆天辰如此，急忙问道。我不确定，但是或许来了个了不得的家伙。陆天辰摇着头，但是说出的话让众人震惊不已。还记得之前我和你说过，天泉大陆虽然有怪物入侵，并且怪物会无差别的攻击周围的人，但是天泉的本土居民并非是杀好战之人，他们甚至也会猎杀怪物。但是天泉大陆在很久之前被魔界生物入侵过，那些怪物才是残忍嗜杀恐怖无比的。虽说后来他们全都被封印，但是现在封印松动，有一部分小喽啰冲破了封印。不过现在看来，那黑雾应该是魔王麾下的7幽影之一，而幽影之6亚托斯和幽影之7布拉德里克全部被困在虚拟游戏之中，所以这黑雾很有可能是幽影比较靠前的某一个。陆天辰一连串说了一大堆，随后看着众人的脸，严肃地继续说道。而幽影的排名每提升1名，那实力都是成倍的增长。众人听闻此话，无不倒吸一口凉气。随后龙玄问道：那怎么办？陆天辰摊了摊手，表示并没有什么解决办法，不清楚跑出来的是哪个幽影。而且他虽然在游戏中秒杀了亚托斯，但是现实世界中幽影到底有着什么样的实力，他一点你都不清楚。不过随后他看向了地上瑟瑟发抖的2个人，随后道：不过既然他们躲入地窖之中能躲过这次灾难，或许在地下或者比较封闭的空间之内有着不错的效果。陆天辰说完，龙玄的眼睛一亮，敌人未知的情况，这也算是一种解决办法。随后他和手底下人吩咐了几句后，那人便去传达命令了。几人沟通完，陆天辰将搜索范围扩大了几倍，和父母在镇子周围的各个角落搜寻。不过结果并不如意，他们并没有发现什么痕迹。那未知的幽影神出鬼没，一点痕迹都没有留下，让他们无从下手。陆天辰随后与龙玄沟通了一下，现在只能由他来处理这边的事情。离开后，他便掏出手机联系周鹏等所有核心人员。陆天辰叫他们即可在青州市的黑色裂缝处集合。他此时有一种强烈的紧迫感。随着幽影来到地球，现实世界现在已经不止怪物入侵这么简单了，而越是紧急的情况，只有提升实力才能有安全感。原本还打算明天天泉大陆中巨缺城的怪物进攻的时候去提升实力，可是现在来看，进入天泉大陆击杀普通怪物能提升一些能力就是一些。陆天辰和父母自然最快来到此地，随后到来的是原本就居住在青州市的蓝颜。但是众人的速度都不慢，咖啡加糖距离这里最远，他住在魔都。不过仅仅10几分钟后，全员也都到齐了。陆天辰扫视了一眼众人，然后他朝向黑色裂缝处走去，同时他眉心处的天泉之星也亮了起来。第123章异变陡升。虽然怪物时不时的会从黑色裂缝之中涌出，但却没有人可以穿越黑色裂缝到达另外的一处空间。而此时随着天泉之星的激活，只见那黑色裂缝似乎看着有些不一样了。走吧。陆天辰回头冲着众人使了个眼色，随后道。然后他在其他人的注视之下，竟然慢慢的踏入了黑色裂缝之中。见陆天辰竟然真的可以穿越裂缝，众人无不神情激动，跃跃欲试。咖啡加糖登时就跳了出来，随后冲进黑色裂缝，随后同样消失不见。然后剩下的人也一个个的进入到黑色裂缝之中。此时裂缝的另一头，真正的天泉大陆之中，陆天辰一个手掌横扫，虚空剑气将周围的小怪物全部灭杀。他转头看向已经全部传送过来的众人，父亲陆海，母亲周平，大学舍友周鹏、霍思明和刘山。周鹏的2个发小李林和王朝，蓝颜和张守成倒是现实世界和游戏中名字是一样的，而其他的人比如咖啡加糖、半城烟沙、小土豆、剑仙李淳风、君次和低调如我老邱等人，他们已经称呼习惯了。虽然也知晓了他们的真实名字，但是他们还会如此称呼。这真正的天泉大陆和游戏中可不一样，这里阵亡没法复活，你们一定要明白这一点。环视众人后，陆天辰洪声道。众人自然也都认真听着。这里的怪物的实力，如果以游戏中的判断来对待，那只能会死得很惨。陆天辰随后又嘱咐了一些事情之后，他们众人则齐齐地朝向野外走去。期间遇到了很多个在天泉之中都见过的怪物，但是这些怪物和他天泉中的等级完全不同。像入侵现实世界的怪物，基本上都只有些炼体境的实力，而牛头领主和野狼王无非也就是强一些的炼体境怪物。而巨阙城野外的怪物，几乎最差的都有炼神境圆满的实力，而且很多怪物都是成群活动。众人在最开始的大意之后，终于尝到了苦头。不管怪物的实力强弱，都以最稳妥的打法将其击杀。而如果感知到怪物的实力太强大，或者基数太大，他们毫无疑问的
会第一时间撤退。不过随着他们联手击杀怪物，很明显的能感受到自己的实力有了一丝提升。虽然很细微，并且不像游戏中有经验值、有进度条，但是实力可以得到增长，还是让他们兴奋不已。此时他们正在一片溪水旁和几只铁甲犀牛缠斗着。铁甲犀牛虽然防御较高，但是移动速度明显不是很快，实力约莫有超凡境初期快达到中期的实力，所以众人联手起来对付安全系数还是比较高的。他们共分为4个队伍，由于陆天辰实力最强，所以他和他的父亲母亲3人组成一个队伍。低调如我，老邱、小土豆、花未落和火源一队，张守成、君次、半城烟沙、剑仙李春风、咖啡加糖组成一队，而周鹏、霍思明、刘山、李林和王朝组成一队。虽然陆天辰的队伍只有3个人，但是由于陆天辰的实力已经达到超凡境后期，所以他们可以同时对付3只铁甲犀牛。而另外3个队伍中，虽然都只同时对付1只铁甲犀牛，但是由于咖啡加糖有着特殊体质，光超凡境的宝宝就召唤了好几只，所以也相对轻松一些。随着陆天辰一记掌刀将溪水边的最后1只铁甲犀牛击杀之后，众人无不欢呼起来。霍思明几人上前检查铁甲犀牛的尸体，试图从里面抠出点肉来，想着吃了怪物肉会不会提升自身实力。不过陆天辰却并没有丝毫开心之色。怎么了，成哥？周鹏上前问道。虽然感觉到有一丝不安，但是他并不清楚这没来由的不安来自哪里，所以只能无奈摇头。不过就在此时，异变陡生，只见那原本安静流淌的溪水，此时竟然不断的升高，以至于正在流淌的溪水都断流。不好，快撤！陆天辰暗道不好，随后赶忙喝道。众人察觉到异变，不等陆天辰出言提醒，自然也是急速撤退。好！伴随着一道低沉且震耳欲聋的吼声过后，那道原本在小溪下面藏身的怪物晃了晃那硕大的身体，终于将掩盖在他身上的泥土甩落下来，而他的全貌也呈现在众人的面前。我去，这么大！小土豆看着这道高足有10几米，体长更是达到几十米的巨大身形，吐槽了一句。而其他人虽然没有说话，但是也死死地盯着眼前的怪物，严阵以待。陆天辰也凝重地盯着眼前这只与铁甲犀牛几乎相同，但是个头不知道大了多少的巨型犀牛，因为此时他从铁甲犀牛的身上感受到了和弗里曼等人相似的感觉。难道这巨型犀牛有着超凡境圆满的实力？陆天辰暗自心惊。不过此时那巨型犀牛已经转动巨大的头颅，看向陆天辰等人的方向，那眸子中愤怒异常，鼻尖不停地喷吐出热气，那样子仿佛恨不得将陆天辰等一众人全部踩死。我勒个去，不会是因为咱们杀犀牛杀多了吧？周鹏看着巨型犀牛那愤怒的样子，不由得嗷的一下叫出声来。正在众人观察之时，那巨大犀牛庞大的身体动了起来。出乎意料的是，虽然看它身形巨大，但是随着加速后速度却是一点都不慢。只见它前蹄在原地蹬了几下之后，便开始朝向刚才嚎叫出声的周鹏冲来。初始速度并不是特别快，但是随着不断的前进，速度越来越快。仅仅几步踏出，那速度甚至都超过了普通铁甲犀牛的速度，而且每次踩踏都震颤着这片大地，让人站都站不稳。妈耶！要死了，要死了！周鹏和小土豆站在一起，见巨型犀牛冲过来的时候，他们2个一边踉跄的跑路，一边狂叫。就这一个大蹄子下去，他们俩估计得被踩成肉饼。不过虽然周鹏和小土豆逃跑的速度已经相当快了，但是那巨型犀牛在不停的前冲，同时也在不停的加速。仅仅几个呼吸之间，他们距离周鹏和小土豆已经仅有1米左右的距离。第124章击杀巨型铁甲犀牛。1米的距离实在是太近了，以巨型犀牛的速度，如果不出意外，他们2个下一秒就会被那巨型犀牛的巨大犀牛角洞穿。这一切发生在电光火石之间，众人根本来不及过多反应，往两侧闪开。2人听闻陆天辰的喝声，立马反应了过来，于是他们很默契的一左一右向两边跃去。不出意外的下一秒，巨型犀牛就巨大的脑袋向上一抬，已经攻击而出。如果此时他们2个还在原地，估计现在都被串串了。而巨型犀牛这一击明显扑了个空，但是由于身体的惯性和极快的速度，他竟一时间无法止住身形。随后在众人愕然的目光中，撞碎面前的7、8棵树才停下来。好耶，活下来了，吓死劳兹了！周鹏和小土豆虽然灰头土脸，但是此时对视着高兴的道。众人分散开，保持一定距离。陆天辰再次大喝声响起在众人的耳中，众人自然听令，于是他们瞬间面向巨型犀牛散开，每个人的距离都保持在10几米的间隙。从巨型犀牛出现的第一时间，陆天辰就在暗自琢磨，之所以陆天辰没有带领众人第一时间撤退，
是因为虽然巨型犀牛实力强劲，强于在场的所有人，但是他们胜在人多势众，而且那庞大身形虽然加速过后速度会相当快，但是超快的移动速度加上那巨大的身形，一定会很难控制。别看他有着超凡境圆满的实力，但是他毕竟不是一个速度型的怪物，而且这傻大个的灵活性实在是太差了。只要战术得当，他们完全有可能越级将这巨型犀牛击杀。巨型犀牛止住身形之后，立即调转身体，而此时见这些蝼蚁此时分散开来，仅一瞬间的犹豫，便再次朝向周鹏狂奔而来。我靠，又是我！大哥，咱们什么仇什么怨啊？周鹏苦着一张脸，连连抱怨道：“谁让你嗓门那么大来着？”旁边不远处的咖啡加糖听到周鹏的抱怨，不由得呛道：“噗！”周鹏被他这么一句话，直接一口老血差点喷出来。别分神，准备闪避！其他人向周鹏附近靠拢。陆天辰赶紧出言喝道。那巨型犀牛仅仅几个踏步便速度急速暴涨，随后故技重施，再次朝向周鹏奔袭而来。众人也都按照陆天辰的指令，开始朝向周鹏的附近靠近。而此时当事者周鹏玩笑归玩笑，此时看着在眼中不断放大的巨型犀牛，则是严阵以待。就是现在！见时机成熟，周鹏内心中怒吼，随即身体再次朝向一旁闪避开去。不出意外的，巨型犀牛攻击再次落空，无法减速的身形继续向前狂奔。巨型犀牛撞击了大约3、4棵树后，前进的身形缓了些。发动攻击！陆天辰话音落下，于是使用虚空游走，一瞬间便来到了巨型犀牛的脑袋之上，手掌成剑，向着巨型犀牛的额头挥劈而下。陆天辰有着超凡境后期的实力，攻击自然强猛无比。这一击直接将巨型犀牛的额头处斩出一道巨大的血口子，鲜血顿时喷溅而出。咖啡加糖指挥着召唤的宝宝攻击，而众人也都各显神通攻击向缓缓减速的怪物。虽然他们的攻击力并不高，但俗话说狮子多了都能咬死大象，想来巨型犀牛也并不好受。而陆天辰看着那巨大犀牛，虽然额头处鲜血狂涌，但是明显还未伤及要害，随时眼中寒光一闪，再次施展虚空游走，来到他的犀牛角的眼睛高度的位置，随后直接将手插入其右眼之中。好！刚刚停稳身形的巨型犀牛感受到右眼受到的伤害，立马变得狂暴不已。那巨大的身形此时剧烈的摇晃起来，顿时附近的地面都开始地动山摇一般晃动起来。众人见此情形，自然不会傻傻的继续输出，于是都撤退到安全距离。陆天辰自然也一击即退，这不像在游戏中，还是要小心为上，毕竟小命只有一条。此时发狂的巨型犀牛，此时额头和右眼处都向外淌着鲜血，看着骇然不已。一会儿的功夫，那巨型犀牛狂暴的动作慢慢停了下来。就在陆天辰和众人的震惊的目光中，那原本还在流血的额头和右眼此时竟然慢慢结痂，竟然不再有血液流下。众人无不震惊不已。我去了，这大家伙好强的恢复能力！张守成嘴巴张成了 O 型，忍不住吐槽道。陆天辰此时看着巨型犀牛，虽然伤口逐渐愈合，出血已经止住了，但是他注意到那右眼并没有恢复，此时呈现灰色并且无神。攻击还是有效的，陆天辰内心暗自松了口气。如果他们无法造成什么实质性伤害，那他们还不如早点撤退。正在陆天辰思索间，已经恢复好的巨型犀牛此时再次冲刺过来。不过此时他的目标从原本的周鹏变成了陆天辰，他似乎急不可耐的想要杀死这个刺瞎他右眼的蝼蚁。不用陆天辰再次吩咐，众人已经知晓了接下来该如何行动。只见他们全部都朝向陆天辰包围过来，只等陆天辰躲避攻击后上前攻击。他的速度虽然快，但是对于能随时进入虚空的陆天辰来说，一点都构不成威胁。带着怪物急速撞击而来，陆天辰一瞬间便踏入虚空之中。巨型犀牛自然是再次扑了个空，虽然狂怒不已，但是面对神出鬼没的陆天辰也是无可奈何。随即众人再次围攻而上，开始输出。有着陆天辰吸引仇恨，他们自然危险系数不高。陆天辰虽然是巨型犀牛的攻击目标，但是他造成的伤害也相当不低。第一次攻击戳瞎了右眼，第二次攻击又将其左眼戳瞎。巨型犀牛就像个无头苍蝇一样四处乱窜，陆天辰的身影在场中神出鬼没，不停地攻击着巨型犀牛。随着他10几次攻击全部都击打在其眉心之处，轰！巨型犀牛终于应声倒地，巨大的身体还在颤抖着。不过仅仅过了10几秒，他那巨大的身体终于停止了抖动。陆天辰上前查看，此时巨型犀牛没有了一丝动静，已经死得不能再死。第125章黑金方盾。耶！终于弄死他了！咖啡加糖和花未落同时冲上前去，
用脚不停地踢巨型铁甲犀牛的尸体。随着这巨大的怪物被击杀，众人都是感觉到一股精纯的能量飘进自己的身体之中。虽然他们静心吸收空气中的灵气也可以做到如此，但那绝对没有击杀怪物来得快。而这巨型铁甲犀牛带给他们的实力提升无疑是巨大的。嘿嘿，我好像突破了耶！咖啡加糖感受着身体中的力量强横了一丝，而且他的召唤物的气息很明显也强盛了一丝。毫无疑问的，他们经过不停的击杀怪物，终于在此时提升了一个小境界，他已经达到了超凡境中期。陆天辰感受着咖啡加糖体内散发的能量是超凡境中期无疑，不由得暗自点了点头。与游戏中不同的是，在天权大陆组队击杀怪物，每个人分得的能量不是均等的，似乎是谁对怪物造成的伤害更高，怪物死的时候所分得的能量更加雄厚。而除了陆天辰以外，就只有拥有着众多宝宝的咖啡加糖所能造成的伤害最多，所以他率先达到超凡境中期也就不难理解了。嘿嘿，好好努力，你们迟早也可以的。自己的实力目前在众人中排名第2，仅次于陆天辰。咖啡加糖此时臭屁地说道。而众人也并没有什么嫉妒之色，毕竟咖啡加糖的实力提升，那么整个队伍的实力也提升了。周鹏等人此时正在巨型铁甲犀牛的尸体上敲敲打打，而李林和王朝等人则是在四周观察。看，那是什么？不一会儿，王朝指着巨型铁甲犀牛藏身的地方惊叫道。众人随后立即来到王朝的身边，朝向他手指的方向看去。巨型铁甲犀牛原本的位置出现了一个深10几米的大坑，此时原本流淌在他背上的溪水，此时都倒灌在那大坑之中。经过这一会儿的流淌，此时已经没过了半米左右的高度。是盾牌！张守成大喝出声。只见此时一个长约莫2米、宽约1米多的长方形盾牌斜插在那大坑之中，虽然上面满是污泥，但是给人的感觉还是异常坚固。众人初入天权都没有什么像样的装备，陆天辰虽然比众人来得久一些，但是虚空之体的他挥手便是一剑，所以也没有佩戴任何武器。虽然这里的装备和游戏不同，有着显而易见的数值，但是毫无疑问，盔甲和盾牌是一定可以提高防御力的，而武器也一定可以提高一定的攻击力。陆天辰也一阵惊喜，毕竟盾牌可以提供相当大的防御力。只见他一脚踏入虚空之中，下一个闪身便站立在那长方形的盾牌之上。嗡！随后他脚尖一蹬，盾牌发出阵阵嗡鸣之声，盾牌疯狂抖动着，随后将表面上和周围的淤泥全部震开。片刻后，盾牌便从淤泥之中飞掠而出，向着大坑的上方飞掠而去。嗖！那个长方形盾牌从坑中飞出，随后一个抛物线斜插在上方的地面之上。帅啊！众人全部围绕在斜插在地面上的那个盾牌。此时其表面上的淤泥已经全部被陆天辰震落，露出了原本的样子。形状自不必多说，此时主色调通体呈现一种黑金之色，而其上方则使用金色的线条刻画着5只凶神恶煞的凶兽。虽然众人不知道这5只凶兽是什么怪物，但更为黑金盾牌增加了一抹神秘，其一看就非凡物。好东西啊！低调如我此时感慨地说了一句。陆天辰也是微微点头，他自然是不需要这盾牌防身使用，但是如果能持此盾牌，防御和生存能力自然大大增强。这是个不错的装备，你们谁拿着？陆天辰环视众人，低声道。虽然黑金盾牌看起来强大无比，但是咖啡加糖和低调如我等人都感觉不适合，于是摇了摇头。虽然在这里并不分什么职业之类的，但是他们是在游戏中提升到超凡境，总感觉原本的职业更适合自己。而此时没有摇头的只有张守成和父亲陆海了。他们在游戏中原本玩的就是盾位，他们都有一种感觉，这个盾牌相当适合自己。他们2人对视了一眼，随后同时的摇了摇头。他们2个摇头明显和其他人不一样，他们这是在互相谦让。陆天辰不由得犯了难，一块盾牌不可能拆成2半使用，所以这个盾牌只能归属一个人。这盾牌还是你拿着吧，你最先达到超凡境初期，实力比我强，这盾牌在你手上更合适。张守成率先说道，而父亲陆海则是摆了摆手推脱道，还是你拿着吧，我现在和小陈在一个小队之中击杀怪物，压力也不是很大，等有合适的我再拿。陆天辰看着2人在自己的面前推脱来推脱去的，也不由得心底暗叹一声。但是父亲说的话也不无道理，于是道，守成大哥，你将这盾牌收着吧。张守成还想继续推辞，但是众人也都劝他，无奈他只好走到那黑金盾牌的旁边。那我就恭敬不如从命了。说罢，他一用力便将盾牌在地面之中取了出来，在原地挥舞了一会儿后，他不由得一喜。这黑金盾牌虽然看似沉重无比，但是他这个持有者竟然可以挥舞得轻松自如。怎么样？陆天辰在一旁问道。相当不错，虽然具体还有什么特殊效果并不清楚，
但是就这防御力，我感觉硬抗巨型独角犀牛一次攻击都不成问题。而听张守成如此说，众人不由得都是一惊。他们早已从陆天辰的口中得知，那被他们协力击杀的巨型独角犀牛足有超凡境圆满的实力。虽然笨重了一些，但是正面感受过其冲撞威力的周鹏和小土豆等人自然震惊不已。别吹牛了，成哥，刚才那怪物多猛，我可最知道。估计撞我一下，我太老都得来接我走。张守成挠了挠头，他并没有撒谎，但是此时也没法验证，他也不好说什么。陆天辰则是轻笑一声，随后走到张守成的面前：“守成大哥，来咱试试。”第126章野外生存达人老邱。陆天辰的实力原本就已经达到了超凡境后期，而击杀巨型独角犀牛，他造成的伤害无疑是最多的。咖啡加糖此时都已经提升了一个小境界，虽然陆天辰还未突破到超凡境圆满，但是他有一种感觉，他已经距离突破不远了，所以他的攻击力也相当接近于超凡境圆满的攻击了。好耶！一众人听陆天辰如此说，都振奋异常。而张守成听闻此话，也眼睛一亮，眸中战意喷发而出，随后将黑金方盾竖着立在身前，随后扎稳马步。哈哈，来吧！陆天辰见张守成如此，则是微微一笑，随后后退2步，与其拉开一些距离。我先使用3成攻击。陆天辰说罢，右手食指和中指并在一起，随后朝向张守成所在位置挥劈而出。只见其简简单单一次挥劈，竟然直接令虚空波动起来。随即一道虚空剑气朝向那黑金方盾斜劈而去。虽然众人无法看到那透明的虚空剑气，但是那能量波动众人则是感受得一清二楚。他们都清楚，陆天辰就是以这样的攻击，对超凡境圆满的怪物都能造成很严重的伤害。而此时当事人张守成自然也感受到了这狂猛的虚空剑气朝向自己斜劈而来。之前看到陆天辰攻击巨型铁甲犀牛还没感到什么，现在换自己被攻击，他再自信也不由得捏了一把冷汗。但是由不得他后悔，此时虚空剑气已至。轰！那狂猛的虚空剑气轰然一声便轰击在了那黑金方盾之上。他握紧了手中的盾牌防御着，但是他想象的情景并没有出现。虽然也感受到了一些冲击，但是他没有被打飞，此时还稳稳地站在那里。完事儿了。就算陆天辰仅仅使用3成威力，也不至于如此啊。于是他侧头看去，不过此时包括陆天辰在内，众人都是嘴巴张成了 O 型，并且都用看怪物一样的眼神看着自己。怎么了？张守成疑惑不已。不过他不知道的是，他们并不是因为他抗下了这道攻击而震惊，他们是震惊于陆天辰攻击黑金方盾的时候，黑金方盾出现的变化。守成大哥，接下来我会使用全力攻击。陆天辰在几米外惊喜地喊道。虽然接下了一击，但是那一击仅有陆天辰3成的威力。现在陆天辰准备全力一击，他自然不敢大意。于是他双脚用力一踏，即使天泉大陆的土质结构异常厚实，但他仍然将双脚踏进了地面之中。来吧，我准备好了。张守成大喝一声。好！陆天辰也大喝一声，随后手掌成剑，浑身的能量全部汇聚在右手之中。这一次他没有选择使用挥劈，而是将手掌往前一探，随后一道狂猛的虚空剑气向前急速刺出。这样的攻击不会溢散太多的能量，远比挥劈的攻击力更加强大。快看，又来了！就在众人屏住呼吸，仔细感知着那锋锐无匹的虚空剑气即将轰击在黑金方盾之上时，只见那黑金方盾表面上的5只用金线绘制而成的凶兽图案，此时竟然亮了起来。那5只凶兽此时仿佛活物一般，随后那黑金方盾便闪烁出一阵金色光芒，陆天辰的攻击直接被削弱了大半。而此时张守成虽然有着黑金方盾的防御，但是陆天辰这全部实力的攻击也不容小觑，而且他还比陆天辰低了2个小境界。虽然没有被掀飞，但是他的身形赫然往后退了足有2米远。那原本插在地面之中的双腿在地面上划出了2道深深的痕迹。陆天辰老弟，嗨，这一下还真猛啊！稳住身形后的张守成将双腿从地面下拔出，随后笑声爽朗的道。而此时众人都齐齐来到他的身边，众人没有关心他伤没伤到，而是直接观察起那黑金方盾来。我去，太牛批了！这是什么等级的装备？看这黑金方盾的效果，我都想当盾卫了啊！太强了！张守成见众人围观黑金方盾，不由得一阵懵逼。陆天辰笑着拍了拍他的肩膀：“守成大哥，你得了件宝贝啊！”张守成全力防御陆天辰的攻击，自然不知道黑金方盾的遇到攻击时的变化，所以陆天辰则给他大概解释了一下。而听闻这黑金方盾竟然有着可以削减攻击者防御的特殊效果后，也不由得一喜。随后再次实验了几次之后，张守成也将黑金方盾使用得更加熟练。行了，你们快来帮忙！咖啡加糖叫自己的火系宝宝生好火后，冲着他们几个喊道。
此时，君次和老邱等人已经从陆天辰对巨型铁甲犀牛造成的伤口中取出了几块肉，现在半城烟沙和低调如我等人正在烤肉呢。他们刚才通过烤制铁甲犀牛的肉发现，吃怪物的肉也可以提升一些能力，而这么大一头怪物能提升多少，可想而知。陆天辰和张守成等人闻言也不再实验了，走到怪物的尸体旁，陆天辰对着怪物攻击起来，恐怕也只有他的攻击力可以胜任切肉的工作了。陆天辰直接将巨型铁甲犀牛的排骨全部拆卸下来，放在火上烤制。此时，老邱从兜里掏了掏，赫然从兜里掏出来3个小袋子。众人一阵好奇，随后他们惊愕地发现，老邱在其中一个小袋子里抓了一把，随后撒在烤排骨上。震惊，懵逼，石化。待得众人看清才发现，老邱刚才撒的竟然是孜然粉。随后他泰然自若的又将辣椒面的食用盐分别撒在了排骨上面。好家伙，出门自带烧烤料，邱老你是有什么未卜先知的能力吗？我勒个去，邱老头，你这准备的挺充分啊。邱老，我算长见识了，你怕是野外生存达人吧？社交账号发我，我去给你点赞转发送礼物。老邱听闻众人如此说，则是眼睛弯成了月牙，随后摆手道：基操基操。而随着时间的流逝，巨雀城的野外赫然飘起了淡淡的烤肉的香味。第127章幻灵之体。好啦，开饭了。半城烟沙翻转了2下后，取下2个烤排骨说道。其他人自然也烤得差不多了，随后他们便大口大口地吃了起来。真香，这味道还不辣呀。不得不说，虽然巨型铁甲犀牛的身体大部分都是肥肉，但是这排骨的味道是真香。而且不光满足了口腹之欲，他们自身的实力也得到了一丝提升。众人吃饱之后，将篝火熄灭。走吧，吃饱喝足，继续杀怪。天权大陆之中的怪物不像游戏中一样是可以刷新的，所以他们只能继续前往下一处怪物聚集地。随着众人的不断探索，不停的有着怪物被众人击杀。几人如今的实力自然不需要睡觉，如果战斗强度比较大，吃几块烤怪物肉，休息几分钟就全搞定了。翌日，在10个小时的奋战过后，陆天辰的实力终于突破的最后一层小境界的束缚，达到了超凡境圆满。此时他已经有着和弗里曼等人相当的实力了，而众人的实力也有了不小的进步，所有人的实力都提升到了超凡境中期，并且咖啡加糖的实力距离超凡境后期都不远了。快到怪物进攻巨雀城的时间了，走，我们去巨雀城。陆天辰看了眼巨雀城的方向，约摸着怪物攻城的时间就快到了，所以他对众人道。而众人自然也期待无比，他们也想见识一下天权大陆真正的巨雀城到底什么样子。在陆天辰带领下，众人来到了巨雀城之中。由于他在巨雀城已经帮忙抵御不少次魔物攻击了，守卫都认识他了，所以自然没有阻拦众人。哇，虽然这里的设施之类的和游戏中相差无几，但是感觉这里更有生活的气息啊。是啊，虽然几乎都能做到1比1还原了，但是现在看来还是这里更加真实呢。你们看，杂货铺老板，不知道他那里有没有红蓝药水卖。众人走在街上都相当新奇，虽然这里的景色和游戏中几乎相同，但是仍然带给他们新的感受。陆天辰首先带领众人来到了铁匠铺这里，将击杀怪物收集的一些骨骼、毛皮和肉交易给铁匠后，铁匠给了他们一些金币。这就是真正天权大陆的交易方式。陆天辰反手就使用金币给每人都购买了一些装备。虽然铁匠铺这里的装备不是很强力，但是也聊胜于无。父亲也配备上了一个金刚盾和一件胸铠。低调如我、花未落等人在游戏中就玩的弓箭手，自然购买了一些皮甲和木纹长弓好弓箭。而母亲和半城烟沙等人游戏中玩的魔法师，自然就买了魔法书。值得一提的是，天权大陆中的魔法书可以让人更好的沟通天地之力，确实可以释放出一些奇异的魔法。至此，除了陆天辰以外，几乎所有人都有装备佩戴了。而他没有买武器，并不是因为金币不够了，实在是那种打造的制式武器无法给自己带来太多的提升。随后众人来到了杂货铺这里，出乎众人意料的是，杂货铺老板这里还真的有药水售卖。虽然并没有游戏中那种瞬间恢复的效果，但是至少也属于疗伤所用，在应急的时候还是有着特殊的效果，所以众人都备了几瓶。当就在陆天辰等人在杂货铺买完东西出门的时候，突然巨雀城内响起了一道响亮的钟声，砰！随后杂货铺老板脸色一白，随后赶紧将店门关闭了。发生什么了？众人看着四周齐声问道。而他们不清楚发生了什么，陆天辰则是再清楚不过，是魔物来攻城了。众人闻听此言也是了然，随后都是摩拳擦掌，激动异常。他们现在至少都有超凡境中期的实力，在巨阙城中都算是一把好手了。嘿嘿，陈哥，咱们去哪个城门守着？周鹏双拳握在一起，
将骨骼捏出咯吱的声音，看着陆天辰问道：“咱们4个小队，自然是4个城门都守啊。怎么，你还想我抢你的怪啊？”陆天辰看向周鹏，笑着道：“哈，那算了，跟你在一起，估计怪的毛都摸不到。”周鹏耸了耸肩，随后众人商量了一下，便决定低调如我，咖啡加糖、小土豆、花未落和火鱼儿一队前往北城门，张守成、君次、半城烟沙、剑仙李春风、老邱组成一队前往东城门，周鹏、霍思明、刘山、李林和王朝组成一队前往南城门，而陆天辰、父亲陆海和母亲周平一队前往西城门。由于咖啡加糖的实力相对较强，并且获得黑金方盾的张守成的实力也得到了很大的提升，所以咖啡加糖和老邱互换了所在小队，使得各个小队的实力相对的趋于平衡。好了，出发吧，都注意安全，别大意。随即众人各自来到了各个城门之处，几人从听到钟声到分配队伍和负责城门，然后到来到各自负责城门，并未花费太久的时间。我去，这怪物跟当时巨阙城的怪物工程长得一样丑啊！周鹏等人来到南城门处后，看见不远处马上抵达的怪物，一阵惊叹。他们在游戏中原本就是巨阙城的玩家，自然经历过第一次的怪物工程。当时怪物的各个丑陋的形象，他们仿佛还历历在目。没想到还有再见面的机会，管他长成什么鬼样子，干就完了。咖啡加糖实力提升的那么快，咱们也不能拖陈哥的后腿啊！他们一个个并没有因为怪物的恐怖而退缩，反而一个个都斗志昂扬的。而不光南城门，此时北城门和东城门的众人见此情形，也都跃跃欲试。北城门的咖啡加糖兴奋地搓了搓小手，嘿嘿，今天我一定要晋级到超凡境后期。随后他便闭眼吟唱，随着他的吟唱，他的面前亮起了魔法阵。在北城门众多人惊愕的目光之中，那魔法阵中走出了一个又一个凶猛无匹的生物。第128章鬼头巨人。我超了，这是幻灵之体。没错，应该就是传说中的幻灵之体。这种体质我只在古籍中见到过，没想到咱们巨阙城竟然有如此天赋的强者。我看这冒险者的实力很有可能是达到了超凡境中期了，看来咱们北城门压力会小很多啊。天泉本土的一些战士见此情形，忍不住感叹道，他们仿佛都忘记了即将到来的魔物大军。不过随着最前方的人和魔界生物交战在一起，他们才回过心神，随后顾不得再看咖啡加糖的方向，也冲入战场之中。有着在巨阙城野外配合击杀怪物的经验，众人的配合自然相当不错。此时小土豆手提长剑，直接迎头向着迅速接近而来的一个怪物劈砍而下，而咖啡加糖也控制着3只超凡境的野狼，对一个丑陋的魔界生物展开攻击。低调如我和花未落2个手持木纹长弓，精准的射击，不停地攻击着怪物的要害部位。而火云儿则手持魔法书，在虚空中感受着魔法能量，对被阻拦住的怪物发动着元素攻击。在众人的配合之下，仅片刻的功夫，2只怪物便死于他们的配合之下。几人感受着击杀怪物后，体内的能量有了显著的增长。果然像陆天辰所说的一样，这魔界生物所能提供的能量更加的多。几人随即对视了一眼，眼中满是兴奋之色。而此时西城门处，陆天辰自然也开始了自己的战斗。他有着多次与怪物战斗的经验，他知道西城门处的怪物实力会强大一些，要不然也不会身为超凡境圆满的弗里曼和丽莎等人都守在西城门。这也正是他选择来到西城门的原因。在他的嘱咐之下，父母和巨阙城的战斗人员在合力击杀着超凡境中期以下的怪物，而自己则是与弗里曼等人和超凡境圆满的怪物战斗着。陆天辰仗着虚无之体诡异的攻击手段和身法，在超凡境后期的时候都不惧超凡境圆满的巨型铁甲犀牛。虽然眼前的这巨型魔族甲虫实力强大，但是仍然无法对陆天辰造成什么威胁。仅仅片刻的功夫，陆天辰一道虚空剑气斩出，这巨型魔族甲虫怪物便被他拦腰斩断。而此时正酣战的弗里曼和丽莎等人自然注意到了陆天辰这边的情况，一个个的无比震惊异常。他们可是亲眼目睹了陆天辰的成长，明明第一次见面的时候还仅是一个超凡境初期的小家伙，没想到几天的时间，实力竟然都超过了他们。不过他们没有任何嫉妒的心情，毕竟陆天辰的实力和心性他们都是了解的。此时众人再次想起了艾丽卡的预言，不由得都松了一口气。可以啊，陈天兄弟！弗里曼一剑将眼前的魔界生物击退，一边对着陆天辰大声喝道。陆天辰微微一笑，随即再次冲入战场之中，与另外一个超凡境圆满的怪物战斗着。有着陆天辰的加入，原本压力最大的西城门此时压力骤降。等到弗里曼和丽莎等人都将面前的超凡境圆满的魔界生物解决，便是这场战斗结束的时候。虽然魔界生物的超凡境圆满要比巨阙城阵营的多，但是他们胜在人数多，几个超凡境后期的战斗人员还是勉强可以阻拦一会儿。
而陆天辰一个接一个的各个击破。唰！终于在陆天辰又将一个魔界生物击杀，这已经是他击杀的第3只超凡境圆满的魔界生物了。现在除了弗里曼等人正在对付的魔界生物，场上已经没有多余的魔界生物了。于是他开始与弗里曼等人联手击杀剩余的怪物。陆天辰就是这场战斗中最大的变数，他在怪物群中来去自如，不停地滚雪球，积累着己方的优势。终于还不等其他城门处结束战斗前来支援，西城门的战斗竟然破天荒的最先结束。这是这么久以来的头一次，这也是他们打响自己士气的一战。战斗结束，看着众人的欢呼，陆天辰和弗里曼等人对视着，哈哈大笑。不过正在众人欢庆之时，只见大地一阵震颤，众人无比震惊不已。发生什么了？地震了吗？战斗不是结束了吗？怎么会有地震？你们快看，西边有一座黑色的山在移动。那不是山，那好像是一个巨人。众人议论纷纷。而此时弗里曼等人和陆天辰亦警惕地看着那由远及近的巨大黑色身影。那黑色身影仿佛真的是一个巨人的形状，它移动速度相当之快，几乎一步就可以跨越几里地一般，在向着巨雀城快速接近。待得近了一些，众人才终于看得清这怪物的身形。这怪物虽然身为人形，但是额头上却是一个狰狞的鬼头，身高足有100米。众人仰视着望着它，就仿佛在看着一座巍峨的山脉。其左右手各拿着一个短刀，在快速奔跑。说是短刀，但也是相当于这个怪物的身形说的，那每一柄短刀都足有10几米长。我的个乖乖，这也太大了！弗里曼忍不住吐槽了一句。而众人虽然没有说话，但是内心中的震撼也差不多。几乎片刻的功夫，鬼头巨人便来到了西城门处。轰！他根本不给众人反应的空间，道德附近直接一脚踏出，西城门处瞬间发出轰隆的震天巨响，并且地面也在不停地颤抖着。众多西城门处的战斗人员自然不会傻傻地站在原地，他们在那鬼头巨人攻击的第一时间便逃避开来。不过鬼头巨人的攻击来得实在是太快了，虽然他们已经竭力闪避，但是仍然有很多人被踩在脚下，瞬间死伤大片。性格冲动的弗里曼此时目眦欲裂，他第一时间便冲了出去。他的速度极快，很快便来到了鬼头巨人的脚下。他举起自己的长剑，朝向怪物的根剑砍去。对付这种巨型怪物，砍伤根剑让其失去行动能力，自然是最佳办法。就算实力再强，攻击力再强，无法移动也仅仅只是靶子而已。陆天辰来不及阻止弗里曼的行动，他抬头看向鬼头巨人。不过不知道是不是自己的错觉，只见那鬼头巨人的嘴角竟然翘起了一丝弧度。陆天辰暗道不好，于是大喝道：“弗里曼，回来！”第129章独战圣境魔物。不过虽然陆天辰已经让弗里曼撤退，但是此时他的速度止不住，而且他也没有撤退的意思。弗里曼咬着牙，以雷霆之势朝向鬼头巨人的根剑处劈砍而去。正当他即将得手之时，只见鬼头巨人脚下的地面竟然开始蠕动起来，随后竟然有着一道矮小的身影浮现。那道矮小身影看着冲击过来的弗里曼邪笑着，随后挥手便是几根黑色细针爆射而出。不好！弗里曼大惊，他没想到除了鬼头巨人以外，竟然还有着其他魔物到来，而且看这气息，他们任何一个明显都强于己方的人，甚至很有可能超越了超凡境圆满，达到了更高的层次。弗里曼虽然第一时间准备后退，那矮小身影的攻击已经到了，他赶忙将长剑横于胸前，以阻挡这几根黑色细针。伴随着一阵叮叮当当的金属碰撞声音，虽然很险，但弗里曼毕竟阻挡住了这个攻势。不过那矮小身影的攻击却不停，他的手中突然出现一把通体漆黑之色的匕首，向着弗里曼刺出。他的速度极快，几乎几个呼吸之间便接近了弗里曼。不好！弗里曼看着在眼中不断放大的矮小身影，心中暗道不好。不过正在此时，一道虚无剑气劈砍而出，攻击在了那细黑匕首之上。陆天辰见势不好，自然第一时间冲到近前，随后一剑斩出，才终于帮弗里曼脱困而出。这两个魔物实力很有可能达到了圣境。陆天辰的声音淡淡的响起，而众人并没有太过惊讶，看着他们的强大气息，他们或多或少的都已经猜出来了。他们虽然人数众多，并且超凡境圆满的强者足有7人，但是圣境毕竟比他们高了一个大境界，这并不是靠人数的优势就能弥补的。怎么办？丽莎低声问道。此时巨雀城最强者贺老并不在此地，圣境强者已经不是他们所能对付的。陆天辰刚想说什么，不过面前一道狂猛的劲风袭来，原来是那鬼头巨人的短剑横扫而来带出的劲风。众人自然是第一时间向后跃去，躲避鬼头巨人这狂猛的一击。鬼头巨人这次的攻击目标似乎是陆天辰，他或许在愤怒陆天辰阻止了他们的攻击，也或许是他们在这个超凡境圆满的人的身上感受到了一丝威胁。陆天辰是最后一个动的，
只见他周围的虚空一阵波动，随后他的身影诡异的消失，眨眼的时间便出现在了其他的位置。好！鬼头巨人见自己的攻击落空，此时愤怒不已，狂吼着再次举起短剑朝向陆天辰刺来。陆天辰自然再次使用虚空游走闪避开来。虽然他比鬼头巨人低了一个大境界，但是鬼头巨人竟然奈何不了他分毫。你们联手对付矮小怪物，鬼头巨人交给我来！陆天辰一边躲避攻击，一边大喝一声。弗里曼和丽莎等人得令，随即朝向那矮小怪物冲去。虽然他们实力相差比较大，但是他们6个也能与圣境强者缠斗片刻。大块头，该我攻击了！陆天辰再次躲避开鬼头巨人的攻击，随后双目一寒，只见他手掌举起，挥手一道虚空剑气斩出。轰！虚空剑气的速度极快，几乎一瞬间便轰击到了鬼头巨人的脖颈之上。不过烟尘散去后，陆天辰愕然地发现，那鬼头巨人被他攻击的方位，此时竟然连一道痕迹都没有留下。我丢，这是什么鬼防御啊！陆天辰一边躲闪着鬼头巨人的攻击，一边吐槽着，这要不是他掌握着虚空游走这种变态的身法招式，他可能早就败了。这鬼头巨人可不仅防御力强大，他的攻击力和攻击速度同样惊人，双手持着2柄短剑，几乎不给陆天辰反应的时间。不行，得想一个有效的办法。陆天辰见攻击无效，于是开始一边躲闪一边转移着方位。期间他侧头看了下弗里曼等人的战圈，此时他们的情况也不容乐观。目前虽然还可以勉强的支撑，但是战败也只是时间的问题。我也学弗里曼，攻击他的跟腱。陆天辰脑海中灵光一闪，躲避一次攻击后，便直接使用虚空游走，来到了鬼头巨人的脚腕处。这次他没有使用虚空剑气，他直接手掌成刀，向着他的脚腕处狠狠地刺去。噗嗤，攻击破防的感觉传来，陆天辰的手掌有1/3直接没入了鬼头巨人的跟腱之中。虽然鬼头巨人的防御力强大，但是他这全力一击仍然造成了一丝伤害。陆天辰一击即退，他可不想耽搁太久，被鬼头巨人抓出一丝破绽。虽然攻击奏效了，但是陆天辰估摸着鬼头巨人的表皮厚度都比他手掌要长，想必这次攻击造成的伤害也相当有限，不好搞啊！陆天辰急速躲闪着攻击，与鬼头巨人对峙着，但此时他内心焦急不已。没想到这魔物攻击竟然直接来了2个圣境的魔物，这对他们来说无疑是毁灭性的。这也就是陆天辰在这里，他可以靠着自己诡异的身法牵制住一个魔物，要不然弗里曼等人根本无法对抗2个圣境的魔物。此时巨阙城都已经城破人亡了，像对付巨型铁甲犀牛一样攻击他的眼睛吧。陆天辰内心打定主意，随后控制身体闪身，直接朝向鬼头巨人的脑袋飞去。鬼头巨人有着4只狰狞的眼睛，陆天辰瞬间冲向最上方的左眼攻击而去。陆天辰同样不敢留手，直接调动身体中所有的力量，全力一击。噗呲，成了！感受到攻击奏效，陆天辰内心一喜。眼睛与其他地方不同，防御极其薄弱，就算他仅造成一点伤害，都能让鬼头巨人失明。目不能视的怪物，就算实力再强大，也与靶子无异。如果他攻击不到自己，陆天辰有信心磨也磨死他。好！鬼头巨人左上方的左眼有着鲜血不停地冒出，很明显被陆天辰这一下伤得不轻，于是张开嘴，露出那一嘴森寒的牙齿，冲着陆天辰愤怒吼叫着。第130章跨境界击杀，叫的大声有个屁用！一会儿就让你变瞎子！陆天辰内心嗤笑一声，随后再次朝向鬼头巨人的最上方的右眼攻击而去。嗖！陆天辰的速度极快，几乎一瞬间便来到了他的最上方的右眼处，随即再次一击刺出，随着一声扑哧声，攻击再次得手。按照这种打法，再攻击2次，他就可以轻易的将鬼头巨人的4只眼睛全部弄瞎，到时候就是他的输出时间，只要小心一些，不被发狂的鬼头巨人攻击到，早晚将他击杀。而超凡境、圆满境越级击杀圣境初期的怪物，恐怕也就陆天辰能做到了吧。陆天辰内心正如此想着，正准备再次攻击而出，不过他赫然的发现，鬼头巨人此时竟然将手中的2个短剑剑柄的位置合在了一起，组成了一个2个方向都有利刃的短剑。随后在陆天辰的眼皮子底下，右手持着拼接在一起的新武器，而左手竟然捂住了自己剩余的2个眼睛。我靠，智商这么高的吗？防御薄弱的眼球此时被左手严严实实的护住，就算陆天辰此时也无法攻击到，所以他便第一时间放弃了攻击，随后脚踏虚空，直接往后退去。而陆天辰刚一退走，鬼头巨人便将捂住眼睛的手指分开一条缝隙，随后看向他，吃吃吃！只见鬼头巨人的肩膀一抽一抽的抖动着，随即嘴角上扬，口中发出一阵怪笑。看这样子，他是在嘲笑自己。陆天辰瞬间满脑子黑线，他竟然被一个怪鄙视和嘲讽了。叔可忍，婶儿不可忍。陆天辰再次向着露出的眼睛攻击而去，
不过鬼头巨人也不傻，嘲讽归嘲讽，见陆天辰踏入虚空，他也知道他是再次攻击过来了。于是他一边右手向前胡乱地挥舞着武器，左手露出的用来观察的缝隙也瞬间闭合，完美防御。眼前这个蝼蚁就应该无法对他造成任何伤害了。不过片刻之后，他想象中的攻击并没有到来，他右手挥舞的武器也并没有攻击到任何人。他不禁纳闷起来，不过他此时无法看到外界的情况。他缓缓地将捂着眼睛的左手打开一条小缝，想要观察一下这渺小的蝼蚁。噗嗤！可是还不等他看清周围的情况，只见自己的右眼便感觉到一阵刺痛，随后鲜血汩汩地顺着他的右眼流出。好！好！鬼头巨人此时愤怒不已，他用仅剩的一只左眼盯着眼前的陆天辰，那眼神就仿佛恨不得立马将陆天辰生吃活剥一样。没想到这个蝼蚁隐藏起自己的气息，就等着自己观察周围的时候发动偷袭，太阴险了。嘿嘿，你保护好自己，还剩最后一只眼睛了。陆天辰讪笑一声，随后身影再次消失，朝向鬼头巨人攻击而来。不过鬼头巨人虽然愤怒，但是他此时陷入了两难境地。如果他不防守自己的眼睛，陆天辰这一击就足以让他四目失明；而如果他防守自己的眼睛，用手捂住的情况下，占了一只手不说，他也完全攻击不到陆天辰。这就是陆天辰的计谋。嗖！几乎一瞬间，陆天辰便来到了鬼头巨人的面前，随后手掌成剑，再次使用全力朝向那仅剩的一只眼睛刺去。不过让陆天辰惊讶的是，鬼头巨人最后竟然选择了不防御自己的攻击，仿佛舍弃的仅剩的那一只眼睛。无所谓了，先搞瞎你再说。陆天辰眼中寒芒一闪，随手身体化成一道闪电，直接刺向他仅剩的左眼之中。噗嗤！不出意外的，陆天辰这一次全力一击，再次将鬼头巨人仅剩的一只眼睛刺破，手掌直接没入了一半，进入那颗眼珠。不过此时陆天辰不仅没有一丝兴奋，反而内心开始不安起来。他自然是一击即准备撤退，但是此时他赫然感受到有一道黑影压了过来，回头看去，那竟然是鬼头巨人的左手，直接朝向陆天辰这里拍击而来。别看陆天辰与鬼头巨人周旋这么久都没受伤就没什么，那全要归功陆天辰的虚空之体的特殊。但凡他被鬼头巨人攻击那么一下，那妥妥的不死也残，真狠啊！陆天辰内心暗道，没想到他舍弃最后一只眼睛也要攻击自己。不过没用，陆天辰嗤笑一声，随后虚空之体的能力再次触发，只见其周身虚空一阵波动，仅一瞬间他便一脚踏入了虚空之中。啪！鬼头巨人舍弃独眼而全力的一击，直接击打在自己的左脸上。他似乎一丁点都没有留手，这个巴掌下去，只见他整张左脸都被打变形了。随后那庞大的身形此时一个站立不稳，开始直直的朝向下方倒下去。死！对自己可真狠啊！拉开一定距离后，陆天辰从虚空之中走出来，当看到鬼头巨人一巴掌把自己的脸都给扇变形了的时候，不由得倒吸一口凉气。毫无疑问，如果自己没有办法逃出来的话，估计现在自己都已经被拍成肉泥了。不过感叹归感叹，侧头看了下弗里曼等人，此时正处于下风，只要稍有不慎便会全员溃败，看来得抓紧了。陆天辰内心嘀咕，随后身影爆闪，开始攻击向倒地的鬼头巨人。虽然他的攻击目前还没造成太大的伤害，但是鬼头巨人他自己给自己造成的伤害却不容忽视。原本硕大的头颅，此时左脸颊直接凹陷了下去，此时露出了大片的血肉。趁他病要他命，陆天辰瞅准时机，开始攻击向鬼头巨人的脑袋左脸位置。虽然鬼头巨人此时四目失明，只能胡乱的挥舞手中的武器攻击，但是陆天辰也需要小心躲避，要是由于托大被不小心攻击到一些，就有些得不偿失了。不过他仍然无法做到攻击和防守兼顾。就算陆天辰攻击相对鬼头巨人强悍的防御来说弱了一些，但是他每次都攻击向同一处位置，积少也成多了。终于，随着陆天辰再次一记虚空斩击挥劈而出，鬼头巨人的左脸颊偏上的位置终于被陆天辰给轰碎。呼，终于搞死了！直到鬼头巨人在原地一动不动，陆天辰才松了一口气。他终于跨境界击杀了这只实力强大的圣境魔物。他不敢耽搁，随即看向弗里曼等人的战圈。第131章，知你妹啊！陆天辰此时站在鬼头巨人的身体之上，仿佛站在一个山丘之上一样。原本想击杀鬼头巨人后立马支援弗里曼等人的，但此时他感觉到身体之中充盈的力量，他不由得一滞。随后他在原地不动，任由击杀圣境魔物鬼头巨人所获得的精纯能量在周身游走。他有一种感觉，似乎吸收完这些能量，他便可以突破超凡境圆满的瓶颈，达到圣境。而此时弗里曼等人虽然都在苦苦的支撑着，但是陆天辰这么大的动静，他们自然是知晓的。太好了，他竟然真的以超凡境跨越了一个大境界，击杀了圣境。
丽莎手中不停地攻击着那矮小黑影，感受到旁边那惊天的大战，嘴里喃喃道：“陈天老弟太牛批了，果然不愧是圣者艾丽卡预言拯救天权的人。”弗里曼与矮小黑影攻击在一起，随后被击退了10好几米，但是他此时却难掩心中的振奋之色，就仿佛是他弗里曼击杀的鬼头巨人一般自豪。而此时那矮小黑影此时自然也注意到了那边的战斗，虽然多次都想上前帮忙，但是眼前这6个超凡境圆满境也并不是摆设。直到他看到鬼头巨人身影应声倒地，随后完全都没有了气息之后，他不由得一惊，没想到他们此次出动2个圣境强者都无法攻克巨阙城，不行，得撤了。一击击退了弗里曼之后，他的身影便顺势往后窜去，那方向正好远离巨阙城的方向。不过正当他转头准备急速逃窜之时，他只感到周身泛起一阵空间波动，随后他面前竟然瞬间出现一道人影。你还想走？随后一道威严的声音响起，再然后便是一记虚空斩击轰击向他的胸口。轰！就在那道虚空斩击轰击到胸口的时候，只见他的身影瞬间急速暴退，随后砸在地上陷了进去，随后浓烟四起。围观的众人见此无不震惊异常，鸦雀无声。咕噜！在场的众人不知道是谁咽了口水，所有人都听得清清楚楚。这太强了！击杀鬼头巨人之后，他是突破了吗？没错，鬼头巨人是陈天老弟独自击杀的，那提供的能量一定相当庞大，他直接突破到了圣境也说不定。就算同为圣境，他也不该强这么多啊！众人议论纷纷。而此时陆天辰盯着烟尘四起的那处方位，随后一个身影闪烁便消失在了原地，仅一瞬间，他的身影便来到了那个大坑附近。而此时烟尘渐散，嗖！只见一道破空声响起，只见那原本被砸在巨坑之中的矮小身影，此时一道匕首向前刺出，竟然直接刺在了陆天辰的胸口之上。见自己攻击得手，那矮小身影的嘴角微翘，喉咙处发出一阵由于过度兴奋而发出的声音。而此时围观的众人见到这一幕，心直接提到了嗓子眼。陈天老弟！弗里曼着急大喝。此时他和丽莎等人都是震惊不已，他们不清楚刚才还强势无比的陆天辰为什么此时竟然被偷袭成功。要知道他可是在超凡境就能击杀圣境的存在，现在到达圣境之后不应该更猛吗？不过马上他们便放心下来，因为那矮小身影刺中的陈天竟然在此时缓缓地消散了。是幻影！陈天老弟速度快的已经产生了幻影。弗里曼激动地吼道：幻影？这不是半神强者才能掌握的能力吗？丽莎疑惑道：你没注意到陈天在超凡境的时候那身法就神出鬼没的吗？据我所知，他那应该是一种远古的体质。一旁的刺客导师说道：是了，我之前在古籍之中也见到过，这种体质貌似叫虚空之体，天生对虚空有着很高的亲和度，可以轻易的穿越虚空，身法诡异无比，后期攻击也至强无比。弗里曼突然想到之前在古籍上了解的情况，不由得激动的道。而众人听闻此话也露出了一丝笑意。随后他们赫然看到，随着一阵虚空波动，陆天辰的身影赫然出现在矮小黑影的身后，随后手掌一探便插入矮小黑影的后背之中。陆天辰超凡境初期的时候都能越级击杀圣境，此时达到圣境之后，攻击力得到了史诗级的加强，说是同境界无敌都不为过。攻击力可以对同为圣境的魔物造成致命的伤害，并且他的踪迹也神出鬼没，谁和他对上，那简直就是噩梦。那黑色身影虽然吃痛，但他并不打算就此放弃，强忍剧痛，身体扭转了90度，随后手中的匕首横扫而出，朝向陆天辰攻击而来。不过他的目的注定无法得逞，只见他这一击再次攻击到一片幻影之上，滋滋，尖锐的叫声响起，那种轻飘飘的没有攻击到实体的感觉让他愤怒不已。手持匕首，他与鬼头巨人不一样，他以刁钻诡异的攻击为主。不过此时眼前这个人类竟然比他的速度快得多，比他还要诡异，很明显将他玩弄于股掌之中了。逃！他无论如何也要回去汇报，巨阙城出现了实力强大的圣境强者。不过还不待他窜出多远，陆天辰竟然又一次出现在了他的面前，阻挡住他的去路。滋滋！他愤怒地吼叫着，那仿佛虫类发出的声音，并且尖锐刺耳。指你妹啊！陆天辰感觉耳朵受到了污染，随后瞬间挥出2道虚空剑气，矮小身影再次被轰飞。他之所以一直没有彻底将他击杀，无非就是想多熟悉一下圣境的实力，毕竟只有战斗才能快速掌握新获得的能力。不过这一次陆天辰没有留手，他这2道斩击都使出了全部的力量。随后他的身影再次欺身而进，来到矮小身影的落点位置，手掌成剑向前一刺，噗嗤！
此时他的攻击凌厉无比，只听到攻击入肉的声音响起，矮小身影从后背到胸口的位置全部都被洞穿。陆天辰随后将手一甩，一个尸体直接被摔在了地面之上。至此，鬼头巨人等2个圣境的魔物全部都被击杀。第132章魔窟。叮叮当当，随着那圣境魔物的尸体被陆天辰摔在地上，一道金属的碰撞地面石子的声音响起。只见一个漆黑色的匕首掉落在了地面之上。咦，这个不错，队伍中使用匕首的只有君次了，回头送给他吧。陆天辰欣喜地弯腰将地上的匕首捡起来，将匕首收好，随后他便再次感觉到了一阵精纯的能量涌向全身的4肢百骸。不过这一次的能量就少了不少，毕竟现在达到了圣境初期，估计圣境每提升一个境界所需的能量都是相当强大的吧。陆天辰片刻后便将身体中的能量全部都吸收完毕，随后他看向弗里曼等人的位置。不过不看不知道，这一看他一下就愣住了，因为此时弗里曼等6人此时也全部都是能量环绕己身，很明显也要突破了。而他们原本都有着超凡境圆满的实力，他们几乎都在这个境界停留了好几年，实力再提升，自然是会提升到圣境初期了。虽然他们的作用也就是阻拦了那圣境魔物一会儿而已，但是分得的能量也足以打通他们最后的一丝壁垒了。陆天辰就这么在旁边等待着。而此时其他3个城门的众人也都结束了各自城门处的战斗，来到了西城门这边支援。不过让他们没想到的是，西城门这一次竟然最先结束了战斗。陆天辰随后便将获得的那漆黑色匕首递给了君次，这让君次眼中一亮，他在现实世界和游戏世界都是玩匕首的高手，只要一上手他便知道这绝对是一把削铁如泥的神兵利器。将匕首给完君次，陆天辰看向众人满意的点了点头。经过这一次魔界生物工程，众人的实力都提升了不少，咖啡加糖和父母的实力都已经提升到了超凡境后期，而众人则是达到了超凡境中期，距离后期也仅有一步之遥。感受着几道冲天的能量波动，陆天辰看向弗里曼等人的方向，几人的实力同时达到了圣境。巨阙城包括陆天辰在内，竟然同时出现了7个圣境强者，简直离谱。看着弗里曼等人飞掠而来，陆天辰将内心的疑惑问了出来。之前你们说你们的实力在超凡境巅峰已经停留了好几年了。没错，我最先达到超凡境圆满，距今已经过去8年了。弗里曼爽快地答道。陆天辰听闻此话则是更加疑惑了，他甚至从超凡境初期到达圣境也仅仅只用了几天的时间而已，他从没感觉到提升实力有什么困难的，所以他不清楚为什么弗里曼等人会卡在超凡境圆满几年的时间。我明白你的意思，其实我们也说不清楚，或许你们体质都特殊吧。弗里曼黯然地答道。陆天辰摆了摆手表示无意冒犯。战后喝酒庆祝仿佛是巨阙城的传统习俗，他们随后又沟通了一下，陆天辰等几人自然被热情地邀请到酒馆边喝边聊。众人酒足饭饱之后便告别众人，继续前往野外杀怪提升实力。他们都有一种紧迫感，现实世界出现的死城，天权大陆中一次比一次强大的怪物都在迫使他们不断地提升自己，提高实力。不过好在似乎地球人来到天权大陆提升实力似乎真的没有什么瓶颈，在2天没日没夜的击杀野外怪物并且魔界生物工程的时候帮忙守城，他们的实力终于全部达到了圣境初期，并且陆天辰的实力达到了圣境后期。这种实力提升的速度自然是让弗里曼等人羡慕不已。没想到这群人来天权大陆没多久，实力都已经和他们相当了。当然期间也有一些玩家通关了通天塔，达到超凡境，他们也全都联系到陆天辰，进入到了天权大陆，提升着自己的实力。陆天辰，这是什么？正在众人探索附近野怪的时候，半城烟沙掀开一处草丛，对陆天辰疑惑地问道。陆天辰听到他如此询问，心下好奇，随即来到半城烟沙手指的位置。只见被他扒开的草丛有着一个仿佛古井一般的建筑，井口并没有什么遮挡，但是陆天辰向下望去却仿佛深不见底。吼！正在他观察之时，他隐约间听到了一声吼声传来。你们有没有听到什么？此时脑袋伸进来观察的还有林中鸟和周鹏、小土豆等人。陆天辰疑惑地问道。不过他们抬起头，随后脑袋摇得跟个拨浪鼓一样。没有啊，陈哥，我啥也没听见啊。而陆天辰听闻周鹏等人如此说，也疑惑不已。难道是我听错了？陆天辰喃喃，随后在旁边取出一个石子，来到这深不见底的古井，随后丢了下去。伴随着一阵石子的击打声音，片刻后他们明显感觉到了那被丢下的石子仿佛降落到了井底，发出一阵叮叮当当的回音。还行，下面应该不深。陆天辰抬头看向众人，此时他们的实力都已经到达了圣境，
天泉大陆圣境的怪物并不好找，所以遇到这种离奇的地方，自然要探索一番。陆天辰说罢，便直接跳入那口古井之中。走吧，我们也一起。张守诚和父亲等人对视了一眼，随即他们也跳入了古井之中。古井的洞口到底部虽然有着几百米的距离，但是对于这一群圣境强者而言，简直是小菜一碟。而且虽然下面漆黑无比，但是他们也都不需要火焰照明，因为他们也都具备着夜视能力。井下有着一条狭窄的通道，众人默契地向前走去，并未出声。这是什么？此时走在最前方的周鹏等人发现前面没有路了，而面前出现一个流转着青绿色的古朴青铜大门，让他们不由得一阵惊疑。陆天辰自然也注意到了眼前这奇异的青铜大门，他也不清楚这青铜大门通往哪里。不过随着他的视线向上移动，只见一个古朴的牌匾之上刻着4个模糊的字迹，前面的2个字仿佛经历了岁月的侵袭，无法辨识，但是后面2个字不难辨认。小土豆盯着看了看，随后惊叫出声：啥？魔窟？第133章无尽魔窟。魔窟！小土豆嗷的一嗓子，给后面的众人都吓了一跳。随即他们全部都上前查看，当看到青铜大门上的那2个字后，也无不露出惊骇之色。这看着好瘆人啊！花未落观察了一下四周后喃喃道。而陆天辰则根本不在意，他上前尝试去推那青铜大门。不过奇怪的是，以他圣境后期的实力，这青铜大门竟然无法推开。这里或许有着什么禁制。陆天辰内心如此分析道，随后在青铜大门的四周观察起来。果不其然，在青铜大门的2侧各有一个狰狞的石像，而那2个狰狞的石像口中各衔着一个暗金色的猪体。陈哥，你看这里有2个凹槽。周鹏指着青铜大门的中心处，只见左右2扇青铜门真的各有一个圆形的凹槽，而且看这样子，石像口中的猪体和那圆形凹槽的尺寸相差无几。打定主意后，陆天辰直接将那石像打碎，将那暗金色猪提取出，随后走到一扇青铜大门的旁边，将那暗金色猪体直接放在了上面。真的可以！陆天辰一喜，很显然这猪体放在这凹槽之上正合适。好！不过紧接着，陆天辰便再次听到了一道怒吼声。陆天辰随即转头看向周围的其他人，但是看他们的样子，很明显并没有听到这道声音。你们刚才什么都没有听到？陆天辰疑惑地问道。但是众人仍然是摇头，表示自己并没有察觉到什么异常，也没有听到什么动静。奇怪了，为什么只有我可以听得到？带着疑惑，陆天辰再次将另外一个石像破开，取出暗金色猪体，随后放入青铜大门的凹槽中。轰隆隆！正当他将猪体放入凹槽的一瞬间，只见青铜大门发出一阵震颤的声音，随后在众人诧异的目光中，原本坚实无比的青铜大门此时正在缓缓地打开着。片刻后，轰隆声停止，青铜大门打开了一条通道。虽然宽仅有3米左右，但是也足够他们自由出入了。随着青铜大门的打开，前面再次出现了一条通道。走，往前看看。陆天辰说罢，他们便一同往前走去。大约前进了几百米的距离，只见前面不再漆黑一片，竟然有了一丝亮光。片刻后，他们便来到了一处空间之中。这是……当看到这圆形场地后，陆天辰倒吸一口凉气。这场景他见到了很多次，这个场景基本都是游戏中 BOSS 的所在地。难道游戏中的副本是仿照这什么魔窟来设计的？陆天辰一阵吐槽，不过他还是警告了众人要小心谨慎一些。虽然圆形场地中除了一个巨大的黑色法阵别无他物，但是众人都感觉这里非同寻常。张守诚此时手持黑金方盾走在最前面，侧后方则是父亲装备着金铁钢盾，还有小土豆手持长剑在戒备着场中。嗡嗡！就在众人观察的时候，此时那黑色法阵竟然发出阵阵嗡鸣之声。好！随后在众人惊诧的目光之中，那法阵之上竟然凭空出现了10几只怪物。而随着那10几只怪物的出现，陆天辰等人的耳中突然响起一道苍老古怪的笑声：结，欢迎来到无尽魔窟。结。那笑声仅持续了片刻，随后便沉寂了下去。无尽魔窟？什么鬼？张守诚从黑金方盾的侧边看了眼前面的10几只怪物，疑惑地问道：我怎么有一种不好的预感？父亲在张守诚侧后方道，而陆天辰自然也感觉有些不妙，不过此时已经来不及多想，因为此时魔法阵出的10几只怪物此时已经张开血盆大口朝向陆天辰等人冲了过来。这魔法阵冒出来的怪物与魔界生物不同，虽然狰狞恐怖，但是呈现出来并不是那种诡异的通体漆黑，有些怪物的四肢看起来极不协调，就好比一只狼类怪物，此时竟然有着翅膀和2个鸡一样的爪子。这还不是1只2只这样，眼前的几只怪物
全部都如此。砰！正在陆天辰思考之间，一只4条粗壮大腿的鸵鸟类怪物脑袋直接攻击到了黑金方盾之上，发出了一阵碰撞的声音。张守成此时已经达到了圣境初期，再加上可以削弱地方攻击力的黑金方盾，自然轻松地抗住这一击。我去，这是什么怪鸟？小土豆看清这只怪物后挥劈出一剑，嘴中不停地吐槽。怪不得小土豆吐槽不已。要说是鸵鸟吧，这4只粗壮的大腿都好像是大象的；要说大象吧，它又有着鸵鸟的身体和头部。虽然身体看着极其不协调，但它们的攻击力却并不弱。砰砰！不等众人反应，此时又有几道身影攻击到黑金方盾之上。同时攻击之下，此时即使张守成也感受到了一些压力。攻击！陆天辰大喝一声，随后队伍后边的人全部都应声出列。低调如我，花未落和火鱼儿扮成烟沙等人弓箭与魔法不停地向前攻击着。咖啡加糖召唤出的宝宝也在不停地输出着。不过那些仿佛缝合的怪物并不傻，见攻击到来，他们不可能在原地傻傻的给你玩回合制。嗖嗖！虽然低调如我等人已经第一时间响应陆天辰的命令，但是此时也有大半的攻击全部落空，被他们躲了过去。而命中的一些攻击也并未造成致命的伤害。陆天辰仔细感受了一下，这些怪物的气息虽然比自己要弱一些，但是明显都强于其他人。这10几只怪物的实力应该大概相当于圣境中期的实力。陆天辰右手举过头顶，随后一边向下挥劈，一边喊道：虽然实力强了一些，但是击杀所获得的能量也相当可观。随着他的话音落下，他的攻击也凝聚成型。唰！只见他的掌中一道攻击劈砍而出，不过这攻击似乎并没有太大的波动，那感觉就仿佛他只是随手比划了一下而已。不过很快，被他瞄准的一个缝合怪物的周身的空间瞬间开始波动起来。第134章返回的众人。就在众人震惊的目光之中，只见陆天辰的攻击在那波动的虚空中出现，随后直直地朝向那缝合怪物的头顶之上攻击而去。这道剑气攻击速度相当之快，并且诡异无比。虽然那缝合怪物第一时间察觉到异常，想要侧身躲避，但是此时他却并没有太多的反应时间。唰！只等他微微侧头，那道剑气便攻击而来，一下子便将那缝合怪物的半边脸连带半边身子全部都砍了下来。好耶！众人见陆天辰一击威力便强成这般，内心也大受鼓舞。随后众人便分列阵型，再次分成几支队伍，开始分别抵抗几只缝合怪物。其中咖啡加糖此时的实力已经达到圣境中期，相比众人战斗力强了不少，所以此时带领自己的众多宝宝与3只缝合怪战斗起来。而陆天辰自己则在10几只缝合怪群中来去自如地输出着，只剩下3只缝合怪物被其他几个队伍分别对付。而众人虽然羡慕他们可以一人对付那么多怪物，但是却并不嫉妒，毕竟他们自己的实力只是圣境初期，能几个人对抗一只已经相当不错了。随着时间的推移，陆天辰对虚空肢体的使用愈加的熟练，像刚才那道诡异的虚空斩击便是他最近领悟的。他此时不停地穿梭在虚空之中，一会儿出现在这儿，一会儿出现在那儿。极限速度下，他可以在场中同时留下7、8个残影。虽然独自面对10几只怪物，但是他也搞得他们晕头转向。陆天辰自始至终都没有被攻击到一次。反观那些缝合怪物，在陆天辰的不断输出之下，仅仅片刻的功夫便有6只怪物死在陆天辰的攻击之下。大概又过去了一会儿的功夫，陆天辰一道虚空剑气斩落最后一只怪物的头颅。此时魔法阵中出现的怪物此时已经全部都被击杀，除了陆天辰与咖啡加糖以外，其他人都在原地喘着粗气。虽然他们群殴越级击杀了一只缝合怪物，但是他们的消耗也相当大，此时一个个都气喘吁吁的。陆天辰之前战斗的时候就发现，这些怪物的身体确实有着一些被缝合的痕迹。此时仔细查看，果然发现那些奇异的肢体部位几乎都存在着缝合的痕迹。难道这无尽魔窟还有其他人？他甚至可以改造圣境怪物的体质。陆天辰虽然不想往这边想，但是此时的种种表现仿佛都在肯定着他的猜想。正在陆天辰四处观察，其他玩家还在休息的时候，只见地面之上的魔法阵突然再次亮了起来。我丢！不是吧？还让不让人好好喘口气了？小土豆和周鹏等人大气还没喘完，此时见魔法阵竟然再次亮了起来，他们不由得有些骂娘的冲动。不过魔法阵可不会因为他们的吐槽而停下。只见魔法阵熄灭后，场中间再次出现了10几只怪物。虽然和之前那一批的怪物有些区别，但是也全都是歪瓜裂枣的缝合怪物。我勒个去！这魔窟不会是哪个科学怪人拿圣境怪物做实验的地方吧？众人也全部都吐槽起来，但是吐槽归吐槽，
他们此时不得已只能选择战斗。这次这批怪物的实力比上一批怪物的实力似乎略强一丝，但是多消耗了一些时间，毫无疑问的这些怪物也全部都被击杀。呼！结束战斗后，众人全部都累瘫在地。这些怪物的实力都很强，可不是外面超凡境的怪物可比拟的。虽然将怪物击杀，可获得的能量相当可观，但是这种高强度的战斗，他们也经不住。好，不过天不遂人愿，怪物们似乎并不想给他们休息的时间。魔法阵再次闪烁，随后又有10几只怪物出现在场中。此时陆天辰和咖啡加糖眉头也微微皱起。虽然他们两个对付大部分的缝合怪物，但是他俩的消耗并不大，但是也架不住怪物出现的这么频繁啊。回头看了夏周鹏等人，再这么下去，他们早晚没有战斗力了。陆天辰内心如此想着，随后似乎想到了什么，于是大喝道：这边交给我和咖啡加糖，你们沿着通道往回走，向着入口走去。众人接连2次高强度战斗，此时再战斗就很可能会拖了后腿。他们互相对视了一眼，随后一个个点了点头，随后张守成手持黑金方盾在后防御。他们在父亲的带领之下往来时的青铜大门走去。陆天辰双眼一凝，随后再次开始击杀着这些缝合怪物。虽然多阻拦了几只怪物，但是陆天辰的压力也并没有大多少，毕竟他的实力比怪物高出一个小境界。片刻的功夫，他和咖啡加糖此时再次联手，将出现的10几只缝合怪物全部击杀。陆天辰侧头看去，此时咖啡加糖召唤出的宝宝或多或少也出现了一些伤势，而他本人的额头也有一些细密的汗珠。经过这3波怪物的袭击，他也感觉到了，虽然怪物的境界并没有什么变化，但可以肯定的是，他们绝对一波比一波要强了。看起来短时间还行，如果再多来几波怪物，他们耗都要被耗死了。如果到时候出现几只圣境后期或者圣境圆满的怪物，陆天辰也没把握可以扛得住。正在陆天辰思索间，只见那魔法阵再次闪烁起来。真不愧叫做无尽魔窟啊，还真是顾名思义，无穷无尽。陆天辰摇头感叹着。虽然此时没有其他方法可以有效地解决眼前的困境，但是至少他们可以通过击杀怪物提升一些实力。所以二人眼中虽然有着无奈，但还是一起冲了上去，再次与缝合怪物战斗到了一起。毫无疑问，虽然细微，但是这波怪物的实力再次强大了一丝，他还是可以感受得到的，并且其中一只狼身的怪物甚至已经无限接近了圣境后期的实力。虽然花费了一些时间，但是他们两个还是将这10几只缝合怪物全部都解决。可是正在二人休息之时，只见原本离开的众人此时竟然再次返回了。第135章微妙的平衡。咖啡加糖顿时跳了起来，朝着前方的周鹏等人质问道：你们怎么回来了？陆天辰此时也眉头皱了起来，他和咖啡加糖给众人争取时间，他没有不离开的道理啊。众人见到两人疑惑的神情，也是一阵无奈。周鹏开口道：不是我们不想出去，咱们来时的青铜大门现在关上了。听闻此话，陆天辰心中一惊，于是他施展虚空游走，快速来到青铜大门入口处。果然，原本打开的门此时已经关闭得严严实实。尝试攻击了一下这青铜大门，他们在外面都无法使用暴力破开，在里面也是无济于事。陆天辰意念一动，随后钻入虚空之中。他拥有虚空之体，自然一瞬间就来到了青铜大门之外。但是其他人就不行了。陆天辰之所以一直没有尝试使用虚空之体带人快速穿梭虚空，是因为他一直有一种预感，如果其他人被自己带入虚空的话，估计一瞬间就会被虚空之力撕扯得粉碎。就算是以他目前的实力，长时间身处虚空，也会感受到强大的撕扯之力，也吃不消。他看了眼那青铜大门，原本他们从两侧取来的珠子已经消失不见，不知道是被人拿走了，还是开启青铜大门后自然消失不见。再次在附近观察了一下后，陆天辰便瞬移返回。如果再次出现缝合怪物，光靠咖啡加糖等人是肯定无法应付的。果然，他刚返回，便看到与怪物交战在一起的众人。怪物的实力再次提升了一丝不说，陆天辰注意到，甚至连怪物的数量也多了2个。这么下去迟早完蛋啊！众人合力将最后一只怪物斩杀，陆天辰内心焦急万分。怎么样，有出去的办法吗？父亲陆海上前一步问道。他和父亲提到过自己的虚空之体，父亲自然也知道他可以穿梭虚空的事情。陆天辰摇了摇头，青铜大门外的2个珠体不知为何消失不见了，目前没有找到打开青铜大门的方法。听闻陆天辰如此说，众人的心全部都沉了下去。没想到真正的天权大陆中还有如此凶险的地方。虽然这里确实可以快速的提高实力，但是怪物的出现频率越来越高了，再来个几波，估计他们很快就无法支撑了。我靠，这怪物出现的这么频繁，而且一波比一波强大，咱们不会死在这儿吧？
说什么屁话！就算天泉大陆比较凶险，我也不信有那种绝对的死局，一定有什么我们遗漏的机关之类的。找到机关，或许我们就能出去了，还没准能获得宝物呢。行了，现在不是讨论这种事情的时候，趁着怪物还没有刷新，我们抓紧恢复一下吧。受伤重的人在原地恢复一下，老邱辛苦你了。其他受伤轻一些的人，咱们在附近好好找找，有什么机关之类的。众人你一言我一语的讨论着，随后父亲给大家分配了一下任务。陆天辰没有阻止，而是来到老邱和受伤比较严重的众人旁边。和游戏中相同的是，老邱自从达到超凡境之后，便获得了类似治愈的一种魔法。不过此时他一个人也根本无法同时治疗好那么多人。见老邱此时已经满头大汗，陆天辰上前拍了拍他的肩膀，随后也不隐藏，闭眼调动神圣水晶的能力。在老邱和重伤者震惊的目光之下，只见陆天辰的额头散发出绿莹莹的光芒，随后周围的众人都感觉自己的身体一身舒畅。受伤的几人身上的伤势在慢慢恢复，而即使没受伤的人，此时被这莹莹的绿光包裹，也感觉一阵舒畅，似乎大战之后的疲惫在此刻一扫而光了。这老邱作为一名专业牧师，自然能感受到这绿莹莹的光芒包含了多少治愈能量。他震惊的几乎说不出话来，很难想象使用如此精纯的能量，陆天辰得损失多少精力。陈哥真牛批啊，竟然还会治疗！我还以为只有在游戏中玩过牧师的玩家才能在现实世界使用治疗之力呢。是啊，不过同时治疗这么多人，想必陈哥的消耗也是相当大的呀。马德，要是境界再高一点就好了，就不至于拖后腿了。小土豆和周鹏你一言我一语地感叹道。而他们不知道的是，陆天辰释放这股能量压根不损失什么，这完全都是神圣水晶的功效。好，片刻后，陆天辰的治疗被怪物的吼声打断，绿光消散，只见怪物也一边怒吼，一边冲着众人再次冲了过来。不过这样也够了，此时众人的伤势都好了大半，刚刚战斗消耗的能量也得到了补充。即使肉眼可见的这一波怪物再次多了2只，但是他们状态正盛，也是完全不惧。一瞬间，众多怪物和陆天辰等人便交战在了一起。虽然怪物的实力有所提升，但是众人击杀怪物后实力也在提升着。对他们唯一不利的便是怪物被击杀会不断出现，而他们受伤了根本来不及治疗。不过这最大的问题此时已经被陆天辰解决了，他们每次战斗过后都能将状态恢复得七七八八，倒也足以应对不断出现的怪物。陆天辰等人和不断出现的怪物似乎陷入了某种微妙的平衡，圆形平台上不停地出现实力强大的怪物，而他们将其击杀后实力也会得到一丝增长。陆天辰治疗过后，众人则是再次恢复实力，再次和出现的怪物战斗到一起。就这样循环往复了大约半个小时左右，将最后一只怪物击杀，这已经是他们这一会儿击杀的第5波怪物了。耶！我终于圣境圆满了。咖啡加糖召唤的众多宝宝输出相当变态，召唤的宝宝所能打出的伤害都会结算到他的身上，所以他就是这个队伍中输出仅次于陆天辰的存在，领先众人。第2个达到圣境圆满也不足为奇了。陆天辰惊喜不已，队伍中有2个圣境圆满的人，这样众人的压力自然会骤减。第136章，这算卡 bug 吗？而陆天辰虽然已经到达圣境圆满很久了，不过从圣境圆满到半神境期间的鸿沟仿若天壤之别。而且陆天辰发现，想要从圣境圆满突破到半神境，似乎并不是单纯的能量达到一定程度就可以顺利晋级。他有一种感觉，他的能量早已经达到了圣境圆满的最顶端，再多击杀更多怪物也不会有任何增长，似乎那一层壁垒需要一些契机。算了，这也急不来，虽然是半神，但毕竟沾了个神字，那种境界哪有那么简单就可以达到的呢？而且陆天辰想起巨阙城的原住民，他们有的修炼几十年也才圣境而已，而他们从进入天泉大陆后才过去了多久，他们就已经达到了圣境。陆天辰和咖啡加糖这种稀有体质的人更是达到了圣境圆满，已经足以自傲了。摇了摇头，不再多想，陆天辰看着在原地兴奋地蹦跳的咖啡加糖，你达到圣境圆满后，咱们应付起这些缝合怪也更加得心应手了起来。咖啡加糖听闻陆天辰如此说，小脸一撇，臭屁的道：那是，毕竟我召唤的宝宝实力那是完全跟我的境界来的，现在我的输出可不低于你哦。陆天辰微微一笑，解锁新的召唤物了吗？咖啡加糖摇头，我感应了半天，虽然召唤的宝宝们实力大涨，不过感觉还差一丝才能召唤新的宝宝，但是我有一种直觉，只要我能达到半神，我一定可以将其召唤出来，而且我能感觉到这绝对是一个异常强大的生物。陆天辰点了点头，咖啡加糖这种幻灵之体的强大之处就在这里，召唤的宝宝的境界会随着自己的境界而提升，也就是说现在他自己就是一个圣境圆满大军，
简直恐怖如斯。嘿，咖啡加糖，你只会圣境圆满的宝宝就可以横扫这些缝合怪了吧？小土豆在一旁开心的道。是啊，美少女咖啡加糖一出手，那些小小的缝合怪还不是手到擒来。小土豆说罢，周鹏也在一旁附和道，拍咖啡加糖的马屁。而此时陆天辰则走上前去给他们两个一人一个大脖溜子。啊，好疼啊，陈哥，你可是圣境圆满的大高手，手下留情啊！周鹏和小土豆连连告饶，但是陆天辰则严肃的道，你们的实力也要赶紧提升。现在虽然咖啡加糖突破了，不过我估计怪物的实力会越来越强，你们的实力也要赶紧提升上来。陆天辰话音刚落，只见前方平台上再次光芒闪现，又是几只缝合怪瞬间出现。陆天辰脸色一冷，因为他发现怪物多了一些不说，此时光圣境圆满的怪物就已经有4只了。众人无疑也都感受到了为首4只怪物带来的恐怖威压，无一不是严阵以待。是啊，小陈说的对，抓紧提升实力才是王道，到时候要真的出现更高级的怪物，恐怕小陈和咖啡加糖也无法应对了。父亲陆海神情严肃的道，他们也都不是傻子，就按照这怪物的实力进步速度来看，别说出现的怪物全都是圣境圆满，就算突然冒出个半神境的怪物，他们也不会过多诧异。半神境，恐怕他们两个也无法安然应对吧。众人侧头看向陆天辰和咖啡加糖二人，内心不约而同的想到此处。干他丫的！小土豆咬了咬牙，率先冲了上去。他的目标赫然是为首的那只圣境圆满的缝合怪。他并非是可以逞能，因为就算圣境圆满的怪物实力强大，但只要众人齐心协力，也不会落于下风。张守成见状摇了摇头，举着手中的黑金方盾也冲了上去。毕竟有着黑金方盾在手，他的防御力在这一群人中都是顶尖的存在。小土豆先下手为强，一剑刺向那怪物的身上，虽然造成了一丝伤害，不过却并没有太大效果，仅仅是刺破了一点皮，就再无建树。好，虽然没受到太大的伤害，不过那怪物仿佛被眼前这渺小的人类激怒了一般，怒吼一声便张开大口，准备咬向小土豆。小土豆也不是傻子，自然一击即退。此时张守成也上前一步，他就这么举起黑金方盾，将怪物的大嘴死死卡住了，竟然狠狠甩了2下大脑袋，愣是没甩开。好机会！半城烟沙和花魏洛等人见状，眼睛一亮，被张守成缠住的这怪物现在无法自由移动，完全就是靶子一样的存在。此时不输出，更待何时啊？说罢，众人便一哄而上，其余怪物都被咖啡加糖召唤的宝宝阻拦住。而随着队伍实力的提升，陆天辰反倒是成为了最闲的一个人，在给众人掠阵。毕竟他击杀这种实力的怪物并没有太大的提升了，还不如将怪物逸散的能量给众人吸收。而众人在保证自身安全的前提下，各施手段。虽然怪物的防御力强大，不过其身上就伤未愈，又添新伤。尤其是小土豆和周鹏，虽然攻击力不高，但就是冲着怪物的下当的谋处乱砍，时间一长，竟然生生的卸掉了怪物的神秘部位。哦哦！怪物神秘部位被卸掉，顿时发出一声凄惨的嚎叫，叫声都没有之前那么威严了。虽然有心逃跑，奈何他的一张大嘴被那黑金方盾死死的卡住。随后又过了一会儿的功夫，众人终于齐心协力的将那圣经圆满的缝合怪成功击杀。这算卡 bug 吗？将怪物击杀后，众人都是一脸惊喜，面面相觑。这次虽然有取巧的嫌疑，不过终于还是实现了越级杀怪，也算相当不错。而此时卡咖啡加糖也并未将其他怪物击杀，而只是纠缠住而已。随后陆天辰使用神圣水晶给众人简单的恢复了一些体力后，他们便再次朝向另外一只怪物包围而去。虽然实力提升了一些，不过很明显的将这一只怪物击杀，他们付出了惨痛的代价。就算防御力极其强大的张守成此时也是灰头土脸，挂了彩。还好陆天辰使用神圣水晶及时将他们的状态恢复，才没有发生意外。我靠，终于搞死了，陈哥，我好像突破了。将怪物击杀，周鹏气喘吁吁的道。第137章，战术挺好，就是有点废人。周鹏说罢，低头细心感受了一下自身的实力，随后再次抬头振奋的说道：陈哥，我好像真的突破了。不过周鹏的话音刚落，小土豆也兴奋的道：我靠，我也突破了。随后父母和张守成等人也都表示自己的实力也得到了提升，这也不枉他和咖啡加糖的良苦用心。陆天辰看着周鹏、小土豆等人突破，也是一阵欣喜，环视了一下四周，然后道：不错，现在已经有一半的人达到了圣境后期，其他人估计也快了。我和咖啡加糖的实力再想提升难度比较大，现在的重点是你们的实力提升上来。这里虽然危机重重，不过目前来看似乎还是个不错的练级场所。陆天辰说罢，底下的众人不由得点了点头，表示同意。
这里的怪物虽然实力强大无比，并且随着斩杀怪物，先出现的怪物实力越来越强大。不过有着陆天辰和咖啡加糖他们两个变态的人物在这里撑着，虽然艰难，但是怪物也一波一波的被他们联手消灭。显而易见的是，他们的实力也稳步的得到了提升。圣境的怪物要是放在外面可不好找啊。陆天辰扫了眼身前的众人，又与咖啡加糖对视了一眼，随后后者则眼睛微微眯起来，狡黠的笑着补充道：之后再出现的怪物都要靠你们解决喽，除非遇到特别危机的情况。咖啡加糖说罢，底下的众人先是一阵错愕，随后看向沉默不语的陆天辰，他们随后也表示理解。有的忙。花未落双手一摊，转头对着火源摇头道：岂止啊，之前咱们都是靠着陈天大佬和咖啡加糖的帮忙才有那么好的输出空间，要是不小心啊，可能要挂彩。扮成烟杀结果，花未落的话道。众人闻听此言，也都点了点头，表示同意，随后便商量起战术来。陆天辰不由得一阵苦笑，不一会儿的功夫，正在众人商量好对策后，怪物也从魔法阵里面冒了出来，嘶吼着朝着众人扑了过来。加油哦！咖啡加糖此时正坐在一个大石头的上面，俏皮的给大家加油。好！一只距离最近的怪物嘶吼一声，直接扑了过来。此时张守成和父亲相当默契的举起盾牌迎了上去。轰的一声，那巨大的手轰击在盾牌的缝隙之间，虽然声势浩大，不过却并未造成什么伤害。随后花未落和低调如我等人开始各使神通攻击起来。这只怪物在众人的集火下很快就被秒杀。不过这只是众多怪物中实力最差的一只，仅几个呼吸之间，其他怪物一窝蜂的冲了上来，还是太勉强吗？陆天辰见这一群的怪物朝向张守成和父亲冲去，内心不由得一紧。不过正在他内心如此想的时候，此时小土豆和周鹏等众多拎着长剑的人竟然没人都朝一只怪物冲去。咖啡加糖见状，害怕他们会出现什么意外，正欲操控召唤的宝宝上前援助，不过被陆天辰一把按下。再等等！战场中由于小土豆和周鹏等人的突然出现，那些蜂拥而来的怪物被分散了注意，竟然分出数只怪物分别冲向他们几个人。此时张守成和父亲的压力小了不少，仅仅4、5只怪物攻击到盾牌之上，虽然父亲的身形后退了一些，不过好在抵挡住了这波攻击。随后几个手持法杖和弓箭的人在后面开始不停的攻击，他们的攻击特别有默契，所有攻击全部落到一只怪物的身上。虽然这怪物的境界很高，不过这么下去估计也很快挂掉。与这边安逸的输出环境不同的是，周鹏和小土豆等人几乎一人吸引了一个怪物的注意。他们与怪物硬拼一记后都被击退好远一段距离，尤其是小土豆，他被那实力比他强大不少的怪物一下就打进了墙壁之中。嗨嗨，陈哥，我要死了，快奶我！烟尘散去，小土豆拄着长剑慢慢的走了出来，吐出一口鲜血道。虽然老邱此时正专心的奶张守成他们，自然不会管这边。陆天辰无奈的摇了摇头，随后控制着神圣水晶开始使用那神奇的能量治疗着众人。虽说他表示不出手，不过治疗还是要治疗的，要是一不小心挂了一个可就坏菜了。我有行了。得到治疗的小土豆虽然嘴角挂着鲜血，不过此时状态明显好了不少，举起长剑再次朝向那只怪物冲了过去。虽然这一切发生在电光火石之间，不过低调如我那边却取得了不错的成绩，因为那只看似最凶猛的缝合怪已经快被他们联手搞死了。陆天辰见此则是彻底的放心下来，他们还挺聪明的，这么短的时间商量出了这么有效的对敌手段。咖啡加糖此时也放松下来，调侃道。陆天辰点了点头表示同意。虽然战斗持续了好一段时间，不过最后还是有惊无险的将出现的怪物全部击杀。有着陆天辰的治疗，虽然小土豆和周鹏等人被虐得很惨，但是也没什么危险，他们也起到了分散怪物的作用。众人虽然都是气喘吁吁，不过此时眼神中都神采奕奕。虽说有着陆天辰的帮助，不过能做到这一步，他们也证明了自己的实力。而且这一波怪物结束后，众人也全员达到了圣境后期。嘿嘿，陈哥儿咋样？我们战术厉害吧？小土豆和周鹏虽然浑身染血，不过此时却笑着对着陆天辰道。陆天辰则点了点头，战术是挺好，就是有点废人。众人听闻此话，无比放声大笑。虽然被困在这无尽魔窟中，不过众人还是抓紧这几分钟的时间来调整自己的状态。后面的怪物虽然实力有着提升，不过众人的实力也在提升。虽说每次都险象环生，惨烈异常，不过众人还是以顽强的意志抵挡住了好几波缝和怪物的攻击。随着低调如我一箭射出，又是一波怪物被众人齐心协力的消灭。低调如我看向陆天辰的方向，眼神中充满了兴奋之色。第138章半神境。
低调如我看向陆天辰的方向，眼神中充满了兴奋之色。陆天辰时刻关注着众人，所以也注意到了低调如我的目光。当察觉到他身上的能量波动强大了不少之后，也会心一笑，随后瞬移到众人身边，看向低调如我道：“你突破了。”低调如我原本在游戏中选择的形象是阳光大男孩的样子，现实中的他年龄也并不大。我也达到圣境圆满了。此刻低头感应自己的实力后，忍不住笑意。老邱听闻此话，则是一颤，众人自然也都是一颤。继陆天辰和咖啡加糖之后，他们队伍中终于诞生了第3位圣境圆满的强者。圣境圆满啊！我滴个乖乖！周鹏暗暗啧舌，羡慕死我了。圣境圆满，你们仨岂不是马上就能成神？小土豆咧嘴笑着，拍了拍小土豆的肩膀。不过大力拍击之下，低调如我赫然纹丝未动。低调如我也咧开嘴冲着众人笑道，随后浑身能力外放，众人无不凛然。不错呀，小弟弟。切！咖啡加糖走过来调侃道，低调如我则白了他一眼。虽然他的年龄在众人中是最小的一个，不过咖啡加糖也并不比他大多少。行了，你们两个。陆天辰无奈摇了摇头，随后对众人继续道，你们也抓紧提升实力，超凡境圆满突破到半神境也并不是一蹴而就的事，等你们达到了这个境界就知道了，现在当务之急还是得抓紧提升实力。说罢他环视了一圈众人，然后继续补充道，低调如我已经达到圣境圆满，之后的战斗他不会再插手，你们好好努力。听闻此话，面前的众人无不露出了一副比哭还难看的表情。张守成啊，花未落，不是吧？陆海，坑爹啊！众人实力有了提升不假，不过怪物的实力也越来越强了。他们好不容易应对轻松一些，现在少了低调如我这员大将，估计接下来又是苦战啊！虽然众人抱怨不已，不过陆天辰却并没有理会众人的意思。正在众人商讨战术之时，魔法阵再次闪烁起来。奇怪的是，这次出现的身影并没有以前多，魔法阵之上仅有3只怪物出现，两边的怪物看起来庞大无比，凶神恶煞的样子看着骇人不已。魔法阵正中间的一只怪物就显得不那么起眼了，虽然体型也有1人高，不过相较于一左一右2只怪物来说，简直就跟小不点一样。但正是这个小不点怪物身上的能量波动却很诡异，要说他的实力强吧，众人很难在其身上感受到很强的能量波动，可要说他实力不强吧，他站在那里就很难不被人注意。不过正在众人议论纷纷的时候，陆天辰浑身都站立起来。咖啡加糖和低调如我此时也多多少少察觉了一丝异常，也都双目圆睁地看着场中。咋了陈哥？周鹏和小土豆察觉到了陆天辰的异常，于是疑惑地问道。陆天辰死死地盯着场中那瘦小的怪物，一字一句地道，这怪物的境界比我要高。听闻此话，众人先是一怔，随后冷汗瞬间就流了下来。你是圣境圆满的境界，比你境界还高。周鹏嘴里喃喃，随后差点跳了起来。我靠，这小不点是半神境。第139章，你们犯规了。说是瘦小，也只是相对于一左一右2只怪物说的，不过瘦弱倒是实打实的。但即使这只怪物看着弱不禁风的瘦弱样子，可是那股威压却让人不寒而栗。你们小心点！陆天辰、咖啡加糖还有刚刚晋级圣境圆满的低调如我第一时间拦在周人的身前，齐声道。听闻他们如此说，众人咽了一口唾沫，也不勉强。很显然，这气息甚至比陆天辰还要强大的怪物，并不是他们可以应付的。即使那一左一右的2个高大的缝合怪物，也远比之前他们对付的圣境圆满的怪物更加强大。陆天辰3人和怪物对峙着，此时场面剑拔弩张。不过他很快就皱起了眉头，因为过了好一会儿，眼前的3只实力强大的怪物却并没有任何异动。结！正在陆天辰等人疑惑不已的时候，中间那怪物张开大嘴笑了起来，那干涩刺耳的笑声充斥着整片场地，笑声中仿佛包含着某种精神攻击的能力。虽然众人实力也都不弱，不过精神攻击无形无质，他们也无从防御。噗！众人感觉头脑一片混乱，随后扑哧一声吐出一口鲜血。哼！陆天辰见状也冷哼出声，一道无形的声浪扩散而出，虽说无法与怪物那道诡异的攻击抗衡，不过倒也勉强护住周人安全。至于咖啡加糖的低调如我，却并不用自己担心。咦？那怪物见陆天辰如此手段，眼神中好奇难以掩饰，停止了怪物，随后轻咦了一声。有趣。那怪物顿了顿，随后目光炯炯地盯着陆天辰，用奇怪的腔调继续道，怪不得能坚持到现在，好久都没有遇到这么有趣的猎物了。很明显对方并没有放过他们的想法，因为他口中称呼他们为猎物，而且听他这声音很明显是最开始发出声音的那一位，很明显这里就是他布置的猎场。
陆天辰并未回应他的话，心中则是心思电转。越级战斗这种事儿，自己并不是没做过，不过圣境圆满和半神境的到底差了多少，他也不清楚。这两只怪物很明显也是半步半神的境界，咖啡加糖或许可以勉强应付，低调如我刚刚晋级，可能不好对付。而且，陆天辰先用余光瞥了一眼那两只高大的怪物，随后又看了眼居中的瘦弱怪物，内心一沉。他有着虚空游走，甚至可以直接离开这里。不过咖啡加糖等人绝对逃不开此劫。哼，人类，你不会以为我出现了还有什么生机吧？见陆天辰并未搭话，那怪物狞笑的道，随后大手一挥，自己并未动，指挥身旁两只怪物道：“撕碎他们！”陆天辰等人正准备出手，不过他发现居中的那只怪物将精神锁定在自己的身上。很明显，他也看出自己虽然只是圣境圆满，不过实力不俗，仿佛在警告他，只要自己出手，他也会出手。仅仅只是一瞬间，陆天辰便思虑出了利弊。他不清楚自己是否是那位半神境强者的对手，不过自己不动手换来对方强者也不动手，怎么都是划算的。于是对咖啡加糖和低调如我嘱咐道：“小心些，他们可能都已经半步半神了。”咖啡加糖和低调如我看了眼陆天辰，又看了眼怪物，也懂了陆天辰的意思，于是重重的点了点头。随后咖啡加糖就开始召唤宝宝，低调如我也搭弓射箭，与两个怪物战斗到一起。轰轰，碰撞声四起，战斗一瞬间都开始。他们速度极快，在虚空中产生了无数道幻影。怪物的攻击很暴力，势大力沉，即使是咖啡加糖的召唤物加在一起，也堪堪与其打了个平手。不过低调如我相对来说就惨了不少，虽然还没有战败，不过他刚刚晋级圣境圆满，就面临如此强大的对手，此时已经招架困难，落败也只是早晚的事情。众人见状，也全都手心捏了一把汗。我来帮你！张守成大喝一声，随后举起黑金方盾，直接冲入场中。那股大怪物一爪抓下来，直接撕扯在了黑金方盾之上。张守成在巨大的冲击力直接后退了好一段距离才停下来。停下来后，他的嘴角一扬，随后抽出一只手，伸出大拇指，随后又向下。菜狗！以他圣境巅峰的实力，越级扛住那巨大怪物的全力一击已经足以自傲了。当然，这一切都要仰仗那黑金方盾的神奇。这要是其他人，不死也少层皮。哦！那怪物见如此蝼蚁挡住了自己的一击，虽然不知道他那手势是什么意思，不过他一瞬间就被激怒了，张开那血盆大口，怒吼几声，随后拳头如同冰雹一般轰击在张守成的黑金方盾之上。卧槽！张守成没想到自己的嘲讽这么奏效，他被这攻击打得根本来不及反应，他只能咬牙死死地高举黑金方盾防御。不过即使黑金方盾强大无比，不过这一会儿的功夫，他的双脚都已经凹陷到了地面之中。群殴他丫的！小土豆和周鹏两人见状，双眼喷火，嗷了一嗓子之后，直接冲了上去。众人虽然自知实力不敌，不过此时也全都各显神通，对怪物发动着攻击。虽然见效甚微，不过张守成的压力无疑减弱了不少。有着众人的帮忙，低调如我有了不错的输出环境，咖啡加糖那边还勉强打了个平手，不过这边已经也有了优势。这果然是人多力量大，三个臭皮匠顶一个诸葛亮。不过还不等众人得意的时候，只见空气之中温度陡然下降。你们犯规了！一道阴冷的声音陡然响起，在场中回荡着。随后只见瘦小怪物双眼冒出猩红的血红色光线，直视着张守成的黑金方盾。众人还在酣畅的战斗着，不过那猩红的血红色光线已至。光线接触到黑金方盾的时候，后者上面的奇异纹路在不停的颤抖起来。仅一瞬间，一些纹路正在不断的震颤的过程中断裂了。随着纹路的断裂，只见强大无比的黑金方盾上面赫然也出现了丝丝裂痕。第140章危急时刻晋级！我勒个去！除了陆天辰以外，只有张守成的感知最为强烈，他能感受到强大无比的黑金方盾在逐渐破损，恐怕再来一会儿就要彻底碎裂掉。呵！不过正在他惊慌错乱之时，陆天辰大喝一声，随后他的身影一闪便消失在了原地。随后一道虚空剑气展出，急速的朝向那道血红光线斩去。轰！剑气虽然斩击在了光线之上，不过却发出了一声巨大的金属碰撞之声。片刻后，剑气与血色光线的对峙之中慢慢暗淡，随后湮灭。不过那怪物眼中爆射而出的血色光线也并没有讨到什么好处，在虚空剑气消散的下一刹，也被那怪物收回眼中。随后他的眼中竟然露出了震惊之色，这也由不得他不震惊。虽然感知到眼前的这个人类很强大，不过气息也仅仅只比自己的两个半步半神境的手下强一丝。不过半步半神能抵挡住自己的攻击，就算他半只脚踏入了这个境界，那也还差半步，
差距仍然是天壤之别。这怪物眼睛滴溜溜转了起来，这人类如果能成为自己的手下，倒是个不错的选择。人类，你的实力很不错，如果你能为我效力，那……不过他的话音还未落，便被陆天辰张嘴冷冷地打断。我为你这么个丑陋的怪物效力，你在想屁吃？陆天辰嗤笑一声，通过刚才的交手，他已经有了一丝底气。虽然刚才那怪物的血色光线攻击仅仅只是随意而为，不过自己那道剑气也并非全力而为。拥有虚空之体的他，这样的剑气一瞬间就能挥出1800道。如此一想，眼前的半神镜也并非不可力敌。这样的念头一经出现，便挥之不去。陆天辰浑身的血液也为此感觉到沸腾。他突破到圣境圆满已经相对很久了，那一层壁障很有可能需要经历生死的战斗才能突破。人类，你在找死！那怪物见眼前大一些的蝼蚁竟然胆敢挑衅自己并出言不逊，此时已经是怒不可遏，本就猩红的眼神中仿佛要喷出火焰来。随后他尖笑一声，发出的声音震耳欲聋，在场除了陆天辰3人外，其余人多少都受到了一些影响。随后他身形一闪，便消失在了原地。身影再度出现，他已经来到了陆天辰的身后。他不知从何处掏出一柄漆黑的镰刀状武器，直直地朝向陆天辰的脖颈挥去。不过即使那怪物的境界已经达到半神境，陆天辰的实力也不弱。轰！第一时间察觉到他的气息，转身一道凌厉的虚空剑气挥出，此刻在空中与那漆黑镰刀碰撞到一起，发出一阵金属碰撞的声响。那怪物一击受阻，并没有放弃，他的身形再次仿佛鬼魅一般消失在了原地。砰砰砰！随后仅仅几个呼吸之间，陆天辰的四周赫然已经出现了8个手持镰刀的怪物，每个怪物都一模一样，并且全都手持镰刀，朝向陆天辰凶狠地挥劈过来。其余众人虽然与那2只半步半神境的怪物打得不可开交，不过此时也注意到了这边的情形，看着这突兀出现的这么多半神境，不由得都为陆天辰捏了一把冷汗。我来帮你！咖啡加糖娇斥一声，随后正欲控制几只召唤宝宝来协助陆天辰解除危机，不过陆天辰的声音却轻飘飘地传来：不用，我能应付。陆天辰说罢，便双手成剑形，虽然并未动弹半分，不过整个人的气势竟陡然开始攀升。去！不到一个呼吸的功夫，他双手便向周围怒甩而出。此时以他自身为中心，2道剑气仿佛太极一般旋转着，划着凌厉的弧度，开始向着四周挥劈而出。砰砰！剑气接触到怪物后，以不可匹敌的刚猛劲气直接将怪物击碎。眼前的8只怪物直接全部湮灭。陆天辰仅仅只是一击之力，便恐怖如斯。我操，太牛了，陈哥！此时小土豆和周鹏虽然手中的动作不停，此时也放下心来，大吼一声。不过陆天辰却并未理会，因为将这8个怪物分身击杀，他清楚地知道这8个怪物没有一个是本体。如果半神境的强者如此轻易便可以被击杀，那确实不合常理。正在众人心神振奋的时候，空气中的能量开始变得活跃起来，一道尖锐的声音再次响起：人类，我承认你的实力很强，不过你以为这样就能和半神境的我匹敌了？结！那尖笑的声音说罢，空气中的温度都开始变得炽热。半神境已经能操控一丝天地之力了，而此时你在我眼中仍然是蝼蚁，大一些的蝼蚁罢了。此时温度陡然升高，虽然众人实力不俗，不过此时的温度都已经仿佛身处岩浆之中。扑哧！众人此时正全力抵御，不过此时扑哧一声响起，地面之上竟然真的冒出一小股岩浆。红彤彤的岩浆刚涌上来，还冒着滚烫的气泡。虽然没有测温的仪器，不过这灼热的温度很有可能已经接近1000度，而且还在不断攀升。陆天辰虽然也知道半神境没有这么好对付，不过却也没想到会如此棘手。半神之下皆为蝼蚁，就算是半步半神也不行。他们实力强大，无非是肉体强大，不过面对能调动天地之力的半神境还是差了些。他侧头看了下众人，虽然他们在极力克制，不过通过涨红的脸也能发现他们似乎已经到达了极限。轰！陆天辰知道如果一直这么等下去的话，他们会变得很被动，随即也不再犹豫，直接一拳轰出。他此时对于虚空之体的理解已经相当娴熟，一拳直接隔断虚空，轰击到刚冒出的岩浆之上。随后虚空一阵抖动，随着陆天辰的攻击，只见那刚冒头的岩浆便瞬间隐没进虚空一般。此时那里有着一大片凹陷，仿佛那里从来都没有东西出来一般。随即他再次挥拳，无数道虚空拳影挥出，冒出的岩浆在一点点被他暴力清除。仅仅几个呼吸之间，空间中的温度似乎都下降了不少。哼！此时一声不屑的轻哼响起，随后众人只见刚刚被陆天辰攻击的地方，仅仅片刻的功夫便再次喷涌出岩浆而来，而且看那架势，似乎喷涌的速度更快了一些。陆天辰眉头皱起，虽然他可以再次将这些岩浆清除，不过这样下去没完没了。不过如果再不处理这些岩浆，
很明显，这温度除了他以外，其余人迟早会挂掉。此时虽然心急，不过陆天成看着周围的岩浆，却陷入了沉思之中。在此危急时刻，他缓缓地将眼睛闭上，感受着空气中炽热的温度。闭上眼，他似乎能感受到那活跃的火焰元素在剧烈地碰撞着、跳动着。而且除了火元素之外，其他元素的感知虽然很微弱，不过他也能隐隐约约地感受到。蝼蚁，你……正在陆天成细心感受空气中各项元素的时候，之前那隐藏在暗处的怪物，此时竟然略显着急。此时现身而出，随后操控着所有冒出来的岩浆，朝向陆天成激射而来。小陈，陈哥！众人抵挡着灼热的温度，已经用尽全力。此时见那灼热的岩浆仿佛无数条火蛇一般射向陆天成，众人无不惊声喊道。不过正在那岩浆火蛇马上就要穿透陆天成的时候，后者的眼睛却陡然间睁开，随即那急速射来的无数火蛇突然止住动作，那感觉就仿佛被定在了半空中一般。蝼蚁，你！紧接着一声愤怒的声音传来，仔细听来，那道声音似乎有些颤抖。蝼蚁！陆天成嘴角微动，随后缓缓开口：我圣境时，你不能奈何我，如今我晋级神境，你才是蝼蚁。说罢，陆天成仅仅只是挥了挥手，那无数的岩浆火蛇此时竟然集体调转方向，瞄准着那满脸惊恐的瘦小怪物。第141章缩小的空间裂缝。不可能，你刚刚突破也就是半神境，为何气息会如此强大？瘦小怪物此时眼中的惊恐正不断的放大，因为那岩浆火蛇此时竟然不受自己操控，这空气中所有元素他都无法再度调用。半神？谁跟你说我是半神的？陆天成说罢便双手一握，随后那些岩浆火蛇仿佛受到了某种召唤一般，随后汇聚到一起，变成一个通体由灼热岩浆形成的凤凰。瘦小怪物此时眼中除了惊惧，满是疑惑。圣境突破后不就是半神境吗？为何他说自己不是半神？不过此时那强大的气息是做不得假的，此人确实远比自己强大。神明之下皆为蝼蚁，半神也不行。陆天成说罢便手指轻动，随后那滚烫的岩浆引成的巨大凤凰便仿佛受到操控一般，扇动那巨大的岩浆翅膀，朝向那半神境怪物急速飞去。岩浆凤凰飞掠的速度极快，仅仅只一瞬间便来到那半神境怪物的身前，随即岩浆凤凰在其眼中不断的放大，随后在其惊恐的目光中和众人震惊的注视下，岩浆凤凰一整个便将那半神境怪物的吞没。啊！不！空气中半神境怪物的吼叫声持续了大约几个呼吸便停止了。陆天成随即甩了甩手，那空中仍然存在的炙热温度便消失虚无，空中只有一些些暗黑色的烟灰洒落。我操！这是什么能力？见此情形，众人无不喃喃自语。此时那两个半步半神境的怪物见此情形，吓得躲在角落瑟瑟发抖。陆天成瞥了他们一眼，随后淡淡道：这两个怪物就给你们练练手吧。说罢便身形一闪，消失在了原地。众人见陆天成离去，便再次将注意力放在那两只半步半神境的怪物身上。不过此时他们已经没有之前那么惧怕了，半神境的怪物都被陆天成轻而易举的击杀，现在这两只怪物无非也就给他们练练手而已。一刻钟后，随着低调如我和咖啡加糖的合力攻击，一只怪物轰然倒地，最后一只怪物被他们击杀，并且众人观察了片刻后，那场地之中再没有怪物出现，众人无比松了一口气。半神境的怪物都出现了，如果再出现怪物那还得了，还好半神境的怪物已经是这里的究极大 BOSS 了。众人庆幸不已，还好陆天成在这里，否则这无尽魔窟根本就是有进无出的地方。正在众人思虑间，突然响起了轰隆的一声，还不等惊讶，随后众人感觉地面一阵抖动，有碎石和沙子从洞窟的上方向下洒落。原路返回。虽然不见陆天成本人，不过他的声音却出现在众人的耳中。洞窟的抖动不断的加剧，众人不敢耽搁，随即施展极限速度，开始朝着来时的方向快速前进。走到近前，他们发现陆天成正站在来时的入口处，那之前怎么也出不去的大门此时已经被轰破，想来刚才那巨大的声响就是陆天成搞出来的动静。待得他们全部逃出来的时候，轰的一声，无尽洞窟轰然倒下。好家伙，差点被活埋了。出来之后，周鹏拍着胸脯后怕道：行了，就算给你活埋了，以你的实力还不是分分钟出来。咖啡加糖拍了一下他的肩膀，调侃道：对了陈哥，你现在是什么实力？刚才那个半神境你一下子就给秒了。是啊，同境界应该没有那么轻松吧。众人一边往外走，一边一言一语地问道。陆天成笑了笑，故作神秘的道：你能秒杀同境界吗？能秒杀半神的当然只有神境了。众人听闻此话，无不倒吸一口凉气。虽然陆天成此时没有使自己的气息外放出来，他此时身上没有任何气息波动，
没想到他此时竟然是那遥不可及的神境。我操，陈哥，那你岂不是现在已经是天权大陆最强的人了？周鹏急声问道。而陆天辰则是摇了摇头，不知道，虽然目前我感觉自己的实力确实比之前强大了无数倍，不过我总有一种感觉，神境并不是最终的境界。现在即使我不战斗，不去吸收天地之力，不过空气中的各种元素也在源源不断地朝向我的身体涌来。陆天辰摇了摇头后道，而众人则是一阵懵逼。各种元素？难道陆天辰吸收的不是天地能量？不过他们也没有多想，或许到达神境之后就会有独特的修炼方法吧。众人的速度极快，即使放慢速度赶路，不过聊天的功夫，他们也来到了巨阙城不远处的那处空间裂缝。此时那空间裂缝比之来时又扩大了不少，这次再次聚集了不少的怪物在这里。不过好在有不少的军方人员的实力也已经达到了超凡境的境界，此时正在虚空裂缝的旁边和各种各样的怪物战斗着，减少着怪物入侵到现实世界。就在陆天辰等人出现的一瞬间，怪物们率先感受到了众人强大实力带来的威压。原本一个个凶厉的怪物此时竟然全都四处逃窜，这使得正在对敌的众人无比懵逼。不过紧接着他们就看到几道人影从空中冲下来，他们或是用刀砍，或是魔法球轰出，几乎每一次攻击都能击杀一大片实力恐怖的魔物。队长，快看，是周鹏他们！此时一名全副武装的军方人员看清了他们的样子后，兴奋的道。闻听此言，原本还在苦苦战斗的众人全都神情振奋，在小土豆、周鹏和花未洛等人的帮助下，仅片刻的功夫，空间裂缝周围几公里内的怪物全部被击杀干净了。此时陆天辰和咖啡加糖等没有出手的众人，此时也都来到地面之上。陆天辰面对着那虚空裂缝，随后往前走了一步，随着他的前进，原本隐藏的极好的强大气息被一瞬间释放出来。这一刻天地都为之变色，众多实力低微的军方人员自然早就被小土豆等人隔绝在了远处。不过即使如此，他们见到这样的阵仗也都无不惊骇连连。就在众人震惊的目光之中，只见陆天辰双手一阵变缓，随后双掌聚拢，眼前那每时每刻都在不断扩大的空间裂缝竟然在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在缩小着。第142章幽影主宰大结局。在众人震惊的目光之中，仅片刻后，那原本已经扩张的相当大的空间裂缝就被陆天辰压缩成了拳头大小，随后在他再一用力后，那仅剩的一点点空间裂缝也消失不见。这裂缝就解决了？怪物以后都不会入侵现实世界了吗？众人先是惊讶异常，随后张守成围绕着原先空间裂缝的位置绕了2圈，然后喃喃道：这裂缝是没了，但我们咋回去啊？小土豆和周鹏闻言也拍了一下脑瓜子，随后道：我靠，对啊，我们难道被困在这里了？这个担心倒也并不是没有道理。见众人全都疑惑地看着自己，陆天辰从容地摊开掌心，随后一个紫黑色的珠子便出现在他的手中，然后他随手一扔，紫黑色的珠子便落在地上，随后面前便再次出现一个空间裂缝。虽然这个空间裂缝比之前的要袖珍了不少，看起来仅仅够一人通过，不过看起来更加稳定。走吧。陆天辰偏了一下头道。父亲周海见陆天辰如此，也放下心来，出于对儿子的信任，他第一个踏入了空间裂缝之中。众人见此，也都一个接一个的走入虚空裂缝之中，离开了天权大陆。陆天辰是最后一个出来的，随着他走出裂缝，他一挥手，虚空裂缝便消失，那紫黑色的小球也飘到了他的掌心之中。你们跟上面禀告一声，这地方以后不用看守了，虚空裂缝不会出现了。陆天辰对着军方的一个负责人道。那人听闻此话，则是一阵欣喜，随后敬了一个礼后便离开了。不过还不等众人离开，突然间天空突然有原先的湛蓝色开始慢慢的变暗，并且天空之上卷起了淡淡的漩涡。我靠，这什么情况？怎么一下子就黑天了？众人全都抬头向异常的天空看去。陆天辰眉头一皱，或许众人无法感受到，可身为神境强者的他最能体会到空气中压抑的气息，绝非一般强者可以释放而出。空中那仿佛黑色漩涡的黑云在不停地旋转着，随即在各个方向都有紫黑色的光线朝向那黑云的漩涡处激射而去。陆天辰精神释放而出，便明白这是散落在世界各地的虚空裂缝的位置，源源不断的有恐怖的能量在汇聚到一起。没想到这么短的时间还能诞生出神境的强者。仅片刻的功夫，空中那巨大的漩涡凝聚成一张巨大的黑脸，那张黑脸缓缓张口道：人类，吾乃幽影主宰，随着这片宇宙一起诞生，我已经吞噬了数十亿个大陆，早已达到主宰境。虽然我的实力还未恢复，不过目前的实力对付你们也已足够。那张硕大的黑脸顿了顿，继续道：不过我很欣赏你，我愿意给你一次机会，如果你愿意为我效力，我创造的黑暗世界中必定有你的一席之地。
地下的众人在那黑脸张嘴说话的第一瞬间，几乎都被那巨大的能量震得晕厥而去。就算小土豆等人的实力再强也不行，咖啡加糖和低调如我等人好一些，勉强保持着清醒，不过此时也已经无法站立起身。陆天辰扫视了一圈后，虽然心悸，不过还是一阵冷哼。如果我猜测不错的话，你布置的这么多虚空裂缝，便是恢复你实力的阵法。之前有一个城市的人类莫名其妙的死亡，是否也是你所为？我破坏了你的阵法，你都没有出手，直接将我击杀，我是否可以理解为，以你目前的实力，也不一定能奈何我？虽然暗影主宰的气息确实惊人，甚至比他这个神境强者还要强，不过陆天辰并没有像众人一样被压制住，也没有被吓到。愚蠢的人类！暗影主宰闻听此言，黑脸上的表情一阵变缓，随后巨大的嘴巴微张，便是几道粗大的闪电朝向陆天辰射出。陆天辰也不敢怠慢，身侧便是周鹏和父亲陆海等人，他或许可以躲开这道攻击，不过如果他躲开了，身边的众人便都会灰飞烟灭。啊！眼看暗影主宰的攻击到的近前，陆天辰爆发出浑身的力量，调动着天地中的各种元素，向着那急速接近的闪电攻击而去。不过不管他怎么攻击都是无济于事，那紫黑色的闪电就仿佛世间最猛烈的攻击一般来势不减。虽然这一切都发生在电光石火之间，不过对于陆天辰来说，仿佛过去了很久的时间。主宰，果然是超越神的境界吗？陆天辰看着不断接近的攻击，嘴中喃喃，随后双手垂下，要是再给我一些时间就好了。说着，陆天辰的身影开始变得虚幻。此时咖啡加糖和低调如我见此，则是惊叫道：辰哥！不过他们连抵抗幽影主宰的威压都已经用出了所有的实力，此时根本无法改变什么。陆天辰此时的身形一闪，陡然消失，随后化作一柄剑，那柄剑仿佛能划破虚空一般，直接朝向那紫黑色的雷电迎去。与之前的元素攻击不同，陆天辰以身化作巨剑，攻击力刚猛无比，仅仅片刻的僵持便将那道闪电轰击的粉碎。这不可能！幽影主宰那巨大的黑暗脸庞此时满脸震惊。这虽然不是自己的权利，不过也不容小觑。不过此时陆天辰化身的巨剑来势未减，竟然直直的朝向自己攻击而来。不敢怠慢，他赶紧在身前凝聚了一层厚厚的保护罩，将自己包裹。嗡！正在此时，化身巨剑的陆天辰攻击而来，正好与那黑色保护罩撞击到一起，发出一阵嗡鸣之声。嗡嗡！随着片刻的僵持，陆天辰化身的巨剑上此时竟然出现了淡淡的裂纹。哈哈哈哈！幽影之主此时发出了兴奋的笑声。你化身为剑又如何？为了这些蝼蚁，化身天地本源又如何？笑到最后的还是本主宰。幽影主宰张狂大笑着，仿佛在庆祝着自己的胜利。你高兴的似乎有些早了。虽然巨剑上的裂纹此时开始慢慢的变多，不过此时陆天辰的声音传来。话音落下，原本快要崩碎的巨剑此时竟然再次闪烁出一阵金光。不！幽影主宰看着那防护罩上突然密密麻麻出现的皲裂，绝望的大吼一声。砰！一声清脆的声音响起，那仿佛黑色龟壳的防护罩便消失了，巨剑直直的插在了那黑色的巨脸之上。天空中的黑雾散开，再次变得湛蓝。发生了什么？众人渐渐清醒了过来。哎，陈哥呢？周鹏环视了四周，众人虽然此时都狼狈不堪的，不过此时这里只少了陆天辰，莫就会当英雄的家伙。切！咖啡加糖撇了撇嘴，最后指了指天上。周鹏随即顺着他手指的方向看去，此时空中陆天辰的身影赫然蜷缩着悬浮在天空之上，而其怀中则有着一颗晶石，时不时的散发着淡绿色的光芒。